陈峰，你知道你犯了什么事才被抓到这里来的吗？我知道啊，偷钱嘛。可我偷的都是坏人的钱，不应该给我颁发锦旗吗？偷钱还有好坏之分。好，既然你这么说的话，为什么还回去的钱少了一半？道义有道，我偷回来还给受害者，那我是不是有苦劳？那不得拿点小费？好好好，小费就拿了人家5万块钱是吧？那可是人家自己的钱，从他被抢的那一刻就不是他的钱了，属于抢劫犯的钱，不感谢我还报警抓我，真是好心没好报。那抢劫犯头上的大包怎么回事？我就用砖头轻轻打了他一下而已，没有用力啊。没有用力，现在还躺在医院昏迷不醒，那肿起来的包比我拳头还大。秦都市执法所审讯室，陈峰一脸委屈地看着面前的警官，像只可怜的小狗一样，随时都有可能哭出来。打住，别给我看你这副可怜巴巴的眼神，我可是抓了你3回，这套没用了。夏晴翻了个白眼，将审讯本直接丢在桌子上，很是无奈。闻言，陈峰立马露出笑容，看向夏晴，警官，你看我也是在做好事，要不然我把钱还给那人，就当这事没发生过，怎么样？你想的倒是挺美。受害者说了，你把钱还给他，他不会追究，但是你盗窃的行为，我们会依法拘留你的。我靠，给了钱还得被拘留啊？那我不给呢？那你就蹲大牢，记录档案，到时候你连大学都毕业不了。你也不想整个学校都知道你盗窃的行为吧？我擦嘞，你从小日本穿越过来的吧？啥玩意？没事，当我没说。陈峰无语了，做好事还要被抓，把钱还了还要被拘留，可高考还有3天就开始了，他可不能被拘留。嘎吱，这时审讯室的门被推开，从外面走进一位警官。陈峰，你可以走了。闻言，陈峰脸色顿时变得古怪，有些复杂，但很快想到了什么，眼神立马有了一丝厌恶，一丝无力，且一丝愤怒。告诉他，我是不会接受他的好意的，我宁愿被拘留。陈峰抬起头，看着那名警官，面无表情地说着，陈局长已经吩咐过了，无论如何你都不能待在这里，这里不是你任性的地方，麻烦请你离开。说完，这位警官用眼神示意夏晴，夏晴点了点头，用钥匙打开了陈峰的手铐。你走吧。陈峰坐在那里，没有说什么，但身体也没有动弹，似乎不愿意离开。带他出去。警官开始不耐烦起来，直接命令夏晴带陈峰离开。是。夏晴起身走到陈峰身后，直接拉起，便带着陈峰离开了执法所。执法所不会记录档案，下次别再盗窃了，觉醒了盗贼并不可怕，何况你还有一个老爸，没必要去盗窃吧。夏晴站在陈峰身旁，苦口婆心地教导着。谢了，夏警官，下次再找你聊天。陈峰随意摆了摆手，鞠躬道谢，旋即离开了。我倒是不想你再来了。看着陈峰落寞的背影，夏晴无奈微笑，摇了摇头，旋即走回了执法所。昏暗的街道上，橙黄的灯光微微照亮街道，陈峰孤独地走在街上，身旁的行人要么成双成对，要么一家3口其乐融融，有说有笑，他显得像个异类。没想到穿越过来18年，终究还是个废物啊。陈峰仰头看着月色，无奈地叹了口气。18年前，他穿越到了娘胎里面，成为一名婴儿，可母亲在他3岁那年去世了，留下父亲一个人独自照顾他。本以为这个世界跟前世的地球一模一样，可等他3岁上了幼儿园的时候，才发现不对劲。幼儿园竟然不教数学语文，反而从小教育他们碰到魔物的时候应该怎么做。那个时候，他才意识到这个世界完全不同，这是一个现实与游戏融合的世界。在100年前，全世界各地忽然降临副本、秘境，打开无数个空间黑洞，而从那些空间黑洞里面走出来无数怪物，它们有着恐怖的力量。人类的热武器一开始还有效果，可到了最后就没有效果了。上天似乎不想让人类太早灭亡，从而降下觉醒之时，每个人都可通过觉醒时觉醒某个职业。目前的战斗职业分为战士、法师、牧师、盾士、刺客、弓箭手等6个职业，剩下的都是生活职业，比如铁匠、农夫、医生、裁缝师等这些用于服务生活的职业。职业几乎有上千种，其中还包括无数的隐藏职业，比如战士有概率成为狂战士，免疫部分控制，黄暴状态下的攻击翻倍；法师有概率成为火系法师，火系魔法的伤害增加等等，各种职业都有隐藏职业。有了职业的加成，人类很容易就翻盘了，将那些怪物全都镇压到空间黑洞里面，并且派人镇守。久而久之，怪物没有再出来，反而是人类自己进去猎杀，因为他们发现这些怪物身上有着秘密，杀了之后竟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稀奇宝贝。于是人们将其定义为魔物，而这些空间黑洞定义为副本或者秘境。陈峰很幸运，他在上个月的觉醒仪式中觉醒了万中无一的隐藏职业，但又很倒霉，那个隐藏职业是人人都憎恨，如同过街老鼠一般的盗贼，同时又不是普通的盗贼，因为他的职业名字无比嚣张，看着都觉得牛逼。
那便是道神。技能全都跟偷盗有关，初始觉醒的技能有2个，一个是盗之右手，可以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偷取别人一样东西，但同样有缺点，就是对方等级要是比他高的话，那他就会面临被发现的风险。还有一个技能是敲闷棍，在背后敲击敌人后脑勺，有 50% 的概率敲晕敌人，随着技能等级而提升概率，随着敌人等级提升而降低概率。对方等级越高，他敲晕的概率就越低。说实话，这2个技能简直就是天生偷钱的，太绝配了，让陈峰都以为自己这辈子都要当小偷了。每个人觉醒职业的同时，会附带职业的一个天赋，天赋等级分为 D、C、B、A、SS、SSS。最高等级的 SSS， 全球总共就10位，个个都是顶尖人物，即便是刚觉醒，都能享用最豪华的资源，快速成为顶尖人物。陈峰有一个秘密，他没有告诉任何人，那就是他的天赋有些奇怪，即便是全球都未曾出现的唯一案例，那就是他的天赋没有任何等级，只有一个。陈峰，职业盗神，等级1，天赋盗取天下，天赋等级激活条件99999100000，天赋效果1，盗取10万金钱立即解锁，天赋效果2，未解锁，天赋效果3，未解锁，天赋效果9，未解锁。第2章可盗取属性，他的天赋很古怪，但是很强大，因为他有9个天赋效果。为什么还差1块钱啊？这1块钱去哪掏啊？陈峰有些无语了，没想到竟然还差1块钱，而且还不能自己去打工赚钱，必须要利用职业的技能盗取他人钱财才会算进去。要不是这个天赋，他也不会被抓到执法所，因为他整整偷了1个月，利用天赋不断盗取那些作恶多端的有钱人的钱，偷了1个月才偷这么多，结果还差1块钱。就在陈峰在为1块钱而烦恼的时候，远处传来阵阵抽泣声，好像是从街道的尽头传过来的，似乎是小孩在哭。陈峰循声看去，果然在橙黄的灯光下，看见一道瘦小的身影正蹲在路灯下，低头埋入双腿，身躯上下抽搐，抽泣声徘徊在街道，显得是那么的可怜，跟陈峰此时一样孤独。或许是因为共鸣，陈峰鬼使神差地走了过去，蹲下身子，用手指戳了戳那小男孩的肩膀，咧嘴微笑：“小朋友，大晚上在这里哭什么呢？”男孩的哭声戛然而止，抬头便看到陈峰那帅气的脸庞以及温暖的笑容，瞪大眼睛没有说话，略显呆萌。有什么心事吗？是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吗？陈峰很有耐心，温柔开口，又询问了男孩。胖虎抢走了我的2块钱。听到陈峰的话后，男孩又低头哭了起来，边哭边说：“你该不会叫大雄吧？”陈峰听到胖虎的名字，嘴角抽了抽。小孩？没有，我叫小智。陈峰？好吧，这还不如叫大雄呢，起码符合原著。那胖虎为什么要抢走你的钱？因为他要买糖果吃，我打不过他，所以就被抢了。陈峰听完，心中了然，这种小孩子就存在的霸凌很是常见，但心里同样有些愤怒，因为这样的事情他小时候同样遭遇过。难道弱小就应该被欺负吗？那胖虎在哪啊？陈峰忍下心中的愤怒，再一次微笑询问。闻言，小孩的哭声又戛然而止，抬头看了看陈峰，又看向街道的另一边，那里正有3个小孩在买糖果吃，其中为首的小孩是旁边小孩身形的2倍之多，目测80多斤。就是他，那个胖胖的。男孩伸手指向那个吃着棒棒糖、流着鼻涕的肥胖小子。陈峰顺着方向看去，立马了然，心中微微肯定，不愧是胖虎啊，这个体重完美符合他心目中的胖虎。就是他抢走了我的钱，还拿来买糖果。小孩看到胖虎手里的棒棒糖之后，哭得更加大声了。停，别哭了，哥哥去帮你要回来。男子汉哭毛线哭。陈峰摸了摸小孩的头，站起身来，看向胖虎。真的吗？小孩立马转换出笑容，瞪大眼睛看着陈峰，没想到这大哥哥心底竟然这么好，还去帮他要回钱。可是胖虎的老爸好凶的，是我们这里出了名的恶霸，大哥哥还是算了吧。恶霸？正合我意。陈峰咧嘴一笑，既然是恶霸的儿子，那长大也是个恶霸，把钱偷回来不算违背原则。陈峰大摇大摆地走了过去，可接下来的动作让小孩懵了。只见陈峰左看右看，目光最终停留在一根手臂粗的棍子上，嘴角上扬，露出一抹诡异的笑容。陈峰蹲下身子，拿起了那根棍子，甚至还做了一个敲击的动作，在小孩眼里无比恐怖，宛如收割人命的恶魔。在小孩震惊、恐惧的目光下，陈峰将棍子藏在身后，悄摸摸地来到那胖虎身后，趁着胖虎3人在愉快地吃着棒棒糖，趁着四下无人，唯有这几个小孩，陈峰他举起了手中的棍子，轻轻敲响沉睡的心灵，慢慢闷哼一声过后，吃着棒棒糖的胖虎轰然倒地，像头死猪一样昏睡过去。目睹一切的男孩
胖虎身旁的两小孩。夜黑风高之下，竟然有人对小孩行如此之事，到底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详细内容请到番茄免费小说进行了解。两个小孩瞬间回头，便看到一脸笑容的陈峰，虽然那笑容温暖亲切，但在他们眼里宛如恶魔。啊呀！两个小孩同时爆发尖锐爆鸣，响彻街道。一道黑影闪过，又是两声闷响，两个小孩的声音戛然而止，如那胖虎一样倒地睡了过去。卧槽，差点就被发现了。陈峰拍了拍胸口，左看右看，刚刚那叫声好像没有引来其他人，而且现在灯光昏暗，没人看得清他的长相。于是他看向了胖虎，淫笑着伸出了魔爪，伸进了胖虎的口袋里面，拿出了2块钱，还顺便掏了一颗糖果，走到小智面前，将1块钱丢给了小智，还有1颗糖果，直接转身潇洒离去了。我拿走了1块钱，这是属于我的小费，再见喽。陈峰如那潇洒侠客，出手相助之后不留姓名，潇洒离开。小孩看着手里的糖果和1块钱，又看向陈峰那潇洒不羁的身影，眼神满是崇拜。大哥哥，长大以后我也要成为你一样的英雄，只挑小孩。小孩站起来，对着陈峰的背影大声喊着。只见那月光之下，原本潇洒的背影好像被绊倒了，脚步忽然变得摇摇晃晃起来，但很快又稳住了脚步，快步离开了。蓝天小区，这是秦都市里最便宜的小区，1个月就800租金，原本有1000的，是房东姐姐看在陈峰长得帅气的情况下，减去了200。陈峰回到家中，锁好了门，关好窗户，确定四下无人之后，坐在了床上。他凑够了，10万块钱已经凑够了。他刚刚就感觉到自己的天赋效果解锁了第1条，只是还没有来得及查看而已。天赋盗取天下，等级天赋效果1，可盗取属性；天赋效果2，个人等级提升到50级开放。看到这个天赋效果，陈峰傻眼了。可盗取属性，无论是人还是魔物，他们都拥有自己的属性。比如体魄包含了体力、力量、速度，还有智慧。智慧越高，施展魔法的速度会越快，伤害越高。而且每次升级都可以获得5点属性点来升级各个属性。而他第1个天赋效果就是盗取属性，那岂不是说他可以不用属性点，通过盗取属性点来强化自己？想到这里，陈峰瞪大双眼，倍感震惊，呼吸都急促了几分。这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为震撼的一个天赋，从古至今都没有人有过这种天赋。比起那些 SSS 级天赋，这个天赋或许更强。一个可盗取属性的成长级天赋，而且还有8个天赋效果没有解锁。第1个就这么强了，那么下一个岂不是更离谱？第3章，盗取体魄属性。翌日，秦都第1高中，陈峰自信从容，脸上挂着一抹微笑，迈步走进校园。他的天赋已经正式觉醒，今天来学校的目标就是进入学校的新手秘境，提升自己的等级以及实力，还有就是试验一下天赋的效果，为了2天后的毕业考核做准备。陈峰走进学校的同时，就有不少学生注意到他了。你们看，那不是天才陈峰吗？长得这么帅，可惜了，是个小偷。哎，学校理论第1的天才，没想到觉醒职业竟然拿到了一个人人唾弃而厌恶的盗贼职业，真是命不好啊。是啊，我还记得他今年刚进学校的时候，第1个学期就拿了全校满分，第2个学期更是被誉为理论的终极天才，谁都以为他在即将进入大学的那一刻会觉醒出非同凡响的职业。哎，我也觉得可惜，这么好的一个天才，最终只能沦为一个小偷，即便不当小偷，他的职业毫无作用。这么看来，我觉醒的铁匠职业比他这个盗贼还好啊，那我欣慰多了。听说1个月前他就请假了，快到毕业考核了才回来，这段时间该不会是去偷钱了吧？嘘，别乱说话，待会小心天才发怒偷你的钱。哈哈哈哈，他敢偷吗？一路上，同学们议论纷纷，每个人的眼神都看着陈峰，有感到可惜，还有的觉得可怜、同情，但也有人感到开心。盗贼不属于战斗职业，属于生活职业，但却是人人都厌恶的生活职业，因为他的技能就是为了偷盗而生。没有人会喜欢一个小偷，而且一个有智商的小偷更是他们害怕的地方。曾经的理论天才在觉醒完成的那一刻化为了泡沫，即便拥有再厉害的理论知识有什么用呢？还不是一个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陈峰面无表情，没有理会众人，径直走入了教学楼，来到了自己的教室。教室内黑板上写写画画，角落旁还用粉笔画了一个毕业考倒计时，还有2天。而当陈峰走进教室的那一刻，原本打闹的同学顿时安静下来，复杂的目光看着陈峰，有可惜、厌恶、戏谑、轻蔑，各种各样的情绪都有。陈峰没有说些什么，默不作声地回到了自己的位置。可当他看到桌面的那一刻，身体愣了一下，双手微微握拳。垃圾，败类，一个只能当小偷的老鼠，滚出学校！一串用刀刻出来的字，如血淋淋的辱骂，深深印在他的心里。下一刻，
陈峰如同无事一般坐了下来，拿出课本，自顾自地翻了起来。变了，一切都变了。果然，当人的地位发生变化之后，身边那些所谓的好人全都露出了真面目。曾经，他每次走进教室的时候，就会有很多小迷妹过来送情书、送早餐，约他放学一起回家之类的，满眼都是对他的爱慕之情。当然，陈峰并不是炫耀什么，当初他就已经拒绝过了，没有过多理会。现在看来，那些人喜欢的只有他的天才身份，现在觉醒了盗贼，全都不喜欢了。哼，女人，两世人，他早已看透了许多，并不会因为这些事情而伤心，反而觉得清闲，可算没人来打扰他了。这时，陈峰看到一个衣服高贵奢华，走路大摇大摆，身后还带着几名小弟的李青，一脸轻蔑笑容朝他走来。李青是学校有名的富二代，为人嚣张跋扈，平时就喜欢欺负同学，而陈峰多次帮了同学，被他针对很多次，不过那些都是小儿科的针对，随手便可化解。其家庭背景同样很厉害，父亲李刚是秦都市有名的大人物，实力是80级的战士，还在秦都市开了一间武馆，专门教格斗的，学校都请了很多次来演讲，所以没人敢惹李青。看到李青一脸拽样，陈峰想到了某些狗血剧情。哟，这不是陈峰吗？怎么多日？等等，你是不是想嘲讽我一番，然后告诉我成为了新的班长，特地跑过来我面前炫耀的？这套路已经老掉牙了，现在小说都不这么写了，拜托你放过我吧。李青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陈峰给打断了。他张大着嘴巴，剩下的话怎么都说不出口了，就好像拉屎没拉完一样，憋屈得很。你怎么知道我要说什么的？而且你怎么知道我当班长了？李青大惊失色，他刚刚走过来就是为了炫耀自己当上了班长，好好嘲笑一番陈峰，没想到被对方看得通透，这让他很是苦恼憋屈。之前想的装逼剧情全被推翻了，难受的牙痞。大哥，你这剧情太老了，何况这不是你自己昨天晚上在班群里面发了2000块钱的红包，庆祝你当上班长吗？陈峰有些无语，还拿手机出来翻找聊天记录给李青看。大哥，好像还真是，你昨天晚上自己说的。李青身后的小弟戳了戳李青的肩膀，小声在耳旁说着：要你说啊，我瞎了吗？李青气不打一处来，顿时抓着这名小弟开始泄气。他妈的，竟然还要提示他一遍。陈峰没空理会他们这兄弟情深的场面，坐了下来开始看书。好样的，陈峰，你今天让我丢脸，我绝对不会让你好过的。李青低下头，在陈峰耳边细声威胁。陈峰，这特么都能拉到仇恨，我觉醒的不是盗贼吧？我就应该觉醒遁世，拉仇恨满分。来，我也有话要跟你说。陈峰抬起头，微笑看着李青，勾了勾食指。现在想跟我道歉，晚了。李青顿时抬起高傲的头颅，沾沾自喜。他认为陈峰肯定是怕了，所以要跟他道歉，于是便低下头，闭上眼睛，仔细去听。我操你，李青，你敢骂我？李青瞬间抬起头，皱起眉头，指着陈峰的鼻子怒吼：竟然敢骂他，简直找死！李青伸手就要打一巴掌过去。高考之前如果打架的话，我记得会取消资格吧？陈峰轻飘飘的一句话响起，李青顿时就停下了，后背直冒冷汗，已经湿透。幸好差点就酿成大错呀！如果被取消资格，他回家必定会承受父亲那80级的神器无敌七匹狼，到时候屁股皮开肉绽，那可不好受啊！幸运的话，还有机会体验男女混合双打。老妈可是法师，到时候往屁股上加点冰，再喷点火，那不得冰火两重天。想到这里，李青忽然身躯一哆嗦，收回了手。行，你等着瞧，高考结束，没有你好果子吃。李青伸手指着陈峰，开口威胁，旋即转身带着小弟们离开。看着李青的背影，陈峰嘴角微微上扬，用着只有他能听到的声音，淡淡开口：盗取体魄属性。话音刚落，陈峰的双眼瞳孔开始泛黑，一个复杂晦涩难懂的符文在他瞳孔回转。扑通！下一刻，李青忽然双腿弯曲，一脸茫然地跪在地上。大哥，你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大哥！3名小弟顿时就懵了，他们的大哥怎么好端端就跪下了？难不成是昨天晚上的战斗太猛烈了，今天还没有缓过来？这一幕让周围的同学都感到懵逼、震惊。怎么李青走着走着就跪了，腿软了？混蛋，快点扶我起来啊！李青破口大骂，挥拳打骂着3名小弟，同时心中无比震惊。他不知道为什么，刚刚忽然感觉一股强大的虚弱感袭来，然后就双腿一软，直接就跪了下来，现在想站起来都困难。这种感觉就好像疯狂纵欲过后的那种虚脱感，又或者蹲厕太久的那种虚脱感，让他站不起来，非常诡异。3名小弟连忙扶起李青，在小弟的搀扶下，李青慢慢坐到了位置上，可身体的那种虚弱感迟迟未退，虽然好了一点，但他总感觉自己少了点什么。
如果李青这个时候选择打开个人面板来看一下的话，他会发现自己的体魄属性少了一点。第4章，救护车的电话号码是多少？陈峰感受着身体的变化，心中无比狂喜。这个天赋效果竟然是真的！就在刚刚，他试图盗取李青的体魄属性点，竟然在瞬间就成功了。体内充满了力量，就好像连做了300个俯卧撑，力量似乎强大了一点，疲劳一扫而空，整个人都变得自信起来。陈峰默默打开自己的个人面板，陈峰，等级1，职业道神，天赋盗取天下，体魄13点，智慧20点。他每天都会看一遍自己的属性，而今天早上也看了一遍，体魄是12，刚刚就变成了13。没错，天赋是真的，可以盗取属性，即便是1点都已经非常强大了。正所谓积少成多，如果他一直盗取下去，迟早可以将自己打造成无敌的人。即便是这个第1天赋效果都可以无敌了，那剩下的8个岂不是更加恐怖？陈峰心中不免开始期待起来。大家早上好。这时教室门外迈进一双迷人性感的黑丝大长腿，声音更是御姐音，众人的目光顿时都放到了门口。只见班主任夏凡走了进来，穿着包臀裙、西装小外套，手里抱着教案，扎着单马尾，戴着一副黑框眼镜，显得格外可爱，但身材却火辣性感，尤其是那双黑丝长腿，让人挪不开眼睛。陈峰一脸平静地看着夏凡，大概能猜到他是来干嘛的，估计是来说高考的事情。夏凡，等级45。夏凡是他们的班主任，觉醒的职业就是生活职业，教师，等级也是很普通，就45级，不过在学校里面已经算是很厉害的了。夏凡来到讲台前，单手推了推眼镜，扫视了一圈众人，确认安静后，玉唇上下张合，淡淡开口：距离高考还有2天的时间，也就是你们的毕业考核，我希望大家能拿出100%的精神和认真来面对这次的高考。我知道你们其中有些人因为觉醒了差一点的职业，所以对高考希望不是很大，但是请记住一点，那就是没有废物的职业，只有废物的觉醒者。话音刚落，就有不少同学低下了头，觉得自己没有脸面看夏凡。夏凡继续说着：想必你们都听说过神农吧，他就是觉醒了农民职业，可人家凭着这个职业成功登顶，被誉为神，你们凭什么觉得自己不行呢？只要心怀希望，就没有什么不能办到的。可是神农觉醒的不是隐藏职业农神吗？这时一个男同学举起手，站起身来，缩着脑袋小声回答：夏凡，嗨嗨，就算人家觉醒的是隐藏职业，那到最后还不是成为了农民职业的神？只要相信希望，希望总有一天会降临到你们身上。神农尝百草，即便是觉醒了农神职业，都是耗费了半条命才成为农民的神，那普通职业的我们岂不是凉透了？这位男同学再次发言：夏凡，这位同学，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你应该站累了吧，先坐下吧。可是我说你累了，那就是累了。夏凡的眼神很是严肃，还有那似笑非笑的表情，让男同学不敢再站起来，连忙坐下。这位同学说的都很有道理，我想说的是，让你们不要气馁，觉醒了普通职业又不是没有出路，所以大家在接下来的日子请好好训练，备战高考。今年的高考或许会比以往的还要难。夏凡一脸严肃地说着，听到难度比以往的高之后，众人的脸色都不好看了。老师，今年会很难吗？怎么个难法？去年的猎杀积分及格线是300，今年的猎杀积分及格线在500，而且文士的及格线在500。夏凡扫视了一圈，说完之后还叹了口气，没想到今年会这么倒霉，竟然碰上了改革，而且还是最为艰难的一年。同学们听完直接就傻眼了，开始交头接耳，议论纷纷起来。完蛋了，我听我表哥说猎杀积分是最难的，不同等级的魔物都有不同的积分获取，而10级以上的魔物斩杀才拿10分，那不得杀50头10级以上的魔物才能拿到及格分。话是这么说，但是高考期间可以组队的啊，你该不会没有找好人组队吧？我已经约好隔壁班的班花，到时候跟他一起组队杀怪，肯定能过高考。羡慕啊，听说最多能组3个人，组队杀怪肯定是效率最快的，看来我也要组队了。哪有，组队要评分分数的，效率还慢了很多。你要实力的话可以单刷啊，我就算了吧，单刷不了一点。听着周围同学的议论，陈峰低着头思考着，要是没有觉醒盗贼的情况之前，肯定有很多人来找他组队，现在大家都恨不得远离他，避而远之呢。不过组队也不在他思考的范围里，因为效率太慢了，想快速拉开大家的差距，就唯有单刷。可眼下他的等级才1级，还没有那个资格单刷呢，得去新手秘境练级才行。早就在他进入教室的那一刻，他便观察到同学们的等级是多少了。等级是无法隐藏的，除了等级之外，所有信息都可以隐藏，除非个人愿意公之于众，比如名字。同学们的等级都在10级左右浮动，其中最高等级的就是李青，在20级。他倒是聪明，
因为高考有规则，超过20级以上的就不能参加高考，所以李青就卡在了这个等级，这是目前为止最高的。好了，该讲的都讲完了，剩下的2天时间就放个假吧，大家想干嘛就干嘛，大后天早上7点必须准时来到学校。夏凡再次嘱咐一句，旋即拿起教案转身离开了。夏凡一走，大家欢呼雀跃起来，可算是放假了。陈峰也没有待在教室，起身准备离开，可在回头的时候，发现李青的脸色又好了许多，还站起来朝他这边走来了。盗取体魄属性。下一秒，李青原本恢复血润的脸色顿时变得苍白，扑通一声就晕倒在地，不省人事了。众小弟见状，吓得魂都快飞了。老大出事，那么李刚肯定饶不了他们，连忙跑了过去，扶起李青，紧张的哑痞。老大，李哥，你怎么了？李哥，没有你，我该怎么活啊？救护车，快点叫救护车啊！好，我马上叫。可是救护车的电话号是多少？第5章，新手秘境。校园内，有点今天早上还没有吃早饭就过来了，先去食堂吃口饭，再去新手秘境吧。陈峰摸了摸肚子，朝着食堂的方向走去。一路上，他又听到了不少流言蜚语，毕竟他算是学校的名人，几乎没人不知道理论第一的天才。这放在以前没有职业的那个时代，可是状元候选人啊，能不受关注吗？陈峰没有反驳，反而看着那些人微笑点头。但是下一刻，但凡是被他看到的人都莫名其妙脸色苍白，双脚一软跪了下来。无论男女，只要是说了陈峰的坏话，都莫名其妙双腿瘫软，站不稳，一股强大的虚弱感涌上心头，当场跪了下来。就这样，陈峰如皇帝一般，在众人的行礼之下，笑容满面地走到了食堂。奇了怪了，怎么越来越饿了？难不成盗取属性点会增加饥饿感和疲惫感？陈峰慢悠悠来到食堂，走到窗口前打菜，心中暗想。此时他感觉脑袋有点晕乎乎的，而且肚子超级饿，就跟3、4天没吃饭的那种饿。他感觉是使用多次天赋效果而导致的副作用，因为课本中说过，所有技能都是需要耗费精神力的，频繁使用会导致晕眩以及疲惫。而他的天赋效果相当于是一种技能，很强的技能。他现在的症状就是多次使用技能而产生的反应，因为他以前试过，那次是使用太多次敲门棍。刚刚走过来的时候，他差不多盗取了20次体魄属性，再加上教室的2次，总共是22次。陈峰心中默念，调出个人面板。陈峰，等级1，体魄45点，智慧20点，防御5点。如今的体魄属性相当于一个10级的觉醒者将自己所有升级过后的属性点都加在体魄上一样，这样加点的只有战士，所以陈峰现在等于是一个10级的战士。看到这里，陈峰双眸瞪大，瞳孔收缩，倍感震惊。这天赋真的太强了吧，就偷了22次，就让自己成为一个10级的战士。那盗取一整天的话，岂不是无敌了？不过精神力不足以让陈峰盗取一整天，他现在得还2个小时才行。吃完饭就回宿舍睡一觉吧。陈峰端着打好饭菜的盘子，随便找了个没人的位置就坐了下来。就在他吃到一半的时候，一个装满菜却没有米饭的盘子放到了他对面。陈峰抬头一看，身体微微一愣，表情有些茫然，但下一刻又露出一抹微笑。你来了，好久不见。哼，你也知道好久不见啊，这段时间你都去哪了？说话间，一个扎着双马尾、长相可爱玲珑的女生撇了撇嘴，坐在陈峰面前。眼前这个女生是陈峰的青梅杨佳，可以说是从小一起长大，小时候连洗澡都一起的那种青梅。这段时间有点忙，所以向学校请了1个月的假。陈峰淡然一笑，继续吃起了饭，只不过速度变慢了许多。其实你没必要自暴自弃的，盗贼没什么不好的，我叔叔就是盗贼，现在不也是成为了执法者一员？杨佳皱着眉头，担忧地看着陈峰，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不想看到陈峰如今这模样，以前那个自信从容且意气风发的陈峰去哪了？我没有自暴自弃，只是有点忙而已。你看我现在不是回来了吗？陈峰笑了笑，没有多说什么。行吧，我这次来找你，主要是想找你组队参加高考的，不知道你的意愿如何？闻言，陈峰抬头看着杨佳，有些错愣，但过了一会，他又摇了摇头，微笑，算了，我就是个盗贼，就不拖你后腿了。啪！陈峰，你怎么这样说？谁说你拖我后腿了？杨佳忽然猛地一拍桌子，皱起眉头，愤怒地瞪着陈峰。陈峰的这番话让他心里很是难受，他从来都没有这么想过。咱们还是好好说话，这里是食堂呢。陈峰被杨佳这突如其来的暴脾气吓了一跳，左看右看，发现大家都看了过来，顿时尴尬的一批，连忙摆手示意杨佳好好聊天，别动怒。咋了？食堂咋了？说话都不给啊？杨佳扫视着那些看热闹的同学，气不打一处来，
看什么看啊？没见过聊天啊？我平时说话大声点怎么了？此话一出，那些看戏的同学连连摇头，立马端起饭盘，不断扒饭，不敢再看。杨家的名声可是在学校出了名的霸王花，因为她长得很好看，宛若天仙，但是脾气暴得跟个女魔头一样，一点就着。在学校压根就没有人敢欺负她，关键是她觉醒了战士职业的隐藏职业狂暴战士，更没有人敢顶撞她了。哼，一群怂货！杨家又看向陈峰，脸上的愤怒缓和了不少。既然你不想和我组队，我也不勉强你，我希望你不要放弃。如果有什么事的话，就给我打电话，姐罩着你。说完，杨家将饭盘里面的菜全都夹给了陈峰，转身就离开了。等等！陈峰叫住了杨家。杨家回头看向陈峰，怎么了？你这菜自己没吃过吧？去你丫的，老娘没吃过！杨家握紧拳头，很想给陈峰来一拳，但是想了想，还是松开手，气呼呼离开了。那就好，那就好，那我就不浪费了。陈峰大快朵颐起来，丝毫不顾及自己的形象，宛如一只饿死鬼一样，不断扒饭。新手秘境入口处。新手秘境是由秘境建构师所搭建的自造秘境，而里面的魔物是以前学校派老师抓了几千头公母魔物进去，足足产了数十年。现在秘境高达数百万头魔物，地图面积更是有一个秦都市那么大。只要魔物源源不断生下去，里面的魔物就能一直被学生们拿来提升等级，属于源源不断的升级秘境。入口一旁坐着一名年迈的老师，正在逐一检测学生的入场资格，只有觉醒过后才能进入新手秘境，还得必须经过检测。因为检测不仅可以检测你是否已经觉醒，还可以记录你进入秘境的时间，所有人都不能进去超过2天。如果2天内还没有出来，学校将会派老师进去找。虽然新手秘境里面有老师把守，但是意外这玩意说不准，有些学生莫名其妙就被魔物杀死了，导致没人知道。陈峰来到了此处，不知为何，吃完饭过后，他反而不觉得头晕了，精神了许多，于是就打算直接来新手秘境。老师，你好，我想进入秘境。陈峰来到年迈的老师前，温柔笑道：学生证拿出来，我登记一下。老师推了推老花镜，随意抬头看了看陈峰，便又低下了头。好的。陈峰将自己的学生证拿了出来。老师接过学生证，看到了上面的名字，身体微微一震，抬头仔细看向陈峰，有些诧异：你就是学校理论第一的天才陈峰？是的。面对这个称号，陈峰已经见怪不怪了，于是就大方承认了。身后的学生听到老师的话之后，都纷纷看向陈峰，略微吃惊。第6章初次升级。哇，竟然是理论天才，他怎么来新手秘境了？1个月都不见陈峰了，我还以为他凉了呢，没想到还活着呀！别乱说话，好歹人家也是天才。什么天才？天才小偷吗？好可惜啊，盗贼这生活职业有什么用啊？还进新手秘境，要是我的话，早就找个地方打工了。听着身后同学的议论，陈峰并没有理会，反而微笑地看着老师。老师，请问我可以进去了吗？陈峰同学，我有必要提醒你一句，里面的魔物虽然都低于10级，但不是你一个生活职业能够对付的，况且还是盗贼，你确定要进去吗？老师好心提醒陈峰，毕竟盗贼这职业在战斗方面真的没有任何作用，何况以陈峰的理论知识，即便是觉醒了盗贼，也完全可以考上一所好的大学，毕业之后开始当教师，没必要硬融战斗圈子。我知道了，我确定要进去。陈峰毅然决然地点了点头。看到陈峰这认真的模样，老师也不好再说些什么，只能登记陈峰的名字，旋即拿出一个黑色的小手环递给陈峰，这是定位手环，可以让老师们看到你所在的位置，还可以进行求救。如果遇到危险，就按这上面的红色按钮，如果要退出秘境，就按蓝色，黄色则是显示地图。好，我知道了，谢谢老师。陈峰接过手环，戴在了左手。行，那你进去吧，穿过这道秘境传送门，你会随机来到一个地方，时刻小心周围，不要相信任何人，注意安全。老师再次嘱咐。我知道了。陈峰点了点头，旋即看向面前的蓝色漩涡传送门，眼神闪过一丝坚定，毅然决然地踏了进去。踏进传送门的那一瞬间，陈峰消失不见，已然进入到秘境当中。哎，挺好的一个孩子，可惜造化弄人啊。入口旁的老师摇了摇头，感到可惜。如果陈峰觉醒的是任何一个战斗职业，以他的天赋，肯定能成为大人物，至少不是现在的过街老鼠。只可惜造化弄人，连幸运女神都不看好陈峰。新手秘境内，陈峰两眼一黑，陷入了黑暗之中，但是下一秒，朦胧的光芒让他意识到自己已经到秘境里面了。缓缓睁开双眼，便看到茂密的森林，处处充满鸟语花香。他正身处森林里面，这里是哪里？陈峰看了看周围的环境，按下了手环上的黄色按钮。下一刻，一道虚拟光幕从手环上浮现出来，是一张完整的新手秘境地图，
而上面的红点就是他现在所在的位置。狮虎林。陈峰看着自己所在的森林，名字喃喃。吼！就在陈峰查看地图的同时，一道狮吼声从他身后猛然响起。什么？陈峰惊恐的同时迅速反应过来，连忙朝着右边翻滚过去，再快速站起来。等他站起来后，才看清楚袭击他的是一头魔物，毛发耸立，通体金黄，两颗獠牙尖锐无比，长度来到了下巴，正虎视眈眈地盯着他，那眼神充满了欲望，想要吃了他。剑齿虎6级。这是剑齿虎。陈峰迅速在脑海里找到了关于这头魔物的资料。他看过很多关于魔物的资料信息，许多魔物都是曾经存在过，100年前的灵气复苏才逐渐复活过来的，而这剑齿虎就是其中之一。速度极快，咬合力极强，被他那2颗尖牙咬中，必死无疑。而这头剑齿虎还是6级。陈峰是第一次与魔物战斗，说不紧张才怪呢。此时的他已经手脚颤抖，精神高度集中，紧张看着剑齿虎。下一秒，剑齿虎似乎看出了陈峰是个菜鸟，朝着他扑了过来。卧槽！陈峰下意识翻滚开来，又躲开了这一击。不行，一直躲闪不是办法，得找机会杀了他。陈峰在脑海里面快速思考，很快就想到了方法。来呀，笨虎，吃了我呀！陈峰勾了勾手指，戏谑笑着勾引剑齿虎攻击他。而低级魔物通常没有什么智商，听到陈峰的勾引之后，直接张开血盆大口就扑了过来。来得好！陈峰看准时机，趁剑齿虎飞扑过来的瞬间，下腰躲避的同时，朝着剑齿虎的肚子轰出一拳。轰！一拳轰出，竟然直接穿透剑齿虎的肚子，打出了一个拳头大小的血洞。啊呜！剑齿虎受到重创，躺在地上，身体在抽搐挣扎，嘴里发出痛苦哀嚎。没过几秒，剑齿虎便不再挣扎，身体忽然松弛，一命呜呼，暴毙当场。陈峰看着右手上的鲜红血液，散发着腥臭，双眼瞪得很大，呼吸都急促了几分，站在原地久久未言。这是他第一次与魔物战斗，也是第一次击杀魔物，从未想过竟然会如此轻松，仅是一拳就将其击杀了，自己的力量也太恐怖了吧。下一刻，一道金色光芒从他体内迸发而出，他升级了，从1级升到了2级，多出了5点属性点可以随机分配，而且全部属性都稳定增加了1点，刚刚战斗的疲劳全都消失，现在就跟喝了3瓶肾宝一样，精神抖擞。这就是升级的感觉吗？陈峰看着体内的变化，脸上的笑意简直止不住，这也太爽了吧。他快速将升级过后奖励的5点属性点全都加在了智慧上，因为只有这样，他的精神力才能大大提升，释放更多次天赋效果，偷取属性。随着加点结束，他感觉脑子一阵明悟，看透了世界的真相，悟透了人生道理，对于世界又清晰了许多。当然，以上都是胡扯，陈峰感觉现在就跟睡了一觉，而且还是睡到自然醒的那种，无比精神。很好，又可以释放差不多5次天赋效果，也就是盗取5点属性。陈峰咧嘴一笑，不知道魔物能不能盗取，要是可以的话，那这个秘境对于我来说将会是最爽的。他可以升级过后，将升级所奖励的属性点加到智慧上，智慧提升了，精神力也提升，释放天赋效果的次数就多了，然后利用天赋效果盗取体魄属性。这样一来，他2种属性都能同步且快速提升。这要是放在以前，那就是文武双全的绝世状元。第7章，趁他病，要他命。陈峰游走于狮虎林里5分钟，终于让他找到了第2头剑齿虎。而这剑齿虎似乎在吃东西，他低着头啃咬着一只灰褐色的兔子，这应该是学校给的食物。为了养活这些魔物，学校会每天放一批兔子进来，一批就高达数十万只，还会放一些低级魔物，让他们互相残杀，优胜劣汰。趁着这头剑齿虎在吃东西，陈峰右手朝着虚空轻轻一探，心中默念盗取体魄。冥冥之中，一股力量充斥着陈峰体内，他明显感觉到自己的体魄属性又提升了1点，力量又提升了。见状，陈峰内心很是欣喜，这盗取效果果然可以对魔物使用，不只是人。不愧是盗取天下，这名字名副其实。陈峰再次连到4下，又偷了4点体魄属性点，而那只被他盗取体魄的剑齿虎此时已经倒了下来，躺在地上无精打采，虚的一批。趁他病，要他命。陈峰二话不说，直接冲出草丛，一拳便砸在剑齿虎的头颅上，瞬间将其脑袋轰成血沫，当场爆开，散落一地。下一刻，陈峰身体金光一闪，他来到了3级。按照之前的想法，他将属性点都加在了智慧上，刚刚所消耗的精神力又恢复了，不再晕眩困惑，反而可以再次施展5次盗取。陈峰咧嘴一笑，果然可以靠着这个循环不断提升他的实力。事不宜迟，进入秘境的时间只有2天，他只能快速找到魔物，盗取，击杀。击杀完这只剑齿虎后，
陈峰接着寻找下一只魔物。1个小时后，外界监控室，监控室内有着上百个屏幕，数十个人坐在屏幕前观看着这上百个监控画面。而这监控画面就是新手秘境里面的监控画面，里面有着由机械技术师研发出来的最新端摄像头，还有程序职业师所构建的连接画面，可以将新手秘境里所发生的一切都1:51时传送到监控室，大家都能看到里面的情况，能够快速拯救那些受到危险的学生，以及处理那些陷入狂暴的魔物，并且可以随时查看秘境中那7只魔物 BOSS 的动静。有学生走入了 BOSS 的范围区域。就在这时，一个老师正看着眼前的屏幕，忽然转头朝着身后的老人大声禀报起来。屏幕中，狮虎林的区域内正有3个红点逐渐靠近一个更大的黄点，那黄点就是 BOSS， 红点就是学生。无妨，有老师在看着，不会出现问题的。何况这就是为了磨练他们的意志。老人随意摆了摆手，便不再理会。好的，那名看监控的老师也没有多说什么，又坐了下来。而很快，又有1颗红点跟在了那3颗红点身后，缓慢前进。狮虎林，没想到这1个小时内，我竟然提升到了8级。陈峰游走在狮虎林里，寻找着下一头魔物，脸色有些兴奋。只可惜越到后面，提升越慢了，而且碰到的魔物还是6、7级，压根没用啊！在这1个小时内，他起码找了20只魔物，不过都是在6级或者7级，给他提升不了多少经验，只能让他提升到8级。想要升级快，必须找等级高的，那样加的经验才多。可是这新手秘境又哪里来那么多等级高的啊？顶多就10级，剩下都是7、8级了。吼！就在陈峰还在郁闷找不到高等级魔物的时候，前方忽然响起一道震耳欲聋的兽吼，惊得树上的小鸟的振翅远飞，还能听到众多魔物逃跑的脚步声。那些逃跑的魔物都掠过陈峰，跑向他身后，完全没有注意到他，或者说完全没有心思理他。这个场景，按照小说的情景来讲，那必然是前方有 BOSS， 然后这些魔物实力低微，自然害怕那 BOSS， 所以逃跑。陈峰眼前一亮，快速分析出眼前的情况。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那接下来是不是要有尖叫声？啊！救命啊！这时，一道冲破云霄的求救尖叫声响彻狮虎林。在陈峰那了然一切的目光下，2男1女跑了过来，表情十分惊恐，像是后面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在追着他们。李明3级，陈敏3级，王芬4级，3人的等级都属于比较低的那种。其中一个男生看到陈峰傻傻站在他们面前之后，连忙大喊：“同学，快跑！后面有 BOSS， 是10级的嗜血狂狮。”嗜血狂狮这个名字陈峰听过，是一种新手都害怕的魔物，外表恐怖，生性好血，而且还有狂暴状态，算是新手 BOSS 比较厉害的一个。听到 BOSS 是10级的时候，陈峰舔了舔嘴唇，蠢蠢欲动。那名让陈峰快跑的男生顿时就愣住了，因为他看到陈峰舔嘴唇了，顿时毛骨悚然。这男生该不会有什么特殊的癖好吧？同学，快跑！这种 BOSS 不是我们能对付的，等级高的再来吧。李明跑到陈峰身边，想要带着他一起离开。嗜血狂狮虽然10级，但是实力足以战胜13级的战斗职业，如果没有合理的阵容搭配，是根本不可能战胜他的。而且陷入狂暴之后，实力还能提升，更难了。没事，你们走吧，我来会会他。陈峰淡然一笑，朝着 BOSS 的方向前进。同学，李明惊呆了，因为陈峰隐藏了名字，但是没有隐藏自己的等级，他们看得一清二楚。8级，8级就敢去打10级的 BOSS， 这不是找死吗？虽然有老师在，但老师没那么快，不死也得受伤，还要养伤一段时间，这得不偿失啊。算了，明哥，这小子不听话，我们也别管他了，反正有老师在，死不了的。王芬摇了摇头，嘴角扬起一抹不屑，便自顾自地跑了。是啊，有老师在，咱们还是去找低级魔物来升级吧。陈敏认同王芬的话，跟着他离开了。李明见状也跟着离开了，但还是回头看了一眼陈峰，他感觉有点眼熟，这人好像在哪里见过。李明口中喃喃。第8章8级盗贼杀 BOSS。 陈峰跟着3人跑过来的足迹，成功来到了一处山洞，而山洞里面散发着一股强烈的恐怖气息，让他有些喘不过气。这就是 BOSS 的气息吗？陈峰眼前一亮，嘴角微微上扬，迈步走了进去。我倒要看看盗取 BOSS 的属性能不能多一点。山洞里面一片漆黑，陈峰一进去便伸手不见五指，但是散发着一股腥臭的味道，像是那种死了许久的死老鼠，恶臭难闻。什么时候这个手环能配备一个手电筒功能呢？陈峰看着眼前的漆黑，很是无奈，啥都看不见。陈峰继续摸索进去，然而在他的右边，视野的盲区忽然睁开一双血红的眼睛，竖形的瞳孔正紧紧盯着他。奇了怪了，那嗜血狂狮去，陈峰猛然感觉到被野兽锁定的危机感，还有一阵狂风呼啸而来，连忙朝着一旁翻滚而去。砰！
而在原来的位置发出一声巨响，地面被划出一道深深的爪印。陈峰翻滚过后，抬起头看向原来的位置，透过洞口外微弱的光亮，他看到了一头庞然巨物，还有一双血红的兽瞳正死死盯着他，张着血盆大口，流着口水。你们魔物就只会偷袭吗？陈峰站起身来，拍了拍身上的灰尘，表情颇为无奈。剑齿虎偷袭他，现在就连嗜血狂狮都偷袭，真是服了。然而嗜血狂狮可不想听他说废话，再次扑了上来，如利刃般的双爪朝他脑袋抓去。如果中了，陈峰必死无疑。我一个滑铲，陈峰猛地冲了过去，双腿弯曲，下腰滑到了 BOSS 下面，一拳朝着他的肚子轰去。轰！嗜血狂狮被这一拳轰飞开来，直接飞到山洞上面，撞到了上方又掉了下来，发出痛苦兽吼。陈峰的这一击已经有18级全点体魄的战士的全力一击，竟然还没有打死这头 BOSS。你还挺抗打。陈峰有些诧异的看向嗜血狂狮，咧嘴一笑，不过正合我意，没有打死你，偷点属性来玩玩。盗取体魄。陈峰朝着嗜血狂狮面前的虚空挥手一探，一股能量从嗜血狂狮里面涌出，进入到陈峰体内。嗜血狂狮顿时跟虚了一样，躺在地上气喘吁吁，没法再动弹了。竟然有2点体魄属性。陈峰感受着体内的变化，打开属性面板，竟然发现多出了2点体魄。果然跟他想的一样， BOSS 之类的魔物能盗取的属性会更多一点。下一刻，陈峰再次伸手一探，又盗取一次，可这次让他微微一愣，有些失望，只偷了1点体魄。难道这个盗取属性并不是固定的，而是随机的？陈峰逐渐摸清了这天赋效果，能够盗取的属性并不是固定的，而是随机，似乎是等级越高，能盗取的属性就越高。就比如他之前盗取的剑齿虎都是6、7级，每次都是1点，反倒是这头10级的 BOSS 竟然盗取了2点，虽然只有1次，那可顶他盗取2次。陈峰再次盗取，还是1点体魄，而嗜血狂狮的气息越来越微弱，静静躺在地上，无法再动弹。而这一幕都被监控室里的老师看得一清二楚。监控室，老师看着屏幕里的陈峰和嗜血狂狮打了起来，顿时就被吓到了。这小子才8级就敢去挑战10级 BOSS 了，不要命了！郑老，有个8级的学生闯入了嗜血狂狮的栖息地，还打起来了。那名之前提醒过的老师再次看向身后的老人，着急喊道：快点通知附近的老师前去营救，现在的学生可真是胆大包天。郑老没有刚刚那般淡定，急忙让这名老师去通知那附近的老师去营救。是。那名老师连忙拿起对讲机，就准备联系在狮虎林附近观察的老师。真是荒唐，8级就挑战10级的嗜血狂狮，这学生不要命了？郑老有些好奇，凑过去看向屏幕，只见陈峰和嗜血狂狮打得有来有回，但是下一刻一拳就将嗜血狂狮打飞了。这一幕给郑老震惊到目瞪口呆，连忙阻止身旁的老师：等等，先别联系，这个学生好像能搞定。什么？8级怎么打10级嗜血狂狮？郑老别开玩。老师话还没说完，他便看到了屏幕里面嗜血狂狮躺在地上奄奄一息，完全没有战斗能力了。这怎么可能？8级怎么打得过？这嗜血狂狮可是要搭配战士、盾士、牧师3人的基本阵容下，而且每个人都得在10级左右才能打得过呀！老师懵了，8级的学生赤手空拳打败了10级的嗜血狂狮。还有一点你忘记说了，那就是这头嗜血狂狮连狂暴都没有开出来，就快死了。郑老补充了一句，深深看向屏幕里的陈峰，满眼震惊。这个学生是谁？这也太恐怖了吧！老师依旧沉浸在震惊当中。然而当他听到郑老最后一句话之后，连连点头，我查一下。说完便在键盘上快速操作，很快就查到了此时跟嗜血狂狮战斗的学生是谁。查到了，陈峰，职业盗贼。老师看到职业的那一刻彻底傻眼，目瞪口呆的叫了起来，竟然是盗贼！那个人人唾弃的生活职业，只为盗窃而存在的垃圾职业，单人击败了嗜血狂狮，还是8级？什么玩意？这一声将周围所有老师的目光都吸引过来了。郑老，怎么了？这时一个老者疑惑地走了过来，他叫夏明，也是一位老师，很早就注意到郑峰这边的动静了，很是好奇。郑老满是褶皱的眼睛瞪得圆滚，僵硬地转过头看向夏明，愣了许久才缓慢开口：老夏，你相信一个8级的盗贼能够打死嗜血狂狮吗？哈哈，郑老，你可真会开玩笑啊！8级的盗贼那可是生活职业，怎么可？夏明闻言哈哈大笑起来，摇摇头表示这根本不可能。可郑老的表情让他的笑容戛然而止，疑惑的试探性开口：郑老，你没有开玩笑吧？你自己看看就知道了。郑老摇了摇头，让开了一个身位，指向屏幕，认真看向夏明。
看到郑老如此认真的表情，夏明顿时吞了口唾沫，喃喃开口：“怎么可能？8级盗贼怎么可能打得过嗜血狂狮？”而当他看向屏幕的时候，虎躯一震，眼睛猛然睁大，如同灯泡，嘴巴微微张大，久久未言。第9章，高考黑马。狮虎林山洞内，嗜血狂狮此时有气无力地躺在地上，别说开启狂暴模式了，你让他尿尿都是当场就尿，已经没有力气起来了。如果说体魄和智慧是属性的话，那么属性的定义是什么呢？陈峰看着地上一动不动的嗜血狂狮，脑子忽然冒出了一个新型的想法。自从点了智慧过后，陈峰的脑子越来越灵光，总能想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他这个天赋效果说的其实很模糊，但又很清晰，明摆着告诉他可以盗取属性，但没有说只能盗取体魄属性。如果按照属性真正的定义，很多东西都是属性，比如防御、速度、金木水火土，这些都是属性，就连视力、听力，在另外一方面来说也属于属性的一点。那么他如果将其定义为属性的话，那是不是就能盗取？算了，想那么多干嘛？试一试不就知道了吗？盗取夜视属性。陈峰想了一会，嗜血狂狮上最值得盗取的属性就是夜视能力，这要是让他掌握，那必然能够在黑暗的情况下战斗大幅提升。话音刚落，一股精纯的能量涌入陈峰双眼，那感觉就好像滴了眼药水一样，湿润且舒服了几分，不由自主闭上了双眼。而当陈峰再次睁开双眼的时候，惊奇发现山洞里的景象清晰了几分，不像刚刚那样伸手不见五指，已经能够看清嗜血狂狮现在的模样。哈哈，真的可以，这盗取属性真的是任何属性都可以盗取。陈峰在这一刻仿佛发现了新世界的大门。他这盗取属性不只是他想的那样简单，还有许多妙用，或者在开锁的时候直接盗取了锁的金属属性，将其扔掉，那么锁的金属结构将会瓦解，变成纸糊一样脆弱。这一刻他终于明白自己天赋的妙用了，不愧是盗取天下，果然是天下万物皆可盗取。但很快陈峰感觉脑袋晕乎乎的，有些疲累，这是过度使用天赋效果带来的副作用，他今天用了太多次了，而每次都靠提升智慧来缓解，没法再盗取了，那你也没有利用价值了。陈峰慢悠悠走到嗜血狂狮身旁，举起右脚放在他的脑袋上，面无表情的用力踩下，啪！嗜血狂狮的脑袋如同西瓜般爆开，白红的血液飞溅开来，弄得陈峰鞋子全是血。与此同时，陈峰身上金光一闪，连升2级，来到了10级，又多了10点属性点，他依旧将其全部加在了智慧上。顿时脑袋那晕眩的感觉瞬间消失了，恢复了清明，精神了许多。我得多找点 BOSS 来杀才行。陈峰看着地上那无头尸体，口中喃喃，旋即离开了山洞。而待他离开山洞不久，一个中年男人走进了山洞，检查了嗜血狂狮的尸体。过了几秒，他皱着眉头，有些震惊。这嗜血狂狮竟然是被活活打死的，纯粹的力量将体内的五脏六腑全部打碎，而且血液和骨头都跟老化了一样，脆了不少，就像那种进入年迈状态的魔物一样，身体老化了。可这明明是一头10级的 BOSS 啊，怎么可能老化呢？今天检查的时候还活蹦乱跳的，那个学生到底做了什么？怎么样？检查的怎么样？是不是动用了什么天赋或者武器杀死的？这时男人胸口的对讲机传出郑老的声音：没有，检查了一遍，是纯粹的力量击杀，初步判断致命伤就是胸口中了一拳。男人如实回答，对讲机里面再也没有了声音。不多时，男人不再理会，离开了山洞，反正这头嗜血狂狮的尸体自然会有其他魔物过来吃的。监控室，郑峰和夏明坐在一起，郑峰手里还拿着一个对讲机，表情十分古怪。这怎么可能？一个盗贼怎么可能赤手空拳打死嗜血狂狮啊？他肯定有天赋或者神器，要不然打不过的。夏明坐在旁边，百思不得其解，他怎么都想不通，陈峰一个8级的盗贼是怎么击杀嗜血狂狮的，甚至让对方连狂暴都开不出来，这也太夸张了吧？确实很夸张，但却真真切切发生在我们眼前。看来这理论第一的天才，他的真实实力可不是废物啊！郑峰拿起旁边桌子上的资料，翻阅起来。这是他刚刚找其他老师弄的资料，看完之后大吃一惊。这陈峰竟然是理论第一的天才，可能是他平时很少关注学校的事情，对此疏忽了。可这陈峰觉醒的是盗贼，而且还在觉醒过后的第2天，直接就请假了1个月，直到今天才回来学校。这1个月以来，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他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甚至创造出一个从未出现过的历史？那就是盗贼职业竟然拥有如此强悍的实力，可以赤手空拳击杀一头高他2个等级的魔物 BOSS， 还是嗜血狂狮这种新手都害怕的 BOSS。 对此，郑峰是越来越好奇了，一个盗贼职业的天才最后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呢？这个学生得多加关注，很有可能是今年高考的黑马。
郑风将手里的资料放下，看向夏明，认真且严肃。啊，郑老，你认真的吗？今年高考可是有着穆清望、李妍妍、沈竹这3个顶级天才，这个陈峰就是一个盗贼，只不过是杀了一头嗜血狂狮而已，在天才面前不值一提啊。闻言，夏明都觉得郑风是老糊涂了，竟然说一个盗贼是高考的黑马。要知道，今年的高考虽然难度提升了，但是天才可比往年的还要多。一个是觉醒了战士职业中隐藏职业排列前3的神剑士职业，每一剑都伴有神威，所向披靡，有着未来剑神、未来战神名号的穆清望。还有一个是京都李家法师世家2大绝世天才法师所生下的女儿，觉醒了最为稀罕的雷火双法师职业的李妍妍。最后一个是龙刺组织老大沈龙的儿子沈竹，觉醒了稀有的隐藏职业暗影刺客。3个绝世顶尖天才，再加上其他天才，足以称之为最强高考阵容。然而郑风竟然说一个盗贼的陈峰是黑马，真的没有在开玩笑吗？石虎灵，你们说那个8级的同学该不会死在嗜血狂狮手下了吧？陈明有些担忧的看着王芬和李明2人。怎么可能，有老师在，极少出现学生死亡的事情。王芬摇摇头，否定了陈敏的想法。确实，老师在，不会有什么意外的。李明点了点头，但却陷入了思考。他总觉得那个男生似乎从哪里见过，有点熟悉。对了，你们觉不觉得那个男生有点眼熟啊？蛮帅的，好像在哪里见过。陈明想到了什么，看向2人，眼里满是疑惑且有一丝爱慕。卧槽，我知道他是谁了。陈敏不说的话，我还想不起来呢。李明眼前一亮，他想到是谁了。是谁？王芬和陈明2人同时看向李明，满眼好奇。他就是我们学校的理论第1的天才陈峰啊。李明眼神有着一丝崇拜，他当时也是陈峰的小迷弟，只不过在陈峰觉醒盗贼之后就没有过多关注了，1个月不见都差点忘了。刚刚才猛然想起来。什么？那个觉醒了盗贼的天才？不会吧，他一个人跑到新手秘境来，还跑去单挑嗜血狂狮？2人眼里尽是震惊，一个8级的盗贼跑过去单挑10级的嗜血狂狮，这不要命了？不好！3人同时想到了什么，互相看着彼此，眼神满是震惊。8级盗贼单挑嗜血狂狮，显然不可能。陈峰有危险，即便是有老师的情况下，恐怕都坚持不到老师赶来。下一刻，李明迅速跑了回去，身后跟着陈敏和王芬。他们并不是为了救人，而是为了确认陈峰还有没有活着。可当他们刚跑了没有半分钟的时候，手环同时响起一道电子声：狮虎灵，嗜血狂狮 BOSS 死亡。声音连续了3遍。而李明3人听到声音之后，彻底呆愣在原地，宛如一尊尊雕像，一动不动。这个声音是为了告知在秘境里面的同学，让他们知道 BOSS 死了。因为击杀 BOSS 有大量经验，所以很多同学都是为了 BOSS 而去。为了不让大家浪费时间，所以学校就制定了这个。如果老师发现 BOSS 死了，就会通过手环来告诉所有人，让大家别浪费时间去找这个 BOSS 了。该不会嗜血狂狮是被陈峰杀的吧？李明虎躯一震，满脸震惊。8级盗贼单杀10级 BOSS， 还是嗜血狂狮，怎么都不可能。可偏偏那个时候就陈峰一个人啊！不可能，肯定是老师出手了。他一个盗贼怎么可能杀 BOSS？ 他就是生活职业啊，而且还是偷钱的。王芬连连摇头，否定了李明的说法。放眼整个历史，都极少听闻生活职业单杀 BOSS 的事情，除非有极强的武器或者强大的天赋。可盗贼能觉醒的天赋再怎么厉害，都跟战斗没什么关系吧？顶多是个偷钱不会被发现的。毕竟从100年前，但凡出现过的盗贼，未来最终的走向都是在监狱度过后半生，没有例外。3人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但最后他们还是将其认为是老师出手才杀了嗜血狂狮。毕竟盗贼单杀 BOSS 这种概率实在太小了，说出去恐怕都没人信，还是前面这个比较可信。而此时的陈峰则是根据地图的指引寻找着下一个 BOSS。 第10章新 BOSS 蓝水蟒蛟鱼蛇海。陈峰按照地图上的指引，穿过狮虎林，来到一片海滩。这里海水斑斓，海滩上的沙子十分酥软，若是光脚踩在上面肯定很舒服。射他，给我狠狠射他，拿你的大弓箭给我射死他。这时陈峰听到远处海滩传来一道叫唤声，听上去有些暴躁。循声看去，只见3人在远处对战一条巨大蟒蛇。蟒蛇通体蓝色，有着黑色的花纹，一半身体在海水里，一半身体裸露在沙滩上，目测身长起码有3-4米长，吐着蛇信子，从嘴里喷射出毒液，射向3人。3人里，一个手持木质法杖，口中喃喃着咒语，随手便召唤一颗篮球大小的火球，朝着那蟒蛇攻击。还有一人站在比较远的地方，不断拉弓射箭，每一发箭矢都伴随着璀璨蓝光，
以迅雷之势击在蟒蛇头部，可是伤害看上去并不是很高。而最前面还有一个拿着半人大的盾牌，双手持盾挡在两人面前，抵挡着蟒蛇的进攻，身上还有一道黑色的光环散发着。而这个盾士也是一直在叫唤。三人的等级都在10级，一射一法一盾，很不错的阵容。如果再加一个牧师，将会更加完美。蓝水蟒蛟10级，蓝水蟒蛟。陈峰一眼便看到那条蟒蛇头上的信息，竟然还是10级，又是一头 BOSS。可惜这 BOSS 似乎被人提前抢了，如果没人的话，他肯定要抓起来狠狠投属性。死！就在这时，蓝水蟒蛟像是陷入狂暴，隐藏在海水里的尾巴猛地向那三人甩去。那顿时没有反应过来，直接被甩2米半。其他2个反应过来，都纷纷躲闪。不好，陷入狂暴了！那顿时颤颤巍巍地从地上缓缓站起，擦了擦嘴角的鲜血，又持盾冲了上去，开启嘲讽光环，继续拉着 BOSS 的仇恨。BOSS 大概率都会有狂暴状态，通常都是被人打急了或者残血的状态下开启。不过嗜血狂狮那是纯没办法，体魄全被偷了，半点力气都没有，狂暴状态都没力气开了。听到盾士的话，弓箭手和法师的攻击更加频繁了，不过两人的状态看上去也不是很好。陈大，我的精神力快耗光了。那法师一边释放火球，一边朝着那名盾士大喊：我先去补充一下精神力，你顶着。好，你快去。盾士咬了咬牙，双脚牢牢站稳在沙滩上，拼尽全力抵挡着 BOSS 的攻击。而那法师则是从手里变出一瓶蓝色的药剂，打开便喝了下去。精神药剂。陈峰看到法师手上的药剂，眼前一亮，有些羡慕。这药剂是药剂职业师炼制出来的，可以有效补充失去的精神力，可以说是很畅销的药剂，几乎人人都会去买，但是价格可不便宜，这一瓶得2万块钱吧。药剂分下中上和极品，这法师喝的应该是下等药剂，但在目前这个阶段是非常有性价比的，真是有钱人才喝得起的药剂啊。果然，那法师喝下药剂没多久，便回到了战场，脸色比刚才好多了，释放火球的速度又多了几分。不好，我的盾牌要碎了！这时，那个盾士忽然大吼一声，手上的盾牌慢慢裂变，最终碎成无数片，散落在沙滩上。毒液中带着腐蚀的效果，再利用尾巴的撞击击碎盾牌，这 BOSS 有点聪明啊！陈峰目睹一切，立马便知道盾牌为何会破碎。从一开始，那个 BOSS 就不断往盾牌上喷射毒液，而根据课本上所教的，蓝水蟒蛟的毒液拥有微弱的腐蚀效果，虽然微弱，但是多了之后效果还是很可观的。所以盾牌从一开始便慢慢从内部开始腐蚀，再加上 BOSS 不断用尾巴攻击盾牌，导致越来越脆弱，就造成了现在这般模样。不好！法师和弓箭手看到盾士的盾牌破碎之后，浑身一震，顿感不妙。果然，下一刻，盾士没有了盾牌这个防御力极强的装备后，直接被一尾巴甩飞了5、6米，在沙滩上翻滚了数圈才停下来，不过人也因此晕了过去。陈大！法师和弓箭手同时看向盾士滚落的位置，着急大喊，又立马转过头，一边攻击 BOSS， 一边往后退。没有了盾士的嘲讽光环，他们2个脆皮是很难正面对战 BOSS 的，唯一能做的就是拉扯。冰霜术！法师轻喝一声，一个魔法阵在他头上展开，一块块冰霜从魔法阵中浮现出来，朝着 BOSS 呼啸而去，限制住了对方的行动，变得缓慢。弓箭手则是不断拉弓射箭，每一箭都射在 BOSS 的头部，造成微弱的伤害。嘶！蓝水蟒蛟吐着蛇信子，身体开始挪动起来，皮肤表面竟然渗透出一层粘液，看上去无比恶心。可在这粘液的帮助下，他竟然没有半点被限制的感觉，快速挪动，朝着那2人飞快爬行。蛇滑！这是蓝水蟒蛟的技能之一，在粘液的加持下，身体变得顺滑，可以快速移动，完美克制冰霜术。陈峰从脑海里所学到的知识，分析出了蓝水蟒蛟此时的情况。不得不说，这 BOSS 不是一般的聪明，这3人恐怕要折在这里。不过不担心，有老师在，他们可以求救。不好，是蛇滑！我的冰霜术无效了，快跑！法师没有了攻击的心思，立马向后狂奔，一点都不带回头的那种。弓箭手见状，点了点头，跟着法师跑了起来。但下一秒，2人都傻眼了，只因那 BOSS 根本没去追他们2个，反而朝着昏迷的盾士冲去了，目标明确清晰。不好，陈大有危险！这速度，我们追不上了。2人同时回头，朝着盾士的方向冲去，可是那 BOSS 的速度在他们之上。蓝水蟒蛟张开深渊巨口，便想飞跃过去，将陈大吃下。盗取速度属性，随着轻飘飘的一句响起，蓝水蟒蛟的速度立马缓慢下来了。而远处，法师和弓箭手感觉到一阵清风拂过，似乎有什么从他们面前飞速跑了过去。轰！蓝水蟒蛟莫名其妙倒飞出去，落在了远一点的沙滩上，一动不动。卧槽！弓箭手和法师看到远处的一道背影后，
同时大喊一声卧槽。第11章击杀蓝水蟒蛟。蓝水蟒蛟巨大的身躯滚落在远处的沙滩上，而陈峰如一阵风一般快速来到那盾师身旁，转头看向弓箭手和法师，喂，你们还愣着干嘛？快带他到安全的地方。哦，弓箭手和法师两人同时回过神来，都忘了陈大海躺在那里，连忙跑过去将其扶起，然后带到安全区域。他的速度好快啊，是什么职业啊？弓箭手看向陈峰，好奇且疑惑，眼神里更多的是震惊。刚刚那速度很显然比 BOSS 的还快，一下子就跑过来了。不知道能有这个速度，应该是刺客吧？法师摇了摇头，同样看向陈峰，心中满是疑惑。不一会 ，BOSS 从地上缓缓站起来，摇了摇巨大的舌头，吐着蛇信子，眼神毒辣地看着陈峰，蓄势待发。没想到盗取速度属性能让我跑得更快，只不过这属性似乎很快就消失了。陈峰感受着体内刚刚那块如闪电的感觉逐渐消失，这速度属性似乎跟其他属性不一样，盗取了之后只是短暂的几秒，不过却足够了。蓝水蟒蛟虽然疑惑自己的速度为何突然慢了下来，但是很快又感觉回来了，便朝着陈峰快速冲了过去。陈峰面无表情，平静地看着朝他冲来的 BOSS。 小心！弓箭手见状着急大喊，他不明白为什么陈峰不拿出武器，反而傻傻站在那里。 BOSS 的实力大家有目共睹的，即便是全堆体魄并且穿上防御力强的盔甲的陈大都没法抵挡住 BOSS 的全力一击，照样昏迷了。陈峰身上什么都没有，要是遭此一击恐怕当场身亡。他在干嘛？法师同样看不懂陈峰为什么不躲开呢？难不成是吓傻了？可下一刻陈峰面对呼啸而来的 BOSS 只是轻轻伸出右手，反手就甩了一巴掌上去。啪！ BOSS 直接倒飞出去，巨大的蛇躯滚落在沙滩上，来到海水边缘，掀起一片沙尘。弓箭手、法师一巴掌就把 BOSS 甩飞了。这是什么东西？10级的刺客都这么厉害了吗？难道他不是刺客，而是战士？弓箭手目瞪口呆地看着陈峰，口中喃喃：10级的战士都没有这么强大的力量吧？只有一种可能，隐藏职业。法师和弓箭手相视一眼，同时说出：只有隐藏职业才能做到这一点，强大的力量独自一人可战 BOSS， 除了隐藏职业别无其他。咱们学校有几个是战士隐藏职业的？好像没几个吧。一个是罗东，一个是古墨，好像就这2个觉醒了比较厉害的战士隐藏职业。弓箭手想了想，可他不是这2人啊，我见过他们的。我也不清楚，反正他很厉害，肯定是很牛逼的隐藏职业。法师摇了摇头，震惊地看着陈峰的背影。蓝水蟒蛟被打飞之后，忍着疼痛缓缓起身，看着陈峰，眼神流露出恐惧，便朝着海水冲了过去。他想逃跑。跑？做梦！陈峰朝着面前虚无挥手一探，口中喃喃：盗取速度，盗取体魄。2重盗取之下，蓝水蟒蛟顿时失去了逃跑的力气，巨大的身躯猛然砸落，奄奄一息地躺在沙滩与海水的交界处，吐着蛇信子，有气无力。这一幕让弓箭手和法师2人大吃一惊，怎么这同学挥挥手 ，BOSS 就倒下了？这是什么情况？有了 BOSS 的速度加持，陈峰瞬息便来到他身旁，抓起他的尾巴就将其甩回沙滩。盗取体魄。陈峰连续盗取数次蓝水蟒蛟的体魄，直到精神力快要耗尽才停下手。被盗取体魄数次的蓝水蟒蛟早已没有了任何力气，成为一只待宰的羔羊。陈峰并没有折磨他，直接一脚踩在他的头颅，如踩西瓜一样瞬间爆开。随着 BOSS 死亡，陈峰浑身金光一闪，来到了12级，又多了10点属性点。按照惯例，将其全部加在了智慧上。旋即，他看了看远处的弓箭手几人，便转身离开了。等等！弓箭手忽然大喊，叫住了陈峰。陈峰脚步一顿，回头看去，脸色有些不悦。如果你要指责我抢了你们 BOSS 的话，随时可以找我算账。没，我是想谢谢你救了我们。弓箭手摇摇头，感谢道：如果不是你，我们也打不过这 BOSS 了。你抢了，合情合理。陈峰闻言挑了挑眉头，没想到这弓箭手还是很讲理的人，他还以为对方是来问罪的，现在看来是他想多了。没事，我只是为了 BOSS 而已，救你们是顺便的事情，不用谢。陈峰摆了摆手，转身离开了鱼蛇海。这里的 BOSS 已经解决，那就去找剩下的 BOSS。他的目标是要在2天内将自己的等级提升到20级，这样在高考中才有一定的把握。而就在陈峰离开没多久，那名盾士悠悠醒来，第一时间便是站起身来，大喊道：你们快跑，我来顶住 BOSS。陈大 BOSS 已经死了。法师有些无语的拍了拍陈大的肩膀。啊，死了？你们2个杀死了？没有，是别人杀的，你看。弓箭手指向了远处的 BOSS 尸体。卧槽， BOSS 被抢了。
顿时脸上立马浮现出怒色，左看右看，人在哪？竟然抢我的 boss！ 别找了，人家走了，何况你打得过人家吗？那人可是一巴掌就打飞这 boss 了。法师翻了个白眼，啊，一巴掌就打飞了，什么怪物？顿时目瞪口呆地看着法师，感觉到不可思议。他是最能知道这蓝水蟒蛟实力的人，那攻击力可不是一般人能顶住的，没有一个完好的阵容是不可能单刷的。竟然有人一巴掌就打飞了。是啊，就一巴掌和一脚，那 boss 就死了。这种大佬，我们还是别惹他，我可不想找死。弓箭手收起弓箭，朝着陈峰的反方向走去。我也这么觉得，没想到咱们学校竟然还有这么刁的人，真是卧虎藏龙啊。法师点了点头，看向陈峰离开的方向，很是震撼。你们越说，我越是好奇，到底是谁这样牛逼？顿时挠了挠头，满眼好奇，但奈何两人不说，只能郁闷跟着离开。直到众人都离开，先前在狮虎林的那位探查嗜血狂尸的老师又出现了。他是任铎，负责新手秘境安全的老师之一。任铎来到蓝水蟒蛟的尸体旁，认真观察了尸体，最终得出一个结论，跟嗜血狂尸的死法一模一样，全身的骨头全都老化了，变得脆弱无比，像是被什么吸干了一样。最后脑袋遭受了强大的巨力，爆开而亡。郑老，这 boss 的死法还是一样的，我怀疑那小子觉醒的根本不是盗贼，很有可能是隐藏的战士职业。老师拿起对讲机汇报给监控室的郑峰，这力量不可能出现在一个盗贼身上，那陈峰肯定有古怪，难不成是双职业？这个想法一出，连他自己都被想到了。双职业，100年前到现在就只有3位成了，而那3位已经站在了人类的至高处，俯视凡人。继续观察，他的能力肯定远不于此，不是普通盗贼那么简单。对讲机里传出郑峰的声音：“是。”老师点了点头，回答道，旋即看向陈峰离开的方向，飞了过去。第12章，等级达到20级。次日，蝙蝠洞。郑老，这小子的实力深不可测啊！我跟了他一天，他从昨天到现在把 boss 全杀了，都是一击必杀，真的是盗贼吗？任铎蹲下身子，看着地上的巨大蝙蝠尸体，皱起了双眉，拿着对讲机汇报着。他现在去哪了？对讲机里传出郑老的声音。他现在好像出去了。什么？出新手秘境了？靠，不早说。很快，那头没有了郑老的声音。任铎挠了挠头，看着对讲机，你也没问啊。新手秘境出口，陈峰的身影从里面缓缓显露，而入口处坐着的老师还是昨天那个。你出来了啊，里面怎么样？收获怎？老师随意的瞥了一眼陈峰，便认出来了。可当他看到陈峰脑袋上顶着的等级后，彻底呆住了。未知20级。你20级了？老师虎躯一震，猛然瞪大双眼，震惊的看着陈峰。这才进去1天，隔天出来就20级了，这特么谁家好人升级那么快啊？难不成这小子把新手秘境里的 boss 全杀了？按照正常的升级速度，但凡是1级新人进入秘境，起码都得4、5天的时间才能20级，因为吃喝睡觉都是需要时间的，更何况新人一个人是无法击杀 boss 的，通常都是组队进入秘境，而组队的时候杀起魔物，经验分配的情况下会慢许多。老师的这一声让周围的同学都看了过来，眼里满是羡慕。毕竟在这个阶段，能够达到20级的人可不少。想要达到20级，学校的新手秘境肯定不够用，因为每周只能进去1次，而每次只有2天的时间，而且还必须是觉醒者才能进入新手秘境，没有觉醒的是不可以进去的。外面虽然也可以进入秘境，但是没有新手秘境安全，外面可没有人保护他们，全都是强大的魔物，随时都会丧命。所以对于他们学生来说，新手秘境是最好的选择。侥幸来到了20级。陈峰看向老师，微笑点了点头。可以登记出来的时间了吗？可以，你叫陈峰是吧？你可以走了，我登记了。老师在键盘上随意敲打几下，便让陈峰走了。陈峰，该不会是那个天才吧？卧槽，还真的是，他怎么来到20级了？牛逼啊！这还是那个觉醒了盗贼职业的垃圾吗？不应该啊，盗贼不是说没有战斗功能吗？他怎么升级的？你就是傻子，他没有，不代表别人没有啊。他偷钱去请人家带他练级，不就行了吗？卧槽，还有这个办法，果然是盗贼，牛逼！听到老师的话，同学们瞬间认出了陈峰，都对他的等级保持怀疑。一个毫无战斗能力可言的盗贼，是如何在新手秘境存活并且升到20级的？这个问题让众人疑惑起来了。陈峰听着周围的声音，没有理会，看向老师点头微笑，谢谢老师，旋即转身离开了。而当他刚走没2步的时候，身后传来一道年迈的声音：陈峰同学，等一下。陈峰回头看去，便看到一位老者正向他迈步走来，他不认识，但不代表
他看不到老者头上的信息。郑风，80级大法师，80级的法师。郑风，这个名字好耳熟。下一刻，陈峰的双眼猛然睁大，他想起来是谁了。郑风，秦都第一高中的校长，职业是隐藏的雷系法师，曾经靠着一手雷霆覆灭整个终极魔物秘境，一战成名，最后来到秦都高中当校长。这种大人物竟然跑过来找他。郑校长好。陈峰立即鞠躬问好。郑校长好。周围的同学都纷纷低头鞠躬，神情紧张起来。面对这种大人物，他们是不敢再说些什么了。你们好。郑峰点了点头，回应微笑，旋即看向陈峰。陈峰同学，有空吗？有空。陈峰虽然疑惑，但还是点头回答。行，那就跟我来吧。说完，郑峰就背负着手，笑眯眯地走在了前面。陈峰挠了挠头，还是跟了上去。这一段风景顿时被众同学开始传了起来。校长室，郑校长，你找我有什么事吗？陈峰打量着周围，没想到副校长办公室竟然如此简单。一张办公桌，一张茶几，上面摆放着一套普普通通的茶具，几张沙发，以及一个摆满了书的书柜。陈峰同学，你觉醒的职业是什么？郑峰没有丝毫拖泥带水，直接开门见山，认真看着陈峰。就是盗贼职业啊，档案上有的吧？陈峰愣了一下，很快露出一抹微笑，完全看不出有什么端倪。陈峰同学，装蒜就没意思了，我可是在监控室看得一清二楚的。郑峰坐在沙发上，拿起茶几的茶具便开始泡茶。你的战斗能力可不是一个盗贼能够做到的，连嗜血狂狮都没有开出狂暴，就将其杀死了，而且还是8级，真的是盗贼能做到的吗？你别紧张，我不会伤害你的，我只是想拜托你一件事情而已。什么事？陈峰皱起眉头，有些疑惑，有什么事是要让他去做的？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盗贼罢了。我看中了你的能力，我想组织一个高考小队，让你们能够在高考中发挥出更好的能力，取得更好的成绩，为学校取得荣光，拿下这次高考。只有在高考取下好的成绩，国家就会看中他们秦都第一高中，给出更好的资源以及资金。秦都高中已经连续3年都是高考末尾了，我不想加入任何小队。陈峰否决了郑峰的提议，他不想自己的能力曝光，越多人知道他的秘密，他就越危险。与其加入小队，在高考中当独狼是最好的选择。何况有了队伍之后会变得束手束脚，这不是他想要的。为什么？因为不想，所以不想。第13章，后妈，同父异母的弟弟。校长室，陈峰从校长室走了出来，刚出来便在门口看到了熟悉的面孔。怎么样，校长找你聊什么？杨家笑眯眯地走过来，眼神中满是好奇。没什么，就是随便聊聊而已。陈峰耸了耸肩，微笑看着杨家。话说回来，你怎么在这里？切，不说就不说。杨家翻了个白眼，双手抱胸。我是听同学们说你升到了20级，而且还被校长带走了，于是就想到了这里。话说回来，你怎么升级这么快？杨家看着陈峰头上的等级，双眼的震惊毫不掩饰。昨天吃饭的时候还是1级，怎么第2天就20级了？这也太恐怖了吧！侥幸而已，在秘境里面找到了一个队伍，他们有几个很强的，就带着我躺了1天，所以升级就快了。陈峰挠了挠头，随便找了个理由。哦，是吗？杨家摸着下巴，疑惑地看着陈峰。很显然，他是不信的。对了，昨天的事情考虑的怎么样？杨家忽然露出笑容，眯着双眼看着陈峰，就是邀请你加入组队，咱们一起高考的事情。我还是拒绝，我喜欢一个人，何况我就是盗贼，组队也是拖后腿的。陈峰摇了摇头，微笑回答。我又没说你拖后腿，何况我的队伍里面全是漂亮小姐姐哦，一个个身材好，样貌好的，而且全都是单身，你确定不来吗？嘿嘿，我暂时不会想这些，你们组队就可以了，我还有事情，先回家了。陈峰摸了摸鼻子，赶忙离开。哼，这个木头还是老样子。杨家哼了一声，看了一眼校长室，旋即离开了。待到两人走了没多久后，夏明来到了校长室，直接开门走了进去。怎么样，陈峰答应了吗？夏明来到茶几前坐下，随手便拿起茶壶给自己倒上了一杯茶，喝了起来。没有，我给了几个待遇，他都不要，全都拒绝了。坐在夏明对面的郑峰摇了摇头，喝了口茶，微微喟叹。这，算了，人各有志，我们干涉不了。既然没法邀请陈峰，那就找其他人吧。你还有什么人选吗？倒是有一个跟陈峰是同一个班的，而且对方的老爸也算是大人物。这学生叫李青，同样是20级，而且还是隐藏职业。你说他加入高考第1分队如何？可以，20级是最高的了，那就他了吧。你去跟他说吧，明天就开始高考了，你带分队的人吃个饭，大家熟络一下。行，我知道了。蓝天小区，
A 栋203，咔嚓，钥匙拧锁的声音响起，房门从外面打开，陈峰走了进去，打开了玄关的灯。刚准备换拖鞋进去的他，看到了地上的一双皮鞋，脸色顿时便阴沉下来了。这里不欢迎你，给我出去！陈峰对着客厅沉声道，皱起了双眉。他走进了客厅，便看到一个中年男人坐在沙发上，同样抬头看着他。我儿子的家，作为老爸，为什么不能进来？中年男人淡淡一笑，打开电视便看了起来。中年男人叫陈旺，是陈峰的父亲，也是秦都市执法局的局长，职业是战士，80级。我没有什么父亲，我从始至终只有母亲。陈峰对于这个父亲没有什么好说的。15年前，他3岁的时候，母亲离世，父亲带大他。虽然说是带大，但可以说是放养。父亲整天在执法所，极少回家，大多数都是他到杨家的家里去吃饭的，一直吃到他15岁那年。他本以为父亲是在外工作，所以没空回家，他都不说些什么。可是直到1个月前，他参加完觉醒仪式的时候，他将自己觉醒成盗贼的事情告诉了父亲，而自己得到的却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事情真相。父亲早就在18年前就有了一个私生子，而在母亲离世后的1个月，他就已经再次结婚了，并且这个私生子还在觉醒仪式上觉醒了隐藏职业的死灵法师，得到整个秦都2中的全力栽培。原来那10多年来父亲极少回家的原因是他还有另外一个家。他不明白自己明明是理论第一，为何父亲放弃他。而当他知道父亲另外一个女人的身份后，他才明白父亲为何这样做。那女人叫秦岚，是秦都市秦氏集团的长女，身家过100亿，怪不得父亲会抛弃她。于是从那一天开始，他便没有父亲，只有母亲。你要知道，你的血脉里流着的是我的血，无论如何，你都是我的儿子。陈旺冷眼看向陈峰，旋即站起身来，走到陈峰面前。你母亲说了，你觉醒盗贼没关系，高考结束没有考到好的学府也没事，他会在公司给你找个好的工作，让你度过下半生，别再闯祸了。去他妈的母亲，她不是我的母亲！别以为你假惺惺的从执法所放我出来，我就会感谢你，即便没有你，我一样可以交够钱，自己出来。钱？偷来的钱吗？偷来的又怎么样？总比你这个吃女人钱的废物要好。混账！陈旺忍无可忍，一巴掌便甩在陈峰脸上，怒声大吼：我可是你的父亲，竟然敢骂我！我说了，从始至终我都没有父亲。陈峰握紧双拳，死死地盯着陈旺，咬紧牙关。怎么，你想杀我？这可是重罪，到时候你别说高考了，连后半生都无法度过。陈旺气急反笑，冷漠的眼神看着陈峰，感到可笑。陈峰没有说话，低着头，谁都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到时候你母亲会给你找个工作，然后我们就断绝父子关系。我可不想有这么一个盗贼儿子。陈旺丢下一句话，便掠过陈峰，走向门口。他叫秦龙，是吧？闻言，陈旺虎躯一震，猛然停下脚步，瞪大双眼，回头看向陈峰，瞳孔剧烈收缩。你怎么知道他的名字？陈峰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抹诡异的笑容，回头看向陈旺，别管我怎么知道的，高考的时候你自然就知道了。哼，你只是一个盗贼，你才……陈旺冷笑一声，刚欲嘲讽陈峰只是一个盗贼的时候，便看到陈峰头上的等级忽然显露出来了，竟然有20级，怎么可能？你怎么20级了？前天晚上明明在执法所的时候，陈峰登记的是1级，怎么过去2天就20级了？他的儿子，他自然清楚，没有好的武器，职业还是盗贼，怎么可能升级那么快？你对我毫无了解，所以请你滚出我的家！我警告你，你千万不要做傻事，秦家很大，不是你和我能得罪起的。如果你敢杀了秦龙，整个秦家都不会放过你的。陈旺看着陈峰那诡异的笑容，心生胆颤，顿感不妙。陈峰，他想杀了秦龙？滚！我可以滚，但是你千万别做傻事。如果真的杀了秦龙，咱们2个都得死。我说了，滚！陈旺深深看了一眼陈峰，心中越发感到不妙。他是真怕陈峰做出傻事，杀了秦龙。如果真杀了，那么秦家肯定不会放过他们2个的。何况他只是秦家一名赘婿，完全没有话语权。随后，陈旺离开了。陈峰看着陈旺的背影，咧嘴一笑。盗取体魄，第14章，暴击全套。蓝天小区，靠！早知道盗取等级高的属性会消耗这么大，我就不盗取了。躺在沙发上的陈峰捂着脑袋，揉了揉太阳穴，脸色有些苍白，脑袋晕乎乎的。就在刚刚，他盗取了陈旺的体魄属性，结果呢，直接消耗了1大半的精神力。这段时间升了那么多等级，还是顶不住这一次盗取啊！应该是陈旺的等级太高的原因，盗取等级高的人会消耗更大的精神力。不过，陈峰看着刚刚盗取过来的20点体魄，咧嘴笑了起来。这也太值了，消耗1半的精神力，等于直接升了4级，看来得多盗取高等级的。
现在就该想想高考的事情了。陈峰坐了起来，口中喃喃。目前他已经20级，是高考能够达到的最高等级，再升级的话就没法参加高考了。不过在高考里面，他是可以升级的。而高考的信息他打探的差不多了，在新手秘境问了几个人。今年的高考似乎是在秦都1号秘境进行考核，那里早就被执法者以及各大学校联合清理了，所有高等级的魔物都被清理，似乎只剩下一些60级以下的魔物。所有魔物加起来，据说有上千万只，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目。而今年参加高考的学生更是高达上万人，其中有100来个都是天才，还有10多个是天才中的天才，甚至有几个被誉为顶尖天才。怪不得夏凡说今年的高考是最难的一年，这么多天才竞争，能不难吗？现在还差一把趁手的武器。陈峰思索了一下，决定网购一把武器。高考是允许带武器的，即便是神器都可以带，毕竟背景以及资源都是实力的一部分。陈峰拿出手机，打开觉醒者商城 App， 这里有着各种各样的装备、技能卷轴、药剂等战斗用品。不仅如此，还有许多生活用品都可以通过这里来购买。只要下单给钱，不出1个小时便可送到家门口，非常的方便，比前世那些淘宝和京东都要快。陈峰打开武器分类，便看到琳琅满目的装备，有剑、直刀、大刀、长枪、双节棍等等冷兵器，还有步枪、机枪、火箭筒、手榴弹等热武器。不过热武器的价格比冷兵器的价格要便宜不少，因为冷兵器都是由武器设计师设计出图纸，再由铁匠打造出完整的武器，不仅质量够硬，还方便。热武器对魔物造成不了什么伤害，可以对5级以下的魔物有致命伤害，但是超过这个等级之后就是微弱伤害，还不如战士的一刀。所以现在的热武器只能防身，碰到一些普通的坏人还能威胁，价格就便宜了。陈峰看了一圈，他不知道自己适合什么武器，反而更喜欢拳拳到肉的那种感觉。于是他在武器分类中翻找到拳套，这是一个没有职业限制的武器，不像法杖，必须由法师来使用，要不然就跟普通的棍子没什么区别。力量拳套，无职业限制，20级以下可用，增加10点体魄，价格5万。比如陈峰现在看着的拳套没有职业限制，20级以下都可以使用，用了之后就增加10点体魄，等于升了2级。这个不太行，10点体魄还不如我去偷一次陈旺呢。陈峰摇了摇头，继续往下滑，逐渐皱起了眉头。滑了10分钟后，陈峰忽然眼前一亮，露出一抹笑容。暴击拳套，无职业限制，30级以下可用，增加20点体魄，拥有 5% 的暴击，价格10万。5% 的暴击，增加20点体魄，可以说是目前最好的拳套。暴击他学过，可以通过概率来让自己的攻击翻倍，比如打了100的伤害，如果暴击就可能造成200的伤害。虽然是 5%， 但聊胜于无，是他目前能买得起的最好武器。陈峰全身上下就10万多点，买了这拳套一下子就变穷了，不过提升了实力，赚钱就简单多了。到时候出去找几个副本秘境来打，爆几个装备出来就可以卖了赚钱。二话不说，陈峰直接付款购买了这拳套，不到几秒就显示发货中了，预计半个小时后送达。不愧是这个世界的网购，速度果然快，快递跟外卖一样快。半个小时后，000，门铃被按响，陈峰走到门口，透过猫眼往外看去，一个穿着红色衣服、头戴红色帽子，上面还写着几个大字的快递小哥正站在门口。您好，闪电送达为您服务，麻烦您开一下门，取下货，谢谢。快递小哥露出温柔的笑容，2排大白牙闪闪发亮。嘎吱，谢谢。陈峰打开了门，便伸手接过快递盒，跟鞋盒差不多大小，有些重量。好的，麻烦你签个名，陈先生。快递小哥递过快递单。陈峰快速在上面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并还给快递小哥。谢谢，那就祝您生活愉快。快递小哥微微一笑，说完便从2楼跳了下去，稳稳落地，骑上电动车就一骑绝尘，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速度不愧是觉醒了快递职业的人，就是牛逼。陈峰看着快递小哥的背影，暗暗竖起了大拇指。快递职业拥有极好的体力以及极快的速度，尤其是天赋和技能都是为了送快递而诞生的过目不忘的能力，让他们快速记住所有城市坐标以及号码牌，能让他们快速找到所在位置，送达快递。而且他们的天赋大多数都是驾驶精通，这个天赋可以让他们快速掌握任何驾驶技巧。之前还有一个新闻，一名快递小哥出国度假惨遭劫机，机长都晕了，到最后竟然是快递小哥驾驶飞机安全着陆的。先看看我的全套怎么样。第15章，去最便宜的宾馆。000，陈峰刚拿着装有全套的盒子走到客厅，就听到了门铃响起的声音。难道快递小哥遗落了什么？陈峰挠了挠头，又走回了门口，直接打开了门。你是忘了神？打开门之后，
映入眼帘的并不是快递小哥，而是一张陌生的面孔，长相比较帅气，但眼角以及嘴角的那抹阴柔是掩盖不住的。穿着一件白色短袖，搭配一件休闲长裤，戴着副墨镜，双手插兜，像个妖人，邪魅又骚气。而他身后还有4名身穿黑衣服黑裤子，佩戴墨镜的壮汉，整齐划一的站在他身后，像4尊雕像，疑似保镖。你是谁？陈峰的脸色顿时阴沉下来。来人似乎有些不善，莫名其妙就敲响他家门铃，不是走错的，就是故意来找他的。可他并不认识。我的好哥哥，没想到你就住在这种地方啊！男子用手往下拉了一下眼睛，弯腰抬头看着陈峰，露出一抹假惺惺的微笑。我是你哥哥。陈峰愣了一下，但很快就想到了什么，脸色古怪起来。你是秦龙？对啊，我是你同父异母的弟弟，不打算请我进去看看吗？不打算。哥哥还真是脾气不好，看哥哥住在这么垃圾的地方，弟弟都心疼了，要不然搬到我那里去住吧，好歹能有大别墅。狗窝住惯了，住不惯猪圈。陈峰面色平静地看着秦龙，而秦龙始终笑着，脸上没有任何波动，看不出喜怒哀乐。如果没事的话，那请回吧。陈峰淡淡吐出一句，便准备关门。等等，我也不想多说什么了，我给你1000万，永远离开秦都市，并且和陈旺断开父子关系。我可不想有这么一个盗贼的同父异母兄弟，恶心。秦龙一改之前的笑容，脸色变得冷漠下来，居高临下的看着陈峰，语气宛如命令。那我给你1拳，你乖乖离开怎么样？陈峰，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我是在劝告你一句，秦家不是你惹得起的，之前是我母亲不知道，现在我母亲知道了。秦龙的脸色变得难看起来，有些愤怒。18年来，如果不是这2天母亲派人跟踪调查陈旺，都不知道他这个父亲竟然结过婚了。陈旺倒是好手段，竟然从未跟陈峰的母亲领过结婚证，从始至终他都将2个女人瞒在鼓里。秦岚也从不知道陈旺早已有了儿子，本以为是真心相爱，没想到陈旺才是那个赢家，欺骗了2个女人整整18年。什么意思？你母亲从始至终都不知道还有我的存在？陈峰听到秦龙的话有些诧异，但很快就想通了。没想到啊，陈旺竟然如此有本事，还真是小瞧他了。现在知道了，我母亲太仁慈，还想着给你到公司工作，保你后半辈子无恙。秦龙笑了笑，眼神露出一抹狠辣。可我不是这么想的，如果每个人都知道我的哥哥是一名盗贼，我的名誉何存？你别想太多，我可不稀罕有你这么一个弟弟。你滚吧，我不会多说的，我也懒得管你们家的事情。陈峰有些无语，陈旺找上门来，现在又轮到秦龙找上门来，他们秦家就这么无聊吗？一个个威胁他离开，搞得他们秦家面子很大一样。既然如此，我看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给我上。秦龙背过身，轻轻挥手，4名保镖顿时面露凶色，捏了捏手骨，就准备给陈峰一个难忘的下午。想动手，这里可是我家，你们这是犯法的。陈峰的脸色顿时阴沉下来了，秦家都如此胆大包天的吗？直接在住宅区向他动手，不怕被人发现，不怕执法者吗？只要我们做得干净，谁知道呢？秦龙耸了耸肩，嘴角扬起一抹冷笑。何况这里住着的都是普通老百姓，就算你喊救命，他们都不敢出来看的。这个世界没你想的那么多好人。哦，陈峰挑了挑眉头，双手放在嘴边，做出一个喇叭形状的手势，朝着外面就大声喊了起来：救命啊！火灾了，起火了呀！快跑啊！陈峰这一喊，便听到密密麻麻的脚步声、开门声、叫唤声。什么？着火了？快跑啊！哪里着火了？快点灭火呀！哪呢？着火在哪呢？我来！家家户户都打开了门，有的围着围裙，手里拿着锅铲就跑了出来，有的正给孩子喂着奶，匆匆忙忙就跑了出来，有的还在打麻将，手上还有一张发财，脸色着急的跑了出来，还有人提着灭火器就跑出来了，四顾张望，想要知道哪里着火了。秦龙，保镖们，这一幕让秦龙和4名保镖顿时就懵了，左看右看，不知如何是好。虽然他们秦家家大业大，可是在这么多人的眼皮底下杀人的话，会引起民众恐慌，那就不是钱能解决的问题。何况秦龙现在还是高考阶段，如果今天出了事，明天的高考指定会被取消，眼下他可不能闯祸。该死，咱们走！秦龙咬了咬牙，双手捂着脑袋，连忙撤离现场。4名保镖跟在后面，护送着秦龙离开蓝天小区。陈峰看着几人离开，脸色逐渐平静下来，直接关上房门。而住户们嚷嚷了几分钟后，才发现这是一场恶作剧，根本没有地方着火了，于是就气冲冲地回到了自己的家里头，还气势汹汹地嚷嚷着必须找出那个恶作剧的人，将他活埋。不多时，陈峰的家门再次打开，而外面早已恢复了平静。只见陈峰戴着鸭舌帽、口罩，至于其他物品，他收入了个人空间里面。这个世界，每个人觉醒过后的人都会自带一个空间，可以储存物品，
随着等级的提升，空间面积就扩大。走出家门，左看右看，还顺带看了看楼下以及楼上，发现没有秦龙的身影后，才离开了家。秦龙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而且如今是刺杀时代，如果想杀人灭口，非常简单，给够钱，自然有人做事。陈峰可不敢久留了，今晚只能找个酒店先住下。而另一边，一架劳斯莱斯的车里，妈的，那个陈峰以为这样就可以逃了吗？我不能杀你，自然有人杀你。秦龙回到车上，一想到刚刚那场景，就气都不打一处来。他们完全就被陈峰耍得团团转。气不过的秦龙直接拿出手机拨打了一个未知号码。喂，睡醒了没？我给你一个任务，今天晚上到蓝天小区 A 栋203，将里面的活口全都杀了。多少钱？电话那头传出一道如鬼魅般的声音，但很显然是电子合成音。他就是一个20级的盗贼，500万够了吧？够了。那声音回了淡淡一句，便挂断了电话。哼，你的命可真值钱，竟然让我花了500万，希望你能死得爽一点。秦龙看着被挂断的电话，嘴角微扬，露出一抹阴狠且诡异的笑容。走，回家。秦龙对着司机甩了甩手。是，少爷。就在劳斯莱斯走了没多久后，打扮得严严实实的陈峰走了出来，随手打了一辆出租车。师傅，去最近最便宜的宾馆。第16章，高考开始。翌日，秦都第一高中，早上7点，陈峰便乘坐公交车来到了学校，走进了教室。而教室里，同学们早就已经全部到场了，他竟然是最后一个来的。不过好在夏凡还没有到教室。陈峰的进场顿时让原本就热闹的同学安静下来，纷纷看向了他，可那眼神和前几天的不一样，似乎充满了崇拜。哇，陈峰同学，你是怎么做到的？竟然来到了20级！果然，陈峰同学，你好厉害啊，已经是我们班上第3个20级了。一个盗贼职业都能20级，你简直打破了我的认知。怎么做到的呀？待会能不能跟我一起组队啊，陈峰同学？我就知道陈峰同学还是那么天才，能够在短时间达到20级，太厉害了。几个女生顿时将陈峰围住，叽叽喳喳问个不停，让陈峰感觉自己仿佛回到了还未觉醒前的时候。那时候自己走进教室也是这般情景。不好意思，麻烦让让。陈峰挤开女同学们，低着头歉意道，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坐好。太恐怖了，差点就被围得出不来。切，不就是投机取巧了吗？一个盗贼升到20级，无非就是借助了经验卷轴或者找人帮忙了，没什么稀奇的。这时，教室角落旁翘着2郎腿的李青阴阳怪气的撇了撇嘴，教室的声音顿时又安静下来了。哈哈，当然没有我李哥牛逼啊！校长可是亲自邀请他加入了高考分队，他即将要和唐才、左琳2人组成一个3人高考队进入高考。李青身旁的一位小弟立马开始大声吆喝起来。闻言，同学们都惊呆了。卧槽，唐才和左琳这2位不是咱们学校出了名的天才吗？一个觉醒了狂战士，一个觉醒了奇盾士，再加上李青这个觉醒了光明牧师的在，可以说是最强小队了啊！有攻有奶有防。是啊，没想到李青竟然被校长邀请进入小队了，牛逼！我就知道李青才是那个天选之人，不仅家庭背景好，自身实力更强，太羡慕了。李哥，以后可得多多关照啊！同学们将注意力再次放回到李青身上，而李青得意洋洋地笑了起来，还朝着陈峰挑了挑眉头，似乎在炫耀。陈峰理都没理他，太幼稚了。大家都到齐了呀。这时，夏凡迈着黑丝长腿走进了教室。同学们看到夏凡进来了，立马就坐好，安静下来。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没带齐的，如果没有的话，咱们就出发了。校长已经打通了空间隧道。夏凡笑了笑，旋即便走出了教室。同学们见状，顿时尖叫起来，立即跟了出去。高考终于开始了。操场，所有参加高考的学生都已经来到了这里，他们按照班级排好了队，而校长和其他老师都站在了队伍的最前方。校长身旁有着5个黑洞，看着里面空空如也，一片漆黑。而这就是空间隧道，由空间建造师开启的空间隧道，可以在一瞬间转移到隧道的另一头。另一头就是今年高考的场地——秦都市1号秘境。这是为了保护学生，因为不仅是全国高考生以及家长都关注着今年高考，就连那些异端同样在关注。他们的目标就是这些学生，为了扼杀、防止学生被刺杀。3年前，全国学校就采用了空间隧道转移，将所有学生都传送到各自城市的高考场地，既方便又安全。看着台下学生叽叽喳喳、兴奋激动的样子，郑峰笑了笑，旋即抬起手往下压了一下，大家稍安勿躁。大法师的精神力威压顿时释放出来，全场学生都被这威压震慑到了，安静下来。很好，今年的高考没想到这么快就来了，接下来将会由各班的老师带你们穿过这条隧道，前往高考场地，到时候会每人领取一个手环，
那是可以记录分数的手环，千万不能弄丢。而到了那里，大家就可以自行组队。我相信已经有很多人都找好了队伍。等到高考开始，1号秘境的空间入口会开放。你们进去之后，那里不像新手秘境，没有随时随地的老师保护，想要活命只能靠自己。如果实在撑不下去，就按下手环的求救按钮，等待救援。不过那也意味着你的高考结束，3天后会统计分数。高考时间只有3天，这3天里，你们都要待在秘境当中。希望你们带足了食物，不要饿死在里面。记住最重要的一点，不要相信任何人，只有相信自己才能活下去。好了，我也不说那么多了。祝你们高考顺利，取得完美的人生成绩，从此踏上一条辉煌的道路。出发吧！随后，由每个班级的老师带领着自己的班级，逐一走进空间隧道，踏入高考场地。陈峰看着眼前的空间隧道，跟新手秘境的入口差不多，一样的漆黑，看不到里面有什么。下一秒，他迈步踏了进去，两眼一黑，那种奇怪的感觉再次涌上脑海，就跟晕车的感觉一样，让人感到头晕目眩、恶心。仅过数秒，陈峰紧闭的双眼便看到了光明，周围的声音从安静一下子来到了热闹，叽叽喳喳。他慢慢睁开双眼，看着眼前的一切，瞳孔收缩，身躯微微一震。人山人海，简直可以用人山人海来形容。在他面前全是人头，几乎有着上百万人，一眼看去，除了人就是人。陈峰同学，这边。这时，陈峰听到了夏凡的声音，转头看去，便看到同学们以及夏凡在远处朝他挥手。老师，陈峰同样举起了手，摇摆着，给予回应，快速朝他们走了过去。这就是你的手环，每个人都有，一定要戴好。手环有很多功能，还可以记录高考分数，千万不能丢了，到时候高考结束要归还的。夏凡递过来一个黑色的手环，陈峰接过一看，摸起来跟新手秘境那个差不多的材质，样子也差不多，只不过是多了一个储存空间。好的，我知道了。夏凡点了点头，旋即走向下一个同学。喂，陈峰。李青走了过来，还是那副拽的跟个250的样子，趾高气扬的看着陈峰，别死了，你可是要死在小爷手里的。陈峰疑惑的看着李青，很是纳闷。第17章异端会。你说什么？陈峰没想到李青竟然会说出这番话，让他别死了。可他不应该很希望他死的吗？我说你别死了，你注定是死在小爷手里的。李青叉着腰，一脸疑惑的看着陈峰，你该不会是傻了吧？你不应该对我很有恶意的吗？怎么会让我别死了？陈峰说出了自己心里的疑惑。虽然他从始至终都不知道李青为何对他恶意那么大，但按照小说和电影的逻辑来讲，李青应该是想要他死的。总而言之，你别死那么早了。李青摆了摆手，冷笑一声，便带着小弟离开了。陈峰皱着眉看着李青的背影，有些疑惑，但很快又耸了耸肩，管他呢。李哥，你为什么要让那小子别死了？他不是你的仇人吗？李青一旁的一个小弟疑惑不解地看向李青，为何老大还让那陈峰别死那么快呢？真是奇了怪了。谁告诉你他是我的仇人？李青疑惑地看向小弟，随意地说了一句。小弟吗？啊，不是仇人，那平时为什么一直针对陈峰啊？李青看出了小弟们的疑惑，笑了笑。我只是单纯看那小子不爽而已，我要让父亲知道，我比那陈峰要厉害很多。什么别人家的孩子，我照样会超越陈峰，成为人人敬仰，成为他嘴里的别人家的孩子。李青冷哼一声，便双手插兜，朝着别处走去。小弟们听闻，相互看了看，满脑瓜子都是疑惑。为了让老爷知道。啥呀？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啊？小弟们挠了挠头，虽然不解，但还是追了上去。随着时间推移，来到了8点，而此时全部参加高考的学生都已经来到了考场。就在这时，天空闪烁，虚空破开空间，从破开的空间裂缝中走出几位老者。陈峰抬头看去，顿时就被4位老者头上的等级给惊讶到了，竟然全都是400级，还有一位竟然是480级，只有等级没有姓名。卧槽，400级，这是什么大佬？好恐怖！牛逼啊，长这么大就见过100级的，一个高考场地竟然出现了4个400级的，真吓人。他们是谁啊？看着好牛逼的样子。不知道，估计是今年的监考老师。我记得去年的监考老师才300多级，今年怎么就400级了？有没有可能他们就是去年的，然后今年升级了呢？就在众人议论纷纷的同时，那4位老者其中一个白色长袍的老者踏步走出，也就是那个唯一480级的老者。他看着底下众人，缓缓开口：同学们好，我是今年的监考老师罗成。此话一出，全场哗然。罗成这个名字估计没有什么人感到陌生。陈峰听到这个名字，瞳孔瞬间收缩，虎躯一震，震惊地看着天上的老者。
罗成，秦都最高守护神，职业是稀有的空间系法师，随手一击便可瞬间毁灭一座城市，一直都非常神秘，没有人见过他。没想到今年的高考，他竟然亲身到场担任监考老师，这让陈峰心如警钟大响，莫名开始紧张，隐约感觉到这次高考的不简单。就算是再怎么难的高考，都不可能派出一位城市守护神来当监考老师，这次的高考肯定有危险，而且危险度远超往年高考。是什么？难道是异端会？还是说秘境有危险？陈峰看着天上的罗成，若有所思。而其他同学没有想到这一点，反而因为罗成的到来都在惊呼尖叫。守护神，那可是城市守护神啊，平时见一面都难，没想到竟然来到了考场，能不兴奋吗？我来宣布高考规则，今年的高考依旧采用分数制度，及格线在500分。你们手上的手环就是为了记录分数，10级魔物加10分，20级的加20分，以此类推，最高分数的将成为秦都市高考状元。但如果是全国分数最高，那你的前途将无限光明。罗成屹立于半空之中，俯视着众人，缓缓伸出右手，打了一个响指。随着啪嗒一声，无数个空间隧道瞬间打开，出现在众人面前，几乎每个人面前都有一个空间隧道，里面就是今年的1号秘境。你们可以组队进入，手环上有组队功能，只有你们互相将手环贴近，就可以进行组队。你们可以自由调配分数，可以队长独享，也可以全队共享。当然，可以自己进去。每个隧道都代表着不同的位置，3天过后，空间隧道会根据你们的手环定位再一次打开，你们到时候就从里面出来。祝你们好运，希望你们能够活下去。众人看着面前的空间隧道，心情无比兴奋激动，连忙找上了自己的队友，直接走进了空间隧道。陈峰看着眼前的空间隧道，若有所思，迟迟没有进去。陈峰，记住了，别死那么快。这时李青走了过来，冷漠一笑过后便离开了。陈峰看着他，李青走到2位年轻人的面前，女生长得很好看，很是热情地跟李青说话，而男生却有些冷漠。几人聊了几句之后，便走进了一个空间隧道，消失了。但他很快便注意到奇怪的一幕，李青3人踏入空间隧道之后，竟然有10几个看上去面无表情且动作诡异的同学，左看右看之后，连忙走入了李青的那个空间隧道。看到这里，陈峰顿时皱起了眉头，不是每个人都有独自的空间隧道吗？为什么他们还要跟着李青等人进入同一个隧道呢？陈峰，你真的要自己一个人进去吗？这时杨家带着2个女生跑了过来，陈峰淡淡看了他们一眼，他认识这2个女生是杨家的室友，不过脸色似乎也很冷漠，冷冰冰地看着陈峰。你们先进去吧，不用担心我。陈峰微笑看向杨家，点了点头。行吧，那我们先走了，你要注意安全，高考结束之后到我家吃饭，我爸有点想你了。行，我会的，我也想念杨叔做的饭了。杨家点了点头，挥手告别陈峰之后，带着2位女生踏入空间隧道离开了。看到杨家离开之后，陈峰看向面前自己的空间隧道，毅然决然地走了进去。而等他走进去的半分钟后，又是2名神情怪异的学生跟着走了进去。很快，不到5分钟，所有考生都踏入了空间隧道，赶往1号秘境。就在这时，天空中其中一位老者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他自顾自地拿起来便接了。什么？老者忽然瞳孔收缩，身躯微微震颤。其他3位老者都看向了他，罗成皱起眉头，老李，怎么了？不好了，异端会早就开始了。秦都3中附近的树林里发现了3具早已死去多日的尸体，而这3具尸体确认过后，正是今年的考生。老者收起手机，握紧拳头，咬牙切齿。不仅如此，就连一中附近的酒店、坟场都发现了数十具尸体，这些尸体的身份全是今年的高考学生，现在已经找到了上千具尸体，全都是学生。什么？3位老者同时虎躯一震，面露震惊地看向老李。怎么可能？这么多人死了，竟然没有人发现的吗？罗成瞪大双眼，满眼不敢相信。上千个人死在了同一天，不可能没人发现。他们的身上有空间波动，似乎在死的那时候被掩盖了空间，导致没人发现，直到今天才显露出来。老李继续说着，脸色通红，握紧双手。从未见过如此恶劣的行为，竟然在同一天杀害了上千名高考学生。异端会太狂妄了，不好，学生们有危险！罗成忽然大喝，看向那些空间隧道，面露震惊。闻言，其他3位老者同时大惊失色。异端会，他们易容成为了这些学生，进入了秘境。3位老者异口同声，同时看向彼此，都能看到彼此之间浓浓的震撼。异端会大多数成员都是刺客，而刺客最为著名的就是易容术，他们的易容没有一定精神力以及神器，无法看破。他们先是杀了学生，再易容成学生的模样，通过这几天与其他人混在一起，到时候再一起参加高考。只要到了高考里面，他们就可以悄无声息地将学生们全部杀死。
而这么多学生，他们料定罗成他们不可能拯救得了那么多，能杀一个就是一个，尤其是那些天才。至于他们身上的等级，肯定利用了某种手法来隐蔽，要不然以他们的等级，肯定进不去1号秘境。万万没想到，异端会在今年竟然采取了这种行为。而罗成早就知道异端会行动，所以担任今年监考老师，却还是疏漏了。立即通知秦都市所有执法者，随我进入1号秘境，找出所有异端。罗成立即下达命令。是。旁边的3位老者立即点头回答。异端会，我早晚会覆灭你们。罗成望着底下的空间隧道，眼露杀意，没想到自己还是疏漏了。而这一次疏漏，可能有成千上万的学生死去，他们中包括许多天才，更是秦都市的未来，华夏的荣光。异端会必须除。第18章遭遇刺杀。1号秘境。陈峰穿过空间隧道，来到一片沙漠荒地，炙热的太阳悬挂在天空，火热的阳光照耀在他身上，地上的沙土无比滚烫，如同站在火山边缘，炙热且干燥。这里是哪里？陈峰遥望着周围，竟然没有一个人。难道就他一个人传送到这片沙漠荒地了吗？早就知道1号秘境很大，起码有5个秦都市那么大，没想到进来之后果真如此，大到他找不到方向。不过还好，手环上自带地图，还可以让他辨别方向，不至于迷路。真不知道一个盗贼为什么还要派我们3个出面，随便一个人不就解决了吗？他一个盗贼能提升到20级，肯定有什么秘密，还是多点人稳妥点。陈峰朝着前方走了几步，忽然听到身后传来脚步声和说话的声音，回头一看，从他刚刚走出来的空间隧道里走出了3名陌生的同学。那3人同样注意到了陈峰，脚步一顿，脸色顿时变得冷漠，那眼神像是看待死人一样。陈峰，觉醒职业盗贼，20级，我没有说错吧？中间的男同学冷漠地看着陈峰，面色平静地将陈峰的基本信息说了出来。你们是谁？陈峰的脸色顿时阴沉下来，没想到有人跟着他进入同一个空间隧道，而且还准确无误地将他基本信息都讲了出来。忽然他想到了什么，瞳孔收缩，难道他刚刚所看到的那些学生都是这帮人？他们为什么要跟在其他人的后面进入同一个秘境？看上去不像什么好人啊。你无需知道我们是谁，你只需知道今天是你的忌日。中间的男同学淡淡开口，轻轻挥了挥手，身旁的2个男生顿时暴掠而出。2个男生的手中寒光一闪，莫名多出2把锐利小刀，反手握在手心，面色冷冽地朝陈峰冲了过来。速度很快，不到1秒便瞬间来到陈峰面前。刺客！陈峰瞳孔收缩，迅速往后跳跃，后退了数米，躲开了这一击。这2人能拥有这么快的速度，除了刺客就没有其他职业能够达成了。难道是秦龙派来的刺客？想到这，陈峰的脸色刹那间如玄墨般阴沉，杀心骤起。没想到这秦龙竟然还派了刺客进入到高考秘境杀他，简直是欺人太甚了。哟，没想到你小子竟然还挺有能耐的，竟然能躲过我们的攻击。不过可惜，盗贼终究是盗贼，无法跟我们这些战斗职业相提并论。其中一个男生露出一抹戏谑的笑容，眼神中有些惊讶。没想到他们2个的同时攻击竟然被眼前这个盗贼给躲了，倒是让他有几分意外，不过仅此而已。别说那么多了，速战速决。另外一个男生面色似乎有些不耐烦，催促着。行，知道了。2人再次瞬息不见，消失在原地。刺客的隐身术吗？陈峰冷静地看着面前消失的2人，口中喃喃。觉醒刺客之后会觉醒2个专属技能，其中一个就是隐身术，可以暂时隐蔽自己的气息，让别人看不见。但是对于超越他们等级太多的人来说，这招就没有什么效果了。就在这时，陈峰感觉身后有一阵清风快速拂过，地上忽然多出2道影子。见此情况，陈峰咧嘴一笑：太阳，出卖了你们！陈峰迅速转身，双拳同出，看都没看就轰向自己面前。一刹那，他感觉自己的拳头碰到了什么东西，再然后就是听到一阵咔嚓的骨裂声。轰！2道身影以音速的速度朝着身后快速飞去，撞在沙漠上翻滚了数十圈，掀起一片浓郁的沙尘迷雾。那名没有参与战斗的男同学看到这一幕，浑身一震，瞪大双目，震惊地看着这一切。一招，这盗贼就用了一招，就把他们异端会2名刺客轰飞了。不应该啊，盗贼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力量？即便是生满了体魄，怎么可能打得过我们？要知道，我们身上不仅有着良好的装备，就连属性都是40级才能有的属性面板，只不过是利用了某种手段将等级降低罢了。可真实的实力足以跟50级的战斗职业五五开，不可能沦落到被一个20级的盗贼打败啊！难道情报有误？不，异端会的情报从来没有失误过。这个陈峰身上肯定有着极其特别的装备，装备是可以进行隐藏的，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对方身上有着什么装备，
但有一些特殊的神器可以看穿一个人，可以看到别人的装备以及隐藏信息。不过男生显然没有。你怎么做到的？你不是盗贼吗？为什么有这种力量？男生看着陈峰，眼神充满了好奇，求知欲填满内心。陈峰转过身，平静地看向男生，淡淡开口：你们到底是谁？是秦龙派来杀我的吗？秦龙？我不认识，我们是异端会。闻言，陈峰虎躯一震，瞳孔剧烈收缩，震惊地看着男生。异端会这个名字，他相信整个华夏的人都不会觉得陌生。100年前，秘境开启，魔物降临，灵气复苏，觉醒开始，人类迎来了最大变化的一个时代。各路天才横空出世，觉醒了强大的职业，征战各种副本秘境，杀尽魔物，只为求得天下太平，人族不灭。可唯独有那么几个人，他们有了强大的力量之后，开始胡作非为，不但没有杀魔物，反而对人类下手，想要统治世界。当然，不会让他们所愿的，华夏很快建立起执法部门，培养执法者，而执法者就是为了抓住这些胡作非为的人，给予惩罚。然而，坏人是抓不完的，一个令普通人闻风丧胆的黑势力悄然诞生，他们就是异端会。他们自称自己就是人族的异端，为了这个世界能够更加美好，所以想要做出改变。异端会从那开始就想着对人族的天才下手，招揽他们，如果不加入，那就死。所以说，异端会就是一个毒瘤，存在于华夏中的毒瘤，人人都想铲除的毒瘤。没想到，他们今天竟然混在了这些高考学生里面，借此机会靠近那些天才，然后拉拢，不成就灭口。给你一个机会，加入我们，否则死。第19章沙漠毒蝎。闻言，陈峰平静地看着那异端会成员，没有开口。空气宁静下来，氛围变得压抑且死寂，两人就这样平静地看着对方，默不作声。看来你是不肯加入的了，那只好请你去死了。话音刚落，那名异端会成员手中多出一把锋芒利刃，瞬息消失在原地，朝着陈峰快速逼近。陈峰的脸色顿时阴沉下来，这个人的实力似乎比刚刚那2个的还要强大，看来是个难缠的家伙。一阵清风从左边掠过，陈峰迅速转过头，并且朝着右边后退。咻！利刃划过空气，产生的空气爆破声，而地上的沙子赫然多出了一道细长的刀痕。陈峰停下脚步，看向那地面，内心有些后怕。这人好强大的实力，仅仅是轻轻一划，便在沙子上留下一道刀痕。幸好他躲得及时，要不然不死也得重伤。看来跟他拼实力是不可能的，只能瞧去。看来你的反应倒是挺快，不过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你可不是我的对手。异端会成员显露身形，伸出舌头舔了舔手中的利刃，眼神中充满了杀意以及戏谑。他把陈峰当成了一个玩具，一个随意玩耍的玩具。你们读书的时候没有老师教过你们不能小看敌人吗？陈峰咧嘴一笑，右手猛然探出，朝着异端会成员面前的虚无一抓，盗取速度属性。下一刻，陈峰的身影变得宛如闪电，瞬息消失在原地，毫无气息，如同人间蒸发。什么？这速度好快！异端会成员大惊失色，下意识便想发动自己的技能快速消失。可当他使用迅雷的时候，竟然发现自己的速度变得缓慢无比，在别人眼里就好像在散步一样。什么东西？我的速度去哪了？我那么快且引以为傲的速度呢？这种强大的反差感让他感到不适，就好像日夜陪伴在他身边的东西忽然消失一样，非常难受，极度不安全。突然，他想到了陈峰刚刚喃喃的话语：盗取速度属性。那个男生刚刚好像就是说了这么一句，然后他就变慢了，而陈峰却快了起来。不可能，从未听闻盗贼拥有盗取别人属性的技能啊，从古至今都没有，即便翻遍所有历史都不可能找出这一点出来。喂，你的速度好像个王八呀。这时，一道轻飘飘如鬼魅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轰！异端会成员忽然朝着左边倒飞出去，撞在沙子上，翻滚了数圈才停下来。过了好几秒，他才颤颤巍巍地从地上爬起来，面露惊惧地看着陈峰，而右脸早已经变得血肉模糊，肿了起来，像是被大卡车撞了一下，感觉脑袋晕晕的。你到底是谁？盗贼怎么可能拥有这么奇怪的能力？你不是盗贼，你的职业是什么？异端会成员捂住右脸，指着陈峰恐惧发问。历史上就没有记载过盗贼拥有这么古怪的能力，可以盗取他人属性。历史上没有，但是现在有了。话音刚落，陈峰再次消失在原地，宛如鬼魅，来去无踪。下一秒，异端会成员耳旁又响起刚刚那道令他恐惧的声音：盗取体魄。刹那间，他感觉全身无力，好像被人拿走了什么。这种感觉就跟在会所坐了一夜的大宝剑出来，身体仿佛被掏空，直接瘫软在地，有气无力。你是魔鬼？你对我做了什么？
异端会成员感受着体内的变化，面露惊恐的大声喊叫。他打开自己的个人面板，发现了一件非常恐怖且诡异的事情，这种事情从未见过。他的体魄属性竟然凭空消失了5点。没错，莫名其妙就消失了5点。这种事情放眼整个历史都没有见过这么诡异的事情发生，一个盗贼怎么可能做得到？他不是盗贼，他是魔鬼，一个吸人血的魔鬼。没什么，就是从你身上借点东西而已。不得不说，你蛮富有的嘛。陈峰看着瘫软在地上有气无力的异端会成员，舔了舔嘴唇，露出一抹诡异的笑容。而这笑容在对方看来，如同地狱中的撒旦，令他胆颤。不，你不要过来啊！嘿嘿，很快的，不用紧张，一点都不痛的。不，10分钟后，陈峰看着脚底下的3具尸体，陷入了沉思。刚刚他利用天赋盗取了这3人的体魄，足足盗取了40点体魄，相当于连升了8级，然后将所有属性点都加在体魄。现在仅剩下2次可以释放天赋的精神力，为了不让自己精神力竭尽而晕倒在这里，所以他每次都不会用尽。而脚下的3具尸体脸上的伪装已经被他去掉，露出本来的真面目。3副面孔都是比较年轻的，而且都是他没见过的。若不是他们自曝身份，可能这辈子都不会有人知道这些人是假冒的。异端会的易容能力真是太强大了，不是特别熟悉的人压根不会发现。陈峰看到这里有些担忧，不知道杨家那边会不会受到危险。就连他这个盗贼都惨遭3名异端会的人袭击，其他人恐怕都一样吧。算了，还是先拿分数，争取拿个好成绩再想其他的吧。陈峰摇了摇头，不再多想，随即打开手环里面的排行榜，他想看看现在全场最高的分数都多少了。高考分数排行榜：1. 穆清望610分，2. 李妍妍590分，3. 沈竹550分，4. 陈秋510分，12. 秦龙330分，33. 杨家280分，41. 李青140分。在排行榜上，陈峰看到了几个熟悉的名字，杨家的名字都在上面，而且这些人的分数一直在增长。看到杨家的分数都在涨，那就证明没有危险了。陈峰松了口气。如果杨家出事，他还真不知道怎么面对杨叔。陈峰找不到他的名字，因为他到现在为止都是0分。斩杀异端会成员可没有分数，因为他们本身就没有杀怪拿分数。看来他得加快速度了。瑟瑟，就在这时，陈峰感觉地下的沙土在震动，似乎有什么朝着他过来了。救命啊！快跑啊！远处忽然传来求救声，地面震颤得越发厉害。陈峰往声音出处一看，虎躯一震，瞳孔收缩，那是沙漠毒血。第20章经验宝宝。地面震颤，犹如群兽迁徙，沙土震起，远处传来了尖叫声、求救声，还有剧烈的踏步声。陈峰往远处一看，顿时便被吓到了。只见前方有着密密麻麻的魔物朝他这边跑来，这些魔物前面还有4、5个人，手持弓箭、法杖亦或者盾牌，在尖叫逃命。魔物起码有上百只，而且全都长得一模一样，尾巴朝天，尾尖有锐利的毒刺，跟蝎子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是大了点，起码有2米之高。沙漠毒蝎15级。陈峰一眼就看到了这些魔物头上的信息，一种只存在于沙漠中的魔物，他们是群居魔物，平时就喜欢躲在沙子下睡觉，可一旦有人闯入了他们的领地，就会破土而出，全军出击。很显然，这几个考生是不小心闯入了他们的阵地。这些考生的等级都在10多级左右，面对上百只的15级沙漠毒蝎，很显然不是对手，只能逃跑。同学，快跑啊！这些魔物都是15级，只要跑出了沙漠，他们就不会追了。有个同学注意到了远处呆滞在原地的陈峰，还以为他吓傻了，连忙挥手让陈峰快跑。沙漠毒蝎不会离开沙漠，只有走出了沙漠，他们自然放弃追杀。陈峰有些无语，他先前看过地图，这里距离最近的森林都有50多公里，难道要一直跑50公里出去吗？那不得累死！完蛋了，碰到个傻子。那同学看陈峰还是无动于衷，似乎在等着他们过去，顿时有些绝望。队长，算了，不管他，咱们快跑，这些沙漠毒蝎可不是我们能对付的。对啊，跑到森林就不怕了，正好可以让这小子抵挡一些时间，他想送死就让他去吧。几人的速度很快，不一会就掠过了陈峰，朝着他身后跑去，没有丝毫带陈峰走的意思。陈峰对此内心毫无波澜，反正他也不打算走，而是看着这些沙漠毒蝎，眼里露出一丝兴奋与激动。这么多魔物，杀了岂不是能拿个几百分？而且还能升级，起码都能升到25级吧。想到这里，陈峰舔了舔嘴唇，看着沙漠毒蝎快速朝他逼近，直接迎面冲了上去。经验宝宝们，我来了！那小子真是个傻子，竟然动都不动，现在估计已经被沙漠毒蝎给分尸活吞了。
是啊，从来没见过这么傻逼的。我看到了他头上的等级就20级，不过我们还得感谢他，要不是他争取了一点时间，我们可能还逃不了呢。是啊，赶紧跑吧，这里太多沙漠魔物了，不是我们能对付的。几人一边逃跑，一边嘲笑陈峰是个傻子，竟然跑都不跑。队长呢？就在这时，其中一人忽然发现队长不见了，刚刚还在旁边的啊。而那队长就是刚刚出言让陈峰快点跑的人。众人听闻都停下了脚步，向后看去。而就是这么一瞬间，所有人都傻眼了。他们的队长就在后面，同样是目瞪口呆地看着面前，看着陈峰的方向。只见陈峰宛如战神，冲进了沙漠毒蝎群里，大杀四方。每一拳轰出，就有一个沙漠毒蝎倒飞出去，撞散其他毒蝎，然后倒地不起，身体停止了动弹，毫无动静。而陈峰身上不断冒出金光，等级在不断提升。这特么是什么鬼？卧槽！20级直接赤手空拳杀入了魔蝎堆里。他肯定是隐藏职业，要不然不可能这么强。我们竟然得罪了一个隐藏职业的大佬。刚刚出言嘲讽的几人，此时心生胆颤，看着陈峰那神挡杀神、佛挡杀佛的背影，差点就吓破了胆。这如果不是隐藏职业，他们肯定不信的。哪有人这样牛逼？20级直接迎战100来只15级的沙漠毒蝎，还毫发无损，大杀四方。看着陈峰那轻松惬意的神态，以及那抹挂在嘴边的淡淡笑意，这杀怪似乎对他来说就跟吃饭一样简单。陈峰面对上百只沙漠毒蝎毫不怯战，毕竟他也是在新手秘境待过2天的人，此时完全没有了刚面对魔物那时候的害怕和紧张，反而是兴奋与激动，因为杀怪代表着升级以及分数，杀得越多他就越强。短短1分钟，他就杀了10多只沙漠毒蝎，每一只都倒在他拳头之下，这种一拳一只魔物的感觉太爽了。等级从20级来到了22级，又获得10点属性点，他将其全部加到了智慧上，然后利用天赋不断盗取这些沙漠毒蝎的体魄属性，每一次都几乎能给他带来2点体魄，甚至还有3点。陈峰惊奇发现，原来自己的天赋是可以随着等级而提升，不只是对方等级高就盗取的多，自己等级提升的高同样如此。这个天赋真是越来越强了，以后恐怕随手一挥便可盗取所有体魄，那不得直接给人家的身体都掏空。沙漠毒蝎由于被陈峰不断掏体魄，行动越来越缓慢，虚弱无比，变得有气无力。而虚弱的魔物那会更加脆弱，轻轻松松就被陈峰一拳轰死。更恐怖的是，沙漠毒蝎尾巴上的毒刺扎在陈峰身上，竟然扎不进去，如同扎了钢板一样，丝毫不进，顶多就是挠痒痒的感觉。陈峰见状，眼里闪过一丝欣喜，看来自己的体魄提升之后，防御力大大变强，现在连这么尖锐的毒刺都无法刺穿了。魔物基本通灵性，他们看到自己无法杀死陈峰之后，眼里闪过一丝人性化的恐惧，他们怕了。一瞬间，所有沙漠毒蝎都停止了攻击，埋头挖起了沙子，然后将头埋进去，逐渐将整个身体都埋了进去。想跑？陈峰怎可能让这些魔物如意？这些可都是他的经验宝宝，一个都别想跑。盗取速度。陈峰随便偷了一个沙漠毒蝎的速度属性，提升自己的速度。陈峰加快了速度，不再玩耍，拳拳打在沙漠毒蝎身上，每一拳都打出一个血洞，瞬间将其毙命。陈峰穿梭于战场，每一拳都轻松带走一个沙漠毒蝎。短短5分钟，数百只沙漠毒蝎全部惨死在沙漠上，血液流淌在沙漠上，形成一条沙漠血河，恐怖且震撼。这特么太猛了吧！第21章未来的剑神。4人看着那道大杀四方，最后踩在堆如小山般的尸体的男人，瞪大双目，吞了口唾沫，微张嘴巴，久久无法平复此时震惊的心情。这真的是人类吗？到底是什么隐藏职业能够做到这一幕？仅凭双拳打出了一片天地，在沙漠上打通一条血河，屹立在尸体堆上，背向众人，宛如战神。陈峰走下尸体堆，此时的等级已经来到了25级，跟他估算的等级一模一样。没办法，这些魔物的等级太低，而且随着他等级提升，所需的经验就多了起来，所以升级越来越慢了。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他现在的体魄和智慧都非常高，远超50级的人，体魄直接达到了60级全点体魄才能达到的地步。目前阶段所向披靡。陈峰第一时间打开排行榜，想要看看自己多少分数了。上百头魔物，估计得加1000多分了吧。1. 陈峰1130分。2. 穆清望1010分。看到这个分数，陈峰笑了笑，果然拿了1000多分，直接超越所有人，来到了第一。不过这第2名的速度也很快，估计没过几分钟就可以超越他了。除了他，前5名估计都是天才中的天才，他们的分数远超很多人，而且增长的速度很快。看来他自己也不能慢吞吞的了，得自己去找魔物来杀，最好是高等级的，那样加的分才多。看了看沙漠毒蝎的尸体堆，陈峰拍了拍手，
便离开了。身后4人眼睁睁看着陈峰离开，到现在还没有缓过神来。他到底是谁啊？从未听说过这般天才啊！我早就在高考前就打听了秦都市今年所有参加高考的天才，没见过他啊。我也很好奇，天才都不应该是组队争取拿到更多分的吗？怎么到他这里变成一个人了？这该不会是个独狼大佬吧？咱们要不要上去拉拢他？要是他肯加入我们，我们肯定能拿很多分。先前还在嘲讽陈峰的3人，顿时崇拜地看着陈峰的背影，升起拉拢的心思。算了吧，人家是天才，有着孤傲的性格，是不可能加入我们的。何况你们先前还说了那些话。这时，队长走了过来，摇摇头，断绝了他们的想法。众人听完，都叹了口气，内心后悔不已。如果当时不嘲讽，反而露出好意的话，结局会不会就不一样了呢？不过现在也没有后悔药可以吃了。卧槽，这个陈峰是不是这个大佬啊？突然来到排行榜第1名。这时，其中一人打开手环上的排行榜，惊讶大喊。闻言，众人纷纷打开手环，顿时就被排行榜上的第1名分数给震惊了，1000多分。没错了，刚刚那沙漠毒蝎加起来有100来只，而且20级以下的可以加10分，完全符合。牛逼啊，直接来到了第1名，已经有了高考的合格线，就算他不杀怪，都能稳毕业进入普通的大学了。众人看着这排行榜上的陈峰，都露出羡慕的眼神，但同时有些落寞。曾经有这么一个机会摆在他们眼前，是他们没有好好珍惜。别看了，咱们也得杀魔物了，要不然及格不了。队长甩了甩手，朝着另一边离开了。是，龙头领，大哥，你被超了！快看排行榜的第1名，他是谁啊？怎么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名字？穆青望随手一剑将一只10级魔物砍死之后，一个小弟急匆匆跑了过来。超了？谁超我？穆青望闻言顿时勃然大怒，自己的第1名竟然被超了。穆青望连忙打开排行榜，看到上面的名字后顿时就懵了。这人特么是谁啊？什么时候出现的？突然就抢了他的第1。他踏入空间隧道之后，就开始不断找魔物来杀，还让2名小弟帮他引诱过来给他杀。他开启队长独享模式，就是有了这一套流程，他才快速增长分数，领先其他人来到了第1名。本以为底下那几个人才是他的竞争对手，现在倒好，突然杀出了一匹黑马，以迅雷之势直接来到了第1，还超了他。这人是谁？查到了吗？穆青望看向另外一个小弟，脸色无比阴沉。这个小弟戴着一副银框眼镜，但眼镜的镜片却有着虚拟屏幕，可以调查资料。他手里还按着一个虚拟键盘，正在调查陈峰的资料。查到了，陈峰，秦都市第1高中的理论天才，母亲在3岁的时候身亡，父亲一个人独自抚养他，觉醒职业为盗贼。其父亲还有一个身份，就是秦氏集团的赘婿。陈峰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秦龙，秦氏集团大公子，觉醒职业为死灵法师。小弟将所能查到的陈峰信息资料全都一五一十说了出来，而穆青望早已目瞪口呆，震惊到不知说些什么。盗贼，一个觉醒了生活职业盗贼的小偷抢了他的第1，一个人人喊打、人人唾弃的过街老鼠站在了他的头上。哈哈哈！穆青望仰头大笑起来，他很生气，又觉得很可笑。可笑的是自己竟然被一个小偷站在了头上。听着穆青望的大笑，2个小弟一声都不敢吭，默默走到身后，低头站着，身躯瑟瑟发抖，因为他们知道大少爷一旦狂笑起来，那不是开心，而是生气，极致的生气。好一个盗贼，竟然敢踩在本小爷的头上拉屎！穆青望停止了大笑，眼神充满了杀意，手中的剑握得更紧了，身上涌起一股猛烈的杀气。他可是未来的剑神，家里人引以为傲的战神，注定站在世界顶端的守护神，而现在竟然被一个小偷踩在了头上，忍无可忍，必须要给我找到这个陈峰，一旦发现他，立马汇报，我要他死！穆青望猛然挥剑，凌厉且充满杀意的剑气朝着草丛呼啸而去，劈开了草丛，劈死了一只10级魔物，直接将其灰飞烟灭。是，2个小弟同时跪下，低着头，身躯抽搐颤抖。任何人都不能站在我的头上，我是穆家最强的少爷，我是华夏引以为傲的战士，我是未来的剑神。第22章，只有废物的觉醒者。双鹤峰，聆听火神的指引，焚天术落。一位身穿蓝色法袍，手持黑木法杖的少女高举法杖，吟唱着魔法咒语。随着法杖落下，咒语结束，数十颗火球凭空出现，悬挂在她头顶上空，从天而降，如陨石般落在她面前的魔物群中。伴随着魔物哀嚎，毁天灭地的火球将所有魔物燃烧殆尽，短短数息便消灭了10多只15级的魔物。妍姐，排行榜多出了一个怪物，几分钟的时间就来到了第1名。就在少女消灭完面前魔物的同时，身旁一个扎着双马尾的少女跑了过来，脸色有些惊诧。第1名不是穆青望吗？
李妍妍平静地转头看向少女，眼神流露着一抹疑惑。1分钟前是，但现在不是了。闻言，李妍妍打开手环的排行榜，那精致漂亮且平静的脸蛋顿时有了些动静，瞳孔微缩，吃惊地看着排行榜。这陈峰是谁？怎么都没听过这名字？李妍妍思索着。考试之前，她就查阅了今年大部分天才的资料，就那几个能跟她相提并论。没想到现在又杀出一匹她从未见过的黑马。不知道，可能是某个隐藏的天才。有意思，原以为今年的高考会很简单，现在看来没有那么简单吗？李妍妍嘴角微微扬起，露出一抹神秘的笑容，眼神闪过一丝兴奋。现在的高考总算有点挑战的意思了。挑战吗？我最喜欢了。风雷动，该死，刺影他们竟然没有把这小子杀了，还让他参加了高考，真是废物。秦龙看着手环上的排行榜，这第1名的名字简直不要太熟悉。他昨天都交代刺影组织去杀了陈峰，本以为昨晚已经得手，今天早早来到考场又没法联系。现在看来，陈峰并没有被刺杀，反而活着来参加高考，还拿了个排行榜第1名。真是一群废物，连个盗贼都没办法杀死，养了这么久，真没用。龙哥，怎么了？一名手持盾牌的男生走了过来，他叫戴翔，是秦龙的小弟，觉醒了反弹盾式的稀有职业，可以将伤害反弹一部分，来参加高考，就为了保护秦龙，争取拿到更多的分数。没什么，就是有人让我心烦而已。是谁？竟然敢让我们龙哥心烦？让我看到，必杀了他！又一个手持魔杖的男生走了过来，他叫王东，是一名牧师，同样是秦龙的小弟。没事，一个毛头小子罢了，无关紧要。秦龙摆了摆手，不屑一笑，他压根就没有把陈峰放在眼里，只不过是个盗贼罢了，翻不起什么风浪。灵湖山，一个面容冷漠的男人，左手持着一把锐利短刃，右手则是拿着一个打火机，微弯着腰，脸色显得十分疲惫。而恐怖的是，他面前竟然躺着5具毫无动静、早已失去生息的尸体，其中3具尸体的喉咙都被利刃切割，鲜血流淌一地，瞪大双眼，含恨而死。还有2具尸体浑身焦黑，像是被大火焚烧过一样，衣服都烧没了，面容都被烧得模糊。没想到这几个人这么难缠，还损失了2个成员。男人随手便出一根香烟，放在嘴里，用打火机点燃，抽了起来，随着嘴巴开合，烟雾吐出，顿时烟雾弥漫起来。抽了半根后，男人打开手环上的排行榜，寻找下一个目标。看到排行榜的那一刻，男人脸上露出一丝惊讶与疑惑。这个陈峰是谁？资料里面没有他啊。男人从个人空间拿出一个文件夹，便开始翻起文件夹里面的资料。文件夹里的资料全都是关于秦都市今年高考所参与的天才学生，异端会今年的目标也是他们。若不是秘境无法使用手机，也不至于用文件夹了。没有这个陈峰啊，哪里冒出来的？男人翻了所有资料，挠了挠头。不应该啊，如果真是天才的话，资料肯定会有的，他们绝不漏掉任何一个天才。难道这陈峰不是天才？不可能，能够在短时间来到排行榜第1名，不是天才还能是什么？这个世界存在那么多低调的天才，漏掉一个不是什么大问题。这个陈峰就作为首要目标，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成功了，先去找人。男人收起短刃，朝着一个方向前进。异端会的目标就是杀死所有高考学生，断绝人族的后路，能杀一个就是一个。外界，高考监考室，偌大的空间，墙面挂满了屏幕，而这些屏幕都是用来看学生们的实时分数，以及查看学生状况和接收求救信号。其中一个屏幕上面有着2783214314589人，右边是今年参加高考并且进入秘境的考生，而左边则是目前存活的考生。进去的时候300多万，而现在只剩下200多万，死了差不多几十万考生。高考很现实残酷，只有活着并且取得好成绩，才有机会进入到好的大学。这个世界弱肉强食，强者才配活下去。而此时的监考室可以说是人山人海，所有秦都市高中的校长、副校长以及带队老师都来到了这里，还有监考老师几人。怎么样，学生们不会有什么问题吧？郑峰脸上浮现出担忧的神情，看向罗成。就在10分钟前，他们这些校长就收到了罗成给的消息，内容仅有几个字，就让他们大受震惊，连忙赶来。异端会入侵，来到这里才知道异端会的人杀了数千名学生，伪装成学生的模样，已经跟着其他考生一同进入1号秘境了。目前我已经开放了空间隧道的权限，不再限制于20级以下，并且派了2位监考老师以及众多执法者进入，能救下多少学生就看学生们的造化了。罗成皱着双眉，脸色十分愤怒。距离高考开始到现在已经过去10分钟了，以异端会的实力来说，他们利用某种能力将自己的等级压制到20级，骗过了空间权限，进入秘境的那一刻就会解开全身的实力。学生们可不是他们的对手，他们可是身经百战的刺客，
每个人的战斗技巧都不是学生能比的，凶多吉少啊！闻言，众校长与老师的脸色顿时难看起来，纷纷为自家的学生开始担忧起来。你们要做的就是想办法安抚好家长的情绪吧，毕竟还没有高考就死了不少学生。罗成叹了口气，双手紧紧握拳。异端会真他妈该死，还没有高考就害死了上千名考生，那些可都是人族未来的希望，若见到必不能善罢甘休。众人听闻沉默下来，这确实是一个难题。那些家长要是知道自己的孩子早在前几天就死了，而且还跟他们一起生活了几天时间，那得多害怕以及悲伤啊！先让我们看看今年考生的表现如何吧。罗成强颜欢笑，目光放到了一个大屏幕上，上面是排行榜，实时更新着目前的分数，可以看到学生名字、学校以及分数。其他老师和校长都看向屏幕，试图寻找着自己学生的名字。那是我的学生，没想到竟然进入前100了。其中一个老师笑了起来，但很快又笑容凝固，因为他突然想到，这个或许不是他的学生，有可能是异端会，毕竟异端会也是带着手环进去的。夏凡也在寻找名字，从下往上开始寻找，很快就看到了李青的名字，竟然进入了前50，顿时喜笑颜开起来。但当他看到第1名的时候，顿时就懵了。陈峰，不只是他，几乎所有人都注意到了第1名。陈峰是谁？他竟然超过了穆清望和李妍妍和沈竹，这怎么可能？就是啊，穆清望可是我们3中最有天赋的天才，怎么成第2名了？你们1中的陈峰是不是作弊了？这个陈峰是谁啊？你们1中竟然藏着这么一个天才不说，太狗了吧！连李妍妍都只能第3，陈峰何许人也？其他的校长和老师都对这个陈峰表示怀疑，从未听过呀。如果1中真的有这么一个天才的话，不可能藏着掖着，早就公之于众，用来招生了。而此时，夏凡和郑峰两人是懵逼的，看着排行榜第1的名字，陷入了浓浓的沉思。就连罗成都颇为好奇，因为今年的天才他都略有耳闻，可唯独这个陈峰他没有听过。这个陈峰他觉醒的是什么职业？贵校有这等天才，恭喜啊！是盗贼。夏凡摸了摸鼻翼，略显尴尬地看向罗成。夏凡的话让全场鸦雀无声，众人纷纷看向夏凡，满脸都是不可思议。盗贼？这第1名的职业是个盗贼？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盗贼怎么可能做得到这一步？他肯定有队友，要不然没法第1的。贵校可真会开玩笑啊！超越了无数天才的第1名是盗贼？你觉得我们会信吗？盗贼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做得到这一步，他就是一个没有战斗技能的小偷。难道你们为了装逼都已经满口胡言了吗？罗成同样沉默地看着夏凡和郑峰2人，他不信这第1名是个盗贼，因为盗贼这职业已经在人们内心固化，他就是一个小偷，为了盗窃而生的职业，怎么可能拿第1？要知道，他的对手是被称之为未来剑神的穆清望，法师世家的李妍妍，刺客最强的儿子沈竹，更有无数天才，怎么可能是他一个盗贼能够超越的？确实如此，他觉醒的职业就是盗贼。郑峰看向罗成，淡然开口，作为校长的他说话比夏凡可信度更高。此话一出，全场哗然，竟然真的是盗贼，一个盗贼竟然凌驾于所有天才之上，登顶第1，这是何等的奇迹！看来今年的天才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呀。罗成听闻愣了一下，旋即露出笑容，看着排行榜的陈峰点了点头。话不能说得太早，万一这陈峰其实是异端会的呢？一个盗贼能够登顶第1，你们不觉得奇怪吗？这时3中的校长邓丽站出来，看向罗成开口道。众人闻言顿时便觉得邓丽说的没毛病，要不然一个盗贼怎么可能登顶第1？就连罗成听闻此话都陷入了沉思，他心中同样有些怀疑，盗贼怎么可能拿第1呢？要是异端会的话，那就说得过去了。想到这，罗成的脸色阴沉下来，如果真是异端会的话，他必然立马出手杀了他。郑峰和夏凡都没有开口，因为他们也不确定现在的陈峰是不是异端会假扮的。希望你没有出事。夏凡看着排行榜的名字，内心无比担忧。作为陈峰的班主任，他还是蛮喜欢陈峰这样的好学生，有教养，学习好，虽然觉醒了盗贼，不过他相信这个世界没有废的职业，只有废的觉醒者。第23章爆战利品了。1个小时后，沙漠荒地，魔物都躲哪里去了？怎么这么久都没见到 BOSS 呢？陈峰漫步于沙漠荒地之上，挠了挠头，扫视着周围。如果有熟悉的人在场，必然会被陈峰头上的等级给吓到了。30级，没错，陈峰已经来到了30级，而他的分数更是夸张，达到了2000多分，不过已经来到了第3名。因为他现在压根就找不到魔物，别说魔物了，这里似乎就他一个人。所以现在他正朝着森林的方向走去，根据地图指示，
还有3公里就可以走到了，希望能碰到这个区域的 BOSS 吧。每个区域必有一个 BOSS， 如果没碰到，那就是被别人抢了。可是他走了那么久都没有看见有人，除了1个小时前的那4个人。陆羽，全力攻击这头 BOSS， 咱们要为小南报仇。是，队长。就在陈峰距离森林还有2公里的时候，他听到了打斗、魔物嘶吼以及男人的吼叫声，于是他加快了步伐。没过多时，他便看到3个人正围攻着一只巨大的蜈蚣。万族毒弓30级，沙漠荒地 BOSS，30级的 BOSS。陈峰见状，面露喜色，总算让他碰到 BOSS 了。而将目光看向那3人的时候，陈峰露出一丝惊诧的神色。这3人不就是1个小时前他救的那几人吗？怎么少了一个女生？他记得是3男1女的，但是现在看来似乎少了个女生。而听他们的话语，似乎要报仇，难不成那女生被这头 BOSS 给吃了？魔物吃人本就是合情合理不能再正常的事情了。高考并不是绝对安全的，如果在紧急的情况下，可能连求救都没有发出就被魔物吃了。那名被称之为队长的男生似乎是个战士，双手持着大刀在那拉扯 BOSS， 而后面有一个弓箭手和牧师同样在那不断输出。牧师这个职业并不是完全的辅助，同样具备战斗的技能，比如给魔物添加某些 buff， 可以减弱攻击防御，亦或者持续扣血之类的，总之是一个比较全面的职业。3人的等级都在18级左右，最高的就是那个队长，已经来到了20级。不过这种实力在30级的 BOSS 面前显然是不够看的。果然，事实如陈峰所想的一样，那名战士被 BOSS 缠住，用身体将他捆住，包裹得无法动弹。队长！弓箭手和牧师同时大喊，手里的攻击加快了许多。但这些攻击对于 BOSS 来说宛如挠痒痒。BOSS 仰头俯冲而下，张开血盆大口，露出无数尖牙，一口就咬在了那名战士头上。但那战士的反应速度很快，连忙就用双手举起大剑，格挡在前，卡住了 BOSS 的嘴，让其无法啃咬。不过很可惜，在绝对的力量面前，格挡只不过是拖延了一点时间罢了。下一秒，大剑崩碎，碎成一片片碎片散落在地。见状，战士脸上露出一抹绝望的神情，弓箭手和牧师2人同样大惊失色。看来我得死在这里了。战士有些绝望，武器都崩碎了，他们是不可能打得过这30级的 BOSS， 除非那个人。不知为何，队长的心里莫名涌现出陈峰那神挡杀神、佛挡杀佛的身影，很是向往与崇拜。能够成为那样的战神，是他毕生的梦想。只可惜现在没法实现了。万族毒弓再次仰头俯冲而下，朝着战士露出尖牙，而战士早已闭上了眼睛，静等死亡。等死可不是一个战士该做的。轰！清风拂过，重拳出击。BOSS 如遭重击，巨大的身躯朝着远处飞去，在沙土上翻滚数圈，才缓缓停下来。3人都被眼前的一幕给震惊到了，而他们忽然发现场上多出了一人。是你！弓箭手瞬间认出了陈峰，1个小时前就是他杀了上百只沙漠毒血，而自己还嘲讽了他。想到这里，弓箭手羞愧地低下头，没想到这次又被对方救了，真是羞愧难当啊！谢谢。战士颤颤巍巍站起身，而他现在已经重伤，无法再战斗了，满眼感谢地看着陈峰。不客气，举手之劳罢了。陈峰笑了笑，旋即看向弓箭手和牧师，这头 BOSS 是我的了，你们没有意见吧？他看上了这头 BOSS， 如果这几人有意见的话，他不妨将几人都打晕过去，再拿下这头 BOSS。不介意。2人连连摇头，大佬看上的 BOSS， 他们怎么敢抢？那就行，你们走吧，接下来交给我。陈峰咧嘴一笑，看向那头万族毒弓，眼神仿佛在看经验宝宝一样，有着一丝欣喜。谢谢你了，我代表小南谢谢你。战士点了点头，旋即来到牧师身旁，牧师赶忙为他治疗。吼 ！BOSS 这时从地上翻腾起来，爆发出前所未有的怒火，进入了狂暴状态。陈峰的那一拳直接把他打残，而且还打急了。万族毒弓30级，狂暴状态。从沙土上翻过身来的 BOSS， 第一个便看到了陈峰，上万只足脚朝着陈峰冲了过去，发出阵阵嘶吼。陈峰淡然一笑，右手伸出，朝着 BOSS 面前的虚无挥手一抓，盗取速度属性，盗取体魄属性，盗取防御属性。陈峰口中喃喃，一瞬间，一股能量从 BOSS 体内飞出，涌入陈峰的身体。与此同时， BOSS 仿佛虚了一样，冲过来的途中猛然倒下，瘫软在地，速度变得缓慢。不过这没有过多久，他又站起来，朝着陈峰快速冲去。陈峰见状，没有什么意外，毕竟那可是 BOSS， 即便是被偷了体魄，他的体魄属性还有很多，偷个数十次恐怕都偷不完。对于这种高等级的 BOSS， 陈峰不想那么快杀死，他要慢慢偷。BOSS 张开大口，露出满嘴尖牙，就想将陈峰活吞，但是被陈峰敏捷的身法轻松躲开。盗取体魄，
又是一股精纯的能量涌入体内，带来酥酥麻麻的舒服感。爽！又偷了10点体魄，相当于升了2级。陈峰看向 BOSS 的眼神越来越亲切了，仿佛在看最宝贝的东西。这 BOSS 果然是一个经验宝宝，可以给他不断盗取，榨干之后再杀掉。而 BOSS 再一次因为被盗取了体魄而瘫软在地，只不过这次缓了半分钟才缓过来。队长，那个大佬在干什么？他为什么不杀了这头 BOSS？ 弓箭手疑惑地看着陈峰和 BOSS 之间的战斗，百思不得其解。陈峰不断躲避 BOSS 的攻击，而 BOSS 每次攻击完就莫名其妙瘫软在地，过了一会才站起身来重新攻击陈峰。就这样，1人1 BOSS 好像在玩回合制游戏，你打我一下我就躲，然后 BOSS 就休息一会。只不过这休息的时间似乎越来越长了，他们可能在玩游戏。牧师挠了挠头，小声且疑惑地回了一句：弓箭手。队长，不知道，大佬的心思我们猜不到，只要他能杀了这头可恶的 BOSS 为小南报仇，咱们就心满意足了。队长略有感慨，眼神带有一丝期盼地看着陈峰。弓箭手和牧师同时点了点头，表示认可，只要能为小南报仇那就好了。5分钟，陈峰和 BOSS 的战斗持续了5分钟，此时的 BOSS 已经精疲力尽，瘫软在地，许久都没有站起来。而陈峰同样感觉脑袋有些晕眩，他偷了太多次了，起码有20次，已经偷了120点体魄，一开始还能偷不少，但是到后面越来越少了。随着他盗取的次数越多， BOSS 的体魄属性就越少，然后他能够偷到的属性就越少，所以就是盗取越多，盗取越少。陈峰迈步走到 BOSS 身旁，看着地上奄奄一息的庞然巨物，他汇聚力量在右拳朝着 BOSS 的头部轰出。轰！刹那间 BOSS 的头部爆开一个巨大的血洞，脑浆与血液飞溅出去，满地都是。 BOSS 即刻没了生命，成为了一具尸体。一瞬间，陈峰身上金光一闪，连升3级，来到了33级。而从 BOSS 身上同样闪过3道金色的光芒，散落在尸体旁边。陈峰见状，欣喜若狂，爆东西了！要知道，除了新手秘境之外，所有副本或者秘境的 BOSS 都是有着可以爆出装备的能力，他们体内的东西仿佛一直存在，击杀就能爆出来，但是爆出什么就不一定了。而新手秘境的 BOSS 之所以爆不出来，因为那些都不算自然诞生的，而是人类饲养的魔物。以前国家就想着利用这一点饲养魔物，将其养成 BOSS 级别，然后将其杀掉，爆出装备以及技能书之类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饲养的魔物无论如何都无法爆出奖励，唯独那些在天然秘境里面的魔物才拥有这种能力。到了后面，大家都明白了，不是魔物自身带有这种魔力，而是那些天然形成的副本秘境有着这种特殊能力。而1号秘境就是一个天然形成的秘境，只不过被秦都市拿来打造成高考秘境。学校里的新手秘境是秘境建构师打造的，一个人为，一个天然，比不了。黄金巨剑，战士，等级限制30以上，增加30点体魄，额外增加 3% 的攻击。陈峰看向散落在地的第一个光球，里面是一把武器，只不过是战士才能用的武器，眼神露出一丝可惜，因为这武器他用不上，他是盗贼。他随手将其收入了自身空间里面，虽然用不上，但是考完时可以卖掉，能有一笔不菲的价钱。旋即他又看向第2个光球，看到的那一瞬间瞳孔剧烈收缩。卧槽，竟然还有这种技能！第24章鬼影。鬼影 C 级技能，无职业限制，使用过后将习得鬼影技能，使用技能将获得3秒的 50% 速度加成，可升级。没有职业限制的技能，还是他最需要的速度技能。陈峰看到技能的那一刻露出欣喜的笑容。他平常盗取体魄属性较多，而速度属性不知道为什么每次盗取过后过了一会就会消失，像是体验卡一样。不过随着他等级提高，时间越来越持久，或许到了后面能够永久保留。所以他现在最缺的就是速度，力量已经不缺了。陈峰触碰光球，一本技能书出现在手心中。是否学习鬼影？陈峰意念一动，选择了是。一瞬间他就掌握了这个技能，随时都可以消耗一点精神力来开启技能。鬼影 C 级技能，熟练度01000，使用技能将获得3秒的 50% 速度加成，冷却时间5分钟。技能一共有着7个等级，分别是 C、B、A、S、SS、SSS 以及最后的禁咒。有一点值得一提，那就是初次觉醒自带的职业技能没有等级划分，属于5等级，随着等级的提升，技能的效果也会跟着提升。就比如陈峰的敲闷棍，等级越高，敲晕别人的概率就越高，但同样对方的等级高超太多的话，也是很难敲晕的。总之就是敲晕低等级的人概率就会很高。每个职业都有自带技能，都是属于5等级，随着自身成长而变强的技能。学习完技能之后，
陈峰看向最后一个光球，眼前一亮，精神力药剂，服用即可获得30秒缓慢恢复精神力 buff。竟然是精神力药剂，上次就看到有人喝过，还想着自己买一瓶的，但是价格太贵就放弃了，没想到现在竟然爆出来了。更让陈峰感到惊喜的还在后头，这样的药剂爆了3瓶，一瓶2万的话，那么就是6万。如果加上之前的大件合计能输，起码能卖300万。打一次 BOSS 就爆了价值300万的物品，简直不要太赚。收起精神力药剂，陈峰将升级后得到的属性点都加在了智慧上，然后看向那3人 ，BOSS 打完了，先走了。陈峰挥了挥手，给3人留下一个帅气的背影，走入了森林。好牛逼啊！30级的 BOSS 说干就干，而且还那么轻松。那肯定啊，他可是曾经的榜1，虽然现在掉了，但很快就会追上去的。确实如此，不过他竟然不要 BOSS 的尸体。队长惊讶之时，看向了远处那庞大的 BOSS 尸体，吞了口唾沫。魔物尸体是可以卖钱的，但是卖的价钱不是很高，大多数都是卖出去几千块钱或者上万，越高等级的魔物尸体卖出去的价钱就越高。因为它们的肉蕴含着一定的能量，可以通过做成食材、药剂等给觉醒者使用，使用过后可以微弱增强实力。目前很多餐厅所用的食材都是魔物肉，经过厨师的烹饪，不仅好吃，还能提升实力。可能是大佬看不上这点魔物尸体吧。既然如此，我们就收下了。弓箭手眼前一亮，能赚一点是一点。大佬吃了肉，他们就喝汤。不能浪费。队长点了点头，旋即带着2人开始瓜分万族毒弓的尸体。万寿林，陈峰走入了森林，寻找着魔物。不是他不知道 BOSS 尸体的价值，而是看不上那点钱。因为魔物尸体占据空间面积太大了，很容易就塞满个人空间。为了那点钱而塞满空间，不是他的目标。何况他根本不需要，他多杀几只 BOSS 爆出来的宝贝，随便一卖就是尸体的10多倍的钱了。赤赤，陈峰停下了脚步，因为他听到了一阵奇怪的声音，这声音像是野兽在吃肉的声音，是从200米外的草丛里响起的。等级提升以及属性提升之后，他的五感变得异常敏锐，很远的动静都能听到或者看到。陈峰小心翼翼摸了过去，拨开眼前的草丛，映入眼帘的是3只巨大的蚂蚁，通体金黄，身高2米，头长触角，正低着头啃食着同一具尸体。乌金蚁25级。看到名字后，陈峰脑海顿时浮现出关于这种魔物的资料，这是一种力大无穷的魔物，有着自身力量50倍的特殊天赋，普通职业碰到可能要凉。盗取体魄属性。陈峰看向其中一只乌金蚁，直接盗取了它的属性。生效的那一秒，乌金蚁瘫倒在地，而旁边的2只乌金蚁瞬间警惕起来，用着陈峰听不懂的语言开始交流。怎么回事？食物有毒？不知道啊，老大吃着吃着就倒下了。而地上那只乌金蚁显然有些疲惫，缓缓开口：我好虚，这食物有毒，快扶我回巢。2只乌金蚁瞬间用头上的触角将地上那只乌金蚁抬了起来，放在他们的背上，将其抬走了。看到这里，陈峰顿时眼前一亮，立马想到老师说过的细节，那就是乌金蚁这种魔物是群居魔物，通常有老巢，而且还有蚁后。这以后肯定是大 BOSS， 如果跟在这些乌金蚁后面，岂不是能进入他们的老巢？想到这里，陈峰决定先静观其变，如果真能摸进他们的老巢，将其一网打尽的话，分数和经验那必然是手到擒来。于是陈峰跟在这3个乌金蚁身后，只要背上那个乌金蚁有一丝恢复体力的迹象，他立马再偷一次。就这样一直跟在他们后面，一直盗取体魄。那只乌金蚁越来越虚，直到他们来到一个洞口，走了进去。陈峰蹲在远处草丛里，看着乌金蚁走进洞口，而那洞口旁边竟然有5个同样等级的乌金蚁在把守。很显然，这里就是他们的老巢了。确认没有多余的乌金蚁之后，陈峰没有选择继续躲藏，而是走了出去。毕竟以他的实力，打进去就完事了，无需其他。看到陈峰从草丛走出来的那一刻，5个乌金蚁立马看向陈峰，嘴巴蠕动，头部触角在不断颤动。快去报告以后，有敌人入侵。其中一只乌金蚁立马朝着洞口走去。想通风报信？给我留下。第25章钢筋蚁。疾风袭过，那只想要跑去通风报信的乌金蚁的头颅瞬间爆开，血液伴随脑浆飞溅一地，飞溅到其他乌金蚁身上。卧槽，我们的兄弟没了！不好，敌人实力很强大，快去搬救兵。剩下的4只乌金蚁亲眼目睹同伴的暴毙，嘴巴吓得不停蠕动，触角不断颤抖，很显然被吓得不轻。对于这些小喽啰，陈峰没有把精神力浪费在他们身上，压根就没有必要去盗取属性，还不如留着给以后慢慢盗取。鬼影，陈峰口中喃喃，身形顿时消失在原地，神鬼莫测。下一秒出现在另外一只乌金蚁身旁，一巴掌扇了过去，那头颅直接720度旋转，飞了出去，身躯轰然落地。又死一只。剩余的3只乌金蚁顿感不妙，
其中一头最大的乌金蚁，可能是他们这几个之中的小组长，嘴巴蠕动，像是在说些什么。不多时，3只乌金蚁分开站位，围着陈峰，虎视眈眈，随时准备攻击。看来他们明白了，一味的逃跑是没有用的，只有杀了眼前的陈峰，才有活命的机会。陈峰见状，咧嘴一笑，身形再次消失。而3秒过后，地上再次多出了3具尸体，5具尸体整整齐齐地倒在了洞口前，死相惨状，要么无头，要么胸口被穿了一个洞，死的不能再死。哎，越到后面升级越难了呀！5至25级的魔物竟然才升1级。陈峰全身金光一闪，看着自己34的等级，仰头喟叹。杀敌等级的魔物给的经验太少，而且越到后面所需要的经验就越多。不过，陈峰看向洞口，嘴角微微扬起，露出一抹邪笑。这洞口里面起码都有上百只魔物吧，因为他的精神力能够感觉到里面的魔物很多很多，而且还有一头40级以上的。将其全部杀完的话，他肯定能提升到40级。想到这，陈峰双手插兜，迈步走进了洞口。洞口很黑，跟外面完全不一样，里面完全没有光亮。不过这对于陈峰来说不是问题，他有上次从嗜血狂狮那里偷过来的夜视属性，黑夜中的视力增强了不少，足以让他看清楚黑暗中的一切。洞口虽然看着不大，但是进来之后不是一般的大，是非常大。就比如现在摆放在陈峰面前的是5条路，5个洞口都分别指引着不一样的道路，他都懵了。这哪个洞通往以后那边的？陈峰挠了挠头，看着面前的5个洞口，不知如何选择。想了一会之后，陈峰摇了摇头，决定不想了，看命运吧，随便走一个。陈峰随便走进了一个洞口，继续摸索前进。结果刚走没3步，就迎面碰上了8只乌金蚁，等级同样在25级。乌金蚁同样看到了陈峰，立马停了下来，触角动得很快，嘴巴在蠕动，显然是准备通风报信了。陈峰怎么会给他们机会，立即冲了上去，利用强大的力量将其全部干掉。1分钟后，地上躺下了8具庞大的尸体，但陈峰并没有因此升级。可惜了，如果再多10只，我就可以升级了。不过现在需要担心的不是这个问题。陈峰看向周围，他听到很多脚步声，是乌金蚁快速朝他这边走来的声音，就连上面的泥土都在松动往下掉落。应该是他刚刚杀死这8只乌金蚁闹出的动静太大，然后导致其他乌金蚁都听到了，所以全都赶过来了。陈峰嘴角扬起，松了松筋骨，脸上依旧是自信从容。来得真好，他正缺没有魔物杀呢。下一刻，成群结队的乌金蚁从他前后方涌来，等级全都在25到30之间，目测有数十只。杀完这些，估计怎么也得36级吧。陈峰看着这些乌金蚁，舔了舔嘴唇，眼神仿佛在看经验宝宝。乌金蚁们也看到了陈峰舔嘴唇的动作，有智商的他们顿时便意识到，眼前这个人类压根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在挑衅他们。瞬间，乌金蚁们开始躁动起来，虎视眈眈地看着陈峰。而就在这时，陈峰身形一动，快速冲到其中一只乌金蚁面前，蓄力一拳，猛力轰出。轰！那只乌金蚁遭受剧烈重击，瞬间往后飞去，撞开一条道路。身后的乌金蚁全都被这强烈撞击撞得七倒八歪的，过了几秒才重新爬起来。而那只被打的乌金蚁早已没了气息，当场暴毙。看到同伴死亡，其他乌金蚁气愤起来，开始朝着陈峰进攻。数十只乌金蚁一同冲向了陈峰，张开嘴巴的2颗尖牙，想要将其吞噬。来得好！陈峰快速穿梭于乌金蚁群中，每一拳挥出都带走一只乌金蚁的生命。而那些乌金蚁咬在他身上，他浑然不管，因为他的体魄远远超越他们，根本造成不了什么伤害，顶多就是挠痒痒。轰！每一拳挥出，必有一只乌金蚁身体爆开，血液飞溅，满地都是。陈峰且战且进，而乌金蚁们且战且退，从他们的脸色看到了恐惧。眼前的人类根本就不是人，简直就是恶魔，咬都咬不动，而且咬下去牙齿都感觉到痛。但是他打来一拳，当场就得没命。快走！眼前的人类不是我们能对付的，快叫钢筋蚁他们！乌金蚁们真的怕了，要知道他们身上这层乌金色的皮囊可是非常坚硬的，即便是武器砍在上面都难以留下痕迹。可眼前这个人类不仅没有使用武器，而且还是赤手空拳打进来的，一拳就带走一只乌金蚁，这哪里是他的对手啊？只能摇椅了。随着几只乌金蚁离开，陈峰依旧在大杀四方，他并没有阻止那几只乌金蚁去通风报信，之前是怕打草惊蛇，而现在是守株待兔，来的越多他就越开心。果然不到数秒，就又来了数十只看上去比乌金蚁还要炫酷的魔物，它们同样是蚂蚁模样，但是通体钢金色，等级都不一样。钢筋蚁35级，足足数十只35级的钢筋蚁赶来了战场。第26章，魔物竟然打小报告！
此时，现场的魔物高达上百只，一半是乌金蚁，一半是钢筋蚁。钢筋蚁都挡在乌金蚁前方，像是守护他们的士兵。陈锋见状，心中了然，这个蚁巢的战斗分布很均匀，乌金蚁就是子民，而钢筋蚁就是士兵，至于蚁后就是他们的王后。钢筋蚁的到来让乌金蚁们放下心来，不少乌金蚁开始向钢筋蚁说明现场的情况。陈锋很快就看到那些乌金蚁嘴巴蠕动，叽叽喳喳，不知在说些什么，而那些钢筋蚁却时不时看向他，头上的触角越发颤动起来，好像是生气了。好家伙，这些魔物竟然在打小报告！就在陈锋无语的同时，那些钢筋蚁再也忍受不了了，全都冲了上来。陈锋见状，挑了挑眉头，右脚后撤，右拳往后蓄力，等待着钢筋蚁冲过来，便顺势一拳轰出。轰！全身铺满钢筋，无比坚硬的钢筋蚁依旧倒飞出去，冲垮了其他魔物。让陈锋感到意外的是，那钢筋蚁竟然还没有死，只是重伤躺在了地上，依旧还有一口气。要知道，他的体魄起码是一个60级才有的属性，而这钢筋蚁只是35级而已，竟然能抗得了一拳。但很快，陈锋便注意到那只被他打了一拳的钢筋蚁，其身上的钢筋已经凹陷，很显然是遭受了强烈重击才导致的。如果不是这层坚硬的钢筋，恐怕早就死了，也不至于现在还有一口气吊着。好硬的身体，不知道这坚硬的属性能不能盗取呢？陈锋想到了什么，眼前一亮。既然钢筋蚁拥有这么强的身体，那是不是可以盗取坚硬属性来增加自己的防御力呢？如果可行的话，那么他的身躯防御程度将会大大提升，到时候叠加的多，未来岂不是肉身无敌？看着同伴被一拳打飞，奄奄一息，钢筋蚁们顿时停下了脚步，甚至微微后退几步，不敢再上了。不来了？那我可就上了。陈锋淫笑一声，朝着钢筋蚁们冲了过去。盗取坚硬属性！陈锋朝着其中一只钢筋蚁面前的虚无伸手一抓，一股精纯的能量瞬间从他体内飞出，涌入陈锋体内。不同于体魄、速度这些属性，陈锋这次并没有感觉到什么奇怪和特别的感觉，好像什么都没有，又好像有了。下一秒，他一拳轰在那个被他盗取坚硬属性的钢筋蚁身上。然而，这次和刚刚的不一样，这只钢筋蚁并没有倒飞出去，而是直接爆开了。是的，身躯瞬间爆开，血肉飞溅，无论是墙壁还是地面，还是其他钢筋蚁以及乌金蚁身上都沾上了一点血肉。看到这里，陈锋双眸微微放大，心中欣喜，看来是他成功了。他盗取了钢筋蚁身上独有的坚硬属性，加到了自己身上，所以那只就没有了。没有那坚硬身躯的钢筋蚁，就跟普通的35级魔物一个样，承受不了陈锋的一拳，瞬间爆开。那接下来就看一看他到底硬不硬。可当陈锋看向钢筋蚁后，顿时就无语了，因为他刚刚又一拳打爆了一只，结果导致这些钢筋蚁全都不敢上了，一个个后退了1-2米，心惊胆战地看着他。陈锋傻眼了，魔物也会害怕的吗？喂，你们不打我，我很难做的。陈锋走上前，摊开手，很是无奈。而钢筋蚁看到陈锋过来，带着乌金蚁又后退一步。陈锋，这还怎么试验身体硬不硬啊？行，你们不打我是吧？那我就去找你们的蚁后了。陈锋二话不说，转头就朝着深处走去，只有走得深，肯定能碰到蚁后的。钢筋蚁们看到陈锋朝里面走去，立马就急了。他们最大的职责就是保护蚁后，怎会放任陈锋离开去找蚁后呢？刹那间，上百只钢筋蚁和乌金蚁再一次发起进攻。为了蚁后，这个人类必须死。陈锋看着他们冲过来，嘴角微微上扬，停下脚步，等着他们攻击。这就对了嘛，你们不来，我还怎么试验呢？钢筋蚁们张开尖牙，纷纷啃在陈锋的身体上，可当锐利的尖牙啃上去的那一刻，竟然产生钢铁碰撞时发出的铿锵声。无论这些钢筋蚁怎样啃食，都无法将尖牙刺入陈锋的皮肤，仿佛被一层厚厚的钢板阻挡在外面一样。陈锋并没有感受到任何感觉，就好像被蚊虫叮咬了一样，只有那一瞬间的疼痛，然后就没有了。坚硬属性加上他60级的体魄，这防御简直没话说，就好像穿着防弹服一样，充满了安全感。试验结束，防御大大增强。陈锋目光又放在那些钢筋蚁身上，露出了一抹诡异的笑容。那就拿你们来提升我的肉身吧。陈锋猛地一拳将周围所有钢筋蚁全都扫开，他立马看向一只钢筋蚁，便盗取了坚硬属性。盗取完成之后，他立即将其轰死，然后又看向另外一只，继续盗取坚硬属性，再将其杀死。就这样，陈锋不断盗取这些钢筋蚁身上的坚硬属性，然后再将其杀死。当他盗取了差不多20来只的时候，感觉自己的精神力有所不足，便不再盗取。经过这20次盗取坚硬属性之后，他发现这个属性还有一个新的妙用，那就是力量又增强了。他的肉身变得很硬，于是他的拳头理所当然的也变硬了，所爆发出来的力量更强了。
即便不盗取这些钢筋蚁身上的坚硬属性，他现在照样能做到一拳轰死，毫不费力。3分钟过去，钢筋蚁和乌筋蚁全部死绝，地上散落一地血肉，上百具血肉模糊、肉身崩碎的钢筋蚁和乌筋蚁的尸体静静躺在那里，堆在一起的血肉根本分不清这里面哪些是乌筋蚁和哪些是钢筋蚁的。他们那坚硬的肉躯仿佛遭受了剧烈重击，全都烂了，成了一滩肉泥。这倒是制造肉饼的好食材。要是让外人看到这一幕，肯定大吃一惊。钢筋蚁是出了名的硬，是很多新人的噩梦，根本没有多少人敢招惹这些那么硬的魔物。而现在，一只只都被陈峰一拳轰烂，死相惨烈。不错，连升4级。陈峰满意的点了点头。灭了这上百只魔物之后，他的等级来到了38级，将升级得到的属性点全都加在了智慧上。杀了这么多魔物，应该回到排行榜第1了吧？想到这，陈峰打开排行榜，想要看看分数达到了多少。卧槽，这些人都是干弟吗？看着排行榜的排名，陈峰傻眼了。第27章干弟。1. 穆清望6720。2. 李妍妍6510。3. 沈竹6390。4. 陈峰6190。这3人的分数竟然比他还要高那么多。陈峰本以为自己杀了这么多魔物，应该重回第1名了，没想到这些人的速度那么快，看来是自己之前拿了第1名之后，激发了这些天才的胜负欲，导致他们的速度快速增长了。不愧是天才，速度比起来慢不到哪里去。看来我也要加把劲了。陈峰关闭排行榜，松了松筋骨，朝着里面走去。万寿林，一名少女正扶着一个口吐鲜血、衣衫破裂、身负重伤的少年穿梭在森林之中，步伐很快。少女时不时就回头看一眼，脸色着急且害怕，但看到后面没人的时候，又露出一抹欣喜的笑容。然而步伐没有半点变慢，依旧快速前行。嗨嗨，该死，那群家伙到底是什么人啊？为什么唐才会莫名其妙攻击我们啊？少女身旁的少年咳嗽2声，擦干嘴边的鲜血，艰难回头，担忧的目光看向身后，见没人追来，才放下心来。如果陈峰在这里，肯定很惊讶，因为这个口吐鲜血的少年正是李青，而他身旁的则是左灵。不知道他们的实力好强，虽然看着都是20级，但绝对不是20级该有的实力，而且似乎都是刺客。左灵回想着刚刚发生的一幕，内心感到后怕。他们3人从进入1号秘境之后，就开始不断杀怪，争取拿到更多的分数。可慢慢，他和李青就发现唐才有些不对劲，一句话都没有说，冷漠的很可怕，而且杀怪也是慢吞吞的，没有半点精神。起初2人还以为唐才有些不舒服，可李青的脾气可不是能忍受的。就在他们杀了接近2个小时的魔物之后，李青终于忍不住了，开口质问唐才，为什么杀魔物慢吞吞的，看上去很不想拿分数一样，如果不想就滚出这个队伍。左灵同样对唐才表示不满，校长组织他们这个队伍就是想着人多力量大，能够拿到更多的分数，取得优异成绩，进入更好的大学。可唐才这吊儿郎当的样子太令人不爽了。而当唐才被李青呵斥之后，他并没有生气，而是冷笑了一声，旋即打了一个响指，说出了让他们害怕的一句话：既然我的人都到齐了，那你们就上路吧。随着唐才的声音落下，周围出现了3个学生，2男1女，脸色冷漠地看着他们，而那眼里的杀意却怎么都藏不住。那一刻，他们才意识到事情的不对劲，唐才想要杀了他们。虽然唐才几人的实力很强大，但李青和左灵的实力同样不低。李青是光明牧师，牧师中最具有战斗力的隐藏职业，而且治疗效果相当可以。别看左灵是个女生，她觉醒的可是狂战士，战斗狂人的她作为队伍的主力，实力不容小觑。于是在李青的强大治疗下，2人硬是跟其他人打得有来有回，且战且退，最终找到了机会逃出升天。怎么办？你身上的伤那么严重？左灵低头看着李青胸口有一道很明显的刀痕，鲜血不断流淌，导致李青的脸色越来越苍白。没事，找个地方休息一下，我的技能可以让我慢慢恢复过来。李青摇了摇头，他是光明牧师，疗伤什么的最在行了。那里有个洞口，我们去那里休息。左灵左顾右看，脸上骤然露出喜色。他在远处的方向看到了一个洞口，那里似乎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李青点了点头，缓缓低下头，闭上眼睛，脸色越来越不好了。左灵见状，加快了步伐，扶着李青快速跑到了洞口。而来到洞口的那一瞬间，看到洞口处的场景时，左灵浑身一震，瞳孔收缩，愣在了原地。怎么了？李青感应到左灵停下来了，艰难抬头。下一秒，他也愣住了，面前竟然躺着5具魔物尸体，而且都是25级左右的魔物，散发着难闻的腥臭味。这里好像有人来过了。左灵眼神露出一抹担忧，虽然不知道里面的是什么人，但如果是跟唐才一伙的人，那就危险了。
先进去看看，我的伤在不治，就要死了。李青咬了咬牙，挣扎开左琳的手，颤颤巍巍，一瘸一拐地走了进去。左琳见状，连忙走了过去，扶着李青进入洞口。两人越走越深，而那股腥臭味越来越浓，全都汇聚在洞口里面。仅是闻一下，便感觉胃里翻江倒海，好难闻的味道，想吐了。左琳另一只手捂住口鼻，将那股呕吐感强行压回胃里。先放我下来吧，我们就在这里养伤，这里这么臭，唐才他们应该不会想进来的。好。左琳慢慢将李青放在地上，而李青靠着墙壁，连忙施展了自己的技能光明疗愈。一道圣光降临，点点光芒洒落在李青身上，渗入到李青的体内。只见那些伤口在缓慢愈合，先前流个不停的鲜血慢慢止住，不再流血。李青的脸色逐渐好转起来。左琳看着李青的脸色逐渐好转，自己盘腿而坐，从个人空间里面拿出一些可以补充能量的食物，开始吃了起来。跑了一路，他都饿了，何况战斗消耗的体力和精神力到现在还没有补回来。趁着现在有时间，赶紧补充一下体力，免得唐才找上来的时候没有体力反击。两人依靠在一起，李青疗伤，而左琳则是坐在他旁边保护着他。此时洞口外5公里，老大，他们两个好像往那个方向跑了。一个穿着斗篷戴着帽子看不清楚容貌的男子蹲下身子，摸了摸地下的一片树叶，而树叶上沾了2滴鲜血，旋即回头看向一个脸色冷漠的少年。一个重伤，一个女生，他们两个跑不了多远的，继续追。唐才看向李青和左琳逃跑的方向，眼睛眯了眯，下达命令。是。一时间，数名穿着斗篷的男子便朝着同一个方向急速前进。第28章，少儿不宜。洞口深处，不是，这以后在哪里啊？都走半小时了，竟然还没有看到。陈峰有些无语，他从上面一路杀下来，等级都来到40级了，结果还没有看到以后。但不得不说，这一潮的魔物是真多，他从上面杀到下面，起码杀了200多只，接近300只的魔物，全是钢筋蚁和乌金蚁，分数也暂时来到了第1名，拥有8000多分，接近9000。不过底下的那几个天才速度同样不慢，估计没有几分钟就追上来了。啊！就在这时，陈峰的耳朵微微动了动，他听到阵阵呻吟，这声音简直不堪入耳。听到这里，陈峰的脸色微微红润起来，该不会在这洞口里面还有人做那种事情吧？这得是多变态的人才做得出来。为了探查事情的真相，陈峰觉得有必要去一探究竟，于是他迈着步伐朝着那声音走去，越是靠近，声音就越大，他的脸色也越来越红。不过他很快就为自己的想法而感到羞耻，因为这压根不是他想的那样，而是……陈峰走到一处洞口，看着里面的一切，瞳孔收缩，嘴巴微张，整个人都愣住了。洞口内，一只肥胖且庞大的白色身躯正躺在那里，身长8米，宽长5米，而肚子更是肿大。魔物在不断呻吟，发出奇怪的声音，而他身旁有数十只钢筋蚁。令人感到惊恐的是，随着那庞然巨物的呻吟落下，从它的尾端位置竟然慢慢滑落出一只乌金蚁，其身上还带有粘稠的液体，但很快就被它吞入腹中。乌金蚁20级。陈峰看到这个信息吓了一跳，这一出生就20级，这是什么玩意啊？太恐怖了吧！陈峰又看向那蚁后，猛然虎躯一震，瞪大双眼。万蚁之后50级 BOSS，50级的 BOSS， 这是他见过最高等级的 BOSS， 怪不得生出来的崽就是20级，连老妈都是50级，能不强吗？陈峰嘴角微扬，总算找到蚁后了。陈峰迈步走了出去，以后在看到有人类进来的那一刻，发出了尖锐爆鸣。吱，尖锐的声音让陈峰的耳朵都有些难受起来，这声音就好像用指甲划过黑板一样，听着很难受，鸡皮疙瘩都起来了。那些钢筋蚁也注意到了陈峰，发了疯似的蜂拥而上。妈的，吵死人了！陈峰强忍着难受，开始虐杀起这些钢筋蚁。现在的他一拳一个钢筋蚁，毫不费力，短短2分钟，他便将在场的钢筋蚁全部杀尽，就连刚刚出生的乌金蚁他都没有放过，一拳就送他回去。可怜的乌金蚁刚出生就又去投胎了。看到陈峰杀了自己的孩子以后，再次发出尖锐爆鸣。盗取体魄！陈峰朝着虚无伸手一抓，先是盗取了以后的体魄属性。那一刻，一股非常精纯的能量涌入他体内，感觉浑身都充满了力量。陈峰打开个人属性面板一看，挑了挑眉毛，咧嘴一笑。他这次盗取竟然盗取了40点体魄，果然是第一次盗取，每个魔物的第一次盗取总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以后的第一次给他拿了，竟然增加了40点体魄，意外之喜。而被盗取40点体魄的以后，只是停了几秒，然后又开始发出尖锐爆鸣。陈峰见状，嘴角微微抽搐，这以后除了发出尖锐爆鸣之外，是不是没有其他功能了？怎么从进门到现在
就一直在叫啊。陈峰停下来观察了几秒，发现这以后好像没有战斗能力，他除了躺在那里发出尖锐爆鸣之外，连翻身都没有翻，除了一开始那肚子上的无数小脚动了一下之外，没有其他动作了。陈峰摸了摸下巴，沉思了一会，难不成这以后是一个完全没有战斗功能的生产机器？可他没有战斗能力的话，是怎么来到50级的？这时陈峰发现以后身旁除了那些钢筋蚁的尸体之外，还有很多其他魔物的尸体，不过早已腐烂，散发着恶臭，像是死去了好几天。在这一刻，陈峰恍然大悟，心中了然，原来这以后之所以能50级，完全是靠那些钢筋蚁和乌金蚁给他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才慢慢升级的。魔物的升级跟人类不一样，人类可以通过击杀魔物来获取经验升级，但魔物就不一样了，它们只需要吸收能量就可以慢慢升级。而魔物的血肉蕴含着能量，所以魔物吃同类是可以进行升级的。这也就解开了以后没有战斗能力却能达到50级的原因。看来这以后就是一只只会吃喝以及生孩子的废物，没什么战斗能力。想到这里，陈峰就放心了。好不容易碰上这么一只高等级的 BOSS， 那当然要好好盗取一番，要不然都对不起他找了这么久。陈峰盘腿而坐，坐在以后前面，开始了不停歇的盗取。盗取体魄，盗取体魄。陈峰不断盗取，等到精神力衰竭的时候，他从个人空间里面拿出精神力药剂，打开盖子就喝了下去，缓慢补充精神力，继续盗取。5分钟后，这一次竟然只偷了5点，这也太少了吧。陈峰嘴角抽了抽，站了起来。进行最后一次盗取之后，他停了下来，不再打算盗取了，因为盗取的体魄越来越少了，这最后一次竟然只有5点，还不如去盗取其他魔物，第一次好歹还能有个7、8点，没必要把精神力浪费在这里了，毕竟等级的差距，他施展盗取的话，精神力消耗比盗取其他魔物的时候还要高，要不是以后盗取出来的属性太多，他都不想盗取。5分钟，他喝完了3瓶精神力药剂，总共盗取了120点体魄，等于是将升了24个等级后的全部属性点都加在体魄上，收获颇丰。他现在的体魄相当于是一个93级且全点体魄才能达到的程度，465点体魄，非常恐怖，40级就拥有93级的实力，这无疑是最吓人的。因为别人看到陈峰40级，有些会掉以轻心，但他们永远想不到40级背后的力量却是93级，足以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接下来以后没有了利用价值，陈峰看向虚脱到无法再发出尖锐爆鸣的以后，露出一抹笑容，发出邪笑，便朝着以后走去。接下来的内容少儿不宜，请在大人的陪同下观看。第29章大爆特爆。洞口深处，以后静静躺在那里，早已没了生机，胸口被洞穿，肠子顺着血液流得满地都是，再也无法发出尖锐爆鸣。陈峰浑身闪烁3道金光，杀了以后竟然连升3级。他满意的点了点头，不愧是 BOSS， 提供的经验就是庞大，一下子就来到了43级。按照惯例，把升级所获得的属性点全都加在了智慧上，精神力又一次提升不少，又能盗取不少次了。加完属性点后，陈峰看向以后的尸体，刚刚爆出来的战利品，他还没有来得及查看呢。地上总共有5个闪烁金光的战利品。经验卷轴，使用过后可以获得1个小时的经验双倍 buff。 看到这个，陈峰脸上露出一丝欣喜，他缺的就是快速提升等级的东西，而这经验卷轴绝对是好东西。要知道，经验卷轴这玩意在外面可是卖很贵的，高达数百万，而且还属于有价无市的那种。因为这玩意只有打 BOSS 的时候才能爆，其他人根本没法造出来被誉为神的物品。没想到让他这么好运爆了出来，现在是不可能使用的，要使用也得出去再用，到时候找个高等级魔物多的秘境，用卷轴进去大杀特杀，那样才是最完美的使用。旋即，陈峰将其收入个人空间，又看向下一个战利品——血肉小甲，穿戴在身上可增加25点体魄。看到这个装备，同样是眼前一亮，他身上除了手上这个银白色的暴击拳套之外，还没有其他装备。每个人可以装的装备都是有限的，有2个武器框，一个护甲框，一个裤子框，一个靴子框，2个项链框，2个戒指框，仅此而已。按照史书上所讲，从觉醒降临的那一天开始，大家都是固定的，从古至今都没有什么特殊的人可以比大家穿戴的装备多几件，大家都只能穿戴这么多。增加25点体魄，等于升了5级，倒也不错，先用着。陈峰捡起装备，打开个人装备栏，将血肉小甲拖入到框内，一股莫名其妙的感觉包裹着身体，有种安全感涌上心头。而属性面板的体魄多加了25点，这代表着装备已经生效，可以随时拆下来，但是拆下来之后，那25点体魄会跟着消失。穿戴好装备后，陈峰又看向下一个战利品——飞速之靴，穿戴在身上可提高5%的速度。这个装备倒是没有让陈峰有太大的惊喜，
只能说聊胜于无，增加了5%的速度。毕竟他的速度可以靠盗取来提升，虽然是短暂，但是随着他升级，他发现时间越来越长了。总有一天，盗取的速度属性会变成永久的。陈峰随意穿戴起来，便看向下一个战利品，看到物品的信息后笑了起来，终于有他需要的了。精神力药剂 X5， 没错，就是那个可以缓慢恢复精神力的蓝色药水，确实很需要。陈峰将其收起来，旋即看向下一个。可当他看到下一个物品的时候，先是一愣，后是瞳孔剧烈收缩，震惊的瞪大双眼，满眼不可思议。蚁后之巢，蚁后死后所化为的卵巢，每24小时即可诞生一只同等等级的钢筋蚁，需绑定。每24小时就诞生一只同等等级的钢筋蚁，而这个同等等级是它的等级，也就是说，它多少级，所诞生出来的钢筋蚁就是多少级。改天它1000级了，就能诞生一只1000级的钢筋蚁。这是一件可成长的神器，放在现在可能不强，但是以后必然是神器。陈峰拿起这像个鸟窝一样的蚁后之巢，刚拿起来便有一道提示出现在眼前：使用该物品需要绑定，绑定过后无法解绑，无法交易，无法丢弃，无法销毁，将会伴随一生。这种宝贝他珍惜还来不及呢，怎么可能销毁呢？陈峰二话不说便确认绑定。一瞬间，他冥冥之中感觉他与手上这个蚁后之巢有了一种莫名的感觉，可以查看它的详细信息。这个蚁后之巢竟然自带一个生物空间，每24小时所诞生的钢筋蚁都会在里面，最多只能容放10只钢筋蚁，而数量一旦达到上限，将会自动停止诞生，时间会卡住，直到释放空间才会重新开始倒计时。看到这里，陈峰顿时想到了这个神器的妙用，打敌人一个出其不意。对面想要以多欺少，他直接放出10只跟自己同样等级的钢筋蚁，局势立马就能扭转。就是不知道这钢筋蚁杀魔物的话能不能获得经验，要是能给他分经验的话，那这件神器的价值会更高。接下来就等着第一只钢筋蚁诞生吧。收完战利品后，陈峰转身朝着洞口外走去，这里已经没有魔物可以杀了。洞口外，老大，那边有个洞口，死了很多乌金蚁，散发着难闻的腥臭，而那血液到了那边附近就没了。你说他们会不会躲进山洞里面了？一个身穿斗篷的异端会成员指着远处的洞口，而那里正是李青和左灵休息的地方，同样也是陈峰杀怪的地方。刚刚几人一路追着李青的血迹，找到这附近，发现血迹在这里消失了，于是他们断定李青两人躲在了里面，而地上的乌金蚁尸体以及里面的腥臭味让他们停在了这里。唐才看向洞口，点了点头，又看向手下，很有可能咱们进去搜，他们走不远的。但同时他内心有些疑惑，李青被他打到重伤，而左灵体力不足，这地上的5具魔物尸体是谁杀的？难道李青仍有余力？算了，不想那么多，先进去把这两人杀了，再继续抓剩下的天才。是，老大。几位穿着斗篷的异端会成员当任起领头羊，朝着洞口深处探索。洞内十分漆黑，伸手不见五指，但这对于异端会的成员来说不值一提，他们都拥有一项技能，名为夜眼。开启技能之后，即便是夜晚下，毫无灯光下，他们依旧能看得一清二楚，这就是刺客所拥有的恐怖技能。异端会成员缓慢摸近，而陈峰正朝着洞口外走去，李青和左灵则是盘坐在比较中间的地方。老大，找到他们了。第30章，绝望之际，陈峰救场。李青和左灵坐在一起休息，而李青的伤势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左灵的体力一样回得七七八八。老大，找到他们了。就在这时，旁边传来一道喊声，瞬间将两人惊醒。李青虎躯一震，睁眼一看，便看到一个穿着斗篷的异端会成员站在距离他们10多米的地方。一瞬间，李青拉着左灵后退数米，心惊胆战地看着面前的异端会成员。没想到对方这么快就找过来了，这下要难办了。没想到啊，你们两个小家伙竟然躲在这里，真是让我们好找啊。异端会成员嘴角弯起，露出一抹冷笑，吓得李青和左灵两人再次后退。踏踏踏，这时外面传来脚步声，看到来人，李青和左灵的脸色同时难看起来，心悬了起来。来者正是唐才，身后还有3名异端会成员，他们已经将洞口堵住了，眼下已经无路可走。跑啊，怎么不跑了？哈哈哈，无路可走了吧？两个小老鼠竟然跑得这么快，活腻歪了。几个异端会成员阴笑地看着李青和左灵两人，那眼神就好像老虎看待宰的羔羊般戏谑，充满杀意。别废话了，速战速决。唐才面无表情，随意甩了甩手，淡淡开口：是。现场的异端会成员同时点头，朝着李青两人冲了上去。光明屏障。李青从个人空间拿出自己的魔杖，单手握住，猛砸地面，轻喝一声。刹那间，
一道金黄色的保护罩出现在两人面前，散发着淡淡金光，好不耀眼。异端会成员手持锋利短刃，眼里闪烁森然寒芒，闪身上前切割着保护罩，刀身划过屏障，留下细长光痕，但很快又恢复如初。找机会逃跑，我这光明屏障撑不了多久的。李青咬着牙，脸色逐渐苍白，持着魔杖的手都在微微颤抖。光明屏障是靠着他精神力来维持的，而敌人攻击在屏障上会加快他的精神力消耗。现在的情况，他顶多只能支撑1分钟。如果唐才出手的话，他恐怕连1分钟都撑不了。我们身后还能走，但是不知道里面有什么。左灵手持双斧，左看右看，最终看向身后。先不管那么多了，咱们一点点往后走。李青咬紧牙关，加大精神力输出，慢慢往后退。屏障随着两人移动，同样在缓慢后退。火球术！就在这时，一道声音响起，无数颗火球轰击在屏障上，瞬间爆开，屏障破碎。李青精神力消耗殆尽，被爆炸的余波冲击，向后倒飞出去，滚落在地，翻滚了数圈才停下来。左灵手持双斧，格挡在自己前面，同样是被余波冲击倒退数步，才勉强停下脚步。没事吧？余波停下之后，左灵连忙跑去扶起李青。没事，就是精神力消耗完了。李青摇了摇头，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捂着胸口，脸色很是难看，惊恐的眼神看向唐才。该死，是唐才出手了。刚刚那火球术就是出自唐才之手，也就是这一点，让他们知道现在的唐才已经不是原本的唐才。毕竟原先的唐才可是奇遁士，怎么可能会火球术？那是法师才有的技能。你到底是谁？为什么要追杀我们？左灵眼神恐惧，扶着李青，朝着唐才大喊起来。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要死！唐才再次挥手示意手下攻击，瞬间异端会成员又冲了上去，而这次李青他们没有光明屏障可以阻挡了。你快走，我已经废了。李青松开左灵的手，着急地看向左灵。眼下他们两个都跑不掉，如果他拖住这些人的话，左灵是有机会跑的。只要左灵走了，就可以去报告监考老师。若不是他们的手环被抢走了，也不会面临如此绝境。跑不掉了，我和你一起对抗他们。话音落下，左灵手持双斧便冲了上去，释放狂暴技能，跟异端会成员拼杀一起。但他的战斗经验还是太弱了，何况体力以及伤势都没有恢复到巅峰，短短1分钟就败下阵来了。左灵一不小心被刺中腹部，鲜血流淌，连连后退，回到李青身旁，脸色煞白。左灵，左灵！李青抱着后退的左灵，摇晃着他的肩膀，你可千万别死啊！李青咬着牙，心生愤怒，但又十分无奈，一股强烈的无力感涌上心头。他恨自己没用，被一个女生保护，除了那点保护和回血技能之外，一无是处。更何况现在连左灵都身负重伤了，他们这次恐怕逃不出去，要死在这里了。你们两个还有什么可挣扎的吗？乖乖受死吧！异端会成员再次冲了过来，而李青两人已经穷途末路，绝望地闭上了眼睛，等待死亡。枪！死亡的感觉并没有来到，李青两人反而听到一道钢铁碰撞的声音，似乎是刀刃砍在钢铁上产生的声音。李青和左灵疑惑的同时睁开眼睛，浑身猛然一震，因为在他们面前有一道背影，一道充满安全感的背影，帮他们挡下了攻击。尤其是李青看清楚这背影后，先是一愣，后是双眸瞪大，瞳孔剧烈收缩，满眼都是不敢相信，因为眼前这个人他认识。你是什么人？异端会成员全体暴退数米，神情紧张地看着眼前的男生，满眼不可思议。就在刚才他们即将杀死李青两人的时候，这个男生凭空出现，以迅雷之势来到他们面前，伸出了手，以肉身格挡他们的短刃，而短刃仿佛砍在了钢铁之上，发出铿锵一声，未能进入血肉半分。最诡异的是，连痕迹都没有留下来。这一切都太匪夷所思，让他们害怕。眼前的男生是人还是魔物？如果是人，又怎能挡得了他们的一击？这可是有着40级的全力一击。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异端会的人都得死。第31章恶魔。陈峰看着眼前的异端会成员，面色冷漠，内心同时有些诧异。他知道李青等人肯定会被追杀，但没想到异端会的人会伪装成唐才，并且追杀他们来到这里。要不是他就在这里打 BOSS， 恐怕李青两人都得死在这里吧。李青这人虽然每次都针对他，但罪不至死，他没有那么小心眼，更没有看着同学在自己眼前死去的狠心。何况这出手救下来，对他来说就是小事。而陈峰的话让在场的众人都大吃一惊，尤其是李青和左灵，他们一直都不知道这些人是谁，为什么追杀他们。听到陈峰的话之后，震惊地看向异端会成员，竟然是异端会，那个只为猎杀天才而诞生的邪恶协会。100年前到现在，不知道有多少天才死在他们手里，
他们就是华夏的一颗毒瘤，任何人都想铲除，却春风吹又生的毒瘤。你知道我们？异端会其中一个成员瞪大双眼看着陈峰，心中很是震惊，对方竟然知道他们。其他人同样有些吃惊，但很快想到了什么，立马就有人开口：难道你之前碰到了我们的成员？当然，全都被我杀了。陈峰满不在乎，随口回了一句。闻言，异端会众人瞬间握紧手中锋利短刃，摆起架势，刀刃对准陈峰，随时都会发起攻击。没想到眼前这个毛头小子竟然杀了他们的成员，怪不得他会知道异端会入侵，原来已经有人失败了。不能留，凡是知道的人通通不能留。唐才皱起了眉头，思索着眼前这个人是谁，竟然能杀了他们异端会的人。要知道，为了这次的行动，总部那边制定了一个无比完美的计划，无论是时间、地点以及参与任务的人数，通通都规划好了。首先排除顶尖天才，比如穆清望、李妍妍等人，他们纳入了第一名单。这些人不可一开始就刺杀，因为不知道对方是否拥有神器亦或者神技和极高的天赋。因为这些天才家底都非常有底蕴，长辈为了这次的高考，肯定会给许多防身的道具，以此保命。所以异端会决定先从下往上杀起，先杀那些普通学生，再杀优秀的学生，再杀天才，最后留下顶尖天才，集结在一起再围杀。这就是穆清望等人活得好好，还能平稳刷怪，而其他人却遭受异端会的追杀以及刺杀的原因。主打就是一个先挑软柿子捏。可既然面前的陈峰是第一批，那就意味着他的天赋很垃圾，职业很垃圾，算不上天才，就是个普通学生。按道理其他人是不可能失误的，可为何还能活着在这，甚至被反杀呢？唐才觉得很奇怪，但眼下不是想那么多的时候，先杀了这些人再慢慢想。杀了他们，一个不留。听到唐才的命令，异端会众人点头，瞬间逼近陈峰。陈峰，小心！李青见状惊呼大喊。虽然不知道陈峰为什么出现在这里，但他还是很感谢，毕竟陈峰的出现给他带来了一丝希望。枪！短刃砍在陈峰身上，再次发出钢铁碰撞般的声响，让异端会成员大惊失色。可未等他们后退，陈峰出手了。打了那么久，轮到我了。陈峰嘴角微扬，身形如鬼魅般消失不见，再次出现，已然到了某个异端会成员的背后。小心身后！其他人看见，连忙大喊提示，可为时已晚。陈峰弯曲右臂，猛然挥出一拳，结结实实地打在那名异端会成员的背上。轰！那人瞬间弯曲，手脚都向后弯着，而其实是他的脊椎被陈峰打到向前突出去了，像只反向弯曲的龙虾一样砸倒在地，彻底失去了生机。众人见状连连后退，震惊地看着陈峰，一拳就用了一拳就打死了，这是什么恐怖实力？眼前这个男生到底是谁？异端会成员众人的眼神露出久违的恐惧，他们已经好久没碰到过这么恐怖的敌人了。这种从内心深处升起的恐惧，是对死亡的害怕，是绝望。你到底是什么人？这实力绝对不是普通学生。其中一人看着陈峰震惊大喊，难道资料有误？总部把一个顶尖天才不小心放进普通学生的名单里面了？这种失误非常致命。陈峰并没有说话，身形再一次消失，速度快到看不见。你有速度，我们也有。一声喝下，几名异端会成员的速度骤然飙升，同样消失在原地。可盗取速度！一道如恶魔低语的声音在虚无的空间中响起，异端会众人全部显露身影，而速度变得十分缓慢，宛如蜗牛。这一刻，他们脸上露出难以置信的恐惧神情，这种诡异的现象他们从未见过。仅仅是低语一声，他们的速度就真的慢下来了。这种东西闻所未闻，从古至今都没见过如此诡异的能力，到底是什么职业才能做到这一步？而未等他们惊讶，陈峰再次出现，又是随手一拳轰在某一人的头颅上，瞬间爆开，脑浆伴随血液飞溅到其他人脸上。瞬间宛如恶魔地狱重现人间，众人心生恐惧，看着陈峰仿佛看着撒旦，每一拳都带走一条活生生的人命。而每次杀人，那少年的脸上依旧风平浪静，仿佛这对于他来说跟切菜煮饭没什么两样，普普通通。1分钟，除了唐才之外的异端会成员全部毙命，尸体静静躺在地上，成为了那些钢筋蚁和乌筋蚁的一员，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李青和左琳目瞪口呆地看着这场陈峰的个人秀，早已经麻木，从未见过这么恐怖的场景。他到底是谁？好厉害啊！左琳张大的嘴巴微微开合，口中喃喃。他是陈峰，曾经的理论天才，现在的……李青犹豫了一下，再次开口：现在的天才。左琳听到李青的话，瞳孔剧烈收缩，僵硬地转过头看向李青，又看向陈峰，满眼不可置信。陈峰这个名字，整个秦都一中都不会陌生。理论天才，觉醒盗贼，
天才沦为废物，成为人人唾弃的小偷。而现在，在他眼前的根本不是一个盗贼，而是恶魔，一个随手就可带走一条生命，一个杀戮残忍且面无表情的冷漠魔鬼。怎么可能是大家所说的废物？第32章，一个屏 A 对面放大了。你到底是谁？此时场上只剩下唐才还没有死，他强装镇定地看着陈峰，脑子飞快思索来之前所看的资料，却怎么都找不到关于陈峰的资料。这样的实力必定是天才所拥有的，而天才他们肯定不会遗漏。这个问题你们到底要问多少遍啊？陈峰掏了掏耳朵，有些无语。这个问题从刚刚到现在，他们起码问3遍了吧，听都听烦了。要不你先告诉我你是谁，我再说行不行？看到陈峰很不耐烦的样子，唐才有些生气，直接撕掉了自己的伪装，露出一副普普通通的模样，很大众的样貌，即便走在路上都不会有人注意到的那种，咧嘴笑了起来，笑容就跟蝙蝠侠电影里面的小丑一样。我是异端会秦都市分会第3组长汪明。汪明从个人空间拿出法杖，身披法袍，眼神凶狠地看着陈峰，到你了，小子，报上你的名字，我们异端会不杀无名之人。陈峰，不是吧？就说了一句话，就把异端会成员的身份给套出来了。仅仅一个屏 A， 对面放大了。陈峰属实无语了，他感觉这些异端会成员的脑子似乎都不太好。不过这信息倒是挺有用的，没想到这异端会组织构建那么好，不仅有总会，还有城市分会，就连组长都有，跟上市公司一样。行吧，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那我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听好了，本人陈峰，行不改名，坐不改姓。陈峰双手插兜，随意回答了汪明。你就是陈峰？汪明脸色一正，浑身一震，眼神有些震惊，但很快又大笑起来，哈哈，果然老天爷都眷顾我，得来全不费功夫啊！既然让我碰到了排行榜上的陈峰，我要是杀了你，会长得怎样奖励我呢？早在之前，异端会成员发现陈峰登顶排行榜第1的时候，就通过秘密手段联系所有人，如果碰到陈峰的话，就立马召集附近的人集体围杀。可是陈峰的资料他们都不知道，所以只能碰运气。万万没想到他竟然这么幸运，追杀2个天才，还顺带碰上了陈峰，简直就是老天追着喂饭吃啊！只要杀了陈峰3人，提着头颅去见会长，他这第3组长岂不是能一跃而飞，成为第1组长？好，那就拿你当我的垫脚石，成为第1组长。汪明咧嘴一笑，单手挥舞法杖，重重砸在地上，轻喝一声冰霜术。刹那间，洞内的温度急速下降，如同进了冰库般寒冷，冷冽的寒风划过3人的脸颊，在李青和左麟脸上划出细长划痕，又冷又痛。不过这对陈峰倒是没什么影响，他硬得很。而冰霜术可不只是吹冷风那么简单，寒风逐渐凝聚，成为一根根锐利尖刺的冰锥，悬浮在汪明身上，目测数10根。去！汪明轻喝一声，冰锥如子弹般朝着陈峰等人呼啸而去，锋芒夺目。陈峰眼都没眨，只是面色平静地站在那里，在其他人的眼里仿佛已经傻了。陈峰，快躲开！李青大喝一声，想要再次开启光明屏障，可之前消耗太多精神力，现在无法开启。左麟同样想站起来帮忙格挡，可有心无力，只能眼看着陈峰承受。哼，真是个傻逼，竟然想着肉身挡我冰霜术，不自量力！汪明冷笑一声，还以为是什么天才呢，结果就是个蠢材。他的冰霜术可不是刚刚那些短刃能比的，锋利程度起码翻5倍，而且他的属性可是55级大法师才能有的属性面板，在这高考秘境里面就是碾压式的战力，只要不是那几个顶尖天才，他都能轻松应对。陈峰想靠肉身格挡，痴心妄想！平平平，阵阵清脆的声音响起，这声音就好像冰块掉入玻璃杯里面所发出的碰撞声音。汪明看向陈峰，瞳孔剧烈收缩，虎躯一震，随后连连后退，拿法杖的手都在微微震颤。只因所有冰锥飞刺到陈峰身上的时候，竟然丝毫不动，彻底被隔挡在皮肤之外，甚至连皮肤都无法渗入，从中崩断，化作冰渣掉落在地。这一幕看傻众人，利剑般的冰锥竟然无法穿透陈峰的身体，甚至连痕迹都没法留下来。这真的是人吗？确定不是钢铁人吗？他好硬啊！左麟微张嘴巴，看着前面高大威武挡在他们面前的陈峰，口中喃喃：真的好硬。李青点了点头，他很赞同左麟说的话，陈峰真的硬。你怎么那么硬？汪明瞪大双眼，神情恐惧地看着陈峰，怎么都想不明白，怎么还有这么硬的人能够肉身格挡冰霜术？真的假的？不可能，他肯定有护甲在身上，可以抵挡一次技能，要不然怎么挡得了呢？想到这，汪明咧嘴一笑，他觉得肯定是这样的。陈峰看着一会震惊，一会又笑起来的汪明，
浑身起了鸡皮疙瘩。这个异端会的人该不是变态吧？怎么面部表情那么多？算了，赶紧解决这个变态才行。下一秒，就在汪明还在想着陈峰有护甲，打算再用一次技能秒杀他的时候，陈峰不见了。盗取体魄。这时，一阵清风拂过汪明的脸颊，伴随的是一声恶魔低语。突然，汪明如炮弹般瞬间倒飞出去，径直飞出了洞口外，直接飞进森林，连撞好几棵树，直到撞破7棵树，才终于停了下来。李青和左琳看到这一幕，早已被吓到目瞪口呆，两人的眼睛瞪得如灯泡般圆滚，震惊地看着眼前的陈峰。刚刚所发生的一切，他们都清清楚楚看到了。陈峰快速冲过去，给了那汪明一拳，然后汪明就飞了。陈峰挺直腰板，看向外面的汪明，拍了拍手，朝着外面走去。他应该死了，我先去刷怪。如果你们坚持不下去，可以向老师求救，拜拜。陈峰头也没回，举起右手挥了挥手，便离开洞口。李青和左琳相互看了看，都从彼此的眼神中看到了懵逼，一拳就打死了。李青反应过来，快速跑出洞口，想要跟陈峰说些什么，可跑出去的时候却不见陈峰的身影，让他一愣。旋即他又跑过去查看汪明，让他大吃一惊。汪明全身上下骨骼全部断裂，尤其是胸口的肋骨碎成了粉末，内脏全部成了烂泥，张大嘴巴，瞪大眼睛，静静躺在一棵断裂的大树下，死不瞑目。这种情况只有一种，那就是走在铁轨上，被一辆急速行驶中的高铁正面撞击，才能达到这个伤势。陈峰，他的力量到底有多恐怖？洞内，李青无神地走了回来。左琳见状，捂着胸口，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担忧地看着李青。怎么样，陈峰呢？那汪明死了吗？死了，死的不能再死，全身上下没一块是好的。李青愣愣点头，回答着。死了那不应该高兴吗？你怎么看着有点闷闷不乐？左琳皱着双眉，有些疑惑。没，他死了，我很开心。李青摇了摇头，露出一个笑容，但内心却有些复杂。看来我是没法超越陈峰了，他依旧那般光彩夺目，依旧是那个父母中的别人家的孩子。那就好，我们先休息，待会再杀怪。左琳立马盘腿而坐，休息疗伤。我给你奶。李青点了点头，使用治疗术，一道光芒沐浴在左琳身上，身上的伤势逐渐好转起来。李青见状笑了起来，却转头看向洞口外，脸色复杂。陈峰，谢谢你，不过我依旧会打败你的。随后李青盘腿坐在左琳身旁，恢复着精神力。现在异端会的追杀暂时没有了，他们就要继续杀怪，争取在高考上取得好成绩，前往更好的大学。第33章土熊像。没想到那异端会的小组长属性挺多的嘛。陈峰看着属性面板的体魄属性，刚刚盗取了汪明的体魄，结果偷了40点，看着平平无奇，其中内有乾坤，早知道就多偷几次，不那么快打死了。下手重了点，下次得慢慢来才行。陈峰停下了脚步，眼神冷冽起来，嗅了嗅鼻子，微微皱眉。他闻到一股很浓的血腥味，比先前在蚁巢里面的还要浓，还是在不远处传来的。陈峰想了想，决定还是过去看看，如果能碰上什么 BOSS 就好了。吭哧吭哧，随着陈峰前行，血腥味越来越浓，甚至还能听到咀嚼的声音。挑了挑眉头，难不成又是魔物吃尸体的场面？不过这样的场景在秘境里面十分多见。很快，陈峰便来到血腥味最浓郁的位置，看向了前方，身躯忽然一震，愣在了原地。土熊像40级。只见前方有5只魔物，下半身似大象，而上半身似棕熊，每只魔物都捧着一块肉在啃。定睛一看，那些肉就跟人一样，有大腿，有手臂，还有头颅。这一幕让陈峰心惊胆战，见过魔物吃其他魔物尸体，但是吃人他是第一次见，也是最不想见到的，因为太他妈恶心了。那些魔物捧着尸体，仿佛享用着绝世美味，在细细品尝。而地上躺着几具残缺的尸体，还能看到其中一具尸体的手臂带有一个黑色手环。很显然，这些都是学生，他们遭遇了这些魔物的袭击，还没有来得及求救就死了，死了之后还被当成食物。看到这里，陈峰握紧拳头，看着这些吃人的魔物，双目燃起怒火。因为他的爷爷，那个小时候对他很好的小老头，结果在他5岁那年离开人世，死因就是在战场上被魔物分尸活吞的，连尸体都未能保留下来，到现在都是个无关之墓。陈峰这辈子只爱2个亲人，一个是母亲，一个就是爷爷，而这2个都离开了。嘎吱，陈峰脸色阴沉，迈着步伐走了出去，来到5只土熊像面前，默不作声。听到树枝踩断的声音，5只土熊像瞬间反应过来，连忙看向声音的出处，看到了陈峰。吼！5只土熊像一同大吼，口水纷飞，狂风席卷，
吹得满地的树叶在空中飞舞。陈峰面对着他们的怒吼，不动声色，平静地抬起头，冷漠的眼神看着这5只土熊象，嘴微微开合。盗取体魄，盗取速度。随着话音落下，陈峰身形忽然消失，而5只土熊象感觉一阵虚脱感袭来，突然乏力地倒在地上。可未等他们反应过来，陈峰已到他们其中一只的脸上，蓄力右拳轰在他的面门上。轰！一颗巨大的棕熊头颅瞬间爆开，血肉飞溅，成为一只无头魔物，吓得其他土熊象震惊怒吼。等到他们恢复体力的时候，那恶魔般的低语再次响起：盗取体魄。又一次虚脱感涌上心头，浑身乏力，再次瘫倒。而陈峰的身影再次出现，又带走一只土熊象，一模一样的场景重现了。以此反复，短短1分钟，陈峰有些疲惫地倚靠在一棵大树前，从个人空间里拿出一瓶精神力药剂喝了起来，淡漠地看着前方。而他前方静静躺着5具无头的尸体，每只土熊象都失去了脑袋，毫无生机。根本没人会相信，在这1分钟内，陈峰一己之力就干掉了5只45级的土熊象，而他也来到了44级。可惜了，这不是 BOSS， 只是小怪，没法给他报战利品。杀完这5只土熊象，陈峰恢复些许精神力后，拍了拍手，看了一眼那几具学生尸体，旋即离开了。他能做的就是帮他们报仇了，至于其他事情，就交给之后来打扫战场的老师们吧。而待陈峰离开的1个小时后，一只比土熊象还要庞大2倍的土熊象来到此处。如果有人在这里，必然会被他头上的等级所吓到。土熊象母60级，没错，高达60的等级，可以说是所有高考生的噩梦。高考秘境竟然存在这么恐怖的魔物。土熊象母来到这里，是因为他闻到了自己孩子的味道，同时他也是为了寻找孩子才出来的。而当他看到那5具无头尸体后，懵了，静静站在那里，没有任何情绪。下一秒，一声熊吼响彻整个万兽林，吓得鸟儿纷飞，其他魔物连忙逃窜。他的孩子死了。土熊象母此时无比愤怒，他要找出杀害自己孩子的凶手，为他们报仇。很快，他嗅到了人类的气息，眼睛立马看向某一个位置，充满杀意。那里有他孩子的气息，凶手去那了。下一刻，土熊象母迈开4肢，朝着陈峰离开的方向狂奔，速度飞快，犹如急速的跑车。清水河，夕阳西下，阳光均匀地铺在河面上，闪闪金光，鱼儿跃起，光彩夺目。陈峰来到此处，抬头看向太阳，微微眯眼。高考秘境的时间变化是跟外面一样的，这里黄昏，那就代表外界也黄昏了。天色渐晚，看来得找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起火吃饭，睡上一觉了。夜晚，所有魔物的实力都会暗暗变强，这是教科书上说过的，并不是等级变高，而是实力变了。比如一只40级的魔物，在白天的时候爆发出来的实力确实是40级，可到了晚上爆发出来的实力却有45级，但明面上又还是40级。这是以前的人用生命得出来的结论，所以被纳入了教科书，提醒后代每个人。很多人都不愿在晚上进入秘境，因为风险太大了，除非对自己很有实力。当然，陈峰对自己很有实力，他并不是害怕，而是他真的饿了。过了5分钟，陈峰终于在河边找到一处绝佳的地方，有一棵粗大的古树，在下面正好可以搭帐篷，起火吃饭，不够菜的话，还能到河边随手抓几条鱼。帐篷是他很早之前就准备的，因为在秘境中露营睡觉这种事情很常见，所以他早就备好了，这些东西都放在他的个人空间里面，以备所需。第34章土熊象母。夜色渐晚，陈峰拍了拍手，双手叉腰，满意的看着眼前这自己亲手搭建完好的帐篷，点了点头。不愧是我，心灵手巧，第一次搭帐篷就能搭得这么好。陈峰似乎忘了自己是怎么看了半个小时说明书，然后花费半个小时琢磨，最终总共耗费1个半小时才踏出来的帐篷。接下来就是起火烧鸡。陈峰看向地上早就在路上捡好的木柴，思索着下一步。他个人空间里面有今天早上去菜市场买的鸡，已经去毛了，还有调味料，到时候撒上就可以烤来吃了。瑟瑟。而就在他准备起火烧鸡的时候，身后的草丛发出微弱声响，但是听觉敏锐的他立马就听到了。谁？陈峰立马回头，神情警惕地看向草丛，已然做好战斗的准备。下一刻，草丛发出声响，一道黑影从里面出来，倒在了地上。这让陈峰微微一愣，因为倒下来的不是什么魔物，而是一个人。陈峰皱起眉头，走了过去，但依旧在警惕着，从地上捡起了一根粗长的木棍，走了过去，用木棍戳了一下那人，毫无反应。于是他索性直接用木棍将这人翻面，才看清楚真面目。是个男的，而且看上去有点帅，但跟他比差了点，很年轻，应该是高考生，似乎是晕过去了，而且还有伤，嘴边挂着一抹血迹，衣衫不整，
像是刚刚经历了战斗。是异端会还是高考学生？陈峰摸着下巴，皱眉看着，有些不确定。如果是异端会的话，他现在出手就刚刚好，神不知鬼不觉就杀了。但如果是高考生，那他岂不是杀错人了？何况人家跟他无冤无仇，没必要乱杀人。算了，绑起来吧。陈峰从个人空间拿出一条特制麻绳，走了过去，确认对方是晕了之后，将其五花大绑，再次确认无法挣脱后，就扛到了大树下，丢在那里，回头继续生活。至于他的身份，就等他醒了再问吧。眼下最重要还得是生火烧鸡。月朗星稀，河面倒挂明月，参天大树下燃烧的火堆格外耀眼，河边清风徐徐，吹动火苗，好似舞蹈。吭哧吭哧，不愧是我的厨艺，这鸡绝了。而在这美丽景色下，一个帅气的男子正抱着一只大烤鸡在啃，啃得满嘴流油，完事就随手一抹，继续啃了起来。好香，是什么味道？这时，陈峰身旁被五花大绑的男子悠悠醒来，鼻子嗅了嗅，缓缓睁开双眼，便看到一张满嘴是油且帅气的脸，正对着他微微一笑。哟，醒了？你是谁？男人顿时大喝一声，想要逃跑，又忽然瞪大双眼，因为他发现自己被五花大绑，完全挣脱不开。别挣扎了，那可是号称百级之下都无法逃脱的超级麻绳。陈峰冷面一笑，旋即又吃起了烤鸡。你到底是谁？为什么要刺杀我？你知不知道我是谁？男人继续喝问，但喉咙却在不断咽口水，同时肚子也在响起咕噜咕噜的声音。他饿了，看着陈峰手上的烤鸡，他很饿。陈峰也听到了男人肚子的怪叫，嘴角微扬，转头看向男人，晃了晃手中的烤鸡。怎么，想吃？如果你乖乖回答我的问题，我就给你吃。你做梦，我是不会为了一只烤鸡儿跟你这种垃圾扯口舌的，要杀要剐随你便，我父亲会为我报仇的。男人宁死不屈，仰头看向月亮，伸直了脖子，死都不看陈峰手里的烤鸡。哦，是吗？那还真是可惜了呀，我都有点吃不下了。哼，无论你说什么，我都不会说一句话的。那这样呢？下一秒，寒光闪过，一柄锐利短刃出现在男人的脖子上，吓得他心头一颤，瞳孔收缩，瞪大双眼看着陈峰。此时的陈峰没有了刚刚的微笑，一脸平静地看着男人，淡淡开口：我问你答，不然死。男人看着陈峰那冷冽的眼神，就知道对方没有开玩笑，吞了口唾沫，强装镇定，点了点头。你是谁？我是今年的考生，名字沈木。听到这个名字，陈峰沉默了，开始在脑海里思索。他没有听过这个名字，所以无法确定眼前这个人是否说的是假话。你为什么会受伤？刚刚为什么会说我刺杀你？你遭遇了什么？陈峰想到了沈木刚刚说的话，有人刺杀他，难道是异端会的人？我和队友进来秘境之后，我们杀了很久的魔物，然后在杀完一个 BOSS 后，偶然碰到一支队伍，他们很奇怪，身穿黑色的斗篷，二话不说就开始攻击我们，对方很强，我们打不过。我的2个队友为了保护我死了，我同样受了伤，无力再战。而我的职业是一名刺客，逃跑的本领很强，所以逃脱了，迷迷糊糊就来到了这里，晕了过去，醒来就看到你了。在沈木的话语中，陈峰捕捉到了几个关键词：黑色斗篷，二话不说就攻击，他是一名刺客。前面2个跟异端会那些人非常像，同样是身穿黑色斗篷，同样是不沟通就攻击，看来这沈木也是一名受害者。这时沈木看到陈峰在思考，他也有了功夫，开始打量陈峰身上的衣服很普通，估计不是有钱人，而且样貌很年轻，应该跟他一样是考生，就是变脸这方面有点厉害。那个，你问完了吗？可以解开我吗？我看出你不是坏人，是我误会你了，放我离开吧。沈木细声开口，强挤出一抹微笑，可当他听到陈峰的话后，立马就没了笑容。不行。陈峰松开了沈木，继续吃起了烤鸡。现在还没有搞清楚沈木的身份，他不能放弃离开，万一对方是异端会的人，到时候带着手下过来夜袭他呢。反正有这麻绳在，他有些安全感，就这样捆着吧。啊，大哥，我真不是坏人，我就是考生，我看你也是一个考生，拜托你放我走吧。沈木仰头喟叹，感觉人都麻了，刚死里逃生，现在又落入一个不知名且极其谨慎的人，真是倒霉。咕噜咕噜，这时沈木的肚子又叫了起来，下一秒，一块鸡肉塞到了他的嘴里。别饿死了，先吃块肉吧，没有知道你真实身份，我是不会放你走的。沈木感受着嘴巴里的香味，快速将鸡肉吞了下去，脸上露出满意的神色。真是好吃，以前咋没感觉这鸡肉那么好吃的呢？舔了舔嘴唇，他坐了起来，看向陈峰手里的烤鸡，吞了口唾沫，眼神怯生生地看向陈峰，露出一抹笑容。那个，大哥，你能再给我一块鸡肉尝尝吗？等出去了，我给你送一车烤鸡。闻言，陈峰有些好奇地看向沈木，
挑了挑眉头，听你这么说，你家里蛮有钱的吗？那当然，我老爸可是天下第一次刺激有钱人，我家很有钱的，只要你放了我，要多少钱都给你。沈木说到一半，犹豫了一下，继续开口。陈峰有些懵逼，这天下第一刺激有钱人是什么玩意？喜欢刺激的有钱人？别想了，我不会放了你的。你什么时候说真话，我什么时候松开你。所以你今晚就在这里睡吧，等我明天睡醒再放你走。陈峰继续吃着烤鸡，时不时还扯一块鸡肉强行塞入沈木的嘴里。毕竟明天他就离开这个地方，继续寻找魔物，到时候就可以放了沈木。不过在明天到来之前，沈木可不能死了。听他的口气，好像家庭背景不一般，很有可能是有钱人。这个世界除了实力强大的人之外，最有话语权的就是有钱人，因为有钱就可以请那些实力强大的人来打工。如果沈木的家庭背景真的很强，万一死在他手里就难搞了。现在就是不知道沈木的真实身份，要是知道，他都懒得捆住，还得他喂。大哥，我真没有骗你，我真的是考生。沈木欲哭无泪，搞半天，眼前这个男生还是不相信他的身份啊。陈峰没有再理会沈木，任由他叫唤，自顾自吃着烤鸡，时不时扯一块鸡肉给沈木。很快，一只烤鸡就被他吃完了，不过他还没有吃饱，但没事，空间里面还有一只。陈峰正欲将第二只鸡拿出来烤的时候，突然虎躯一震，愣在了原地。身旁的沈木正感慨的今天的倒霉，不经意间注意到了陈峰的变化，有些愣然。你咋了？陈峰没有回话，而是神情紧张地看向远处的森林，挥手之间将帐篷收了起来，灭掉了脚下的火。这一幕看得沈木一愣一愣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吼！就在这时，一道极其响亮的雄吼从森林中爆发出来，吓得沈木一哆嗦，连忙看去，身体顿时僵硬。只见一头身高6米、宽长3米、上半身似棕熊、下半身似大象的魔物从森林里冲了出来，喘着粗气，虎视眈眈地看着陈峰，那眼神仿佛在看仇人，充满杀意。陈峰如临大敌，看向了来者的头顶，瞬间了然。土象雄母60级，第35章，哈哈哈，我来，杀了小的，来了老的。现在可好，对方的家长找上门来了。卧槽，60级的 boss， 你干了什么？惹得人家气喘吁吁都要来找你。沈木看着土熊象母头上的等级，吓傻了眼，连忙看向陈峰，疑惑不解询问。没什么，就是把他5个孩子全杀了。陈峰云淡风轻，头也不回的随意回答。沈木闻言沉默了，他不明白陈峰为何能说得如此轻松，就是杀了人家5个孩子，怪不得人家找上门来。土熊象母看着远处的陈峰和沈木，眼神死死盯着陈峰，他从陈峰身上嗅到了自己孩子的气息，就是这个人类将他的孩子残忍杀害。吼！土熊象母朝着陈峰咆哮怒吼，仿佛在说还他孩子的命来。完蛋了，你杀了他孩子，他肯定要报仇的，一个母亲是十分可怕的，这回可怎么办啊？沈木看着那只愤怒到极点的土熊象母，心中砰砰直跳，疯狂挣扎，忽然意识到什么，朝着陈峰大喊：卧槽，你快点给我解开啊，我可不想死。要不是刚刚乱动，他都差点忘了自己被捆着，这特么都有 boss 找上门来了，陈峰还捆着他干鸡毛。沈木现在想哭的心都有了，怎么自己这么倒霉，被追杀也就算了，还碰到陈峰这个无比谨慎的人，现在又碰到 boss 追杀，这件事还跟他半毛钱关系都没有，毕竟又不是他杀了人家的孩子，结果还得跟着陈峰一起死。呜，妈妈，我想回家。陈峰随意瞥了一眼沈木，其身上的麻绳就自己松开了。沈木感知到自己自由了，一个闪身就不见了，再次出现已经是陈峰10米之外。哈哈，我终于自由了，这个 boss 就交给你自己来了，我先走一步。沈木看向陈峰，招手笑了笑，然后消失在原地，赶忙逃离了。陈峰看着离开的沈木，面无表情，最后将目光重新放回到土熊象母身上，他现在只关心能从这 boss 身上盗取多少属性。就是我杀的你孩子，生气就过来报仇吧。话音刚落，土熊象母便咆哮着迈开4肢朝陈峰冲了过去，速度堪比高铁，刹那间便来到陈峰面前。盗取速度，盗取体魄。陈峰朝着面前的土熊象母随手一抓，同时向右闪身躲避。轰！土熊象母猛力一击，双爪重砸地面，轰隆巨响，山崩地裂，地面4分5裂，一个2米深的深坑出现在陈峰刚刚的位置上。如果不是陈峰躲闪及时，恐怕打中的就不是地面，而是他了。60级的土熊象母在夜晚的加持下，实力高达70级，是所有高考生都不愿招惹的恐怖 boss。而陈峰此时看着体内的变化，嘴角微微扬起，他刚刚盗取了一次土熊象母的体魄，结果让他惊喜万分，竟然偷到了60点体魄，这是有史以来他偷到最多的一次。看向土熊象母的眼神
顿时变得火热起来，这种眼神就好像在看自己喜爱的物品一样，贪婪且爱。土熊相母没有看出陈峰的眼神，现在的他满腔怒火，只想杀死陈峰，为孩子报仇。他再次怒吼，朝着陈峰发起又一次的进攻，这次来得更加凶猛，地面都被他那有力的脚步踩出一个个坑，地动山摇。陈峰没有攻击他，而是不断躲闪，不断盗取。盗取体魄！愤怒的母亲所爆发出来的潜力是无与伦比的，即便陈峰盗取多次体魄，土熊相母的攻击没有半点停下来的意思，他似乎是一个不知道疲惫的机器，疯狂攻击，咆哮怒吼。清水河，已经逃跑数百米的沈木依旧能够听到土熊相母那愤怒咆哮，让他心生胆颤。他这次应该是死定了，竟然招惹那么恐怖的 BOSS， 我待会会回去帮你收尸的。沈木停了下来，回头看向陈峰的方位，皱眉担忧。这样的 BOSS， 说实话，在目前阶段没几个人能打得过，即便是穆清望他们恐怕也不行。但是如果穆清望和前几名天才联手的话，是肯定能打得过的。不过天才都有傲气，很少有人想要合作分割一只 BOSS 的，除了……算了，帮不了，我就一个人，还是走吧。沈木咬了咬牙，跑了出去，但没跑多久又停了下来，紧皱眉头，再次回头看向陈峰的位置。可他好歹救了我，我这样跑了，会不会太不道德了？沈木站在原地，犹豫了几秒，手中突然出现一柄金色纹边、散发淡淡金光的锋利短刃，紧紧握在手中。操，老子豁出去了，就当报答他的肌肉之恩，绝对不是为了他。沈木身上浮现出玄墨色的斗篷，蓬帽盖在头上，看不清模样，整个人变得神秘起来，朝着陈峰的位置急速掠去。吼！土熊相母咆哮吼叫，双爪举起，重砸陈峰。行了，别吼了，你都不会累的吗？陈峰无奈的躲闪，有些无语的看着土熊相母。他起码偷了6次体魄属性，偷了215点体魄，结果这 BOSS 一点都不累，反而一直进攻。要是其他魔物，早就乏力瘫倒在地了。别说 BOSS 了，陈峰现在都感觉脑袋有些疲劳，从空间拿了一瓶精神力药剂喝了起来。盗取这种比他等级高的 BOSS， 消耗的精神力比其他魔物的还要多，但是盗取到的属性还算多，不过随着次数的增加，越来越少了。第一次有60，第二次就到45，第三次就35，然后就是25、25，还有刚刚的一次20，估计再偷一次就是15。偷到只剩10的时候，就没有必要再偷了，偷下去只是单纯的浪费精神力罢了。想到这，陈峰再次朝着土熊相母虚空一抓，盗取体魄属性，而结果如他所料，偷到了15点体魄。那既然如此，接下来就没有必要继续偷了，可以杀了。土熊相母再次发起进攻，张开血盆大口，满嘴獠牙，冲到陈峰面前，便要咬下头颅。在那千钧一发之际，陈峰微微侧身，闪避此一击，同时握紧右拳，便要轰向土熊相母的头部。哈哈哈，我来！第36章，疯傻子。就在这时，一道声音凭空响起，陈峰疑惑之际，收起了拳头，闪身到一旁。同时，一道金色流光闪烁空间，从上而下划过土熊相母。不一会，一道身披玄墨色斗篷的高挑身影，手持一柄金色短刃，如黑夜中的萤火虫，闪烁点点金光，站在了土熊相母面前。而土熊相母被那流光划过，身躯竟然出现一道细长刀痕，流露着金光以及鲜血，仰头咆哮起来。很显然，那一击打痛了土熊相母，现在导致他更加愤怒了。陈峰疑惑地看向这高挑身影，看到了他头上的信息框，顿时瞳孔微缩。51级，竟然是51级，这恐怕是现阶段最高等级的了吧？能够做到这一点的，除了那几个排行榜的天才之外，估计没谁了。而这个人又是哪个天才？穆清望、李妍妍，还是沈竹？喂，你没事吧？来人后仰跳跃，一个后空翻稳稳落在陈峰身旁，放下了蓬帽，微笑转头看向陈峰。陈峰看到那张熟悉的面孔，顿时一愣，竟然是沈木，他怎么回来了？而且他怎么51级？之前隐藏了信息，所以看不见，现在主动展现了。等等，都姓沈，他和沈竹是什么关系？还是说他就是沈竹？你发什么愣呢？快点找机会跑啊！还有，我可不是为了回来救你的，我只是看你可怜，何况我还吃了你的鸡肉，我不是那种见死不救的人。沈木声音提高了几个分贝，都啥时候了，这人还在发愣，不想活了。闻言，陈峰回过神来，恢复平静的脸色，转头看向土熊相母，你不是跑了吗？干嘛回来？不怕我又把你抓起来吗？切，小爷我可是出了名的刺客，你能抓到我再说吧。沈木翻了个白眼，嘴角扬起一抹不屑，转头看向土熊相母，先不说这些了，咱们还是想办法跑吧，这 BOSS 可不是我和你能对付的，不就60级吗？何况你都51了，我们两个联手应该打得过。卧槽，你在说什么胡话？这 BOSS 跟其他 BOSS 不一样，他……
吼！沈木的话还没有说完，一声熊吼打断了他。土熊相母咆哮着奔跑过来，朝着他们两个就挥舞利爪。两人同时朝着两边闪开，认真的看向土熊相母。沈木身影消失再出现，在土熊相母身躯上再次划下一刀，痛得他怒吼胡乱攻击起来。不过在沈木那极致的身影下，土熊相母的攻击只能是对着空气乱打。陈峰也没闲着，身形闪烁，出现在土熊相母右边，蓄力右拳重拳轰出，仅一下便将土熊相母轰飞，飞落到清水河内，宛如一个深水炸弹，掀起巨大水花。沈木见状，瞳孔剧烈收缩，看向陈峰的眼神充满了古怪，且有一丝幽怨。你可真能装啊！早知道你这么厉害，我就不担心你了。沈木略带幽怨地看向陈峰，早知道陈峰这么强，一拳就可以轰飞一只60级的 BOSS， 他就不回来救他了。没有，侥幸而已。陈峰笑了笑，看向沈木。对了，你刚刚想说的话是什么来着？沈木闻言，咳嗽2声，正欲开口，吼！又是一道熊吼，打断了他的话。但这次的吼声似乎更加狂暴了。唰！清水河内，一道庞大黑影从里面飞出，带起无数水花，最终轰然落在两人面前，地面都随着震颤。两人看着眼前的土熊相母，都感觉到了一丝危机。因为此时的土熊相母和刚刚完全不一样，身躯似乎又大了几分，双眼遍布血丝，瞳孔都变成了红色，利爪更长了，口鼻不断喘着粗气，看起来很是吓人。这就是我刚刚想说的，这只 BOSS 他有狂暴，如果惹急了，他就暴走了。沈木仰头看向面前这庞然巨物，吞了口唾沫，微张嘴巴，瞪大双眼，声音有些略微震颤。土熊相母60级 BOSS 狂暴状态。沈木心生绝望，如果说正常的土熊相母，那他们两个还有希望能够战胜，但在夜晚的加持下，胜算就很少了。然而夜晚和狂暴两种加持同时出现在土熊相母身上的话，那么将毫无胜算，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死路。沈木再次吞了口唾沫，缓慢后退，来到陈峰身旁，悄声：我数3、2、1，咱们就分头跑，毕竟是你得罪了他，不关我事，我能回来已经仁至义尽了。陈峰有些无语，但还是开口：难道没有什么其他办法了吗？他当然有办法，主要是想看看沈竹的真正实力。没有了，我们是没有任何胜算的。他现在的实力可以说是整个高考秘境最无敌的存在，在2种加持下，实力可以说是80级才能有的战力，除非排行榜前5名的天才一同围剿，才有一丝胜算。沈木摇了摇头，并不认为能赢。土熊相母的战力太超标了，如果不是陈峰杀了他的孩子，估计这3天高考时间里不会有任何人得罪他。每个秘境都有那么1、2个超标的存在，极少有人会去招惹他们，活着难道不好吗？闻言，陈峰沉默了几秒，旋即抬头看向狂暴中的土熊相母，咧嘴笑了起来。你说，如果杀了他，那岂不是能大爆特爆？那当然，这种 BOSS 爆出来的战利品肯定牛逼。沈木点了点头，正待他准备讲解的时候，忽然想到了什么，浑身一震，僵硬的转过头，惊恐的看向陈峰：你该不会是想杀了他吧？陈峰眨巴着眼睛，略带惊讶的看向沈木，但突然露出一抹调侃的笑容：哟呵，看来你也不笨嘛，我就是有这个想法。话音刚落，陈峰暴掠而去，席卷一阵狂风，留下懵逼的沈竹呆呆看着。卧槽，他真的冲出去了！沈木此时已经傻眼了，没想到真的有人敢独自去战一个战力有80级的 BOSS， 不要命了！操，见过傻子，没见过这么疯的傻子。不过我也喜欢疯，我他妈就陪你疯一次。话音落下，沈木紧随其后，同样朝着土熊相母暴掠而出。第37章，卧槽，难道他向 BOSS 求婚了？吼！狂暴状态的土熊相母怒气值已然达到巅峰，他看着陈峰和沈木两人朝他冲来，咆哮起来，举起双爪重砸地面。轰隆隆，随着土熊相母捶砸地面，忽然山摇地动，土地竟然4分5裂，就连陈峰和沈木两人都差点站不稳，摔倒在地。而让两人最为震惊的是土熊相母的变化，他竟然再次发生了改变。只见沙石泥土缓缓悬空，无数沙尘漂浮在他的周围，随着他狂怒，沙石开始朝着土熊相母汇聚，与其说是汇聚，还不如说是融为一体。无数沙石与土熊相母融为一体，他的皮肤竟然裹上一层厚厚的土石，看上去坚硬无比，就像穿了铠甲一样。土系属性能力。陈峰看着土熊相母的变化，瞳孔微缩，愣在原地。卧槽，你说什么玩意？什么是土系属性能力？沈木看到土熊相母忽然变成这个鬼样子，已经傻眼了，听到陈峰的话更加懵逼。到底在说些什么啊？你没有上过课吗？陈峰疑惑地看向沈木。闻言，沈木低下了头，挠挠头，又摸摸鼻子，默不作声。他可不想让别人知道他是个学渣，平时上课就睡觉，
下课就打球。属性能力是魔物特有的能力，相当于我们的天赋，但不是所有魔物都有的，属于概率性能力，有些先天就有，而有些则是后天忽然激发出来。陈峰严肃地看着土熊项目，淡淡开口，很显然，这只 BOSS 就属于后天激发，他被我们惹生气了，就激发了。那这能力有什么用？沈木连忙问道，这是他第一次对知识如此渴望。那就看他这能力是多少等级的了，如果是高等级的，他可以随时操控所有关于土属性的东西，随手便捏造一颗巨石向我们砸来，还可以随手捏山，比如他身上这层土石铠甲就是他的杰作，防御应该很高。这些都是课堂上老师说过的知识，还有一部分是陈峰自己去图书馆翻阅资料记下来的。3年里，他几乎将一中的图书馆都翻遍了，无数知识都记在他脑海里。沈木闻言，立即转头看向土熊项目，瞳孔剧烈收缩，满眼都是震惊。竟然可以操控土属性，还可以随手造陨石，平地起高山，魔物竟然还有这么屌的能力，太离谱了吧！沈木心中暗暗发誓，如果能活着出去，一定要好好读书，要不然下次碰到牛逼的魔物，只会喊卧槽。那现在有什么办法？我看这玩意就觉得硬了。沈木扭头看向陈峰，询问破局之法。这 BOSS 一身的铠甲咋打？还能怎么办？干他就完事了。陈峰摊开手，耸了耸肩，嘴角微微上扬，就再次暴掠出去。靠，等于没说。沈木大骂一声，跟着陈峰冲了出去。轰！陈峰率先来到土熊项目面前，右拳蓄力轰出，直击对方的腹部。这一拳全力出击，如果是普通的魔物早已暴毙，而轰在这叠加了数层 buff 的土熊项目身上，竟然只是将他身上那层土石铠甲打穿了一个洞而已。看到这里，陈峰有些牙疼，这 boss 这么离谱的吗？为什么秘境会存在这么离谱的 boss？ 根本就不是给学生们杀的吧？老师为什么不清理掉？如果是其他学生碰到，那岂不是必死无疑？其实这件事按道理来说，纯属是陈峰倒霉，毕竟选中这里当高考秘境的时候，监考老师就调查过了，这里的 boss 按照逻辑上来说全都可以杀死的，但是他们没算到一个 boss 能被陈峰弄出狂暴，还在夜晚，甚至将属性能力都后天激发了。多层 buff 下，这 boss 已经属于现阶段无敌的存在，除非所有考生联手，要不然都别想杀了他。我来！沈木大喝一声，从天而降，出现在土熊项目背后，双手握住利刃，用力刺入土熊项目的背后，刺入那铠甲，利用自身重力从上往下直直滑下。那利刃竟然毫无阻碍，一路顺畅地往下滑去，散发着淡淡金芒，闪烁流光。看到这一幕的陈峰顿时就意识到，沈木手上的短刃绝对不是普通的武器，极有可能是一把神器。果然，沈木的身份很不一般，竟然连神器都能拥有，这让沈木的身份又扑朔迷离起来。不过陈峰内心多少有了些猜测，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沈木多半就是沈竹。沈木偷袭成功之后，翻身落地，准备看看自己的杰作。可曾想，那道刀痕在眨眼之间就自动修复了。不仅如此，土熊项目还更加生气了，转身就给沈木一巴掌，速度无比之快，他根本来不及躲闪。啪！沈木被重重拍飞，直接飞进了森林里，不见人影。陈峰没想到沈木竟然直接被拍飞了，不是顶尖天才吗？怎么看上去有点弱呀？算了，先不管他，解决眼前的土熊项目再说。陈峰看向土熊项目，心里有些猜测，不知道盗取属性能不能盗取土系属性呢？想到这里，陈峰舔了舔嘴唇，能不能盗取，试试不就知道了。盗取土系属性！陈峰朝着狂暴的土熊项目伸手一抓，刹那间，一股精纯且狂暴的黄色能量从土熊项目身体涌出，土熊项目因此仰头怒吼，但下一秒却双膝跪地，双目泛白。而那能量从他体内出来之后，瞬间朝着陈峰飞去，灌输在他的胸口上。啊！陈峰大喊一声，脸色立马苍白，双手死死捂住胸口，额头和脖子的青筋直冒，紧咬着牙关。好痛，好强大的能量！他清晰感觉到有一股无比强悍的能量冲进他的体内，在他身体里面横冲直撞，撞得他五脏六腑都在阵痛。但同时，身体感觉多出了一些奇怪变化，好像变得更强，好像能够掌握土属性了。不一会，土熊项目身上的土石铠甲竟然自行脱落，散落在地，而他两眼泛白，像是失了神。陈峰同样不好受，只见他已经单膝跪地，脸色惨白，依旧捂着胸口，默默在忍受那股能量改造着他。我又回来了。这时，森林中衣衫褴褛的沈木急匆匆跑了回来，一回来看到眼前的一幕，当场傻眼。陈峰单膝跪在土熊项目面前，低着头，而土熊项目双膝跪地，呆若木鸡，一人一 boss 都没有动静，气氛十分和平且宁静。卧槽，难道他向 boss 求婚了？第38章隐魔药剂。4终于结束了，
没想到这次的盗取不仅损耗我3/4的精神力，还痛了那么久。陈峰轻咬牙关，深吸一口气，单手轻拍一下脑袋，晃悠悠地站了起来。就在发动盗取的时候，他感觉自己的精神力瞬间流失了3/4，差点就因此晕了过去。但很快，陈峰打开个人面板，看到新获得的能力，咧嘴一笑。虽然消耗很大，但是值得，因为收获非常丰富。土系天赋 A 级，可利用土属性捏造一副防御力极高的铠甲包裹全身，抵挡绝大部分伤害，免疫火属性伤害，也可以捏造武器，随心所欲。升级所需3202000土系能量。看到面板，陈峰内心又惊又喜，惊的是这个土系属性竟然已经转换为天赋，也就是说他现在拥有2个天赋。双天赋之人历史上就出现过2人，一个已经成为人皇，叱咤世界，逍遥天地间，还有一个不知所踪，只知道非常强大。他们2个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天下无敌，无人可敌。而喜的是，他所盗取的属性之力可以转换为天赋，那是不是意味着以后碰到那些有属性之力的魔物，就可以盗取并且转换为天赋？到时候他全身上下都是天赋，打破记录，让历史出现的不只是双天赋之人，更有可能是多天赋。想到这里，陈峰很是欣喜，这盗取天赋太屌了。你们2个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时沈木从旁边走了过来，用古怪的眼神看着陈峰，又看了看还在昏迷之中的土熊项目。没什么，你刚刚被打飞的时候，我把 BOSS 打晕过去了，接下来就该结束他的生命了。陈峰笑了笑，并没有说自己盗取了土熊项目的土系属性，毕竟他的天赋实在是太离谱了，妄言整个历史都没有出现过这么离谱的天赋，还是自己知道就好了。陈峰看向土熊项目，其身上的铠甲已经没有了，现在是最好的击杀时刻，缓步走近，来到跟前。站在原地，陈峰在想，土熊项目身上还有什么值得他去盗取的？体魄不太行，能够盗取的已经太少了。智慧看上去就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魔物能有多少智慧呢？他现阶段还不想盗取魔物的智慧属性，先将自己的力量强大起来，再去盗取智慧。何况他的目标是那些高智慧的魔物。课本说过，魔物并不全是无脑只会吃人的，同样存在一些魔物，他们拥有高智商，会利用各种陷阱来捕捉人类。这种魔物通常都非常难缠，有机会可以盗取这些魔物的智慧。现在的智慧属性够用了。陈峰看着面前晕过去的土熊项目，面无表情，随意轰出一拳在其头部。砰！瞬间，土熊项目的头颅如西瓜般爆开，在他失去意识的情况下，直接暴毙而亡。轰隆！庞大的无头身躯同时向后倒去，震颤地面，而其身上更是跳跃出数十个金光闪闪的光球，全都是战利品。与此同时，陈峰身上闪烁5道金光，他达到了50级。没错，就是50级。早在之前，他消灭5只土熊象的时候就已经44级，然后又在路上消灭了数十只30到40之间的魔物，让他达到了45级，就开始找地方过夜了。原本是想着第2天再慢慢去提升到50级，没想到今晚碰到了土熊项目，将其击杀，直接获取了大量经验，让他一步到位，来到50级。50级是一道分水岭，同样也是他天赋效果2的解锁条件，也就是说，他现在已经解开了天赋2。不过，他没有打开个人面板来看，反而是看向地面的战利品，先捡装备再说。站在一旁的沈木早已惊呆，他刚刚被打飞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土熊项目没有了土石铠甲，而且晕了过去，莫名其妙就被眼前这个神秘男生击杀了。那可是现阶段最恐怖、最强大、最无敌的 BOSS 啊！怎么可能被杀？还是被一个考生所杀？即便是他手握暗影流刃，都仅是留下一道划痕，又很快被治愈，根本没有作用。眼前这个男生到底是谁？他的职业又是什么？天赋是什么？实力究竟有多强？这些问题充斥在沈木内心，无法得到答案，让他心痒难受。陈峰的恐怖实力让沈木有些害怕，想要离开此地。那个，你慢慢捡，我先走了。沈木收起短刃，戴上损坏的蓬帽，就准备走人。谁知道陈峰会不会杀红眼了，给他也杀了助助兴呢？还是赶紧走比较好。等一下。陈峰闻言，立马转头看向沈木，微微一笑：“你不叫沈木，你是沈竹，对吧？”听闻此言，沈竹转身准备跑路的脚步一顿，僵硬的转过头，露出一抹强颜欢笑：“你怎么知道的？他明明都隐藏那么好了，这个男生还是猜出了他的身份。难不成他打算杀人灭口了？不会吧，我可打不过他啊！我要不要叫老师来救我？”沈木表面看着平静，内心实则慌得哑痞。很简单啊，你等级那么高，而且实力也不错，同样是刺客，我在高考之前就查了很多资料，听闻了你们顶尖天才的事迹，想想就猜出来了。陈峰耸了耸肩，随口回答：“而且
你一直在藏着，表面上在帮我，实际根本没有用力，就连天赋都没有用出来，你的隐藏职业也没有彻底展现出来。要知道，沈竹觉醒的可是暗影刺客，刺客职业当中最为稀有的职业，可以如鬼魅般隐匿于黑暗之中，无人可探查，来去无踪。战斗的过程中，他就一直在观察沈木，发现他在刻意隐藏实力，手里的神器同样没有发挥到极致。这种现象俗称眼缘。他怕陈峰看出了他的厉害，看出他的身份，就一直假装成一个普通刺客。至于为什么会回来帮忙，这一点陈峰没有想明白，可能是他单纯想要回来而已吧。行吧，没想到被你猜出来了。不过我也不是故意隐藏的，毕竟刺客在外，保持神秘感最重要。沈竹甩了甩头上的刘海，咧嘴一笑，帅气且骚气。陈峰见状，证实了心中的想法，这个沈竹是个逗逼。行了，你可以走了。陈峰随意甩了甩手，既然已经知道了沈竹的身份，那就没必要留着他了。谢谢你的救命之恩，等出去之后，我一定会报答你的。话音刚落，沈竹的身影随着夜色消失得无影无踪，完全没人发现他曾经来过。这就是暗影刺客的可怕之处。陈峰见状笑了笑，看来今年的考生天才是真的多，连沈竹都升到了51级，那其他几位岂不是更高？看来自己得加把劲了。陈峰没有多想，转头继续看向自己的战利品，看看这次爆出来的东西有没有好宝贝。首先，第一个，他看向其中一个光球，信息顿时浮现在眼前。而看到之后，陈峰忽然虎躯一震，微张嘴巴，瞳孔收缩。隐魔药剂，卧槽，竟然是这等宝贝！第39章狂暴之心。隐魔药剂，服用之后，体内产生一种可吸引魔物的异香，魔物闻到将会追杀到药剂失效为止，范围10公里，时效1小时。陈峰看到这瓶药剂，嘴角都快歪成耐克标了。要知道，他最缺的就是这样的药剂，可以帮他拉怪。只要他喝了之后不断跑，异香就可以传遍无数地方，那些魔物全都被他吸引过来，到时候再集中消灭。不仅节省找怪的时间，还可以一下子获取大量的分数与经验。所以陈峰才惊喜，因为这药剂在这个时候是最有帮助的东西。陈峰将其收起之后，扫向了剩下的战利品。精神力药剂 X10。虽然精神力药剂没有隐魔药剂贵重且有价值，但同样也是紧缺无比，胜在了数量多，陈峰欣然收入囊中。陈峰又看了5件战利品，都是一些50级才能穿的装备，但遗憾的是，这些装备都有职业限制，没有一件是他这个盗贼能用上的。唉，只能看不能用的感觉真难受。陈峰叹了口气，将其收入空间，等出去之后就把这些装备卖掉，应该能卖个好价钱。陈峰接着看向其他战利品，顿时眼前一亮，但眼里的光很快又暗淡下来。暗影突袭术，职业限制刺客，等级 S 级，发动技能，在瞬息之间可对多名敌人造成攻击，攻击期间处于短暂无敌时间，攻击人数上限5人。技能 CD 3分钟，这技能竟然是 S 级的，而且看上去简直就是神技，可惜只能给刺客用，他一个盗贼没法用。陈峰看了几秒，只能遗憾收入空间，改天卖个好价钱。水晶魔法盾，一次性道具，开启之后将获得一个包裹全身且抵消任何伤害的魔法盾，持续时间5秒。陈峰见状，眼前一亮，这倒是个很不错的宝贝，可以开启一个5秒的无敌魔法盾，这要是在战斗中是一个保命的神器。终于来一个他能用得上且好的宝贝了。陈峰连忙收入空间，这样的宝贝可不能丢了。而扫向剩余的战利品时，陈峰浑身猛然一震，瞳孔收缩，激动地看向其中2个战利品，连双手都在微微颤抖起来。土熊巨拳，无职业限制，增加100点体魄，攻击时有 25% 会造成暴击伤害。主动技能山崩土刺，可利用双拳重砸地面，造成巨大裂缝，裂缝伸出尖刺，从而对裂缝上的所有敌人造成伤害。技能 CD 1分钟，踏象靴，无职业限制，50级以上可穿戴，增加50点体魄，速度增长 15%。主动技能地动山摇，移动时地面会随着移动而震荡，波及范围500米，所震荡的敌人会短暂产生神志不清的状况，持续时间10秒。技能 CD 1分钟，2件装备都是无职业限制，而且在50级以上，非常适合他使用的装备。而且最关键的是，这2件装备竟然都是稀有装备，因为他们自带主动技能，这可不是普通装备能有的。陈峰连忙捡起2个战利品，将其装备在身上，瞬间他便感觉自己又变强了许多，增加了150点体魄，而且速度增长不少，并且熟练知道2个技能该如何释放。不愧是60级的 BOSS， 果然大爆特爆了，都快给他家底爆出来了。陈峰咧嘴一笑，这次的收获是真的很丰厚，单单是这2件带有主动技能的装备就赚妈了。昨天他在看装备的时候就
就看过几件自带主动技能的装备，那价格简直不敢看，竟然要500万一件，而且还是最低等级的装备，高等级的就不敢想了，根本不是他这种穷逼能买得起的。而当陈峰看向下一件战利品时，脸色变得古怪起来。狮子之泪，仁慈的土熊相母失去了自己的孩子，悲痛之时流下的眼泪蕴含极致的悲痛，吞服之后可以全身心体验那种狮子之痛，体验极致的心灵伤痛。陈峰拿起战利品，光球消散，留下一滴晶莹剔透的眼泪在手心上悬浮。他挠了挠头，疑惑地看着这滴眼泪，很是不解，这是啥玩意啊？有什么用？体验狮子之痛，极致的心灵伤痛？他没事干了啊，体验这玩意。虽然不知道有什么用，但陈峰还是收了起来，毕竟是 BOSS 爆出来的，应该有他独特之处吧。接着看向下一个，狂暴之心。击杀狂暴后的 BOSS 有概率获得吞服狂暴之心，可使力量增强3倍，持续时间5分钟，但狂暴过后会陷入虚弱状态，并且狂暴期间六亲不认，神志不清，敌我不分，开始无差别攻击。陈峰看着这战利品，惊喜万分，因为他听过这东西，而且这玩意还有一个非常牛逼的事迹，至今都在小初高这些学校里面流传，基本许多学生都听说过，那就是狂暴英雄的故事。在30年前，空间黑洞发生暴乱，无数魔物从秘境里跑了出来，当时一个城市就面临着灭城的风险，那一天伤亡惨重，可以说是最为沉重的一天。原本那个城市就要灭城的，直到城主站了出来，那城主是一名狂战士，等级在400级，面对成千上万只高等级的魔物，他竟然发布了一条令人难以置信的全城命令，那就是所有人撤离城市，无论任何人都全部撤离。他将执法者以及所有高等级的人都撤离出城市，只剩下他一个人独守空城。大家都以为城市即将消亡，都以为城主必死，都悲痛万分。可在半小时后，奇迹出现了，城市没有被毁，最关键的是城主竟然也没有死，只是昏迷过去。而让所有人大吃一惊的是，城市里遍地都是魔物，所有攻城的魔物全都死了，死得一干二净，无一生存。那一战，所有人都震惊了，不知道城主是怎么活下来，而且还将所有魔物都杀死的。直到城主醒来，大家询问的时候，才得知事情的真相。而真相让所有人都无比震撼。城主之所以能活下来，且将所有魔物杀死，是因为他让所有人都撤离之后，他竟然吞下了6颗狂暴之心。没错，就是6颗。这6颗狂暴之心叠加在一起，让他彻底狂暴起来。整整半个小时，他就跟没有意识的杀戮机器一样，见到生命就杀，手起刀落，每一只魔物都死在他的手下，残忍至极。而他也因此进入前所未有的虚弱状态，昏迷了7天才醒来。最后，这个狂暴英雄的事迹就这么一直流传下去，在未来都有很多人效仿，利用狂暴之心创下一个又一个的奇迹。狂暴之心也被称之为奇迹。第40章，可盗取词条。作为奇迹，自然是留到最后才用的。陈峰将其收起，与其用上，他更希望这辈子都不会用到狂暴之心。剩下的2个战利品，陈峰扫了一眼，是一张经验卷轴以及一瓶可以短时间增加100体魄的药剂，并没有多稀有，但聊胜于无，还是收了起来。至此，土熊项目爆出来的战利品都看完了，可以说是这个等级的 BOSS 能够爆出来最好的东西。2件能够穿戴且带有主动技能的装备，还有若干装备，到时候都可以卖掉，以及一个 S 级技能。看完战利品之后，就该看看自己新解锁的天赋效果2是什么了。陈峰打开个人信息面板，查看天赋。天赋：盗取天下。等级：天赋效果1，可盗取属性；天赋效果2，可盗取词条；天赋效果3，等级达到200级解锁，可盗取词条。陈峰看到这天赋效果，瞬间呆愣在原地，瞪大双眼，久久无法平复几点激动的心情。词条，要知道，这可是所有装备、道具、药剂等物品上都会有的东西，就比如精神力药剂持续恢复精神力的 buff， 可以说就是词条，附带在物品上的词条，使用就可以达到的效果。它能盗取词条，也就是说，它可以将物品附带的词条盗取出来，加在自己身上。这是什么玩意？比盗取属性还要离谱，还要夸张。第2效果就这么夸张了吗？陈峰都不敢想接下来的天赋效果得有多恐怖，会不会出现一些盗取天赋、盗取能力、盗取人体能力，甚至在转瞬之间盗取等级、生命，连岁月这些都能盗取。想想就可怕。假如在街上碰到个流氓非礼女生，反手给她性功能盗走，让她变太监，好恐怖的天赋，简直是独一档，历史从未有过的天赋，绝对不能让其他人知道他有这么强的天赋，要不然会被送去切割研究。不过还好，这个天赋的拥有者是他，这样就不怕了。至于第3天赋需要200级，这对于他来说倒不是什么难事，按照目前的推算，应该只需要半个月，他就可以达到200级。陈峰开始对第3效果期待起来，前面2个都如此强悍了，第3个应该差不到哪里去。
日子真是越来越有盼头了。陈峰摇了摇头，先不想那么多，试验一下新的天赋效果如何。旋即，他从个人空间拿出一瓶精神力药剂。精神力药剂，服用即可获得30秒缓慢恢复精神力 buff。很简单的一条词条，30秒内缓慢恢复精神力。盗取词条。陈峰目视着精神力药剂，心念一动。刹那间，陈峰感觉自己的精神力损失了一大半，让他脑袋嗡鸣一声，有些晕。但下一刻，药剂中涌现出一道蓝色的光芒，瞬间进入到陈峰体内。当他再次看向手上的药剂时，已经惊呆了。精神力药剂，解渴，没了，词条没了。不过这解渴是个什么玩意啊？这要是被别人看到，那不得吓傻呀！一瓶药剂的效果只有解渴了。陈峰吞了口唾沫，打开自己的个人面板，在琳琅满目的属性、技能、天赋中，他看到自己多出了一个被动技能，一个令他大受震撼且久久无法平复心情的被动技能。被动技能每秒缓慢恢复精神力。陈峰揉了揉眼睛，再次看向个人面板，依旧被吓到了。他没有看错，真的变成了被动技能，并且没有冷却时间，没有生效时间，似乎变成了永远生效且不会消失的词条。而且他清晰感觉到自己的精神力在缓慢恢复，这种感觉就跟喝了精神力药剂一样，没有什么区别，逐渐清醒的状态，特别舒服。太离谱了吧，从 buff 直接变成了我的被动技能，而且还是永久的。这样一来，我是不是永远不用喝精神力药剂了？陈峰微张嘴巴，即便是试了一次，但依旧会被这天赋效果所震撼到。比第一天赋效果强太多了，一节更比一节强。陈峰将手上的精神力药剂拧开喝了起来，果然跟效果一样，解渴，连味道都变了，变得清甜。之前是带股奇怪的药水味，现在没有了。喝完之后，陈峰又拿了一瓶出来，用剩下的一半精神力再次盗取词条。瞬间精神力衰竭了，不过有被动技能在，他不担心自己缺少精神力。陈峰定睛一看，第二瓶药剂的词条一样消失了，跟之前的第一瓶一样。但是当他打开个人面板看的时候，却纳闷了，因为被动技能没有丝毫变化，并且自己恢复精神力的那个速度也没有增强，还是那么慢。难道说这词条并不能因为同样的词条而增强，必须要有更加强悍的词条来代替或者叠加？陈峰摸着下巴沉思起来。按照他以前玩游戏的经验来说，许多装备的词条是可以通过替换来增强的，比如一条增加500攻击力的词条，如果出现增加5000攻击力的词条，就会被替换掉，那条500的词条就会消失。如果是替换的话，他就需要寻找更高等级的精神力药剂。药剂同样分为等级，有低、中、高、超级等4个等级，越高等级的药剂能够恢复的精神力就越多，并且时间越长。比如高级精神力药剂，他就有幸听说过，听说一口就能恢复一大半的精神力，是有钱人必备的药剂。以后可以获得高级药剂，再盗取词条，到时候就可以拥有源源不断的精神力了。既然药剂可以盗取词条，那么装备应该也可以。不过他的精神力消耗太大，现在还不足以让他盗取装备的词条，还是先休息一晚，明天起床的时候再慢慢盗取吧。想到这，陈峰将帐篷重新拿了出来，顺手再拿出一个睡袋，走进帐篷，打开睡袋钻了进去，闭眼开始睡觉。有着一只死去的土熊项目尸体在外面，没有多少魔物敢靠近，因为 BOSS 死了，身上的气息多多少少还是存在一些，能够镇压那些小怪，所以陈峰这一觉睡得很安稳。第41章盗取技能词条。翌日，陈峰自己就醒了，他点了2下手环，地图立马显示出来，而在地图的右上角同样存在一串数字，代表着现在的时间，已经8点半了。陈峰又看了看排行榜，经过1夜的时间，他竟然掉到了第5名。第1名依旧是那穆清望，而第2名是李妍妍，第3名是一个从未见过的人，叫做张明，之前没见过在榜上，好像是一夜之间突飞猛进的。同样，第4名也是从未出现在榜上的，叫做陆超。看着这之前不在榜上却一夜来到前5名的2匹黑马，陈峰起了疑心，因为手环上记载的分数是可以抢来的，而高考秘境存在异端会，他们同样有手环，还冒充了那些学生的身份，所以这2人极有可能是异端会的人。不过也不排除是其他天才，前期低调，后期发力。看来今天得加把劲了。陈峰伸了个懒腰，睡了一觉，现在精神饱满。随手收起帐篷之后，他从空间拿出一瓶解渴的精神力药剂，当作漱口水，含了几下便吐掉。他看向那具庞大的尸体，一夜过后竟然有些腐烂发臭，甚至招惹来不少苍蝇，其身上的气息早就散发掉了。估计再过一会就会有很多魔物闻着味找过来。陈峰没有理会，从空间又拿出引魔药剂，盗取词条。随着他心念一动，一股如墨色的能量光芒从药剂中缓缓涌现，直到进入他的身体。同样，精神力损耗了一大半，他连忙拿出一瓶精神力药剂喝了起来。
配合被动技能叠加在一起，能够快速恢复精神力。看向手中的隐魔药剂，效果变得跟精神力药剂一样解渴。陈峰打开个人属性面板，结果让他有些出乎意料。主动技能隐魔香，开启技能，自身将产生一种对魔物有着极致诱惑力的异常香味，持续时间1个小时，范围10公里。等级 B。 技能 CD 2个小时，无消耗。隐魔药剂的词条并没有像精神力药剂那样转换为被动技能，反而成了主动技能，而且还有技能等级，虽然不高，但是技能效果很好。以后他就不需要靠着隐魔药剂才能拉怪，自己就有技能可以拉怪了，而且还不用耗费精神力。神技！陈峰又拿出那本 S 级的暗影突袭术，既然药剂可以，那技能和装备应该都可以，先试试技能吧，毕竟这个技能他还是蛮心动的。发动技能，在瞬息之间可对多名敌人造成攻击，攻击期间处于短暂无敌时间，攻击人数上限5人。这技能就跟前世玩过的一款游戏，里面有个英雄也会这招，那可是神技啊！如果利用的话，就是一个无敌技能，随时卡无敌。盗取技能词条，看着手上的技能书，陈峰心念一动，发动盗取天赋。刹那间，他感觉自己的大脑好像被掏空一样，就跟3天3夜没有睡觉一样，疲惫与困乏在一瞬间涌入脑袋，晕，很晕。陈峰倒在地上，双手撑地，胸口不断喘息，就像从河边溺水，好不容易爬上岸的那种，呼吸急促。好大的后遗症，看来我得多盗取智慧了，无论能盗取多少，我都得去盗取了。陈峰缓慢来到古树下，坐在下面，背靠古树，呼吸逐渐平缓。看来智慧太少不是一件好事啊。他现在才意识到自己只提升体魄是多么愚蠢的行为了，拥有再多的体魄，精神力不够，天赋无法发动，也是白费。下一个目标，先把智慧提升到跟体魄同行，那样才能稳定提升实力。没想到这盗取 S 级技能所消耗的精神力会这么多，差点就晕过去了。陈峰轻轻拍了拍脑袋，有着被动以及药剂的 buff 在，脑袋里晕眩的感觉慢慢消失了。陈峰无奈笑了笑，他又吸取了一个教训，精神力不够多的时候，千万不能尝试盗取那些等级高的目标，会导致精神力消耗巨大，从而失去战斗能力。这要是在战斗中，可是致命的。过了几分钟后，陈峰觉得没什么大碍了，便打开个人属性面板，打算看看盗取的技能有没有在。主动技能暗影突袭，在瞬息之间可对多名敌人造成攻击，攻击期间处于短暂无敌时间，攻击人数上限5人。技能等级 S 级。技能 CD 3分钟。熟练度零10000。果然不出他所料，词条转换成了技能，出现在他的属性面板里。而手上的技能书此时已经没有任何作用，技能书没有了词条，就连名字以及效果都变成了3个大问号。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什么未知的宝贝呢。陈峰没有理会，随手就将技能书丢飞了，反正没用了，就算被人捡到，恐怕都没人知道是什么吧。盗取完技能词条之后，陈峰便根据地图指引离开了清水河。他打算用隐魔香来拉怪，现在必须要尽快获取分数了，要不然就追不上那些顶尖天才了。旋即，陈峰朝着右边离开了。待到陈峰离开半个小时后，森林中四面八方竟然缓缓走出10多只不同形状且怪异的魔物，他们都盯上了土熊项目的尸体，开始互相残杀，优胜劣汰，最后活下来的强者才有资格享用尸体。但就在他们残杀的时候，几道凌厉且凶猛的剑气呼啸而来，伴随狂风，以迅雷之势，瞬息之间便将这10多只魔物全都斩灭，魂飞魄散。不多时，从剑气飞出来的方向走出3名男子，其中为首的男子穿着一身白色长袍，绣纹金边，显得优雅高贵且奢华，那一双丹凤眼更是迷人，是个女生见了都得说一声好优雅的公子。穆清望61级，不愧是老大，随手就灭杀这些魔物了。是啊，还得是咱们老大，现在可是排行榜第1名，再杀10来只魔物就可以突破万分，成为那万中无一的绝世天才。2名小弟在穆清望旁边不断拍着马屁，而穆清望同样十分受用，点了点头，说得很好，继续说。旋即，穆清望开始观望现场，很快就看到那只土熊项目的尸体。看到的那一刻，浑身猛然一震，瞳孔微缩。这怎么可能？第42章，让你们久等了，你们该上路了。穆清望目瞪口呆地看着地上早已腐烂、散发恶臭的土熊项目尸体，陷入了深深的震惊。魔物即便死了，头上的信息框依旧存在，所有觉醒者都能看到。这只 BOSS 竟然是60级，而且看样子似乎是昨天晚上死的。难道昨天晚上的动静就是他引发出来的？可他为什么死了？在这个阶段，有谁能将他杀死？秦都市高考秘境里，等级最高以及实力最强的就是他，除了他，还有谁？老大，这60级的 BOSS 怎么死在这里了？
对啊，谁这样牛逼，竟然能杀了他？旁边的2个小弟同样都看到了尸体，瞪大双眼，嘴巴张大。不应该啊，现在最高等级不应该是他们老大穆亲望吗？怎么可能有人杀得了这么厉害的 BOSS 呢？不可能，这肯定是某个监考老师杀的，怎么可能有人比我强？穆亲望心中无比震惊，他将这一切都定义为老师杀的，肯定是昨天晚上某个学生遇到了这只 BOSS， 然后按下了手环上的求救按钮，呼叫了监考老师。肯定是这样的，不可能有人比他强，他可是排行榜第1名，现阶段最高等级的人，他不相信有人能超越他。老大，你快看，那里好像有本技能书。一个小弟忽然指向某个地方，惊声喊了起来。闻言，穆亲望立马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果然在地上躺着一本技能书，让他很是疑惑，怎么会一本技能书丢在那里？你去捡过来。穆亲望看向那名小弟，小弟听闻，点头便乐呵呵跑了过去，直接将其捡起，又跑了回来。看到这一幕，穆亲望有些吃惊，竟然不是陷阱，难道真的是之前杀了这只 BOSS 的老师忘记带走战利品？老大，你看这技能书好奇怪啊，竟然什么都没有。小弟捡回技能书之后，挠了挠头，拿着技能书翻来翻去，都只显示着6个问号。他从未见过如此奇怪的技能书，咋什么都没有？难道是时代变了？什么？穆亲望听闻，愣了一下，拿过小弟手中的技能书，顿时露出一脸疑惑与惊讶。信息呢？怎么什么都没有？只有6个问号，这他妈是什么？穆亲望傻眼了，哪有技能书什么都没有，只显示6个问号的呀？闻所未闻啊！即便出身于大家族的他，都没有见过这种情况，一本技能书什么都没有，就连名字都没有，就只有问号，这是啥玩意？卧槽，老大，你捡到宝了！这时，另一名小弟看着穆亲望手上的技能书，惊喜喊了起来。什么意思啊？穆亲望看向这名小弟，满脸懵逼，这啥都没有，就捡到宝了？老大，你听说过无字天书吗？小弟一脸神秘的样子，侃侃而谈起来。我从小听说过一个故事，那就是无字天书。曾经有个小伙捡到了一本书，上面什么字都没有，但虽然什么字都没有，可到了某一天，他会发挥出真正的奥义，到时候那些字就会浮现出来，帮助那个小伙成为了全世界最强。闻言，穆亲望先是一愣，旋即慢慢瞪大眼睛，然后看向手上的技能书，微微张嘴。难道你是说这本技能书是那无字天书？不是没用，只是时候没到而已。这样想想，好像还真是，毕竟他从未见过有什么技能书是没有信息显示的，甚至连名字都没有。难道真让他捡到宝了？传说中的无字天书让他成为全世界最强。对，老大，你猜的没错，这肯定就是无字天书。改天他认可你的时候，肯定会浮现出字体来，到了那一天，老大你就是全世界最强。小弟越说越兴奋，他的话语充满激昂，逐渐让其他2人都对这本技能书产生了怀疑。难道真的是传说中的无字天书？穆亲望越想就越肯定小弟说法，要不然这么奇怪的技能书真说不过去。没想到这种只存在于传说的无字天书会落到他手里，难道这就是天意？天意指引着他过来，指引着他发现这本无字天书，他注定成为最强。哈哈，天助我也，就连上天都眷顾着我，将此等宝物赐予给我，我穆亲望终究成为那最强剑神。穆亲望拿着无字天书，哈哈大笑起来。老大牛逼，老大威武！2名小弟很合时宜的捧场，这让穆亲望更加高兴。你们2个做的不错，等出去之后，我一定会大大奖赏。想要什么，随便说，我穆家什么没有，就是钱多的是。谢谢老大。2名小弟同时跪地，兴奋激动的相视一眼，心里很是高兴。穆亲望同样很高兴，小心翼翼地将无字天书放到个人空间之后，便吹着口哨迈步离开了。2名小弟紧随其后，而他们离开的方向正是陈峰去的方向。1个小时后，朝天陵，阳光明媚，树叶的剪影借着阳光投映在地上，随风轻轻摇曳。但在这如此美好的景色当中，却伴随着兽吼。吼！此时的陈峰正急速穿梭在朝天陵中，而他身后则是上千只魔物。没错，上千只，大大小小，各种稀奇古怪的魔物，此时都凶狠地追着陈峰，像是狩猎的猎人，满眼贪婪。不愧是影魔乡，竟然吸引了这么多魔物，只要到了目的地，就可以将其全部杀死。这么多魔物，怎么都能让我升到60级吧？陈峰时不时回头看一下身后的魔物群，嘴角微微上扬，速度没有丝毫减弱。前不久，他使用了影魔香技能生效的那一刻，他就发现周围多了不少魔物，于是他便使用鬼影技能，再利用自己极快的速度，开始穿梭于朝天陵里。他特地在地图上规划了一条路线，只要围着路线跑一圈，肯定能吸引到不少魔物。而且他还找了一个绝佳的杀怪位置，
那便是他前方500米的空地，那里没有树木，没有什么山洞，在那里是绝好的巨怪地以及团灭地。要知道，这可是上千只魔物，等级都在30级以上。只要将这些魔物全都引到那边去，统一消灭，到时候分数和经验必然上涨。技能的时间快到了，而目的地也快到了。几秒钟，陈峰便来到目的地，站在一个足足有足球场大的空地上，停下了脚步，转身看向朝着他咆哮怒吼的魔物群，双手插兜，嘴角扬起。让你们久等了，你们该上路了。第43章盗取智慧。面对上千只魔物，陈峰丝毫畏惧，甚至两手插兜，等着他们的进攻。魔物哪能受得了这气啊？好不容易追到这里，必须要吃了陈峰才行。吼！一时间，上千只魔物一拥而上，他们张开血盆大口，眼里只有陈峰。盗取智慧。陈峰利用高速度不断躲避魔物，随便盗取其中一只魔物的智慧。然而，当他盗取之后，彻底让他无语了，竟然只盗取到4点智慧，怎么会有这么低的智慧？要是盗取体魄的话，早就盗取几10点了。虽然盗取智慧所损耗的精神力就那么一点点，但是盗取到的智慧也太少了吧。陈峰不信邪，继续盗取另外一只看上去比较聪明的魔物，结果让他想要骂人。3点？不是，这些魔物看着聪明，实则脑残是吧？果然，魔物大部分都是没有智慧，只有力量的蠢货。他又换了一个目标，不再盗取智慧，而是盗取体魄，结果让他笑了起来。盗取了体魄36点，没有让他失望，果然是智慧没多少，体魄倒是多的是。引魔香这持续时间还有5分钟，5分钟一过，这些魔物就不会被他吸引，到时候可能会跑，所以要在这5分钟内杀光才行。山崩土刺，地动山摇。陈峰停下脚步，不再躲闪，双手举过头顶，用力朝着地面砸下。与此同时，以他为中心的方圆500米内莫名开始震荡，宛如地震来临。冲在最前面的魔物顿时一晃，脚步不稳，神志不清，摔倒在地。而被陈峰砸下的地面瞬间崩裂开来，一道裂缝迅速蔓延崩裂，直至几百米长，甚至还有很多魔物掉入那道裂缝。蔓延停下的那一瞬间，无数尖刺从裂缝中凸起，如同树枝般横竖凸起，而那些魔物就跟串串一样被尖刺刺中，悬挂在半空中，刺穿身躯或者头颅，鲜血往下流淌，生机瞬无。每一根尖刺都带走数只魔物，瞬息之间，上百只魔物当场毙命，留下一滩恶臭且难闻的鲜血，令其他魔物胆颤。同一时间，陈峰身上闪烁2道金光，他又升了2级。下一秒，陈峰消失在原地，再次出现，已然到了魔物群中，开始大开杀戒。只见他每一拳挥出，一只魔物瞬间爆炸，血肉飞溅，将他衣衫染红，脸颊带血，宛如临世魔王，比魔物还要凶残恐怖的魔鬼。但同时，他也在盗取这些魔物的智慧属性，一边盗取，一边带走他们的生命，两不误。1分钟，上百只魔物毙命，他身上再次闪烁2道金光。54级了，升级所带来的快感让陈峰完全没有疲惫，咧着嘴不断杀戮，场上的魔物迅速减少，几乎没有一只能够抵挡住陈峰的一拳。期间他还使用了暗影突袭术，果然不出他所料，当他使用这个技能的时候，他仿佛处于一个虚无状态，那些魔物看不见他，打不到他，就好像跳脱出这个世界，瞬间毙命5只魔物。技能结束的时候，他会出现在最后一只毙命的魔物位置上，这种感觉很微妙。无敌针可以卡，这招如果用得好，在战场上绝对是保命神技。现在他的装备技能又好了，又可以发动了。山崩土刺，地动山摇。引魔香这持续时间结束，如果有其他人来到这里，必然会被吓得胆破。只见现场横尸遍野，无数魔物暴毙而亡，头颅爆炸，身躯被洞穿，手脚被扭曲，鲜血流淌成河流。原本翠绿的空地，此时变成了猩红的汪洋，散发着腥臭的味道，难闻恶心。而在那无数尸体的中间，屹立着一个血红身影，看不清模样，猩红点缀衣衫，双手沾满白与红的液体，不知是脑浆或是血液，似乎都参半在其中。这人不知是死是活，但能看到他那嘴角好似在笑。终于杀完了，这种酣畅淋漓的杀戮真爽。陈峰扫视着周围的魔物尸体，咧嘴一笑。刚刚的他满脑子只有杀戮，将眼前这些魔物全部杀完。5分钟，他将上千只魔物全部屠杀殆尽，而他顺利来到了60级。5分钟升了10级，这种感觉太爽了。同时，他盗取了410点智慧，相当于82级的智慧。他再将升级得来的属性点全部加到了智慧上。现在，他总智慧已经超越了145级，在60级便拥有了145级全点智慧的数值属性，超越了许多人。不过，他没有沾沾自喜，因为他知道这个世界的强者还有很多，属性是最容易得到的东西，
有些果子吃一口就获得上百点属性，有些装备神器穿戴上去就获得几千几万的属性，甚至有一些天才的天赋，他们还有自动增加属性的功能。他就听说过70年前的一位懒神，他觉醒的职业是战士，但是他很懒，白天睡觉，晚上就不知道在干嘛，大家都认为他是废物，无药可救的那种。可他的战力永远比别人高，甚至连等级都比别人高，直到他1000级那天，众人才知道他的秘密。他的天赋是白日做梦，这个天赋很强，他在白天睡觉的时候可以做梦，梦见自己在杀怪，而杀怪得来的属性点同样会加到他身上，等级却没变，所以晚上他就去杀怪升级，得来的属性点照样可以加。就这样，他靠着白天做梦，晚上杀怪这个作息，凌驾于所有同辈人，成为那万中无一。这个故事是以前一个同学告诉他的，陈峰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但这个故事似乎很多人都知道。有人说这是那些懒惰的人不想杀怪升级，而自己意淫出来的。以前陈峰也不信，怎么可能有这么离谱的天赋，做梦就变强，那岂不是分分钟无敌了？而现在他对这个故事的信服度高了很多，因为他的天赋同样很离谱，甚至比这个做梦就变强的天赋还要离谱。既然他都有这么离谱的天赋，那别人又怎么可能没有呢？小子，你就是陈峰吧？就在陈峰思索的时候，一道声音从他身后响起，有些轻蔑且不屑。他连忙回头看了过去，看到来人头上信息框的时候，他眼神变得有些复杂，若有所思。穆清望63级，第44章。等我解决这些垃圾。穆清望，不愧是顶尖天才啊，这等级提升的速度可真快，家里不少给他经验卷轴吧，真羡慕有钱人。不过他来这里干嘛？还带了2个人，而且听口气似乎认识他，还特意来找他的。等等，经验卷轴。陈峰忽然想到了什么，他居然忘了自己有经验卷轴，那是不是可以将词条弄过来，以后岂不是永远有双倍经验？想到这，陈峰立马就想着试验一下，但眼下穆清望还在这里，他不好弄，于是他看向穆清望，反问：你认识我？而恰巧是他这反问让穆清望确认了心中的想法，脸上露出喜色。哈哈，果然幸运女神今天眷顾了我，不仅让我得到无字天书，让我碰到了陈峰，天助我也。穆清望忽然仰头大笑起来，旁边2名小弟愣了一下，同样跟着仰头大笑。陈峰无语地看着3人，挠了挠头，这3人是不是有毛病啊？怎么过来就开始哈哈大笑起来，跟个神经病一样，还是走远点吧。陈峰微微后退几步，想要离开，远离这3个神经病。站住！穆清望看到陈峰想跑，立即拔剑对着陈峰怒喊了起来，想当着他穆清望面前逃跑。做梦！你找我有什么事吗？陈峰无奈地回过头，叹了口气，这穆清望是啥毛病啊？莫名其妙找他，还不给他走，浪费他刷怪的时间。我想和你切磋，如果你输了，就将手上的分数全部给我；如果我输了，就全部给你。穆清望昂着头，自信从容的脸色，骄傲的语气，似乎在说：跟我切磋是你的荣幸。你不觉得不公平吗？你的分数比我低那么多。陈峰耸了耸肩，有些无语。什么？我的分数比你低？我可是第1名，怎么可能比？穆清望说到一半，戛然而止。这时他才发现地上的魔物尸体竟然有那么多尸体，数都数不完的那种，怎么会有这么多魔物尸体？刚刚的他忙于跟陈峰说话，都没有注意到现场的情况，忽然才注意到的，哪里来的那么多魔物尸体？难道全是陈峰杀的？穆清望似乎想到了什么，双眼猛地睁大，连忙打开手环上的排行榜。下一秒，穆清望虎躯一震，看向陈峰，震惊大喊：你第1名了！4万的分数，他现在才1万多，这陈峰的分数怎么就达到了4万？昨天晚上还在底下的呀，他做了啥？当他看到地上的那些尸体后，立即就明白了，陈峰今天把这些魔物全杀了，而这些魔物都是30级以上，每一只都有30分，这看上去起码有1000只。怪不得他能那么快，原来是采用了这个方法。看来是我低估你了，如果我猜的没错，你应该是使用了引魔药剂，然后将魔物都拉拢在一起击杀。你的队友呢？出来吧，别躲着了。穆清望一副看穿所有的表情，歪嘴一笑。陈峰必然是有队友的帮助，要不然不可能将这么多魔物全部杀死，即便是他都没有办法自己一个人面对这么多魔物。他相信陈峰也没有这个能力，肯定还有队友在旁边。此话一出，2名小弟顿时东张西望起来，精神高度集中，以防陈峰的队友偷袭。怎么？你的队友是怕了吗？穆清望走上前一步，持剑指着陈峰，即便是你受到危险，他们也不会出来吗？陈峰微微后退，他觉得这穆清望绝对是脑子有病，心里有点慌了。这个世界神经病杀人好像也不犯法的。不说话，不想出卖队友。好，有义气，
那就别怪我无情了。哼，给我出来！陈峰见状，刚想解释自己没有队友，穆青望忽然冷哼一声，直接朝着300米外的一个草丛中劈去一道灵力剑气。等一下，我压根就没有对。看来穆青望的天才之明果然不容小觑啊！竟然能发现我们几人的存在，佩服佩服。陈峰话未说完，竟然从草丛里走出7、8个身披黑色斗篷的神秘人，看不清容貌。看到这里，陈峰傻眼了，竟然真的有人，而他竟然没有发现，这怎么可能？开玩笑，我的剑道之心乃是至高无上的天赋，任何宵小在我面前都无从隐匿，你们几个小喽啰就可以躲藏了。穆青望看着那身披斗篷的几人，哈哈大笑起来，但很快又停止了笑声。你们是谁？看你们的样子，应该不是陈峰的队友吧？为何躲在那里？似乎还认识我。闻言，陈峰了然，原来穆青望的天赋有着可以看破某种隐秘的功能。这些异端会的成员全都是刺客，有几件可以隐秘身形的装备或者技能也不稀奇。穆青望，小心点，他们是异端会的人。陈峰看到这里，便知道眼下不是跟穆青望切磋的时机，慢慢走到他身旁。什么？异端会？老大，他们是异端会的人。2名小弟听到陈峰的话，顿时一惊，连忙躲在穆青望身后。异端会？那个专门猎杀天才、引以为傲的邪恶协会？穆青望有些震惊，没想到会在这里碰到异端会，可这里不是高考秘境吗？他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看来几位对我们异端会很了解嘛，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啊？异端会那边为首的一个斗篷人走了出来，发出略微阴柔的声音，听上去不男不女的，很是瘆人。我是未来的剑神，华夏的战神，怎么可能与你们这些垃圾为伍？你们既然出现在这里，那必然是想杀我，一起上吧。穆青望单手挥舞长剑，挥出华丽剑花，持剑对峙异端会众人，潇洒且不羁。看到这里，陈峰倒是高看了几眼，本以为穆青望是那种小说只有的反派人物，找他就是为了欺压他，获得分数。现在看来是自己想错了，他单纯就是心高气傲，想要找各路天才单挑切磋罢了。既然你这么想死，那我们就如你所愿。话音一落，异端会众人瞬间朝着穆青望急速逼近，身影忽隐忽现。陈峰见状，想要上去帮忙，却被穆青望拦了下来。你别动，你我的切磋还没开始，等我解决这些垃圾先。第45章，我好像没有说过我很弱吧？闻言，陈峰停下了脚步，回到原位。既然穆青望不需要他，那他也不想掺和进去。可异端会的众人似乎并不打算放过他。你们几个去把那3个给杀了，我们对付穆青望。为首的斗篷人随意点了3人，那3人点了点头，立即朝着陈峰和穆青望2名小弟冲去。可就在3人准备出手的时候，一道灵力剑气横空飞来，径直劈在他们面前的地上，一道长长的剑痕赫然出现，吓到3人不敢动弹。你们敢？就凭你们几个人就想杀了我们？做梦！穆青望冷哼一声，一剑劈出，纯白剑气以迅雷之势朝着异端会几人呼啸而去。攻击来得太突然，异端会众人手忙脚乱，连忙躲闪，但仍然被剑气所波及到，身上的斗篷被划破，连蓬帽都被剑锋吹开，露出真面目。不愧是未来的剑神穆青望，果然有2下子。为首的斗篷人看着被划破的斗篷，愣了愣，却笑了起来，看向穆青望：如果将你这样的天才杀了，那么华夏得损失多大呢？你的父母该多伤心，多恨我们异端会呢？真让我期待啊！别废话了，一起上吧，我还等着跟别人切磋呢。穆青望冷眼看着面前这几人，没有半点耐心。从小，他的父母就告诉他，异端会是整个华夏的敌人，若想成为那万人敬仰的战神，那就必须铲除这个可恶的协会。现在让他碰到了，自然不会放过。上，杀了这小子！为首的斗篷人甩了甩手，便带头冲了上去，其他人紧随其后。刹那间，穆青望被团团包围，可即便面对这样的包围，他依旧没有半点恐惧或者逃跑的意思。战神是不能畏惧的，即便是死，他也要站着死。转瞬之间，穆青望便与异端会众人扭打在一起，而2名小弟跟着冲上去帮忙，但实力过于悬殊，完全不是对手。陈峰在旁观望，他基本了解了这几个异端会成员的实力，这几人起码都在50级以上，那个为首之人似乎还是60级，竟然出动这么多人，只为杀一个穆青望。看来穆青望在异端会眼里威胁还是蛮大的。不过穆青望的战力很高，跟几人打在一起不落下风，甚至压了几人一头，打得他们没法还手。可恶，看来是我们小瞧你了，兄弟们都别藏着了，破风药剂，咱们争取5分钟杀了他。为首的斗篷人朝着其余人大喊，从空间拿出一瓶红色的药剂，仰头就喝了下去。而其他人同样拿出药剂喝了下去。在他们喝下的同时，几人的等级迅速飙升，从原本的50级来到了80级，为首的人甚至来到了90级。这实力的差距
已经变得过于悬殊。穆青望看着几人头上的信息框，浑身一震，瞳孔剧烈收缩，等级竟然来到这么高，而且还这么多人，这次恐怕悬了。小李，按下求救按钮，呼叫老师来救我们，这不是我们能对付的。穆青望立刻做出了判断，回头看向自己的一名小弟，让其求救。那名小弟听闻，连忙点了点头，按下手环上的求救按钮，可当求救按下的时候，却没有任何反应。按正常来说，应该会出现一层保护盾，帮他们抵挡伤害，其次就是空间隧道打开，老师出现解救他们，再带他们离开这里。可现在什么都没有发生，怎么回事？求救怎么不起作用了？小李脸色着急，不断按着手环上的求救按钮，可无论如何都没有半点作用。别白费力气了，早在半年前，我们异端会就破解了你们空间手环的奥妙，不就是采用了空间锁定以及空间护盾吗？而我们同样研发了可以克制你们的道具，所以你们就乖乖死在这里吧。这时，为首的斗篷人用那戏谑的眼神看着穆青望等人，哈哈大笑起来，身后的人跟着大笑。闻言，穆青望脸上出现了让异端会成员久违的慌张，但很快又镇定下来，看向陈峰。陈峰，我知道你实力强大，请你带着他们离开这个地方，然后再找老师过来救我。别，老大，我们陪你一起死。就是，虽然我觉醒的不是战斗职业，但是我能分析出来他们的破绽，可以帮上忙的，我们不怕死，怎么可能丢下老大一个人跑？两名小弟立马就想着冲上去跟异端会成员拼命，尤其是那戴着眼镜的少年，赤手空拳就想冲上去。退下，我的命令听不懂吗？穆青望怒斥着他们，然后看向陈峰，拜托了。那你呢？陈峰愣了一下，有些惊讶，但还是看向穆青望。没想到这危急关头，穆青望竟然会选择让他带着两名小弟离开，而他却留下来。难道他不怕死吗？我没事的，我还能撑一会。他们现在的等级最高在90级，不是我们能够对付的，但是我以命换命的话，还是能拖1分钟的。穆青望转头看向异端会几人，看着他们脸上那戏谑的笑容，感到很不爽。我可是未来的剑神，岂能逃跑？就算死，也要带走几个。闻言，陈峰心头猛然一震，惊讶地看着穆青望，没想到穆青望的决心如此坚定，即便是面对死亡，都依旧不会退缩。不畏死亡，这恐怕是真正的战神吧。啪啪啪，呵呵，你们好一场兄弟情深啊！不过嘛，你们谁都跑不掉，都得死在这里。为首的斗篷人鼓着掌，戏谑笑着，缓缓走上前去，摇了摇头。让我觉得可惜又高兴的是，既然又碰到了另一位天才陈峰，那既然如此，你们就更加逃不了。斗篷人看着陈峰，露出残暴的笑容，很是瘆人。万万没想到，这场围杀穆青望的戏码，竟然多出了另外一个天才。陈峰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惊喜啊！快走，陈峰，去找老师。穆青望单手持剑，对峙着几人，淡然开口：“你们想杀他们，就从我尸体上跨过去吧。”老大，别，我们陪你一起死。对，我们可不是懦夫。就在两名小弟准备冲上去的时候，一只手拦住了他们，让他们微微一愣。下一秒，一个身影走在他们前面，来到穆青望身旁，淡然一笑：“穆青望，你是名合格的战士，没有辜负未来剑神这个名号。不过，我好像没有说过，我很弱吧？”第46章，怎么还要切磋吗？话音刚落，陈峰的身影瞬间消失。瞬息之间，陈峰来到其中一名异端会成员面前，抬起右脚，轻笑一声：“再见。”轰！那名异端会成员宛如炮弹般倒飞出去，撞在一处山崖上，再重重砸落在地，彻底失去了生机。看到这一幕，穆青望虎躯一震，双眼瞬间放大，瞳孔剧烈收缩。这速度，这力量，一脚就将一名80级的刺客踢飞，怎么可能？其他异端会成员见状，惊呆了下巴，眼前这个陈峰似乎很不对劲啊！怎么可能？你的速度怎么这么快？还有这力量？怎？一名异端会成员被吓到了，握着短刃质问着陈峰。可话未说完，陈峰已然来到他脸上，掐住他的脖子，将其提到半空中。放开我！你给我放开！被掐住脖子的异端会成员手脚不断挣扎，情急之下举起手中利刃，用力刺向陈峰的头颅。小心！穆青望见状，大喊了一声，立即冲了上去。可当他刚冲上去的时候，听到了铿锵一声，似乎是刀剑碰撞所发出的嗡鸣声。他看向陈峰，顿时瞳孔收缩，震惊到不知说些什么。怎么可能？那可是80级，再怎么说体魄都比他们高很多，而且手上的武器也能加属性，怎么连陈峰的皮肤都刺不进去？只见那短刃狠狠刺在陈峰脑袋上，却未能进入丝毫，像是碰到了钢板，阻挡在外面。什么？那名被掐住脖子的异端会成员猛地瞪大双眼，彻底傻眼了。他的短刃竟然伤不了陈峰丝毫，
甚至连皮肤都刺不进去。其余的人都吓傻了，连连后退，看陈峰的眼神宛如看待一个怪物。就连那90级的异端会成员都不敢轻举妄动，神情紧张地看着陈峰，握短刃的手都在颤抖。这到底是什么怪物？怎么会攻击不进去？难道这是一只披了人皮的魔物？陈峰诡异的体质已经吓傻了众人，他们从未见过如此诡异的人，短刃都刺不进去，跟钢板一样。没吃饭吗？陈峰掐住脖子的手越来越用力，对方的脸色越来越难看，手脚挣扎的幅度大大提升。既然没力气，那就送你上路。话音落下，陈峰猛然一捏，骨裂声响彻全场。刹那间，那名剧烈挣扎的异端会成员身体忽然松弛下来，不再挣扎，脑袋歪斜，一动不动，显然是没了生机。陈峰就跟丢垃圾一样，将其丢到一旁，拍了拍手，旋即看向剩余的异端会成员，咧嘴一笑：“下一个轮到谁了？”陈峰一笑，生死难料。其他人见状，纷纷后退，吞了口唾沫，没有一个赶上的。而站在后面的穆清望已然傻眼，看着陈峰的背影，嘴巴微张，却没有说话。什么时候秦都市出了这么一名恐怖的天才，体魄惊人，以60级的实力对抗80级甚至90级都不落下风，还随意杀死了2个。这云淡风轻的杀人动作让穆清望有些害怕。穆清望虽然出身于大家族，但是杀人这玩意他基本没做过，从小就没有什么危险，家里人都很爱很宠他，杀的最多可能就是魔物。哪里见过这般场面，尤其是陈峰那杀完人还能笑出来的心态，更让他感到害怕，就跟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一样。陈峰看异端会的人不打算动手，自己则是迈开脚步朝他们缓慢走去。他每走一步，对方就集体退一步。陈峰有多云淡风轻，对方就有多紧张害怕。你们异端会的人都这么怕死的吗？陈峰戏谑地看着几人，嘴角微扬，猖狂且嚣张。妈的，臭小子，别以为我们异端会好欺负，我就不信我们这么多人还杀不了你。那么90级的异端会成员闻言，忍无可忍，停下了后退的脚步，指着陈峰怒吼：“兄弟们，一起上！回去之后，老大重重有赏。”是。听到重重有赏这4个字，其余的人仿佛打了鸡血，咆哮着朝陈峰冲锋而去。那90级的身影更加快，瞬息之间便来到陈峰面前，锋利短刃直逼陈峰脖子的大动脉，露出森然笑容。他就不信了，割这小子大动脉，他还能不死？他断定陈峰顶多练了铁头功，而脖子是人最脆弱的地方，是很多人的弱点，只要攻击这里，大概率能杀。眼下即将得手，小子受死吧！在90级兴奋的目光下，短刃成功横切到陈峰脖子，但没有出现他所想的那样，没有短刃径直切入割开大动脉，鲜血如喷泉般涌出的场景发生，更没有陈峰倒地捂住脖子，最后失血过多，双眼失去光亮，永远离开这个世界的画面。只出现了让他这辈子都永生难忘的画面，那就是短刃横切到脖子上，丝毫未进，像是卡在了外面，动弹不得，无论他如何用力，都未能将其脖子切开。这不合常理，怎么样，是不是很失望？这时，一道如恶魔低语般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他颤抖着身体，缓缓抬头看去，瞳孔剧烈收缩。只见陈峰用那森然寒芒的目光看着他，嘴角挂着的那抹微笑，像是宣告了他的死刑。陈峰是故意不躲开的。想到这里，90级的异端会成员感到毛骨悚然，头皮炸裂，死亡的气息弥漫在他周围。他想要跑，但是轰！陈峰按住面前这个异端会成员的头颅，猛然按下，将其重重砸在地面，地面瞬间4分5裂，砸出一个深坑。陈峰旋即再抬起右脚，猛然踩下，那颗圆润的脑袋瞬间如西瓜般爆开，飞溅开来，彻底失去生机。而这深坑就是埋葬他的地方。这一幕发生的太过突然，突然到其他异端会成员都没有反应过来。而等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就发现他们之中最强的那个已经死了，在一瞬间就被眼前这个陈峰杀死了，让他们感到心魂震颤，没有再战的心。跑！不知是谁喊的一声，众人就像乌合之众，一喊而散。而陈峰怎会让他们逃跑？暗影突袭术，恶魔低语响起在每一个异端会成员耳中。未等他们害怕，陈峰的身影消失了。刹那间，所有正在逃跑的异端会成员戛然而止，停下了脚步，一动不动。但下一秒，他们又如失去发条的玩具，轰然倒了下去，再无生机。而陈峰出现在最远的异端会成员旁边，拍了拍手，双手插兜，朝着穆清望走去。看着穆清望那震惊的脸色，他淡然一笑：“怎么，还要切磋吗？”第47章永久的双倍经验。闻言，穆清望愣了一下，旋即看向陈峰，摇了摇头：“不用了，你救了我们，切磋就免了。”其实主要还是穆清望觉得自己应该是打不过陈峰，虽然他有 SSS 级天赋，
但天赋还未成型，连那几个异端会的人都没法对付，更别提陈峰了。行，但是下次想要切磋的话，我可就不答应了。陈峰淡然一笑，旋即来到几具异端会成员的尸体旁，准备摸尸。摸尸是每个人基本会做的事情，不仅是摸 BOSS 的尸体，人的尸体也会摸。陈峰来到那名90级的异端会成员尸体旁蹲下，触碰到其身体的那一刻，一道虚拟光幕出现在眼前。唐山的个人空间已失效，可随意查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空间，而死亡之后，个人空间会失效，所有人都可以自行查看他的空间，并且随意取走里面的东西。这种事，陈峰其实是懒得做的。不过对方那个可以屏蔽手环求救信号的道具，他蛮想要的，不知道有没有。随着陈峰精神力渗透进去，唐山的个人空间呈现在他眼前，在里面发现了几件装备和一些换洗的衣物以及食物，除了这些就没了。这让陈峰有些失望，但很快他就注意到尸体的右手上有一枚奇怪戒指，这似乎还是个戒指装备。陈峰眼前一亮，他恰巧就需要这戒指的装备，自己还没有呢。于是他直接将其摘了下来，戒指的信息浮现在眼前：空间屏蔽戒指，无职业限制，无等级限制，出自新加装备大师之手。主动技能：空间屏蔽，产生一个透明磁场，磁场范围100米，可屏蔽范围内有关于空间系的技能、道具、武器、天赋，让其失去效果，持续时间30秒。一次性道具，使用过后永无效果。陈峰看到最后的时候，嘴角抽搐几分。我满怀期待的摸尸，结果等来的却是这样的结果。操！不过幸运女神似乎眷顾他，他在其他人的手上都找到了这种戒指，他们都有一枚，除了这唐山用过之外，其他人都没有用过。旋即，陈峰几人手上的戒指都取了下来，收入个人空间，又检查了一遍他们的尸体。2分钟后，陈峰摸着下巴，看着地上几具脱光光还剩裤衩子的尸体，点了点头，已经搜刮完毕。拜，有缘再见。陈峰朝着穆青望等人随意挥了挥手，便潇洒离开。等到陈峰的身影逐渐消失后，穆青望身旁一位小弟才敢开口说话：老大，他好强啊，他真的是盗贼吗？是啊，从未见过盗贼有这么强的实力，他恐怕要颠覆大家对盗贼的认知啊。2名小弟看着陈峰离开的方向，满眼充满震惊与崇拜。一个生活职业能够做到这一步，属实是不简单，还能比他们老大还要强几分，那就更加难了。不知道，反正你们别惹他，他的实力高深莫测，即便是我，可能都打不过他。穆青望看着陈峰离去的方向，摇了摇头，嘱咐2个小弟。即便陈峰觉醒的是人人唾弃的盗贼，但他刚刚那番实力就证明了他不是一般的盗贼，那实力足以吊打现阶段所有天才，恐怕连龙都市那几个顶尖天才来，都可能只是和他五五开吧。在没见到陈峰之前，穆青望就已经知道陈峰的职业是盗贼，那时候他就以为陈峰是有队友帮忙才有那么多分数，现在看来是他小瞧别人了。小的时候父母就告诫过他，对待敌人不能掉以轻心，更不能小瞧对手，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人家有多少底牌，当不知道一个人有多少底牌时，应当全力以赴，不能出差错。而他今天就掉以轻心了。果然，人不可貌相，不能用职业来判定一个人的真实实力，这样会导致自己吃大亏。这个亏他吃了。想到这，穆青望看向陈峰离开的方向，忽然弯腰鞠躬，让旁边的2个小弟都吓了一跳，有些懵逼。老大，你这是干嘛？对啊，怎么莫名其妙向陈峰鞠躬？没什么，咱们走吧。穆青望挺直腰板，微笑摇头，深深看了一眼陈峰离去的方向。陈峰，下次见面我会好好感谢你的，谢谢你给我上的宝贵一课。穆青望心中想到，旋即转身离开了。2名小弟挠了挠头，跟了上去。阿秋！陈峰打了个喷嚏，揉了揉鼻子，心生疑惑，到底是谁在想我呀？不管那么多，先看看下一步去哪。朝天林周围的魔物已经所剩无几，几乎给他杀完了，得换一个地方继续用引魔香拉阿怪再拒杀才行。陈峰打开地图，开始搜索目的地。很快，一个地点映入眼帘：暴雪白林。这里似乎是特殊场地，那里每时每刻都有白雪堆积，还有部分生活在雪林里的魔物。处于秘境比较深入的地方，魔物的等级会偏高，而且离这里还不远，那就去这里吧。不过在去的路上，陈峰打算尝试一下他之前想到的试验，那便是将经验卷轴的双倍经验词条盗取过来。下一秒，经验卷轴出现在右手中，陈峰看着他，心念一动，盗取双倍经验词条。随着他心之所想，一缕蓝色能量光从经验卷轴里面涌出，又再次涌入他的体内。这次他消耗的精神力依旧是1/2，这让他感到震惊。要知道，他现在的精神力非同寻常，已经提升很大，即便是盗取药剂的词条都不可能消耗这么多，
只是盗取这双倍经验的词条就让他消耗这么多了。越是强大的词条，所损耗的精神力就越大。陈峰轻拍脑袋，缓了缓神，随即打开个人属性面板，寻找刚刚盗取的词条，很快就找到了。被动技能双倍经验，永远获得双倍经验。看到这被动技能，陈峰眼前一亮，欣喜若狂。果然，不出他所料，真的可以盗取经验卷轴的词条，而现在他获得的经验永远都是双倍。忽然，陈峰想到了什么，瞪大双眼，身躯因为激动兴奋而微微颤抖起来。因为经验卷轴可不止双倍，它还有更高等级的3倍、4倍乃至其他倍数，不过那些都太高了，不是他这种普通人能碰到的。目前秦都市只销售双倍经验卷轴，至于3倍以上就靠自己的运气，能不能在副本秘境中碰到。下一步3倍经验卷轴，如果能够叠加，那么我就拥有领先所有人的经验加成。陈峰在心中暗自定下一个小目标，获取更高等级的经验卷轴，领先其他人。第48章，秦龙，今天就是你的忌日。翌日，距离高考结束还有一天，明天早上就会关闭考场，开放空间隧道。陈峰昨天刷了一天的怪，现在的等级来到了70级，高考秘境的魔物已经满足不了他了。体魄和智慧属性更是达到了极为恐怖的地步，两个属性都达到了1250点，可能是因为自己有点强迫症的原因，所以他凑得平均一点。两种属性都需要250级全点同一个才能达到。表面70级，实则250级，战力堪称无敌。秦都一中所有师生以及校长这些加起来都干不过他一个人。暴雪白灵，一间小帐篷屹立在积雪上，旁边有个未熄灭的小火堆，似乎正煮着热水。而在帐篷的100米外，却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景色，尸横遍野，到处都是魔物的尸体，有些无头，有些身躯被洞穿，而等级都在30到40级之间，还有2只45级的 BOSS。睡得真舒服。这时，帐篷里响起一道慵懒的声音，只见陈峰拉开帐篷走了出来，让阳光尽情沐浴在身上，顺带伸了个懒腰。每日惯例，看看排行榜，分数有没有被赶超。陈峰打开排行榜，看着上面的10万分，依旧排在第1名，而第2名还是穆清望，此时已经4万多分，就连底下那几个天才的分数都涨了很多。看来是他打击到他们了呀，让他们觉都不睡，连夜刷分。这时，陈峰听到远处传来脚步声以及喘息声，似乎有很多人过来了。大清早的，是谁过来这边了？陈峰立即收起帐篷，踩灭火堆，几步跳到树上，隐匿起来。5分钟后，7、8个人映入眼帘。陈峰看到几人，瞳孔微缩，他看到了熟人夏晴，他怎么在里面？而且那几人身上是执法者特有的制服，还有勋章以及帽子，难道全都是执法者？可执法者怎么会来高考秘境？那几人路过陈峰的火堆时，其中一人蹲下去摸了摸灰烬，轻声道：“这里刚刚有人的，应该没走远，看样子应该是学生，有可能是异端会假扮的学生。咱们这趟下来可是抓了不少人。大家都别掉以轻心，认真搜查，那些人都很狡猾，小心他们隐藏在某地偷袭。”是。不多时，执法者们离开了陈峰的视野，陈峰从上面跳了下来。原来如此，怪不得会有执法者进来，原来他们是进来抓捕异端会的，可他们能行吗？陈峰刚刚注意到那几个执法者最高等级的就是那个队长，可只有80级，其他人平均50、60级。昨天碰到的那几个异端会成员可是有90级的，恐怕没那么好抓。陈峰想了想，还是决定回去告知一下夏晴他们，毕竟夏晴这执法者对他不薄。他之前有好几次被抓进执法所，都是夏晴在照顾他，给他的饭菜都是极好的，是个热心肠的好执法者。救命啊！执法大人，快点救我！忽然一道求救声响起，陈峰立马看向那个方向，不就是夏晴等人走过去的方向吗？而且这求救的声音怎么听上去那么耳熟呢？陈峰没有犹豫，朝着那边急速掠去。执法大人，他们都是异端会的人，快点救我！我的队友全被他们杀完了。一个男生被几名斗篷人劫持着，而斗篷人面前正站着7、8个神情紧张且严肃的执法者。如果陈峰在这里的话，肯定能认出来那个人质是谁，就是他心心念念想要杀掉的秦龙。双方都拿着武器对峙着，场面十分危机。放开他！你们异端会已经被我们秦都执法所包围，束手就擒吧。为首比较年迈的执法者拿着喇叭站到了其他人身前，挺拔的身姿充满了安全感。呵呵，你们这些垃圾执法者也想命令我们异端会？那名劫持人质的斗篷人冷笑一声，不过嘛，我也不想干这些偷鸡摸狗的事情，就送给你们吧。说完，他就将手中的人质甩了出去。为首那年迈的执法者连忙将其接过，低头询问：“你没事？”话音未落，他猛然感觉腹部传来剧痛，双目瞪大，瞳孔剧烈收缩，震惊地看着眼前的秦龙，低下头看向自己的腹部。
只见秦龙双手握着一把短刃，径直刺入了他的腹部，鲜血不断流淌。而秦龙脸上却没有任何恐惧的神色，反而露出一抹兴奋且诡异的笑容。哈哈，杀了你，我就可以加入异端会，成为他们的一员，邪神将会给我无上荣光。秦龙一把推开那名年迈的执法者，兴奋地跑去异端会那边。而那斗篷人见状，笑了起来，狠狠拍着秦龙的肩膀：“干得不错，回去之后，邪神肯定重赏你。”队长，队长，你怎么了？妈的，竟然偷袭！操你妈的！其余的执法者们都懵了，他们怎么都没想到人质竟然叛变，投入了异端会，还刺伤了他们的队长，简直该死！夏晴见状，忍无可忍，双手握着巨剑，朝着异端会等人呐喊冲了过去。可只有60级的他，实力太弱了，随手就被打飞开来。异端会等人也不装了，纷纷露出自己的等级。众人一看，大惊失色，竟然是清一色的80级，而且还有2个是90级的。这场战斗简直就是倒一边的碾压，他们这边无论如何都无法战胜。见此情况，执法者们心中不免升起绝望，有人快速按着手环的求救按钮，都无济于事，更加绝望了。这就是你们执法者和我们异端会的差距。秦龙看着那些执法者，大声嘲讽起来。果然，加入异端会是正确的，而且对方还非常看重他的死灵法师，到时候进去会得到大力栽培，什么学校都比不上异端会。秦龙，这些人就交给你了，你尽管出手，我们在后面帮你，表现好的话，我会如实告诉邪神的。听闻此言，秦龙立即单膝跪下，兴奋大喊：“是！”旋即站起身来，看向那些执法者，仿佛在看着待宰的羔羊，变出一根法杖，随手召唤出5具手持巨剑的骷髅战士。骷髅战士的等级都跟他一样，在60级。给我上，全部杀光！秦龙轻轻挥手，那些骷髅战士便朝着执法者们走了过去。而就在骷髅战士攻击时，一道声音响起，5具骷髅战士全部散架，掉落在地。秦龙，原来你在这里啊，亏我好找。那既然如此，今天就当作是你的忌日吧。第49章幸存者。突如其来的声音打断了现场的氛围，所有人都看向同一个方向。秦龙和夏晴同时吃惊，因为这个声音有点耳熟。不多时，一道身影缓缓显露出来，踩着那已经散架的骷髅战士骨架上，淡笑看着秦龙。陈峰！秦龙大惊失色，没想到在这里能碰到陈峰，而且他刚刚那身手是怎么回事？怎么在瞬息之间就秒杀了所有骷髅战士，连他都没有看清楚？夏晴同样吃惊，陈峰竟然在这里，而且展现出来的实力非同小可呀！难道参加高考的他得到了什么机遇，因此蜕变？哈哈，来到真好，我还想着怎么去找你呢，没想到你自己送上门来，只能怪你今天倒霉了，陈峰。秦龙脸色骤变，大笑起来。没想到老天对他这么好，不仅让他加入了异端会，还碰到了陈峰，不仅可以杀了陈峰，还可以获得异端会的奖赏。想到这，秦龙立即转头看向那为首的斗篷人，指着陈峰兴奋喊道：“老大，这就是现在排行榜的第1名，杀了他，咱们肯定会被邪神大大奖赏的。”听闻此言，所有异端会成员立马将目光放在陈峰身上，露出了贪婪的眼神。哦，这就是陈峰，看着确实一表人才，不知实力如何。为首的斗篷人打量着陈峰，十分好奇，这个不在他们猎杀的天才名单中的人物，又有怎样的实力，又是如何登顶排行榜的呢？老大，你就有所不知了，这小子就是个盗贼，全校都知道的，就是个废物。秦龙小跑到斗篷人身旁，将陈峰的基本资料都说了出来，连陈望都说了。斗篷人听完，那蓬帽之下的眼神越发震惊，竟然有人靠着一个生活职业凌驾于所有天才头上，这说出去估计没人信吧。然而这个人此时就在他面前，但他并没有因此掉以轻心，能够靠着盗贼登顶，必然是有实力的。陈峰同学，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异端会？斗篷人听完秦龙的话，看向陈峰，发出了邀请。闻言，秦岚内心咯噔一下，怎么开始招揽陈峰了？如果真给陈峰加入异端会的话，那他岂不是不能杀陈峰了？秦龙连忙看向陈峰，内心十分希望陈峰不要加入。噗呲，哈哈哈哈！陈峰愣了一下，旋即嗤笑一声，又转为大笑。这讽刺的嘲笑在异端会众人里无比刺耳。为首的斗篷人紧紧握着拳头，心里不断安慰自己，如果陈峰不答应，他会立马出手将其斩杀。异端会不得被辱。秦龙看着陈峰大笑，又看到斗篷人握拳，心里无比兴奋，看向陈峰的眼神多了一丝怜悯。可怜的陈峰，你可能不知道，你马上就要死了吧？笑吧，尽情笑吧，待会看你还能不能笑得出口。不多时，在众人的目光下，陈峰的笑声逐渐停止。嗨嗨嗨，不好意思，我笑点比较低，不过这算是我这辈子听过最好笑的笑话了。
陈峰尬笑一声，脸色瞬间恢复平静，淡淡看向斗篷人，冷漠开口：“你觉得你们异端会配吗？”混账！陈峰的话音刚落，斗篷人身后的一个异端会成员忍不住了，直接朝着陈峰暴掠而去。异端会，不可辱！你死！锋利短刃直逼陈峰喉咙。望着那呼啸而来的短刃，陈峰面无表情，甚至打了个哈欠。陈峰，小心！夏晴见陈峰没有躲闪，情急之下大喊。就在短刃距离陈峰喉咙只有1厘米的时候，陈峰微微侧身，转头躲开，顺势抬起一脚，猛地踹在对方的腹部。轰！一发人肉炮弹以超快的速度朝着异端会等人身后飞去，狂风吹起他们的蓬帽，露出真面目，能够看到他们脸上那震惊无比的神情。砰！那名被踹飞的异端会成员撞在一棵大树上，拦腰撞断，轰然落下，背靠着大树，口吐鲜血，身体抽搐几下，最后满眼震惊的脑袋一歪，失去了所有生机。这一变化看傻了众人，更是看傻了秦龙，吓得他瘫倒在地，动用双手双脚快速往后爬去，直到爬到斗篷人脚旁才不动。你的实力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强了？秦龙看着陈峰，满眼震惊，忽然胃里翻腾倒海，直接趴在地上呕吐起来。刚刚那一幕给他吓得胆水都吐出来了，实在太恐怖了，从来没见过这么恐怖的一幕。仅仅过去2天，陈峰的实力就已经达到可以随意秒杀一个80级的刺客了。这还是盗贼，这还是学生？即便是他这个死灵法师，面对这些盗贼都只有服从才能保命。陈峰一个盗贼，凭什么？执法者们也震惊地看着陈峰，一个学生竟然做到了这一步，太强了吧！夏晴更是感觉眼前这个陈峰无比陌生，似乎不是他所认识的陈峰。那个经常偷钱而尽职法所，每次都被他照顾的孩子不见了，现在已经变成一个真正的战士，一个可以独当一面的强者了。这2天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变化才如此之大？废物！斗篷人看着旁边被吓得呕吐的秦龙，一脚将其踹飞2米半，旋即看向陈峰：“我很欣赏你，再给你一次机会，如果你加入我们异端会，刚刚的事情我可以当做什么都没看见，否则……别否则了，你们这垃圾协会我一点兴趣都没有，现在我只想把你们全杀了，顺带把秦龙宰了。”口出狂言！斗篷人大喝一声，刚欲挥手招呼手下们攻击，砰！一声巨响，准备攻击的斗篷人倒飞出去，撞破数棵大树，最终滚落在地，奄奄一息。只见他颤颤巍巍地抬起头，口吐鲜血，身体内脏全部碎裂，艰难地举起手指着陈峰：“你不讲武德，搞偷！”话未说完，气已绝，斗篷人脑袋一歪，身体松弛，瘫软在地，彻底失去生机，成了一具尸体。直到死，他才知道陈峰的实力有多强，真是啰里吧嗦。陈峰用小拇指掏了掏耳朵，弹走时看向面前这些幸存者，咧嘴一笑：“轮到你们了。”第50章，盗取死灵法师职业。跑！不知是谁喊的一声，异端会众人立马分头逃离，头都不带回的那种。他们怕了，真的怕了，这小子一脚就把他们的老大踢死了，那可是90级啊，一脚就干没了。此时不跑，更待何时？跑！晚了。陈峰看着几人分头逃跑，笑了笑，暗影突袭术。轻飘飘的一句话响起，逃跑中的异端会成员顿时停下了脚步，如同失去操控的木偶般一动不动。下一秒，陈峰的身影出现在其中一名异端会成员身旁，拍了拍他的肩膀，旋即淡笑，走向瘫软在地且无比惊恐的秦龙。扑通，5个异端会成员倒在地上，口吐鲜血，双眼逐渐暗淡，失去了光亮，失去了生机。瞬息之间，陈峰完成了5杀，加上前面的2个，那就是7杀，7个异端会成员全死了。这一幕看傻了执法者们，看了看淡然的陈峰，又看了看地上那几具尸体，他们吞了口唾沫。这少年好强，好恐怖的实力！没想到这届的高考生中竟然出现了如此天才，能够杀死90级的人，莫非他已经达到了90级？这才过去2天，就算是20级进入高考秘境，也不可能升到90级吧？即便是2天2夜不睡觉都在升级，都不可能啊！难不成用了高级经验卷轴？别过来，对不起，求求你放了我，秦家一定会重谢你的。秦龙此时欲哭无泪，他看着朝他淡笑走过来的陈峰，不断往后爬去，一边爬一边求饶，而陈峰则是一步步紧跟着他，像是一个屠夫，而秦龙是一只待宰的羔羊。爬了足足1分钟，陈峰追了上来，一脚踩在秦龙的小腿上，嘎吱啊！骨裂声骤然响起，秦龙的痛苦惨叫伴随着响彻现场。陈峰强大的力道直接将他小腿骨踩断了，剧烈的疼痛涌上脑海，让他差点晕厥过去。从小就生活在秦家的秦龙衣食无忧，没人敢欺负他，
只有他欺负别人的份，就连受伤都未曾试过，哪里承受过这般痛苦？你敢废我？我告诉你，我秦家可不是好惹的，我爷爷会为我报仇的，他可是监考老师之一。秦龙抱着小腿，脸上挂着眼泪，但依旧恶狠狠地盯着陈峰，放出狠话。此话一出，全场哗然。什么？监考老师是你爷爷？你姓秦，那秦武是你爷爷？你作为秦武的孙子，竟然加入异端会，你可知这是死罪？执法者们是又惊又怒，惊的是秦龙的爷爷竟然是监考老师之一的秦武，而怒的是明明有这么好的身世，却加入异端会与华夏为敌，该当死罪。哦，有个监考爷爷，很牛吗？陈峰淡然一笑，抬起左脚将秦龙另外一条腿踩断，并且碾搓几下，确认已经成了粉末时才松开。啊！秦龙的痛苦哀嚎再次传遍整个暴雪白林，此时的他满头大汗，痛到说不出话，脸色如积雪般苍白，随时都有可能晕过去的那种。但很快，秦龙想到了什么，立马用手按向手环的求救按钮，嘴角扬起，笑了起来。哈哈，陈峰，你死定了！秦龙猛拍求救按钮，等待着监考老师的救援。可当他按下求救按钮之后，什么都没有发生，似乎是失效了，瞳孔骤然收缩。怎么可能？他们不是死了吗？这屏蔽空间的效果怎么还在？秦龙看向地上那几具异端会成员的尸体，满脸惊恐与疑惑。明明都死了，为什么求救还是无效？这个啊，我也有呢。陈峰对着秦龙竖起了右手的中指，而上面正好有一枚戒指，闪耀着红光。解决完异端会成员的同时，陈峰就使用了这枚戒指，屏蔽了周围所有空间系的能力，就是为了防止秦龙按下求救按钮。现在看来，他用的没错，要不然真给秦龙这小子跑了。看到陈峰手上戒指的那一刻，秦龙脑海响起轰隆一声，宛如五雷灌顶，震惊到说不出话来。他怎么会有这枚戒指？刹那间，秦龙头上的汗更多了。他意识到自己即将死亡，再不挽救，恐怕真会死。陈峰，你不能杀我，我爷爷你对付不了，他很爱我的，他最喜欢的孙子就是我，你杀不了我。秦龙看向陈峰，身体震颤，哆嗦着嘴，不断摇头。他不信陈峰敢杀他。他爷爷可是监考老师400级，拥有绝对的实力，陈峰是不敢的。陈峰没有说话，只是冷漠抬起脚，踩在秦龙的右手，将其粉碎。随后无视秦龙的痛苦惨叫，继续抬起脚，踩在他的左手，同样粉碎。伴随着4声惨叫，秦龙现在成了一个人棍，一个只有嘴巴能叫，什么都干不了的废物。执法队长，我记得任何异端会成员，只要看到都可以杀死，并且不负任何法律责任，对吧？陈峰回头看向那位受伤正在慢慢疗伤的执法队长。闻言，陈峰脚下的秦龙瞪大双眼，瞳孔剧烈收缩。他想杀我，他真的要杀了我？难道他不怕吗？不怕爷爷的报复吗？你不能杀我，我爷爷可是秦武，你杀了我，你也要偿命！秦龙大喊大叫起来，可四肢的疼痛让他越发疲惫，想要昏睡过去。陈峰无视秦龙的叫喊，淡笑看着那队长。执法队长很是吃惊，没想到这少年竟然听到对方是秦武的孙子之后，依旧要杀了他，没有丝毫畏惧。这样的天才，不就是天生成为执法者的料子吗？是，杀死任何异端会成员，没有任何法律责任，并且会得到奖励。执法队长认真点头。听到自己想要的答案，陈峰点了点头，谢谢，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旋即，他回头看向脚底的秦龙，轻轻俯身蹲下，用着只有他们2个能听到的声音，缓缓开口：秦龙，恭喜你，将成为我第一个人类小白鼠，让我看看这个试验是否能成功。未等懵逼的秦龙反应过来，陈峰站了起来，居高临下的看着秦龙，冷漠且无情。盗取死灵法师职业第51章孙子。这个问题陈峰早就想过了，既然能够盗取属性和词条，那职业是个人面板里面的属性还是词条呢？那是否可以盗取呢？恰巧秦龙的死灵法师这个隐藏职业蛮稀有的，陈峰起了盗取之心。万一成了呢？那他就多了一个职业，成为双职业者。随着陈峰心念所起，一股所有人看不见，唯独陈峰能够看见的精纯且庞大的能量从秦龙体内涌出。啊！而秦龙爆发尖锐鸣叫，比先前所遭受的痛苦还要痛。这种痛苦不是肉体上，而是灵魂上的痛，似乎全身上下都在痛。好痛！你对我做了什么？秦龙的脸不断挣扎，时而咬牙，时而挤眉弄眼，额头的汗越来越多，就连身躯都在不断蠕动，像条被砍了身子的蚯蚓，在地上翻腾。周围的人看到这一幕都心生胆颤，有1-2个刚当执法者，有些胆小的都不敢睁眼看。执法者队长吞了口唾沫，看向陈峰的眼神充满了胆颤与欣赏。没想到这少年表面看着和蔼亲切，实则是个恶魔呀！
不杀了秦龙，反而折磨，太残忍了吧？不过看着倒是蛮解气的。能量不断从秦龙体内涌出，直到1分钟过后才停了下来。丝没想到这盗取职业消耗的精神力这么多啊！幸好我的精神力足够。陈峰单手撑着脑袋，脸色有些难看，心中暗想：盗取职业的瞬间，他感觉自己的精神力被抽干了，但换来的是陈峰等级70，职业盗神死灵法师，天赋盗取天下，体魄1250，智慧1250，属性面板多出了一个死灵法师的职业，他成为了双职业。你对我做了什么？为什么我的职业？秦龙看着自己的个人面板，大惊失色，瞪大双眼看着陈峰，震惊怒吼。可话还未说完，便被陈峰一脚踩在胸口，秦龙胸口疼痛不已，像是肋骨裂开。再一次，秦龙痛苦哀嚎，完全顾不上自己职业消失的情况了，不断哀嚎求饶，只求陈峰耐够放他一马。求求你了，只要你放了我，我就告诉你，你的母亲是咋死的。秦龙口吐鲜血，忍着剧痛，艰难说出。闻言，陈峰脑海如遭雷击，恍惚了一下，身体都不由自主地后退2步，瞳孔剧烈收缩。难道他母亲的死另有起因？想到这，他再次一脚踏出，踩在秦龙胸口，俯身低头，语气沉重且愤怒：把你知道的全都告诉我！哈哈，杀了我，有种就杀了我，杀了我的话，你什么都不知道。秦龙似乎抓到了陈峰的把柄，惨然笑了起来。他再赌陈峰不会杀了他。看到秦龙这番无赖的模样，陈峰不耐烦了，抬起头，冷漠地看着秦龙，淡然开口：既然你不说，那我便亲自登门拜访秦家。话音刚落，陈峰一脚踩下秦龙的脑袋，头颅应声而爆，血肉飞溅。秦氏家族，秦武之孙，秦岚之儿，秦龙死。原本觉醒死灵法师的秦龙，前途无限量，如果不陨落，日后必定成为秦家最有实力的一个。而现在因加入异端会，背叛华夏，刺杀执法队长，遭热心市民陈峰斩杀。看着秦龙被陈峰一脚踩爆，所有人都不敢吭声。叛徒秦龙现已斩杀，我做的没错吧？陈峰微笑看向执法队长，又扫向其他执法者。见状，执法者们连连点头。没毛病，简直就是为民除害啊！我们到时候一定给你颁发锦旗奖金。没错，谢谢兄弟了，没有你，我们恐怕都活不下去了。虽然他们都看出来陈峰跟秦龙有仇。你做得很好，这件事情我一定会上报给执法总部，让他们给你一份大奖的。执法队长缓缓站起身，扫视地上的那些尸体，看向陈峰，重重点头。好，我先走了，记得给我颁奖，我叫陈峰。陈峰转身离开，连尸体都没有摸，因为他现在只想做一件事情，那就是快速升级，明天高考结束的时候，他要登门拜访秦家。目送陈峰离开，执法队长看向地上那些尸体，按下了手中的求救按钮。而现在求救按钮可以开启了，一个黑洞般的空间隧道出现在众人面前，把这些尸体都带走。执法队长下达命令，众人点头回应，旋即一人扛着一个行李走入空间隧道。外界监考室，一个空间隧道打开，这是罗成给执法者们制作的特定手环，只要开启求救按钮，空间隧道就会连接到监考室，以防万一。罗成与其他3位监考老师都在监考室，空间隧道开启的一瞬间，他们4人都注意到了。来了！罗成看着空间隧道，脸色严肃认真。其余3人都严肃看着。不多时，从空间隧道里走出执法队伍，他们肩膀上都扛着一具尸体走了出来。显形！罗成冷哼一声，周围的空间发生变化，闪烁星光，而那些星光点点陨坠，落在执法队伍身上。这是罗成的显形魔法，只要是处在这片空间里的人，任何伪装都逃不过他的眼睛，所有伪装都会被揭开，对待异端会最好的办法。过了2秒，执法队伍们没有丝毫变化，罗成等人便放下心来了。欢迎回来，你们身上的尸体就是异端会的吗？罗成走了过去，淡笑看向那些尸体，但眼里的杀意怎么都藏不住。其他3位监考老师同样走了过去，只有秦武看着某一具尸体，眼神有些奇怪，他从上面感到了一种莫名的熟悉感。对于异端会，每个人都只有恨。只不过执法队长点了点头，目光却看向秦武，眼神有些害怕犹豫。罗成注意到了这一点，心生疑惑，拍了拍执法队长的肩膀，有什么事尽管说，不要犹豫。行吧。执法队长放下自己肩膀上的尸体，将他翻面，然后看向秦武：秦老，这是您的孙子，他在秘境中加入异端会，被我们依法处理了。话音刚落，其他3位监考老师大吃一惊，全都看向秦武。而此时的秦武满眼震惊，身躯都在颤抖，瞪大双眼看着地上的尸体，看着那熟悉的面孔，他不会认错的，那就是他的孙子
秦龙，孙子，我的孙子！第52章，秦武失去监考身份。秦武大惊失色，颤抖的身躯冲了过去，扶起秦龙的尸体，便怒吼咆哮起来：“是谁？是谁杀了我的孙子？我孙子怎么可能加入异端会？他一向为人善良老实且安分，怎么可能加入协会？一定是你们诬陷他！”秦武朝着执法队伍怒吼，身上的气息越发恐怖，威压越来越强，甚至连他的法杖都凭空出现，握在手里，似乎想要攻击执法队伍。秦武，冷静！罗成轻喝一声，周围的空间顿时凝固，众人感觉自己动不了，仿佛时间被停止。这就是罗成的实力，可以短暂让周围的空间凝固。虽然时间会流逝，但周围的所有东西都无法动弹。秦武看向发怒中的罗成，不敢吭声，毕竟他的实力无法与之抗衡，法杖被他收了回去。罗成看秦武已然消气，便取消了空间凝固。执法队伍是否诬陷你的孙子，咱们看看便知。罗成沉声开口，旋即看向执法队长：“你们的执法记录仪呢？”在这里。执法队长立即将胸口上挂着的执法记录仪取下，还将其他人的记录仪都取下，一并交给罗成。执法队伍每次出任务，每个人身上都会带着执法记录仪，这是一份证据，现在拿出来正是时候。罗成拿过执法记录仪，看向另外一名监考老师玉栋：“你拿去播放。”好。玉栋接过记录仪，走到一旁的电脑，用 USB 线将其连接到墙上的大屏幕中，开始播放起来。画面非常清晰，让人身临其境一般。玉栋调高倍速，让其快速看到后面。秦武抱着秦龙的尸体慢慢站了起来，脸上毫无波澜，但罗成等人都知道，他此时的愤怒已经达到了极点，恨不得立马杀了那个杀害他孙子的凶手。秦武，你放心，如果你孙子是被诬陷的，我一定会帮你报仇。罗成看向秦武，点头保证，却话锋一转：“但如果你孙子真的加入异端会，你的监考身份恐怕不妥。”闻言，秦武瞪大双眼，瞳孔微缩，看着罗成，沉默许久才微微点头。他知道罗成是个大公无私的人，如果他孙子真的加入异端会，那他的监考身份肯定会被取消，秦家也会因此被连累。但他知道自己的孙子一定不会加入异端会的，他是那么的善良单纯，怎么会呢？找到了。这时玉栋暂停画面，转头看向罗成：“继续播放吧。”罗成点了点头，看向屏幕。其他人都纷纷看向屏幕，尤其是秦武，内心紧张又害怕，且带有一丝愤怒。他害怕自己的孙子真的如执法队所说的一样，加入了异端会，那这样的话真的是罪该万死，即便是他都无法为孙子报仇。但更让他愤怒的是，到底是谁杀了他的孙子？救命啊！执法大人，快点救我！这时画面开始了，画面中映入眼帘的是秦龙被异端会成员挟持威胁执法队伍，而很快异端会将秦龙丢了回来。就在众人以为没事的时候，秦龙竟然偷袭执法队长。这一幕让罗成三人大惊失色，更让秦武震惊不已，手中的尸体都不小心掉落在地面。秦武不顾地上的秦龙尸体，后退了几步，看着屏幕，无言以对。怎么可能？他的孙子真的背叛了国家，背叛了所有人，加入异端会，还偷袭执法队长，这一系列的罪孽足以死刑。看着秦龙那偷袭成功的得意神色，秦武简直不敢相信那是自己的孙子。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的孙子怎么可能背叛华夏？秦武挥手大喊，不断摇头，不愿相信这个事实。画面继续中，秦龙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真真切切表明了他已背叛华夏，加入异端会，从此就是华夏所有人的敌人。在华夏法律上，第一点是至关重要的一点，那便是看见任何异端会成员，格杀勿论，不负任何法律责任。所以说，秦龙的死是活该的。秦武，你还有什么话说的？罗成看向秦武，沉声质问。现在证据已经摆在众人面前，秦龙加入了异端会，那么他的死就是活该且理所应当的。秦武依旧看着画面，没有说话，直到画面出现陈峰将秦龙灭杀的画面，他的瞳孔微缩，显露出一丝愤怒，但很快又被他掩盖住了。秦武，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的孙子，他加入异端会，任何人杀他都没有错。如果你要出手报仇的话，我不会让你得逞的。罗成看了看画面，又看向秦武，他知道秦武在想什么，无非就是想为自己的孙子报仇，但只要他还在，秦武就别想得手。闻言，秦武深深看了一眼罗成，淡淡开口：“我的孙子是活该的，我不会找任何人报仇。如果想要辞退我监考员的身份，随时可以。你先回去，自然会有人去找你的。”罗成面色平静开口：“还有，带走你孙子的尸体吧，反正这些尸体没有什么作用，留着也是火化。”秦武点了点头，抱起孙子的尸体，再次看向画面中的陈峰，转身离开了监考室。希望你不要冲动，要不然我会立即出手杀了你。罗成看着秦武离开，
口中喃喃，旋即看向执法队长：“你们派人去观察秦家，如果有其他异动，立马汇报给我。”有了秦龙这个叛徒，那么秦家其他人极有可能也加入了异端会。如果放任这么一个独留在秦都市的话，迟早会酿成大祸，所以得派人看守。一旦出现异动，他罗成不会讲任何情面，直接将其斩杀。是。执法队长点头回答，旋即带着其他人离开了监考室。高考秘境里面还有很多执法者在巡逻抓捕异端会的人，暂时不需要他们，所以他们现在最主要的事情就是回去休息疗伤。待到众人离开之后，监考室只剩下罗成以及其他2位监考老师。秦武他不会做什么傻事吧？玉栋看向罗成，眼神流露着担忧。孙子死了，按照秦武那个脾气，肯定会报仇的。他只要不傻，都不会去报仇。毕竟陈峰现在可是排行榜第一，不出意外的话，那些大学抢着要他，连文考都免考了。罗成嘴上这么说，但他还是怕秦武做出傻事。明天就结束了，多安排人，我们得好好看着，不能让异端会的人趁机跑了。知道了。玉栋以及另外一名监考老师李楚一同点头。旋即，罗成看向屏幕，看向画面中的陈峰，嘴角微扬。没想到今年的高考竟然还有如此天才，那得让老师赶紧招揽才行。想到这，罗成走出去拨打了一个电话。第53章召唤骷髅。毒物沼泽。秦家，你给我等着，高考出去，我必登门问罪。此时，毒雾弥漫的翠绿沼泽内，恶杀兽以及毒水蛇横行的地方，正有一个少年不顾一切大杀四方。周围的魔物越来越多，甚至有其他地方的魔物都往这边赶来，而少年全然不顾，依旧我行我素，虐杀着魔物，发泄心中愤怒。陈峰现在就跟一头疯牛一般，没有理智，一心只想升级，不断利用天赋盗取体魄属性以及智慧。他要在1天之内达到400级才能有的属性，那样才有登门秦家的资格。如果秦龙说的是真的，那他爷爷起码有400级，或许明天会更高，所以他只能不断提升自己的实力。他的分数如火箭般飞速上涨，远超所有人，形成了一个断层式的排名。分数达到了13万，而穆清望的分数在7万，剩余那些完全不够看。如果不出意外，那么他就会是秦都市5考的状元，有可能免考文试，直接被大学录取。至于大学，陈峰肯定是想上华夏第一大学的龙腾大学，那里号称天才云集的第一大学，几乎所有人都想考入那里，而那里也是全国最多天才的一所大学。别看穆清望、李妍妍这些觉醒了稀有隐藏职业，而在那个大学里面，隐藏职业遍地都是，从那里毕业的基本都在为国争光，走在国家的最前线。陈峰想去那里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环境好，资源多，听说那里有好几个超级秘境，里面的魔物不仅等级高，爆出来的战利品也很高，这才是主要原因。这13万分应该可以去龙腾大学了吧？陈峰看着排行榜的分数，口中喃喃。去年那个高考状元好像才10万分，还是入了龙腾大学，就是不知道今年的录取线会不会提高。算了，还是先看看新职业的技能是什么样的吧。刚刚盗取了秦龙的死灵法师还没来得及查看便走了，现在正是时候。陈峰心念一动，打开个人属性面板，映入眼帘的是死灵法师的3个主动技能以及1个被动技能。骷髅战士主动召唤，消耗精神力召唤出5个相同等级的骷髅战士，持续时间永久，战死即消失，最多存在10个。冷却时间2分钟。骷髅法师主动召唤，消耗精神力召唤出5个相同等级的骷髅法师，持续时间永久，战死即消失，最多存在10个。冷却时间2分钟。骷髅盾士主动召唤，消耗精神力召唤出5个相同等级的骷髅盾士，持续时间永久，战死即消失，最多存在10个。属性共享被动，所有召唤物和宿主共享属性面板。看到这里，陈峰眼前一亮，很是欣喜。他现在有3个主动技能，全部召唤出来就是30只召唤物，而且全部跟他共享属性面板。那就是说，他现在2种属性差不多是260级才能拥有的面板，他随手便可召唤出30个260级。这简直就是乱杀呀！整个秘境都会成为他的屠宰场。刚好个人空间里面就有这2天杀 BOSS 爆出来的一根法杖，现在他也是法师职业的人了，可以用上。想到这，陈峰随手召唤出一根法杖，顶端有一颗蓝色宝石镶嵌其中。陈峰将其握住，高举过头，心中默念：召唤骷髅战士、骷髅法师、骷髅盾士。随着他心之所念，法杖砸下，顶端的蓝宝石闪耀着黑色光芒，璀璨夺目，周围的环境都陷入短暂的黑暗。吼！一阵阵低吼声忽然响起，15具骷髅人赫然出现在陈峰身旁，空洞的眼眶闪烁着2团幽蓝鬼火，像是在欢快跳舞，散发着阴阴凉气，看上去恐怖吓人。有的双手握着一柄1米巨剑，魁梧的骨架，在骨架的外面还披着一层看上去重重的盔甲，
看上去很有安全感，身高平均在2米左右，而有的单手握着一根木质法杖，顶端镶有一颗红宝石，身高在1米78左右，骨架外披着一件薄薄的法袍，威严且优雅。最让陈峰感到满意的莫过于这骷髅盾士，身高在2米多，比骷髅战士还要高大威猛，一面厚重且巨大的盾牌被他们拿在手中，就跟那威武将军一样，可以为你遮风挡雨，挡下所有敌人。陈峰看着这形状不一，但等级都在70级的骷髅兵们满意点头。忽然，陈峰似乎想到了什么，自己好像还有个蚁巢，那里估计已经生出一只乌金蚁了。他打开个人空间，找到蚁巢，在里面果真发现了一只等级在63级的乌金蚁，这是昨天孵出来的，所以是昨天的等级，今天的还没有孵出来，要在下午才能孵出来。陈峰将其放出来，巨大的乌金蚁凭空出现，地面一阵震颤。乌金蚁等级63，天赋能力力量增强50倍，被动技能表壳硬化，可减少20%的伤害，体魄400，智慧15。看着这属性面板，陈峰有些感慨，不愧是魔物啊，63级便拥有80级才能拥有的体魄，怪不得当时打得那么吃力。魔物的属性是比人类要高的，这一点课本上有，老师也讲过。何况还有一个被动技能可以减伤20%，太逆天了吧。看着这被动技能，陈峰起了一点心思，这被动技能算词条还是属性呢？如果能盗取，岂不是赚了？想到这，他立即心念一动，暗暗发动盗取天赋，锁定乌金蚁，盗取表壳硬化。随着他发动天赋，没有任何变化，自己的精神力也没有损耗，乌金蚁也什么事都没有。难道这被动技能不属于词条或者属性？陈峰摸着下巴思考起来，难不成要他解锁可以盗取技能的时候才能对其使用吗？陈峰又试了几次，果然还是不行，这被动技能不属于词条以及属性。可为什么盗取职业的时候反倒可以？难道职业在定义上只是个人属性面板里面的一条词条，而被动技能的定义就是技能？陈峰有些无语，没想到这天赋还是很有原则的，不是就不能盗取，是就随便盗取。好吧，只能等以后看看能不能解锁盗取技能的天赋效果，再对这小蚂蚁下手了。暂且先饶他一命，接下来就该利用这些召唤物去刷怪了。陈峰看向远处的魔物，双手插兜，向召唤物们使了一个眼神。吼！顿时，所有召唤物都明白陈峰心之所想，咆哮怒吼的朝着魔物们冲了过去。战斗一触即发，同时陈峰的分数在飞速飙升。第54章历史记录。1个小时后，中午12点，陈峰分数达到了14万，而众多天才同样在后面拼命追赶，穆亲望的分数都达到了8万多，快9万。又1个小时后，陈峰的分数来到了15万，魔物已经越来越少，在他的影响下，大家刷怪拿分数的速度上去了很多，似乎都不想被他超太多。尤其是那几个顶尖天才，速度更快了，可能是天才的傲气不允许他们输吧，所以一直在互相攀比。比如李妍妍和沈竹，他们2个的粉丝都在7万多，两人的排名时不时就互换，一会沈竹第3，一会李妍妍第3，两人在争抢第3名。陈峰见状淡然一笑，他就没有这个烦恼，稳坐第1。裂变峡谷，穆亲望正带着2名小弟寻找着周围的魔物，只要看到魔物，穆亲望便一剑斩了，没有丝毫犹豫。老大，这陈峰是机器人吧？他都不累的吗？小李双手撑着膝盖，气喘吁吁，时不时就用衣领擦拭额头的汗，看着排行榜上的陈峰，很是不解。这陈峰这2天就跟发疯一样，不停杀怪，分数不断涨，那速度就跟超音速飞机一样，而他们就好像民航飞机，怎么都追不上对方的速度。就是啊，太夸张了，而且我们还是通宵刷分，竟然都超不过他，真的是人吗？另外1名小弟同样气喘吁吁，他俩一夜没睡，全程跟着老大杀怪，还是没能超过陈峰。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们得加把劲，他的速度又上去了。穆亲望看着排行榜里面的陈峰，分数上升速度快到令人发指，让他产生了一种绝望的感觉，感觉陈峰就像一座大山，一座他翻不过去的大山，只能不断努力才能勉强在他后面，要不然分分钟都会掉到山脚。不过他相信不只是他，其他人恐怕也有这种感觉。翠竹坡，哎呀妈呀，这李妍妍存心跟我作对了是吧？一直跟我抢第3名。沈竹随手灭杀数十只魔物，打开排行榜，刚准备看看自己的分数，便看到李妍妍又来到了第3，将他挤下去了，气不打一处来。不过这陈峰遭遇了什么啊？连休息都没有吧？一直在刷分，这么拼命。沈竹看向第1名的陈峰，皱起了眉头，眼神有些担忧。算了，我还是赶紧超过这个李妍妍再说吧。沈竹摇了摇头，不再多想，继续踏上刷分之路。洞天峰，一个巨大的山洞内，3名穿着完全不一样的少女正在里面灭杀魔物，其中一位手持法杖的少女
气势磅礴，随手唤出的魔法更是惊人，轻而易举便将大部分魔物灭杀，实力恐怖如斯。而他的等级更是比普通学生还要多。李妍妍68级，但下一秒，李妍妍身上闪烁一道金光，等级来到了69级。旁边2名少女见状，高兴的大喊大叫起来：“哇，妍姐好厉害，竟然达到了69级，很快就70级了。太厉害了，好羡慕啊！”听着旁边2名少女的彩虹屁，李妍妍微笑点了点头，大手一挥，随手就扔出2个双倍经验卷轴到地上，给你们用，让你们的等级也快速提升。李妍妍这豪气大方的动作，让2名少女欣喜若狂，连忙捡起地上的卷轴，不断感谢，快速使用。经验卷轴对于他们2个来说，那可是无比稀有的好宝贝，而对于李妍妍来说，就跟大街上的地摊货差不多了。毕竟李妍妍家里的财富就足以让她如此挥霍，即便挥霍几十年，恐怕都挥霍不完吧。因为升级而开心的李妍妍，看到排行榜的那一刻，脸上的笑容逐渐凝固下来，因为她看到陈峰的分数又大幅上涨了，压根就不是她现在速度能比的。作为天之娇女，她怎能忍受有2个人压在她头上？走，咱们继续找魔物去。放下一句话，李妍妍朝着山洞内走去。最后一天，她一定要超过2人，取得第一。陈峰的举动导致所有人刷分的速度提升了一大截，尤其是那些傲气的天才，每个都不服输，都想拿第一。此时，外界，秦华大学，秦都市有名的大学，在全国大学内排名第2，同样是罗成毕业的大学。副校长办公室，一位留着长白须、面容苍老但精神抖擞的老者正坐在办公桌前审核着文件。他是秦华大学的副校长叶龙。000。这时，放在桌上的手机响起，叶龙拿起一看，是自己的学生罗成打来的电话，让他微微一愣，但还是接起了电话。喂，罗成，老师，是我，您最近身体可好？哈哈，你小子竟然还会给我打电话来慰问我，多谢你的好意，我身体好得很。其实吧，我这次打电话来，主要想问问您，现在还收学生吗？不了，年纪大了，现在坐办公室看看文件就下班挺好的。哎，这样啊，那可惜了。听你这口气，莫非你有好的人选？老师，我是今年高考的监考组长，不瞒您说，我还真的看到了一个好苗子。听闻此言，叶龙来了几分兴趣。罗成是他比较出色的学生，能够达到400多级，还能成为秦都市的守护神，又成为监考组长，简直比其他人好太多了。他看好的苗子，那又会怎样的呢？哦，说来听听。那我可说了，您可别吓到，今年5考的分数可能要破纪录了。闻言，叶龙那褶皱且微眯的双眼缓缓睁大，露出一丝震惊。破纪录？是破去年的纪录，还是历史纪录？叶龙发问。要知道，这2个纪录的区别可是很大的。去年的5考最高纪录是13万分，那是3个天才联手3天3夜杀出来的分数，算不上很高，但属于比较厉害的了。而历史纪录就恐怖了，最高达到20万分，3个顶尖天才联手在秘境中大杀四方，3天时间创造纪录。历史纪录。第55章，高考结束。什么？历史纪录？叶龙听到罗成的话，噔的一下就站了起来，瞪大双眼，握着手机，声量都提高了几个分贝。你知道历史纪录是多少吗？那可是20万，有队伍打破了。是的，老师，我准确知道分数是多少。说完，罗成还走出去看了一眼大屏幕，陈峰的分数又跳跃了一大截，现在已经快到16万，这又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惊喜。不过，准确来说，不是队伍，而是一个人。罗成又补充了一句。闻言，叶龙愣了一下，旋即笑了起来。罗成，是我老糊涂听错了，还是你说错了？你知道一个人想要达成20万是什么概念吗？是多难的一件事吗？老师，我知道，不过我可以保证，这真的是一个人。这位学生目前的分数已经16万，还在上升，而且速度很快。另一边，叶龙沉默了，震惊到不知说些什么。一个人在高考秘境杀出了16万的分数，这是人能做到的？那3个顶尖天才都是耗费3天3夜才杀出20万的分数，那已经是极限了。他一个人怎么做到的？叶龙活了大半辈子，什么天才没见过啊？唯独这样的存在，闻所未闻。如果真的是他一个人，那么这个学生是我见过最为妖孽的天才，恐怕连李德明都不过如此。听到这个名字，罗成大惊失色，瞳孔剧烈收缩。老师是疯了吗？竟然说李德明都不如陈峰，这话是能说出口的吗？要知道，李德明可是他们秦都走出去的最强之人，那创下20万分数历史记录的3人小队，他就在里面。他是一个传奇人物，当年一己之力打遍秦都市的所有天才，令得所有人见他一面都得低头，更是创下许多纪录，比如半个月200级，1个月300级，3个月600级
1年便达到900级，2年达到了1000级，现在的等级更是无人知晓，没有人知道他现在多强，因为到现在已经50年没人见过他了。有人说他突破了人类最高等级，前往了别的世界，有人说他死了，反正各种故事都流传出来，不知是真是假。现在叶龙既然说陈峰比李德明还要厉害，是不是太夸张了啊？老师，您这说的太夸张了吧？这学生才刚刚高考，他怎么能跟李德明相比啊？他可是被誉为秦都市的皇，压根就没法比啊！罗成惨笑一声，他觉得自己的老师肯定是糊涂了，竟然说出这种话。要是被其他秦都人听到，那不得骂死他。要知道，秦都有很多人，他们的偶像就是李德明，小孩子从小就听着李德明的故事长大，还发誓要成为他那样的顶天立地大英雄呢。那你说，你能在高考秘境独自刷16万分吗？叶龙的一句话让罗成沉默了。要他说，他肯定不行啊。他当年的分数还是组队得来的10万分，即便是重回一试，他都不可能单独刷16万。老师，您这不是开玩笑吗？我怎么可能？那不就得了？这孩子能单刷16万，肯定有过人之处。如果他单人破纪录，未来成就绝对不低于李德明。你就走着瞧吧。我看人的眼光不会差，就像我当年看你一样。这句话，罗成不知道该怎么说。如果说老师眼光差，那岂不是在变相骂他自己？行，那就让时间来揭晓答案。您老听了这么久，有没有想收徒的想法啊？我老了，但我的学校需要这样的学生。明天高考结束了是吧？那个学生在哪里？我准时到达。这个嘛，现在还不能透露，等明天高考结束，我再把他的名字和学校告诉你。好，那就先挂电话了，我还有事情要忙。老师再见。话音刚落，叶龙那边就挂断了电话。罗成收起手机，走了出去，看向屏幕，又吃了一惊。我滴个乖乖，我打个电话的时间，这小子怎么快17万了？次日，时间如抽水马桶，匆匆流逝。一天的时间过去了，今天是高考结束的最后一天。高考时间一旦结束，手环上的求救按钮会自动开启，并且生成护盾以及空间隧道，考生走出空间隧道就结束了。手环的分数功能同样会暂停，后面无论击杀多少魔物都不会记录分数，这也是防止一些人故意拖延时间不走出秘境。此时云雾薄，陈峰坐在沙滩上，背靠一块巨石，静候高考结束。现在是早上的8点59分，按照以往的高考结束时间都是在9点结束的。而就在陈峰思考的时候，他身上莫名出现一层白色的护盾，将他包裹得严严实实。见此情况，陈峰嘴角微扬，站起身来，伸了个懒腰。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个现象应该是高考结束了。果然，下一秒，3天前那熟悉的空间隧道再次出现在他面前，一如既往的漆黑，看不见里面有什么。陈峰整理一下衣服，从容淡定的迈步走了进去。一进去，他便感觉脑袋一阵恍惚，像是晕车的那种感觉，有些难受。这不关精神力的问题，单纯就是不适应空间穿梭所带来的副作用。这种症状只有过多使用空间穿梭才能免疫，要不然都没法消除，几乎每个人都有。不多时，陈峰紧闭的双眼感觉到光亮照耀，耳旁响起铺天盖地的嘈杂声，议论声像是身处菜市场。里面好可怕啊！我在里面碰到了好多魔物，要不是有队友，我恐怕都死了。我也是，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们了呢，太想哭了。终于结束了，回家之后我一定要睡上1天，这3天真的给我累爆了。我也是，我每天晚上都睡不安宁，生怕魔物夜袭我，把我吃掉，每天都提心吊胆，根本没睡过好觉。我也要睡个饱。对了，你们的等级多少了呀？我这3天升到了50级，牛逼吧？卧槽，羡慕啊！我才46级，我前面有段时间不敢出去，那2个队友也在摆烂。谁不是呢？我那2个队友一进去就说能刷多少分就多少分，然后我们3个每人刷了1000多分就开摆了。这下毕业之后就得搬砖喽。你们就幸运啊，我的2个队友全死了。我们3个都是生活职业，进去原本想着混一下的，没想到他们在第1天就嘎了，我整整躲了3天，等级才25级，还是碰到几个好心人帮了我，才勉强来到及格分。对了，你们有没有碰到那些斗篷人啊？我的队友全死在他们手里了，我死里逃生，他们都是什么人啊？我靠，你也碰到了？我也碰到了，他们好恐怖啊，实力好强，我也是死里逃生。陈峰缓缓睁开眼睛，熟悉的一幕再次映入眼帘，仿佛回到了高考刚开始的时候。看到这一幕，他不由自主地感到亲切温暖，这种感觉不是秘境能够带来的，这是一种脱离危机后所带来的安全感。他当时也是在这里进入高考秘境的，回来的时候还是在这里，不过身边的人，不过敏锐的他还是发现了不对劲，学生们几乎少了一大半。3天前还是人山人海，被挤在人堆无法呼吸的那种，而现在呢，身边多了很多空间，足以说明人数少了。看到这里，他有些愣然，又有些无力。这一刻，他意识到高考是多么的残酷，
有多少人来不及求救就死在了里面？有人来不及大喊便被魔物吞入腹中，还有人晚上睡觉一不小心就死在了梦乡中。任何人能够活下来，他们都是幸运儿，比很多人要幸运。最为可恨的还是那些异端会的败类，高考生的大量死亡，肯定有他们的一份。大家快看，监考老师们来了！第56章，欢迎你平安归来。不知是谁喊的一声，大家看向天空，苍蓝的天空上，3个空间隧道凭空出现，从里面走出3位年迈的老者，其中一位更是气质不凡，站在最前面。而那个就是罗成。不过陈峰注意到了一点，那就是4个监考老师，此时只剩下3个，还有一个去哪了？很快，他眼眸微微颤动，想到了什么。如果不出意外的话，那个不在场的监考老师就是秦武，秦龙的爷爷。应该是昨天的事情导致他无法来到现场，又或者被除去了监考身份。3位老者缓缓落下，而周围的学生都被一股莫名的气流推开，留出一片空地，给3位老师站在其中。很高兴再次看到大家，看到你们平安无事，我就放心了。罗成负手而立，微笑扫视着周围的学生，身上隐隐散发出来的气息，令人感到舒适以及安全。不过，在你们其中，并不全是学生。罗成的笑容戛然而止，换来的是一副严肃且充满杀意的眼神。身上的气息越发恐怖，威压向着四周扩散，一根法杖凭空出现，被他握在手中，重重砸下，显形。随着罗成大喝一声，整个高考场地顿时升起一层巨大且透明的护罩，将所有人都笼罩其中，就连天空都被包裹住了。大家都大惊失色，不知发生了什么。而有些面部表情冷漠的同学，这时露出恐惧的表情，显然是惊慌失措。护罩顶端开始散落下无数晶莹剔透的星光，落在每个人的身上。有些人没有任何变化，但有些人……可恶，竟然发现了我们！大家别藏了，身份暴露，殊死一搏，跟他们拼了！现在能带走几个就带走几个。对，没错，可不能亏了。异变突起，成千上万的人开始暴躁，其脸上的伪装不复存在，变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有男有女，但他们手中都紧握着一柄锋利短刃。他们全都是异端会的人。在身份暴露的那一刻，他们亮出短刃，想要将身边的学生全都杀死。这样的话，即便是死了也不亏。这一突变让众人大惊失色，没想到那高考秘境里面的斗篷人到了外面还在，而且一直假扮成他们的同学，埋伏在身边，随手给予他们致命一击。甚至有些人从头到尾都没有被追杀，却又眼睁睁看着自己的队友变成一个陌生人，带来的那种冲击感实在太大了，让人措手不及。哼，痴心妄想！空气中响起一声愤怒的冷喝，只见那些举起短刃准备残忍杀害学生的异端会成员在一瞬间停下了身影，当场凝固在空间之中。奇怪的是，只有他们停止了，而其他人可以动。看到这一幕，陈峰有些吃惊，立马看向罗成，看到对方手持法杖，其顶端的宝石闪耀异彩，便知道是对方出手了。这就是空间系法师的威力吗？随时凝固空间，但是不凝固时间，空间内的人都无法动弹，如傀儡般任人宰割，无法反抗，坐以待毙。太恐怖了，不愧是空间系，果然蛮不讲理，这样的能力太牛逼了。这让陈峰又多了一个小目标，以后得找个空间系法师来盗取一下职业才行。罗成再次挥舞法杖，刹那间，所有异端会成员都来到他面前，他们都无法动弹，只能眼睁睁看着罗成那凶狠的眼神。罗成随意打开一个空间隧道，将这些人全部丢了进去，旋即再关上空间隧道。那里通往监狱，他早就安排好了，他到时候要亲自审问这些异端会的人。这些人都被他施展了空间禁锢，没有他解除，他们不可能解得开。解决完异端会的人之后，罗成恢复平日的微笑，看向学生们。我相信大家都有很多疑惑，我也很抱歉，是我们的疏忽，让异端会的人趁虚而入。他们假扮成学生，混入其中，利用特殊手法将自己的等级降低到20级，从而进入高考秘境，猎杀学生。我们也在第一时间做出了行动，有2名老师带着执法队伍进入到秘境，解救了不少人。但遗憾的是，未能救出所有学生。这件事情我们有很大的失误，我们会做出补偿，并且上门到受害者的家庭进行道歉。当然，最重要的是不会放过这些异端会的人，我罗成一定会揪出他们，为那些死去的学生报仇。罗成的一番话让众学生们大吃一惊，没想到这次的高考竟然混入了异端会的人。这个名字华夏人都不会忘掉，这是一个令所有人痛恨且咬牙切齿的名字，是一个毒瘤。卧槽，竟然是异端会的人，我说怎么那么凶呢？我的妈呀，还好我比较幸运，都没有碰到他们，要不然我就见不到你们了吧。好恐怖啊，那么多人混进来，而且他们都是实力高超并且有着丰富战斗经验的人，如果碰到基本就是死路一条吧。哎，那些同学可真是倒霉啊，碰到了这些败类，可惜了。大家都感到惋惜且后怕，没想到这次的高考会出现这样的意外。高考结束，
大家请回各自的学校，你们的校长和老师以及家长都在那边等你们。到时候，你们将手环归还给你们的带队老师。如果手环丢失，在丢失前时所拿到的分数并不会消失，请大家放心，明天会公布所有排名，你们的老师会教你们如何查询。罗成说完，高举法杖，再次出现无数个空间隧道，而尽头就是大家自己的学校，走进去就可以回去了。陈峰看着眼前的空间隧道，虽然不知道罗成是怎么能够精准打开所有人的空间隧道，但他没有多想，走了进去。熟悉的恍惚感再次涌上脑子，白光一闪，他回到了熟悉的秦都驿中。陈峰，但未等他睁开双眼，便听到熟悉的声音，好像是夏凡的声音。果然，待他睁开双眼，夏凡站在他面前，微笑开口：“陈峰，欢迎你平安归来。”第57章83集。谢谢夏老师。陈峰淡然一笑，弯腰鞠躬道谢。你的手环呢？交给我吧。好。陈峰将手环取下，递交给夏凡，对方收起之后，便朝着其他同学走去了。陈峰，这时又一道甜美的声音响起，只见一道倩影飞速跑来，来到他面前，正是他的青梅竹马杨家。看到来人，陈峰扬起微笑，温柔开口：“怎么样，高考拿了多少分？我都没有在秘境里面看到你。”说实话，他还是蛮担心杨家的，但秘境那么大，还有那么多人，想要碰到杨家太难了。现在看到他平安无事的站在这里，很开心。西西，我拿了3万多分，应该可以进清华大学，不过还是没有你厉害。你好像是第1名吧？我昨天就看了一眼排行榜。杨家笑道，眼里有些崇拜且怀疑。没想到你小子隐藏的那么好，有一身这么强的实力，还扮猪吃老虎。闻言，陈峰挠了挠头，不是他故意扮猪吃老虎，而是天赋太逆天了，说出去的话，恐怕会遭到整个异端会的全体追杀吧。虽然国家肯定会保护他，但他在明，敌在暗，能保护得了一时，但保护不了一世。异端会最擅长的还是刺杀，所以他不打算暴露自己的天赋，先发育，总有一天，当他拥有绝对的实力时，就不用担心那么多了。我只是侥幸而已。陈峰没有多说，杨家也没有多问，毕竟这是别人的秘密，不好过问太多。切，我才不稀罕呢。不过，你这次应该要去龙腾大学了吧？说到这里，杨家看向陈峰的眼眸闪过几分不舍与遗憾。遗憾的是，他这分数没法跟陈峰一起考入龙腾大学，未来或许只能见陈峰几面而已了。他这么优秀，进入大学肯定会被更多女孩子喜欢，从而忘掉他吧。想到这里，杨家心情越发落寞，慢慢低下了头。还不知道，先看看再说吧。龙腾、飞海、清华这3座大学都可以。陈峰淡然一笑，同时在心中补充一句，看对方的条件如何。他的分数必然会让所有大学都大吃一惊，如果那样的分数都没有大学看得上，那他还不乐意去了呢。正所谓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这3座大学肯定争着抢你，他们不抢就是他们的损失。杨家重重点头，微微一笑。那可是五考第1名，如果没人要的话，那岂不是太离谱了？陈峰笑了笑，没有说什么。陈峰，这时又一道声音在身后响起，陈峰回头看去，来人是李青，还带着左灵。两人来到陈峰面前，就弯腰鞠躬。谢谢你。看到这一幕，陈峰和杨家都有些愣然，其他同学都看了过来，很是吃惊。卧槽，那不是李青吗？他怎么朝陈峰弯腰鞠躬了？嘘，别说话，现在的陈峰可不得了啊！你一进去就求救了，当然不知道，陈峰在第1天可是上了排行榜第1的人啊！排行榜第1，这么恐怖的吗？陈峰这么厉害？我是活了3天的人，我告诉你们，陈峰到最后1秒，他依旧在排行榜第1，那分数简直可以用夸张来形容。真的假的？难道他就是隐藏的大佬？同学们都懵了，陈峰什么时候变得这样牛逼了？他觉醒的不是盗贼吗？按道理，在高考秘境应该取不了什么好成绩的啊，怎么现在变成第1了？许多进去不到半天的同学此时都懵了，听着其他人的话，顿感震惊，陈峰变第1了，这也太离谱了吧！这时，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陈峰身上，再也没有了以前的轻视和不屑，更多的是惭愧。自己以前竟然骂过这种天才，还看不起人家，结果人家五考拿了个第1名。没什么，举手之劳罢了。陈峰淡然一笑，他知道李青和左灵为何鞠躬道谢，而还未等李青和左灵说些什么的时候，周围的空间发生异动，一个空间隧道莫名打开，出现在几人身旁。大家看着这莫名出现的空间隧道，微微一愣，怎么还有？陈峰看着面前的空间隧道，愣了一下，又是谁过来了？下一秒，从空间隧道里走出一位老者，留着长白须，但是面容看上去很精神。但让众人震惊的是，老者身后的人，罗成。杨家张大嘴巴，口中喃喃，看到那老者身后的罗成，震惊不已。
他不应该在高考场地吗？怎么到这里来了？众人都看到了老者身后的罗成，无比惊讶，秦都守护神怎么来这里了？而更让他们吃惊的是，罗成那神态举止、毕恭毕敬的样子，跟在老者屁股后面，不敢往前走，而且腰杆都微微弯曲。这一看，前面老者的身份就不同凡响。老者带着罗成走出空间隧道，而罗成看到陈峰之后笑了起来，看向老者，弯腰笑道：“老师，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学生陈峰。”老师这个词语一出，陈峰等人顿时大惊。罗成的老师，怪不得罗成站在后面毕恭毕敬的，原来这位老者的来头这么大。但很快，众人又转头看向陈峰，眼里的震惊怎么都掩盖不住。这两人竟然是为了陈峰而来。叶龙看向陈峰，莫名点了点头，抚着长白须微笑起来。被大家这样看着的陈峰有些不自在，特别是叶龙的眼神让他不知所措，挠了挠头：“您好，两位前辈，请问你们找晚辈有什么事情吗？”“不错，很有礼貌，实力也很强。让我最意外的是你的等级，竟然高考完能达到83级，简直就是天才中的天才啊！”叶龙望着陈峰头上的信息框，毫不吝啬的夸奖。听到这话，陈峰瞳孔剧烈收缩，浑身一震，震惊地看向老者。他竟然能看到自己的等级，他明明隐藏了所有信息，竟然有人可以看到。而叶龙的话让在场所有人都大为震惊。什么？陈峰83级了？第58章 S 级副本秘境，真的假的？陈峰83级了？这么恐怖的吗？不知道啊，我反正看不到他的信息框，不知道这个老人是怎么看见的。如果是真的，那就太恐怖了吧。我进去高考秘境3天，我到现在才40多级，陈峰比我多1倍，这也太夸张了吧。不是说陈峰就是废物吗？不是说盗贼就是垃圾吗？他怎么这么夸张？该不会是请过来演戏的吧？陈峰怎么可能升级那么快？你是不是傻逼啊？那个是罗成，是监考老师，演你个鬼的戏，何况请他来演戏得花多少钱才行啊？众人都震惊陈峰的等级竟然达到了83级，但更加吃惊的是，那老人为何能看出陈峰的等级，而他们却看不透。你是不是很吃惊？为何我能看到你的等级？叶龙看着吃惊的陈峰，微微一笑，用食指点了点自己的眼睛。而当陈峰仔细看去的时候，更加吃惊了，因为那瞳孔不是人类的瞳孔，而是机械瞳孔。他能看到齿轮在旋转，散发着玄墨色的耀眼光芒。之所以看上去像眼球，就因为这光芒。竟然有人将自己的眼睛改造成机械瞳孔，这就可以做到看透等级了吗？旁边的李青等人都能看到叶龙眼眶里的机械眼球，备受震撼，站在原地不知说些什么。这难道就是父亲曾经说过的机械改造？李青家里有钱，见多识广，他一眼便想起来父亲曾跟他说过的机械改造，那是机械职业师才能做到的技能，可以将生物改造成机械。以前战争使得很多人缺胳膊少腿，从而生活变得不方便，后来有了机械师的出现，他们给那些残疾人以及战争英雄打造了机械器官或者肢体，使得他们像正常人一样。陈峰闻言，他也想起自己曾在一本书上看过相关信息，没想到这就是机械改造。没错，确实是机械改造。老师在20年前的那场能量潮汐中失去了一双眼睛，后来经过机械师的改造，打造了一双特别的眼睛，可以看透一个人的基本信息，不过只限于名字和等级，再多就看不透了。罗成微笑开口解释起来，身旁的叶龙点头肯定了罗成的话。听到这话，大家眼神里的向往羡慕瞬间消失，变得肃然起敬。起初他们还羡慕这老人有这么一双眼睛可以看到别人的信息，但是听说他是在能量潮汐上受的伤，顿时严肃敬仰。能量潮汐，那是无数人的噩梦，是全世界人都不想面对的。那是秘境崩坏而引发的能量暴动，再由能量爆发所产生的潮汐，会使得所有秘境中的魔物从里面跑出来，侵入现实，攻击人类。这种现象人们称之为能量潮汐，它是一个极其不稳定的随机炸弹，随时随地都有可能爆发。每当这种现象出现，就意味着要死很多人。100年前秘境降临到现在，全国各地每年都平均爆发一次能量潮汐，每次都死不少人。不过很快，众多专家研发出一款可以观测能量的仪器，名为能量检测仪。它可以随时观测磁场能量是否具备暴动的迹象，一旦出现这种迹象，会提前报警。到那个时候，执法者们疏散生活职业的人，并且留下战斗职业，最终他们会守护家园。不好意思，我也不知道会是这样的。李青连忙弯腰鞠躬，十分抱歉。早知道老者是因为能量潮汐而失去的眼睛，他就不会说那些话了。哈哈哈，没关系。叶龙笑了笑，没有放在心上，旋即看向陈峰。陈峰同学，我话不多说了，我是清华大学的副校长叶龙，我这次来找你，主要是想邀请你去清华大学，如果你愿意，可以不用文考，到时候直接来清华大学报到即可。此话一出，全场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震惊地看了看叶龙，又看向陈峰。这老者竟然是清华大学的副校长！不仅如此，他还亲自过来招揽陈峰，邀请加入清华大学，还免考文考。卧槽，这是什么神级待遇？清华大学那是多少学生都梦寐以求想要进去的大学啊！全国大学前3，很多人砸锅卖铁，拼尽全力都无法进去。现在倒好，人家副校长亲自来招揽了，简直不要太离谱！众人的目光紧紧放在陈峰身上，不知他会做出怎样的答复。杨家看向陈峰，很是期待。如果陈峰答应下来，那他又可以跟陈峰在同一所学校了。陈峰听闻，内心同样很吃惊，没想到清华的副校长都来了，可他并没有想答应那么快，他要看看其他2所学校的条件。他对自己的分数很有信心，只要公布的那天，肯定有学校抢。我们清华愿意拿出5000万的助学金，以及200级以下的任意神器，除此之外，还额外送1套100级套装，1本 S 级技能书，3本 A 级技能书，任意挑选，外加 S 级副本秘境进入资格，入驻勤奋阁资格。还未等陈峰说话，叶龙继续开口，给出了他这次过来所带的待遇福利。这一开口，别说陈峰等人震惊，就连罗成都瞪大双眼，震惊到说不出话来。卧槽，母校给的待遇这么好，为啥我当年没有啊？罗成看向陈峰的眼神多了几分羡慕，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啊！不愧是天才，学校竟然拿出这么多福利，就为了招揽他。众人听着那一个比一个丰富的福利，吞了口唾沫，羡慕到口干舌燥。5000万助学金就算了，还有200级以下的任意神器，那可是神器，打 BOSS 都极难爆出来的装备，除非欧皇，要不然都别想爆出来，现在随便就送了。还有100级套装，这特么太夸张了吧！装备不仅有单件，还有套装，而套装装备如果全部穿戴的话，会有套装效果，不仅实力大增，有些套装还能赐予非同寻常的属性加成或者主动技能。S 级技能书，3本 A 级技能书，这些都随便送了吗？不愧是清华大学，果然财大气粗啊，随手就送。请问 S 级副本秘境是什么？第59章巨龙沈竹。陈峰挠了挠头，疑惑看向叶龙。这副本秘境他听说过，那是一种特殊秘境，里面的 BOSS 和魔物都随时刷新，俗称打不完的秘境。没人知道为什么会一直刷新，但大家都当作经验副本来打。可这 S 级又是什么？还有等级的吗？这个他并未在任何书籍中看过，所以有些疑惑。问得很好，副本秘境你们都知道是什么，而 S 级副本秘境则是我们通过秘境构建师利用他的技能寻找出的最好秘境。我们发现里面无论是 BOSS 还是魔物，他们都拥有爆战利品的能力，而且爆率奇高，爆出来的战利品更是我们从未见过的。不仅如此，副本中还有隐藏任务、NPC， 甚至有其他秘境没有的宝箱，所以我们将其定义为 S 级副本秘境。目前只有清华、龙腾、飞海3大学校有，其他学校还没有。叶龙笑着看向陈峰，耐心解答。宝箱，魔物拥有爆战利品的能力，爆率奇高，隐藏任务 NPC。 众人听完大受震撼，这些都是他们从未听说过的东西。从以前到现在，他们一直以为秘境里只有魔物，没有其他东西，但现在看来，只是他们去的秘境太少，见识太短，所以局限住了。那些高等级的秘境竟然有宝箱和任务，甚至还有那些存在于游戏中的 NPC， 还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听到这些，众人不禁对那 S 级副本秘境升起浓浓的向往。原来如此，那勤奋阁又是什么？陈峰又提出了一个问题。勤奋阁是我们清华大学的特有建筑物，是顶尖天才才有资格入住的宿舍公寓，每人独立房间。不仅如此，整栋公寓都是用醒神石打造，在房间呼吸的时候都能快速补充精神力，一觉睡醒精神抖擞。叶龙继续为陈峰解答。陈峰点了点头，原来是宿舍呀，听上去蛮高大上的，而且还能快速补充精神力，但对他来说好像没有多大的作用，还是前面那些福利有吸引力。怎么样，你有兴趣加入清华大学吗？叶龙略带期盼的眼神看向陈峰，但后者的摇头让他略微失望。为何？暂时未确定，我想听听其他学校的福利。陈峰也没有藏着，直接说出自己的内心想法。谁给的福利多，他就去哪，反正3大学校都一样。闻言，叶龙的嘴角抽搐一下，他没想到陈峰如此直接，不过倒让他有所放心。如果陈峰已经决定去哪的话，那他送再多福利都难说，但现在凭着谁给的福利多就能招揽到陈峰的话，那他们清华未必会输。行，明天分数公布，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其他学校肯定会给你打电话，到时候我们再公平竞争了。叶龙没有再继续招揽下去，得到答案就可以了。能否招揽到陈峰，那就看明天谁给出的福利更多了。好的，陈峰点头，心里有些意外，没想到这位副校长看得挺开，并没有继续打扰他，不过也让他清闲下来，毕竟他真不好直接拒绝。随后，叶龙带着罗成走入空间隧道，
离开了秦都一中。这一幕让周围的学生都大吃一惊。陈峰他没有同意加入清华大学，反而要看其他学校给出的福利如何，再选择加入哪个大学。顿时，众人内心涌起浓浓的羡慕。不愧是天才啊，可以等着众学校来抢，不像他们，如果没有学校要，那就真的没大学读了。这就是天才与凡人的区别吗？太气人了。而叶龙前脚刚走，郑峰就带着学校众多领导急匆匆跑了过来。叶副校长和罗大人呢？郑峰气喘吁吁地跑到陈峰面前，左看右看，硬是没有看到叶龙的身影。校长，叶副校长和罗大人他们2个已经回去了。杨家开口解答。闻言，郑峰和其他领导顿时脸色难看起来。他们大老远马不停蹄地跑过来，就是为了迎接叶龙和罗成的。那2位可是大人物啊，能到这秦都一中来，简直就是蓬荜生辉。谁曾想，刚到人就走了。走了？那行吧。郑峰有些懊恼，心中还有些愤恨，咋不能多长2条腿，那样就能跑快点了。其他领导都纷纷叹气，气自己不能跑快点，好见到叶龙副校长。哎，咋不多留他们几下呢？要是能说上几句，咱们学校就出名了。对了，陈峰同学，听其他人说叶龙是专门来找你的，莫非是要招揽你进清华大学？我滴个乖乖，分数还没有公布就过来抢人了。你又不是不知道，罗成可是叶龙曾经的学生，肯定是他告密的。不过能让叶龙亲自过来找陈峰，那分数肯定吓人，该不会破了去年的记录吧？领导们议论纷纷，还有几个领导找陈峰问各种问题，搞得陈峰十分尴尬，不知怎么回答。卧槽，你们快看，那是什么玩意？这时，某个同学大喊一声，指向天空。所有人都被这声音吸引过去，只见天上有着一道巨大黑影，展开双翅，遮天蔽日，昏暗的影子如乌云般笼罩着所有人。大家都大惊失色，很快就有人认出来了，那是巨龙，竟然是一头身高8米、宽长4米、有着一双巨大翅膀的西方龙，通体黑色，在空中盘旋几圈之后，朝着众人俯身而下。但很快，陈峰注意到巨龙的竟然有人。卧槽，龙背上还有人！其他人也注意到了这一点。能够站着巨龙身上，并且驾驭巨龙的，那就只有隐藏职业、龙战士、龙骑士、龙法师等等这些隐藏职业才能做到。他们的技能都有相同的一点，那便是驾驭巨龙。这时，巨龙的身影越来越近，强袭的狂风从上空传到地面，吹得众人苦不堪言，大家都迅速撤离，留出一片空地。郑峰和其他领导老师则是站在学生们面前，护住他们，以防有什么危险。当巨龙缓缓落在地面的时候，众人都看清楚巨龙背上的人。陈峰看到来人，顿时瞪大双眼，因为有个人让他非常眼熟。沈竹，他来干嘛？其他2个人又是谁？第60章，沈龙的礼物。龙背上的3人，其中2人身影一闪，来到地面上，而那背着一面盾牌的男人，则是驾驭着巨龙，飞到天空上，继续盘旋，似乎在保驾护航。沈竹来到地面后，便开始左顾右看，似乎在寻找什么，最终目光落在陈峰身上，露出了笑容，朝着他招手。陈峰。众人一听，立马看向陈峰，震惊不已。又是来找陈峰的，而且这看上去又是某位大人物，能骑巨龙的，能不是大人物？可恶，怎么那么多大佬来找陈峰？太让人羡慕了吧！郑峰看到沈竹的时候，浑身猛然一震，布满褶皱的双眼瞪得圆滚，似乎是看到了什么令他感到惊讶的东西。那是不是沈竹，沈龙的儿子？郑峰惊讶开口，他看过沈竹的资料，上面有照片，所以认出来了。那如果是沈竹的话，那他旁边那个一身得体西装、面容冷峻、带着几分高冷帅气且霸气的男人，难道就是沈龙？那位龙刺组织天下第一刺客组织的老大，掌握全国一半地下势力的大魔头沈龙。看到来人，郑峰吓得腿脚都软了几分。那位大人不应该在龙都待着的吗？什么时候回来秦都了？而且他的儿子还跟陈峰认识。想到这里，郑峰更是震惊到心跳加快。其他领导都听到了郑峰的话，腿脚一下子就酥软起来。那样的人物，他们如果得罪了，恐怕第2天就可以看到秦都一中上新闻了吧？嗨！陈峰听到沈竹叫他，出于礼貌，还是挥手回应了一下。爸，那个就是在高考秘境救了我的，如果不是他，你的宝贝儿子恐怕就死了。沈竹看到陈峰跟他打招呼之后，拉了拉旁边父亲的衣角。沈龙闻言看了过去，那面无表情的脸庞，那冷漠的眼神，顿时让陈峰浑身震颤，额头逐渐渗透出冷汗，全身变得僵硬，仿佛有某种野兽盯上他一样。那种无法逃脱的危机感让他心跳加快。陈峰心中大惊失色，好恐怖的气息，那人到底是谁？仅仅是一眼便让我腿脚酥软，有点想要跪下的冲动。陈峰咬紧牙关，强行将自己低下的头颅抬起来，正视着沈龙。这举动让沈龙微微挑眉，
看着陈峰眼里那抹坚毅的眼神，他嘴角微扬。爸，你在干嘛？那是我的朋友。沈竹注意到了这一幕，连忙拉了拉沈龙的衣角，打断了他的威压。顿时威压消失的荡然无存，陈峰恢复轻松，开始大口喘气。这一幕让其他人都愣住了。旁边的杨家看到陈峰大喘气，也是担忧开口：怎么了？你怎么大喘气起来？李青和左琳同样关心陈峰，不知他为何变得这么虚弱，似乎经历了什么战斗一样，额头满是汗。这让陈峰更加吃惊，难道刚刚那强烈的危机感只对他一个人使用了吗？其他人都没有受到影响，反而只有他，这也太恐怖了点吧？指定性技能。这时沈龙带着沈竹朝着陈峰走去，在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的情况下，他伸出了右手，微笑看向陈峰：你好，我是沈竹的父亲沈龙，感谢你在高考秘境出手相助，救了我儿子。什么？众人闻言大惊失色，那个少年竟然是沈竹，那个觉醒了暗影刺客的沈竹，而那位中年男人则是龙刺组织的老大沈龙。听到这两个名字，那些不知情的人顿时双脚一软，嘴巴都哆嗦起来。这种大人物竟然来他们秦都一中了，而且还是为了陈峰而来，专门来感谢他的。卧槽，陈峰到底是什么运气啊？一天的时间就认识了两位大人物，靠着这两位大人物的人脉，已经足够他横着在秦都市混下去了吧？面对沈龙的握手，陈峰并没有伸出手去握，反而冷冷看着沈龙：这就是你对待你儿子救命恩人的态度？一过来就进行威压恐吓他，要不是他体魄不同于人，意志力坚强，恐怕抵挡不住，直接就跪了吧？哪有人这样对待自己儿子的救命恩人？这是对待仇人的方式吧？看到陈峰这神态举止，沈龙尴尬的笑了起来，摸了摸鼻翼，但又看到自己儿子那埋怨的眼神，竟下意识做出令人震惊的动作。不好意思，刚刚是我职业病犯了。沈龙竟然当着众人的面朝着陈峰弯腰鞠躬道歉，这让众人大惊失色。这可是沈龙，龙刺组织的老大，竟然朝一个高中生弯腰道歉。陈峰见状同样懵逼了，他可没想过让沈龙弯腰鞠躬道歉，只想得到一句道歉而已，这也太夸张了吧？没有，沈叔叔，您这是要折寿我啊？陈峰连忙扶起沈龙，这种事情要是传出去，他不得遭到整个龙刺组织的刺杀。哈哈，我是来替儿子感谢你的，没想到最后给你道歉了，是我不懂了，谅解一下。沈龙摸了摸鼻翼，有些尴尬，但下一秒他朝着面前的空地一挥手，顿时出现一个大箱子。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下，沈龙微笑开口：这里面是我的一些小心意，感谢你在高考秘境救了我的儿子，还望收下。看到这箱子，陈峰愣住了，这箱子看着足足有1米多高，1米多宽，里面装的东西恐怕不少吧？这不太好吧？没什么不好的，就是一点小心意，不算什么。陈峰，你就收下吧，这些东西我家多的是，你不用担心什么。沈竹咧嘴一笑，满不在乎。听到两人都这么说了，陈峰也没有拒绝，点了点头，将箱子收入个人空间。看到这里，大家都面露羡慕之色。沈龙送出去的玩意，那肯定是最好的，即便是人家不要的破烂，在普通人眼里都是无上至宝。还有这个，沈龙从胸口的口袋拿出一张名片，递给了陈峰：有什么事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只要是我能做到的，都能满足你的要求。此话一出，全场所有人都瞪大双眼看着沈龙手上的名片，吞了口唾沫。而站在陈峰旁边的李青等人更是吃惊到张大嘴巴。沈龙的名片，那可比那一箱子的宝贝都要值钱。有多少人想要沈龙的联系方式，而花费重金都没法得到？而陈峰此时轻轻松松，还是沈龙亲自递名片，这说出去，陈峰他能吹一辈子。陈峰愣了一下，还是微笑伸手接了过来。谢谢。不客气，不过还没结束。第61章龙刺令牌。众人一听，瞬间就不淡定了，这送的还不够，还有一大箱的宝贝加沈龙个人名片都不够吗？大家看向陈峰的眼神变得炽热起来，恨不得当场魂替陈峰，简直太令人羡慕了。陈峰感到受宠若惊，没想到对方竟然准备了那么多，一箱宝贝和私人名片都还不够，竟然还有，不免让他开始期待起来。随即沈龙右手一翻，一块玄墨色且精致玲珑的令牌出现在手心中，上面刻印着3个字：龙刺令。这个是我龙刺组织的令牌，持令牌到龙刺组织任何门店都可以让他们免费出手，可以让他们保护、刺杀、埋伏等各种任务。至于门店位置，待会我会告诉你，先收下令牌吧。众人，龙刺组织的令牌可以让龙刺组织免费出手。沈龙竟然将此等东西随随便便就送给一个高中生了。旁边的郑峰以及各大领导都无比震惊，瞪大双眼死死盯着沈龙手上的令牌，不断吞着口水。那样的宝贝充满了无穷无尽的诱惑，要知道
龙刺组织的含金量可是非常高的，天下第一刺客组织不是浪得虚名的。他们的任务完成率几乎是99%，但凡是被龙刺组织盯上的，基本死路一条，除非有什么隐匿神器，不被龙刺组织发现，要不然都别想活下去。不仅如此，龙刺组织的任务费可是很高的，不是一般人能请得起，低则数千万，高则数亿乃至数十亿。就因为人家的完成率高于其他刺客组织，所以才被誉为天下第一刺客组织。就连沈竹都有些吃惊，老爸竟然将龙刺令牌都送给陈峰了。不过沈竹只是感到吃惊而已，并无其他，毕竟他是龙刺的少主，同样有着龙刺令牌的效果，可以命令整个龙刺组织。陈峰看着沈龙手上的令牌，略微震惊，这么重要的东西就送给他了，会不会有点太夸张了？陈峰同学，这令牌没有你想的那么贵重，收下即可。沈龙似乎看出了陈峰的犹豫，微笑开口。闻言，陈峰犹豫了几秒，还是伸手接了过来。有宝贝不要，天理难容。谢谢您。不客气，以后就叫我沈叔即可。沈叔叫我小峰就好了。哈哈，小峰，好。看着两人的对话，现场的众人早已目瞪口呆，一个高中生和一个刺客大佬竟然站在一起谈笑风生，而且还毫无违和感，这是个什么情况？看着周围人的眼神以及他们的议论声，沈竹走到父亲身旁，悄声道：“爸，这里人多，咱们还是去吃饭，边吃边聊吧。”行。沈龙点了点头，看向陈峰：“小峰，有空去吃个饭吗？”陈峰想了想，那件事情吃完饭再去准备一下，也不晚，索性就点头答应了。随后，在沈龙吹响口哨的那时候，天上的巨龙再次降落到地面，众人又一次看到那个驾驭巨龙、背后有一面盾牌的男人。这位是我们龙刺组织的二当家，代号龙骑。沈龙指着男人为陈峰介绍起来：“咱们上去吧。”陈峰看向那男人，两人相视一眼，互相点头。陈峰跟在沈龙后面，在众人羡慕且崇拜的目光中，他一个跃步就跳到了巨龙背上。踩在上面的感觉很奇妙，就跟踩在地面上毫无区别，很稳当，没有那种随时会掉下去的感觉。原来踩在龙背上就是这种感觉，前世看那些电影就幻想过自己有这么一天，当这天到来之后，难免有点小激动。走吧。沈龙淡淡开口，那龙骑点了点头，便驾驭巨龙往天空上飞去。狂风大作，吹得现场众人睁不开眼。待到狂风消散的时候，巨龙的身影早已不见。众人呆呆看着天空，久久无法平复心情。走吧，没有东西看了。直到某一个同学说的一句话，众人才慢慢散场。但今天所发生的事情，他们恐怕一辈子都难以忘怀。秦华副校长亲自上门招生，龙刺组织的老大亲自到场送礼，还给出自己的私人名片以及龙刺令牌，而且还邀请去吃饭。这些东西如果放在一个大人物上，大家可能没有那么震撼，但这些东西都放在一个高中生上，未免太离谱了吧？可就是这么离谱的事情，真真切切发生在他们眼前。李青看着离开的陈峰，心中的那种挫败感越发强烈。怪不得父亲总说他比不过陈峰，现在看来是真比不过呀。不过这次高考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应该不会被骂了吧？李青的信心又多了几分，转身离开了学校。看来咱们学校这次要出龙了。郑峰看着远去的陈峰，口中喃喃。他猜的果然没错，陈峰就是今年高考的最强黑马。但让他出乎意料的是，陈峰竟然能走到这一步。看来他的格局还是太小了。秦家别墅。什么？你说儿子没有从高考回来，那他能去哪？偌大的别墅里，一个男人双膝跪在地上，而他面前站着一个女人，虽然看上去不是很年轻，但风韵犹存，不过脸色不太好，怒气冲冲叉着腰质问着跪地的男人。我去学校找他了，可老师们说没有见到秦龙回来，还让我做好心理准备，可能死在高考秘境里了。陈旺跪在地上，低着头，不敢抬头看秦岚。去你妈的，我儿子怎么可能会死？你以为跟你一样是个废物啊？一定是那小子贪玩，已经出去玩了，现在立马给我找。秦岚指着门口咆哮道。陈旺听完连连点头，跑了出去。看着陈旺离开，秦岚皱着眉头坐了下来，揉着眉心，微微叹气。他的儿子，他清楚，那小子生性爱玩，有很多时候都不回家的，所以他可以肯定，一定是秦龙高考结束之后就跟着那些狐朋狗友出去喝酒泡妞了，所以陈旺这个废物才找不到。至于他儿子死在高考秘境，这种事情根本不可能发生。他儿子可是死灵法师，而且他还给了不少保命的道具和装备，只要不碰到实力差距过于悬殊的敌人，秦龙都死不了。妈的，最近的烦心事怎么那么多？父亲不见了，儿子现在也不见了，而且今天眼皮一直在跳，心中一直有种不祥的预感。希望只是他多虑了吧。第62章刺客埋伏。下午，蓝天小区，陈峰在与沈龙吃完饭之后，添加了沈竹和沈龙的微信之后，便匆匆离开，回到家中。
这是什么？刚到家门口，准备用钥匙开门的陈峰，惊奇发现门缝下竟然有一个信件，这让他微微一愣，是谁会寄信给他？现在都流行微信了啊。而就在陈峰疑惑的同时，在远处1000米外的高楼天台上，一道黑影站在上面，身上的黑色斗篷随风飘扬，手持望远镜。而看到陈峰回来的第一时间，他嘴角弯起，露出一抹玩味的笑容。来了，他总算是回来了，不枉我等了3天啊！森然的声音响起，男人拉下棚帽，双手呈架枪姿势。而下一刻，一把长1米、重达30斤、外观奇特、充满科技感的狙击枪出现在他手里，右眼看着枪镜，锁定了陈峰的脑袋，食指放在扳机上，嘴角微弯。再见，陈峰。扣下扳机。陈峰疑惑期间，他俯下身将门缝的信件捡起。正当他起身准备打开信件的时候，忽然感觉到一股杀意锁定了他。经过无数战斗的他，顿时便意识到身后有人想要杀他，竟然有人提前埋伏在他家门口。是谁？啾！一道微小的声音响起，陈峰敏锐将其捕捉到，下意识启动体内的土系天赋，砂石凭空出现，瞬间凝聚在身上，形成一层厚重且极具安全感的铠甲。砰！一颗子弹呼啸而来，撞击在他后脑上，导致他身形晃荡一下。在后脑所包裹的那层砂石铠甲竟然穿了一个空洞，而那枚子弹镶嵌在里面，没有进入血肉半点。陈峰对自己身上这层砂石铠甲很有信心，即便是100级的战士全力挥砍都没法砍出痕迹，反而让这颗子弹击穿了一个空洞。可想而知，发射这颗子弹的枪械有多强，极有可能是高级枪械师所打造的枪。陈峰向后看去，通过子弹过来的方向和声音的方位，再通过排查，能够看到他这里并且开枪的地方，唯有1000米外的那座大楼。果然，他看到了一道黑色身影趴在天台上，而手里拿着正是狙击枪。自从体魄属性大大增强之后，他发现自己的五感同样在增强，不仅听力强了许多，视力同样。而在天台的狙击手通过枪镜看到陈峰望向他位置的时候，身躯猛地一哆嗦，抬起头，震惊地看向陈峰的方向。怎么可能？他刚刚是看到我了吗？男人口中喃喃，立马又看向枪镜，而此时的镜头内没有了陈峰的身影。是进去了吗？男人疑惑开口，但下一秒便收起狙击枪，转身离开。此地不宜久留，刺杀任务今晚再做。然而，当他转身的那一刻，他身体猛然僵硬，瞪大双眼地看着面前，瞳孔剧烈收缩。只因他面前站着一个人，而这个人就是他刚刚想要狙杀的目标陈峰。你怎么会在这里？男人大惊失色，但他并没有手忙脚乱，而是快速召唤出一把左轮手枪，对准了陈峰。这路程又不远，跑一下就过来了。陈峰耸了耸肩，双手插兜看着面前的男人。你是谁？为何要刺杀我？我们应该不认识，无冤无仇的，是谁派你来的？不好意思，刺营组织从来不出卖雇主。男人冷面一笑，直接扣动扳机，一颗如火蛇般的子弹朝着陈峰面门射去。陈峰站着没动，但身上已经被砂石铠甲包裹住，那颗子弹狠狠击在他的眉心之中，像是碰到了什么坚硬之物，瞬间就扁了，啪嗒掉在地上。看到这一幕的男人顿时大吃一惊，而陈峰则是朝着他慢慢走去。惊慌失措之下，男人一边后退，一边对着陈峰连开数枪，每一枪都精准命中陈峰的眉心，但每一颗子弹都无法对其造成伤害，甚至连对方的皮肤都没法穿透，直到弹夹清空都无济于事。不多时，陈峰迎着炙热的子弹漫步走到男人面前。男人看着面前安然无恙还对他淡笑的陈峰，彻底慌了，有着前所未有的慌张，再次后退了几步。怎么可能？我这枪可是能对500体魄以下的人造成伤害，竟然无法穿透你的皮肤？你就是一个高中生而已，怎么可能那么强？要知道，现阶段能达到500体魄的人，除了那些有装备加成的人，或者有天赋技能加成，除了这2个，就只有100级全点体魄才能做到。他本想着这次的目标就是一个普通高中生，而且还是盗贼职业的，应该轻轻松松就能解决，于是准备的武器并不是最厉害的。但现在看来是他失算了，这哪是什么高中生啊，都能肉身硬扛他子弹了。而陈峰没有回答他的问题，伸手掐住脖子，将其举起，慢慢走向天台边缘。男人被掐得面红耳赤，呼吸急促，身体不断挣扎，拳脚全都往陈峰身上招呼，但通通没用，对方硬得跟钢板一样，打在其身上，痛在他身上。对不起，请你放了我。男人被掐得直翻白眼，双手死死抓住陈峰的手，想要掰开，但没用，舌头都吐出了半点。再这样下去，他真的会死。说，是谁派你来杀我的？陈峰淡漠开口，手上的力气加重几分。男人的脸色更不好了，仿佛下一秒就会窒息而死。3天前是秦家的秦龙，他派我来杀你的。闻言，陈峰的眼神有些古怪地看向男人，没想到这杀手还挺有原则，
秦龙都死了，而他还从高考前等了3天，直到今天才杀，可真有耐心啊！你不知道秦龙昨天就已经死了吗？陈峰疑惑开口。秦龙作为秦家大少爷，如果他死了，不应该秦都市都知道的吗？怎么这杀手消息这么不灵通？听到这话，杀手猛地瞪大双眼，惊恐地看着陈峰，身躯抽搐得更厉害了。秦龙竟然死了，他怎么不知道？如果知道秦龙死了，他就拿着钱走了，谁他妈还过来刺杀陈峰啊？我不知。男人话还未说完，一道骨裂声响起，他双眼瞬间呆滞失神，手脚松弛，像个失去连线的木偶般耷拉在陈峰手上，一动不动。陈峰面无表情地将其丢在一旁，搜刮了一下男人的个人空间之后，将一些值钱的玩意都取走，随后拿出一个打火机，点燃了火苗，随手便丢向男人的尸体。火苗一碰就着，尸体瞬间燃起大火，随着风熊熊燃烧，黑烟滚滚，相信不久就会有火警赶往这里。陈峰把玩着搜刮而来的左轮手枪，双眸闪烁着火焰，淡漠看向远处的某个方向，而那里正是秦家别墅的方向。这时一阵清风吹来，黑烟被风顺着吹向陈峰，待到黑烟散去，陈峰消失了。第63章父子断绝关系协议书。秦家别墅。妈的，一群傻逼、废物、垃圾，没有用的混账东西，让你们找少爷回来就那么难吗？一个个都是吃白食的吗？秦岚叉着腰，辱骂着站在他前面的这些保镖、女仆。这时别墅的门被推开，陈旺从外面走了进来。看到陈旺的第一眼，秦岚是欣喜的，但是看到他身后没有秦龙之后，他的脸色瞬间就变了。儿子呢？秦岚开口质问。这么久了，连个人都找不到？不知道啊，我找遍了所有儿子去过的地方，就是没有找到他。问了很多人，他们都说没看见秦龙，就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陈旺害怕的低着头，支支吾吾的回答。妈的，真是废物！你们陈家果然是废物辈出。幸好我儿子没有继承你的基因。秦岚戳着陈旺的脑袋，恶狠狠叫骂着。陈旺不敢反抗，只能默默忍受。毕竟他如今的身份全是秦家给的，如果反抗就什么都没有了。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他已经清楚明白隐忍二字如何写的。轰！就在秦岚辱骂着陈旺的时候，别墅大门轰然爆开，2扇巨大木门爆射进去，倒在地上。这巨大的声响以及意外，让众人身躯猛然震颤，不知所措地看向门口。这是怎么回事？拆迁队来了？但等众人看向门口的时候，更加吃惊，只见门口站着一位少年，而他脚旁则是躺着数个捂着胳膊肚子哀嚎的黑衣护卫，那些全都是秦家的护卫，此时都被打倒在地。你是谁？秦岚看向来人，有些害怕，但想到这里是秦家，底气又涌了上来，昂首挺胸开口质问。但陈旺就不一样了，看到来人，他顿时瞪大双眼，身躯猛然一震，怎么会是陈峰？他怎么来了？陈峰，你来这里干嘛？陈旺大声质问。听到这个名字，秦岚顿时就笑了，看向陈峰的眼神多了几分戏谑和不屑。我说是谁呢？原来是你这个废物啊！秦岚轻蔑一笑，眼神变得很辣。你知道你刚刚的所作所为就是在挑衅我们秦家吗？陈峰淡然一笑，走了进去，扫视了一圈，微微皱眉。那位秦家的老太爷秦武为什么不在这里？而且刚刚听他们的声音，似乎在问秦龙去哪了。难道他们都不知道秦龙已经死了吗？不应该啊，执法队亲自带着秦龙尸体走了，这么大的事情肯定会告诉秦家的。这种种事迹让陈峰起了疑心。不过眼下最重要的是算账。喂，废物，问你话呢，我可是你妈，你有没有听到啊？秦岚依旧在叫唤着。从始至终，她从未将陈峰看在眼里，就是一个觉醒了盗贼的小废物，能奈何什么？至于想让他进公司，也是想着掌控他罢了。而陈峰听到秦岚的话，猛然抬头看向秦岚，那冷漠且无情的眼神让后者虎躯一震，刚欲开口呵斥的时候，陈峰消失了。下一秒，陈峰出现在秦岚面前，面无表情地甩了他一巴掌，淡漠开口：你也配当我妈？混蛋，你竟然敢打我！我可是秦家千金秦岚，外面多少人不敢打我，你一个废物都敢打我！秦岚瞪大双眼，捂着红彤彤的脸颊，转过头看向陈峰，满眼的不敢置信，一个废物竟然敢出手打他，简直活得不耐烦了。上，全都给我上，谁能杀了这个臭小子，我赏他1000万！秦岚全然不顾陈峰为何能瞬间到他面前，像个泼妇一样命令那些保镖，他现在只想狠狠羞辱陈峰。重惊之下，那些保镖全都将陈峰刚刚鬼魅的身影抛之脑后，贪婪地看向陈峰，冲了上去，一心只想杀了他，获得1000万。刹那间，数十位保镖朝陈峰冲了过去，他们的等级都在80级到100级左右，对付一个高中生足矣。看着这些蝼蚁冲过来，陈峰面色平静，淡漠地看着他们冲过来。
就在保镖们离陈峰只有5厘米的时候，诡异的一幕出现了。只见陈峰周围的沙石尘土全都升空，围绕在他身边悬浮着。下一刻，猛然爆发出去，沙石朝着周围扩散爆发，如同一阵冲击波，撞击在那些保镖身上。所有人瞬间倒飞出去，滚落在地，倒得七扭八歪。瞬息之间，所有保镖都失去了战斗能力，再也没有人能对陈峰造成威胁。看到这一幕，陈望和秦岚都震惊了，两人的身躯不断颤抖，他们从陈峰身上感受到了浓郁的杀意。他想杀了他们2个。陈峰，你想干嘛？你到底想干嘛？这里是秦家，她是你的后妈。陈望忍无可忍，拿出了父亲的气势，朝着陈峰怒吼质问。陈峰听着这质问，笑了笑，有些自嘲，指着秦岚，看着陈望，她是我的后妈。那我的母亲呢？你们又对她做了什么？闻言，陈望和秦岚两人心神一震，后退了几步，瞳孔剧烈收缩。什么意思？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知道你对兰兰的死很伤心，但那已经过去了，不用再怀念从前了，咱们得开始新生活了。陈望眼里的那抹震惊很快便掩盖过去，装作不知道。你也配喊我母亲的名字？陈峰身形一闪，来到陈望面前，一脚便踹了过去。他的母亲名为李兰。陈望瞬间倒飞，撞在墙壁上，掉落在地，吐出一口鲜血，看着陈峰满眼吃惊。陈峰的实力什么时候变得如此恐怖了？他竟然都不知道，刚刚那一脚他差点就死了。秦岚更加吃惊，没想到陈峰竟然如此大逆不道，竟然敢打他的父亲，简直不孝！你疯了吗？他可是你的父亲，你竟然打他！呵呵，父亲！陈峰听到这2个字，笑了起来，慢慢转为大笑，狂笑，笑得捧腹，直到笑了1分钟才停下来，擦了擦眼泪，脸色慢慢恢复平静。你说他是我的父亲，那他有做过父亲的责任吗？那这个又是什么？陈峰从空间拿出一张协议，呈现在2人面前，上面赫然写着一串大字：父子断绝关系协议书。而在最下面，陈望早已将名字写了上去，并且按了手印。这协议书就是他从家门口的门缝里取出来的信件。父亲，可笑，十分可笑。有哪个父亲会在儿子高考的时候往他家里寄断绝关系协议书？而信件到达的时间正是高考前一天的晚上。若不是那天晚上他去外面住了，恐怕早就看到了吧。试问，哪个即将高考的孩子在高考前一天晚上看到这么一个协议书，高考的心态能够平稳？又有哪个家长会如此狠心，故意挑在这个时间段？父亲，去你妈的父亲吧，连畜生的不如。第64章，真正的畜生。看着陈峰手上的协议，两人如鲠在喉，哑口无言，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秦岚更是感觉有好几双巴掌不断打他的脸，火辣疼痛。前脚刚说完陈望还是陈峰的父亲，后脚就被陈峰亮出了断绝关系协议书。陈峰，你别介意，你爸就是跟你开个玩笑而已，反正你也没签名嘛，现在签也无妨。闻言，陈峰拿出一支笔，在上面签下自己的名字，走到一个口吐鲜血的保镖旁，蹲下用手指沾了沾他嘴边的鲜血，按了个手印，又放手指在保镖衣服上擦拭干净。做完这一切，这份协议书正式生效。从今往后，他将与陈望没有任何亲子关系，他将只有一个母亲，没有父亲。看到陈峰将名字签下的那一刻，陈望绝望了，不是跟陈峰断绝关系而感到绝望，而是因为自己即将要死了，害怕到绝望。早知陈峰的实力变得这么强，他打死都不会签这个协议书。可惜这个世界并没有后悔药。秦岚看到陈峰签下名字之后，内心咯噔一声，踉跄后退几步，扶住沙发才勉强站稳，脸色惊恐地看着陈峰，呼吸急促起来。陈峰签了，那他们2个恐怕都要死在这里了。签完协议书的陈峰没有理会陈望，来到秦岚面前，淡漠开口：我再问一遍，我的母亲是怎么死的？闻言，秦岚身躯一僵，旋即开始颤抖起来，低着头又不断摇头。说！陈峰猛然伸出手，掐住秦岚的脖子，将其举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秦岚不断挣扎，无论她怎么挣扎，都无法挣脱陈峰的手，那窒息感越来越清晰，她要死了。此时的她害怕到了极点，她虽然是个生活职业，但她的等级好歹在130级，而且还有装备的加成，总体魄都超过了1000多，竟然无法挣脱。这陈峰到底是什么鬼？不就是一个盗贼，一个高中生吗？他从哪里来的这身强大的实力？陈峰，你放开他，我来告诉你。这时陈望忽然大喊，让陈峰身躯微微一僵，缓缓转过头看向他。当时我母亲被你们2个害死的时候，你有没有出言救过她？反倒是这个女人，她天天打骂你，你却救她。事到如今，我也不再隐瞒了。陈望颤颤巍巍站了起来，
看了看面红耳赤即将窒息而亡的秦岚，又看向陈峰，虚弱开口：“当年的那起车祸不是意外，是我亲手开车撞他的。”闻言，陈峰瞳孔剧烈收缩，死死盯着陈旺，胸口不断喘息，手上的力度越来越大，秦岚都快要被他掐死了。而就要窒息而亡的时候，陈峰一把甩开了他，丢在一旁，身形一闪，来到陈旺面前，抓着他的衣领：“为什么？你为什么要杀了他？”“因为你。”陈旺没有害怕，迎上了陈峰的眼神。“我？”陈峰懵了，这跟他有什么关系？就因为你的出生。那个臭女人，我都说了，我们之间就是玩玩而已。我要跟秦家小姐结婚，不能跟她有关系。我让她打胎，她不肯，她非得生下你，还离家出走，偷偷去生下你。我本以为她会永远离开我的生活，我就入赘了秦家，可没想到那个臭女人竟然一直没有离开秦都，反而摆起了地摊。我那天路过，我看到了她，还有她身边的婴儿，也就是你，我就笃定那是我的孩子。果然，当我去找她质问的时候，她支支吾吾。后来还是我强拉着她去医院，让我和你亲子鉴定之后，才确定你是我的儿子。可秦家是不可能允许你的，一旦被他们发现，我的赘婿身份就没了，我的地位荡然无存，我辛辛苦苦得来的一切都会被你们毁掉。你要明白我的苦衷。我去你妈的苦衷！陈峰一脚踩下陈旺的胸膛，将其肋骨全部踩断，只剩下一口气吊着，用着接近咆哮的声音怒吼：“我母亲的命就不是命，就因为这点小事，你就杀了她！怪不得他刚出生那段时间从未见过父亲，1岁的时候他就会讲话了。他问母亲：父亲去哪了？母亲总是摸了摸他的头，然后温柔微笑告诉他：父亲去工作了，要一段时间才回来。他本以为父亲的工作很忙，但没想到是这么忙，都忙到去给人家当上门女婿了。后面父亲才回家，本以为父亲回来，家庭就会美满。现在他才知道他想多了，他和母亲在父亲眼里就是不该存在的2个人。陈旺口吐着鲜血，慢慢看向陈峰，有气无力的开口：一开始我没想过杀他，我给你们买了一间小区房，想补偿你们。可到你3岁那年，你们被秦家的人发现了，也就是被秦安发现，他要我杀了你们，要不然就休了我。我等了这个赘婿身份那么多年，我肯定不会放弃的。于是我就找了一个时机，租了一辆卡车，撞死了你母亲。至于你，我的亲生骨肉，我没忍心下手，所以我就将你又藏到我爸妈那里去，让他们抚养你长大。本以为这件事天衣无缝，没想到秦家人始终都知道。孩子，我对不起你，你对不起的是我母亲，而不是我。陈旺，我一直以为你是个废物，没想到你连废物都不是，你就是个畜生。陈峰将全身无力、奄奄一息的陈旺提了起来，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他怎么都没想到自己的母亲竟然是这么死的，而且还死在了自己亲生父亲手里。可笑，太可笑了。而从始至终，这个畜生都不觉得他有错，要不是他乱搞，要不是他不负责任，母亲会沦落到那个下场。一想到当年那个时候，母亲拉着他走在大街上寻找摊位摆摊，往那一坐就是一整天，还时不时碰到一些流氓骚扰，无能为力的样子就十分火大。而陈旺的回来，母亲笑了，他那时候想到的并不是自己，而是陈峰。他以为陈旺是回来照顾他们母子俩的，所以感到开心。那个时候他或许从来没想过陈旺是回来杀他的吧。要是让他知道撞死他的人就是他最爱的那个人，他会多伤心。妈的，你这个畜生！第65章，嘿嘿，妈妈，我要和奶奶反斜杠哦。陈峰忍无可忍，直接将陈旺举过头顶，但他没有出手杀了他。我不会杀你，我要你一辈子都活在折磨当中。你不是喜欢高高在上的身份吗？陈峰掐着陈旺的脖子，咧嘴笑了起来，那样子好似入魔。那我给你换一个新的身份。话音刚落，一道精纯且蓝色的能量从陈旺体内不断涌出，通过陈峰的手，全都灌输到陈峰的体内。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陈旺支支吾吾，他只感觉到脑子越来越疲惫，浓浓的困意袭来，让他想要就此昏睡过去。他的精神力似乎在疯狂下降。现在的陈旺只是120多级，但是他升级所获得的属性点几乎大部分都加到了体魄上，导致智慧就只有那么一点点。所以陈峰很轻易就将全部智慧盗走了。瞬息之间，陈旺的眼神从害怕到惊惧，再到绝望，慢慢转为茫然，最后失神呆滞，像个痴呆弱智的眼神。啊爸爸！被掐住脖子的陈旺忽然开口，发出无比痴呆的声音，听上去就知道他是个弱智了。陈峰见状，手上的力度小了几分，但那能量依旧在不断灌输到他体内，只不过是换了一种颜色，偏红色的能量。1分钟过后，陈峰松开手，将陈旺丢在了地上。嘿嘿，妈妈，我要和奶奶反斜杠哦。被丢在地上的陈旺不但没有挣扎逃跑，反而呆滞地看着地板，傻呵呵地笑了起来，拍着地板手舞足蹈，时不时还在喊妈妈。看到这一幕，秦岚傻眼了，好端端的陈旺怎么会变成这样，变成一个傻子？
陈峰到底做了什么？他不就是一个盗贼而已吗？怎么会拥有这种诡异的力量？今天秦岚感觉世界观都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首先是陈峰那一身强大的实力，一个高中生参加完高考之后就莫名变得强大，而且还只是一个盗贼而已，凭什么那么强，连他和秦家那么多保镖都对付不了。其次就是陈峰刚刚所展现出来的诡异力量，只是掐着陈旺就将其变成了傻子，这种情况从未见过，他甚至都没听过哪个职业可以做到这一步。你到底是什么人？陈峰怎么可能这么强大？而且陈峰就是一个盗贼而已，绝对做不到这一点。秦岚看着陈峰，口中喃喃：要怪就怪你太无知了。陈峰摇了摇头，没有多说什么，朝着秦岚走去。求求你放了我，秦家所有钱都给你。秦岚不断往后退去，脸色无比惊恐。陈峰没有理会，依旧朝着他走去。可走到半路的时候，他身体一僵，停了下来。还有老鼠！陈峰不着痕迹地瞥向右边，微微侧身。而就在他侧身的同时，一道黑影出现在他旁边，一柄利刃从上滑下，恰好就是他刚刚的位置。如果不是躲得及时，恐怕已经被砍中了。同时，陈峰侧身过后，一脚踹出，将其踹飞开来。轰的一声，来人直接被踹在墙上，镶在里面，脑袋一歪，晕了过去。异端会的人。陈峰看了过去，这偷袭之人身穿斗篷，手握短刃，这种种特征都是异端会该有的特征。他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难道秦家真的跟异端会的人有关系？快，将秦岚救走，时间沙漏只能撑1秒。就在这时，一道喊声凭空响起。闻言，陈峰大惊失色，时间沙漏？对方有时间停止的道具。他刚欲行动将秦岚杀死，时间静止了，只有短短的1秒。而当时间再次恢复过来的时候，他没有受到伤害，现场也没有任何改动，但秦岚不见了，一个大活人就那样不见了。陈峰皱起眉头，扫视着现场，没有任何发现，耳边只有陈旺那痴呆的声音。刚刚来的人肯定是异端会的人，他们为什么会救秦岚？而且还动用了时间类道具，那种道具通常十分珍贵，竟然为了一个秦岚就用了。难道秦岚的价值那么高？瞥了一眼痴呆的陈旺，对方的体魄和智慧2种属性已经全部都被他倒空了，一滴都不剩。他再顺手将其4肢全部打断，粉碎骨骼，让其再无行动能力，再盗取了陈旺的战士职业，随后离开。既然异端会的人救走了秦岚，那他倒要看看是异端会牛逼，还是龙刺组织牛逼。陈峰笑了笑，打开手机，根据沈叔给他的地址，打车前往龙刺组织的门店。繁华大街，这里是秦都市特别有名的一条步行街，无论是商城、武馆、出名的武器店，这里通通尽有，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买不到的东西。陈峰走在人群中，看着人来人往的人群，挠了挠头，有些纳闷。按道理来说，龙刺组织这种刺客组织不应该是那种比较隐藏的地下势力，那种隐藏在城市之中却不被大众所发现的神秘组织，怎么这个位置看上去并没有他想的那样，反而有点过于光明正大了。陈峰根据地址来到一处门店，抬头看着上面的破烂招牌，嘴角微微抽搐。小丽杂货铺。在这繁华大街，基本都是奢侈品的店铺，竟然有着这么一间杂货铺，而且这招牌看上去还是那种10多年没翻新过的老字号。这里真的是龙刺组织的任务处？陈峰半信半疑地走了进去，映入眼帘的是一个穿着朴素的女人，正坐在那嗑着瓜子，捧着手机看剧，时不时咧着大牙在那笑，毫无形象可言。这让陈峰更加怀疑了。很快，女人注意到了陈峰，收起瓜子，放下手机，看向陈峰，微笑开口：你好，请问你要些什么呢？我是来找龙刺组织发布任务的，麻烦你看看这个。说完，陈峰随手一翻，一枚玄墨色的令牌出现在手心中。女人见状，瞳孔剧烈收缩，瞪大双眼看着那枚令牌，呼吸都急促几分。龙刺令牌，这个年轻人怎么会有龙刺令牌？进来！刹那间，女人猛地拽住陈峰的衣领，将他拽了进去，并且关上了卷闸门。没人知道他们孤男寡女在杂货铺里面会发生什么。第66章30亿的秦武。嗨嗨！陈峰松了松衣领，不怀好意地看着眼前这个女人，眼里寒芒闪过。而女人则是捧着那枚令牌，左看右看，最后看向陈峰，略带震惊：你是从哪里得到这枚令牌的？你们老大沈龙给我的。怎么可能？这么重要的事情怎么没人跟我说呢？女人大吃一惊，连忙拿出手机，打开某个群聊，点进去便看到群主在里面艾特所有人，全体成员，大家注意了，老大将一枚龙刺令牌给了一个叫做陈峰的高中生，这是他的照片。如果他到任何门店想要做任务的，见令牌就如见老大，必须给我伺候好了。如果让我知道你们服务态度不好的话，绝不轻饶。女人见状，浑身一震，看向群主发出来的照片，又看了看陈峰，瞳孔剧烈收缩。不能说毫无关系，
只能说一模一样。没想到自己因为看剧看过头，没有看到群消息，差点就误会了别人。不过幸好他没有得罪这个少年。不好意思，是我疏忽了，对不起。女人猛地鞠躬，并且双手奉上令牌。大可不必。陈峰有些尴尬地拿过令牌，摸了摸鼻翼，心中暗想：难不成这龙寺组织的人都喜欢鞠躬吗？请问陈先生来这里是想办理什么业务吗？你们这里都有什么业务？这里说话不方便，咱们到下面聊吧。未等陈峰反应过来，女人打了一个响指，一阵齿轮转动声骤然响起。只见周围的那些货物架竟然慢慢朝着两边移动，旋即折叠起来，最后隐匿在墙壁里面。随即而来的是一阵机械启动的轰鸣声，陈峰感觉到地板有些晃动，它们竟然在慢慢往下移动，就跟坐电梯一样。周围的墙壁发生了变化，从一开始的木质慢慢变成金属墙壁，两人逐渐陷入黑暗。啪嗒，又是一声响指，原本漆黑的环境骤然亮起几道灯光，给黑暗的环境带来光明，让陈峰能够看清楚现场的环境。陈峰看着面前的一切，倍感震惊。只见这里宛如一个高科技科研基地，摆放着各种设备以及枪械，有自动的机械手臂在打造武器和研发战甲，而那些高科技战甲看上去比前世那钢铁侠还要帅气。不仅如此，其中一面墙壁的玻璃展柜还有数十把枪械，步枪、狙击枪、手枪、机枪等各种各样的枪械都有，甚至有手榴弹、迫击炮这些。看着陈峰震惊的眼神，女人咧嘴一笑，用手抓着下巴，朝着上面一掀，整张脸皮都被她掀了下来，露出一张祸国殃民、绝世容颜的性感脸蛋，任何一个男人看到都会爱上的那种。陈峰见状愣了一下，没想到对方竟然是易容了，他刚刚都没有发现。而下一秒，女人猛地撕开胸口的衣服，吓得陈峰连忙捂住眼睛。卧槽，这特么是正经地方吗？他是不是走错了呀？怎么一下来就脱衣服了啊？别害羞，我就是换个衣服而已。女人捂嘴娇笑一声。闻言，陈峰慢慢放开手，看到女人的那一刻放下心来。此时的女人没有穿刚刚那套比较普通的衣服，反而是穿着一套黑色紧身皮衣，身后还有两把利剑交叉背着，凹凸有致的身材被这皮衣体现得淋漓尽致，简直就是一个吸引男人眼球的尤物。怎么样，姐姐美吧？女人故意摆了一个性感造型，给了陈峰一个飞吻，诱惑妩媚。陈峰毕竟还年轻，现在这个阶段就处于那种旺盛，难免有些心动。嗨，咱们还是聊正题吧。陈峰摇了摇头，赶忙断绝脑海里的想法，不再去看女人的身材，免得心生邪火。切，假正经。女人没有多说什么，毕竟陈峰的身份不一般，挑逗一下就可以了，过多就有可能适得其反。女人迈着轻盈的步伐来到一座操作台前，看向陈峰：我叫李丽，我现在来为你介绍一下我们龙次组织的业务。说完，她在操作台上点击几下，数道虚拟光幕投影出来，呈现在陈峰面前。这些都是咱们的业务范围，你看看想要办哪种？陈峰大致扫了一眼，发现这龙次组织的业务非常广泛，有寻人、寻物的业务、刺杀业务、保护业务、悬赏任务等等。除此之外，竟然还有盗墓、劫狱等违法行为。好家伙，还真是应有尽有啊！我就办理刺杀任务。陈峰淡然一笑。行，请问你要刺杀的目标是谁？我们会根据目标的实力以及刺杀难度来定价。不过你是龙次令牌的主人，所以是免费的。我要刺杀2个人，一个是秦氏集团的秦岚，还有一个是秦氏集团董事长秦武。说完，李丽便在操作台上十分专业的点击着什么。不一会，一道机器声响起。秦岚，女，36岁，秦氏集团千金，秦武之女，最新等级在130级，职业为生活职业经理。2个小时前曾在秦氏集团出现过，其身上的装备初步判断为防御者的100级套装，可以抵挡30%的伤害。根据装备与等级推算出体魄总值在1700，智慧总值在530。A 级天赋，商业奇才，拥有绝对的商机直觉，可以比普通人更容易看到商机，身边有众多保镖。难度估算在 C 级，价格预计在5000万。闻言，陈峰微微一愣，没想到这龙次组织这妖牛逼，竟然这么快就将秦岚的信息资料掌握住了，而且还能估算出难度，看来这里是来对了。不多时，又一道机器声响起。秦武，男，68岁，秦氏集团董事长，秦家老爷，最新等级在450级，职业为隐藏职业雷火法师。昨天下午3点曾出现在秦都秘境一区。装备属性 A 级天赋，雷火齐鸣，学习雷魔法与火魔法技能能够快速提升熟练度，威力增加 30%， 2种魔法同时攻击会造成 100% 的伤害，威力更加强大。难度估算在 S 级，价格预计在30亿。陈峰，30亿。第67章父子俩的游戏。30亿，这会不会有点太夸张了？李丽抬头瞥了一眼，看到陈峰眼里的惊骇，捂嘴笑了起来，旋即开口解释：
不要觉得这30亿很夸张，而这是根据对方的家庭背景以及实力等各方面推算出来的费用。毕竟秦武好歹也是秦氏集团的董事长，绑架他都能勒索到几十亿，所以这30亿绝对是最便宜的了。听到这个解释，陈峰点了点头，自己确实没有想的那么多，只是单纯看到这个数目有些吃惊罢了。如果按照李丽的说法，那么秦武的标准价格起码还要多个10亿，100亿集团董事长等级在450级，种种方面来说，30亿确实便宜了。只需要办理这2人的刺杀任务吗？李丽开口询问。就只有这2个。陈峰微笑点头。好，请你稍等，我们需要登记信息、发布任务，再到有人领取任务，这过程可能需要10分钟，你可以随意参观一下。李丽十分专业地点击着操作台。没问题。陈峰点了点头，旋即随意走了起来，他正巧有这个参观的意思。与此同时，秦都别墅，陈峰离开没多久，便有人注意到了秦家别墅的异动。当他看到满地的尸体后，吓得急忙报了警。此时，执法队早已拉起警戒线，围住了秦家别墅，并且联系法医等人开始勘察现场，寻找着蛛丝马迹。秦家到底惹了谁啊？出手这么狠辣？执法队长李默站在一具尸体旁，看着死不瞑目的尸体，又看了看其他尸体，吞了口唾沫。他们赶到这里的时候，就已经被现场的情况吓到了。别墅门口横尸遍野，经过调查，基本全是秦家的保镖以及仆人，而且他们都死得非常简单，致命伤都是被一拳轰碎了内脏。这强而有力且简单粗暴的杀人手法，足以证明这凶手是多么凶残且实力高强的人。因为秦家这些保镖的等级都颇高，最低都有200级，而最高的甚至有300级。这么多人竟然全都死在同一种手法下，所以李默判定这次的凶手就是一个人，排除团队作案的可能性。秦家到底招惹了谁，导致人家直接打上门来？李队，这时夏晴跑过来敬礼汇报。怎么样，有没有活的？李默看向夏晴，沉声开口。没有，全都死了。不过我们发现了特别诡异的情况，有些保镖死于被轰碎内脏，但有些保镖以及仆人的内脏却含有大量砂石，这些砂石像是子弹从外面射到他们体内，穿透了他们的内脏，失血过多而死了。说到这里，夏晴脸上浮现恶心的神色，那些人的死法简直不要太恶心，直接被穿成了马蜂窝。闻言，李队的瞳孔微微收缩，如此诡异的杀人手法，到底是哪个职业？难不成是空间法师或者土法师？这两者确实拥有这种操控砂石的能力，将其当作子弹一样将别人射死，是可以轻松做到的。可以调查一下那些土法师以及空间法师。李默点了点头，又补充了一句：陈旺局长怎么样了？李队担忧地看向夏晴，陈旺是他们的上头领导，如果出了什么事，那就难办了。陈旺局长医生经过判断，局长4肢的骨头全都碎成了粉末，这辈子恐怕都无法再成为正常人，除非是时间回溯，要不然一辈子是废人。他的肋骨全部断裂，但诡异的是并没有伤及内脏，对方似乎有意让他活着。最主要的是他脑子里面的精神力可以说是干涸，一点都不剩，脑细胞活跃程度很低。经过医生调查，得出一个非常诡异且恐怖的结果，局长的智商现在只有3岁，有 99% 无法回到正常人。还有一点更恐怖的，他体魄和智慧属性以及职业全都没了，2种属性的数值是0。夏晴说到这里，看着李队，内心依旧震惊。一个人的职业竟然会消失，这太匪夷所思了吧？职业消失就算了，体魄和智慧竟然都是0，这种现象闻所未闻啊！当了执法者这么久，都没见过这么古怪的事情发生。要不是医生拥有 A 级天赋，可以通过血液来知道一个人的基本信息，恐怕一辈子都不会知道这么奇怪的事情。属性归0，职业没了。李队瞪大双眼看着夏晴，想要确定是不是开玩笑。怎么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属性归0这种情况从未见过啊！而且陈旺局长不是战士职业吗？怎么说没就没了？这是医生的检查报告。夏晴知道队长不会相信，所以将医生的检查报告都拿来了。李队见状瞪了一眼夏晴，这种东西不早点拿出来，旋即接过报告认真看了起来，眼睛逐渐扩大，瞳孔逐渐收缩，口中喃喃：这怎么可能？全身上下除了内脏是好的，其他方面都废了，体魄和智慧归0，职业显示无，这妥妥就是一个废人了呀！这出手的人压根就没想着让局长能够平安活下去，想让他痴呆一辈子，就这样当个废物活下去，比杀了他还难受。这样的人在这个世界是无法生存的。看完报告，李队无比震惊，这出手的人到底跟陈旺有多大的仇啊？下手如此狠辣，不仅废了他，还将属性和职业都弄没了，简直是一条活路都不给陈旺。对了，我们在现场发现不属于秦家保镖的尸体，已经确认身份，名叫张三，是一名 A 级通缉犯，曾为了抢劫1000万，在银行杀了5个人，并且加入了异端会。夏晴继续说道。闻言，李队合上调查报告，看向夏晴，有些吃惊。你是说
发现了异端会成员。异端会的人竟然也加入到了此次事件，或许这次事件是他们弄出来的。并且我们没有发现秦岚的尸体和秦武的尸体，基本断定他们两人没有死。需要发布搜索令吗？搜索令是执法部门特有的一点，一旦发布搜索令，全城的执法队伍都会开始寻找秦武和秦岚的线索，基本用于比较严重的事情。而现在看来，这次发生的事情非常严重，因为里面出现了异端会的人，但凡是异端会介入的事情都非常严重。我待会回去会发布搜索令，咱们首先调查是谁跟秦家有仇，尤其是跟陈旺有仇，先调查陈旺的社会关系，看看他得罪了谁。闻言，夏晴忽然想到了一个人，看向李队。李队，我知道一个人，我想去问问看。谁？陈峰。闻言，李队沉默了。陈峰是陈旺的儿子，这个事情执法队有很多人都知道，他也不例外。毕竟陈峰有好几次都被带到执法所喝茶，都是陈旺保释出去的。虽然这种事情在外人眼里是儿子调皮，父亲放下脸面来保释他出去的戏码，但只有李默他一个人知道。陈峰之所以会每次都被抓到，就是陈旺告知他让他带队去抓的，但不知道为什么抓回来又要放出去，这就让李默想不明白了。难道是父子俩的游戏？可以，你去问问他吧，他老爸变成痴呆，他有权知道的。是。第68章，2个月必须达到200级。秦都穆家，奢华高贵的别墅内，数十名保镖镇守着别墅，每一名都在300级以上，甚至有2名500级的保镖站在门口，而仆人却都是10多级以下的美女。但穆亲王此时却端坐在沙发上，似乎在等待着谁回来。直到门外响起声音：“欢迎老爷、夫人、老太爷回家。”门口保镖和仆人的声音响起，吓得穆亲王连忙站起，双手玩着手指，期盼地看着门口。那模样就像一个等待大人回家却心情十分紧张的孩子，让人难以置信。这真的是未来的剑神吗？不一会，别墅的门开了，走进来3人，一个年迈的老者走在最前面，面容严肃，浑身上下散发着霸气威武的气质，像是久征战场的将军，腰杆十分笔直，完全不像老人。若不是那头茂密白发，恐怕真没人觉得他是老人。而其身后跟着一男一女，男的看上去温文尔雅，知书达理，样貌英俊，看着就跟20来岁一样，挽着一位貌美的美妇，简直就是郎才女貌。爷爷、父亲、母亲，下午好。看到3人的穆亲王连忙走了过去，鞠躬问好。终于，父亲他们回来了，等了半天，可算等到了。穆亲王的爷爷叫穆青天，而父亲则叫穆风野，母亲叫周玉。穆青天随意点了点头，旋即与穆亲王擦肩而过，走到客厅的沙发上便坐下来，仆人连忙泡茶，不敢怠慢。穆风野和周玉看了一眼穆亲王，笑了笑，眼神示意他赶紧过去，旋即也擦肩而过，来到沙发上坐着。站在原地的穆亲王等到几人都坐下了，才敢跑到沙发上坐下。4人坐在沙发上，仆人在旁边泡茶倒茶，场面十分压抑且尴尬，没人说话。穆风野和周玉时不时瞥了一眼穆青天，又看了看穆亲王，都没有开口，都在等。穆亲王低着头，十分紧张，没有昔日那股骄傲，像个担惊受怕的孩子。他面对自己的爷爷一直都是这样，爷爷面对他也都是这样，就好像爷孙2人很不熟。时间一点点过去，直到穆青天喝了一口茶，才慢慢看向穆亲王，缓缓开口：“小旺，高考结束了吧？”“爷爷，高考今天刚结束，我也是刚刚到家，这次的成绩还不错，我在排行榜上排第2名。”穆亲王连忙回答，一股脑将其说完，父母2人也是松了口气，总算是说话了。等级到85级了，还不错。穆青天看了一眼穆亲王头上的等级，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又开始喝茶。气氛一下子又回到先前那般压抑，大家都不敢说话。那第1名是谁？过了许久，穆青天才又开口。第1名是陈峰，他的实力好强，可以说是我见过最强的一个人，但我听说他的职业好像是盗贼。穆亲王如实回答。闻言，父母2人同时震惊地看向穆亲王，心中无比惊骇。那第1名能够超越他们家的穆亲王，已经是非常厉害的了，竟然还是个盗贼。盗贼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强了？不会吧，盗贼？小奥，你确定没有看错吗？就是啊，从未听过盗贼能这么强啊，他不就是一个生活职业吗？父母2人疑惑开口。爸妈，爷爷，我没有开玩笑，陈峰真的是盗贼，而且他还救了我一命。我在高考秘境碰到了异端会的人，当时7、8个80级到90级的人围堵我，要不是他，我恐怕已经死了。什么？异端会的人渗入高考秘境了？穆风也猛然一惊，站了起来，旋即看向穆青天。父亲，那异端会的人竟然渗入进去，还差点害死了小旺，这也太猖狂了吧，咱们要不要将他们全部清理掉？坐下，浮躁，我也知道异端会的人猖狂，但是这个协会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要不然怎么会这么多年都无法铲除呢？穆青天轻喝一声，
沐风也连忙就坐下了。你好歹也是战神，怎么动不动就生气？小望活着就是好事了。这完全不同的好吧？要不是那个陈峰救了小望，异端会的人早杀他了，恐怕我们几人都看不到小望了。沐风也无法忍受自己父亲这语气，搞得穆青望不是他孙子一样。好了，别生气了，既然小望说是那个陈峰救了他，那咱们穆家是不是该给点谢礼啊？好歹也是小望的救命恩人。周玉轻拍沐风野的手背，温柔微笑，说的也是，咱们得想想送点什么才行。沐风也点了点头，同意妻子的这个说法。送礼之事以后再说，而小望要加强训练，从现在开始，你每天都必须在秘境中度过。我要你在大学开学之前最低达到200级。你现在还太弱，连你自己都保护不了，何谈保护国家，何谈保护家庭，何谈保护自己想要保护的人？穆青天面色严肃地看着穆青望，后者更是低着头，久久不语。沐风也和周玉两人都担忧看着儿子，有些不忍。爸，这条件是不是太苛刻了啊？大学还有2个月开学，小望现在的等级才85级，2个月怎么达到200级？沐风也看向自己的父亲，他觉得有些过分了。越到后面升级就越难，2个月的时间从85到200，除非全天待在秘境里杀魔物，要不然都不可能成功。可那样消耗的是巨大体力以及时间，没有几个人能做到2个月都待在秘境里，那样会疯的，这简直就是玩命训练。他可不忍心自己的儿子2个月在秘境里不出来。我们穆家就没有做不到这2个字，如果怕累怕苦，那还当什么战神，当什么剑神？我当年就是这样出来的，就是靠着这股毅力，我才成为战神的。你也是，小望他也是，连异端会的人都对付不了，还有什么资格成战神？有什么资格成为保护人民的剑神？笑话！穆青天严肃开口，身上的气息越发恐怖起来。可是这……沐风野的话未说完，便被穆青望打断了。父亲，我2个月肯定能达到200级，绝对不会让爷爷失望的。穆青望站起来，正视着穆青天，眼里是前所未有的坚定。他要成为战神，他不想辜负爷爷的期望，他可以做到的。不就是200级吗？辛苦一点，可以的。行，那就这样吧。穆青天点头，旋即转身离开了。待到穆青天离开之后，沐风也看向儿子，担忧开口：“你小子真的行吗？你当年都可以，我也可以。”哈哈，穆家从不出孬种，全是1等1的狠人，那老爸我就放心了。回到房间的穆青天站在落地窗前，望着外面，淡淡开口：“林浩。”话音刚落，一道身影出现在身旁，身披斗篷，完全看不清样貌，单膝跪地：“穆大人，给我查查秦都市的异端会，这群家伙最近有点猖狂，见一个杀一个，还有那陈峰也调查一下，看看他是不是故意接近穆家，查一下有没有问题。”是。说完，林浩消失不见。穆青天负手看着外面，深邃的眼眸却充满了极致的杀意。动我孙子，那你异端会就得付出些代价。第69章，新地秘境，繁华大街，龙刺组织门店地下室。好了，陈先生，你的任务已经发布，并且通知所有能够完成这个任务的组织人员接取了任务，他们已经开始行动。李丽抬头看向正在抚摸战甲的陈峰，微微一笑：“哦，好的，谢了。”陈峰放下手，看向李丽：“这个大概需要多久的？”“不知道，看我们是否能找出秦武和秦岚。我们的任务一直都是无期限，但保证完成任务。”“原来如此，那就不打扰了，我先走了。”“我送你上去。”随后，李丽送陈峰来到门口，拉起了卷闸门，看着恢复如初的杂货铺，陈峰有些愣然。恐怕谁都不知道，这杂货铺内部其实是龙刺组织的任务处吧？陈先生，慢走。看着恢复到普通女人模样的李丽，陈峰点了点头，转身离开。他并没有选择回家，而是去商城。他要把个人空间里面那些没有用的东西都卖掉，然后再买一些生活用品以及有用的东西。他打算进入秘境待几天，争取升到100级再出来。反正目前没有什么事，最大的事情可能就是等着各大学校来招生。不过这个不着急，反正有一个秦华大学兜底，其他大学不要他都有大学可以上。不多时，陈峰来到一间繁华庞大的商城，这里是秦都最有名的商城，名叫全都有。顾名思义，就是里面全部都有，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买不到。当然，陈峰只当是个夸张宣传，如果这商城真那么厉害就牛逼了，还什么都有。商城带有2个区域，一个是售卖区域，很多觉醒者都会将秘境里得到的战利品通过这里售卖出去；另外一个就是购买区域，就是买东西的。陈峰先是去了一趟售卖区域，将那些对自己没有任何价值的道具通通拿了出来，还有许多武器以及药剂都已经对他没有作用了，尤其是双倍经验卷轴，这玩意又贵又没用，能卖很高的价钱。那负责收货的员工看到陈峰拿出那么多要卖的东西，眼睛都快掉下来了，语气都变得恭敬起来，连忙招呼其他员工过来一起看货。
足足看了10分钟，才将陈峰要卖的东西都清点完。陈先生，总共是17830万，我们都是公平公正，当着你面清点的，请问这个价格你满意吗？员工搓着手站在陈峰面前，弯腰谄笑着。这个价格是我心目中的价格，那就这个价格了吧。陈峰点了点头，他卖东西之前就在脑子里过了一次，得出来的钱比这个还要少一点，这个价格已经非常满意了。行，那请你出示一下卡号，立马打到你卡上。陈峰点头，将自己的卡号写了下来，对方拿着卡号跑到了前台。不一会，陈峰就听到短信的声音，打开手机一看，金额已经到账了。看到这一连串的数字，陈峰有些感慨，几天前他还为了10万块钱不断偷别人的钱，省吃俭用，而现在他随随便便参加个高考，从里面获得的战利品往这一卖，就卖出了接近2亿。仅仅过了几天而已，他便已经成了身家过亿的富豪，这变化太大了。不多时，陈峰又前往购买区域，买了一些需要的生活用品，以及一些从未见过的药剂，比如体魄药剂和智慧药剂这2种，喝下去可以短暂增加200体魄或者智慧。如果将其盗取词条，那么它就会永久增加200体魄与智慧，白给的属性。当然，这2种药剂是比较低级的，还有更高级的，但目前没货。如果需要的话，商城需要时间调货过来，那些就可以短暂增加1000属性，甚至1万。商城确实是应有尽有，但不是想买就能买到，这些药剂都需要极其昂贵的价钱，并且还需要去预定，因为商城不可能提前进这些昂贵的药剂，万一没人买呢，岂不是丢在这里吃灰？所以他们有渠道，想要买的就提前订，保证有货。陈峰看了，那个可以短暂增加1万体魄的超级体魄药剂不能预定，不能直接售卖，只能通过拍卖，而且还属于有价无市的那种。只要喝下它，就可以让你在半小时拥有2000级才能拥有的体魄属性，历史上就卖出了2瓶，第一瓶卖出了780亿，是一个很有钱的守护神买下的，就因为这瓶药剂，让他在一场能量潮汐中守下了城市。而第2瓶只多不少，卖出了890亿的价格，不过是被一位神秘买家买走了，至今都没见有人使用过。至于第3瓶，目前还没有见到有哪个拍卖场卖，就算卖，恐怕也会被全世界的人抢着买吧。陈峰随意挑了一些有用的东西，短短半个小时，他竟然就将身上的1亿多全花完了。看着个人空间里满满的道具和装备，陈峰不禁汗颜，果然购物使人上瘾，这短短半个小时就全花完了。不过买的东西都是有用的，他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将这些东西的词条全都拿出来，强大自己的实力，然后再在秘境里杀怪升级。买完自己该买的东西后，陈峰来到街道路口，随手打了一辆出租车。师傅，去秘境1区。陈峰坐在后排，说出了此次的目的地。好嘞，小伙子一看就是高考结束，准备去杀怪了吧？坐在驾驶座的司机通过后视镜看着陈峰那年轻的样貌，便猜测到了几分。陈峰微笑点头。刚毕业不应该去5区6区吗？1区那边的秘境可是很高等级的，最低都是200级的秘境，真的要去吗？没事，我哥哥300级了，他有队伍带我刷怪。哦，原来如此。司机点了点头，点击车载屏幕，开启了收音频道，收听起新闻来。这里是秦都今日新闻栏目，紧急插播一条新闻。就在刚刚，秦都市秘境3区出现紧急情况，一个新的秘境诞生。根据专家调查，秘境的能量很强，可能含有500级以上的魔物存在，避免新秘境爆发能量潮汐，请500级以下的觉醒者不要靠近3区。新型秘境。闻言，陈峰瞪大双眼，那岂不是没人进去过？师傅，去3区。第70章，异端会的地下基地。秦都市下水道，在幽暗且肮脏，到处都有蛇虫鼠蚁且恶臭的下水道里，竟然有几名身披斗篷、看不清脸庞的神秘人行走着，而他们头上还能看到不少路人走过去，能看到少女的裙底，还能听到汽车的轰鸣以及喇叭声。这几个神秘人不紧不慢地行走在下水道，为首的神秘人背上还背着一个女人，如果陈峰在这里，必然能够认出这个女人就是秦岚。异端会的人竟然就游走于秦都市的下水道里，藏得如此隐秘。几人朝着尽头一直走着，但不多时，他们忽然就停了下来，然后将手全部放在右边的墙壁上。过了5秒，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只见那墙壁竟然慢慢划出一个圆形的轮廓，而在那圆形中间慢慢分开一条裂缝，越来越大，直到整个通道都打开。整个过程没有任何声音，这个入口就好像是无声的隐形门，如果不是仔细调查，根本没法发现。任凭所有人去想，恐怕都想不到异端会的人就藏在市中心下面。待到几人进入通道没过多久后，通道自动关闭，回到那般隐形模样，只要不是有些人故意到这仔细查看，都不会有人发现。几人穿过通道，里面黑暗到不见五指，但几人的步伐并没有放慢，凭借着肌肉记忆来到尽头，那里竟然有一扇机械门。几人刚到门前，便脱下了篷帽，露出面容。
而这时，机械门的顶端伸出一个摄像头，放射出扫描射线，扫描几人的面容。过了几秒后，身份确认完毕，允许通过。机器声响起，摄像头缩了回去，机械门缓缓打开，一个科技感十足的地下基地呈现在他们面前，各种设备俱全，可以看到许多人在里面，有些人在喝着咖啡聊着天，有些人在忙碌研究武器，有的在练习格斗技巧，简直就是一个秘密基地。这样的秘密基地竟然一直隐藏于秦都市的脚底下，而且还是异端会的基地，令人意想不到。几人背着秦岚来到地下基地的某个房间，敲响了门。进！一道沧桑且憔悴的声音响起。几人推门走了进去，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披着斗篷的身影，正跪坐在那，而他面前放着一个水晶棺材，棺材里面有着极寒冰意，有一具非常年轻的男性尸体静静躺在里面。陈峰如果在这里的话，必然会被棺材里的尸体给震惊到，因为那尸体就是秦龙。怎么样，事情办妥了吗？跪坐的斗篷人发出沧桑的声音，那声音就像卡了一口千年老痰在喉咙一样，听着难受。我们只救下了秦岚小姐，陈望没有救下来。为首的男人将背上昏迷的秦岚放在地上，旋即后退，跟其他人一样低着头站着，等待斗篷人发话。这段时间，执法队肯定会开始调查，你们就别出去了，免得计划被干扰。我们的计划不能失败，听到没有？是，秦大人。闻言，几人顿时点头回应。你们走吧，没你们的事了。斗篷人甩了甩手，宽大的斗篷下露出苍老且充满褶皱的手背。几人点了点头，关上门就离开了。待到几人离开，斗篷人摘下蓬帽，看着地上的秦岚，露出一个笑容，而那面孔正是秦武。他竟然在异端会的基地里面。我的乖女儿，幸好你平安无事。秦武口中喃喃，眼里流露出极致的杀意，因为愤怒，面部都挣扎起来，咬牙切齿。陈峰，你杀了我们秦家那么多人，杀了我的孙子，现在还想杀我的女儿，我是不会放过你的。这里是哪里？就在这时，地上的秦岚悠悠醒来，睁开双眼，迷茫地看着天花板，捂着脑袋，十分茫然。你醒了。秦武温柔的声音在旁边响起，吓得秦岚猛地后退，瞳孔收缩。但当他看清楚说话的人之后，又喜极而泣，扑了过去，抱住秦武便哭了起来。父亲，你去哪了？女儿找的你好苦。你的宝贝女儿被欺负了，被那个畜生小子陈峰欺负了，他还想杀我，你一定要给我报仇啊！秦岚将今天所碰到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哭喊出来，像个受到欺负的委屈小女孩。放心吧，孩子，爸爸会为你报仇的。那个陈峰绝对活不了多久。秦武抱着秦岚的头，轻轻拍着，眼里的杀意怎么都藏不住。过了许久，秦岚轻轻推开秦武，泪流满面，身体抽搐。父亲，秦龙他不见了，我们找了很久都没看见他。闻言，秦武沉默了，没有说话，而是缓缓转过头，看向旁边的棺材。秦岚见状，慢慢转过头，有些茫然地看着那副棺材，心里有种不妙的预感，慢慢爬了过去。而当他看到棺材里面的秦龙后，眼眸瞬间放大，瞳孔剧烈收缩，双手捂住嘴巴，回头看着父亲。当他看到前者无奈的点头后，再也压抑不住自己的情绪了。秦龙，我的孩子。秦岚扑到棺材上，眼泪滴滴答掉在棺材上，她手脚都变得无措起来，手忙脚乱地打开棺材，抱起秦龙的脑袋就哭喊摇晃起来，想要唤醒自己的孩子。他的孩子怎么会在这棺材？他的孩子到底发生了什么？秦龙，孩子，快醒醒，是妈妈来了，别怕，妈妈来了，快醒醒。秦岚低着头，眼泪不断掉落在秦龙脸颊上，但无论如何，秦龙都没有睁开眼睛，毫无气息。女儿，秦武来到秦岚身旁，轻轻拍着她的肩膀。秦龙他已经死了。为什么？父亲，秦龙为什么死了？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你们两个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没人告诉我？秦岚回头，血丝遍布的双眼死死盯着自己的父亲。他恨自己的儿子死了，而父亲却没有告诉他，到底是谁杀了他的孩子。看到女儿这般模样，秦武的心情无比复杂难受，同样还有愤怒，恨不得现在就杀了陈峰。是陈峰，陈峰杀了秦龙。第71章隐秘技能。秦武将秦龙所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了秦岚。闻言，秦岚呆滞在原地，双目失神，不知在想些什么。过了许久，他才缓缓开口：怎么会？秦龙怎么会加入异端会？那个孩子一向都很善良的，一定是那个陈峰故意陷害的，肯定是他勾搭执法队陷害秦龙。爸，你一定要为秦家、为秦龙报仇啊！当然，这个仇我肯定会报，但不是现在，而是配合异端会他们一起。异端会？秦岚满眼震惊地看着父亲，又是异端会？难不成父亲也加入了异端会？如今我也不再隐瞒，前几日我抱着秦龙尸体想要回到秦家的时候，异端会的人找到了我，他们说只要我加入异端会，
邪神的力量就可以帮我复活秦龙，而他们的条件只有一个，那就是攻下秦都市，占为己有。攻下秦都市，将其占为己有。如此庞大且震撼的计划，让秦岚瞪大双眼，吓得不轻。自己的父亲竟然加入了异端会，而且还听信了什么邪神的话可以复活，怎么可能有复活这种能力？这实在是太超标了。我知道你肯定不信，但这个不会作假。说完，秦武随手变出一个沙漏，将信息显露出来。当秦岚看到那信息之后，彻底震惊了。时间沙漏，可暂停1秒时间，一次性道具，暂停1秒时间。这能力不是只有时间系职业才能做到的吗？竟然有道具也可以做到，这就是邪神给予我的道具。他足足给了我3个，先前我特意给了那些救你的人1个，让他使用这个道具，要不然都没法从陈峰手里救下你。看着秦武手里的道具，秦岚第一次感觉到秦龙或许真的能被复活。如果是时间系技能的话，那肯定可以。要知道，时间系技能是历史上乃至最强的，可以进行时间回溯、时间静止等各种超乎想象的能力，但他们同样有一个代价，那就是活不长久。因为时间系技能所消耗的不是精神力，而是寿命。越是强大的时间禁术，消耗的寿命就越多。那邪神要我们怎么做？秦岚吞了口唾沫，如果邪神真的可以救活他儿子，那他加入异端会也无妨，反正自己已经无处可去了。你先在这里休息吧，父亲会解决一切的，咱们就等一个时机。听闻父亲的话，秦岚点了点头，开始有了期待。咚咚咚，这时门被敲响，秦武看向门口，又看向秦岚，起身开口：“我先出去一下，你在这里休息便可。”说完，秦武开门走了出去，留下秦岚看着秦龙，满眼难过，轻抚秦龙的脸颊：“儿子，你放心，妈妈一定会救你的。那个陈峰，我们饶不了他。”老大！秦武走出门口，便看到一个身披暗红色斗篷的人站在他面前，立马低头。怎么样？事情办妥了吗？那模糊不清的脸庞发出年轻且带有磁性的声音，像是男生。办妥了，谢谢老大奖赏的时间沙漏，要不然我都无法救出我的女儿，在下必为异端会赴汤蹈火，上刀山下火海，没有半句怨言。好，你有这个心就好了，异端会欢迎你的加入，不过前提是你要忠心于异端会，忠心于我。那肯定的，我对您有着100%的忠心。话是如此，但行动更让我放心，放松心神，让我给你种下精神烙印。话音刚落，斗篷人伸出一只嫩白滑润的手，手腕上还有一条古怪的手链，散发着幽幽黑气，甚是瘆人。斗篷人将手放在秦武的天灵盖上，秦武不敢有任何反抗，连忙放松自己的心神。刹那间，手链上的黑气爆发，一缕缕黑气涌入秦武的脑子里，但秦武并没有任何痛苦挣扎的神色。过了数秒，秦武感觉自己与面前的斗篷人有了几分连接，自己所想的对方同样能知道，而他不能有半点造反之意，对方可以随时随地将他杀死。想到这，秦武立马单膝跪地，抱拳大喊：“老大，我以后只听令于你。起来吧，你的忠心我看到了，至于你女儿，改天再说吧。”斗篷人点了点头，旋即从怀中又拿出一个玻璃盒子，这里面有着这次计划至关重要的一个东西，你保管好，到了那天我会让你打开，到时候你再打开。是。闻言，秦武立即点头，小心翼翼地接过玻璃盒子，将其收入个人空间。那就先这样吧。话音落下，斗篷人的身影随之消失，好似从未出现。过了良久，秦武才走了回去。秦都市秘境3区，门口处站着数名执法者，他们手上拿着高火力枪械，腰杆挺直地站在门口，严肃地观察四周。一辆出租车停在了3区门口，陈峰开门走了下来，看着面前这自己从没来过的3区门口，有些小激动。小伙子，祝你好运。司机摇下车窗祝福一句，便匆匆离开了。陈峰笑了笑，准备走进3区门口，可刚走到门口就被人拦住了。没有超过500级，不得入内。执法者看着眼前的陈峰，出手阻拦。这么年轻，一看就没有500级。闻言，陈峰尴尬地挠了挠头，没想到必须要500级才能进入。他虽然没有500级以上，但是他的属性在500级以上，完全不怕的。但这不可能随随便便告诉眼前这些执法者的，因为太匪夷所思了。看来自己得想个办法进去才行。忽然，陈峰想到了什么，他刚刚在商城因为好奇买了一瓶隐匿药剂，其效果就是可以隐藏自己的身形1分钟，不过是按照精神力所增强的，精神力越高，所隐匿的效果就越高，其他人发现的概率就越小。如果对方的精神力比他高很多，那就容易发现他。但这玩意还有一个致命弱点，那就是怕法师的显形魔法。不过陈峰目测了一眼，这些执法者的等级都在100来级，估计加起来的智慧属性都没有他高，而且好像都是战士，估计都没有几个人能够想到他隐身进去吧。想到这，陈峰走到一处角落，
看了看四周无人，便取出那瓶药剂，盗取了词条。消耗一丁点精神力之后，他打开个人信息，便笑了起来。果然，不出他所料，盗取成功了。隐匿，主动，开启技能便可获得3分钟的隐匿效果。精神力高于者有可能探查出你的身形，不过要小心显形魔法，还有受到攻击也会显形。A 级，冷却时间3分钟，熟练度0100。第72章，新的秘境570级龙象200级。有了这个技能，那么他就不需要药剂就可以隐匿自己的身形，而且还有重要的一点，这技能持续时间不仅变长了，还跟冷却时间一样，因为每个技能使用过后，冷却时间都会开始计时的，岂不是可以无限用？随后，陈峰使用技能走回了刚刚的门口，试探地走了进去，没有出现任何阻拦。见状，陈峰微微一笑，旋即迈开脚步，放心地走了进去，一路畅通无阻，没有一个人拦着他，直到他走到3区中心。面前有着数十个空间隧道，而每个空间隧道前都坐着一个身穿胸口印有 Q 图案的银白制服，漫不经心地玩着手机，很是悠闲。这些是秘境检查者，他们的工作非常简单，负责看好每个秘境，每日检查秘境的能量波动是否正常，还要防止有人故意破坏秘境，导致能量躁动，引发能量潮汐。不过，陈峰要找的目标不是这个，而是看到了。陈峰在诸多秘境中锁定了那个他要找的秘境，在那秘境周围围满了秘境守护者以及好几个执法者，同时还有很多个穿着白大褂的人拿着不知名仪器在那扫描，或许就是人们所说的专家吧。陈峰迈步走了过去，无视这些人，走进了秘境。咻！众人顿时抬起头，看着秘境入口，眨了眨眼。刚刚是不是有人进去了？我怎么听到穿越秘境的声音？没有吧，一直都是我们，没见少人啊。难道是我听错了？众人懵了，刚刚明明听到声音，可一直都没看见有人走过来，难道是幻听了？而待到陈峰进去秘境没有5秒钟，又一道空间隧道在新秘境旁边打开，但这不是秘境空间隧道，而是空间法师独有的，因为其能量波动不同。果然，从空间隧道里走出几人，为首是一位年迈的老者，身后同样跟着一位老者以及数名执法者。罗老！众人见到来人，连忙鞠躬问好，因为来者正是他们的秦都市守护神罗成以及玉洞。这就是新的秘境，我可以进去吗？罗成点了点头，来到秘境入口，看着他，好奇询问。没错，这就是新的秘境，不过里面的魔物似乎都在500级以上，能量非常强，您进去恐怕有些不妥吧？无妨。罗成淡淡开口，话音刚落，他头上的等级显示出来。众人一看，大惊失色。罗成550级，就连罗成带来的几人都倍感震惊，尤其是玉洞，更是没有想到。高考那天，罗成的等级不是才480级吗？虽然那段时间罗成都偶尔抽时间去秘境升级，但这速度未免太快了吧？3天升了70级，怎么做到的？罗成微微一笑，反问道：怎样，现在的我可以进去了吧？当然，罗老想要进去为我们探查一下情况，我们感激不尽。行，那我就带这几人进去看看，如果有危险，我们随时都会出来的。说完，罗成便带着玉洞以及那几名执法者走进了秘境，想要为人族探查里面的情况，这是他们该做的事情。而就在罗成进入秘境的同时，旁边的一位秘境守护者的眼神出现了一丝欣喜，不着痕迹地看了一眼周围，发现没人看他之后，旋即偷摸拿出手机，给某个号码发了一条信息 ：L 已进入秘境。秘境内，翠玉森林，熟悉的恍惚感涌上脑海。陈峰紧闭双眼，直到听见鸟儿鸣叫、溪水流淌的哗哗声，以及闻到一股浓郁的花香之后，才缓缓睁开眼睛。睁开眼，映入眼帘的是鲜艳的不知名花朵，散发着异香。但下一秒，他便感觉脑袋有些晕，想要昏睡过去。意识到不对，陈峰立马捂住口鼻，警惕地看着这些花香里竟然有毒，而且自己的体魄可是在3000左右，竟然还能中毒。那低等级的人过来，一闻岂不是当场倒地不起？不愧是新的秘境，果然处处充满着危险。不过越是危险，越刺激。忽然，陈峰身体一僵，听到远处传来一阵吼声，而这吼声似乎是某只大象喊出来的声音。轰！这时，一道沉稳有力且响亮的声音响起，随之而来的是地面震颤，剧烈的震颤让陈峰都险些站不稳脚跟。而下一秒，一道黑影笼罩住他，陈峰急忙抬起头，似乎看到了什么，瞳孔剧烈收缩，身形不断后退。只见一头身高5米，犹如高楼大厦般的庞然巨物，那遮天蔽日的身影导致无法看见模样，迈开4肢朝他头顶跨过。看着这魔物的信息框，陈峰震惊不已。龙象570级，570级的魔物竟然还不是 BOSS， 没有 BOSS 的后缀。这样的魔物，如果击杀，肯定能加很多经验。想到这，
陈峰朝着那庞然巨物暴掠而出，细小的身躯对方根本没有注意到，来到龙象的腹部下，看准时机，猛地跃起，朝着腹部全力轰拳，再利用天赋盗取对方的体魄属性。刹那间，一股能量涌入他体内，同时拳头已至，轰在对方的腹部中。轰！一道象啸响彻天际，龙象仰头长啸，腹部遭遇重击，身形不稳，轰然倒地，地动山摇，掀起滚滚烟尘。陈峰连忙打开个人属性面板，想看看自己这次所偷到的体魄有多少。陈峰，等级85，天赋盗取天下，体魄4570加770，智慧3510。看着体魄属性，他有些欣喜。原本自己的体魄在3800，盗取一次体魄之后，竟然增加了770点属性，这可比盗取那些低级魔物多太多了。不愧是500多级的 BOSS， 这一偷就是700多，相当于一个154级全点体魄。看完个人面板，陈峰看向瘫倒在地、体力虚弱的龙象，咧起了嘴。既然如此，那他可不能放过这么一个好机会。他再次盗取智慧，这次增加了380点智慧，让他精神力大幅增长。不愧是500多级的魔物，智慧果然比高考秘境里的那些魔物要高不少。陈峰不断盗取，直到榨干这头龙象，才将其灭杀。刹那间，陈峰身上不断闪烁金光，当场化身为超级赛亚人，足足持续了1分钟，金光才消散。待到金光消散，陈峰惊奇发现自己的等级来到了200级。第73章养成游戏。升到200级，陈峰第一时间不是添加属性点，而是打开个人面板，看看第3条天赋效果是什么。前面2条都如此逆天，那第3条肯定不差，甚至可能更强。盗取天下，等级天赋效果1，盗取属性；天赋效果2，盗取词条；天赋效果3，盗取技能；天赋效果4，等级达到500级解锁。果然不出他所料，盗取技能是有的。那按照这个规律下去，第4条天赋效果岂不是盗取他人天赋？看到新的天赋效果解锁，陈峰想到了之前的乌金蚁，顺手将其召唤出来。刹那间，一只身躯高大的乌金蚁凭空出现，站在陈峰身旁，警惕地打量四周，身躯有些发抖。这只乌金蚁的等级只有63级，蚁巢诞生的乌金蚁都是按照出生时间时陈峰的等级来决定。假如陈峰现在200级，那么从现在开始到以后诞生的乌金蚁都是200级。也可以卡时间，假如在蚁巢即将产下乌金蚁的那一刻，陈峰升到201级，下一秒就诞生乌金蚁，他的等级就是201级。现在蚁巢空间里面总共就2只乌金蚁，一只现在这只63级的，还有一只是83级。不过再过2个小时就到诞生时间，陈峰就可以获得一只200级以上的乌金蚁了。盗取表壳硬化，陈峰看着面前这只乌金蚁，心中一声轻喝，瞬间一缕能量光芒从乌金蚁身上涌出，缓缓飘至陈峰体内，灌输进去。不一会，陈峰便感觉自己的皮肤似乎变得紧致，之前穿梭于各种森林时所留下的擦痕都消失了，好像变嫩了不少。这表壳硬化竟然还能美化皮肤，这倒是稀奇。陈峰看向乌金蚁，在他的属性面板里面，那被动技能已经消失。旋即又打开了自己的个人面板，果然在下面找到了表壳硬化这被动技能，同样是减少20%的伤害。忽然，陈峰身体一僵，快速向后闪身而去，暴退数米。而就在他原来站着的地方，一条黑色的蛛丝飞射过来，射在地面上，黑色蛛丝瞬间扩散开来，如一张天罗地网铺开，盖在地面上，直径足足有3米之多。如果不是陈峰躲闪的及时，恐怕已经被抓住了。陈峰迅速往上看去，顿时让他大惊失色，因为迎面来的又是数条黑色蛛丝朝他射了过来，分别是不同方向射来。陈峰连身闪躲，躲过一条又一条的蛛丝，最后停了下来，抬头看向那几条蛛丝射来的位置，让他微微一惊。只见好几张蜘蛛网连接着树木，形成一张足以铺天盖地的蛛网，而每张蛛网上竟然都趴着一只身躯足以3米之高、宽2米、头部有8只眼睛的蜘蛛，正眨巴眨巴地看着他，蠢蠢欲动。毒丝蜘蛛510级。陈峰看着魔物头上的等级只有510级，等级虽然没有刚刚那只龙象的高，但是它们的数量很多，目测有4只，不知道其他地方还有没有。4只510级的魔物，那倒是非常棒的经验宝宝。陈峰看着这4只魔物，并没有害怕心慌，反而眼眸中闪烁着兴奋的目光。事不宜迟，陈峰暴掠而出，几个踏步便一跃而上，朝着其中一只毒丝蜘蛛轰拳而出，再顺手盗取体魄与智慧2种属性。而毒丝蜘蛛看到陈峰冲过来之后，立马抬起屁股，尾端朝着陈峰喷射出黑色的蛛丝，但一一都被陈峰在空中躲闪而开，一拳砸在对方的屁股上。砰！在绝对强大的实力面前，等级似乎没有那么重要。毒丝蜘蛛的屁股瞬间爆开，
无数粘稠的液体以及血肉飞溅开来，吓得其他毒丝蜘蛛都纷纷喷射蛛丝，但都被陈峰躲过。有着飘逸的身法以及实力，陈峰不到1分钟便将4只毒丝蜘蛛全部解决，每只都被他盗取了数次属性，毫不浪费。不过他没有盗取对方的技能，毕竟那技能看上去好像不太美观。抬起屁股朝敌人吐蛛丝，想想还是算了吧。瞬息之间，陈峰身上闪烁着数道金光，又是1分钟才停下来。有着双倍经验的他，竟然从200级连升到了300级，足足升了100级。这就是4只500多级魔物带来的双倍经验，简直就是海量。如果他去那些300级或者400级的秘境刷怪，恐怕都没有这么快的升级速度。陈峰有预感，只要自己在这个秘境多待1个月，他或许能达到600级，起码还能再解锁一条天赋效果再出去。将所有升级而来的属性点都加在智慧上之后，陈峰继续踏上寻找魔物的路程。随着他智慧属性的提升，现在他无论盗取什么都没有再感觉到那股晕眩的感觉，时刻都保持着脑子清醒，何况还有永久恢复精神力的被动在，现在基本不愁了。过了许久，陈峰找了接近20分钟，竟然都没有看见一只魔物，却来到了一处山洞。他走进山洞，里面的情况让他微微一愣。只见山洞的最里面，那里有一片用草木搭建而成的巢，巢里面竟然摆着3颗有篮球般大的蛋，花纹很独特，有雷霆和火焰的图案在上面。这里竟然有魔物的蛋，这不禁让他想到了之前在商城里面买的一样道具。下一秒，一幅卷轴出现在陈峰手中。契约卷轴，一次性道具，可用于跟魔物契约。请注意一点，魔物属于极困难契约的生物，精神力越高，契约成功率越高，请谨慎使用，有可能遭到精神反噬。使用方法：用卷轴放在魔物身上，再滴血即可开启契约效果。魔物很难驯服，但不是没有办法驯服，甚至还存在一些职业，他们天生就为了驯服魔物，驱使魔物去进行战斗。没有魔物，他们的战斗力可以说是没有。而这种道具就是为了让那些没有能力驯服魔物的人拥有驯服魔物的能力。价格倒是蛮贵的，2000万一幅。陈峰没有买多，就买了一幅。旋即，他将目光看向那3颗蛋，刚出生的魔物，精神力应该不高吧？养成游戏倒也不错。第74章，我的大招呢？人类，你想对我的孩子做什么？就在陈峰想着将这3颗蛋都拿走的时候，一道冷漠且沙哑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顿时，陈峰身体一僵，只感觉到身后有股极致的杀意，鸡皮疙瘩瞬间布满全身，吓得他连忙回头，并且后退数米。当他看到身后的玩意后，嘴巴微张，身形一顿，瞳孔剧烈收缩。竟然是一只魔物，一只长有9颗脑袋的奇异魔物，形似狮子，而且它周围还有数道紫色雷霆环绕身躯，电芒噼啪作响。最为耀眼的是它那9颗脑袋的兽瞳，闪烁着火红光亮，四眼里有火，甚是闪耀。最诡异的是，它竟然会说话。魔物说话可不多见，陈峰只在一些书上面看过，听说有些很厉害的魔物，他们天生与人有着几分相似，可以说人话，学习人类动作，拥有人类的智商，但那都是记载，不知是真是假。但现在竟然让他碰到了。鸣雷赤炎师610级 BOSS。 看到魔物头上的等级后，陈峰更加吃惊，610级。卧槽，这里竟然还有600多级的魔物 BOSS， 要是杀了他，岂不是能大爆特爆？同样 BOSS 也在注视着陈峰，他看到了陈峰手上的卷轴，鼻子抽动几下，立马张开血盆大口，露出尖牙，咆哮怒吼：人类，你想契约我的孩子？他嗅到了那卷轴的能量气息，他认得那股能量气息，那是契约特有的能量。这人类想要趁他不在契约他儿子，该死，我要吃了你！话音落下，鸣雷赤炎师身躯的雷霆不断凝聚，旋即他的身影消失在原地，只留下几道闪电在那噼啪作响。陈峰见状后退半步，有些吃惊，这 BOSS 的速度好快，快到他看不见。轰！陈峰倒飞出去，撞在山洞的墙壁上，撞出一个深洞，山洞摇晃，烟尘滚滚，无数沙石落下，掩盖深洞。人类就是这般狂妄自大。BOSS 冷面看着深洞，认为陈峰肯定死在了他的爪击之下，刚欲转身回去照看孩子，便听到沙石松动的声音，似乎有什么在动，吓得他连忙看向深洞。难不成是那人类没死？怎么可能？他刚刚的爪击，即便是跟他一样实力的魔物都不可能抵挡得住，区区人类怎么可能抵挡得了？烟尘散去，陈峰拍了拍身体上的灰尘，安然无恙地走了出来，看着鸣雷赤炎师微微一笑：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这是雷系属性能力，可以让你的速度提升。人类，是我小瞧你了，没想到你还挺有本事，不过接下来我不信你还能抵挡的了。鸣雷赤炎师朝着陈峰咆哮起来，身上的雷霆越发响亮，如轰雷般响彻山洞，无数电芒闪耀山洞，将陈峰的眼眸映照紫色。鸣雷赤炎师身上的毛发随着电芒根根直立，如同一位将士的雷霆神兽，有着无上神威。9日雷炎落。
鸣雷赤炎狮仰头张嘴，无数能量汇聚在口中，竟燃起熊熊烈火，而那些烈火最终汇聚在口中，形成一颗小型火球，旋即缓缓升空，来到山洞的最上面，宛如一轮炙日。同时，鸣雷赤炎狮身上的雷霆朝着那轮炙日而去，环绕在其旁边。雷霆与火焰的交加，让那火球越发变大，直到变成一颗直径5米的火球才停下来。看着那颗巨大火球以及旁边电闪雷鸣的无数雷霆，陈峰微张嘴巴，眼眸闪烁着兴奋的目光。人类，这可是我引以为傲的禁术技能，能够死在它之下，是你的荣幸。鸣雷赤炎狮露出人性化的笑容，骄傲地抬起9颗头颅。他这禁术技能是他与生俱来的禁术，每次释放就会消耗巨大的精神力，但威力可以说是毁天灭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魔物能够活着抗衡他这禁术。陈峰能够让他使出禁术，足以死而无憾。确实，我承认这禁术的确应该引以为傲，太帅了。陈峰看着那颗巨大的火球，满意的点了点头，确实很帅，他很喜欢。哈哈，人类，谢谢你的夸奖，不过你很快就要死了。哦，是吗？你再抬头看看。陈峰咧嘴一笑，同时发动天赋，盗取了鸣雷赤炎狮的雷系属性以及火系能力，再顺便盗取他的9日雷炎落技能。闻言，鸣雷赤炎狮愣了一下，旋即抬起9颗头颅。当他看过头顶的时候，浑身猛然一震，9颗头颅都露出人性化的惊讶之色，瞪大双眼，张开嘴巴看着头顶。只见原本悬浮着火球的头顶，这时空空如也，他的禁术没有了，他引以为傲的禁术没有了。我特么那么大的一个火球呢？去哪了？鸣雷赤炎狮懵了，彻彻底底的懵了。他凝聚那么久的禁术，消耗他1/2才凝聚出来的禁术大招，本想着一招秒杀眼前的人类，可现在一看，他大招呢？而下一秒，他感觉到一股无比熟悉的能量气息浮现他面前，缓缓放下9颗头颅，看向陈峰，9双眼眸再次瞪大，兽瞳剧烈放大，像黑宝石般圆润。而那一对对眼眸中却映照出火红的圆形火球，还伴随紫色雷霆环绕。只见他引以为傲的禁术，此时正悬挂在陈峰头顶，散发着比先前更加恐怖的气息，更加耀眼夺目。他的禁术怎么去那个人类那里去了？这种情况前所未见，从来没有发生过啊！怎么可能？我的禁术怎么会在你那里？你这个人类到底做了什么手脚？鸣雷赤炎狮震惊咆哮，这种情况简直太匪夷所思了。他的禁术竟然到敌人身上了，而且散发出来的气息比他释放的还要恐怖。这可是他与生俱来的禁术，人类是不可能有的，这是他们才能拥有的神力。这个人类不对劲，10分得有12分不对劲，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你的就是我的，所以这个禁术现在归我，还得谢谢你放了这么帅气且牛逼的大招。陈峰淡淡一笑，旋即轻轻抬头，藐视着鸣雷赤炎狮，眼中闪过一抹杀意，冷漠开口：灭！第75章死。随着陈峰轻声落下，头顶悬挂的炙日轰然落下，朝着鸣雷赤炎狮砸去。面对着自己的禁术向自己砸过来，鸣雷赤炎狮一下子就慌了神，连忙再次施展禁术，想要以硬碰硬，强行抵消。而当他再次使用禁术的时候，却毫无反应，半点动静都没有。怎么可能？我的禁术呢？为什么我使用不了禁术？鸣雷赤炎狮傻眼了，无论他怎样使用，都没有半点动静，似乎禁术没有了一样，无论如何都使用不了。这是什么情况？凝聚好的禁术莫名其妙到了人类手里也就算了，现在连自己与生俱来的禁术都无法使用了，难不成这人类还有拿走他禁术的能力？不！鸣雷赤炎狮不断后退，但那轮炙日越来越近，伴随着紫色恐怖的雷霆，仿佛要将他吞噬殆尽。轰！9日雷炎落狠狠落在了鸣雷赤炎狮身上，所产生的爆炸将整个山洞都夷为平地，形成一朵蘑菇云，冲上云霄，轰隆巨响，响彻天际。无数鸟兽与魔物都听到这巨响，吓得四散逃离。方圆10多里的魔物都开始躁动起来，开始逃命。陈峰同样倍感震撼，同时他站在那3颗魔物弹前，抵挡着爆炸过后的冲击波，免得这3颗弹受到危害。这可是好宝贝，那鸣雷赤炎狮这么强，他的孩子能弱到哪里去？到时候他契约一只，剩下的就卖给那些商城赚一笔。冲击波很快消散，浓浓烟尘飘散空中，山洞成了一片废墟。待到一切恢复平静之后，陈峰惊讶发现那只鸣雷赤炎狮竟然还没有死。人类好样的，能毁掉我1颗头颅，非常不错。鸣雷赤炎狮颤颤巍巍站起身来，摇晃身躯，将身体上的尘土都摇了下去，迈开4肢，缓缓走到陈峰面前，虎视眈眈地盯着他。陈峰惊奇发现鸣雷赤炎狮的9颗头颅如今竟然少了1颗，不仅如此，他身上的气息似乎更加恐怖了。但等级没有增加还是那样，
难不成这9颗头颅拥有9条命，而每损失1条命，它的属性就会增强？想到这，陈峰嘴角微微上扬，这还是他第一次看到这种魔物，可以损耗身体部分进行复活，甚至还能增强自己的实力，简直就不是普通 BOSS 能够拥有的。历史上从未记载这样的魔物，没想到让他找到了。如果将这尸体带回去，估计那些专家又有的忙活了。而且这样的事情还可以获得国家的嘉奖，因为只要做出的国家贡献够多，就可以获得嘉奖。最高的奖励就是进入国库任意挑选宝贝，历史上有几位天才就得到过这样的嘉奖。国库里面可都是好东西啊，要是能挑一样，那肯定很好。上交这样的魔物尸体给那些专家研究，让魔物记载再多一样，肯定很有价值。陈峰决定了，待会杀了这只鸣雷赤炎狮，就将他的尸体收起来，改天上交国家。还剩8颗脑袋，那就全给你打了。陈峰轻笑一声，雷霆环绕身躯，瞬息消失原地，只留下几道电芒在空气中噼啪作响。鸣雷赤炎狮见状，大惊失色，那人类竟然也有跟他一样的雷霆属性，这是什么情况？哼，我也有。鸣雷赤炎狮冷哼一声，搞得谁没有雷霆属性一样。下意识，他便想发动属性能力，可无论如何，他身体再也没有半点属性能力，这让他瞬间瞪大所有眼睛，8颗脑袋各看各的身体部位，巴脑猛逼。雷霆属性呢？他与生俱来的属性能力去哪了？他靠着这雷霆与火焰属性，不知道打败了多少敌人，就因为拥有2种属性和一门禁术，才在这个秘境中称王称霸，成为一区域的头目 BOSS。可现在自己咋啥都没有了？就在他震惊于自己的属性能力不见的时候，陈峰已然来到他面前，以迅雷之势伸出了拳头，用力砸在他其中一颗头颅上。砰！那颗被结结实实打中的头颅应声而爆，瞬间爆成一团血雾，鲜血直流，将地面染成红色。同时，剩余的7颗头颅一同露出痛苦之色，哀嚎起来。啊呀！人类！鸣雷赤炎狮的7颗头颅仰天怒吼，身上的属性再度提升，气息又恐怖了不少。鸣雷赤炎狮强忍着痛疼，爆发出惊人的速度，朝陈峰暴掠而出，速度快如闪电，又快了不少。陈峰微微一惊，这 BOSS 果然是头颅越少，属性就越高。这9颗头颅就跟封印一样，少1颗就变强，那到最后1颗的时候，恐怕就是这只 BOSS 的最终实力。微风轻拂，陈峰微微侧身，鸣雷赤炎狮赫然出现在身前，锋利的双爪划破空间，引起爆破之声。而鸣雷赤炎狮看见陈峰躲开之后，连续挥舞双爪，不断挥向陈峰，但都被陈峰后退，接连躲开。陈峰躲开数招爪击，侧身抬腿，迅雷之势，一记鞭腿甩在鸣雷赤炎狮腰部。强大的力度，鸣雷赤炎狮直接爆射而出，撞断许多废墟所残留的土柱，翻滚了数圈，才勉强停下来。而当他再次站起来的时候，又1颗头颅凭空消失，气息又强大了不少。显然，他又耗费了一次生命，如今只剩下6颗头，6条命。雷鸣狮吼！鸣雷赤炎狮心中轻哼，张开狮口，无数能量凝聚口中，旋即爆发出去，狮吼响破苍穹，无数魔物鸟兽被吓得四散逃离。而那一阵阵声波朝着陈峰呼啸而去，震的空间都随之震荡，周围土柱全部被碎成粉末。聒噪！就在那声波即将抵达陈峰之时，只见他缓缓抬起右手，朝着鸣雷赤炎狮虚无一叹，面无表情，冷漠开口。下一秒，那仿佛能够毁天灭地、响彻八方的声波瞬间消散在陈峰面前，而鸣雷赤炎狮的狮吼戛然而止，像是被强行中断，张嘴喊不出半点。鸣雷赤炎狮，他张着嘴，拼命想要发出狮吼，但无论他怎么用力，都发不出来。刚刚的狮吼呢？他那么响亮的狮吼去哪了？这个技能同样是他的招牌技能，凭借这个技能，不知道吓跑了多少魔物，不知道多少麻烦是他一嗓子给吼没的。现在呢，竟然没了，凭空就消失。这技能不错，我试试。陈峰看着面前的鸣雷赤炎狮，眼神闪烁着欣喜的目光，他有点感激这只 BOSS 了，不知道给他提供了多少技能。旋即，陈峰深吸一口气，藐视着鸣雷赤炎狮，轻轻开口：死。第76章等级飙升，大爆特爆，轻描淡写的一个死，但却从陈峰嘴里爆发出惊人的能量，形成一道强而有力的声波，朝着鸣雷赤炎狮爆射而出，周围的空间都被引起阵阵音爆，周围所有土柱都在一瞬间爆开为粉末，甚至连陈峰都因为这技能独特的后坐力而后退了半步，以他的体魄基本很难撼动他的，可想而知这技能有多恐怖，简直就是言出法随，只要张嘴就可以置人于死地，这不比拳头省力。轰！鸣雷赤炎狮被声波冲击，直接掀飞，向后倒飞出去，再次滚了数圈，引起漫天沙尘才停下来。待到沙尘散去，鸣雷赤炎狮的头颅再次少了1颗，但气息恐怖了几分。忍无可忍，无需再忍。
鸣雷赤炎师将自己能够使用的技能全都用了出来，朝着陈锋爆射而出，势必要将眼前这个人类碎尸万段。他的愤怒已经达到了极限，身体都发生了某种变化，利爪变得更加锋利且长，尖牙从嘴里伸出，要是咬在人身上，必然当场暴毙。而双目兽瞳此时无限扩大，并且泛红，遍布血丝，鼻息越来越急促，身躯都变大了几分。而头上的信息框同时发生了变化。鸣雷赤炎师610级 BOSS 狂暴状态。陈锋一看，微微一惊，没想到自己把这 BOSS 打出了血怒，这下子有意思了。不过陈锋有信心，即便是陷入狂暴状态的 BOSS， 都依旧不是他的对手。看着朝他扑过来的鸣雷赤炎师，张牙舞爪地看着他，那眼神就想要将他活吞入腹。陈锋这次并没有选择躲避，之前都是为了试探出鸣雷赤炎师还有多少底牌技能，故意躲闪来挑衅对方的，但现在看来应该没啥底牌了，毕竟对方都已经狂暴，显然已经是穷途末路，进行生命最后的挣扎罢了。就在鸣雷赤炎师扑过来的瞬间，陈锋反手一巴掌甩了出去，直接将其甩飞数米远，直到滚落数圈才停下来。待到鸣雷赤炎师从地上颤颤巍巍站起来之后，他的头颅又少了一颗，一巴掌就是一颗头，怎么样都打不过陈锋。即便面对这种情况，鸣雷赤炎师都没有选择逃跑，而是一味地爬起来再冲锋。因为在狂暴状态下，魔物已经丧失了理智，他们内心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吃掉所有敌人。鸣雷赤炎师冲过来，陈锋就甩一巴掌过去，又将其甩飞，再次少了一颗头颅，只剩4颗，不断重复循环，直到鸣雷赤炎师只剩下最后一颗，也就是他的本体头颅之后，陈锋嘴角微微上扬，终于只剩1颗了，我可等了好久。陈锋看着朝他再次扑来的鸣雷赤炎师，举起右手，轻轻一笑，心中轻喝，盗取所有属性。刹那间，鸣雷赤炎师轰然倒地，一股磅礴且精纯的蓝色能量从他体内涌出，在瞬间涌入陈锋体内。鸣雷赤炎师发生了变化，只见他的皮囊快速收紧，血肉流失，皮肤渐渐包着骨头，不见血肉，宛如一副皮包骨的模样，躺在地上奄奄一息，无法再动弹。哈爽！陈锋闭上眼睛，摊开手，深吸一口气，感受着身体那无与伦比的舒畅，感受着力量增强所带来的爽感，感受着脑袋清晰通透的快感，再缓缓睁开眼睛，吐出一口浊气。豪爽！他利用大量精神力，一次性盗取了鸣雷赤炎师所有的属性，这一下子直接盗取了3510的体魄属性，2710的智慧属性，还有速度属性、夜视属性、嗅觉属性等等，全身大方位增强。他现在感觉自己就像一个超人，一个像电影里面那样可以毁天灭地的超人。现在的他体魄总共加起来有9000之多，有着一个1900级全点体魄才能拥有的属性，智慧更有8000多，也是差不多1600多级全点智慧才能拥有的属性。还有那些冥冥之中的属性，比如速度、夜视、雷火，这些都是可以增强实力的，同样大大提升。这次秘境果然来对了，一进来就碰到这种 BOSS， 给予他大量属性和技能以及一门禁术，简直不要太爽。看着脚底旁奄奄一息的鸣雷赤炎师，陈锋没有丝毫怜悯，抬起脚将其最后一颗头颅踩爆。当头颅爆开血雾，血肉飞溅的同时，陈锋身上泛起无数道闪耀的金光，又是持续了1分钟才停下来。但这次并没有他想的那样从300级直接升到500级，而是来到398级就没有再前进了。越到后面所需的经验值就越多，即便他有双倍加成，都还只是升了98级而已，太慢了。不过他并没有灰心，毕竟能从80多级半天时间达到接近400级已经非常好了。如果是普通人，没有像他这样越级杀怪还有双倍经验加成的，恐怕需要2到3年的时间才能达到400级，其中还要大部分时间都在秘境中才能做到。可想而知这升级的难度有多高。而那些天才之所以能够快速升级，一部分是职业与天赋，但最大那部分就是家庭与资源，从小就有高等级的人带他们去秘境杀怪升级，还有双倍、3倍乃至4倍的经验卷轴，能不快吗？原本陈锋是想着去商城购买3倍经验卷轴的，但那里没货，最快调货都需要3天时间，所以他只能提前交定金预定一张。至于4倍的话，属于有价无市，只能等到拍卖的时候碰碰运气，要么就自己打 BOSS 爆出来，不过那概率就看命了。想到爆战利品，陈锋看了一眼鸣雷赤炎师的尸体，他身旁早已布满了无数闪耀着金光的光球，而每一个光球里面都是战利品。陈锋仔细地扫视一圈，眼神里闪烁着兴奋的目光，因为他目测地上这些光球起码都有50多个，一下子爆了50多个战利品，这任谁看了恐怕都已经笑到合不拢嘴了吧。那就保佑我能开出好宝贝吧。陈锋搓了搓手，心中早已将前世那些太上老君、玉皇大帝、如来佛祖都想了过遍，只求他们保佑他能欧气爆棚。第77章经验分享卷轴。外界下午3区门口，
此时来了一个中年男人以及一个少年，两人站在门口望着里面。少年脸色有些犹豫，而如果陈峰在这，必然会认出来这少年就是穆清望。曹叔，咱们真的要去那个新的秘境吗？穆清望抬头看向旁边高大威猛的中年男人，眼神中流露着担忧的目光。这中年男人是他父亲的得力干将，名叫曹虎，职业是刺客中的隐藏职业雷霆刺客，实力高深莫测，在前2年便达到了1000级，现在不知道多少等级。现在带着他来这里的主要原因是进入那个新的秘境升级，让他能够早日达到200级。那个秘境有着500级以上的魔物，升级才能快，这样才不会被你爷爷看不起。这也是你老爸拜托我的。曹虎肯定的点头。如果让穆清望一个人独自去那些低级秘境升级的话，那速度肯定很慢，2个月达到200级，可以说是非常艰难。但有了他的帮助，去高级秘境越级杀怪，获取大量经验的话，那就简单多了。好，那就麻烦曹叔了。穆清望同样想快速升级，好让自己的爷爷对他刮目相看，于是便点了点头。我会陪你待在秘境里10天，到时候你的等级应该能在500级以上，你应该还剩下不少经验卷轴吧？还剩5张双倍经验卷轴，2张3倍经验卷轴，应该够了吧？够了，绰绰有余，这足以让你升到500级，甚至更多，到时候去龙腾大学也能成为新生里面的佼佼者。闻言，穆清望点了点头，但脑海中却不经意想到陈峰的身影，如果又论佼佼者的话，陈峰恐怕会更厉害吧？走吧，我带你进入秘境，这件事可不能告诉你爷爷，只有你和你爸知道而已。曹虎笑了笑，朝着3区内走去。穆清望点了点头，紧随其后。门口的执法者看到两人过来，刚欲阻拦，曹虎右手翻转，露出一枚金色令牌，上面还雕刻着几个大字：龙都曹将军。而且在令牌的右下角还有一块红印，那是印章盖上去的，有着4个小字：龙都特令。曹将军。见状，执法者们身躯猛然一震，瞳孔剧烈收缩，顿时肃然起敬，挺直腰杆，朝着曹虎敬礼，且大喊：这不会错，眼前这位中年男人竟然是龙都那边的将军，职位可比他们这些普通执法者又大不少啊，更有10万兵权，能够随意调配一个城市的执法者，无论人数。这种人物竟然出现在秦都。曹虎微笑点头，旋即迈步走了进去。穆清望跟在后面，那几位执法者不敢有一丝阻拦，哈腰微笑看着他们进去，待到几人离开视野，才松了口气，擦去额头的冷汗。幸好刚刚没有出手阻拦，要不然就闯祸了。得罪这样的人物，就连他们的队长都没法保住他们。两人来到秘境入口，便看到许多专家和秘境守护者以及执法者在那研究秘境。曹虎依旧是亮出了自己的令牌，无人敢阻拦他，大摇大摆地带着穆清望走进了秘境。不多时，两人穿越空间隧道，来到一处沙漠，看着一望无际的沙漠，曹虎微微皱眉。他强大的精神力能够感知到这片沙漠并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平静，在沙土底下隐藏着无数魔物，而这些魔物的等级都在500级以上。穆清望站在曹虎身旁，不敢动弹，他能感知到周围那些恐怖的气息，那些魔物的等级都高他太多，如果离开曹虎，他必死无疑。简单扫视一圈过后，曹虎从个人空间里面拿出2副卷轴，不同于经验卷轴，这卷轴一副是红色，一副是蓝色的。这是经验分享主卷轴，持续时间为7天，待会你使用它，我到时候杀的魔物的经验都会让你一个人独享。曹虎将其中的红色卷轴递给穆清望，淡淡开口。闻言，穆清望看着曹虎手上的卷轴，震惊不已。这世界竟然还有这样的卷轴，可以将经验全部给一个人，这不就是妥妥的升级利器吗？要是能够大量获得，将副卷轴都给其他人，然后自己拿主卷轴，岂不是可以坐着享受升级？我知道你在想什么，这个经验分享卷轴很难获取的，你曹叔我也就几张而已，而且每个人使用之后不能再对其他人使用，只能绑定一个人，所以你用了主卷轴，我用副卷轴，其他人就不能跟你用了。曹虎看穿了穆清望所想的东西，一个例子就敲在了他脑壳上，让他别再想这种歪门技巧。好，我知道了。穆清望揉了揉脑袋，咧嘴委屈道：使用它吧，然后再用3倍经验卷轴，我让你享受一下极致的升级。曹虎使用了副卷轴。好。穆清望点了点头，旋即使用卷轴，顿时感觉自己冥冥之中跟曹叔有了某种联系，又拿出3倍经验卷轴使用起来。时间不等人，我们开始吧。曹虎看到穆清望使用完2个卷轴之后，身形骤然消失，只留下几道电芒在空中噼啪作响。下一秒，曹虎出现在某块沙土上，手握一柄雷霆短刃，朝着底下刺去。蓝色的雷霆骤然劈下，宛如掌握雷霆的雷神，威武霸气。死！就在蓝色雷霆劈下沙土之际，沙子遇到高温瞬间融化且形成玻璃。与此同时，沙土下爆发出一道痛苦的嘶鸣声，一只庞大且恐怖的蝎子从沙土下窜了出来，在沙土上痛苦哀嚎且挣扎。
可以看到他的头部插着一柄短刃，绿色的血液不断流淌。穆青望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所发生的一切，倍感震惊。这魔物竟然是530级的，而且曹叔一眼就看到他了，并且给予致命一击。蝎子哀嚎没多久就倒在地上，彻底没了生机。而就在他失去生命的同时，穆青望身上泛起无数道闪烁的光芒，比起尘封升级的时候还要多，足足持续了2分钟。刹那间，穆青望从80多级来到了280级。第78章，胜利属于我们异端会。与此同时，异端会地下基地会议室，此时秦都异端会分部的所有组长、副部长以及部长都坐在了会议室当中。由于高考时派出去的组长死了不少，所有部长与分部长很快又点名了几位成为组长，其中就包括秦武，他成为了第一组的组长，同样是所有组长之中等级最高且实力最强的人。既然齐了，那就开会吧。坐在主位旁边副位上的副部长齐明扫视一圈，旋即看向主位上的部长张悟，点了点头。刚刚接到消息，罗成已经进入新的秘境进行勘察，我们的机会来了。张悟微微点头，旋即看向众人，沉默了几秒后才缓缓开口。闻言，众人相视一眼，都从各自的眼神中看到了兴奋与激动。他们等这个机会已经很久了，终于可以开始了。根据可靠消息，龙都的穆青天和穆风野与曹虎3人以及沈龙都回到了秦都，他们3人的等级非常高，实力高深莫测，不是我们能够对付的，所以龙都那边的人会配合我们，在那边搞出一场大动静，让这几人不得不回龙都那边镇守。等到他们回到龙都，就是我们下手的好时机。到时候我会让人开启空间屏蔽魔法，将整个秦都都锁住，所有秘境入口都会关闭，即便是罗成都会被拖延一段时间，届时就可以开始我们的计划，攻下秦都，占为己有。张悟食指轻轻敲着桌子，沉声开口：只要这几位离开秦都，那么他们的计划才有机会成功。穆青天和穆风野以及沈龙的实力太强了，整个秦都异端会分部的人加起来都不是这2人的对手，甚至都不是他们其中1人的对手，只有总部那边的人才有把握战胜他们。所以要想成功，必须先引开这几人。龙都那边现在并没有什么强者镇守，只要闹出动静来，这几人必定会收到消息回去镇守。龙都可是华夏首都，他们不可能不回去的，毕竟关乎着那位大人的性命安全，他们又是华夏最忠诚的人，就是因为这一点，异端会才敢认为他们肯定会回去。攻下秦都，占为己有。众人异口同声喊了起来，会议室很快就充斥着激动兴奋的呐喊声。安静一下，我还有话要说。张悟压了压手，现场顿时安静下来，旋即他看向秦武，接下来你需要带领第1小组去执行任务。根据可靠消息，罗成带着玉洞进了秘境，而秦都长老阁应该就只剩下一个李楚了吧，你杀了他。长老阁是每个城市都会有的一个特殊部门，秦都的长老阁总共3人，罗成为大长老，玉洞为2长老，李楚为3长老。他们的任务就是维护秦都和平，保护城市，一有入侵通知周边所有城市。罗成和玉洞现在进去秘境了，他们2个是不可能知道外界的事情，更不能跟龙都那边取得联系。只要将李楚杀死，周围所有城市都不会知道秦都被入侵，大家都会以为秦都风平浪静，实则内部早已崩溃。而唯一能够靠近李楚的只有秦武，因为他跟李楚熟悉。张悟调查过，秦武曾经救过李楚的命，所以2人一直都是无话不说、无酒不欢的好兄弟，让他去杀了李楚就是最好的办法，同时能够证明他的忠心。秦武闻言愣了一下，长老阁他自然知道，曾经他也想加入长老阁，可是被罗成拒绝了，说他还待考察，到现在还没有进去长老阁。而张悟既然让他去杀了李楚，这让他措手不及。那可是他的好兄弟，既然让他出手，不就是在为难他吗？怎样，你意下如何？张悟看着秦武低头思索着，食指轻轻敲着桌子，淡笑开口：是，我定当全力以赴，保证完成任务。秦武眼神漂浮，咬紧牙关，想了许久，但奈何不了他脑海早已被张悟种下了精神烙印，只能服从，不能违抗，最终还是重重点了头。好，很好，到时候我会将你的表现一一禀报邪神，到时候他高兴，随手就给你孙子复活了，还能赐予你无上的权力以及力量，让你无敌于天下，谁都没法欺负你秦家人。张悟仰头大笑，拍了拍秦武的肩膀，言语听不出半点假意。谢老大，我一定会办妥此事，不会让邪神大人失望的。闻言，秦武果断跪在地上，重重磕头，心中回荡着无限兴奋激动。如果办妥，获得邪神恩赐，那么他将无敌于天下，那什么长老阁，他还需加入？什么罗成，什么陈峰，他随手可捏。张悟微微点头，居高临下的看着秦武，眼神里的戏谑怎样都掩盖不住，嘴角噙着那一抹冷笑，似乎在嘲笑秦武没有脑子。咚！这时，张悟放进口袋里的手机响起了一声提示音，他微微一愣，旋即当着所有人的面拿出手机看了起来。这手机里面有他的私人号码，只给了几个人，
所以发过来的信息都是极为重要的信息，不能不看。而当他打开手机之后，映入眼帘的消息让他喜上眉梢，嘴角不禁微微扬起，笑得十分淫荡。众人都看到了张雾那一抹笑容，都愣了一下，纷纷好奇起来。哈哈，得到了一个好消息，总部那边将会派2位实力高超的人来配合我们攻下秦都，等级都在1000级以上，今天晚上就会抵达秦都，今晚设宴，好好接待2位大人。闻言，众人惊喜万分，露出了笑容。总部竟然派人过来支援，而且还是2位1000级以上的大人物。原本计划的成功率只有 50%， 现在有了2位大佬加入，那必然能够达到 100%。真是天助我也！这次的秦都我们必将拿下，胜利属于我们异端会。副部长齐鸣何时宜地站起来，振奋高呼：胜利属于我们异端会！其他众人同样站起来，振臂高呼，兴奋且激动。第79章，解锁第4条天赋效果。秘境。陈峰坐在明雷赤炎师的尸体旁，他一股脑将所有战利品都收入个人空间，现在开始一一盘点战利品，哪些有用，哪些没用。这个倒是蛮不错的，到时候能卖个好价钱。陈峰拿出一张图纸，眼神中闪烁着好奇的目光，微微点头。巴雷特图纸，职业限制：枪械师，可打造出500级枪械武器巴雷特，对500级以下的所有生物造成致命伤害，500级以上的伤害减半，等级越高，伤害越低，可无视对方 30% 体魄。学习图纸即可知晓打造材料以及手法。热武器对于陈峰来说没有什么吸引力，相对而言，他更喜欢近身搏斗，拳拳到肉的感觉才是真的好，一拳就将一只魔物轰成血雾的那种舒爽感才是最爽的。陈峰随手丢回个人空间，又拿出下一件战利品，这是一面表面有着一颗狮子头、通体金黄的盾牌，重100斤，高1.5米，拿在手里可以遮挡半边身。狮吼盾，职业限制：盾士，等级限制500级以上，增加3000体魄，附带反弹 25% 伤害。狮吼，主动，盾牌前端狮头可爆发出吼声，呈扇形范围攻击，但凡被声音所波及的敌人都会受到嘲讽且晕眩，轻则精神恍惚被嘲讽攻击，重则耳膜破裂当场失聪。这增加的体魄倒算不错，还有那附带的反弹效果也很是强悍，就连主动技能都有一条，简直就是天生为盾士而打造的盾牌。看到这2条词条，陈峰随手就拿了出来，他的属性再度增加3000体魄，附带一条可以反弹 25% 伤害的被动技能，以及一条主动技能。拿完这2条词条之后，陈峰看了一眼手里的盾牌，此时已经什么效果都没有，就单纯是一块500级才能装上去且没有任何价值的垃圾盾牌，连最普通的盾牌都算不上的那种。于是陈峰随意就丢在了地上，看向下一件战利品。接下来的是一颗红色的果子，有点像苹果。看到信息的第一眼，让陈峰微微一愣。粒状果，吃下即可增加1000体魄。简简单单的描述，但又是最强的效果，吃下就可以平白无故获得1000的体魄，属于是白给的200级属性点。怪不得同等级但实力却不同的人那么多，原来这属性获取方法如此简单，一颗果子就可以增强1000了。陈峰快速将其吃完，又增多了1000的体魄。他如今的体魄已经有13000多，是2700多级才能拥有的体魄。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恐怕是目前高中生最强的一个。不过陈峰脑海很快浮现出沈龙以及穆清望这几人，他们都是家底厚实的顶尖天才，战力应该跟他差不了多少吧。他能吃上这种果子，那几位岂不是简简单单就能吃到？陈峰继续查看起战利品，接下来的那些都是一些他用不上的装备以及武器，但里面的词条都被他一一盗取出来，属性在不断增强。5分钟后，陈峰看着个人面板上的2种属性，吞了口唾沫。体魄已经达到3万多，足有6000级才能拥有的体魄属性，体内的力量达到前所未有的磅礴，几乎是看到什么一拳就可以轰死。而智慧同样来到了2万5之多，有着5000多级才能拥有的智慧属性，脑袋清醒且明亮，思考问题都变快了，就跟睡了一整晚然后睡到自然醒的那种感觉。一个字，爽。龟龟，我现在恐怕真的无敌了吧？陈峰握紧双拳，低头看着拳头，震惊不已。没想到觉醒天赋不到1个星期，他便已经拥有6000多级才能拥有的体魄属性，只要不是碰到那些特别强的大人物，他基本处于无敌，神挡杀神，佛挡杀佛的那种。自从刚刚看到那么多装备可以增强巨额属性以及那颗果实之后，陈峰心中更加确定，这个世界上的强者肯定很多，至少那些活的时间比他久的强者，他们的等级肯定很高，拿到过的战利品也多，总属性恐怕都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了吧。陈峰单是想一下都觉得吓人，几百万的属性，那轰出一拳岂不是能将一个秘境给干爆？随后陈峰又在个人空间里面找到4本技能书，其中有3本技能是 A 级技能，还有1本是 S 级技能。漫天冰霜 S 级，主动技能，职业限制法师，
5等级限制，召唤直径500米的冰霜落下，范围内的所有敌人都会受到 35% 减速以及 200% 伤害，还有 30% 的概率冻结敌人，持续时间为3分钟，冷却时间5分钟。这倒是一个很不错的群伤技能，恰巧他还有另外一个死灵法师的职业，归属于法师，任何关于法师的技能都可以学习。于是陈峰将其学习，还从个人空间里面找到一根从鸣雷赤炎师身上爆出来的法杖。陈峰单手翻转，一根长1.9米，通体金黄，顶端是一颗狮子头，张着嘴，而口中含有一颗璀璨的红宝石，闪烁着耀眼的光芒。鸣雷法杖，职业限制法师，等级限制500级以上，增加3500点智慧，释放雷属性魔法，增加 30% 的伤害。鸣雷天落，主动以自己为中心召唤出一个范围为300米的雷霆法阵，3秒过后将会对法阵里的所有人进行无差别攻击，无论敌友，受伤者 30% 陷入3秒的麻痹状态，无法动弹，持续时间3分钟，冷却时间5分钟。陈峰将其装备上，智慧就增加了3500点，旋即他手握法杖，看向前方那一望无际的森林，看不到任何魔物，但他的精神力能够感知到前面有很多魔物都隐藏在暗处，随时偷袭。漫天冰霜，鸣雷天落。陈峰心中轻喝一声，挥舞法杖，顶端的红宝石闪烁起耀眼红光，磅礴的能量汇聚在宝石上，朝着四面八方扩散。而与此同时，他脚下生成一个巨大的紫色法阵，头顶同样生成一个比脚下法阵还要大的蓝色法阵。法阵散发着恐怖且强悍的能量，似乎有什么毁天灭地的东西要从里面出来一样。头顶的法阵缓慢向前移动，陈峰清晰感知到周围的空气似乎变冷了几分，温度骤然下降，如同入冬。不过好在他体魄够高，这点冷意还不至于让他发抖，这感觉就跟被吹一下冷风没啥区别。下一秒，头顶的法阵爆发出前所未有的极寒冰霜，落雪纷飞，无数冰雹从空而降，由冰化作的利剑如大雨般落下，无数利剑落入前方的森林。与此同时，脚下的雷霆法阵开启，原本黄昏的天空骤然变得乌云密布，电闪雷鸣，紫雷划过天穹，映染大地，铺上一层恐怖且神秘的气息，黑暗已至。轰隆隆，无数雷霆从天而降，以陈峰为中心，雷霆开始对着他方圆300米的所有地方，每个角落尽数倾泻，如雷神在天上望着那些魔物，降下神罚，制裁他们。刹那间，到处都响起痛苦的兽吼声，鸟兽想要飞离，都一一被雷霆劈中，劈得焦黑脆香，掉落在地。而那些魔物四散逃离，想要离开，但密密麻麻的攻击让他们无处可躲。冰霜利剑，无上雷霆，减速加麻痹，让那些魔物只能坐以待毙，眼睁睁看着自己死去。无数魔法轰然落下，众多魔物都相继暴毙。陈峰身上闪烁着无数道金光，再度化身为超级赛亚人。这次足足持续了3分钟，连技能效果都过去了，陈峰身上的金光还在继续，直到再过几秒才慢慢停了下来。陈峰打开个人面板一看，等级顿时让他大吃一惊，他竟然在3分钟内从398级来到了520级，这就意味着他的第4条天赋效果解开了。盗取天下，等级天赋效果1，盗取属性；天赋效果2，盗取词条；天赋效果3，盗取技能；天赋效果4，盗取天赋；天赋效果5，等级达到1000级解锁。看到第4条天赋效果的那一刻，陈峰惊呆了，竟然是盗取天赋，意味着他的天赋将会是无上限，无论是谁的天赋都可以盗取。天赋那么多，如果全都在一个人身上的话，那将会是无比恐怖的一件事情。陈峰吞了口唾沫，有些吃惊，没想到第4条效果这么强，强到没边的那种。不过第5条的解释条件竟然翻了个倍，直接从500级跳到了1000级，这倒是让陈峰好奇起来，这翻了倍的解锁条件，那天赋效果岂不是更强？从第1条就可以看出来，越到后面的天赋效果就越强，第4条就已经可以盗取天赋，那第5条他都不敢想，到了第9条，是不是正如天赋名字一样，盗取天下呢？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如果什么都可以盗取的话，那么他将真正无敌。就在陈峰看着个人面板的时候，身后传来几道弹壳破碎的声音，还伴随几声微弱的小兽鸣叫声，这让他微微一愣，旋即瞬间回头，眼里露出惊喜。果然是那几颗魔物弹孵化了。第80章天赋九转重来。呀，3颗魔物弹里面的魔物此时都已经破壳而出，露出3颗可爱的小脑袋，紧闭的眼睛处于那种未开眼的状态，还有粘稠的蛋液裹在他们身上。陈峰看着这3只刚出生的小东西，微微一笑。虽然魔物令人痛恨，但这3只刚出生的小幼崽还未伤人，如果将其培养好的话，或许可以成为人类的好朋友。陈峰心中萌生了一个想法，这3只都是鸣雷赤炎师的孩子，那体内多多少少有含有他的天赋以及能力吧。
长大之后岂不是很厉害？这让他有点想将3只都收了，到时候可以是3位特别强大的得力助手。可他的契约卷轴就只有1张，只能收1只，其他2只就不行了，留着也是祸害。忽然，陈峰眼前一亮，想到了什么。这么小的魔物，如果天天培养他们，是不是就不用契约卷轴，像猫狗那样从小培养出感情来呢？如果这样行得通的话，那他就可以不用卷轴，直接养大这3只小家伙，到了卷轴足够的时候再契约，即便养不熟，他也可以出手将其击杀。咿呀！这时，3只小可爱转头朝向陈峰，咿呀叫唤起来，甚是可爱，好似在叫爸爸。陈峰知道这3只小家伙应该是饿了，毕竟刚出生，估计要喝奶。可是，陈峰看了一眼身后那早已死绝的鸣雷赤炎狮，他们的母亲早就暴毙了，哪里来的奶给他们喝啊？这让他有些发愁，要不然就随便抓个母魔物，暴力威胁他喂奶。想了想，陈峰觉得这个方法可行，于是从空间里拿出他准备好的纸巾，将3只小家伙身上的粘液擦拭干净，最后抱在怀里，准备离开。不过在离开的前1秒，他随手召唤出上百具骷髅兵，有战士，有法师，有盾士，还有弓箭手和牧师。没错，随着他的等级提升，死灵法师的技能也在逐步开放，现在多了弓箭骷髅以及牧师骷髅这2种新技能，而且每个技能都得到了提升，现在可以一次召唤20个，并且上限为60个，等级属性都与他同等。这一批战力在秘境里面可以说是无敌军团，没有一只魔物能够战胜他们。过了一会，陈峰再次发动2次技能，场上再次多出一批骷髅兵，总共是300只骷髅兵。去，你们每5个组织一条队伍，去各个方向，看见任何魔物都给我格杀勿论，一个都不用留。陈峰看着遍地的骷髅兵，满意点头，旋即轻喝一声，下达命令。这些召唤物是没有范围的，可以随意行动，没有体力，不会感到疲惫，而且杀到魔物的经验还能分50%给他，加上自己的双倍经验加成，那就是100%经验，简直就是升级利器。上百具眼睛冒着蓝火，各持不同武器的骷髅兵点了点头，旋即自动组起一支5骷髅小队，分别是战士、法师、盾士、牧师、弓箭手。这种阵容是最完美的，即便是人类都会组建这样的阵容，有攻击，有防御，有远程，还有奶。最后，这些骷髅兵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前进，寻找魔物。只要他们看到魔物，就会出手攻击，无论自己是否打得过，都会攻击，直到杀死目标或者被目标杀死。不过，这个秘境估计没有什么魔物能杀死他们了。待到所有骷髅兵离开之后，陈峰又将那3只乌金蚁放了出来，看向那只最小的乌金蚁，随手将其天赋盗取出来。很快，他的个人面板多出了一条新的天赋，天赋力破万法，等级 S 级，力量增幅50倍。看着这新的天赋，陈峰咧嘴一笑，心里对此只有一个评价：牛逼！这天赋简直就是强到没边啊！力量直接增强50倍，他现在的体魄都3万多了，而体魄包括很多东西，比如速度、攻速、体力、力量这些，等同于他的力量就有3万多，再将其翻50倍的话，那就相当于他有150万的体魄，相当于30万级才能拥有的体魄，这无敌了。不过也只是他的力量多了变化而已，其他方面还是那样，但这已经很满意了。你们3只先把这只鸣雷赤炎狮的尸体吃了，然后就随便走走吧，看到其他魔物就吃了。陈峰看着面前这3只乌金蚁，随口道：反正这3只只有最后那只是刚出生的，跟他一样520级，其他2只的等级太低，在这个秘境里就是死路一条，死不死也无所谓的，蚁巢以后还能诞生新的。而且这玩意杀魔物没法给他提供经验值，但吃魔物的话可以让他们升级，所以就让他们随便在这里玩吧，叫他们回来也是心念一动的事。3只乌金蚁人性化的点了点头，朝着那具鸣雷赤炎狮走去，开始大口啃食他的尸体。见此情况，陈峰忽然想到了什么，盯着那具尸体，发动了天赋，盗取鸣雷赤炎狮的天赋。如果那9颗头颅的重生能力是天赋的话，那么他是不是可以盗取呢？不过陈峰同样担心，盗取过后自己会不会也变成9颗脑袋，那样的话他直接就成为一只怪物了，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怪物。但还好，他的天赋不仅可以盗取别人或者魔物，还可以盗取自己的，将自己身上不想要的技能或者属性都取出来丢掉或者给别人，都是可以的，要不然怎么叫做盗取呢？随着陈峰发动天赋效果，一股股精纯的能量从鸣雷赤炎狮的尸体里涌现出来，不断灌输在陈峰体内。冥冥之中，陈峰感觉到自己多了一个很特别且很离谱的天赋，似乎对死亡没有那么畏惧了。下一秒，陈峰连忙打开个人面板，瞳孔顿时收缩，嘴角咧了起来，哈哈大笑2声。果然，那个真的是鸣雷赤炎狮的天赋，而且他还成功盗出来了，并且没有副作用。天赋九转重来。第81章夜袭隆多。天赋九转重来。
等级 SSS， 拥有9条生命，死亡即可重来，而每失去1条生命，状态会恢复到全胜状态，并且会获得 10% 的永久全属性增强。当失去8条生命后，将获得 100% 的永久全属性增强，但天赋会永远消失。SSS 级的天赋，这是他第一次看见，这也是他拿到的第2个最强天赋。9条生命，死了就可以重来，还获得 10% 的永久全属性增强。怪不得那名雷赤炎师每次死了之后都变得厉害起来，原来如此。而当8条生命全部没有，只剩下最后1条生命的时候，他会获得 100% 的永久全属性增强，给予他力挽狂澜的机会。这天赋说强是真的强，拥有8次恢复到全胜状态的机会，而每次都会增强自己的属性，利用好了可以打得对手措手不及。不过陈峰更希望自己能够1次都不用这个天赋，毕竟他不想死。对死亡的恐惧是每个人都有的，或许有些人一开始不怕死，而当他们怕死的那一刻起，他们心里就是有了执念，那执念或许就是家庭、爱人、孩子、父母之类的，让他们惧怕死亡，不想那么快死。所以世界上并不是大家都不怕死，又或者怕死，只是怕的是牵挂之人会伤心。咿呀！这时怀里的3只小家伙又叫唤起来了，打断了陈峰的思绪。他低头笑了笑，行了，别叫了，再叫就给你们烤了。而3只小家伙似乎天生通灵性，听到这话立马就不叫唤了。陈峰看着怀里的3只小家伙，有些无奈，看来这养成游戏也不是那么轻松啊，只希望这3只小家伙能够快点长大，自己出去觅食，那样就省力多了。随后陈峰踏上了寻找魔物以及母乳来喂饱这3只小家伙的路程。月朗星稀，昏暗宁静，但在城市中却是最为繁荣且热闹的时候。龙都市，龙都秘境5区，在其他人享受着夜生活的时候，在其他街道充斥吆喝与叫卖声和人们的欢笑声时，秘境5区却充满了宁静，像死寂般宁静，无人说话，只有那晚风微微吹拂的声音。而当月光照下，均匀铺在5区里面的时候，却映照出猩红且诡异的一幕，地面宛如被鲜血铺盖，恐怖至极。尸体遍地都是，他们全都捂着脖子，死不瞑目，全是脖子遭受致命一击，切割动脉，失血过多而亡。在他们惊恐的眼神中，一道道人影显露出来，站在屋檐上遥望远方。那是一群身披黑色斗篷的神秘人，手握短刃，在月光下闪烁着寒芒。老大，全都杀了，接下来该怎么做？这时其中一位斗篷人朝着一位身披红色斗篷的神秘人抱拳鞠躬道：摧毁秘境，我要让龙都陷入恐慌，我要让这些人全都在恐惧中死去。红色斗篷人望着远处那些享受夜生活无忧无虑的人，嘴角露出一抹冷笑，旋即下达命令：摧毁秘境，那样就可以造成秘境暴动，引发能量潮汐。他要让这些只知道快乐的人在一瞬间的快乐中夹杂着恐惧而死。是。众斗篷人闻言顿时跳下屋檐，朝着那些秘境入口走去。5区请回答，这里是执法指挥部，听到请回答。5区请回答，这里是执法指挥部，听到请回答。就在这时，地上某具尸体手里的对讲机忽然响起了声音。红色斗篷人听闻，跳了下去，捡起对讲机，轻声回答：听到了。呼，你们没事吧？你们已经有10分钟没有汇报情况了，请每10分钟汇报一次，谢谢合作。对讲机那头的人松了一口气，继续补充：哼，不客气，不过可能没办法汇报了。闻言，红色斗篷人冷笑一声：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死了。话音刚落，红色斗篷人将对讲机丢在地上，狠狠踩碎。执法者，你们死吧。与此同时，身后的斗篷人们纷纷举起短刃，不断攻击在秘境入口上，而入口遭到攻击，空间隧道都发生了波动，变得闪烁起来，像是要消失。而正在秘境里面的人同时能够感知到秘境不稳定，想要退出去，却在刚出去的那一瞬间看到一抹寒芒闪过，紧接着就是鲜血从脖子中流了出来，最后捂着脖子惊恐地看着面前的斗篷人，含恨而死。只要出来一个就死一个，无论多少人，一具具尸体躺在入口面前，快要堆积成山。而秘境5区的秘境入口不断闪烁，能量崩坏已经接近瓶颈。在闪烁的最为严重的同时，所有斗篷人都停手了，迅速闪身回到红色斗篷人身旁。老大，完事了。好，接下来就撤退吧，这个就当做留给龙都人一点小礼物了。说完，红色斗篷人随手打开一个空间隧道，几人迅速走了进去，空间隧道紧接着瞬间关闭。而就在空间隧道关闭的同时，秘境5区的所有秘境入口都在疯狂闪烁着，如同即将消失的空间开始模糊闪烁，最后绽放出前所未有的强力光芒，照耀整个秘境5区，方圆数十里都能看见这耀眼的白色光芒。所有正在欢声笑语、正在上班、正在写作业的人都能看到那耀眼光芒，震惊地停下手中的动作，恐惧瞬间弥漫他们的眼神，涌上心头。这是
能量潮汐爆发前兆，5区出事了！轰！一阵席卷方圆数十里的能量波动爆发，冲击波蔓延开来，震荡八方，无数人们都受到冲击波的震荡，倒飞开来，狠狠摔在地上，许多玻璃因此破裂，房屋与大楼甚至摇摇欲坠，甚是吓人。众人在这一刻都已明白，能量潮汐又要爆发了。跑啊！救命啊！还愣着干嘛？能量潮汐快要爆发了！卧槽，怎么回事？5区发生了什么？快打电话给执法部门，要不然咱们都得死！能量潮汐，那是人们心中最为恐惧的名字。每当发生能量潮汐，都意味着要死很多人。第82章爆发。执法指挥部，请报！秘境5区能量异常！请报！秘境5区能量异常！负责观察整个龙都的监控监指挥部中，现场闪烁着危险性的红灯，同时伴随的还有刺耳的警报声。无数在场的执法指挥者都被吓得大惊失色，连忙查看5区的动静。不好，5区的能量指标达到最高峰，完美符合能量潮汐的引爆标准。5区所有秘境都显示能量异动，有人入侵了秘境5区。5区负责人，听到请回答，听到请回答。迅速联系龙都所有执法所，让他们去疏散群众，能量潮汐即将爆发。5区疑似遭到异端会入侵，目前联系不上任何人，每个人都有条不紊地进行自己的事情，每通电话都打到了龙都各地的执法所，让他们往秘境5区那边赶去。这时，一位老者急急忙忙从外面冲了进来，看向着急的众人，随便找了一个人便开口询问：怎么回事？警报怎么响了？秘境5区发生了什么事？那被询问的人见到老者，顿时被吓了一跳，因为这老者就是他们指挥部的总指挥陈百庭。陈指挥，秘境5区的能量发生暴动，疑似异端会的人入侵，将所有秘境毁坏，如今跟那边的人失联了，恐怕已经遇害。根据能量检测仪的显示，再过3分钟，5区的所有秘境将会爆炸，引发能量潮汐，所有魔物都会从里面跑出来。听闻此言，陈百庭吓了一跳，秘境5区那边的秘境可是高达数十个，而且每个都在300级以上，最近还诞生了2个1000级以上的秘境，早就安排了许多人去看守，竟然还是被异端会入侵成功了。这么多秘境，如果爆发能量潮汐的话，成千上万的魔物跑出来，而且还有1000级魔物，那对于龙都来说，简直就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妈的，该死的异端会！陈百庭握紧双拳，咬牙切齿，恨不得现在就杀了异端会的人。他们这样做根本就没有把龙都那些普通人的生命放在眼里，畜生都不如。立即开放所有龙都地下避难所，召集全城市民下去避难，联系全城所有500级以上的空间法师，让他们给其他秘境区域移动空间，确保其他秘境不被损坏，要不然龙都真的会亡。陈百庭迅速下达命令，空间法师可以利用魔法将部分空间转移到某种虚无空间，在那里不用担心受到任何攻击。如果其他秘境区域被能量潮汐所释放出来的魔物损坏之后，那将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到时候不仅是龙都会面临灭城，就连周边的其他城市都逃不过此劫。是。说完，众人立马开始照办起来，联系龙都所有空间法师，虽然只有那么几个，但够用了。陈百庭点了点头，然后拿出手机拨通了龙腾大学校长柯庆的电话，很快就打通了。喂，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这边已经开始组织全校师生做好战斗准备，到时候会全力支援。电话那头的柯庆似乎知道陈百庭为何打电话给他，未等他说话，自己便说完了。行，我知道了。陈百庭点头，旋即挂断电话。有了龙腾大学的全体师生帮助，那就好太多了，但依旧不够。挂完电话之后，陈百庭又拨通了另外一个电话，而这个电话正是远在秦都沐风野的电话。不一会，电话打通了，里面传来沐风野略微慵懒的声音，似乎准备睡觉了。喂，陈老，这么晚了，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沐风野，大事不妙了，秘境5区的秘境遭到异端会入侵，如今还有1分钟就要爆发能量潮汐，我们现在已经在疏散百姓了。陈百庭开门见山，着急道：什么？电话那头传来男子快速穿衣服以及女人担忧询问的声音，怎么这么突然？5区那边好像还有2个1000级秘境，如果爆发，这可是一场大灾难。是的，所以请你们停止休假，立马返回龙都救援。龙腾大学的全体师生已经展开行动了，全城执法者都被召集，龙部那边也知道了，如今就只有你们龙战军团以及沈龙的龙刺组织没有行动，我待会会打电话给沈龙的。我知道了，我立马赶回龙都，不过需要40多分钟的时间。行，40分钟，我们可以支撑。陈百庭点了点头。能量潮汐爆发开始的时候，秘境入口是最小的时候，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秘境入口会越来越大，直到极限。到那个时候，从里面出来的魔物将会更多，能做的就是将魔物杀死，削弱秘境能量，将其彻底销毁。所以前面的时间他们还撑得住，但到最后就难了。沐风也没有多说什么，
挂断了电话。陈柏廷放下手机，再次拨通沈龙的电话，依旧是一样的话语。对方听完，表示立马赶回龙都，并且出动所有龙刺组织，放下所有任务，全力支援龙都。听到这，陈柏廷就放心许多了。龙都的最强战力就是穆青天和穆风野联手管理的龙战军团，以及沈龙管理的龙刺组织，其次就是龙部那边的人，然后就是龙腾大学的师生以及那些校长领导，最后就是执法者等人。只要龙战军团和龙刺组织同时出动，那这场危机应该在2-3天之内就可以解决了。打完电话，陈柏廷松了口气，接下来就看他们能不能支撑40分钟，等待穆风野他们回来吧。只要他们回来，那就稳了。告诉全城执法者，誓死守护龙都，只要坚守40分钟，咱们就有希望。陈柏廷看向忙碌的人员，放声大喊，振奋人心。是！众人异口同声，振臂高呼，充满了斗志。轰！外面再次响起一声巨响，随即而来的是一阵比先前还要恐怖的冲击波，震荡整个龙都。陈柏廷浑身一震，他感受到这冲击波强大且恐怖的气息，猛然抬头，通过摄像头看向外界，瞳孔剧烈收缩，口中喃喃：能量潮汐爆发了。第83章全力以赴。秦都，咚咚咚！爸，不好了，龙都那边发生了能量潮汐，我们得赶紧回去了。穆风野站在穆青天的房门前，用力敲打着门。如果不是事态紧急，他也不会这么没礼貌。下一秒，门被打开，穆青天穿着一身睡袍，脸色略微吃惊，显然是刚准备睡觉，听到儿子的话猛然起床的。怎么回事？龙都怎么会发生能量潮汐？太突然了吧！穆青天着急询问。他们前几日从龙都回来，秦都还好好的，怎么今天晚上这么突然就爆发能量潮汐了？异端会入侵，他们毁坏了秘境武区的所有秘境，现在不受控，那边已经爆发能量潮汐，我们必须得抓紧赶回去了。行，我知道了，换个衣服。穆青天点头，准备关上房门，但又转头看向穆青天，小旺呢？他去哪了？他按照你的吩咐，现在已经在秘境里升级了。穆风野脸不红心不跳的说道，他自然知道儿子已经跟曹虎在秘境里了。对了，曹虎呢？你叫他了吗？我让他留下来保护小旺了。行吧。穆青天关上房门，不多时便又出来了。走吧。随后，二人告别周玉，坐上一只已经驯服过的飞行魔物，离开秦都，赶往龙都。与此同时，另一边的沈龙同样是乘坐飞龙前往龙都。龙都能量潮汐爆发，以秘境武区为中心的方圆50里全都被能量余波所冲击，房屋破损，车辆掀飞，人们陷入恐慌之中，四散逃离。走，全都往避难所走去，快！只要去到避难所就可以了。快，时间不等人！无数执法者都来到秘境武区周围疏散人群，引导人们前往地下避难所，只有那里才能有一线生机。而在秘境武区内，所有秘境全都崩坏，原本漆黑的空间隧道，此时变成纯蓝色，并且散发着耀眼的光芒，直通云霄，将黑夜都染成蓝色的，并且这些秘境都在震荡出阵阵冲击波，席卷方圆50里。更恐怖的是，这些空间隧道里面还伴随着阵阵魔物的吼叫声、轰鸣声、撕咬声，它们都在里面破坏空间隧道。如果秘境不崩坏，里面的魔物是看不到空间隧道的，而进去的人只能通过空间隧道定位器来锁定秘境的出口在哪。这玩意很便宜，在商城里面就卖几块钱，毕竟很容易量产，所以便宜。所以秘境不崩坏，那些魔物永远都别想跑出来，除非里面有魔物发展的极强的实力，可以看到空间隧道的位置，内部进行毁坏，那么这个秘境的所有魔物都会跑出来。这就是能量异动所引发的能量潮汐，因为魔物涌出来那场面跟潮汐没什么区别。这时，秘境武区的门口瞬息出现数位老者，为首的人正是陈柏廷，他身旁站着一名穿着普通但戴着老花镜，显得博学多才的老者，而他是龙腾大学的校长柯庆。能量潮汐已经爆发，里面的魔物跑出来是必然的，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全力死守这个门口，绝对不能让这些畜生冲到后面，为其他人争取更多逃去避难所的机会。陈柏廷看着眼前闪耀蓝光的秘境武区，震惊不已。即便见过数次能量潮汐，但每一次都会让他感到害怕心惊，怕的不是死，怕的是保护不了大家，保护不了这座城。我明白，我已经安排高等级的学生和老师都镇守在我们后面的防线，一旦有魔物从我们手底下溜走，他们也会帮忙击杀。柯庆微笑点头，就算给他们的任务吧。多谢龙腾大学，还要多谢在座的各位，龙都全部大学都出来了，我相信这次的能量潮汐应该不是什么问题了。陈柏廷先是看向柯庆，又看向其他老者，在座的老者都是每个大学的校长，等级都很高，他将他们召集在一起，就是想充当第一条防线，让后面的人能够轻松点。不客气，保护龙都，人人有责。哈哈，说的没错，大家都是龙都人，是我们应该做的。这次就全力以赴吧，我这老骨头好久没活动了。确实，不知道那么多年没杀过魔物，
会不会生疏了许多呢？那就比比这次的魔物，谁杀得多？那可以，只可惜从秘境里跑出来的魔物不具备经验，他们成为了真正的怪物，要不然我还能升个1、2级吧。你那等级还要升啊？我现在都不去秘境了，在家抱孙子多好啊！哈哈，还得是你会享福啊！数位老者谈笑间，诸多秘境入口再次爆发能量波动，而这次魔物真的出来了。吼！数十个秘境入口全部破碎，像玻璃般破碎开来，湛蓝色的碎片散落一地，宛如黑夜中的星星，闪闪发亮，异彩夺目。但众人可没心情欣赏这好看的碎片，目光紧张地死盯着那些秘境入口。随着一道道魔物的吼叫声响起，无数奇异怪状的丑陋魔物从秘境里冲了出来，低则300级，高则1000级以上。上，让这些畜生看看我们这些老骨头的威力！陈百庭冷喝一声，随手召唤出一根法杖，紧握手中，凌空飞起，口中喃喃：万雷倾落，天雷蔽日，雷霆碎天。随着陈百庭口中念叨着技能，天空顿时乌云密布，电闪雷鸣，下起了倾盆大雨，轰雷响彻天际，紫色的雷霆划过苍穹，照耀世人。世人通过闪烁而过的雷霆电芒，看到了天上的数位老者，心中欣喜若狂，他们有救了。数位老者同时发动技能，战士、弓箭手、法师、牧师等职业通通具备，一场绚丽的战斗一触即发，各种华丽技能效果满天飞舞，将那些魔物一一灭杀。但即便技能很多，但依旧阻止不了那些魔物从秘境里面冲出来的速度。随着魔物越来越多，秘境入口逐渐扩大，很快就要达到极限。全力以赴，不能让这些畜生伤及普通人。第84章通讯卷轴。秦都一处别墅内，李楚坐在沙发上，接着电话，喝着热茶。行，我知道了，我会去叫罗成的。如果龙都需要我，我随时都可以回去。李楚听着手机里面的内容，不断点头，最后脸色严肃地放下了手机。麻烦了，没想到龙都竟然爆发能量潮汐，那里离这里可不远，魔物要是攻过来的话，得做好准备才行。李楚喃喃道，旋即拿出一张古朴卷轴，将其铺开，放在桌上，又拿了一支笔，在卷轴上写了些什么。速出来，龙都发生大事，非常紧急。李楚在上面写下一段字，还在下面的落款处写上自己的名字以及收信人罗成。当他写完之后，卷轴自动卷了起来，悬浮在半空中。李楚走过去，打开窗户，咻！卷轴化作一缕金光，朝着别墅外飞去，很快便消失在夜色中。这个是独有的通讯卷轴，可以在上面写上内容、落款以及收信人的名字。无论那个收信人在哪，这个卷轴都会在最快的时间内找到他。价格不菲，这也是唯一一个能在外面联系秘境里面的道具，毕竟手机在里面是会屏蔽信号的。做完这些之后，放在桌上的手机响了起来。李楚拿起一看，顿时有些错愣，因为打电话来的人是秦武。他给我打电话干嘛？李楚虽然疑惑，但还是接通了。刚接通电话，那边的秦武就约他出来，还说有什么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说。原本李楚是不想去的，但想了想，还是先去看看吧，万一真有什么急事呢。于是他还是出门了。秦都秘境内，九龙山洞。此时夜幕降临，罗成和玉洞等人正根据空间隧道定位器寻找着秘境出口在哪。根据今天的调查，罗成大概摸清这个秘境的魔物了，全都在500级以上，实力很强大，甚至还有600级、700级的魔物在。不过那些都属于 BOSS， 可能只存在3、4只，不会太多。而他的等级也来到了630级，可以说是非常好。他带进来的玉洞和几个执法者的实力都提升了一大截，这倒是一件好事。就在这时，一道金光飞了过来，众人见状大惊失色。那金光越来越近，似乎就是冲着他们来的，又或者说是冲着罗成来的。罗老，小心！几个执法者顿时来到罗成面前，拿出各自的武器保护起罗成。别担心，那个只是通讯卷轴而已。罗成淡笑一声，举起右手，卷轴稳当飞到他手心里，被他抓住，旋即拿下来拉开查看。刚看的第一眼，罗成便瞳孔微缩，前往秘境出口的步伐加快了几分。不好，龙都出事了，我们得赶紧出去。罗成走在最前面，而后面的几人闻言顿时心惊。龙都出事了，而他们这里可是离龙都很近的，如果真出事了，那必然会轮到他们秦都。于是众人加快了步伐，走出了秘境入口。刚走出秘境入口，便看到先前那些专家都还在，而且人员似乎多了很多。罗老！众人看见罗成从秘境里出来，连忙挺直腰板，敬礼问好。罗成随意点了点头，然后快速离开。不过有一点让他有些放心下来，那就是这些人脸色很平静，那就意味着龙都那边只是刚出事，还没有祸及到秦都，接下来就要做好准备，免得秦都遭到入侵。想了想，他拿出手机，刚想打给李楚，便看到微信有很多人给他发信息，点开一看，大惊失色。龙都竟然爆发能量潮汐，
周边城市的强者都被调过去了，而且这次的能量潮汐似乎还不小，整个秘境区域的秘境全部失控，有上千级的魔物跑出来了。那这样的话，对于龙都来说，真的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怪不得李楚会着急叫他出来，原来是他担心龙都守不住，魔物往外跑，到那个时候肯定会盯上秦都的。想到这，罗成拿出手机拨打李楚的电话，但听到的却一直是忙音，迟迟没人接电话，这让他内心有些不妙，该不会是李楚出什么事了吧？玉洞，跟我走，其他人回执法所。罗成随手打开一道空间隧道，带着玉洞离开秘境3区。而就在罗成离开之后，一位秘境守护者拿出手机发送一条信息，脸色有些复杂。李家小区厨房内，李青的母亲董卿正在里面做着饭，而李青则是和父亲李刚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电视，两人都没有说话，直到母亲喊了一句：“吃饭了。”好。李青像是如释重负，连忙跑过去帮母亲端饭菜。李刚关掉电视，严肃地来到饭桌前坐下，三人很快都坐下吃起饭了。李青扒饭很快，似乎是怕着什么，但就在吃到一半的时候，李刚开口了：“怎么样？这次的高考怎么样？”闻言，李青放下碗筷，叹了口气，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还好吧，我拿了排行榜的19名，应该算是学校蛮不错的成绩了。听到李青的话，董卿立马高兴地放下筷子，微张嘴巴笑了起来。好，我的宝贝儿子竟然拿了排行榜第19名，那可是整个秦都市的天才都会参与的排行榜，简直是太棒了。哼，这有什么用？我当年都拿了前30，而且我还是这么普通的职业，他一个隐藏职业还不能前10名，一看就没有努力。李刚放下筷子，冷哼一声：“你什么意思？小青觉醒的就是一个牧师，你想他怎么努力？他能前20已经非常不错了，何况今年那么多天才。”董卿听到老公说的这些话，顿时就不乐意了，转头反驳他：“那他不会找人组队啊？光明牧师如果找2个天才组队，那还会前20？我可是听说那陈峰自己单枪匹马就获得了排行榜第1，而且连清华大学的副校长都亲自找他了，不出意外的话，他是我们秦都的高考状元。你咋都不跟他学习一下呢？我很早就说过了，让你多去请教一下人家。你看陈峰成绩又好又聪明，而且人家觉醒的就只是盗贼，还能拿第1，你一个光明牧师都拿不了第1，真是不知道学去哪了。”第85章黑暗怨气。听着父亲的话，李青低着头，双手放在大腿上紧紧握拳，咬着嘴唇一声不吭。但他的沉默并没有换来父亲的闭嘴，依旧不依不饶。真不明白，同样是秦都一中，同在一个班级，你怎么就比不上人家陈峰呢？而且我们家条件那么好，连你的职业都比他好1万倍，可你就是不争气，连个前5名都拿不到，人家却可以拿到第1名，是因为什么？就因为你技不如人。要是你觉醒了盗贼，你早就死在里面了，真不知道生你来干嘛。如果你没法考进龙腾大学，那你去清华大学就自己赚生活费，我不会给你一星半点。你干嘛这样？儿子已经做得很棒了，你还想要怎样？董卿忍无可忍，朝着李刚怒吼，旋即又转过头看向李青，温柔微笑，轻拍他的肩膀：“没事的，你已经做得很棒了，你是妈妈心中最好的孩子，她不给你生活费，我给你。好，不给就不给，大不了我自己去秘境杀魔物赚钱，不要你1分钱。既然你那么喜欢陈峰，那你怎么不找他当你儿子啊？”李青猛然抬起头，湿红的眼眶，血丝遍布的眼神，朝着李刚咆哮道：“你竟然敢反驳我！”李刚见状，气得浑身哆嗦，恨不得当场打死李青这个逆子。李青没有多说什么，直接离开饭桌，朝着门外走去。“哎，不吃饭，你去哪呀？”董卿看着李青的背影叫唤道。但下一秒，李青便开门走出去，重重关上了门，就只剩董卿和李刚在家里了。都怪你说那些话想干嘛？就非得逼得孩子成为天下第1吗？董卿狠狠瞪了一眼李刚。要不然呢？他觉醒了那么好的天赋，不往上爬，难道像我一样窝在这边开个小武馆，教那些小屁孩练武功？李刚翻了个白眼，然后吃起了饭。我都是为了他好，如果他不努力，注定被人甩在后面。你看那个陈峰，觉醒了盗贼都还是这么努力，拿了全城第1，他爸妈得多骄傲啊！行了行了，知道那陈峰很厉害了，也没必要非得拿他跟儿子比较吧，每个人都不同的。不拿陈峰比较，那拿谁比较？拿那些差生吗？拿那些社会的垃圾吗？只有对比的人站得高，那才有比较，儿子他才会想着追赶陈峰的步伐。富人思想，懒得跟你说。好好，你最厉害，你的思想最棒。李青离开小区之后，朝着外面走去，他打算去散散心，驱散脑海里的烦恼。可未等他走远，便听到某处传来窃窃声，似乎有人在说话。如果按照平时，他肯定不会那么八卦跑去听的，但是他听到了尤为重要的几个字，让他不得不停下来偷听。怎么样，李楚解决了吗？听到这个名字，李青当场就愣住了。这名字不就是监考老师之一的李楚吗？
是同名同姓，还是什么？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李青循着声音悄无声息地摸了过去，很快便在一处无人的昏暗街道中，隐隐约约看到两道人影在说话。这街道因为常年失修，路灯早就坏了，一直没人管，犯罪案件又频繁发生，所以就很少人走。这两人鬼鬼祟祟的在这里说些什么呢？解决了，多谢老大安排的帮手，要不然我一个人还没法解决。解决了就好，还记得我给你的玻璃盒子吧？当然记得。随后，李青看着其中一道人影从怀里拿出一个正方形的物品，由于太黑了，他看不到里面是什么。老大，这里面是什么？这里面可是这次计划至关重要的宝贝。那个被叫老大的人影说着，忽然扫视周围，吓得李青连忙低头祈祷对方别看见他。不过好在他之前在高考秘境中杀 BOSS 爆出了一件装备，有着一个可以暂时屏蔽自己气息的主动技能，他连忙开启。那人影扫视一圈，发现没有什么不对劲之后，便又继续说着，这里面装着黑暗怨气，它可以激发人们内心中隐藏最深的欲望、暴力、色欲等等各种情绪，只要将其释放出来，它便可以自行繁殖，直到整个秦都的人都被感染，到时候就会是一场人间地狱。闻言，另一道人影被吓了一跳，连忙问道：这也太恐怖了吧？那这玩意如果被染上，那该怎么破解啊？我们是不是应该小心点？你不用担心，这玩意只有光明系的职业才能消灭，而我早已经悄悄地抹杀了许多光明系的职业，现在这个城市已经没有可以威胁到这玩意的光明系职业了，尤其是光明牧师。听到这话，李青猛然瞪大双眼，紧紧捂住嘴巴，不敢让自己发出声音。对方既然是冲着光明牧师而来，那起步就冲着他来的。那这样的话，我记得高考生中好像有一个叫做李青的，他也是光明牧师吧？我知道，已经派人过去了，相信这回已经到他家了吧？闻言，李青心中如五雷轰顶，恐惧涌上心头。他的父母还在家里，虽然刚刚才吵了一架，可那依旧是他的父母啊。想到这，李青慢慢往后退，差不多的时候就朝着家的方向狂奔。爸妈，你们可千万别有事啊！同时，他也拿出手机，快速拨打执法者的报警电话。天明小区疑似异端会出现，他们还要杀了我，杀我的父母，就在 B 栋502，求求你们了，快点来！李青快速将情况说完，然后挂断电话，速度再次提升不少，用尽全力朝家里跑去。而就在他离开的同时，那两道人影走了出来，竟然就是秦武和张武。两人此时都摘下棚帽，扫视四周。奇怪，我明明听见有人，怎么就没了？张武神情紧张地扫视四周，可能是老大你听错了吧？咱们还是回基地吧，我到了半夜就会将黑暗怨气释放出来。好，那就走吧。第86章，李青爆发。天明小区，李青拼尽全力跑回小区。当他来到自己家所在的楼层时，他对门的邻居此时已经来到门口，满脸惊恐地看着他家打开的门。看到邻居的表情，不禁让李青内心一悬，心里不断祈祷，紧握双拳，咬着牙慢慢走了过去。他不敢看，他怕自己看到的是父母的。李青，邻居注意到了李青，小声开口，但没有说什么，而是默默后退了一步。李青一步步走到门口，他希望自己看向家里的时候，母亲能笑着跟他说句：你回来了，别生气了。他抬起头看向家里，双目瞬间瞪大，瞳孔剧烈收缩，浑身都在颤抖。爸妈！李青发疯似的跑了过去，抱起失去生机的母亲，疯狂摇晃着肩膀：妈，你醒醒，我是小青啊，妈！而就在这时，执法者们来了，他们奔跑上楼，来到李青报警的地方，便看到门口的邻居满脸的担忧和害怕，连忙跑了过去。你好，我们是执法者，请问发生神？执法队长刚想询问邻居，还未说完，他便看到屋内的情况，让他震惊当场，说不出一句话。屋内极其杂乱，墙壁以及家具仿佛经历了一场大战，全部损坏或者切开，宛如战争过后的废墟，残缺不全。而在屋内的中央，一个少年正抱着一个妇人的尸体，在那仰头大哭，摇晃着妇人的肩膀，希望妇人能够苏醒。但让执法队长更加震惊的是，妇人身边2米处的一具尸体，那是一具男性尸体，他被砍成了2半，鲜血流淌一地，手里还紧紧握着一柄大剑。爸妈，求求你们醒醒，我再也不离家出走了，我再也不生气了，求求你们醒醒，醒醒！李青抱着董卿的尸体崩溃大哭。如果不是他任性跑出去，那些异端会的人目标就只会是他，他的父母或许就不会被杀了。都怪他，为什么他要离家出走？为什么？异端会，异端会，我要你们死，我要杀了你们！李青仰头怒吼，身上猛然爆发出璀璨的光芒，照耀整栋小区。光明的气息爆发，震荡全场，执法者们纷纷后退。执法队长震惊地看着李青，好可怕的光明气息，他好像发生了蜕变。下一刻，众人瞪大双眼，震惊无比地看着眼前的一幕。
只见一尊浑身散发璀璨光辉的女神渐渐浮现，出现在李青身后。那双充满无上光辉的手轻轻抚摸着李青额头、脸颊，将他的情绪慢慢平复下来，最后伸出食指，轻轻点在董卿的额头。刹那间，光明骤起，所有人都被这亮光刺得闭上双眼。而当他们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瞳孔剧烈收缩，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所发生的一切。女神虚影消失了，而那断开两半的男性尸体竟然恢复完整了。紧接而来的是铿锵有力的心跳声，响彻整个房间，所有人都能听到那有力的心跳声，内心不禁跟着跳动。下一秒，那早已死去的董卿竟然缓缓睁开双眼，一睁开眼便看到抱着她痛哭的李青，下意识伸出手摸着儿子的头，温柔微笑：“怎么了，宝贝儿子？”抱着母亲痛哭的李青听到这熟悉的声音，身体一僵，惊恐地慢慢推开母亲，看着母亲那温柔笑容，顿时一惊，他的母亲复活了。妈！李青来不及多想，紧紧抱着母亲，开心激动地喊了一声：“母亲没死，那就是最好的事情，放开我妻子！”这时，躺在地上身体恢复原样的李刚猛然坐起来，手里依旧紧握着大剑，但当他看清楚现场情况的时候，又是一脸的茫然。刚刚不是异端会的人过来了吗？怎么这么多执法者在？儿子也回来了。爸，对不起，是我不好，我不应该跑出去的，对不起。突然，李青放开母亲，猛然回头跑去抱着父亲。李刚愣了一下，但还是放下大剑，轻轻拍着李青的后背，强装镇定：“嘿，你小子说什么呢？你爹我好得很，比你好多了。”李青没有说话，依旧紧紧抱着父亲。后面的执法者们看着这一切，很是心惊。其中一个看向自家的队长：“队长，这是怎么回事？他们明明死了，为什么都复活了？而刚刚那浑身上下都散发着光明气息的虚影是什么？”“不知道，但我知道，那个少年得到了一次非常恐怖的机缘，让他发生了蜕变。”执法队长摇摇头，走了上去。虽然这个时候打扰人家很不应该，但他们还要履行自己的义务。“你们好，我是天明街道的执法所，接到报警就赶过来了，想请几位回执法所录一下笔录可否？”执法队长走到李青身后。闻言，李青放开了父亲，擦了擦眼泪，看向执法队长，脸色严肃，重重点头：“我有非常重要的情报要说，是关于异端会的。”听闻此言，执法队长脸色一惊，连忙点头，旋即让手下准备车子以及支援，护送李青等人回去执法所。关于异端会的事情，一律都是极其严重的事情，李青等人不能再出危险了。随后，李青三人在执法者的护送下来到了执法所，由执法队长亲自记笔录。他将李青带到一处房间，打开所有录制设备，便看向李青开口：“可以了，你现在可以说话了，请认真听好，我接下来的话绝无半句假话，而且非常重要。”李青强调道。执法队长点了点头。异端会将今年高考的监考老师李楚杀了，并且今晚打算释放一种名为黑暗怨气的诡异东西来污染秦都市，但凡沾染上的人都会变得莫名狂躁，他们想利用这个机会攻占秦都市。此话一出，执法队长瞬间瞪大双眼，瞳孔剧烈收缩。李楚死了，异端会想要攻占秦都，并且还是在今晚下手。等等，我需要联系其他人，这次的事情不是我能够做决定的。执法队长歉意说了一句，然后走了出去，拨打上头的电话，让其联系罗城守护神。这个事情已经远远超出他这个街道执法所的管理范畴。第87章，睡梦中迷失自我。晚上10点，秦都市天明街道执法所休息室内，李青被带到这边休息，而不多时，嘎吱一声，门被推开，一位神情严肃的老者带着执法队长从外走了进来。当看到老者之后，李青被吓了一跳。罗老！李青连忙站起身鞠躬。虽然他在学校是小霸王一个，但在守护神面前屁都不是，可不敢拽。坐下，别客气。听执法队长说，你亲眼看到2个异端会的人在议论着叶侵秦都市，而且还杀了李楚，甚至要放出某种可以影响情绪的气体。罗成坐在李青对面的位置上，认真且严肃地开口，时刻观察李青的面部表情。是的，我当时就在那里，幸亏我有可以隐匿自身的技能，要不然他们肯定会发现我的。而且他们还说，这气体最怕的就是光明系的职业，罗老可以去查一下最近这些职业的人是否还活着。闻言，罗成点了点头，旋即看向身旁的执法队长：“你去查一下咱们秦都市那些觉醒了光明系职业的人，看看还活着吗？”“好。”执法队长点头，然后离开了。刚刚在路上，我有听闻，你似乎有某种可以让人复活的技能。罗成深深看着李青，当他听到执法队长那么一说的时候，他也大受震撼。复活，这是多么恐怖的技能啊！人死了不可复生，这是100年前的常理。可自从那年职业的降临，这个常理就被颠覆了，许多职业拥有了超乎常理的技能或者天赋，比如时光回溯，
死亡复活等各种神奇的技能，但拥有这些技能的职业极其难出现。来的路上，他同样了解了李青的职业是光明牧师。按道理来讲，光明牧师不可能具备复活人的能力，顶多比牧师还要厉害一点而已。将被切成2半的人恢复完整并且复活，太匪夷所思了。李青愣了一下，旋即点了点头。我的职业，他自己发生了蜕变。什么意思啊？罗成听完微微一愣，旋即连忙询问：这职业还能蜕变？每个人的职业不是在觉醒过后就彻底固定化了吗？从未听说过职业能够改变或者蜕变啊。他从光明牧师转变成了光明神。李青犹豫几分，但还是选择开口。此话一出，罗成的双眼瞬间瞪大，盯着李青，久久未言。要知道这句话对他造成了多么大的震撼。一份早已固定好的职业，却因为后天蜕变变成了更为强悍的职业，这或许是历史上最为震撼的变化。虽然我不知道你是如何做到的，但我知道这是上天给予你的机缘。罗成微微一笑，不过这个机缘最好别让其他人知道。我会的。李青点了点头，但眼里却闪过一丝难过，转瞬即逝。这时执法队长从外面走了进来，脸色无比严肃且沉重，看向罗成，没有说话，深吸了一口气才开口。秦都市所有记录在内的光明系职业总共就6个人，这里面包括了李青。而我们刚刚都打电话过去，其中是3人早在前几天就莫名其妙死在了家里，还是他们的妻子儿女发现的，还有2人联系不上，可能多半也是出事了。执法队长的话让李青有些害怕，这么多光明系的职业都死了，他还没有死，异端会的人肯定还在找他，如果让他们知道自己的职业发生了蜕变，估计会变本加厉来找他。立刻准备安全屋，给李青和他的家人居住，我在上面施加几道空间魔法。龙都那边情况不乐观，我只能去其他城市调动光明系职业。罗成很快就想到了办法，下达命令。是。执法队长点头，然后带着李青离开休息室，跟他父母集合。异端会到底在下一盘什么大棋？罗成口中喃喃，他感觉异端会在下一盘大棋，一盘会让所有人都吃惊且害怕的棋，还真是令人厌恶且阴魂不散的玩意啊。月朗星稀，此时已是凌晨3点，而就在龙都那边打得火热，对抗无数魔物的时候，秦都这边老百姓们早早就睡了，除非有一些夜猫子不睡觉，还在偷偷看小电影或者打游戏。而就在无人的街道中，一个下水道的井盖缓缓挪开，一个身披斗篷的神秘人从里面一跃而出，稳稳站在地上，望着周围宁静且无人的环境。每家每户都熄了灯，原本荣华的小吃街早已消停，只有孤独的路灯照耀着神秘人。只见他缓缓摘下篷帽，冷哼一声，所有路灯皆是爆开，掉落一地的碎片发出滋滋的电流声，却没有惊扰到那些进入梦乡的人。在那篷帽之下，竟然是一张苍老的面孔，此时正咧着嘴，露出一抹诡异的笑容。睡吧，尽情睡吧，很快就睡不到这么美好的觉了。秦武扫视着那些楼房，眼里闪烁着森然寒芒。凭什么这些人就能安居乐业的睡觉，享受着夜晚，而他就却面对家产被毁，孙子被杀，自己沦为全国人民的仇敌？他可是秦氏集团的董事长，帮助了秦都那么多，到头来却成了这个鬼样子。秦武深知自己已经无法回头，当他加入异端会那一刻起，便无法回头。那既然无法回头，那么他就毁灭所有的一切。我过得不好，你们也别想，我失去了最亲爱的家人，你们也要。秦武喘着粗气，咧起嘴，脸部挣扎的怪笑着，随后从怀里拿出一个玻璃盒子，直接将其打开。刹那间，盒子打开的瞬间，一股浓郁到极致的黑气涌了出来，朝着四面八方快速扩散，很快就融入到黑暗之中，消失不见。见此情况，秦武冷笑一声，拉起篷帽，消失在原地。陷入极致的黑暗之中吧，无知的人类，你们终将在睡梦中迷失自我。秦武的声音在空气中久久回荡，好不阴森。第88章，为了人类与世界。秦都夜空，在所有人都看不见的情况下，一股融入到夜色中的黑暗气体正逐渐蔓延，它们就跟蝗虫一般，越来越多，直到将整个秦都上空都笼罩住。旋即，它们如雨点般落下。凌晨5点的秦都，黎明即将到来。当所有人都在睡梦中时，天上却下起了黑色的细雨，它们滴落在房屋顶上，却慢慢渗透进去，来到那些熟睡的人们前，通过呼吸间进入到人们的鼻腔或者咽喉内，直至进入体内。沉睡中的人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起初大家都毫无反应，只是无意识地揉了揉鼻子，继续睡觉。不仅如此，还有许多晚上工作的人，他们的肉眼看不见天空的那场黑雨，无意识地将其吸入鼻腔后，便感觉鼻子痒痒，但不将其放在心上，只认为是工作劳累的原因。短短5分钟，秦都便有大半人吸入了黑暗怨气，怨气在他们体内发酵，直到爆发。当时间来到凌晨5点半，天色微微亮起的时候，那些吸入黑暗怨气的人忽然睁开双眼，露出血红色的眼球，
没有眼白，没有瞳孔，唯有猩红。瞬间，所有被感染的人瞬间暴起，抓着身边的一切事物，开始暴躁，发泄着内心的愤怒。那是长年以来一直积压在他们内心中的压力、愤怒、悲伤、欲望等通通爆发，人性最渴望的一切，在此时此刻爆发的淋漓尽致。他妈的，一天天的，老子晚上睡个觉，白天还得起床上班，这还让不让人干了？傻逼公司，我要杀了老板！这幼儿园不去也罢，天天送小孩子上学都烦死了。拖欠工资不给，好，我一把火烧了你这家破公司，看你给不给钱。这钱可真难赚啊，抢银行就来得方便，我要抢银行！哈哈哈！妈的，那个臭婊子竟然敢拒绝我的表白，我待会给他绑起来，狠狠蹂躏，我要在他的身体上留下只属于我的印记，他是我的。无论男女老少，只要是吸入黑暗怨气之人，通通变得狂躁，将自己内心的欲望展现得淋漓尽致。那一刻，大街上无数衣衫褴褛、穿着奇装异服，甚至还有人不穿衣服，裸体在街上行走，他们都回到了最原始的一面，他们要遵从自己内心的想法来活下去。在他们脑海里，此时已经没有了法律，没有了规矩，没有了道德，什么都抛之脑后，有的只是满足自己的欲望，满足自己的暴力，满足自己所想的一切。黎明到来，黑暗却至，所有人内心的光明都被黑暗蒙蔽，他们内心只有满足自己的欲望。那一刻，无数人开始打砸街边各种店铺，将里面钱财拿走，将路边停放的车辆砸毁，随后拿起火机点燃油箱，将车子一把火烧毁。看到任何一个物品，他们都想用简单粗暴的暴力来发泄。不仅如此，连猫猫狗狗在吸入黑暗怨气之后，同样是变得暴力凶残，见人就咬，平常那温顺模样再也不复存在。更为恐怖的是觉醒者，那些觉醒了生活职业的觉醒者，他们丧失意识之后，开始利用技能无差别杀人，大肆破坏城市，浑然不顾自身的精神力损耗，都依旧催动技能进行破坏。而这一切都被地下的异端会看在眼里，他们早在3年前就在秦都布下许多眼线，安插了不知道多少台针孔摄像头，可以说是整个秦都都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想看谁就看谁，随便看女人洗澡都可以。哈哈，尽情破坏，肆虐杀人吧，这才是真正的世界。人类的发展会毁了这个世界，只有当文明回到原本那个时候，才是世界最美好的时候。张悟看着监控画面里的人们，他们大肆破坏城市的画面，让他不禁仰头大笑起来。这个场景是他最想看到的，也是邪神最想看到的。人类已经将这个世界摧残到不成样子，若不是人类的发展，神明不会降下秘境来惩罚他们，就是他们破坏了大自然，破坏了世界的规律，才导致神明愤怒。而邪神从来都不是邪恶的一员，他只是为了帮助这个星球，帮助人类重回到以前那个时代，以前那个没有秘境，没有危险，只有和平的时代。邪神威武！异端会所有人集体振臂高呼，连秦武看着这画面都不禁激动兴奋。这就是他放出来的东西，竟然有着这么恐怖的威力，可以让一座城市的人都陷入这种暴力状态，发泄着自己的情绪。太震撼，太厉害了！秦武，这次你做得很不错，我定会让邪神给你大大的嘉奖。张悟看向秦武，点了点头，很是满意。闻言，秦武当场跪了下来，高声大喊：谢老大！有了邪神的嘉奖，他的孙子肯定能够复活。不客气，起来吧。张悟随意点头。等秦武站起来之后，他扫视了一圈众人，脸上的笑容逐渐凝固，严肃且沉重。接下来就是轮到我们出击的时候，罗成肯定会带着执法者控制这些人，到那个时候，所有人前往各自的区域，等待指令，指令一到，即刻进行，听到没有？是。所有人异口同声大喊道。张悟看着这些人，满意点头，旋即转头看回监控画面。画面中，原本美好的秦都，此时慢慢变得破烂，高楼大厦都遭到损坏，路边的店铺车辆都被破坏，连路过一只老鼠都被踩得血肉溃烂，惨死当场。看着这幅场景，张悟内心越发开心。来吧，让以前那个世界再回来吧，是时候让这个早已被人类所破坏的世界重回之前那般美好了。我相信不会有人怪罪我的，我都是为了人类，为了世界。第89章欲望爆发。秦都。就在那些陷入狂躁的人们在肆虐破坏的时候，罗成带领众人凭空出现在秦都上空。只见乌黑黑的人群屹立在天空之上，罗成站在最前方，而他身后有着上万人，其中有一大半都是秦都的执法者，还有秦华大学以及秦都其他高中的所有已经觉醒的学生，连杨家和李青等人都在里面。罗成早在昨晚听到李青的话后就开始急人了，先是将所有执法者都叫到一起，利用特殊的空间魔法将他们转移到一个虚无空间，不过在那里不能待太久，是由精神力来判定时间的，每个空间法师都会这个技能。然后他又联系秦华大学的校长，让他们派出100级以上的学生以及老师共同抵抗这次的灾难。校长很乐意帮忙，不到半小时就将全校师生集齐完毕，旋即由罗成将所有人都放到同一个虚无空间里面，
他的精神力可以让空间维持3天时间，足够了。原本杨家和李青是不应该参加这次的行动，但是两人又在高考取得了好名次，李青又死缠烂打，让他必须带上他，要不然就自杀。虽然不知道这小子为何如此坚决要参加行动，但罗成还是带上了。此时罗成俯视着地下的众人，看到了他们暴力的行为以及那没有任何思想的犯罪，让他心惊不已。异端会竟然还有这么恐怖的东西，可以让一个人陷入极致的狂暴中，就跟魔物开了狂暴状态一样，毫无理智，只会进行原始上的烧杀抢掠，展现自身最纯正的欲望。虽然不知道这些气体异端会是如何得到的，但眼下最重要就是驱散这些人内心的黑暗，将光明重新带回来。各位，下面就是咱们此次的行动，到时候大家按照我昨天晚上说的，各自到各自的区域进行镇守，以防异端会的人趁机摧毁秘境入口。如果让他们得手，那么秦都将会爆发能量潮汐，大家有信心吗？罗成转过身，扫向那上万人，利用空间魔法将声音扩大。有！上万人异口同声大声呐喊，响彻云霄。好，那么保卫秦都行动开始。随着罗成的话音落下，众人纷纷向下落去。不过他们不担心会摔死，因为有罗成的空间魔法在，摔不了。果然，在罗成的帮助下，众人如坐电梯般来到地面，旋即看向那些受到感染的普通老百姓，皱起了眉头。肯定不能用对付魔物的手段对付他们。不过罗成给出的任务只是拖延时间，他已经联系周围的城市，调取几名光明系的职业过来。由于龙都现在还在抵抗能量潮汐，所以许多人早就赶往龙都支援，导致其他城市的强者都少了许多。因为他们根本没想到龙都的能量潮汐只是一个幌子，而异端会真正想要入侵的其实是秦都市，将他们打晕，等待光明系的职业来帮忙。很快就有人给出了办法，众人一听立马认可这个办法，确实是最好的办法，只要将这些打晕，他们就不会暴躁了。说干就干，所有人都开始行动。对于觉醒者来说，打晕一个普通人那是再简单不过的。虽然简单，但是秦都有着数十万的人口，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任务啊。所有人都利用自己的技能将普通人打晕，而这里面最有用的莫过于李青。自从他昨晚职业发生蜕变之后，他的实力变得更强了。只见李青手持法杖，浑身上下都散发着神圣且璀璨的光芒，随意挥手都绽放出无上光辉。这些光辉笼罩住普通人之后，竟然将他们从狂躁的情绪中拉回现实，瞬间清醒过来。怎么回事？我怎么在这里？是啊，我不是在睡觉的吗？卧槽，上班要迟到了。待到这些人恢复清明后，懵逼地看着眼前的一切，但很快又被震惊到，看着那些破败不堪的房屋与车辆，看着那些正着火的店铺，他们傻眼了。怎么一觉睡醒，世界就变成这个样了？世界末日来了。随后他们又看到其他人那暴力行为，毫无法律可言。有些男的甚至看到一个女的都冲上去抱住亲吻着她，还有些女的看到地上散落的钱，发疯似的跑过去捡起来捧在怀里狂笑不止。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没有时间跟你们解释，赶紧找地方躲好吧。李青丢下一句话，便匆忙赶去其他地方支援了。有他在，随手便可恢复人们的清醒。李青本以为自己是这里是最有用的，相信很快就可以恢复这些人的清明，但很快他错了。当他回头看向那批恢复清醒的人之后，却发现恐怖的一点，他们竟然再次陷入狂躁，好似不会停止，如同丧尸一样又开始破坏起来了。这是什么情况？难道就没有办法解决吗？李青震惊不已，难道靠他一个人根本无法实现，还需要更多的光明系职业？李青咬了咬牙，眼眸里多了一丝坚定，看来必须要一次性解决才行。随后他寻找着某个方向，最终锁定在秦都最为中心的秦都广场，那里是秦都市中心的广场，那里有一尊很高的雕像，最高处可行。想到这，李青朝着那边冲了过去。路上他还碰到了左琳，那个曾经与他并肩作战的女孩。左琳同样看到他了。李青，你去哪？左琳朝着李青的背影大喊一声，但是对方并没有回头，而是一味地朝着秦都广场跑去。见状，左琳看了看周围，选择追上去。随着时间的推移，众人的情况不容乐观。起初他们以为打晕这些普通人即可，但他们低估了黑暗怨气的实力。因为参与战斗的许多人，他们也被黑暗怨气感染了，变得狂躁易怒，跟着其他人开始破坏城市。而在这过程中，他们也发现了一种可以抵抗黑暗怨气的办法，那就是利用强大的意志力与黑暗怨气抗衡，不受它的控制。可如今的社会，哪个人的压力不大，哪个人的欲望不多呢？这一点很难。而就在众人陷入苦战的生活，在他们的脚底下，正有一群人冷眼旁观着这一切。所有人行动！张悟大喝一声，拿出一个特制面具，将其戴上，可以防止黑暗怨气的侵入。是。所有异端会成员立即戴上面具，戴上蓬帽，
整装待发，旋即朝着不同的方向闪身而去。罗成，这份礼物希望你喜欢，不过我还有更大的礼物要给你。只留下张悟一个人在原地，看着罗成等人奋力苦战，冷笑一声，旋即消失在原地。第90章，无聊的杀怪日常。京都秘境3区某秘境内，好无聊啊！平凡的杀怪有些厌倦了。陈峰依靠在一棵大树前，坐在树下，仰头看着遮天蔽日的树枝，微微喟叹。昨天进来到秘境，他昨晚都没有睡觉，一直在杀怪，也是把自己的等级刷到了680级。现在升一级，起码要杀上百至500级的魔物，经验越来越多了。他的属性更加恐怖，如今的体魄达到了68000点，智慧达到65000点，属于是13600级才能拥有的属性。不过这杀怪让他有些厌倦，自己从高考开始，再到结束，最后到现在，好像都在杀魔物，都没有停下来过。低下头看着远处那些骷髅兵，依旧在按照他的命令去屠杀魔物，基本是一个平 A 就死一只魔物。如今这个秘境已经没有什么魔物能够阻拦他的了。算了，出去休息2天，今天是高考成绩公布的日子，该出去了。陈峰站起身来，伸了个懒腰，然后从个人空间里拿出一个小巧玲珑的仪器。这个东西名叫空间隧道定位器，可以定位到秘境出口的空间隧道在哪。空间隧道的位置是不固定的，虽然不固定，但是空间隧道有很多，所以得自己去找，地图越大越难找。以前的人都是碰运气，自从有人发明出这个小东西之后，就不需要到处找秘境出口了。随后陈峰开启空间隧道定位器，顿时一道虚拟光幕显示出来，似乎是一张微缩地图，而有一颗绿点以及好几颗红点。这绿点就是陈峰，而红点就是秘境出口所在的地方。陈峰大概看了一眼，最近的红点离他就只有3公里，跑个几分钟就到了。于是他大手一挥，将所有骷髅兵都收了回来，朝着红点前进。此时的陈峰浑然不知外界早已乱成一锅粥。而就在他寻找出口准备出去的时候，身后有人叫了他一声：陈峰。听到有人喊他，陈峰愣了一下，停下脚步，转过身去，看到来人，有些错愣。来者竟然是穆清望，而他身后还有一位中年男人，看上去威武霸气，体格粗壮，尤其是那股气质，隐隐中有种上位者，让人不禁想要臣服的感觉。中年男人同样在打量着陈峰，想要看透他的实力，可陈峰隐藏了自己的等级和名字，他什么都看不到，只能作罢。你怎么在这？陈峰疑惑看向穆清望。我曹虎叔带我过来练级，我还想问你怎么在这的呢？你的等级好像没法进来吧？穆清望非常疑惑，陈峰的等级顶多才100级以下吧，怎么会在这里的？难道他也一样是别人带进来刷等级的？可陈峰资料他查过啊，家境不是很好，父亲也不是什么很厉害的人，根本没有500级以上的家人或者朋友，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这个我认识的一个强者带我进来的，他刚刚出去了，要不然就介绍给你认识了。陈峰脸不红心不跳的淡笑开口，丝毫没有让穆清望怀疑。原来如此，那好吧，你现在也准备出去吗？那一起吧，我刚好也准备出去，走到这个出口就看到你了。好。陈峰点头，旋即走在前头，而身后的曹虎则是趁机问穆清望，陈峰是什么来头？穆清望的解释很简单，在高考救过他的人是他的救命恩人。这一句话便让曹虎放松了许多警惕，对方是个孩子，还是穆清望的救命恩人，没必要警惕着他。而就在曹虎放松警惕的同时，地面忽然开始震颤，无数魔物的吼叫声瞬间响彻秘境，令人心惊胆战。陈峰等人立马站稳脚跟，同时警惕地看向四周，以防魔物偷袭。这是怎么回事？地震了吗？穆清望疑惑且震惊地看向周围，没有看出什么异常情况，只是地面在持续震颤，宛如地震来临。可秘境哪里来的地震？这不是地震，这是秘境要崩溃的前兆。曹虎看着周围震惊不已，他能看到空间都在震动，而这种情况他曾经在龙都经历过。那次同样是在秘境里面，那时候的他还小，是父亲带着他进去秘境的，碰上了难得一遇的能量潮汐。秘境崩溃的时候，内部就会不断震颤，直到秘境出口彻底损坏。到那个时候，所有魔物都会从里面跑出去，人间将成地狱。什么？秘境崩溃？那岂不是要爆发能量潮汐？穆清望浑身一震，猛然看向曹虎，瞳孔剧烈收缩。闻言，陈峰同样是震惊地看向曹虎。能量潮汐，他从未遇过，但是这个曹虎遇到过，他应该没必要开玩笑。如果真是能量潮汐，那秦都市肯定是出问题了，要不然秘境空间隧道不会遭到破坏。曹虎迅速判断出眼前的情况，秘境内部有震颤，那么在外界肯定有人在攻击秘境，如果让他们破坏成功，那么秘境绝对失控，彻底崩坏，导致能量爆发，能量潮汐是必然的结果。坏了，爸妈还在外面，咱们都赶紧出去。穆清望忽然想到了什么，
连忙朝着出口跑去。陈峰同样是瞳孔微缩，他想到了杨叔、杨嫂以及杨家三人，他们一家人从小就很照顾他，有时候他不想看到陈旺的时候，都会去他们家吃饭。杨嫂是他母亲的好姐妹，所以很照顾他。杨叔同样也是，杨家是打小跟他玩的，他一直当他为妹妹，对方也当他为哥哥，毕竟那小丫头可不喜欢。陈峰摇头苦笑，怎么想到那里去了？现在可不是想这个的时候。随后，陈峰跟在穆青旺身后，朝着秘境跑去。而就在三人跑向出口的时候，一阵急促且响亮的脚步声传来，导致地面都在剧烈震颤，还伴随道道魔物的吼叫声。三人朝着两边看去，只见上千只魔物朝他们冲了过来。他们的目标不是他们，而是秘境出口。不好，这些魔物知道秘境遭到攻击，所以想在内部进行破坏，到时候就可以出去了。真是该死的畜生！第91章，盗贼还能召唤骷髅。曹虎的话让穆青旺和陈峰两人心中一惊，这些魔物竟然如此聪明，会想到里应外合，一起攻破秘境。你们先走，我来解决这些魔物。不过注意的是，外面同样不安全，你们两个要注意。曹虎当机立断，让陈峰二人先走，自己则是留下来断后。不，曹叔，咱们一起走，我现在也快600级了，可以跟你并肩作战。穆青旺立马召唤出一柄金色单手剑，握在手中，然后看向陈峰。陈峰，你快走，这里有我们两个就够了。说完，穆青旺同曹虎并肩而战，迎面那些魔物。可是，你们能行吗？陈峰有些不放心，这可是上千只500级以上的魔物，如果是他的话，那肯定随手便可以解决，而且自己召唤的骷髅同样可以随手解决。可以，我可是未来的战神，保护你是我应该做的。身后就是秘境出口，绝对不能让这些畜生出去，要不然将会是一场人间地狱。穆青旺脸色严肃，旋即冷哼一声，便提剑冲了上去。金黄色的剑气迎风劈出，一道锋利且璀璨的剑气横扫而去，瞬息之间抵达魔物群堆，将其拦腰切断，秒杀数只魔物。而曹虎的实力更为强大，只见他的身影消失在原地，只留下噼啪作响的蓝色电芒，然后冲进魔物群里，手中的雷霆短刃轻松划过魔物的身躯，一击毙命。短息之间秒杀了10多只魔物，宛如一道雷霆穿梭于各种魔物之间，身影闪烁期间便轻松夺走他们的性命。那行，我留下我的召唤物来帮你们吧。说完，陈峰随手召唤出自己那上百只骷髅兵，顿时出现在战场上，让穆青旺愣了一下。陈峰不是盗贼吗？怎么还能召唤骷髅？这不是死灵法师独有的技能吗？这让穆青旺百思不得其解。难道之前所查到的资料是错误的？其实陈峰压根就不是什么盗贼。不过曹虎就不一样了，当他看到那些骷髅的时候，心神猛然一惊，因为他感知到那些骷髅的不一般，似乎很强。虽然看不到等级，但是他这么多年来的战斗经验告诉他，这些骷髅都很强。随后他又看向陈峰，想要看透陈峰这跟穆青旺同为高考生的少年，难道还隐藏着非同寻常的实力？就这样，你们坚持住，我先出去了。陈峰说了一句，旋即头也不回地离开秘境出口。而他的骷髅兵得到指示，拿起武器便杀入了魔物群中。骷髅战士双手持着巨剑，而划过的每一剑都带走数只魔物。骷髅法师同样没有落后，召唤基础魔法火球术、冰霜术、土崩竹等具备攻击的魔法攻击魔物群，每道魔法都轻松带走一大片的魔物。弓箭手骷髅与盾式骷髅和牧师骷髅同样不甘落后，他们虽然有2个没啥战斗技能，但是他们的属性很高，即便是碰一下那些魔物，都瞬间将其秒杀，不留一点灰烬。看着举手投足便可秒杀魔物的骷髅兵们，穆青旺和曹虎两人都惊呆了。他们就算站在原地，都不会有魔物攻击他们，因为那些魔物根本不够这些骷髅兵杀的，跟切菜一样简单。卧槽，这些骷髅兵是什么鬼？战斗力怎么那么强？穆青旺震惊地看着这一切，虽然他还没有用出真正的实力，但这些骷髅兵的实力未免太强了吧？杀魔物的样子比他还轻松万倍，碰一下就秒杀了。小旺，你那个朋友，他的实力似乎很不一般啊。曹虎看着这些骷髅兵，震惊不已。法师的召唤物的属性都是根据他自己来定的，通常都是个人属性越强，召唤物越强。所以说，曹虎看着这些骷髅兵，便断定陈峰的实力很强，至少2种属性都很高，高到夸张的那种，就连召唤物都随手可以秒杀500级以上的魔物了。那他自己得有多强？不知道，我也奇怪。陈峰的职业是盗贼，他为什么能召唤出骷髅兵来？穆青旺的一句话让曹虎愣了一下，难道他是双职业？曹虎震惊地瞪大双眼，双职业可是很久没有出现过了，历史上就只有3个人是双职业，而他们此时都已经不是这个世界能够容纳的了，因为太强了。现在又有出一个双职业了吗？曹虎下定决心，改日见到沐风野，必须要让他拉拢陈峰，这可是绝世天才，双职业的天才。秦都秘境3区，此时已经乱成一锅粥，
数十个等级在200级以上的斗篷人在肆虐摧毁着秘境3区的所有秘境空间隧道，而赶来镇守的执法者以及师生都参与进去，跟异端会等人展开战斗。但异端会的人哪个不是从生死里面跑出来的？个个的战斗经验都非常了得，经常进行一些暗杀任务，他们的战斗技巧不是众人能够比的，而且等级都不同等。大部分人都只有100多级，除了一些秦华大学的学生，他们有400-500级，还可以战斗，但奈何不了异端会的人实在太多了，用数量都能堆死他们。异端会，给我住手！难道你就这么想毁了秦都吗？杨家朝着斗篷人们怒吼。他参加在这次任务中，负责保护秘境3区，没想到刚和众人过来，便看到这些异端会的人在肆虐破坏。如果再这样下去，秘境必定崩坏，能量潮汐一旦爆发，秦都要毁。哈哈，我们不是要毁了秦都，而是要让它重生。你看看这个世界被你们害成什么样了，我们是来拯救世界的。其中一个斗篷人仰头大笑，但下一秒他又用力挥舞短刃击在秘境上，瞬间秘境空间隧道不断闪烁，即将崩坏。尤其是那500级以上的秘境入口，是在场所有人都害怕的一个秘境。他们的等级都那么低，如果大量500级以上的魔物跑出来，那后果将不堪设想，整个秦都都会被攻陷，所有人都会流离失所，家庭失散，这不是好结果。该死！杨家手持双斧，朝着那些斗篷人冲了过去。可等级低的他，在对方眼中只是一颗细小到尘埃里去的蝼蚁，不值一提。杨家不敌，被斗篷人踩在脚下，疯狂挣扎，但都无济于事。愚蠢！你们真是太愚蠢了！你要知道，我们是在拯救世界。斗篷人踩着杨家，还不忘用脚碾搓他的脸庞，戏谑嘲笑。第92章，想跑？晚了！这个世界不是你们这些垃圾能够说了算的。杨家双手撑地，咬牙切齿地反驳道。闻言，斗篷人没有多说什么，高举手中短刃，向下猛然刺去。见状，杨家绝望地闭上了双眼。砰！刹那间，一声巨响，杨家感觉踩在自己身上的那只脚没有了，自己好像能动，而且还没有死。当他再次睁开眼的时候，瞳孔微缩，旋即露出一抹笑容。陈峰，你怎么在这？杨家十分惊喜，只因先前的斗篷人已然不见，现在站在他面前的是陈峰。没事吧？陈峰微微一笑，将杨家扶了起来。没想到自己刚出来就看到如此一幕，如果再晚点，杨家恐怕就要死了。没事。杨家颤颤巍巍站了起来，摇头微笑。秦都现在是什么情况？陈峰看着周围，大家都在跟异端会的人战斗，而那些秘境已经遭到重创，再过几分钟，能量潮汐必然爆发，已经处于无法挽回的地步。杨家深吸一口气，然后跟陈峰讲了秦都现在所发生的事情的详细情况，每一句都让陈峰大惊失色。没想到短短1天之内，秦都就发生了这么多事情，这异端会还真是一刻都不肯消停啊！而最让他震惊的是，龙都那边竟然也发生了能量潮汐。看来异端会为了完成这个计划做了很多准备。我知道了，杨叔他们2个没事吧？陈峰看向杨家，后者的摇头让他放下心来。随后，陈峰看向那些斗篷人，执法者和那些学生是打不过这些人的，他们都是战斗经验丰富的异端会成员，而且等级颇高，身上的装备又好，简直就是单方面碾压。你先休息，这不是你能战斗的。陈峰丢下一句话，便朝着那些斗篷人冲了过去。陈峰，小心！杨家见状，担忧的大喊一声，但很快他发现自己的担忧完全就是多余的。只见陈峰冲到一名斗篷人面前，在对方懵逼的情况下，一拳轰出，那名斗篷人瞬间倒飞出去。待他落地的时候，全身上下的骨骼全部断裂，当场暴毙而亡。一拳杀一人，这突如其来的陈峰吓到了在场所有异端会成员。这杀伐果断的手法以及这强大的实力是从哪里来的强者？看模样就是一个高中生的模样，怎么那么强？所有人给我杀了他！其中一名斗篷人大手一挥，指向了陈峰。他算是看出来了，这里最强的就是陈峰，因为其他人都拿他们没有办法，唯独陈峰一拳一个。话音刚落，几乎有一半的异端会成员朝着陈峰冲了过去，其余的一半都在对付其他人，无法脱身。陈峰看着向他闪身杀过来的异端会成员，脸色没有半点慌张，而是迎面冲了过去，速度比他们还要快。什么？好快的速度？他在哪？我看不见。他的速度好快，大家小心点。异端会众人看着消失不见的陈峰，心中的恐惧无限上升，警惕地看着周围，防止陈峰忽然出现。这速度实在是太快了，连他们这些刺客都比不过，对方到底是什么来头？忽然，5名异端会成员身体猛然一僵，瞪大双目，身体挺直，随后爆开血雾，泯灭于世间。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让在场所有人都大惊失色，都停下了手，不敢轻举妄动，就连执法者和那些师生都惊呆了，纷纷后退。
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好端端的，异端会那边的人就自爆了？难不成他们有什么秘密生化武器，可以通过自爆来打伤害？下一秒，陈峰的身影显露在那漫天血雾之下，淡漠地看着其他异端会成员，微微一笑，旋即再次消失。见状，异端会众人震惊的连连后退，目瞪口呆地看着陈峰再次消失的身影，那笑容深深刻印在他们内心，久久无法忘去。那笑容宛如死神站在血雨下，戏谑无情地嘲笑着他们卑微的生命。跑！不知是哪个异端会的人忽然喊了那么一句，其他异端会的人纷纷朝着各自不同的方向急速窜去，不敢再停留一秒。其他人都懵了，他们战斗了这么久，都没法赶走这些异端会的人，反而是这少年的出现，随手就干死6个，再吓跑其他人，他到底是什么？可异端会现在想跑，已经晚了。但凡跑得慢一点的，都当场爆成血雾，血肉飞溅，散落一地，让其他人心神更是一震，胆颤到不敢回头，只能加快速度，想要快速撤离。该死，那小子到底什么来头啊？明明是高中生，为何实力那么强？先前那名发布命令的斗篷人也在逃跑的队列中，他是这次行动的第5小组的组长，现在看着身后一个个倒下的组员，心神震颤，根本不敢停下脚步。不应该啊，张务老大早就跟他们说过，这次行动的重要人物了，除了罗成、玉栋以及清华大学那些师生之外，压根就没有强力的对手。而且他分配到的任务也很简单，就是摧毁秘境3区。计划早就制定好了，他们中有实力的人都会去秘境1区吸引罗成等人，到时候罗成会带着清华大学的老师领导去秘境1区，而他们这些实力低的就去3区以下进行破坏。毕竟秦都就那些有实力，只要将他们全部聚拢在一起，其他人根本不够看的。计划进行到现在，确实如异端会所想的一样，罗成带着其他强者都赶到了1区和2区，而剩下的人都实力一般般，他们都前往其他区域帮忙，都打不过异端会的人。本以为计划进行得非常完美，可谁曾想现在杀出了一只拦路虎，不仅看上去年轻稚嫩，就连实力都深不可测，仅是一瞬间便杀了他们好几个人，那几个的等级可都是200级以上。按道理来说，高中生不可能打得过，现在到底怎么回事？斗篷人摇了摇头，加快些许速度，现在只有赶紧逃跑才能活下去，反正秘境已经摧毁，他们的任务也完成了。想跑？晚了。第93章，秦都爆发能量潮汐。一道如恶魔般的低语从斗篷人耳旁响起，未等他反应过来，他就发现自己的视角变了，莫名其妙开始旋转起来，如同被关在洗衣机里面一样，天旋地转，直到他看着天空，永远定格在那一个画面。无头且披着斗篷的缓缓倒下，一颗头颅滚落数米，即便到死了，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陈峰面无表情地看着尸体，收起手中的短刃，这是一把刺客武器，从 BOSS 上爆出来的，用着还算趁手，于是就留下来了。做完这一切之后，陈峰转头准备回到众人身旁，而就在这时，秘境内又跑出数十人，其中就包括穆清望和曹虎。两人出来的第一时间便看到了陈峰等人，连忙走了过去。秘境快失控了，那些魔物已经在疯狂摧毁空间隧道，还有2分钟，能量潮汐必定爆发。曹虎拿出自己的令牌，众人看到上面的字后顿时一惊，没想到眼前这人竟然是龙都那边的将军，悬着的心又放下了许多，有这名将军在，又多几分胜算了。陈峰愣了一下，没想到穆清望身旁这位大叔不仅实力强，还是一位将军。那怎么办？没有解决的办法吗？其中一人看向曹虎问道。没有，能量潮汐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能力能够阻止，除非是时间回溯，将其回溯到摧毁之前，你们有谁可以做到吗？曹虎扫向众人，这是唯一一个办法，但这个办法所需要的时间系要非常高的等级，因为回溯秘境需要非常多的精神力，不是一般的时间系职业能够做到的。闻言，众人无奈地摇了摇头，他们之中没有一个是时间系的。现在的情况是怎样？曹虎问向众人，很快便有人将目前的情势一一说了出来。当曹虎听到黑暗怨气的这几个字的时候，虎躯一震，瞳孔剧烈收缩，眉头紧皱。他没想到异端会还用出了黑暗怨气，导致秦都大部分人都被控制，迷失了自我。如果能量潮汐一旦爆发，这些被控制的人不会逃跑，反而会冲上去战斗。但那都是普通老百姓，让他们跟凶狠残暴的魔物对战，不就是死路一条吗？这回棘手了，这个黑暗怨气没有什么破解之法吗？陈峰看向那人，这玩意也太恐怖了吧，可以控制别人的心智，如果没有破解之法，那异端会靠着这玩意岂不是能快速称霸世界？连他自己都没有把握会不会被这玩意所控制，希望这黑暗怨气能用精神力抗衡，以他这么高的智慧属性，应该不会被控制吧。黑暗怨气是无视精神力，而是根据人们内心的欲望来控制的，欲望越大越难挣脱，对力量的渴望，对钱财美色的渴望都是欲望，而唯一一个解决的办法就是光明系的职业，他们的技能可以驱散这些黑暗怨气。这时曹虎看向陈峰，给出了答案。这个罗老说过，但他说了，
异端会早在几天前就将秦都市光明系的职业暗中杀害了，现在只剩下一个人。杨家握紧拳头，咬牙切齿，这些异端会的人真该死。是谁？曹虎连忙问向杨家，如果有光明系的职业在，那就好办许多。按照他的看法，罗成肯定已经从其他城市调动光明系职业的人来了，现在能做的就是守城拖时间。是李清，他的职业是光明牧师。听到这个名字，陈峰微微一愣，差点忘了李清就是光明牧师。然后他看向杨家，那李清去哪了？如果只能是光明系才能解决的话，那必须要保护好李清才行。我好像看到他往秦都广场的方向跑去，那边的敌人有很多，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闻言，陈峰立马回头看向秦都广场的方向，即便体魄和精神力很高，但距离太远，他还是没有找到李清的位置所在。你认识李清吗？这时，曹虎看向陈峰开口问道。他跟我是一个班级的同学。陈峰如实点头回答。那他就交给你去保护了，你去秦都广场保护他，而我们则是留下来抵挡能量潮汐。话音刚落，所有秘境同时闪烁，瞬间爆发出一股庞大的能量冲击波，震荡八方，众人都没有反应过来，被震飞数米，滚落了数圈才停下来。唯有陈峰和曹虎以及其他等级高的人没有被这能量冲击波所震飞，而是稳稳当当的站在原地，没有丝毫动摇。曹虎不着痕迹地瞥了一眼陈峰，心中了然，果然如他所想的一样，这陈峰的实力很强，就连小望他刚刚都看见步伐微微向后退了一步，而陈峰丝毫不动，足以看出他的属性有多高了。陈峰震惊地看着爆发庞大的能量的所有秘境，他是第一次看见能量潮汐，也是第一次这么直观地看着，多少让他有些震撼了。怪不得大家都说能量潮汐很恐怖，如果他没有盗取天下的天赋的话，那他这个时候是不是也成为那些被黑暗怨气控制的人其中一份子，还会莫名其妙死在这能量潮汐下呢？冲击波仍在震荡，但不只是秘境3区，其他区域都在震荡，整个秦都市如水面般漾起阵阵波澜，高楼崩塌，车辆掀飞，无数被控制的普通人被震飞，摔落在地。但即便是这样，他们都没有苏醒过来。看到这里，陈峰心头一紧，便已经意识到能量潮汐开始了。陈峰，快去秦都广场保护李清，这里有我们镇守即可。曹虎看向陈峰，快速下达命令，旋即看向其他人，所有人做好准备，秘境爆发，所有魔物都会出来，咱们不能逃。他是将军，这同样是命令。军令如山。是。所有人都爬了起来，神情紧张地看着秘境空间隧道。他们有很多人都没有见过能量潮汐，现在第一次看见，难免会恐惧。我知道了。陈峰点头。李清是光明牧师，在其他光明系职业来之前，他不能死。话音刚落，陈峰的身影消失不见，赶往秦都广场。而就在他离开的同时，所有秘境崩溃了，无数魔物从里面冲了出来。这种现象不只是秦都3区，是整个秦都。第94章，光明神的恩赐。陈峰回头看了一眼，没有停留，而是全速朝着秦都广场的方向爆射而出。他如今的速度堪比超人，可以说是无人可挡，但他还是尽量慢点，免得一不小心撞到某个普通人，可能会当场将他撞成血雾。没过多久，陈峰便看到秦都广场非常具有标志性的雕像，那是一尊人形雕像，披着长袍，威武霸气地屹立在广场中央，而他所目视的前方正是秦都外界，同样是国界外面，华夏之外。秘境降临，不仅是华夏遭到了侵害，其他国家一样如此，他们同样有着可以觉醒职业的能力，但是经历了100年之久，如今全世界剩下的国家已经寥寥无几。陈峰知道，现在最为强大的国家有美丽国、小日国、泡菜国、华夏、阿三国等5大国家为顶端，其余的国家都属于比较低端的层面。他们如今不仅人口少，就连建筑物都残缺不全，这些都是秘境与魔物所造成的。这尊雕像是李德明的雕像，他也称为秦都人皇。他的丰功伟绩，世人听不完也听不腻。自从他消失之后，秦都的人就集合起来，自愿地为他打造了这尊雕像，用于镇守秦都，威慑外敌，守秦都八方平安，愿天下太平。忽然，陈峰身体一顿，看向雕像的下方，看到了2道熟悉的身影，似乎是李清和左灵。他们2个跑到雕像底下干嘛？旋即，陈峰皱起眉头，因为他看到大量斗篷人以及魔物都朝着那秦都广场跑去，那里的人有很多，基本是秦都最多人的地方，而且秘境1区和2区都跟秦都广场离得很近，这可不妙啊！陈峰只能加快速度赶过去看看。秦都广场，李清，你跑那么快干嘛？左灵手持2柄银色斧头，斧刃染着猩红血迹，面对冲过来的魔物，便是双斧齐下，斧落头断。可他看着义无反顾冲在最前方的李清，无奈且疑惑：这李清是不要命了吗？面对这么多异端会的人和魔物，都硬着头往前冲，要不是他在旁边保驾护航，恐怕他一个牧师早就死在路上了吧？左灵，
我没时间了，那些光明系职业再不来，所有人都得死。人皇雕像是整个秦都最为中心的地方，我要去到那，必须要去。李青头也不回，依旧冲在最前方，利用灵敏的身法躲过许多魔物，但即便这样，他依旧受伤多处。真是一个不要命的蠢货！看着不要命往前冲的李青，左灵皱起眉头，暗骂一声，但他没有不管李青，咬了咬牙，冲了上去，来到李青前方，为他开出一条血路。如今的他有120级，面对一些低等魔物还有把握杀死，但魔物越来越多，他身上的伤势越来越多，过不了多久就会倒下。不过好在还有李青，他不断给左灵施加治疗魔法。蜕变到光明神之后的他，疗伤效果变得更强更快。如果是之前，属于那种缓慢疗伤，差不多要1-2分钟才能恢复一些伤势，而现在呢，几乎在瞬间，可以说是一动泉水。在李青这个无敌奶爸和左灵这个双斧战斗狂的配合下，两人杀得七进七出，很快就来到人皇雕像下。李青看着周围那些被黑暗怨气所侵蚀，无法回归自我的人们，心生一股愤怒，同时眼神里多了一丝坚决。李青，咱们来这里有什么用？左灵一边斩杀周围的低等魔物，一边看着旁边的李青开口询问。我要净化所有黑暗怨气，你也知道，他们最怕的就是光明系的职业，而我恰好就是。可你不才是光明牧师而已吗？而且等级还那么低。左灵震惊地看着李青，一个等级不到100级的光明牧师，想着净化所有人内心里的黑暗怨气，在说什么胡话呢？这不就是痴心妄想吗？左灵，我现在不是光明牧师了，我的职业发生了蜕变，已经是光明神了。闻言，李青看向左灵，淡然一笑。听到这话，左灵瞪大双目，无比震惊，深深看了一眼李青，不知说些什么。职业竟然会发生蜕变，从光明牧师一跃而起，成为光明神，单单是这个神字就听得出来很不一般。可这又怎能净化所有人呢？其实我还有一个秘密，没有告诉你们所有人，那就是我的天赋同样跟着蜕变了。以前我的天赋就是普普通通的 A 级，可就在昨晚，它变成了 SSS 级。此话一出，左灵再次被震惊到了。不止职业发生变化，就连天赋都发生了变化，这怕不是老天的宠儿吧？我知道你很惊讶，但我却觉得这是老天的安排。他让我救了父母，我也该付出一点代价。李青看向天空，感慨一笑。李青，你在说些什么狗屁玩意？说人话，你自己看吧。话音落下，李青便打开了自己个人面板，将天赋呈现在左灵面前，给了他特权。可以看到，当左灵看到李青的天赋后，瞳孔瞬间收缩，抬头看向李青，满脸震惊。光明神的恩赐，等级 SSS， 光明神眷顾之人，每升一级增加50点智慧属性，增加1000%的光明系属性加成，释放任何光明系魔法都增加1000%的效果，所有光明系魔法将会减少一半冷却，攻击魔物时增加300%的伤害加成。奉献光明，主动，一生只有一次，奉献自己的光明，驱散世间黑暗。什么意思？这主动技能是什么意思？李青，你告诉我。左灵摇了摇头，后退几步，旋即看向李青，大声质问。不可能，不可能是他想的那样。左灵，你知道的，只要我用出这个技能，所有人都不会受到黑暗怨气的侵害，他们都会醒过来。李青叹了口气，强颜欢笑地看着左灵。值得吗？这些人都跟你毫无相关，你为什么要救他们？因为这都是光明神的安排，他让我救了父母，还给了我这个天赋和这个技能，那就是想让我这么做。一派胡言，你的生命是你自己的，不是什么光明神的。左灵，拜托，请保护好我，我需要时间。第95章，不用怕，我在。左灵默不作声地看着李青，而后者那祈求的眼神让他于心不忍。李青，我想说，我喜欢你，我怕以后再也不能跟你说了。左灵看着李青的双眼，郑重认真，旋即又持着双斧砍向魔物。你开始吧，我会拼尽全力保护你的。闻言，李青愣住了，他呆滞地看着左灵，怎么都没想到对方竟然会向他表白。可他就是一个在学校嚣张跋扈、欺负同学的小混混，只不过有个好爹罢了。左灵，谢谢。但看着左灵那认真保护他的样子，他还是没有多说什么，只是说了一句谢谢。随后，李青召唤出一柄魔杖，将其握在手中，闭上双眼，身上的光明气息越发浓郁。刹那间，一道光柱从他身上爆发而出，直通云霄。所有人以及魔物都能看到那道光柱，无不是被其磅礴的光明气息所震惊到。那些魔物看到那耀眼的光柱，又看到李青之后，顿时露出凶煞且充满杀意的目光。他们意识到李青是最大的威胁，便全部朝着他冲了过去。左灵见状，大惊失色，这么多魔物都冲过来，凭他一个人很难抵挡。该死的魔物！左灵握着双斧的手都在震颤，心生恐惧。但想到身后的李青还在使用技能，自己不能退，便朝着魔物大喝一声，冲了上去。畜生，给老娘死！而忽然，地面开始震动，像是地震，
又像有什么东西要从地面冲出来一样，差点让他站不稳脚跟。就在他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地面突变异动，裂开一条巨大的裂缝，无数魔物掉了下去。而伴随着魔物掉落，无数尖刺从地面凸起，将这些魔物全部洞穿，无一生还。看着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左灵顿感震惊，这些可都是比较高等级的魔物，竟然被秒杀了。出手的人是谁？左灵，没事吧？这时，一道声音从他旁边响起，他瞬间转头看去，看到了一张熟悉且让他惊喜的面孔。陈峰！左灵惊喜万分，没想到陈峰竟然会出现在这里。看到陈峰的那一刻，他就回想起高考秘境里陈峰那无敌的身姿，那充满安全感的背影是多么的可靠。就连左灵自己都没意识到陈峰的到来，他内心悬着的心放了下来。我是来保护你们的。李青他在干嘛？陈峰点点头，旋即看向身后紧闭双眼的李青，开口询问。李青，他……该死，没想到这里还有光明系职业，杀了他！左灵的话还未说完，便听到天空传来一句谩骂声，两人瞬间抬头看了上去。来者是一群身披斗篷的神秘人，而他们都是异端会的人，其中还有一个人身披着淡红色的斗篷，估计是小组长之类的。天上的人同样注意到了陈峰和左灵两人，而当那小组长看到陈峰之后，身躯猛然一颤抖，旋即开始哈哈大笑起来。哈哈，陈峰，没想到竟然在这里遇到你，真是天助我也！听着斗篷人那猖狂的笑声以及话语，陈峰不禁愣了一下，旁边的左灵也有些疑惑，握紧双斧，紧张地看着天上的人，疑惑开口：陈峰，你认识他？不认识。陈峰，你当然不认识我，而我要为我的孙儿还有秦家报仇。话音落下，那斗篷人摘下自己的篷帽，露出那沧桑且苍老的面孔，让左灵浑身猛然一震，瞳孔微缩，震惊道：竟然是秦武，他不是监考老师吗？怎么在这？看到秦武，陈峰心中顿时了然，怪不得这人刚刚对自己那么大的恶意，原来是秦龙的爷爷啊！秦武，我还想找你呢，没想到你这条老狗自己送上门来了。陈峰冷笑一声，抬头淡漠看着秦武，没想到都不用自己去找，这秦武自动送上门来了，真是好运气。狂妄小子，现在的我已经今非昔比。秦武冷喝一声，头上的信息框显露出来，竟然达到了650级。看到秦武的等级，左灵后退2步，感到吃惊，这么高的等级，他和陈峰恐怕不是对手。那又如何？今天就是你的死期，等我杀了你，自然会去杀秦岚。你们秦家，我一个都不会放过的。真是狂妄的小子，我很不喜欢。秦武冷笑一声，旋即摆了摆手，给我杀了他们。是。闻言，秦武身后的众多斗篷人瞬间朝着陈峰两人暴掠而出，吓得左灵一哆嗦。不用怕，我在。陈峰淡然一笑，随手一挥，上百具骷髅兵瞬间出现在他周围，然后指向左灵和李青，保护好他们两个。听着陈峰的命令，骷髅兵们人性化的点了点头，旋即各自站在左灵和李青身旁，充当起保镖，360度守护着他们。看到这一幕，左灵惊呆了，陈峰不是盗贼吗？这一手召唤骷髅又是什么情况？难道盗贼现在已经进化到可以召唤骷髅兵了吗？而天上的秦武看到陈峰这一手召唤骷髅，顿时瞳孔收缩，怒声大喝：你这骷髅兵是在哪里学的？这不是我家秦龙特有的技能吗？秦龙是死灵法师，这是秦家人都知道的，而死灵法师的特点就是召唤骷髅兵，可陈峰的资料显示不就是盗贼吗？他怎么会召唤骷髅这技能？而这现象偏偏就是杀了秦龙后才有的，难道陈峰具备杀人之后夺取别人职业的能力？这是天赋还是技能还是装备才有的？这未免太可怕了吧！想到这里，秦武心中的杀意更加浓烈，如果陈峰真的具备这种能力，那就更不能留了。如果让他安全成长起来，那以后肯定是一个非常大的祸害，到时候恐怕连整个异端会都会被他毁灭。给我杀了那个小子，他不能留！秦武大喝一声，再次发布命令。陈峰不死，整个异端会都不得安宁，连他都不能安心，所以陈峰必须死。第96章，张悟，是你吗？陈峰双手插兜，淡然地看着那些朝他冲过来的斗篷人，他们手里握着锋利的短刃，仿佛夺命的死神，面无表情地冲过来，眼里毫无对生命的怜悯。小心！而就在匕首即将触碰到陈峰脖颈的那一刻，左灵惊了，朝着陈峰大喊，他以为陈峰已经被吓到忘记闪躲。滚！陈峰看着面前这些距离他只有几厘米的斗篷人，轻描淡写地吐出一字。刹那间，一道音波从他身上爆发，震向那些斗篷人，他们几人瞬间倒飞出去，在地上滚了数圈，才勉强停下来。可当他们停下来之后，艰难抬起头，震惊地看向陈峰，连话都没说，便吐出一口鲜血，脑袋倒下，彻底失去生机。左灵见状，大受震撼，双眸放大，紧紧看着陈峰，这到底怎么回事？陈峰仅仅是说了一个滚字，
他便看到一阵音波从他嘴里爆发而出，震向那些斗篷人，瞬间就秒杀了。这特么是什么技能？动动嘴就能秒杀敌人，这也炫酷了吧？小子，你这是什么能力？为何他们还没靠近你就全死了？秦武站在虚空之中，被吓得后退了几步，颤抖的手指着陈峰，满脸不敢置信。他看到了什么？这陈峰竟然连身体都没动，就单纯说了一个滚字，便灭杀他数名手下。那些手下的等级可都是100级以上，他特意挑选的精锐，灭杀一个高中生还不是轻轻松松？到底是哪里出现了问题？他就是一个盗贼，为什么这么强？老邓，你不知道的还有很多呢。陈峰淡然一笑，身影消失。就在秦武惊讶于陈峰的速度时，再次出现，陈峰便已经来到秦武面前，一把将其脖子牢牢掐住，高举起来。告诉我，秦岚在哪里？我待会送你去跟你女儿相聚。陈峰面色平静地看着被他掐住脖子疯狂挣扎的秦武，我的耐心可没有那么多，我是不会说的。秦武双手紧紧抓着陈峰的手，想要挣脱，可无论如何都无法挣脱，惊恐地看着陈峰。他怎么都想不明白，陈峰不过是一个高中生罢了，他怎么会有这么强的实力？这手就像枷锁一样，牢牢掐着他的脖子，令他无法呼吸，无法挣脱。你到底是什么人？一个高中生，凭什么？看着我眼睛。陈峰没有回答秦武的问题，他知道秦武是不会说的，不过他还有后手。下一秒，陈峰的双眸瞳孔竟然浮现出2道紫色的螺旋圈，在自动顺着顺时针旋转着。而当秦武看到陈峰双眸的那一刻，他便知道这是精神魔法，可他想要闭眼却已经来不及了。瞬间，秦武猛然瞪大双眼，将眼睛睁到最大，而身体一僵，双手双脚竟然都垂直着，宛如一具僵尸，笔直的被陈峰高举在半空中。见状，陈峰手上的力度小了几分，再次问出了刚才的问题。地下，秦岚在地下。这一次，秦武面无表情的将问题回答出来。那你们异端会的老巢又在哪里？陈峰继续问道。在。忽然，秦武的瞳孔发生了变化，身体忽然剧烈挣扎起来，双手紧紧抱着脑袋，大喊大叫：好痛！老大，我错了，放过我，求求你放过我！未等陈峰反应过来，秦武的脑袋忽然如气球一样爆开，红白之物瞬间飞溅到陈峰脸上，弄得他全身都是，这让他微微一愣。看来这异端会的老大也是够狠的，手下说杀就杀，为了保守秘密，竟然做得如此彻底。陈峰不禁冷笑，将秦武的无头尸体随意丢到魔物群里，让其啃食，随后用衣衫简单擦拭了一遍脸。异端会的人真以为这样就可以不被他找到了？想到这，陈峰不禁看向地面，刚刚秦武说的是地下，那也就是说秦岚在地下，而他肯定会被保护起来，那么异端会的老巢是最安全的地方，所以得出结论，异端会的老巢就在地下。而就在这时，陈峰周围忽然展开数十道空间隧道，让现场众人大惊失色。陈峰，小心！左灵连忙大喊，这空间隧道看似来者不妙啊。下一刻，从空间隧道里走出上千个斗篷人，其中有一位身披暗红色斗篷，还有2位身披鎏金色斗篷的神秘人，其中那2位鎏金色斗篷人身上的气息比其他斗篷人都要强大。那暗红色的斗篷人看了一眼陈峰，旋即将目光放在远处正闭眼凝聚技能的李青，单手一甩，指向李青。去，杀了他，不能让他破坏我们的计划。张悟看着李青，怎么都没想到，那被自己放走的唯一一个光明系职业，到最后竟然成为了最大的威胁。如果知道是这样的话，那他昨天晚上无论如何都要将李青扼杀在摇篮里，即便是大闹执法所，都要将李青杀死，不能让他破坏计划。陈峰见状，刚欲出手，身后再次打开数十道空间隧道，而这次走出来的不再是敌人，而是罗成和他带来的救兵。所有人上，杀光这些异端会的败类！罗成一跃而起，凌驾于所有人之上，旋即挥动法杖，一道魔法瞬间将陈峰笼罩在其中。下一秒，陈峰凭空消失，再次出现，已然到了左灵和李青身旁。陈峰抬头看向天空，两方人马已经开战，其中的暗红色斗篷人手持一柄银白色的长剑，和罗成站在一起。最诡异的是，他不仅可以近身靠近罗成进行攻击，还可以使用魔法，可谓是无法双修。而且两人打得不相上下，实力似乎在同等水平。陈峰脑海里很快浮现出一种职业，那是战士和法师职业里面共同拥有的一种稀有隐藏职业，名为魔剑士。这个职业不仅可以使用战士的技能以及装备，也可以使用法师的技能和装备，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妥妥的双职业，非常稀有，10万个人里面挑不出来一个。张悟，是你吗？这时，天上的罗成停下攻击，瞪大双眼，目露震惊地看着暗红色斗篷人，满脸不敢置信。第97章雷雨天惊。罗成的话让天上许多人都停下了动作，就连异端会的人都停下了攻击，唯独地面众人还在跟魔物战斗。
没有心思停下攻击。众人都看向罗成，又看向那暗红色斗篷人。难道罗老认识这异端会的人？老罗，没想到你认出我了。暗红色斗篷人摇摇头，叹息一声，旋即利索地摘下篷帽，露出一张比较沧桑但看上去年纪只有40-50岁的面孔，嘴角噙着一抹窘迫的笑容，似乎不愿被罗成看到他如今这般模样。没想到真的是你，我一开始还不信的。看到张悟那熟悉又陌生的面孔，罗成目光呆滞，微微一愣，眼神里流露着一抹挣扎痛苦之色。好久不见了，张悟，没想到10年不见，再见已是敌人。此话一出，众人纷纷一愣，这罗成的话听起来怎么好像跟张悟认识很久？是啊，造化弄人。张悟摇头笑了笑，没有多说什么。张悟，这里不是你们2个叙旧的时候，杀了他。这时，张悟身后那2个鎏金斗篷人的其中一个开口冷声呵斥，便是让张悟回过神来，眼眸闪过一丝冷意，朝着罗成冲了上去。我们已不是兄弟，而是敌人，全力出手吧，罗成。没想到30年前那横空出世的天才，拥有万中无一的魔剑士职业的少年，那天天说着杀光天下所有异端会，守护人民，怀揣梦想的勇士，最终还是成为了恶龙。罗成看着朝他冲过来的张悟，低头喟叹一声，再次抬头时，眼里再也没有了昔日之情，唯有全力以赴的战意。好，那就让我看看，这10年来你有没有成长，能够与秦都的守护神一战，我很荣幸。张悟大喝一声，身形一闪，利剑已到罗成头顶，用力劈下。空间挪移，罗成单手挥舞法杖，自己的身影瞬间移动，避开了这一击。而同时，张悟周围的空间开始扭曲，无数利刃凭空而出，将他团团包围，爆射飞去。但这些飞剑都对张悟造成不了什么伤害。魔剑士还有一点特别厉害的被动技能，那就是对魔法伤害有着一定的抗性，很多法师都拿他们没有办法。而在张悟和罗成再次开战的时候，那2个鎏金斗篷人并没有闲着，而是看向了李青的方向，身形顿时消失在原地。大家小心！陈峰见状，立马提高警惕，放声大喊。那2个鎏金斗篷人的实力很强，他能感受到，虽然他不怕，但是这里有很多人，不代表其他人打得过。很快，让他担心的一幕发生了，天空忽然发生了异变，乌云密布，电闪雷鸣，竟然下起了暴雨，无数雨点倾盆而下，所有人以及魔物都被雨水弄湿，很不自在。雷法师，所有人快跑！这时，不知是谁喊的一声，众人顿时惊慌失措。而陈峰注意到了天上的变化，只见一位鎏金斗篷人屹立在天空之上，手上握着一根法杖，浑身上下充斥着各种蓝色的电芒，如雷蛇般随意游动，无数雷霆轰隆而响，仿佛人间的雷神随手掌握雷霆。好恐怖的气息，他的等级凌驾于我们所有人之上，所有人能跑就跑。罗成在与张悟战斗的同时，注意到了天上的变化，便意识到那斗篷人的实力有多强，起码在1000级以上。不少人听到这话，都吓得连忙往身后跑去，没有再战的心思。怎么办？1000级以上，那可不是我们能对付的。左琳看着陈峰，又看向身后的李青。此时李青还在凝聚技能，可不能放下他不管。没事，有我在。陈峰回眸淡然一笑，又将目光放向天空那雷法师，露出一抹诡异的笑容，说出了一句让左琳感到匪夷所思的话：还想着用哪个技能呢？结果倒好，他放了。瞬间，陈峰施展一道魔法，一个金黄色的保护罩忽然出现在李青和左琳周围，将2人团团包裹其中。这道屏障是他从水晶魔法盾上盗取过来的技能，原本是可以产生一个5秒免疫任何伤害的护盾，现在已经变成了他的主动技能，变成了30秒。这30秒足够了。下一刻，陈峰原地消失不见，再次出现，已然来到那鎏金斗篷人面前，看着他微笑着。鎏金斗篷人正在凝聚大招，看到陈峰出现的那一刻，被吓了一跳，但很快注意到陈峰就是一个年轻人，便放松警惕。少年，你是来送死的吗？斗篷人满不在乎的开口，在他眼里，陈峰对他毫无威胁。陈峰，快跑！你不是他的对手。罗成这时也注意到了陈峰，没想到陈峰竟然敢一个人冲上去，这不就是找死吗？可就在他分心的这一刻，张悟忽然来到他身前，眼神里露出一丝冷冽以及一丝痛苦，但还是将手里的剑狠狠刺入罗成的左胸口。刹那间，罗成瞪大双目，使用空间移动，将自己挪到地面，猛然跪在地上，手持法杖强撑着，突然吐出一口鲜血，脸色苍白，受了重伤。看到罗成受伤，其他人大惊失色，现在的核心骨可是罗成啊，他万一出事，那秦都真的完了。陈峰同样注意到了地面所发生的一切，但他不为所动，看向面前的鎏金斗篷人，露出一抹淡笑。首先，我不是来送死的，而是来送你去死的。陈峰耸了耸肩，然后微微举起右手。其次，我还要感谢你，帮我凝聚了这么久的大招。此话一出，让鎏金斗篷人愣了一下，
旋即露出一抹戏谑的冷笑，哈哈，真是我听过最搞笑的话了。你们的守护神都快死了，你一个小屁还能干嘛？我可是1000级以上的雷法师，要你死，你便死。小子，既然你找死，那便你尝尝雷雨天惊的威力吧。鎏金斗篷人身形一正，高举右手，一挥而下，指向陈锋。雷落，雷雨天惊，这个名字不错，我喜欢。陈锋露出一抹微笑，学着斗篷人的动作，右手一挥而下，指着斗篷人，脸色变得冷漠。雷灭。第98章风法师。乌云密布，雷雨交加，无数雷霆如凶兽般在乌云中肆虐咆哮，令人胆颤。忽然，数道雷霆如雷龙般呼啸而下，朝着那鎏金斗篷人咆哮而去，击中在他身上，轰然爆炸，响彻天际，令在场所有人都大惊失色，看向天空，黑烟骤起。这怎么可能？我的雷雨天惊呢？黑烟快速散去，露出一个衣衫褴褛的美丽妇人，连声音都变得性感妩媚，但语气却伴随着惊讶。身披的鎏金斗篷早已被毁得不成样子，她满脸震惊地看着陈锋。为什么他刚刚发动技能的时候却没有任何反应，反倒是陈锋一句话，那些雷霆就劈向了他？这是怎么回事？妇人看着天上的乌云，猛然发现自己好像跟那片乌云没有任何联系，就跟不属于自己的一样。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我用出来的技能不听我的使唤？妇人忽然看向陈锋，目瞪欲裂，呼吸都变得急促几分。他不敢置信，这雷雨天惊可是他非常引以为傲的技能，属于 SSS 级技能，堪比禁术，可以召唤雷云，伴随暴雨，自己可以随意操控那些雷霆劈向任何人，在雨水的加持下，即便跟他同等级的人都不好受。而现在呢，他刚刚弄好的技能没了，那么大一片雷云说没就没了，直接不属于他的了。这特么什么情况？妇人的话让异端会其他人都震惊不已，尤其是张悟和另外一名鎏金斗篷人，他们最为吃惊。他们都知道这妇人的实力，可这句话又是什么意思？米莉，你说什么？你的技能怎么了？这时另外一名鎏金斗篷人疑惑开口。李东，这小子有诡异，我的雷雨天惊不听我的话了，好像被这小子拿去了一样，变成属于他的技能了。被叫做米莉的妇人回答道。他不信邪，想要再次释放技能，可当他如何尝试都无法使用第二次雷雨天惊，不是冷却不倒，而是没有了这个技能。这种情况让他无比震惊，自己的技能竟然没有了，这找谁说理去啊？你在找这个吗？陈锋的声音骤然响起，所有人都看向他。当众人看向他的时候，猛然瞪大双眼，瞳孔剧烈收缩。只见陈锋全身上下伴随着无数道紫色的雷电，这些雷电如小蛇般游动在他身躯，就连头发都直立起来，连那双眼眸之中都伴随着无数雷霆，宛如一尊人间雷神。所有雷霆都听从他的号令，连陈锋都没想到，拥有雷属性的他使用雷系技能竟然能够将其发挥到极致。如果说米莉这个雷法师使用雷雨天惊可以勉强达到小禁术威力的话，那么陈锋便可以随手将其发挥到大禁术的威力。好恐怖，他有雷系天赋，他也是雷法师。米莉大吃一惊，震惊叫喊，我能感觉到这雷雨天惊的威力变得更加强大了。底下众人一听，脸色顿时变得无比复杂，尤其是左琳和罗成等人，他们都知道陈锋的职业可是一名盗贼，一个没有任何战斗能力的盗贼。虽然不知道他身上有什么秘密，但是职业这一块已经不再是秘密。不过只有左琳和穆清望以及曹虎和死去的秦武几人知道，陈锋的职业似乎不只是盗贼，还有死灵法师。不得不说，你的技能可真棒啊！陈锋淡然一笑，旋即扫视着那些异端会成员，脸色顿时变得冷漠，手指轻轻一点，灭。轰隆！刹那间，天空爆发巨响，无数雷霆从天而降，宛如一条条雷龙倾巢而出，带着毁天灭地的无穷力量呼啸而下，直冲那些异端会成员。那些异端会的人看到雷霆而下，身体吓得猛然一僵，想要逃跑，可雷霆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不到1秒钟全部落在他们身上。轰隆隆！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中，陈锋浑身闪烁着雷霆，随手点着的方向便可降下无上神威，一道道雷霆从乌云落下，尽情泯灭着那些异端会的人。每个被雷霆击中的异端会成员都带着无限恐惧，化为一缕灰烟，瞬间消失在原地，渣子都不剩。一瞬间，所有异端会成员再也没有战斗的心思，连忙朝着远处逃跑。可他们的速度又怎能跟雷霆相比呢？雷云之下，寸草不生。瞬息之间，上千名异端会成员全都死于当场，而那些魔物却没有受到伤害，因为这是专属于异端会的福利。你到底是什么人？一个高中生怎么可能做得到这一步？我查过你的资料，就是一个盗贼而已。张悟连连后退，看着那些死在他面前的手下，他胆早已吓破，无心再战。杀你之人！陈锋淡然看向他，心念一动，将天赋发挥到极致，盗取了张悟所有的一切。
他的属性，他的天赋，他的职业，他的所有技能，陈峰全都要。瞬间，张悟像一只断线的风筝，脸色变得苍白，失去了所有力量，再也站不稳虚空，朝着地面落去。双眸充满了惊恐，他不知自己为何忽然没有了力量，但这一定跟陈峰有关。扑通一声，张悟狠狠砸落在地面，猛然喷出一口鲜血，如皮球一样弹了2下，才躺在地上奄奄一息。他不是道。他艰难抬起头，遍布血丝的双眼无比惊恐地看着天上那正对他微笑的陈峰，艰难地吐出一句，旋即脑袋一歪，彻底失去生机。他到死的这一刻都没有想到，竟然有人能够将他所有的一切都拿走。也在这一刻，他明白了米粒大人的技能为何会消失。这陈峰根本就不是什么盗贼，他就是一个可以随意拿走别人一切的神。与神作战，他死得不冤。灭杀了张悟，为罗成报仇之后，陈峰又看向仅剩的2位鎏金斗篷人，从刚刚他们2人的话语中得知，那女的叫米粒，而男的叫李东。你们2个想好怎么死了吗？小子，别太得意了，这个世界的强者还有很多，可不是你能想象的。李东看着陈峰，冷喝一声。话音刚落，他身上掀起一阵阵狂风，斗篷随着狂风掀起，蓬帽被吹下，露出一张极其普通的年轻模样，嘴角噙着一抹冷笑，高举着法杖。与此同时，他召唤出来的狂风开始旋转，瞬间形成几个巨大的龙卷风，肆虐席卷着所有人以及魔物，将其卷入龙卷风之内，天旋地转。风法师第99章，这场闹剧该结束了。陈峰看着面前能够召唤狂风的李东，嘴角微微上扬，又是一个新的职业。以前他还没碰过风法师，现在一见感到几分新奇。不过让他高兴的是，这代表着自己又有新的职业可以盗取了，还有技能以及天赋，召唤风的力量看上去蛮不错的。很快，李东周围伴随着7、8个龙卷风，而每个龙卷风内部都席卷着无数魔物以及人类，其中包括普通人以及觉醒者，还有一些异端会的人。看来这家伙的技能也是无差别攻击的。异端会的人还真是够狠的，自己人都杀。陈峰出言讥讽：关你屁事，这些废物既然没用，那就让他们付出最后一点价值。李东恼羞成怒，身上的狂风咧咧作响，斗篷随风摇曳，旋即看向米粒：还能战吗？让我们一起杀了这小子，再解决那光明系的小子。好。米粒深吸一口气，再次召唤无数雷霆环绕身躯，瞳孔一样变成电芒，怒目瞪着陈峰：小子，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禁术吧。李东冷笑一声，说完，他将所有龙卷风都围绕在他周围顺时针旋转，而天空电闪雷鸣，雷声大作，乌云比先前的更多更浓，秦都陷入前所未有的黑暗，伸手不见五指，连光明都要吞噬的那种。乌云密布，狂风变得更强，龙卷风越发庞大，在众目睽睽之下，竟然将部分乌云都席卷起来，不到数秒，龙卷风群慢慢变成了黑色，看不到内部里有什么。那些乌云竟然跟龙卷风融为一体，甚至还散发着无数电芒。看着那雷云龙卷风，陈峰感到有些新奇，这融合技他还是第一次见，又让他的战斗经验提升了不少。这种可不是看书能够学会的，都是大家战斗时从中摸索出来的。2种原本都不是禁术的技能，在李东和米粒的共同合作下，竟然达到了禁术的威力，不得不说很天才。不过这很快就是他的了，所以陈峰只是微笑看着2人慢慢融合技能，没有半点出手阻拦的意思。底下的众人都看不明白了，为什么陈峰明明有打断李东他们融合技能的时间，却一动不动，那表情好像在上课，时不时还点了点头，眼里甚至还流露出一抹原来如此的神色。这要是给他们2个融合成功，那岂不是完蛋了？就在有人想要出言提醒陈峰可以出手打断的时候，那边的融合技已经完成了。哈哈，小子，要不我说你狂妄自大呢？我们融合的时候，你竟然不想打断，反而在看戏，接下来你可就不好受了。李东双手摊开，痴狂般仰头哈哈大笑，身旁的雷云龙卷疯狂肆虐着，那呼啸的风声像是在嘲笑着陈峰的弱小。同时，李东身旁的米粒同样在大笑，他身体环绕着无数雷霆，虽然没了一个技能，但他还有很多技能。虽然不知道陈峰是如何拿走他的技能，但在那么多技能下，他还能全部拿走。他就不信了，所有技能都用上，这陈峰还不死。刹那间，米粒身上的雷霆爆发得更加彻底，无数雷霆都在他身上疯狂涌动，乌云里的雷声更加响亮。杀！去！李东和米粒同时大喊，无数雷霆瞬间落下，形成一条条雷龙、雷鸟、雷虎，甚至形成一只由雷霆变成的巨大手掌，朝着陈峰攻了过去。而与此同时，在陈峰的另一边，那几道雷云龙卷同样朝着他冲了过去，伴随无数毁天灭地的雷霆，仿佛要将陈峰吞噬殆尽。看着攻击离陈峰越来越近，
李东和米粒两人的笑容越发浓烈，他们两个的等级可都是在1000级以上，而且天赋都在 S 级，属性更是离谱，在装备、天赋、技能和各种药剂的加持下，他们两个的智慧属性都达到了惊人的38000，可以说现场最强的两人。上头派他们两个过来就是为了轻松攻下秦都，他们想着也应该是这样的，毕竟秦都的强者除了罗成就只有秦华大学那几个。谁曾想秦华大学那边的强者因为龙都出事赶去帮忙了，现在就只有罗成几个强者，结果又多了一个不知名的高中生，看上去似乎比罗成还要强大，这打得他们措手不及啊。看着无动于衷的陈峰，李东和米粒两人脸上露出了嘲讽的笑容，在他们眼里，陈峰已经处于必死之局，这么多技能，他如何躲又如何抗？他必死无疑。陈峰，小心，快躲开！底下众人同样注意着陈峰，看到那么多技能朝着陈峰呼啸而去，而他却动都不动，难不成是已经被吓傻了吗？纷纷出声提醒陈峰，让其躲开，如果被击中，不死也重伤。就在所有技能距离陈峰只有1米不到的时候，李东和米粒两人眼眸死死盯着，嘴角咧了起来，他们要亲眼看着陈峰死在这些技能之下。可忽然，当无数神威靠近陈峰的那一刻，戛然而止，他们都停在了陈峰面前，一动不动，再也没有往前半步，仿佛时间静止。无论是米粒所释放的雷霆幻化的各种生物，以及那如庞然巨物般的雷云龙卷，他们此时此刻都停在陈峰身前，如沉浮的忠臣，一动不动。这是什么情况？为什么不前进了？杀了他！李东震惊到连连后退2步，这种情况他毕生未曾见过，技能竟然会停在一个人面前，不攻击，甚至连动都不动，这特么是个什么情况啊？而看到这一幕的米粒瞬间回想起刚刚的噩梦，他之前所释放的雷雨天惊跟现在的情况一模一样，不但不攻击陈峰，反而听从陈峰的命令，难道又要重蹈覆辙了？看到这里，所有人都震惊了，这些技能为什么不攻击陈峰，反而停在他面前？这到底是什么能力？陈峰的职业真的是盗贼吗？他这能力前所未见，从所未闻啊！罗成此时颤颤巍巍地站起来，震惊地看着陈峰，口中喃喃：活了大半辈子，他都没有看过如此诡异的能力，这到底是职业还是天赋，能够将其他人的技能停在面前？他的空间魔法虽然能够做到这一点，但要消耗很强的精神力，可看陈峰的脸色就跟没事人一样轻松，难不成真是时间停止？他是一位时间系职业觉醒者。谢谢你们的技能，不过这场闹剧该结束了。第100章，那是神。众人不懂陈峰的话，但陈峰的动作让他们大惊失色。只见陈峰身上的雷霆再次闪耀，双眸闪烁着雷霆，举手投足之间，雷声大作，雷霆划过苍穹，映照世人。去，杀了他们！陈峰随手一指，指向李东和米粒，轻描淡写地吐出一句。话音落下之际，停在陈峰面前的所有技能瞬间调转方向，朝着李东和米粒的方向冲了过去。与此同时，乌云里的雷霆更加凶猛，似乎在咆哮，一道紫色且庞大的身躯在乌云中游动，甚是吓人。吼！下一刻，一条身长100米、宽数十米的紫色苍龙从雷云中冲出，张开龙口，朝着李东二人发出龙吼。这一幕惊呆所有人，看着那条庞然巨物，众人震惊的说不出话。好恐怖的雷龙，就连罗成都感觉到自己若是被这雷龙击中，必死无疑。就连地面的那些魔物感受到这股磅礴且恐怖的气息后，都不敢动弹，浑身都在颤抖，停止了攻击。龙吼响彻天地，震嚣八方，在场所有人无一不是被吓到的，连那些被黑暗怨气所入侵的人们都停顿了一会，无神的瞳孔都微微收缩，似乎有苏醒的迹象。而李东和米粒看着那朝他们冲过来的技能以及庞大雷龙之后，彻底吓傻了。不过两人的反应很快，立马释放各种防御魔法，无数道护盾都升起，将他们团团包裹在里面。陈峰见状，嘴角微扬，心念一动，使用天赋，盗取李东和米粒两人的所有属性、技能、天赋以及职业，能够盗取的他通通都要。刹那间，李东两人顿时感觉身体疲劳，脑袋晕眩，刚召唤出来的所有防御魔法瞬间消失，两人顿感不妙，但没有属性支撑的他们很快就跟断线的风筝往地面掉去。可未等他们落下，技能已经到了他们身边，先是米粒所召唤出来的雷霆凶兽将两人攻击一番，又是李东的雷云龙卷将两人卷入其中，全身受伤多处，导致重伤。最后在雷龙从天而下，来到两人底下，仰头冲去，张开龙口，发出一道冲天龙吼，一口将两人咬住，伴随的是雷鸣大响，轰然爆炸。李东和米粒两人瞬间泯灭，连渣子都没有留下，化为一缕灰烟，消失在半空中。两人的消失带来的是乌云散去，晴空万里。看到这一幕的众人都惊呆了下巴，看着那空空如也的半空，久久未言，久久未回神。
2位异端会的强者就这样被陈峰杀了，杀得如此轻松，如此干脆。众人看向陈峰的眼神顿时变得惊骇起来，这真的是刚参加完高考的学生吗？怎么会那么强？这阵仗甚至惊动了还在秘境3区抵挡魔物的曹虎，当他回头看向秦都广场的方向时，彻底傻了眼。那小子到底是什么实力？那条雷龙连我都难以阻挡吧？曹虎瞪大双眼，口中喃喃。他从那雷龙身上感受到无比庞大的能量气息，那强而有力的能量让他感觉到死亡，这种感觉就像小时候那样碰到高等级魔物，而自己又打不过的危机感。现在竟然从一个少年的魔法上重新感受到了。陈峰绝对不简单，他的等级起码也在1000级之上，要不然就是 SSS 级天赋，甚至还是全身上下都是神器，要不然都做不到这一点。曹虎断定陈峰的实力远远不止这样，还能更强，这小子还藏着。这让他心中的决定更加坚定，这场战役结束之后，必须要拉拢陈峰加入龙战军团，培养的话，这小子甚至能坐他的位置，到时候自己就可以退休养老了。如果将陈峰收为徒弟的话，那他这个师傅收到这妖牛逼的徒弟，那面子肯定很大，到时候跟那些老朋友吹牛逼，那群老东西还不一个个羡慕死他。哈哈，就这样，必须要收陈峰为徒弟。陈峰没有在半空中久留，他快速回到地面，来到李青身旁，看着依旧闭目而身上却散发着无上光辉的李青，满脸疑惑。这未免也太久了吧？虽然他和异端会众人的战斗仅过去5分钟不到，但凝聚一个技能需要5分钟的吗？罗老，你没事吧？他又看向罗成，看着对方的伤势似乎好转了许多，还是担忧开口。没事，没什么大碍，我提前将心脏转移了的位置，所以张雾没有刺中我的心脏。罗成摆了摆手，苍白的脸上露出一抹微笑。幸亏张雾偷袭他的时候反应快了一点，提前用空间魔法挪动了心脏，要不然还真死在这里了。没事就好。陈峰点点头，旋即看向其他那些还在与魔物战斗的人们以及他的召唤物们，又看向李青。现在只有李青能够唤醒那些被黑暗怨气入侵的人了。可就在这时，陈峰听到了一旁的左灵在发出微微的抽泣声，他转头看去，只见左灵身躯在微微抽搐，而眼眶早已湿润，正一脸担忧地看着李青，不禁让陈峰感到疑惑。左灵，怎么了？陈峰疑惑开口。现在没什么好担心的了，只要等到李青释放技能，而我叫的那些光明系职业很快就会到了，异端会的强者都被陈峰杀了。罗成也注意到了，看向左灵，微笑安慰。不，你们不知道，李青他现在所做的一切都会。左灵刚欲将真相讲出来，现场忽然发生异变。只见李青紧闭的双眼猛然睁开，迸发出异常夺目的光芒，身上所散发的光辉更加磅礴，一道光柱从他体内爆发，直通云霄，破开所有云层，在天空中开了一个洞。与此同时，李青身体爆发出一阵光明气息，震荡八方，所有魔物都被这光明气息震退，而那些被黑暗怨气入侵且站在最靠近李青位置的人，被这光明气息扫荡的时候，无神的双眸瞬间恢复清醒，迷茫地看着周围。众人纷纷看向李青的位置，只见那道通天光柱中竟然有一道洁白且神圣的身影从天而降，手持法杖，身披白色长袍，神圣且伟岸，令人心生臣服。那是神。第101章，神明降世，凡人跪服，魔物胆颤。罗成的话让众人反应过来，纷纷震惊地看着天上那道神圣身影，不禁身体微微震颤，腿脚都有些发软。其身上神圣且恐怖的气息令众人心生胆颤，想要跪服，这就是神明的力量吗？看着那身影，众人都很吃惊，这就是神明吗？虽然震撼，但很符合他们内心神明的模样，看其身上的气息，似乎还是光明系的神明。神明降世，凡人跪服，魔物胆颤。当神明临世的那一刻，所有被黑暗怨气入侵的人类以及魔物此时都停了下来，僵硬地转过头看着神明虚影，一动不动。所有正在战斗的人都愣了一下，停下了手里的动作，看向光明神的虚影，眼里充满了感激。那是光明神。远在秘境3区的曹虎看到了光明神，震惊喃喃，没想到这秦都市真的是卧虎藏龙啊，竟然连光明神职业都有，看来这次来秦都市算是来对了。光明神，那这次是不是有救了？穆青望来到曹虎身旁，同样是看向李青的方向，嘴角扬起，露出一抹微笑。不知为何，看到天空那道光明神虚影，他悬着的心慢慢放了下来，轻松了许多。差不多了，但凡是神系职业就没有一个是垃圾的，你的职业不就是吗？还有你爸的。曹虎笑了笑，看向穆青望。穆青望没有多说什么，看向李青的方向。不对，那李青身上的气息怎么越来越微弱了？忽然，曹虎瞪大双眼，震惊地看着那远处双眸发光的李青，疑惑开口。虽然距离有点远，但他的精神力不差，
能够感受到李青身上的气息越来越微弱，而精神力同样在快速消失。这小子是在用生命禁术？不好，他在使用生命禁术！曹虎轻喝一声，身影顿时消失在原地，朝着李青那边迅速赶去。听到曹虎的话，穆青望瞬间瞪大双眼，瞳孔剧烈收缩。生命禁术，这是一种特殊禁术的外号。这种禁术，他们所消耗的不仅仅是精神力，更多的是生命，通常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都不会放出来。虽然现在的情况很紧急，但是让李青牺牲自己拯救大家。穆青望紧紧握拳，跟随曹虎暴掠而出。秦都广场，什么意思？你说什么？是真的吗？罗成震惊地看向左灵，他刚刚没有听错吧？左灵说，李青所释放的技能名为奉献光明，而释放技能的代价就是他自己的生命，他要用自己的光明去驱散世间的黑暗。左灵不停点头，同时抽泣的声音越来越大，眼泪哗哗滴落在地。这一刻，众人终于明白左灵之前为何抽泣，原来李青所释放的技能是在用自己的生命来救大家。听到左灵的话，大家都低下了头，紧握双拳，咬紧牙关，无力感涌上心头。陈峰同样大受震撼，没想到还有这种技能，消耗自己的生命来释放，为了救人牺牲自己。如果是他的话，他或许不会像李青这样伟大，他是一个自私的人，还不想死那么快。青儿！就在这时，一道哭喊从人群后响起，众人纷纷回头看去，只见一个妇人在一个中年男人的搀扶下，泪流满面的来到人群前，来到李青面前。青儿，你在干什么？快停下来，我不允许你这样做。董卿正脱开李刚的手，跑过去一把抱住李青，疯狂摇晃着他的肩膀。住手！我不允许你用自己生命去救其他人，是不是他们逼你做的？凭什么？凭什么就要他的儿子去救所有人？他儿子也是人。众人听到这话，都默默低下了头。他们没有资格去反驳董卿的话，因为李青是董卿的儿子，而李青用自己生命救大家是他的情分，即便他不救，都没有人有那个资格指责他。毕竟这一切都不是他的错，是异端会的错。要怪，就怪他们自己没有能力拯救大家，拯救自己的家人朋友。李刚同样湿润了眼眶，他没有像董卿那样冲上去哭喊，而是紧握拳头，默默流泪。他同样不想自己的儿子死。妈，这是我自愿的，光明神既然赐予我复活你们的权利，那就是上天的安排，而现在只有我能救他们了。这时，李青的眼里的光亮逐渐散去，露出一双闪烁着银光的眼眸，微笑地看着母亲。我不想你做什么英雄，我只想你好好待在我身边。董卿不停摇头，放声大喊，求求你别这样，妈妈只有你这一个宝贝儿子了。闻言，李青眼角流出2道泪水，他没有看向母亲，反而是看了一眼父亲，又看向陈峰，淡淡开口，陈峰，正好你也在这里，我们来比个赛如何？听到这话，众人都愣住了，尤其是陈峰，他瞳孔微缩，看向李青，久久未言，最后还是露出一抹淡笑。你说怎么比？我父亲经常说我不如你，让我好好跟你学习，争取超越你，所以我就一直很讨厌你。现在我明白了，他就是为了我好，想要我变得更好。不过我还是想跟你比一场。李青看向父亲，看到父亲那低头剧烈抽搐的身躯，又看向陈峰，就比，我们谁救的人更多吧？你要是输了，我就比你厉害，怎样？李青的话很幼稚，很尬，就像是幼儿园的小孩子在互相斗气一样。可在此时此刻，没人笑得出来，更没有人觉得幼稚。李刚听到这话，猛然抬起头，震惊地看向自己的儿子，愧疚感涌上心头。他从未想过是自己害死了儿子，自己的每句话都被儿子深刻记得，那一句句话就像一把把刀子一样刺入李青的内心，他从未想过。行，我答应你。陈峰先是愣了一下，旋即看向李刚，心中很快了然，露出一抹微笑，又看向李青，点了点头。论救人，如果李青驱散了所有人的黑暗怨气，那这场比赛他是赢定的。谢谢你。李青笑了，看向母亲和父亲，对不起，原谅我的自私。说完，李青的双眸再次绽放出璀璨光芒，异常夺目，身上的光明气息更加强烈，光柱比之前还要耀眼。李青扫向所有魔物以及被黑暗怨气控制的人，缓缓开口：我光明神愿奉献自身光明，驱散世间黑暗。李青大喝一声，闭上双眼，等待死亡。可过去2秒，什么动静都没有，不禁让李青愣了一下。我答应了，但我没说我要输给你。第102章，奉献光明，驱散黑暗。陈峰的声音忽然响起，李青愣了一下，猛然抬起头。而当他抬头的时候，他看到令他疑惑的一幕，现场所有人都瞪大双眼，目露惊骇地看着同一个方向。当他顺着众人目光看去的时候，眼睛猛然瞪大，瞳孔剧烈收缩，嘴巴慢慢张大，惊讶且木讷地吐出2字：卧槽！面前一尊神圣且伟岸的神明虚影正屹立在他面前，
而那正是李青的光明神虚影，而在虚影之下，不再是李青，却是陈峰。只见陈峰目露璀璨光芒，如执掌人间的神明，浑身散发着神圣且不可亵渎的气息，让人忍不住跪下臣服，比先前李青所散发的光明气息还要浓烈。若不是亲眼所见，李青都觉得自己是个冒牌的光明神，而陈峰才是真正的光明神。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不是他的职业，他的天赋，他的技能才能有的效果吗？为何现在自己好不容易凝聚的技能没有了，反而转移到陈峰身上去了？这特么闹鬼了！而当李青看向个人面板的时候，惊奇发现他的职业还在，但是特么的天赋没了。他 SSS 级的天赋就这样没 DI 了。虽然不知道陈峰是如何做到的，但这让李青世界观都快塌了。怎么有人这么夸张，连天赋都能拿？但他知道，他要保守这个秘密。陈峰，你在干嘛？你会死的！李青猛然想到了什么，朝着陈峰大喊起来。既然陈峰拿走了他的天赋，那么同样要付出这个技能的代价，那便是生命。死无所谓了，反正我无父无母无牵挂，你可不一样，你还要爱你的父母呢。听着李青的话，陈峰笑了笑，看向李青的父母，心里不知不觉多了一丝向往与渴望，但很快又消散了，看回李青。听到这话，李青心跳猛然跳动一下，看了泪流满面的母亲，又看向愧疚难当的父亲，心里莫名产生想要活下去的渴望。可是放心，我会没事的。陈峰笑了笑，毕竟他可是有9条命的男人。陈峰，不需要这样，光明系职业的救援很快就到了，我们再坚持一下就可以了。这时左琳连忙开口阻拦，他可不想看着陈峰就这样死去，毕竟他救了他们这么多次，而且天赋那么好，实力那么强，如果活下去，以后肯定能够成为鼎鼎有名的大人物，甚至比人皇还要强大。这样的天才就此死去，未免有些太可惜了吧？陈峰，住手！我们不是非要做这个选择。这时远处冲来一道闪电，稳稳当当停在陈峰面前，来人正是曹虎，他用尽全力跑了过来。他可不愿看着这样的天才去世，在他心里，国家未来的大局比如今秦都的局面还要重要。陈峰现在救了1成的人，但是让他成长到最后的话，那可以救更多的人。这样的天才死在这里，太可惜了。他知道自己很自私，但为了大局，必须要想好每一步。他们都感受到了一场非常大的危机即将到来，必须有更多的天才成长起来，要不然无法抵挡，华夏迟早会覆灭的。陈峰没有回答，反而是回头看向那些被黑暗怨气所入侵的人以及魔物，又回头看向曹虎，摇了摇头，只能做这个选择。再这样下去，秦都的人会全死的，我们已经没有时间等了。说完，陈峰在众人的呼喊中往天上飞去，望着底下所有人，身上竟然慢慢显露出一身白色的长袍，有点像法师的法袍，手里莫名多了一根雪白色的法杖，顶端镶着一颗金黄色的宝石，璀璨闪耀。看到这里，众人都沉默不语，他们不忍心看着陈峰就这样死去，但同样不忍心看着秦都那么多人死去，这是一个两难的抉择，所以他们选择沉默。只有左琳蹲在地面抱头抽泣，还有远处在秘境3区的杨家看着天空那道模糊的身影，口中喃喃：怎么那么像陈峰呢？怎么回事？陈峰他怎么在上面？穆青望这时也赶到了曹虎身旁，震惊地看着天上陈峰，连忙询问：这不应该是李青来做的吗？怎么是陈峰？曹虎没有回答，而是看着天上的陈峰，最后低下头叹了口气：唉，还是没法阻止，可惜了。好孩子，秦都人民会永远铭记你的。罗成看着天上的陈峰，叹了口气，慢慢闭上双眼，不忍看到后面所发生的事情。敬礼！一旁的某个执法队长猛然大喊，做出了执法者们的最高礼仪，右手握拳，猛然打在胸口上，抬头看向陈峰，湿润的眼眶里流露着感激的眼神。刹那间，所有执法者都朝着天上的陈峰敬礼，眼神中充满了感激。陈峰并没有理会底下众人，而是高举法杖，在重重砸下，虚空震荡，光明气息蔓延整个秦都市，震荡八方。奉献光明，驱散世间黑暗。陈峰轻喝一声，头顶的神明虚影似乎是听到了，猛然睁开紧闭的双眼，绽放出璀璨闪耀的光亮，如太阳般耀眼炽热，让所有人都微眯双眼。同时，陈峰竟然缓缓平躺，胸口朝天，背朝地，悬浮在半空中。从他的胸口处缓缓飞出一道精纯且夺目的光球，待光球飞出的那一刻，陈峰的双手双脚忽然松弛垂下，像是一具尸体。看到这里，所有人猛然瞪大双眼，心头一紧，双手紧紧握拳，紧咬牙关，强忍着眼泪。陈峰，穆青望看到这一幕，瞳孔剧烈收缩，又迅速低下头，握着拳头，没有再看。他知道陈峰恐怕已经死了。旁边的曹虎见状，轻轻拍了拍穆青望的肩膀，叹了口气。这种生死离别的场面，他见过太多太多，现在都习以为常了。
但穆亲望不一样，他没有经历那么多。左琳抽泣得更加厉害，哭声更大了，连旁边的李青都低着头，紧握拳头，身体微微抽搐，不知是否哭了。只见布满尘土的地面频繁开出几朵水花，像是天空下起了小雨。一股悲伤之气逐渐弥漫全场，众人的出奇的没有说话，只有微弱的抽泣声彼此起伏。光球飞出之后，落在了光明神虚影的双手之中，只见虚影口中喃喃，不知在说些什么。但下一刻，光明神将手里的光球猛然朝天空抛去，自己则是化作一缕光芒涌入其中。光芒逐渐涌入光球，而光球逐渐扩大，直到变得巨大无比才停下来。而当光球停止扩大后，忽然爆开了。第103章心跳声。光球爆开，以光球为中心，光明气息朝着四面八方震荡而去，一道冲击波在天空爆开，所有人都能看到。与此同时，陈峰落了下去，身上的白色法袍随风飘散，化作淡淡金光消散于空中。罗成见状，连忙施展一道空间魔法，将陈峰平安完整的带了下来。而随着光明气息震荡整个秦都市，天空很快下起金光闪闪的细雨，点点滴落在每一只魔物以及每一个被黑暗怨气的人和每一个受伤的人。但凡被金雨触碰到的人，他们身上的伤势竟然都快速愈合，不到数秒，无论是受到多严重的伤势都极快恢复，简直是比一般的牧师还要强大。而那些被黑暗怨气入侵的人，身体碰到金雨的那一刹那，身体表面忽然渗透出一股浓浓的黑烟，而他们原本猩红的双眼慢慢恢复明亮，以及一丝迷茫，体内的黑暗怨气完全消失。最为震撼的莫过于那些魔物，当金雨滴落在他们身上的同时，魔物们都爆发出尖锐的吼叫，血肉腐烂，冒起滚滚黑烟，仅仅不到数秒便化作一滩漆黑且腐烂的肉泥。所有魔物皆是如此，他们想跑，可他们压根跑不出金雨的范围。这金雨笼罩着整个秦都，即便他们跑到房屋内躲起来，那些金雨依旧可以渗透房屋，将他们灭杀。短短几分钟不到，秦都市所有魔物全军覆没，每个都化作一滩腐烂且散发恶臭的肉泥，静静躺在地上。所有被控制的人都苏醒过来，所有人的伤势都好了，甚至有不少迷信的人看到这场挽救大家性命的金雨，跪在地上不断磕头感谢，他们认为这是上天的恩赐，是上天拯救了他们。秦都广场，众人围在一起，但却留出了一块足以站下10多人的空间出来，而在中间却躺着一名俊秀的少年，面无血色，甚至还没有呼吸与心跳。唉，可惜了。曹虎叹了口气，摇了摇头，这样的天才就这样死了，如果不死，那以后肯定能成为比他、比沐风也还要强大的存在，绝对是华夏最为顶尖的强者。可惜啊！扑通！这时，李青的母亲董卿忽然朝着陈峰跪了下来，眼泪哗啦啦的滴落。谢谢你，孩子，谢谢你做的一切。董卿她明白，如果不是陈峰用自己的生命去替代李青，那么死的人就是他的孩子。虽然他不愿自己的孩子去死，但为人父母，别人孩子死的话，想必那母亲肯定也会很伤心吧。毕竟哪个母亲希望自己孩子死的呢？所以陈峰经得起他这一跪，没有陈峰，李青恐怕就像现在这样了。妈！李青连忙走过去，将母亲扶起，最后深深看了一眼毫无动静的陈峰，眼泪慢慢从眼角流下。打心底里，他对陈峰的讨厌仅仅只是讨厌而已，没有到那种深仇大恨的地步。何况陈峰还救了他一次，到现在竟然还拿出生命救他。他如果再讨厌的话，那他李青枉为人啊！扑通！峰哥，谢谢你。李青下跪，重重磕了个头。董卿和李刚都没有阻止。陈峰作为李青的救命恩人，李青磕头是应该的。待到李青磕完3个之后，才站了起来，抹了一把泪水，心里充满了感激。其他人都站在一旁，有人时不时摇头，有人唉声叹气，有人不忍看去，他们都极其伤心难过。我会找人为陈峰打造一尊雕像，他救了秦都所有人，应当如此。这时罗成开口了，他的伤势已经全部好转，看着陈峰郑重开口：对，必须要打造雕像，我建议可以打造在人皇旁边。确实应该，他救了我们这么多人，理应如此。还有英雄陵园，我觉得也应该将陈峰的尸体埋进去，虽然他没有编制，但他做的事情足够了。陈峰是英雄，没有他就没有秦都。众人议论纷纷，他们都觉得罗成说的对，陈峰今天所做之事，任何一条都可以将他埋入英雄陵园，永垂千古，流芳百世都不被遗忘。更应该让秦都所有人都知道，拯救他们的是陈峰，不是什么上天，不是什么神明，是一个高中毕业生陈峰。如果让陈峰默默无闻的死的话，他们的良心可过意不去，这也是他们不愿看到的。那就这么办吧，陈峰的葬礼会大办特办，我会禀报龙部，让他们授予陈峰勋章，不能辜负了这孩子。罗成点头，认可了大家的话。陈峰的葬礼必须要风风光光的举行，而且还要全国都知道，没有陈峰，秦都就亡了，是陈峰拯救了秦都。唉，
曹虎摇了摇头，准备告别穆亲望，返回龙都。那边的情况不容乐观，既然秦都的事情解决了，那他就得回龙都帮忙才行。小望，我先回龙都了，到时候陈峰的葬礼我也会过来的。说完，曹虎便快步离开了。穆亲望点了点头，旋即看向陈峰，眼神中闪烁着伤感的目光。如果他再厉害一点，就不会死那么多人了吧？就不会还没有报答，陈峰就看着他死在自己面前了吧？他的实力还是太低了。既然秦都的秘境已经全部摧毁，那他就去龙都提高自己的实力。想到这里，穆亲望咬了咬牙，便追上曹虎的脚步。他要提升实力，找异端会的人报仇，报答陈峰当初的恩情。穆亲望很快离开了。就在人走得越来越少，罗成打算将陈峰带回家，明日在举行葬礼的时候，他忽然愣住了。咚咚咚，如鼓声般跳动的心跳声响起在他耳旁，让罗成微微一愣，旋即看向四周。你们听到了吗？闻言，众人顿时就愣住了。他们没有罗成那么高的体魄，听觉当然没有那么好，所以都摇了摇头，表示没有听见。罗成扫视一圈，身体突然一僵，僵硬地转过头看向陈峰，瞪大双眼，瞳孔剧烈收缩，口中喃喃：我好像听到了陈峰的心跳声。第104章，时间静止。此话一出，全场鸦雀无声，那些正准备离开的人都愣住了，纷纷看向罗成。罗老，这玩笑可不好笑，刚刚是你亲自验证的，陈峰没有呼吸和心跳了，现在又听到心跳声了。虽然我们大家都希望陈峰能够活过来，但我们也知道复活这种东西本就很渺茫，除非是光明神亲自下来，或者时间系职业来进行时光回溯，要不然都没法实现的。唉，可惜了，陈峰若是能够成长，那必然是战神一个，只可惜死得太早了。罗老，别太伤心了。众人都觉得罗成是伤心过度导致了幻听，毕竟大家刚刚都确认陈峰死亡了，怎么可能会复活呢？虽然存在复活这个概念，可现场没有时间系职业，陈峰也确确实实死了，而历史从未出现过有什么职业可以起死回生的。陈峰，你不是说你会没事的吗？李青看着陈峰的尸体，依旧抱有一丝希望，心中想到，你可是一直比我强的，怎么可能死在这里？罗成没有理会众人，而是俯身慢慢将耳朵贴近陈峰的胸口处。众人见状都叹息摇头，认为罗成是疯了，怎么可能会复活？咚！就在罗成将耳朵贴近陈峰胸口的时候，一道强而有力的心跳声轰然响起，随后伴随的是一道道心跳声，如鼓声般轰烈。哈哈！罗成瞪大双眼，猛然坐起，仰头哈哈大笑起来。我就知道，这样的天才，老天怎可能让他死那么早？众人愣了一下，但下一秒全都瞪大双眼，瞳孔剧烈收缩。只见陈峰的手指动了，眸子也动了，没过几秒，竟然睁开了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天空，在众人惊骇的目光下猛然坐了起来。这死亡的滋味可真不好受啊！陈峰单手捂着脑袋，轻轻揉了下，深吸一口气，微微喟叹。他奉献光明的那一刻，他感觉世界的一切都静止了，原本喧闹的世界忽然安静下来了，仿佛到了别处的空间，让他感到孤独且陌生。随后他感觉体内的能量在快速流逝，手脚无力，无论他再怎么用力，连一根手指头都动不了，浑身上下就像一滩烂泥一样，怎么都支棱不起来。最后就是两眼一黑，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听不见，什么都闻不到，仿佛跟世界彻底断开了连接，跟一切说了再见。这段时间里，他什么都不知道，就算有人对着他的尸体做某种过分的事情，他都不会知道。不过幸好并没有这种事情发生。这怎么可能啊？卧槽，真活了！陈峰真活过来了？难道真的有起死回生？还是说现场有时间系职业？这也太夸张了，真复活了！再次所有人看着陈峰起死回生，无一例外全都被吓得震惊不已。竟然真的活过来了，这种不可思议的事情竟然真真切切的发生在眼前，再怎么质疑，现在都无法质疑。太好了，你小子害我白担心一场。这时罗成大手拍向陈峰的肩膀，哈哈大笑着。看得出来，罗成此时非常高兴，陈峰没死，那必然是最开心的事情了。陈峰没有说什么，憨笑的点头，慢慢站了起来。忽然一道倩影扑了过来，抱住陈峰，但很快就松开了。欢迎回来，陈峰。左琳通红的双眼欣喜地看着陈峰，发自内心的笑着。在他心里，陈峰一直都是他的救命恩人，恩人没死，那便是最好的。陈峰笑着点头。欢迎回来，你能活着，那真是太好了。是啊，陈峰，谢谢你救了我家人，若不是你，秦都恐怕就完了。感谢你，陈峰。谢谢。看到陈峰完好无缺的活过来，众人开始不断感谢着陈峰，甚至有人当场跪了下来，还要给陈峰磕头。就因为那些被控制的人里面，有很多都是他们的家人、兄弟、朋友。
陈峰拿命救他们最重要的人，这一跪理所应当。别，大家千万别，我也只是尽我所能罢了，跪下就没必要了。陈峰惊慌失措，这么多人给他跪下来，剩下的8条命都不够折寿的呀，何况这里面还包括一些老人家，这可受不起啊！似乎看出了陈峰的难堪，罗成回头面向群众，利用空间魔法将声音传遍现场。大家都回去吧，秦都现在大部分建筑都被损坏，想必大家今天有的忙了。看似战斗很久，但现在的时间才是早上9点而已，从黎明初晓到现在也仅仅过去3、4个小时，但秦都市大部分的建筑物都被损坏了，变得破败不堪，战争过后都会有的现象。不过这种情况大家都经历的不少，特别是老一辈，他们所经历的战斗太多，现在都习以为常了，甚至有很多人原本就不是秦都出生的，而是本来所在的城市彻底被毁了之后才搬过来秦都的。所以听到罗成的话，大家都知道接下来就要齐心协力把被破坏的秦都市恢复原样，恢复到那个最美好的样子。好，那我就先回去了，陈峰下次到我店里吃饭永远给你免单。我也是，我打造的装备都非常厉害，你过来给你打5折。还有我出售的药剂，你想要什么都可以拿去，不要钱。多说无益，我是全都有商城的老板，只要你过来，无论是什么都打1折。一个个放下一句话后便离开了。听着这些话，陈峰只有不断点头微笑，都没有放在心上。不过最后那句话他倒是放在心上了，全都有商城全场1折，那可是能省不少钱的。不多时，秦都广场的人逐渐少了许多，大家都开始各自忙碌，将秦都市恢复原样。他们的职业都有相对应的，比如木匠、建筑师，这些都能快速修复破损的大楼房子，还有维修工以及汽车维修工之类的，也都能维修好所有东西以及汽车。齐心协力，没有什么能够难倒他们的。陈峰，这时李青喊了一声，陈峰回头看去。你说怎么？陈峰回过头看向李青，身体猛然一僵，瞳孔微缩。只见李青他停止了。陈峰神情高度紧张，警惕地扫向四周，发现时间在这一刻停止了，所有人都停下了动作，无一例外。这有时间系职业存在。陈峰，我们又见面了。第105章穿梭时间。一道沙哑且阴森的声音从背后响起，陈峰猛然回头，只见一个身披血红色斗篷，身形佝偻，但却没有看到手脚，只有那么一件斗篷漂浮在空中。你是谁？陈峰警惕地看着来人，却身体猛然一僵，瞳孔剧烈收缩，因为他发现自己动不了了，但是他能看见，能说话，而身体却完全动不了。这就是时间系的恐怖吗？哦，忘了，现在的你还不认识。那斗篷慢慢漂浮下来，里面发出阴森森的声音，听着很是吓人，慢慢飞到陈峰面前。突然，从斗篷下，一只枯骨般的手从里面伸了出来，猛然掐住陈峰的嘴巴，将其捏成一团。看着这苍老的手臂，跟那种100岁老人差不多，陈峰感到一阵心惊，想要发动天赋盗取面前这人的技能以及职业，可当他使用技能后，却发现自己什么都用不出来，一点都无法盗取。这一刻，陈峰感受到真正的死亡恐惧，面前这人到底是什么来头，竟然如此恐怖。你知道吗？我好累，我活了上万年，本以为已经天下无敌，结果到头来还是一个伪神，一个垃圾神，我真的好累。眼前的斗篷自顾自的叹息，莫名开始自言自语。陈峰不解，但不敢说话，因为面前这人随时都能要了他的命。不过他从话里面得到了惊人的信息，眼前这人竟然活了上万年。怎么可能？怎么会有人活了那么久？难道这个世界真的有长生这个说法？如果真活了上万年，那属性该有多恐怖啊，那等级该有多高啊，是不是突破天际了？可是忽然斗篷画风一转，手上的力度再次加大，陈峰感觉下一秒他的脑袋就要被捏爆了一样，疼痛难忍。你的出现彻底颠覆了我的认知。凭什么你就可以拥有这么离谱的天赋，盗取天下？可以想要其他人的天赋就拿，想要别人的属性就拿，完全没有副作用，完全没有负担，随随便便就能变强，为什么我没有？此话一出，陈峰瞬间瞪大双眼，呼吸变得急促起来，震惊地看着面前斗篷。他怎么知道我有盗取天下的天赋？这个天赋他从未告诉其他人，更没有暴露出来，他是怎么知道的？眼前这个人似乎非常了解他，而且还很痛恨他，可他根本不认识啊，又是怎么得罪的？这一切的一切，陈峰都一脸懵逼，莫名其妙就被一个时间系的职业找上门来，而且对方非常了解他，想要杀了他，这特么找谁说理去啊？我活了上万年，所有属性都是靠我一点点凑上来的，花费了我巨大的时间，我将那些时间系职业都杀了，留我一个，本以为天下无敌，可到头来我发现我错了，这世界竟然还存在你这么一个怪物，不仅可以随手盗取属性，而且成长速度那么快，想要什么就拿，
完全不需要问其他人，任何成为你敌人的人都落到身无分文的地步，凭什么你就可以有这么强的天赋，而我却得靠自己一步步来？你知道吗？我就是一个普通的时间系法师，天赋才 SSS 级，靠着一步步才走到巅峰。当我看到你20多岁便比我强的时候，你知道我有多气多痛恨你吗？别人穷其一生都可能没法变强，而你挥挥手想一想就可以盗取别人的一切，你就是一个异类，一个不被世界允许的异类，而我要替世界铲除你这个异类。你是不是刚刚对我使用了天赋啊？你真以为我活了那么久，为了了解你会不做出手段吗？我的时间静止已经不再处于静止动作意识，而是所有，我可以停止你的天赋运用，停止你的一切，包括你的思想，让你永远都活在这个时间。斗篷的话让陈峰大惊失色，眼前这人对时间的运用已经超出太多了，成为了概念级的时间技能，竟然可以停止他天赋的运用，不让他使用天赋。而他也猜到了原因，应该是未来的他打击到了眼前的斗篷人，而眼前的斗篷人如果不出所料的话，应该是异端会那边的人，异端会跟他有仇，那是必然的，毕竟刚刚才消灭了那么多。我花费了大量寿命，终于让我回到这个时候了，只要我将现在弱小的你杀掉，那么以后的那个道神就不会存在，我的宏图大业就不会有人破坏了。斗篷冷声开口，另外一只手伸了出来，同样如枯骨般，只不过手上多了一颗晶莹剔透的白色宝珠。这是时间宝珠，等我把你所有时间都拿过来，你会看着自己慢慢老去，直到死亡。而且我知道你有8次生命重来的机会，8条命足够弥补我消耗寿命回来杀你的代价了。此话一出，陈峰更加骇然了，他感觉面前这人就是他肚子里面的一条蛔虫，自己的所有东西一切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很惊讶吧？我知道那么多，毕竟我可是花费了数年时间才摸清你所有底牌的，陈峰。斗篷发出森然的笑声，听上去诡异且吓人，让陈峰毛骨悚然，直起鸡皮疙瘩。一个对你知根知底，甚至愿意花费数年时间了解你的人，如果碰到这种人就嫁了。斗篷的这句话让陈峰感到惊悚，竟然有人花费数十年的时间去了解他，只为杀了他，这也太离谱了吧。多说无益，陈峰，死吧，去给我异端会所有人陪葬。我创建了几十年才将其壮大的异端会，没想到竟然全军覆没在你手上，真是世事难料啊。枯骨般的手慢慢往下，猛然掐住陈峰的脖子，将其举了起来。陈峰顿时感到呼吸苦难，旋即斗篷人的另外一只手将时间宝珠放到陈峰额头旁，口中念叨有词，似乎是在说着什么咒语。不到片刻，时间宝珠竟然闪烁着淡淡荧光，陈峰便感觉自己的精神力被慢慢吸取，身体越发疲惫。没想到他竟然就这样死了。面对一个活了上万年的老怪物，他即便拥有未知等级的天赋都无法脱身，还是自己不够强啊。陈峰心生绝望，但忽然他感觉窒息感少了很多。与此同时，斗篷人的身体同样一僵，猛然回头看向天空，震惊大喊：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穿梭到了时间？第106章未来的自己。斗篷人惊慌失措之间，一不小心将手中的时间宝珠摔落，应声而爆，散落一地的碎片，无数能量化作一缕缕光芒消散在空中。不！斗篷人看着自己的至宝摔碎，心痛万分，可眼下不是他心痛的时候。他看着天空，自言自语的惊恐大喊：不可能的，我是最了解你的人，你从未见过任何时间系职业，连我你都没见过，你怎么会时间系技能？陈峰不明所以，眼前这个斗篷人是疯了吗？他在自言自语什么？但下一秒，令他震惊不已的一幕诞生了。只见天空的云层自动散开，缓缓形成一道裂缝，那裂缝越来越大，直到有3米宽、5米长的时候才停下来。看着那一望无际且乌黑的裂缝，陈峰吞了口唾沫，他感觉到不妙，该不会又来什么强者吧？就在陈峰思考之时，那裂缝中忽然出现一颗眼睛，在那眨巴眨巴地看着陈峰和斗篷人，最终锁定在斗篷人身上。有意思！一道鸿蒙之声响彻天际，震耳欲聋，吓得斗篷人应声瘫软在地。而陈峰却满脸震惊，瞪大双眼，死死看着那颗巨大的眼珠子。这声音他不会听错的，就是他自己的声音。难道这裂缝后的人就是他自己，或者是未来的自己？陈峰立马就猜想到了一切。斗篷人的话让他抓到了许多重点。为什么自己从未看过时间系职业？虽然这个职业很稀有，但未来稍微有点运气，多多少少都能碰到一个吧。可这斗篷人却说自己从未见过，这是怎么回事呢？你怎么会的？你的天赋是盗取过后才能拥有别人的职业或者天赋以及技能，我已经让所有时间系职业都无法出现在你眼前了，你怎么会时间技能呢？斗篷人看着那裂缝里的黑色瞳孔，连连后退，身躯颤抖间，头上的蓬帽因此脱落，露出一副瘆人恐怖的模样，看着就令人作呕。陈峰看着斗篷人那真面目，鸡皮疙瘩起得更多了。只见那是一张如同月球表面的脸，很多坑坑洼洼，
甚至还有几颗指头大的脓包在那流血流脓，绿色恶心的液体不断从那脓包口中流出，看着非常恶心。除此之外，眼睛还有一道疤痕，从额头划过眼睛，直到下巴才没有，显然是受到了很强悍的攻击导致的。尤其是那满头白发和苍老的面孔，看着像80、90岁的老头一样，仿佛下一秒就会步入棺材的那种。但很快，斗篷人猛然回头，死死盯着陈峰，眼神中充满了怨恨，快速冲了过来。哈哈，只要我把以前的你杀了，那你就不复存在。话语间，斗篷人手里多出一柄透明的剑，虽然看着古怪，但陈峰感觉如果被这剑划一下，他恐怕都得死。蝼蚁！就在这时，天空再次响起先前那道声音，而裂缝里的黑色瞳孔消失，接踵而来的是一只大手从里面伸了出来，在斗篷人惊恐的眼神下，将其抓住，如抓小鸡一样抓在手心里面。陈峰，你放了我，我告诉你一个天大的秘密，这是你们人族都不知道的事情。斗篷人在大手中不停挣扎，抬头看向裂缝，脸上浮现出求饶的神色。而听到这话，大手明显愣了一下，旋即一道鸿蒙之声再次响起。你是想说，这一切都有一双操盘手，而你只不过是那操盘手其中一枚棋子，还有更多强大的敌人等着我，那些都不是蓝星之内，而是蓝星之外的，对吧？你怎么知道？闻言，斗篷人大惊失色，没想到自己所知道的性秘，陈峰竟然全部知道。而一旁的陈峰听着这些内容，更是一愣一愣的，事情的发展好像远远超乎他的想象，什么蓝星之外，什么操盘手，而这斗篷人竟然还是一枚棋子。我不知道，但在这一刻，我知道了。你既然盗取了我的记忆，你的天赋更让我猜不透了。既然你知道了，那我们可以联手，我知道更多的事情，咱们一同保护蓝星，保护华夏。不必了，你死了才是最重要。砰！斗篷人刚欲说些什么，那只大手猛地一用力，直接将斗篷人抓爆成血雾，随后一扬，随风飘散，灰都不剩。看到这一幕，陈峰震惊不已，呆愣地看着那只大手，而他也恢复了行动力，连忙抬头看向那裂缝，急促开口：为什么？他不是很完美的时间系职业吗？为什么不盗取？他感觉自己已经猜不透了，为何未来的自己不选择将这斗篷人的时间天赋以及技能全都盗取，反而直接杀了？你幼稚，我没盗取，到了以后你自然会明白的。瞬间，大手缩了回去，同时裂缝消失不见，紧随而后的是现场的时间恢复过来了。陈峰，谢谢你，不过这次的比赛我输了。李青开口，继续着之前想要说的话。听到这里，陈峰有些愣然，不过很快就反应过来，这是时间恢复了。而现场的众人除了他，都不知道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更不知道刚刚出现了一个非常可怕的敌人，随手便可覆灭秦都的那种。但更让他吃惊的是，即便是那种恐怖的敌人，都敌不过未来的他。那未来的他到底发展到怎样的地步，拥有怎样的实力了？算了，眼下不是想那么多的时候。不是我输了，你赢了。陈峰看向李青，淡然一笑。闻言，李青微微一愣，懵逼地看向陈峰，不明所以。在面对死亡的豁然上，你比我强多了。我可没有你那种面对死亡都浑然不惧的心态，毕竟我怕死，所以在勇气上，你赢我太多了，我不如你。陈峰笑了笑，认真地看着李青，一字一句道：他说的都是心里话。如果他没有天赋可以让他起死回生，他真的不会做出之前那番举动，因为他怕死，他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做呢，没有覆灭异端会，没有为母亲报仇之前，他还不能死。听到这话，李青笑了，眼眶微微湿润起来，点了点头。好了，男子汉，哭哭唧唧算个毛。陈峰咧嘴一笑，但脸色很快就恢复平静，看向旁边的罗成，认真严肃：罗老，异端会的老巢就在下面，我要覆灭他们。第107章邪神。龙背山，这是一座位于龙都郊外的山头，这里不仅人烟稀少，就连野兽都没有多少，可以说是一座荒山。即便是执法者巡逻，他们都是每年巡一次，毕竟这里已经几十年没有出过事了，一直都很平安，即便是游玩的都没有出过事，所以就很少看管。而在山头上还有一个山洞，山洞的最尽头是墙壁，没有路的，无论是谁过来都会觉得这是一座普普通通的山。可就在山的内部，却隐藏着一个极其神秘且庞大的邪恶组织——异端会。这里是异端会的总部，也是实力最集中、最强悍的地方。异端会所有强者都在这里，就连那位邪神也在这里。此时，在山脚下，也就是内部的基地最下层，有着一间神秘且诡异的房间。房间四处昏暗，一盏散发着微红光亮的小灯如同摆设，房间依旧黑暗，但多多少少又能看得清一点点。房间很简单，四处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蒲团摆放在中间，却有一个身披斗篷、看不清模样的身影盘坐在蒲团上，低垂着脑袋，一言不发，右手拿着一颗白色宝珠，与那时间宝珠十分相似，左手则是放在膝盖上。噗！
忽然，那斗篷喷出一口不知名液体，在微红的灯光下，看着乌黑且诡异，好似血液。怎么回事？我好像感应到了什么消失了，而那东西似乎对我影响很大。盘腿而坐的斗篷人发出惊呼，他原本还在进行时间穿梭，查看未来之事，可莫名其妙感到一阵心悸，这种感觉很难受，有种面对死亡的感受。果然，无论什么实力，只要想看未来，都会遭到极大的反噬。斗篷人微微叹息，身躯慢慢弯曲几分，枯骨般的手轻轻抚摸手上的宝珠，宝珠闪烁几下，一缕缕精纯的白色能量从里飞出，缓缓飞入斗篷人体内。而斗篷人原本弯曲下去的身躯又慢慢坚挺起来，似乎变得精神了。虽然这次的未来穿梭只有几十秒，但让我捕捉到了极其重要的一点：道神。斗篷人喃喃自语，他这次选择的时间是5年后，而在5年后，蓝星依旧没有被毁灭。但是他听到了一个极其嚣张霸气的名字——道神。竟然有人敢自称为神，就连李德明都只能是人皇，全世界都未出过神。而这道神是不是太夸张了许多？不过是区区伪神，待我彻底看破时间一道，破开凡体，正得神格，我也会成为新一代的时间之神。咚咚咚，这时一道敲门声响起。进来。斗篷人颇有不耐。很快，从外面走进一个身披鎏金色斗篷的人，进来之后便直接单膝跪了下来。邪神大人，秦都计划失败了。废物！闻言，盘坐的斗篷人大喝一声，身上爆发出恐怖的能量气息，直接将这鎏金斗篷人震飞，撞向墙壁，倒地咳出一口鲜血，但很快又恢复刚刚的跪姿。我派了李东和米粒2个人去，他们都搞不定吗？邪神气愤且惊讶呵斥道，他明明派多了2名1000级以上的强者，而龙都那边也有麻烦，秦都应该很容易就可以攻下来的，可结果呢，竟然失败了，简直不可思议。秦都还能有什么人可以抵挡？罗成那个废物，区500多级，拿什么来抵挡？根据最后的情报，秦都出现了一个不知名的强者，疑似一个少年，他一个人杀了李东和米粒。鎏金斗篷人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身躯都害怕到颤抖。毕竟这话他听起来都不太相信，什么少年能杀了李东和米粒啊？那可是2名1000级以上的，虽然比他弱很多，但也不是秦都一个少年可以做到的。一个少年就杀了2名1000级的。邪神猛地站起来，居高临下，怒气冲冲地看着鎏金斗篷人。立马，鎏金斗篷人低下头，瑟瑟发抖，大气都不敢喘。是，按照情报是这样的。真他妈废物！要不是我现在不宜出马，还需要那群废物！邪神大喝一声，旋即看向鎏金斗篷人，传令下去，我要人，活生生的人，全部给我抓来！是。鎏金人一听，立马点头，跑了出去。这个地方，他是一刻都不敢逗留。待到鎏金斗篷人走后，邪神脱下斗篷，露出满身如骷髅般的皮包骨，全身上下没有一块肉，几乎就是一层皮包着骨头，活生生的活骷髅架子。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我必须要大量的时间。邪神看着手中的时间宝珠，露出一抹贪婪的神色。只要有充足的时间，他就可以回到过去，任何阻挡他改变世界的人都得死。而此时，在另一边的秦都，在陈峰的带领以及罗成的空间魔法帮助下，他们成功找到了异端会的秘密基地。没想到这秦都市下水道竟然还隐藏这样的暗门，更没想到那么危险且神秘的异端会竟然一直藏在我们脚下，想想就害怕。罗成看着面前这道隐形门，震惊喃喃。要不是有罗成的显形魔法，恐怕都看不出这隐形门在这里。是啊，连我都没有想到他们一直在下面。陈峰点头附和，若不是之前有人说漏了嘴，在地下，恐怕连他都想不到。整个秦都都没有人能够想到，那恶名扬天下的异端会，人人喊杀的邪恶组织，竟然就藏在他们的脚底下，几乎每个人的一举一动，恐怕都能尽收眼底。怪不得那么多年，秦都的没法清掉异端会，原来他们深知一个道理，那就是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于是他们就光明正大藏在下面，瞒天过海。轰！陈峰二话不说，直接一拳轰向这隐形门，将其轰开。这种简单粗暴的方法屡试不爽。看着里面黑暗的尽头，陈峰咧嘴一笑，那便让我们彻底毁了他吧。第108章，秦岚，好好看着。此时的异端会基地可以说是无人之地，一个人影都没有。陈峰和罗成走了进去，在显形魔法下，没有一个人影出现，这不禁让陈峰2人感到些许纳闷。这不是异端会老巢吗？怎么一个人都没有？罗成看着周围空空如也却庞大的基地，一脸茫然。他们进来找了2分钟，竟然一个人都没有看见，死一般的宁静。为了这次的计划，张武几乎出动了所有异端会的人，就连那些在监控室负责观察的人都被派上去了，属实是全力以赴，不能有一点差错。所以陈峰2人才会面对空无一人的异端会基地。可能全死了吧？陈峰随意回答一句，
然后释放出自己所有的精神力，不断蔓延渗透整个异端会基地。很快就让他听到一阵阵的抽泣声，但那房间里面似乎有阻碍精神力的道具，让他无法渗透进去。我找到了。说完，陈峰便身影消失在原地。罗成愣了一下之后，紧忙跟了上去。此时，异端会基地的最下层的一处房间内，秦岚正趴在秦龙的棺材上，看着里面脸色苍白、毫无血色的秦龙，身躯抽搐，微微抽泣。龙儿，别怕，你爷爷现在已经在上面战斗了，等他为你取回陈峰的人头，到时候我们去求一下邪神大人，肯定可以让你复活的。哦，是吗？这时，一道声音忽然在秦岚身后响起，吓得他连滚带爬地离开秦龙的棺材，惊恐地看着来人。而看到是陈峰之后，双眼猛然就放大了，瞳孔更是收缩到不能再收缩。陈峰，你怎么会在这里？秦岚震惊大喊：父亲不应该在上面杀陈峰的吗？可陈峰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我父亲呢？秦武不应该在杀你吗？忽然，秦岚想到了什么可怕的事情。如果陈峰在这里的话，那他父亲在哪？难道不可能？他的父亲可是500多级，陈峰满打满算刚结束高考，顶多100来级，怎么可能打得过秦武？那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秦武啊，你是说这个？陈峰冷笑一声，从个人空间掏出一具无头尸体，随意丢在地上。诺，你父亲秦武。听闻此言，秦岚内心如遭雷击，身体一僵，僵硬地转过头看向那具无头尸体，双眸瞪得很大很大，眼神里流露着无限恐惧，心跳更是剧烈加快，呆呆坐在原地，一声不吭。父亲，这是他的父亲，这是他那威武霸气，发誓要为他儿子报仇，无可匹敌的父亲，现在却失去了脑袋，被陈峰像垃圾一样随意丢在地上的父亲。不可能，这不是我的父亲，绝对不可能的，你根本杀不了我的父亲，你没有那个实力，别想骗我。秦岚捂着脑袋放声大喊，站起身来，指着陈峰咆哮大吼：愚蠢的女人！陈峰冷笑地摇了摇头，旋即一步步走向那水晶棺材，看着里面完好无整的秦龙，露出一抹诡异的笑容，然后看向秦岚，听说你们想要让秦龙复活，还是什么邪神？闻言，秦岚浑身一震，看着陈峰猛然扑了过去，别想伤害我儿子尸骨！滚！陈峰可没有那么好说话，一脚将秦岚踹到墙壁上，将其肋骨全都踹到粉碎。轰！秦岚从墙壁上慢慢滑落下来，双手无力地捂着胸口，她的胸都被陈峰踹得凹进去了，而且她还感觉到自己浑身上下都在痛，胸口更是火辣辣的痛，忽然从嘴里喷出一口浓郁的鲜血，还掺杂了许多细小白色的物体，像似骨头。若不是陈峰收力了，恐怕秦岚早就死了。而陈峰并不想让秦岚那么简单就死，他想要折磨，不是身体上的折磨，而是心理上的折磨，他要让秦岚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最亲爱的亲人受尽他的折磨。此时的陈峰宛如疯魔，他一拳将水晶棺材打碎，单手将里面的秦龙尸体拎了出来。而恰巧这时，罗成也来到了房间门口，一脚将房门踹开。当他看到里面情况之后，微微一愣，一个胸口已经凹陷的女人正瘫坐靠墙，奄奄一息，地上还横着一具无头尸体，场面十分诡异。但最为诡异的莫过于陈峰，只见他嘴巴扬起一抹看上去恐怖且变态的笑容，正掐着秦龙尸体的脖子，像似变态杀人魔。罗老，您来了呀，那就让你当观众吧。陈峰缓缓扭头，看着罗老微微一笑，可就是这笑容，却让罗成毛骨悚然，汗毛直立，心跳更是加快了几分。怎么回事？这现场情况好像有点不对劲，陈峰跟那心理变态一样。陈峰，放开我儿子！秦岚拼尽全力大喊，后果就是再次吐出一口鲜血，气息又弱了几分。对了，你知道我妈当时是怎么样的吗？我记忆可是非常深刻的呢。陈峰忽然看向秦岚，问出了莫名其妙的问题。但未等秦岚开口，陈峰便继续口中喃喃：我后来长大的时候去医院了解了我妈当时的情况，医生那个表情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回想都说很残忍，我妈全身上下的骨头，唯有头骨是好的，肋骨被彻底碾碎，四肢的骨头更是全部移到了内脏，四肢空荡荡的，内脏那些全都被碾烂了。你知道吗？那医生还说，这种车祸所造成的情况只有一种，那就是司机当时进行了反复碾压，要不然都不可能造成如此严重的伤势。为什么？为什么你们要这么残忍？陈峰说到后面近乎咆哮，将秦龙的尸骨猛甩在地上，抬起右脚，一脚将其胸口踩爆，所有肋骨全都粉碎，里面那早已失去活力的内脏同样爆裂，但只可惜没有鲜血飞溅，少了些许东西。看到这里，罗成和秦岚皆是双眼瞪大，一个是震惊，一个是惊吓。龙儿！秦岚痛苦大喊，双手不断抓地，想要爬过去，但是他已经处于有气无力的阶段，怎么都过不去。罗成更是震惊不已，没想到陈峰竟然做出如此之事，即便秦龙变成了尸骨，都没有选择放过对方。陈峰，你这……
闭嘴！陈峰猛然回头，瞪向罗成，那眼神内充斥着磅礴的杀意，令罗成都被吓得不禁往后退了几步。好恐怖的杀意！罗成满眼惊恐地看着陈峰，他感觉得出来，陈峰现在像变了一个人，变成一个毫无感情，内心只想报仇、杀意滔天的恶魔。而且这种杀意更是让罗成感到一阵强烈的无力感，因为他知道自己打不过陈峰，也阻止不了。秦岚，好好看着。第109章，爱你，老妈。话音落下，陈峰再次将秦龙尸骨的右手骨头踩碎，并且还抬起头为秦岚一一讲解。这里是右手，听着好听吗？嘎吱响。还有这里，左手，你儿子应该是右撇子吧？踩左手的时候明显轻松很多，那就是不经常用左手了。右腿也是，踩着很解压。最后一条腿你要来尝试一下吗？这可是很爽的。不过看你这要死要活的样子，也知道你不想了，我帮你吧。陈峰一边讲解，一边将秦龙的四肢全部踩得粉碎，一点渣都不留。此时的秦龙只剩下一个头骨和海绵体。陈峰，求求你放过秦龙的尸体吧，你母亲的死是我指使的，要杀要剐找我，求求你了。秦岚此时已经哭得没有力气，她只能不断低头祈求陈峰能够放过秦龙，至少留个头骨。那你之前怎么没想过留我母亲的命呢？陈峰笑了笑，旋即将脚缓缓抬高，放到秦龙的面前，轻笑开口：喂，看这。就在秦岚抬头露出满眼惊恐，刚欲大喊的时候，陈峰猛地一脚踩了下去，砰！秦龙的头骨如西瓜般爆开，无数肉末以及白色之物飞溅开来，溅到房间里全都是，很快就充斥着恶臭难闻的味道。这一幕让秦岚大惊失色，呆滞的目光看着自己的儿子头骨被陈峰踩爆，肉末以及脑浆飞溅到他脸上，呆呆地举起手擦拭脸颊，瞳孔收缩地看着手上的粘稠之物，久久未言。罗成同样吃惊，惊讶地看着陈峰，但他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做什么，只是微微转过头，不忍直视。罗儿！秦岚气急攻心，猛地吐出一口鲜血，瘫倒在地，依旧艰难抬起头，望着那具什么都没有，只有一滩烂泥的秦龙尸骨，崩溃痛哭。没意思，好无聊啊！陈峰仰着头，感受着当秦岚面踩爆秦龙头骨的爽感，但很快又觉得索然无味，事情变得无趣了许多，不禁摇头叹息。陈峰，你好毒的心啊，简直比异端会还要残忍。秦岚恶狠狠地抬起头看向陈峰，咬牙切齿，满眼怨恨。可笑！陈峰摇了摇头，转身看向罗成，弯曲腰杆：罗老，对不起，刚刚说话冲了点，请原谅我的年少轻狂。未等罗成开口，陈峰继续说道：我们走吧，已经没有什么事了。说完，他便与罗成擦肩而过，这让罗成一脸茫然，但他还是想带走秦岚。可当他刚准备走过去的时候，现场猛然升起浓烈大火，将秦岚和秦龙以及秦武的尸体团团围住，摇曳的火焰如恶魔般将他们包围在其中，无处可逃。啊！秦岚的痛苦惨叫声骤然升起，可不过几秒，那熊熊烈火便将他们全部焚烧殆尽，剩下些许灰烬，大火随即消散，不留下任何一点痕迹。罗成呆呆地看着现场，他知道这是陈峰的手段，可这悄无声息的释放火系魔法，恐怕没有那么简单吧？这不禁让他震惊地回过头，看着那道背影，心中升起了莫名的害怕。这孩子，希望他没事吧？地面上，罗成从下水道上来之后，却发现陈峰的身影不见了，感到疑惑，便顺便找了个路人询问陈峰的去向。你有看到陈峰吗？看到了，他往那边去了。路人点了点头。现在这个时候，谁还不认识陈峰大英雄啊？指了一个方向。而当罗成顺着路人指的方向看去，刚欲去找陈峰的时候，身体一僵，旋即露出了一抹微笑，眼眶逐渐湿润起来，随后便朝着另一个方向离开了。陈峰要去的地方，他知道在哪了，也没有必要去打扰了。秦都墓园，稀无人烟的墓园，唯有冷冷清清的墓碑整齐摆放在其中。今天是秦都的灾难，没有多少人过来祭拜，不过幸运的是，这里并没有遭到破坏，依旧完好。这时，陈峰迈着步伐穿梭在墓园之中，路过无数墓碑，最后停在一块非常显眼的墓碑前，眼眶逐渐湿润起来，微张着嘴，久久未言。为何是最显眼的呢？因为这块墓碑格外的干净，比其他墓碑还要干净，像是每天都有人来擦拭一样，一点灰尘都没有，泛着光亮。而墓碑前还摆着各种各样的花，有些刚刚枯萎，有些还未枯萎，似乎是这几天刚放在这里的。玄墨色的墓碑上刻着几个洁白色的字：慈母李兰之墓。但如果仔细看的话，会在墓碑的左下角处发现一串用黑色大头笔写的小字，由于颜色的问题很难看清。妈妈，我好想你。那是陈峰在6岁的时候，晚上睡不着，偷偷拿着笔从爷爷奶奶家里跑出来，在墓园上哭了好久，最终写下来的。虽然他知道这样写母亲不会知道，但他就是想写，想通过这样的表达来告诉母亲，
他好想他。妈，我好想你，谢谢你给了我新生命，要不然我都没法来这个世界。也谢谢你没有放弃我，而是不顾辛苦将我培养成长，谢谢。陈峰弯曲双腿，重重跪在地上，朝着墓碑磕了3次头。如果不是母亲将他生下来，恐怕他穿越过来当天就死了吧。如果不是母亲没有放弃他，而是每天摆摊赚钱养他到3岁可以走动说话的年纪，恐怕他早就暴尸街头了吧。如果他碰到的是那种不负责任的父母，从厕所将他生下来，第一天就被教导主任发现在学生厕所，恐怕他的人生就毁了吧。妈，我做到了，我给你报仇了，秦氏一家全部覆灭，陈旺现在成了彻头彻尾的疯子，我还买通了秦都许多小混子，让他们见到陈旺就打一顿，我要让他每天活在绝望之中。陈峰抬起头，眼神闪烁过一丝痛快，但很快又露出一丝想念。妈，我好想你，不过往后的日子我可能不会经常来看你了，我应该要去龙腾大学读书，还有很多麻烦等着我解决，等我回来。说完，陈峰从个人空间里拿出一朵奇怪的花，只见花朵是由火焰形成的，随风摇曳，耀眼夺目。这是一朵永远不会熄灭的火焰花，无论刮风下雨它都不会熄灭，而且还是绑定之物，其他人碰到这朵花都会被其火焰直接焚烧殆尽，无论是什么等级都抵挡不住那强悍的火焰，甚至焚烧灵魂，可以说是极为强悍的神器。是陈峰在秘境当中杀了一只全身冒火的 BOSS 身上爆出来的。这朵花还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永不熄灭的爱。陈峰将花朵放在墓碑前，微微一笑，口中喃喃：爱你，老妈。第110章高考成绩公布。蓝天小区，陈峰祭拜完母亲后，想着回家休息2天，先考完文试，再去其他城市刷怪升级，比如距离秦都最近的海都，那里没有爆发能量潮汐，还有秘境可以升级。至于秦都的秘境，估计得要好几天才能恢复，需要秘境职业师去沟通那些秘境，重新连接，又或者等待秘境忽然降临，这些都是可以的。当他刚到门口的时候，身体一僵，微微一愣，看着家门口站着的夏晴，有些错愣。你回来了呀，大英雄陈峰。夏晴看到来人，先是一愣，旋即露出一抹微笑。我不是什么大英雄，你们才是。陈峰摇了摇头，笑着走了过去，然后拧开家门，转头看向夏晴，微歪脑袋，进去坐坐吧。好。夏晴点头微笑走了进去，脱下鞋子，但奈何陈峰家里只有一双拖鞋，他只能穿着袜子走进去。陈峰关上门，换好拖鞋，走了进去。坐沙发吧，家里没什么，好几天没回来了，连水都没有，让你见谅了。没事，我也只是过来坐坐而已。夏晴坐在了沙发上，陈峰则是坐在了另一边，两人默不作声。沉默了几秒后，夏晴笑容慢慢收了起来，身躯微微靠在沙发上，仰头看着天花板，喟叹一声：没想到曾经那个少年成长得这么快，我真为你感到高兴，但让我没想到的是，你竟然亲手废了你老爸。说完，夏晴转头深深看着陈峰。早在2天前，他就打算过来找陈峰，告诉他老爸变成白痴的事情，但经历了今天的事情，他怀疑就是陈峰干的。他不是我爸，只是个陌生人罢了。陈峰转过头对视着夏晴，旋即露出一抹微笑。怎么，你们执法者是来抓我走的吗？他知道故意杀人以及故意伤害罪足以判刑了，即便陈旺杀了他的亲生母亲，但他都没有自己出手的资格，这一切都得交给执法部门。两人对视了数秒，都没有说话，最后还是夏晴先开口：没，怎么会抓你呢？你可是大英雄，已经立功了，杀几个人算什么呢？夏晴微笑摇头，旋即站起身，又转头看向陈峰：我只是希望你能够守住本心，别误入了邪途。好了，我也该去工作了。能够看到你大仇得报，我很开心，也见证了曾经那个只会偷钱的孩子成为了可以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希望我们永远都不会成为敌人吧。说完，夏晴便离开了。随着关门声响起，陈峰微微一愣，旋即一笑：守住本心，谈何容易。夏晴离开陈峰的家，来到蓝天小区的最下面，回过头看向上方的陈峰家，眼神中流露出意味深长的眼神，旋即离开了蓝天小区。时间来到中午12点，秦都一中出来了，今年的分数出来了。这声音出现在所有老师办公室里，每个老师都在等着这一刻。今天所发生的一切都在此时此刻烟消云散，都期盼着分数，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够取得好的成绩。作为老师的他们同样感到骄傲，还能获得奖金和升职。所有老师都不约而同地打开秦都五考分数榜，并且不断往下滑。他们想要看的是第一名，唯有第一名才能让他们期待拉满。如果第一名是他们其中某个老师的学生，那意义非凡啊！要知道，手底下出现秦都五考状元，那得是多么厉害的成就。这放在任何学校，这个老师都是被哄抢的，工资甚至会翻好几倍。卧槽，这第一名好恐怖啊！你们看到了吗？我靠，这是什么情况？第一名竟然这么高的分数，怎么做到的？
这个名字不就是夏凡的学生吗？忽然，夏凡所在的办公室里，众老师爆发喊声，所有人都震惊大喊，但不约而同地看向夏凡，眼里只有满满的震惊。此时的夏凡还没有看到最上面，听到众人这么惊讶，也是连忙看向第一名。当他看到第一名的名字时，彻底傻眼了。第一名陈峰，452103。看着那一串数字，夏凡瞪大双眼，使劲揉了揉，再次看向，确认自己没有看错之后，顿时倒吸一口凉气。什么玩意儿？45万多分数，陈峰一个人就拿了45万多的分数，他是怎么做到的？啊！夏凡懵逼了，他万万没想到，陈峰竟然一举之力破了历史记录，一人夺下有史以来全国最高的分数，45万多的分数，这成绩已经超越古者，即便是后人都望尘莫及啊！夏凡，你的学生太恐怖了吧？这怕不只是秦都的状元，极有可能是华夏状元啊！40多万的分数，碾压秦都所有人的分数。不仅如此，第二名的穆清望，他同样破了历史记录，达到23万的分数，可陈峰却已经是断层式超越，足足领先20多万分。这如果不出意外的话，陈峰必然可以获得所有学校的招揽，甚至有的学校可能会亲自登门拉人。只可惜陈峰他……说到这里，众人的心不禁低落。陈峰复活的时候，现场并没有太多人，所以还有很多人不知道他复活了，还以为他早就在战斗中牺牲，成为了秦都英雄。不，陈峰没死。夏凡看向众人，笑了起来。闻言，众人皆是一愣。当时有很多人在现场都亲眼目睹陈峰死了，罗成还让大家去建造雕像，以此纪念他呢，怎么可能没死？夏凡笑了笑，拿起手机，打开群聊，展现在众人面前。喏，你们自己看吧。众人纷纷往夏凡的手机看去，顿时瞳孔微缩，然后众人露出哭笑不得的苦笑。只见手机里是班级群聊，而陈峰在1分钟前发了一条群信息：各位同学，五考成绩出来了，大家快去查吧。卧槽，峰哥，你才是我哥呀！你竟然拿了全秦都第1名，太离谱了吧！现在当你弟还来得及吗？原谅我之前说话太大声了，现在我给你跪了可以吗？不仅是秦都第1名啊，还是全国状元，我弟个乖乖，陈峰，你是我的神！何止是我的神啊，现在就认峰哥为干爹，不知峰哥会不会认我这个干儿子？而底下全是同学们的追捧和崇拜，没有人关心自己的成绩，全都是关心陈峰，甚至有人想要陈峰的签名，全都沦为了陈峰的迷弟迷妹，还有人想要拜陈峰为师，只求学习。以前有多看不起，现在就有多舔。第111章，全网沸腾。秦都高考排行榜一公布，秦都一中的全体师生都炸了，尤其是校园论坛，更是如被恐怖分子轰炸一般，全体沸腾了。论坛热度上一直挂着一个名字：陈峰。太恐怖了，40多万的分数，这真的是人能弄出来的分数吗？啊！我一看我那2000多的分数，再看陈峰那40多万的分数，这特么是人？大家都是高考生，凭什么他那么牛逼啊？不是，他真的是盗贼吗？一个盗贼真的可以做到如此离谱的地步吗？这该不会是作弊的吧？40多万的分数，太夸张了吧？他该不会把整个高考秘境的魔物都杀完了吧？要不然怎么那么多分，而且还破了历史记录？从他拯救秦都的那一刻开始，他就不是盗贼，他在我心中就是盗神。如果没有他，我们怎么可能活得了，还能在这里吹牛逼看分数？说陈峰作弊的都是被控制的人吧？压根就没有看到陈峰今天的威武身姿，在天上大杀特杀，他是作弊，我直接吃，我特么当场就吃。这玩意还能作弊？你咋不说他开挂呢？你怎么不说他有金手指老爷爷？你咋不说他是气运之子？你咋不说他有系统呢？哈哈，是这样的，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见多了。陈峰的40多万分数，秦都一中的学生们都对此议论纷纷，有人质疑，有人崇拜，有人彻底成为陈峰的忠实粉丝，谁敢骂偶像一句，立马骂10句回去，偶像不得遭到侮辱。陈峰的分数彻底让秦都一中所有人震撼，颠覆了他们所有的认知。难道真的如老师说的一样，从来不是职业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即便是陈峰，他的职业都只是盗贼，可他依旧能够用盗贼夺得秦都第1、全国第1的武状元，这真的是全校师生的从未想过的结果。即便是夏凡都没想到秦都第1竟然能是陈峰，毕竟盗贼从来就没人看好。可偏偏陈峰就用这没人看好的职业，这人人唾弃的职业，夺得了全国第1，这含金量怕不是历史最高最强的状元了吧？华夏网，这是一个社交平台，类似于微博，这里海纳百川，不仅有华夏人，更有许多外国人，同时明星或者名人都靠这个平台博取流量以及粉丝。而华夏网最有特点的莫过于榜单，分别有新闻榜、社会榜、娱乐榜、热搜榜，其中热搜榜最受欢迎，基本能上热搜的都是每天的特大事件，就比如今天的高考分数公布，还未公布的时候就已经登顶热搜榜第1了。而在热搜榜的前5名里，
竟然全都是关于陈峰的。五考分数公布，五考第一竟然是他，真是强的离谱。陈峰是谁？打破五考历史记录，获得前所未有的高分，他是如何做到的？力压同届所有考生，打败所有天才，将天才踩在脚下。陈峰到底是谁？第一和第二名都打破了历史记录，第一名更是创下新的历史记录。根据专家研究，起码未来30年都没有人能够打破记录。高考分数一出，所有考生以及家长都无比紧张，纷纷查阅自家孩子的排名，排名越高，那就意味着有更多的学校招揽。现在高考的分数都已经公开了，所以大家的关注的是排名。那些新闻媒体则是关心今年的五考状元到底是谁。每个城市都会有第一名，但是那全国第一名才是最引人注目的。而当高考分数公之于众的那一刻，所有人都看到了顶峰上的陈峰用40多万的分数，不仅拿下今年全国高考状元，更是打破历史记录，为后人创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恐怖记录。这一刻，所有人都惊呆于这个分数，但同样有许多人开始质疑这个分数的真实性。毕竟历史记录就20万分，这陈峰是怎么达到40多万分的？真的没有作弊的嫌疑吗？但他们转念一想，都知道作弊是不可能的，除非陈峰买通了所有考生，把全部积分都送给他，让他一个人拿40多万分，要不然都不可能。这个陈峰到底是什么职业啊？他的天赋的是 SSS 级吧？要不然怎么可能拿得了这么多分？按我来看，这陈峰肯定是有队友的，而那2个队友同样是顶尖天才，并且被他买通了，花费大量时间以及精力将自己的分数都给陈峰，要不然不可能拿得了这么多分。你们说有没有道理？确实有道理，只有这一点才说得过去，要不然这40多万的分数太夸张了，根本不是人能弄的了，除非他开挂。开急帽啊？你以为打游戏呢？陈峰的天赋肯定很强大，而且他的职业也可能是最稀有的那种，这才是真正的顶尖天才啊！你们快查陈峰的资料啊，他这么厉害，肯定不难查的。网友们纷纷开始查找陈峰的资料，不过那些新闻媒体的速度比他们还快，当所有新闻媒体看到分数榜的那一刻起，他们就已经开始寻找陈峰的踪迹。而网络的力量是强大的，只有费点心，不难找。果然，在分数公布过后的5分钟内，就有新闻媒体找到了陈峰的基本信息，将基本信息公之于众。可当网友们看到陈峰的基本信息之后，彻底傻眼了。陈峰，男，18岁，职业盗贼，天赋未知。信息非常简单，但同样给人带来无比巨大的震撼，尤其是职业那一点更让人感到震惊。那么强的学生在五考中获得第一名，全国状元的陈峰，职业竟然只是盗贼啊！盗贼！网友们看着这简简单单的基本信息，久久未言，心里承受着前所未有的震撼。他们之前所说的言论全都被推翻了。陈峰不是什么稀有职业，连天赋都不知道是什么，可盗贼又能觉醒什么好的天赋呢？无论如何都只能觉醒生活类天赋，毕竟盗贼就是个生活职业。此刻全网沸腾了。第112章，争夺陈峰。穆家，胡说，高考成绩出来了。穆亲望拿着手机打开班群，来到曹虎身旁，兴奋笑道：哦，打开看看，多少分？曹虎眉毛一挑，看向穆亲望的手机，先看看秦都高考排行榜吧。穆亲望点了点头，打开秦都高考排行榜，并且寻找自己的排名。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在前3名，因为当时他出来之前看了一眼，他在第2名，而第1名就是陈峰。想到陈峰，穆亲望眼神不禁有些低落。可惜了，那么好的一个天才就那样离开人世间了。若是成长起来，肯定是个顶尖强者，还没有跟他切磋呢。找到了，我果然是第2名。穆亲望咧嘴一笑，又补充了一句：我20多万的分数，好像已经打破历史记录了。什么？打破历史记录了？曹虎定睛一看，瞳孔剧烈收缩，让他感到震惊的不是穆亲望打破了历史记录，而是在他上面的陈峰，足足40多万的分数，不仅打破历史记录，还开创了一个无人可超越的记录。同时，穆亲望也看到了陈峰的分数，顿时露出一抹苦笑，看来是自己高兴的太早了呀，差点忘了还有陈峰。40多万的分数，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恐怕未来几十年内都无人能够超越了吧。40多万的分数，恐怕连李德明见了都得说句牛逼吧。这样的天才太可惜了，要是能够收为徒弟，再招揽进龙战军团，绝对是个强手。曹虎叹了口气，微微摇头。好消息，有人打破了历史记录，并且开创出最强的40多万分数的记录，这样的强者对于华夏来说必然是天大的好消息。坏消息，那人死了。陈峰不只是秦都排行榜，他好像还是全国第1名。穆亲望吞了口唾沫，拿起手机放在曹虎面前，而里面的内容正是全国五考排行榜，在顶端上正是陈峰的名字，而穆亲望则是排在第2名。曹虎看着上面那个领先于所有高考生、稳居高考状元的陈峰，不禁惊讶地吞了口唾沫。
心中的叹息更加浓烈了。如果他还活着，到底能成长到什么地步呢？新一代的人皇，虎叔，咱们现在就出发了吗？穆青望看向曹虎，询问道。咱们现在就赶去龙都帮忙，那边的情况虽然好转了不少，但还是缺人手，原本是不打算带你去的，不过你已经经历过一次能量潮汐，再试一次也无妨。走吧。曹虎点了点头，带着穆青望来到别墅的停机坪，那里早已停了一台直升机，而这直升机早就通过改造，速度极快，差不多半个小时就能到龙都。曹虎带着穆青望上了直升机，最后看了一眼别墅之后便离开了。现在的穆家别墅只有仆人和管家，而穆青望的母亲早在今天早上就被带去海都避难了，是穆风野安排的，他应该是知道秦都出事了，于是连忙安排的。秦华大学副校长室，我滴个乖乖，罗成说分数很高，但没说这么高啊。叶龙戴着眼镜，瞪大双眼看着电脑屏幕，而屏幕内的正是今年五考的分数排行榜，看着上面的第一名陈峰有着40多万分数时，叶龙傻眼了。他当时问了罗成，而罗成并没有透露太多，只是让他务必招揽陈峰就可以了，因为陈峰的分数会让所有人惊掉下巴，原以为会在前3名，即便是第1名也就打破历史记录，有个20多万分罢了。可他万万没想到，竟然还翻倍，直接就40多万分，这比打破历史记录还要夸张啊！老爷，看到了吗？那陈峰竟然是第1名。这时，一位老者急匆匆从外面跑了进来，而来者正是秦华大学的校长莫言。看到了，咱们必须要用最好的条件招揽他。你今天也看到了，他的潜力不同凡响，如果培养得好，绝对比李德明还要强，或许他就是预言所说的神。不会吧，预言的玩意太没有可信度了，如果真的跟预言所说的一样，那李德明岂不是回不来了？闻言，莫言皱起了眉头，那预言本就虚无缥缈，他是不相信的，唯有叶龙深信。有的时候，我们应该相信那些缥缈的东西，如果预言没用的话，那预言职业师又为何会出现呢？叶龙的一番话让莫言沉默了。确实如叶龙所说的一般，如果预言没有用的话，那预言师这个职业应该是不存在的，但它既然存在，那必然有它的道理，只不过这个职业所能预料的事情多半是假的，极少有真的。先不说那些了，我们还是想办法用什么条件招揽陈峰吧，这样的天才要是被其他学校抢走，那可是很遗憾的。莫言话锋一转，说回到正题上。叶龙点了点头，我想想办法。行，这件事就交给你了，毕竟你当时去聊过了，陈峰是看条件的人，只要我们给出的条件高，那他就会到咱们这里来，这是一场硬仗，如果无法招揽陈峰，那么全国前10名我们都要争取一下。我知道了。叶龙点了点头，莫言旋即离开了。待到莫言离开，叶龙将目光又放回到分数榜上，除了第1名的陈峰是必须要尝试招揽的之外，那就还有第2名的穆青望，第3的王凯，第4的沈竹，第5的白婉晴，第6的郭采，第7的李妍妍，第8的李小智，第9的王穗，第10的莫文。叶龙看着第10名，略有所思，这个莫文估计就不用他出手去招揽了吧。至于前9名，就先挨个打电话去问一遍，如果对方对秦华感兴趣的话，那就顺势聊下去，再稍微放出一点福利，慢慢诱惑，等待上钩即可。首先还得先看看龙腾那边出的什么条件给陈峰，至于飞海大学嘛，那个没什么竞争力，先打个电话给陈峰吧。第113章，龙腾加入争夺。龙都爆发能量潮汐的龙都，此时已经解决的七七八八，有着各路强者的帮助，效率很快，仅用2天的时间就压制住了，再过1天就完全结束了，现在处于收尾阶段。龙腾大学，柯庆带领着师生们回到学校，刚踏入校门，便听到不少留校的学生在那大喊大叫。卧槽，那五考排行榜的第1名是认真的吗？看着好假呀，可这是高考，又不能造假，太离谱了吧？那么高的分数，40多万，这已经打破历史记录了吧？真想见一下那样的天才啊！如果能来我们学校，那就太棒了。刚准备休息一下的柯庆，精神忽然高度集中，他竟然忘了今天是高考分数公布的日子，看来是战斗太久了。想到这，他连忙拿出手机打开今年的高考成绩，可刚打开就发现有很多人给他发信息，都是一些老朋友，现在几乎都在其他学校工作了，几乎每个城市的都有。而这些老朋友发过来的消息都无一例外，都在跟他说今年高考的第1名，让他去看看，非常震撼。这属实给他的好奇心吊起来了。当柯庆打开排行榜的时候，身躯猛然一僵，惊讶地瞪大双眼，久久未言。不多时，他快速揉了揉双眼，又看向屏幕，还是瞪大了双眼。卧槽！柯庆猛然大喝一声，爆出了10几年都未曾爆过的粗口。他看到了什么？40多万的分数，这是人能打出来的高考分啊！领先第2名整整20万之多。那第2名的穆青望，他可认识，不就是穆青天的孙子穆风野的儿子吗？
早在高考前，他就得知穆亲望觉醒了万中无一的 SSS 级天赋九剑心，势必要加入龙腾大学，而他也早就上门拜访过，如果穆亲望考到好成绩，务必来他龙腾大学。穆家很好说话，毕竟穆青天和穆风野都毕业于龙腾，穆亲望同样想来龙腾，所以很容易就搞定了。但没想到这高考结束，穆亲望竟然排在第2名，而这陈峰又是谁？这让柯庆摸不着头脑。校长，您看高考分数榜吗？这时副校长杨烨急匆匆跑了过来，拿着手机就气喘吁吁道：看了，这个陈峰的联系方式立马给我找来，这种天才可不能被其他大学抢走了。知道，我早就找人要到联系方式了，现在的新闻媒体找人的速度快多了。那就好，待会发给我，我亲自跟他聊。柯庆笑了笑，旋即走向自己的办公楼，这样的天才必须由他来招揽，只有他才能拿出最好的条件来招揽。行。蓝天小区，得知自己成为全国状元的陈峰心里并没有什么波动，他反而觉得是很平常的事情，毕竟他早就知道分数是多少了，排名也不过是板上钉钉的。而现在坐在沙发上的他正思索着接下来进入哪所大学，不出意外的话，3所顶尖大学应该很快就会给他打电话了。000。这时茶几上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陈峰瞥了一眼，是之前留了联系方式的叶龙。见状，他嘴角微扬，果然不出他所料，打电话来了。他拿起手机接通了电话。陈峰，没事吧？我从罗成那听说你没事之后，就立马想着给你打电话了，真是谢天谢地。电话那头传来叶龙担心的话语。没事，谢谢叶校长的关心，我命大，还死不了。哈哈，那就好，那就好，恭喜你获得全国状元啊！没想到咱们秦都又出一个状元了，真是可喜可贺呀。侥幸而已，不足挂齿。低调可以，但过分低调可就是凡尔赛了呀。闻言，陈峰尬笑地摇了摇头，没想到叶龙会说这样的一番话。不过他不是高调的人，即便对方让他高调，他都不会去高调的。好了，不开玩笑了，我知道你不喜欢拐弯抹角，我也开门见山吧。不知道其他学校有没有联系你，而你有没有选择了？叶龙话锋一转，严肃起来。这个还没有做出选择，目前就只有贵校联系我了，其他学校还没有。那行，还记得我先前说过的所有条件吧？现在再额外增加条件。如果你来清华大学，学校可以给你一本 SSS 级竞术技能书，以及500级装备套装，再加上1件稀有道具，技能融合卷轴。希望你可以考虑一下清华大学。听完叶龙给出的新条件，陈峰承认他有些心动了，尤其是最后那个稀有道具，他连听都没有听说过，更让他产生了好奇。行，我会认真考虑的。最后，陈峰还是忍下了一时的诱惑，选择听听其他大学的条件。得到答案的叶龙叹了口气，并没有再说些什么，而是说了句再见便挂断了电话。应该是去给其他学生打电话了。待到叶龙挂断电话的下一秒，陈峰的手机又响了，这次来的是一通未知电话，但是位置却显示在龙都。龙都？难道是龙腾大学？可那里现在不应该还在对抗能量潮汐以及异端会的吗？怎么还有空给他打电话呢？陈峰接通电话，另一头传来一道比较苍老的声音：是陈峰同学吗？是我。听到陈峰肯定的回答，另一头似乎有些高兴，呼吸都变得快了几分。陈峰同学，很高兴认识你，我是龙腾大学的校长柯庆。柯校长您好，不过我很好奇，龙都那边不是爆发能量潮汐了吗？是啊，不过已经快解决了，有龙部和龙战军团以及龙次他们在，能量潮汐不在话下。第114章，对方正在通话中。闻言，陈峰双眸微微放大，瞳孔微缩，这3个名字他耳熟能详，不只是他，估计华夏人大多数都听过这3个组织的名字。龙部是负责保护龙都、保护龙皇的特殊部门，他们常年都伴随在龙皇身边，负责24小时保护龙皇不受其他人危害，同时也保护着龙都这个华夏首都，更是执法部门的顶头上司，可以直接命令所有执法部门的人。而龙皇乃是华夏一国之主，负责与其他国家外交合作，拥有极高的话语权，他的实力同样不容小觑，早在数年前就已经突破了1000级，是非常稀有的职业龙战士。但一国之主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是不可能出手的，那样会有失身份。龙战军团那就厉害了，陈峰从小就听说过他们的故事，那是一支所向披靡的军团，人数高达数十万人，征战沙场，历史中最强的一次战役，就是面对美丽国军团入侵，想要侵占华夏的时候，他们仅用10万人便攻退对方40万人，甚至斩杀15万人，彻底扬名。那是一支所有人都梦寐以求想要加入的军团，所有人都崇拜的英雄军团，更是无数小孩长大想要进去的地方。尤其是他们的第一任军团长穆青天，那才是真正的强者。那一日，镇守龙城，率领5万军杀退美丽国和泡菜国共同出击的10万军，一人便斩杀8万之多，彻底杀出了一条路，喝退敌军万人。
令得敌军不敢再战，溃败而逃，被后世人誉为龙城将军穆青天。而他的儿子同样出彩，成为了如今的龙战军团的团长穆风野。最后的龙刺组织，那就是沈龙的组织。龙战军团是明面上的战斗，那么龙刺就是暗面里的刺杀。他们一明一暗，完美的合作，彻底灭绝了外国想要入侵的想法。华夏现在已经有10几年没有被入侵过，逐渐成为全世界最强盛的大国，没有之一。确实，有这3个组织在，能量潮汐不在话下。那就好。陈峰微笑回答。不知陈峰同学现在想好进入哪个学校了？我相信其他学校应该都已经跟你说条件了吧？陈峰并没有隐藏，而是大大方方地跟龙腾说出了清华大学找过他以及清华大学副校长叶龙给出的条件。柯庆听完便沉默了，足足沉默了3、4分钟，才再次开口。没想到清华大学竟然给出了这么好的条件，要是我恐怕都心动了。我愿意出相同的条件，还能在这边给出一间家属宿舍，让你家人都搬过来这边住。不好意思，我是孤儿。闻言，陈峰苦笑一声。另一头的柯庆沉默了，随后陈峰就听到那边传来疯狂敲击鼠标和键盘的声音，听上去好像在使用电脑。而此时的柯庆慌得牙痞，疯狂查阅着陈峰的资料。他先前并没有打探陈峰的基本信息，而是得知今年的高考状元是陈峰之后，便匆匆忙忙找人查到陈峰电话号之后就打了过来。压根就没想到陈峰还是个孤儿啊！过了许久，柯庆在强大的信息人脉帮助下，总算得知了陈峰的基本信息。母亲早已去世，而陈峰的父亲早在前些日子办理了断绝父子关系协议书，通过了国家的审核，陈峰和陈旺再也没有了父子关系。所以说，陈峰确实是一个孤儿。抱歉，我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另一头，柯庆愧疚的声音传来。没事。陈峰笑了笑，并没有放在心上。既然如此，那我也没想好给你什么条件，我可以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的答应你任何一个条件。闻言，陈峰挑了挑眉头，没想到对方竟然给出了这么大的条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答应他任何条件，这可比那些福利还要强啊。行，我考虑一下，我会在明天给出答复的。好。说完，柯庆便率先挂断了电话。刚放下手机的陈峰，手机再次响了起来，他只能无奈摇头笑了笑，再次拿起手机，面对着其他学校打来的电话。龙都龙腾大学校长室。刚挂断电话的柯庆，手机又来了一通电话，是副校长杨烨打来的，让他略微挑了挑眉头，接了起来。老杨，有什么事吗？老柯，大事不好了，我刚刚打电话给秦都那边的一个曾经的学生，结果得知秦都那边今天也爆发了能量潮汐。闻言，柯庆猛然站了起来，双眸瞪大，瞳孔收缩，连忙轻喝：秦都也爆发能量潮汐了？现在怎么样？要不要我们龙腾大学支援？忙于龙都这边的他，压根没想到秦都那边同样爆发了能量潮汐，这一端会真他妈该死啊！没事了，已经被解决了，而且还是在几个小时内解决的。什么？柯庆懵了，几个小时就解决了能量潮汐？那还是能量潮汐？听说是陈峰，他好像还是双职业，体内有着光明系职业，爆发了一股无比强大的光明能量，救了全城的人，而且他的实力似乎在1000级以上，因为他杀了2个异端会1000级的鎏金斗篷。听闻此言，柯庆震惊地张开大嘴，久久未合，不知说些什么。陈峰双职业，而且还有光明系职业，实力在1000级以上，这怕是还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天赋吧？卧槽！柯庆忽然想到了什么，再次爆出粗口，吓得另一头的杨烨都愣了一下，他好久都没听过校长爆粗口了。怎么了？杨烨小心翼翼疑惑询问。完蛋了，陈峰要被抢走了，我得马上打电话回去。怎么回事？你还不明白吗？我条件开低了啊，早知道秦都那边爆发了能量潮汐，而陈峰还是最大的功臣，那他的含金量可不远远是高考状元。人皇殿那边一旦颁发勋章，到时候他的知名度和含金量将会大大提升，那点条件可招揽不来他，恐怕秦华那边还会出更高的条件。另一头的杨烨听到这话，微微张大嘴巴，不知该说些什么。不过柯庆也不打算听他说了，就这样，先挂了，我得回去加大筹码，你去负责招揽其他学生，陈峰交给我。说完，柯庆匆匆就挂断了电话，想要回拨给陈峰，可手机传来的声音让他绝望，对方正在通话中。第115章失踪的小孩。秦都蓝天小区，打电话打到手机快要没电，陈峰靠着沙发仰头喟叹，心中百感交集。觉醒职业的那时候，自己受尽冷眼嘲讽，结果高考成绩出来了，不仅是个校长打电话，就连以前那些同学，甚至连小学老师都想起了他，一个个电话打了过来。没想到这次的高考竟然造成了如此大的影响，不仅是各大知名学校打电话过来要招他入校，更是新闻媒体想要采访他。听说秦都一中那边的门口已经站满了人，都是过去采访老师和其他同学的，而话题都是关于他的。
而且秦华大学和飞海大学以及龙腾大学都跟他约了时间，明天会到学校来找他聊聊，到时候肯定是个修罗场，去哪个学校就看他们的条件如何了。没想到这次高考让他的知名度从默默无闻一下子就攀升到全国皆知，现在是个人都知道他，不仅认识他，甚至还了解他家庭情况了，属实是全国出名了。不过让陈峰感到万幸的是，自己的父母虽然被扒出来了，但杨叔他们没事，那就放心了。毕竟他现在已经无父无母，就算被坏人知道也不怕什么。接下来的路可能会很难了，毕竟出了名，异端会那边的人肯定不会放过他的，毕竟今天才覆灭了他们的秦都基地。000。这时充电中的手机又响了，是杨叔打来的电话。喂，杨叔，中午好。陈峰微微一笑，拿起手机亲切问好。小峰，恭喜你啊，考了个全国状元，那可是光宗耀祖的事情啊。电话的另一头传来中年男人的声音，听上去和蔼可亲，是好相处的那种。嗨，没什么，哈哈，谦虚了。对了，你杨婶很想你，所以想请你过来吃顿饭，不知你今晚有没有空呢？杨叔距离蓝天小区很近，也就隔壁小区而已，吃顿饭很顺路的事情。好，可以。陈峰很爽快就答应了。那就这样说好了，今晚见。说完，杨叔挂断了电话。陈峰闲来无事，打算去睡觉。他昨天晚上都没有睡觉，刷了一整晚的怪，现在有些困乏。海都汪街执法所，众执法者们正坐在座位上玩着手机或是聊天，日子十分清闲。但往往是这份清闲是所有人都期盼的，没人希望执法者们忙碌，更没有人希望他们每天辛苦，因为忙碌则代表出事了，而出事则代表着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所以没人想看到执法者们忙碌。管辖区内已经半个月没有发生任何重大失去，就连阿猫阿狗丢失的事件都没有，所以很是清闲。有警情！忽然警报系统响起，值班的执法者立马跑到电脑前查看刚刚的报警情况，联系报警人。警报通常是由报警人拨打统一的报警电话，然后再由指挥中心转接到负责管辖区域的执法所。当值班执法者拨通电话了解情况的时候，眉头慢慢皱了起来，周围的执法者都不由放下手机看向他。直到数分钟后，那打电话的执法者才放下手机看向其他人。出事了，先去叫今天值班的副所长和队长过来。很快就有2位执法者跑出值班室，叫今天值班的队长以及副所长来。看到副所长和队长到来，那名执法者快速汇报了情况。根据报警人的讲述，他们的女儿消失了，凭空消失一般，从幼儿园直接就消失不见，监控拍不到，没有人看到，他们找遍了整个幼儿园都找不到。闻言，副所长和队长同时瞪大双眼，这种离奇事件他们还是第一次听说。凭空消失，没有任何目击者以及监控，就那样消失了。出警！副所长大喝一声，今日值班的队长以及执法者们纷纷敬礼大喝。是。海都天桥执法所报告，有人报警，幼儿园消失了3个小孩，凭空消失，不见所踪。海都坡头执法所报告所长，有紧急情况，一家幼儿园消失了5名小朋友，整个幼儿园都找不到人。海都城委执法所报告，大事不好，一家幼儿园消失了4名小朋友，现场发现疑似刺客潜入，并且跟20年前、15年前、10年前以及5年前、3年前的失踪案如出一辙，怀疑是同一批犯罪团伙再次行动。同一时间，海都各处执法所都接到了报警电话，趁当地的幼儿园孩子失踪，有些上了个厕所就不见了，有些在滑滑梯，刚滑下来就凭空消失了，有些甚至在消失在监控画面的那一刻不见踪影，凭空蒸发了一般。并且这次的失踪事件跟以前所发生的事件一模一样，就连细节都一样。而在出事过后的半个小时，海都新闻彻底炸了。新闻媒体疯狂报道此次事件，闹得人尽皆知，人心惶惶，无数家长都纷纷将自己的孩子带回家，并且锁好门，不敢带孩子们出门，甚至连外卖都不敢点。所有幼儿园以及小学都宣布将停课1周，让所有家长等待通知。而那些孩子不见的家长，此时都已经将各地执法所围得水泄不通，他们都很着急，渴望找回自家的孩子，甚至有些失去理智的家长在执法所门口大吵大闹，要求执法者们必须尽快找到他们的孩子。家长们的闹腾让那些犯罪分子有了机会，趁着执法者们在忙碌，开始盗窃、杀人、抢劫，再次加大了执法者们的工作量。第116章紧急会议。晚上，海都执法总部会议室中，偌大的会议室此时已经坐满了人，目测有着数十人，而每个人都身穿白色的制服，面容威严，挺直腰板的端坐着，隐约散发着上位者的气质，令人胆颤。而在主位上坐着一位老者，看上去和蔼可亲，但是其他人看他的眼神都充满了尊敬，一看就不是普通人。由于下午的事情太严重，所以总部紧急召开了特大会议，
让海都所有执法所的所长前来开会，并且这次连海都的守护神都会亲自到场开会。没办法，事态太严重了，从下午到晚上，消失的孩子已经统计出来了，足足有230个孩子凭空消失，再也不见踪影。而且这个事件还在不断发生，甚至有些回家的孩子都在家里莫名其妙就不见了，宛如恐怖片来到现实。这次的事件，你们查出什么了吗？坐在主位上的老者缓缓开口，而他就是海都的守护神海青兰，等级在900级之多，实力比罗成还要强悍，其职业更为特殊，是遁世中的稀有隐藏职业护城将。我先来吧。这时，一个中年男人站了起来，而他是天阶执法所的所长陈冬天。根据我们的调查，这次的失踪事件跟前些年所发生的一模一样。我总结了这些年来所有的失踪案，发现他们都是同一个特点，不知不觉中就绑架了被害人。今天所发生的失踪案极其可能是同一批团伙作案，曾在以前的失踪案中发现了蛛丝马迹，是布料，而那布料正是异端会身上斗篷的材料，极为特殊，所以我怀疑最大的嫌疑人就是异端会。此话一出，全场哗然，议论纷纷。妈的，又是该死的异端会！这些年来失踪的人已经高达上万，他们到底想干嘛啊？连具尸体都找不到！草他妈的，让我看到异端会的人，我必抽他们的骨！真是一群畜生！高考那件事情还没有找他们算账呢，现在又跑出来了，而且还在光天化日之下搬走了那么多小孩，这可忍不了了。海老，只要你一声令下，我立马翻起整个海都，势必要找出那些失散的学生。没错，这群畜生，老子忍他们很久了，跟他们老鼠一样，躲在那阴暗角落不出来，恶心死了。会议室里充满了各个所长的谩骂声，他们都痛恨异端会，打心底里厌恶这些老鼠，只会干偷鸡摸狗的社会败类。要不然，华夏也不会有一条法律。面对异端会，格杀勿论，无罪。安静！海青兰食指轻扣桌面，轻喝一声，现场顿时安静下来。激动的众人立马平复心情，端坐转头看向海青兰。龙都在前2天爆发能量潮汐，而秦都那边同样爆发了能量潮汐，但不同的是，秦都那边覆灭了一个异端会的基地。此话一出，全场震撼，众人都大眼瞪小眼的互视着。秦都那边竟然覆灭了一个基地，那可是大事件啊！为什么他们都不知道呢？这件事你们不知道很正常，我也是今天下午才知道的。那边的情况紧急，是今天才爆发的能量潮汐，散布没有那么快。海青兰看出了大家的疑惑，补充一句：今天爆发的能量潮汐，那岂不是说现在还没有解决？什么？秦都爆发能量潮汐？那我们要不要去帮忙啊？这可是大事情啊！龙都那边快解决了，那秦都也要帮忙才行。众人顿时再次激动起来。秦都距离他们是最近的城市，爆发能量潮汐，他们竟然这么晚才知道，而且那边的等级都偏低，连守护神都是刚上任没多久的罗成，500多级来着，这怎么顶得住？安静点，人家那边早就解决了，听说还是个学生解决的，好像是今年的全国高考状元。众人目瞪口呆地看着海青兰，随后又相互看着彼此，大家都从对方的眼神中看到了浓浓的震惊。一个高考状元拯救了秦都，那可只是高中生而已，顶多就几十级或者刚到100级吧。竟然说他拯救了秦都，熄灭了恐怖的能量潮汐。要知道，龙都那边也爆发了能量潮汐，可是人家有龙部、龙战军团、龙四组织这么多人的帮助下才解决的。秦都有什么？就一个罗城以及秦华大学吧，那也远远不够啊。可偏偏是一个高中毕业生，这太夸张了吧？我从里面得知了一个情报，那就是异端会的基地隐藏在下水道，他们的设备很齐全，可以观察整座城市，秦都任何地方都有他们的眼线，就连厕所都有，可以说是完全在他们眼底下生活。海青兰紧皱眉头，说出了他所知道的信息。如果秦都的异端会基地是在下水道，那么其他城市也极有可能，毕竟他们也很少去探查下水道。闻言，众人再次一惊，万万没想到异端会竟然如此胆大，把老巢直接设立在脚底下，太不把执法者放在眼里了吧。海老，我知道了，我立马派人大方面搜查下水道。我也是，我现在就打电话。这群畜生竟然一直就藏在脚底下，太猖狂了，必须要把他们这些老鼠全都揪出来。细思恐极啊，竟然一直在下面，现在就叫人将他们全部抓出来，一个都逃不掉。众人大拍桌子，气势汹汹，站起身便走到角落开始拨打电话。一瞬间，会议室内就充满了各个执法所长打电话让手底下的人去下水道探查的声音。这一次他们必须要将那窝藏在下面的老鼠一个个揪出来，全都不放过。坐在主位上的海青兰依旧皱着眉头，他觉得异端会不会那么蠢，将基地都设立在城市下水道，毕竟一个出事其他都会被连累。如果异端会真有这么蠢，那么他们这些人可能就是更蠢的，毕竟抓了几十年都抓不完异端会，他们岂不更加废物？全面搜查海都各个角落，必须要找出失踪的孩子们，这次的任务绝不能再失败。
海清兰缓缓站起身，严肃的表情扫视着众人。所有人都挂断了电话，认真严肃地看着海清兰，猛然敬礼，右手放在左胸口上，异口同声大喝：“收到，保证完成任务。”辛苦你们了。海清兰点了点头，旋即离开了会议室。等到海清兰离开，众人才纷纷离开，开始忙碌起来。第117章，这样安静多了。海都某处昏暗的小巷里，几道摇曳的灯光在街道上随意晃动，几个身穿制服的执法者正在巡逻。你们几个去那边，刚刚好像看到了可疑人物。是。不一会，几个执法者便分道扬镳，各自去别的地方巡逻。而就在他们离开的地方里，两道身影慢慢显露出来，他们有着同样的特征，那便是身披黑色斗篷，看不清面貌，在这昏暗的街道里显得格外神秘。这群蠢货还想抓到我们，简直异想天开。其中一位斗篷人发出阴森冷笑，很是不屑。是啊，应该是秦都那边出的事情被他们知道了，现在他们全面搜查下水道以及各个地下室或者防空洞了，太愚蠢了。另外一名斗篷人点头附和。这群蠢货真的以为我们会在同一个地方吗？不知道，咱们先回去交差吧。今晚的行动很不顺利，得避几天风头才能继续了。我也这么觉得。那么多孩子，应该够了吧？不够，远远不够。邪神大人需要的孩子还要更多，上头交代我们抓1000个孩子，这可是难办啊。没办法，龙都那边现在很严，龙战和龙部以及龙刺都在，没办法行动。而离龙都最近的我们，目前风平浪静，也就交给我们了，好好干吧。先回去吧。说完，两人的身影再次消失，便朝着海都远处的海岸急速掠去。海都最出名的就是它靠着大海，而大海的另一头就是美丽国。正所谓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所以海都的海鲜格外出名。不一会，两名斗篷人便来到海岸，一头扎进了海水之中，手里同时出现一枚淡蓝色的珠子，像那种小孩玩的玻璃珠子一样小巧精致。当珠子出现在手心里的那一刻，两人周身迅速泛起一层淡蓝色的屏障，凭借着这碧水珠，他们两人就可以在水下畅通无阻，呼吸聊天。而当两人下潜到海底300米处的时候，一处无比壮观的场景出现了，一座埋藏于海底里的庞然巨物赫然出现在他们眼前。那是一座埋藏于海底下的建筑物，如同海底下的亚特兰蒂斯，科幻感十足。万万没想到，海都异端会的基地竟然埋藏于海底之下，怪不得没人能够发现。随着两人游到一处小门中，按动了门锁的密码，吭哧一声，机械门自动打开，两人游了进去。不一会又关上了门。门关上之后，里面的海水自动排出，两人便收回碧水珠，朝着里面走去。一路上有着无数斗篷人与他们擦肩而过，打着招呼，还有一些没有穿斗篷，而是身穿白大褂的人，胸口都挂着一张工作证，上面写着异端会科研人员。这里的环境似乎比秦都的地下基地还要庞大以及辉煌，连研究人员都齐全了，两者压根没有可比性。随着两人的深入，慢慢来到一处房间当中，其中一人身躯有些发抖，但还是敲响了门。老大，我们回来了，进来。里面传出一道沉重的声音，听上去似乎心情不太好。两人吞了口唾沫，开门走了进去。而在打开门的那一瞬间，哭闹声瞬间响起，传入两人耳里。呜，放我回家，我要找妈妈。妈妈，爸爸，你们在哪？妈妈，我想回家。你们都是坏人，快放我回家。呜！映入眼帘的是满屋子的孩子，屋内摆放着数十个铁做的大笼子，而一些笼子里面竟然关押着数十个小孩子，看上去全都只有3、4岁，最大的也就5岁而已，全都双手抓着铁杆哭喊着，求异端会的人放他们离开。若是执法者们在这，必然会大受震撼，因为海都今天所失踪的孩子全都在这了。而在中间站着一位身披暗红色斗篷的人，不知男女，身材却很是魁梧，足有1.9米之高，正背对着2名刚进来的斗篷人。老大！两人走到红篷人身后，立即单膝跪了下来，单手捂胸，低头沉声：你们办砸了。此话一出，两人身躯猛然一哆嗦，感到毛骨悚然，额头的冷汗瞬间渗出，说话都变得支支吾吾起来，连另外一只脚都赶忙跪了下去。不是的，老大，我们外面太多执法者了，他们此时已经全面保护那些幼儿园，我们无从下手，其他兄弟都没办法下手，都在原地待命。蠢货！红袍人猛然转身，大喝一声，身上的威压随之爆发，吓得跟前两人更加发抖，不敢抬头。既然幼儿园不行，你们就不会去找小学的吗？可是邪神大人不是要年轻的吗？越年轻越好。其中一人瑟瑟发抖回答道：那既然如此，你们想想，有什么比幼儿园还年轻的，不会动脑？红袍人的话让两人恍然大悟，瞬间抬起头，眼里露出一丝震惊以及恐惧，更多的是欣喜。您的意思是说婴儿？明白就好，
婴儿的寿命才是最多的，毕竟他们才刚出生。记住我说的，生病的婴儿不要，我要那些健康的。洪鹏仁居高临下的看着二人，淡然下达命令：是，我们保证完成任务。两人急忙低头，心里同时有些懊悔，为什么不能早点想到这一点呢？既然邪神大人需要是年轻的，那婴儿就是最好的啊，非得幼儿园的吗？还得是老大，那么快就想到了，婴儿比幼儿园的学生还容易啊，毕竟大部分的婴儿在出生的当天都会在医院过上一晚，以便观察，只要他们去各大医院将那些婴儿全部带走，那就完美完成任务了，甚至还能得到邪神大人的赞赏。那就滚蛋，无论如何都必须抓满1000个以上，要不然我就拿你们2个顶上去交差，听见没有？是。两人大喝一声，便急匆匆离开了。待到两人离开，洪鹏仁扫视着那些大吵大闹的小孩子，身躯微微颤抖，吵死人了。随着他轻喝一声，一道能量从他身躯爆发而出，震荡着房间，所有孩子在同一时间晕了过去，不省人事。这样安静多了。第118章知天命。翌日，陈峰昨天已经答应了其他学校的校长，今天会在校长室见面，所以他今天要去秦都一中。坐着出租车的陈峰刚到学校门口，他便看见门口站满了人，全都扛着长枪短炮，一看就是记者，让他有些吃惊。没想到这么早就有这么多记者围在了门口，这里是听到了什么风声吗？要不然怎么会知道他在这里呢？秦都一中现在可真热闹啊，他们出了一个高考状元，好像叫做陈峰来着，不知道长什么样，以后一定要让我孩子向他学习。坐在驾驶位的司机转头看着那些记者，微笑开口，眼神中似乎有着一丝羡慕。不过我觉得还是不能让孩子去和别的孩子比较，自己的路是最好的。闻言，坐在后座的陈峰微微一笑，也是，我都在开出租车，又怎么能给孩子那么大的压力呢？听到陈峰的话，司机自嘲一笑，自己都没有办法给孩子好的生活，又有什么资格望子成龙呢？平平安安过一生，那才是人最好的生活。就到这吧，谢谢司机，钱转给你了。陈峰笑了笑，开门下了车。好，谢谢，拜拜。随后出租车快速离开了。陈峰看着校门口的记者们，无奈摇头笑了笑，旋即迈步走了过去。而很快就有记者注意到了陈峰。陈峰，是陈峰，他到了。随着一声大喊，所有人都注意到了陈峰，而陈峰同样注意到了被记者围着的郑峰以及夏凡。看来是这两人的出现引起了记者们的注意。郑峰和夏凡都看到了陈峰，跟随在记者们身后快步朝他走去。陈峰，你考了全国状元，不知你有什么感言有说的吗？能跟我们聊聊你的学习秘诀是什么吗？是啊，能够夺得5考状元，肯定有你的过人之处，方便透露一下你的天赋吗？记者们的问题五花八门，但很多都是涉及个人隐私的，陈峰都没有回答，而是笑了笑开口，这个嘛，少读书，少看报，多打游戏，晚睡觉，这就是我的学习秘诀。说完，陈峰便大步流星走向郑峰和夏凡，两人也是快速叫上保安，将记者们拦在外面，带着陈峰往校园里走去。清华大学的叶龙副校长以及莫言校长都来了，不过他们还带了一位不知道什么身份的老者，没有告诉我们。而龙腾大学的校长柯庆以及飞海大学的李东兰还没有到，但也快了，咱们先到校长室那边。路上，郑峰简单说了一下情况，陈峰点了点头，便跟着两人来到了校长室。校长室，郑峰推开门，带着陈峰走了进去。陈峰一进去，映入眼帘的是3位老者，一位就是他以前见过的叶龙，还有一位老者穿着休闲装，戴着一副老花眼镜，嘴角挂着一抹和蔼可亲的笑容，正温柔亲切地看着他，想必那就是清华大学的莫言校长。而最后那位身披一件灰色法袍，留着灰白的胡子，及到了肚子部位，头发苍白，那满是褶皱的双眼正眯着，目光却紧紧放在他身上，没有离开过。陈峰对上了老者的眼神，那浑浊的双眸却迸发着一抹金光，眼神深邃且神秘，让人摸不透，让陈峰感觉到一丝非常奇怪的感觉，那就是自己被看透的感觉，好像没穿衣服站在老者面前一样。陈峰，你来了，我给你介绍一下。叶龙看到陈峰进来之后，便站起身来微笑，指着莫言，这位是我们清华大学的校长莫言。莫校长您好。陈峰弯腰鞠躬问好，莫言见状微笑点头，眼神中闪烁着满意的目光。这位，叶龙刚指向那不知名老者身上的时候，老者开口了，我来自我介绍吧，我叫祁龙。老者站起身来，淡然一笑，旋即又坐了回去。听到这个名字之后，陈峰并没有什么反应，只是弯腰鞠躬问好，龙老师您好。他不知道对方在清华大学是什么身份，不过叫老师就对了。而当他抬头的时候，却微微一愣，因为他看到夏凡和郑峰两人的表情都很不对劲。只见两人目瞪口呆地看着祁龙，瞳孔剧烈收缩，身躯都在微微颤抖，似乎那老者有什么大来头一样。您竟然来了！郑峰震惊地看着祁龙，满眼不敢置信，这等大人物竟然过来了，
清华大学竟然将他给打来了。看着郑风的反应，这让陈峰更加疑惑了，悄悄来到夏凡身旁，戳了戳他的手肘，悄声开口：“夏老师，这祁隆是谁？”他虽然读过很多书，但很多人他并不认识，并没有那么多的社会经验，即便是某个大人物站在他面前，他可能都无视对方，毕竟不认识。你不知道也正常，毕竟他很少露面，但他的代号你应该有所耳闻，那就是知天命。夏凡凑到陈峰耳边悄声回答。当陈峰听到这个代号之后，瞬间瞪大双眼，猛然抬头看向祁隆，眼神中充满了震惊。而老者同样看向他，点头微笑。知天命，那是一代传奇人物，甚至有一本书就专门为了他而写，说他是最伟大的预言家，是人类的救世主，是命运的推算者，是掌控世界的神，是人类顶端的俯视者。他的职业无比罕见，是时间系里面最为稀有的职业，时间观测者。不过他更喜欢大家叫他知天命。他可以观测时间，可以回望过去任何一角，他可以看破未来任何一处，只要他想，他便可以看到任何人以及事物的未来和过去的任何一角，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逃过他的双眼，就连死都逃不过。听说他早就知道自己何时会死，早已看淡了生死，所以被人称之为神。而更让陈峰震惊的是，他曾经看过那本关于这位预言家的事迹，其中有一点让他格外震撼，那便是这位预言家今年的年龄才25岁。第119章选择龙腾。陈峰疑惑不解地看着祁隆，这怎么看都不像20岁的样子吧？不过联想到时间系职业使用技能所消耗的都是寿元，就又觉得合理了。我来的主要原因还是为了陈峰。祁隆笑了笑，目光继续放在陈峰身上，从他的眼神中，陈峰看到了一丝期待。这不禁让陈峰更加疑惑，他在期待什么？我身上有什么是让他感到期待的？闻言，郑峰和夏凡都微微一愣，旋即同时看向陈峰，强忍着心中的疑惑与震惊。祁隆来找陈峰的，陈峰的名声已经传到这位大人耳里了吗？祁隆老师说笑了，小子只是一个普通毕业生而已。陈峰低头憨笑，挠了挠头。不，我在你身上看到可不止这些。祁隆没有给陈峰台阶下，而是站了起来，走到陈峰跟前，仔细打量着他，眼里多了前所未有的凝重。你的未来我看不清楚，我不敢动用技能，我感受到了死亡。如果我动用技能强行窥探你的未来，我会当场去世。听着祁隆的话，看着祁隆的表情，陈峰不禁愣然，后退了几步，露出一抹尬笑。祁隆老师怕不是在说笑吧？表面平静，但内心却慌的一批。这个老人真的如书上所说，能够看破未来？可他的这番话是什么意思？看不透他的未来，而且如果强行看下去会死。虽然他不喜欢别人随意看他的未来，更不想有人能够知道他的命运如何，他只想将命运牢牢抓在自己手中。以前不行，但现在他想做个下棋人，而不是棋子。祁老，您这是什么意思？这时莫言皱着眉头站了起来，看向祁隆，眼神中流露着不解，又疑惑地看向陈峰，更加不解。祁隆都看不透陈峰的未来，那预言之子又是不是陈峰呢？没什么。祁隆摇了摇头，回应给陈峰一个微笑过后，便坐了回去，不再说话，闭目养神。看到老者这样，叶龙和莫言都没有说些什么，莫言则是看向陈峰，露出一抹微笑。陈峰同学，不知你考虑清楚了吗？闻言，陈峰知道莫言在说学校的事情，便笑了笑开口，还没有。不过龙腾那边给出的条件很高，那边的校长答应我，只要我过去，可以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答应我任何一个条件。听闻此言，在场众人纷纷瞪大双眼，震惊地看向陈峰，尤其是叶龙和莫言，他们怎么都没想到龙腾那边竟然这么大手笔。要知道柯庆的人脉以及资源可是非常广的，而且龙腾大学的校库里面的宝贝更是数不胜数，其质量也是非常高的。柯庆竟然敢这么开口，他真不怕陈峰狮子大开口？莫言顿感一阵牙痛，心中暗骂着柯庆无耻，竟然给出这么高的条件，简直就是祸害，扰乱市场。他们给的，我们也能给。莫言一咬牙，大手一挥，狠下心来轻喝一声：哦，是吗？那我再加一个条件，陈峰可以在校库任意挑选2件宝贝。这时一道声音从门外响起，众人纷纷看去，只见身穿短袖短裤，一双大众牌运动鞋的老人推开门走了进来，而来者正是柯庆。看到柯庆来了，莫言和叶龙脸色顿时变得无比复杂。坏了，竞争对手来了，这回可就难办了。陈峰同学，我们终于见面了，我是龙腾大学的校长柯庆。你果然如网上所说的那样，一表人才，风度翩翩，英俊潇洒，人中龙凤，气宇不凡。柯庆滔滔不绝地说了很多褒义词，听得陈峰都不好意思了。这校长怎么跟他想的不一样啊？一点都没有那种严厉的样子，看上去和蔼可亲，天生给人一种非常亲近的感觉。好了，别夸了，就你们龙腾有校库吗？莫言翻了个白眼，
然后又看向陈峰，我们也让你挑选2件宝贝，什么都可以。而当莫言刚说完话，门外又走进一位女人，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留着一头精炼的短发，衣着却十分朴素，但她的气质却很知书达理，嘴角挂着的温柔笑容，让她看上去很是亲近，就像那种教书几十年的老师，一心只为了学生。来者便是飞海大学的校长李东兰。好像我不该来这里的。李东兰自嘲一笑，因为真要比起来，飞海学校压根比不过秦华和龙腾。刚进门就听到秦华和龙腾那么大的条件，他便知道这次的招生是没戏了。众人也注意到了李东兰，郑峰则是向陈峰介绍起来。您好，李校长。陈峰看向李东兰，弯腰鞠躬，又看向柯庆，柯校长，很高兴能够跟您见面。随后众人一同坐了下来，开始了这次的抢人之争。全程李东兰一句话都没有说，只是一味的喝茶，嘴角噙着一抹苦笑，因为他压根插不上什么话。柯庆和莫言的进攻太猛烈了。我再加100万，只要加入龙腾就有100万。100万谁没有啊？我给300万。哼，500万再加1件校裤宝贝。1000万我给4件校裤宝贝。柯庆和莫言如同在参加拍卖会，你加一次我加一次，条件在不断上升。而坐在对面的陈峰则是笑而不语地看着两人，心中却非常兴奋。来，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我承受得住，我还年轻，尽管来吧，用你们那些金钱宝贝狠狠蹂躏我，不要给我任何面子。他属实没想到2个校长竟然会这么抢他，要不是现场这么多人，他恐怕都能笑出声来。最后2位校长将条件都加到了恐怖的程度，只要陈峰加入他们，都可以获得6件校裤宝贝，任他挑选。这下子陈峰笑不出来了，他看着2位校长，心中非常艰难地思考着，因为2个学校给出的条件都很不错，不过他更加向往的是龙腾，因为那里的强者多，他想要去挑战一下。随着他目光放在柯庆身上，莫言眼神中闪烁着失落，咬了咬牙，想要再次开口。可未等他开口，身后的祁隆拍了他的肩膀，让他愣然，回头看去，便看到祁隆在微微摇头，似乎让他放弃，没有必要再加条件了。我选龙腾大学，莫校长、叶校长，对不起了。陈峰先是看向柯庆，又看向莫言和叶龙。秦都现在没什么可留恋的，去龙都，那里还有更大的挑战等着他。第120章，预言之子穆清望。听到陈峰的回答，叶龙和莫言都点了点头，虽然早就知道，但内心还是有些失落的。不用道歉，这是你的选择。莫言笑了笑，没有再多说什么，但眼神里的失落还是出卖了他。是啊，哪里都一样，只要是为了华夏，都可以。叶龙微笑道，一句话便升华了局面，让陈峰不禁肃然起敬，重重点头。哈哈，龙腾大学欢迎你，陈峰。柯庆听到自己想要的答案，仰头哈哈大笑起来，然后抱拳看向在座的其他人，谢谢了各位，谢谢各位把陈峰让给我，柯某日后定登门拜访。招揽到陈峰，柯庆无比高兴，这可是实力超乎所有天才的顶尖天才，就连那穆家小子都被陈峰压在下面，实力就不用他多说了吧，培养起来必定是国之栋梁。其他人都含笑不言，毕竟这本来就是你情我愿的事情，陈峰愿意进龙腾，而龙腾也很乐意收，没什么好说的。那既然如此，我们就先去吃饭吧。郑峰见陈峰已经答应柯庆加入龙腾，便看向众人笑道，为了迎接这3个知名大学的校长老师，他可是花了巨资，早早就让饭堂厨师做了有史以来饭堂最丰盛的一次，既然学校出了一个全国状元，那就要全校共同庆祝。好，吃饭去吧。柯庆哈哈大笑，旋即站起身，转身走出办公室，其余人都跟在后面，由郑峰带头前往饭堂。就在众人走在前面的时候，莫言和叶龙以及祁隆都放慢了脚步，走在最后面。祁老，刚刚为何不让我继续加大筹码？这陈峰，我可是势必要拿下的呀。莫言很是不解地看向祁隆，刚刚就是祁隆拍了他的肩膀，摇头示意他不必再招揽陈峰，他才没有再次加价，要不然他豁出血本都要招揽陈峰。叶龙也满脸疑惑地看向祁隆，即便陈峰不是预言中的那个人，也起码值得他们招揽吧。他的未来我看不透，但是我知道预言的那个人是谁了。祁隆的话让2人身躯猛然一震，同时停下脚步，瞪大双眼看着他。是谁？叶龙和莫言异口同声，穆清望。祁隆遥望远方，沉声开口，穆清望。莫言和叶龙同时大惊，莫言皱起双眉，祁老，您是怎么知道是穆清望的？他的职业是神剑士，天赋虽然是 SSS 级，但不会是预言中的那个人吧？不瞒你们，昨天晚上我再次预言到了新的未来，3年后依旧是生灵涂炭，万物毁灭殆尽，秘境毁灭，魔物临人间，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外来种族，他们将人类视为牲畜，将蓝星视为屠宰场，肆虐杀戮。那些外来种族，人类根本抵挡不住，你我都不是其对手。而这一次，我看到的不再是背影，而是正脸。
那是一个手持3尺清风，迎难而上的少年，他脸上写满了坚毅，面对魔物，只有一剑便可将其秒杀。少年出手狠辣，渐渐毙命。那些在我们眼里无比恐怖的魔物以及外来种族，完全不是他的对手，如切菜般将其杀死。那张脸我忘不了，就跟穆亲王一模一样。祁隆回想起昨晚的预言，额头不禁渗出冷汗，心惊后怕，身躯都在微微颤抖，眼神充满了恐惧。在未来里，那些外来种族的实力很强大，即便是千级的他们，似乎都完全不是对手，两者根本没有可比性，被对方肆意虐杀。可在穆亲王手里，却很是轻松。听到祁隆的声音，莫言和叶龙都互相对视，从对方的眼里都看到了吃惊。如果真的如祁隆所说的一样，那么3年后，全世界将会面临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而这场灾难将会使得生灵涂炭，全世界的人都不得安生，能够拯救世界的只有穆亲王。不过算了，可能是我听错了吧。祁隆想了想，犹豫几分，还是不说了。昨天晚上的预言，祁隆有一点没有明白，就是穆亲王的目光始终放在战场的另一边，那眼神充满了胜负欲，似乎在和谁比试，想要胜利。到预言的最后，他看到穆亲王被敌人打到了，可就在他倒下的那一刻，嘴却喃喃着些什么。那句话他没有听清楚，好像是在叫一个人，无论他如何预言，都无法预言接下来的画面。最后因为消耗太大，终止了预言。现在的他顶多还能再预言一次，就会死。不过他的使命便是如此，死亡对他来说没什么大不了的。如果真如你说的一样，那么穆亲王，我们得去跟飞海以及龙腾商量一下，或许可以做一个决定，3所大学同时培养他，将他培养到最强，那样就希望抵挡未来的灾难。莫言摸着下巴，皱着眉头，深思熟虑。唯有这样才能让穆亲王快速成长，要不然灾难来临之前他还太弱小的话，那华夏就真的亡了。那陈峰又是怎么回事？叶龙看向祁隆，如果陈峰不是预言之子的话，为何看不透？我看不透，他或许是个意外，又或许命运多舛，我们首要的目标还是穆亲王。祁隆摇了摇头，他也感到疑惑。可无论如何，他都看不透陈峰，似乎有一片雾霾阻挡在他面前。陈峰的未来无比黑暗，可能是他实力太低微了，又或者陈峰就是那灾难的造主。预言本身就不具备100%的真实性，只是一个预测，未来是可以产生变化的，变数才是唯一真理。那我们还是去跟柯庆以及李东兰说一下吧，这事关华夏的未来，不能出任何差错。莫言沉声道，旋即快步跟上大部队的脚步，其余2人都默默点头，跟了上去。第121章造神计划。中午，众人很快就在饭堂吃饱了饭。吃完饭的陈峰没有过多久就离开了，接下来就安静等龙腾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发到微信邮箱上，到时候凭借着通知书在8月1号那天去学校报到即可，也就是1个月后。至于文考，他已经不用去考了，保送了。他打算今天先休息一晚，订了明天早上去海都的高铁票，这里过去得有上百公里，坐高铁是正好的。不过那边他听李东兰校长说不是很太平，异端会似乎在疯狂绑架小孩子，就连医院的婴儿都在昨天晚上大量失踪。这件事情闹得人心惶惶，现在海都的学校都已经停课了，所有家长都躲在家里照看孩子，不敢让孩子离开家门半秒。医院同样是加大人手看管，街上巡逻的执法者都多了起来，无论是白天夜晚都加派人手巡逻，就为了抓出异端会的人。昨晚的下水道清查行动失败了，没有在下面找到异端会的基地，无论哪里都没有找不到，异端会的人似乎就不在海都一样。而陈峰不知道的是，这一切的一切都因他而起。不过即便如此危险，陈峰还是打算去一趟海都。第一就是去那边的秘境升级，因为李东兰刚刚说了，那边多了几个高等级秘境，都在800级以上，这很适合他去刷怪升级，到时候再去龙都那边就可以了。待到陈峰离开过后，郑峰校长和夏凡也走了，只剩下几个校长留在饭堂。柯庆、李东兰，可否留下闲谈几句？莫言说是闲谈，但皱起的眉头以及凝重的脸色，足以说明这次不是闲谈。看到莫言和叶龙以及祁隆的表情，柯庆和李东兰都明白有大事发生了。随后莫言拿出一颗珠子，将它放在桌上，瞬间便有一层屏障出现，将众人包裹其中。而这是莫言的沉默宝珠，可以屏蔽周围的一切声音以及内部的声音，外面听不到里面的动静，里面也不会被外面所打扰，简直就是被噪音骚扰而睡不着觉的人的好宝贝。说吧，什么事情？看你的表情似乎很凝重啊。柯庆皱起双眉，沉声开口。莫言和叶龙相视一眼，随后将祁隆说的话都一五一十说了出来。当柯庆和李东兰听完之后，都从对方的眼里看到浓浓的震惊。此话当真？柯庆瞪大双眼，有些不敢置信，看向祁隆。如果真的如祁隆所说的一样，3年之后岂不是世界末日？我还能拿这种事情开玩笑吗？莫言翻了个白眼，就算他想开玩笑，也不会拿这种国家大事乱说。闻言，柯庆和李东兰沉默了许久，
最后还是由前者先开口。那我们应该怎么做？三大学院共同联手，全力培养穆清望，让他3年之内达到2000级以上，双属性必须突破到10万以上，这样才能有一丝奇迹诞生。莫言将自己的计划说了出来，但即便亲口说出来，还是感到震惊。要知道，想要培养一个人在3年之内达到2000级，本就是异想天开，何况还要双属性都达到10万以上，这一点如果是让一个学校来全力培养的话，那就是痴心妄想。可如果三大学院共同联手，将资源全都倾于穆清望身上，那么就很有希望。只要资源到位，硬堆都将一个人堆到10万属性以上。可即便是这样，都还是只有一丝奇迹，想要100%成功，莫言没有想过，他不敢想。听闻此言，柯庆和李东兰再次沉默了。三大学院共同培养一个学生，这放在以前就是天方夜谭，永远都不会发生这种事情的，因为这样对谁都不公平。可偏偏这关乎着世界末日，虽然很难让人相信，可祁隆是出了名的时间观测者，多次预言灾难成功，他的话还是很有可信度的。那陈峰呢？柯庆想到了陈峰，他可是今年的全国状元，压在穆清望头上。如果穆清望是救世主的话，那陈峰算什么？陈峰他只是个意外，他的未来我看不透，我们没必要压在他身上，或许只是昙花一现。而在预言的画面里，我没有看到他。久久未言的祁隆终于是开口了，而说出的话却让柯庆十分震惊。陈峰只是昙花一现？什么昙花能够夺得全国状元？这不禁让柯庆怀疑起这次的预言，明明陈峰比穆清望还要厉害，为何却是穆清望呢？柯庆，我们没有骗你，这真的事关华夏的未来，希望你认真考虑一下。莫言再次出言相劝，他觉得柯庆不信他们。我信你们，我同意全力培养穆清望，但我同样不会放弃每一个学生。我龙腾有这个资源，陈峰也好，穆清望也罢，我都会给予最大的资源。未来从来不是靠预言来定制，既然陈峰是意外，那便让他这个意外好好的让你们意外吧。柯庆笑了笑，他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学生，即便穆清望是预言中的救世主，那又如何？听闻此言，叶龙笑了，柯庆能够答应就是最好的了，至于培养陈峰，那就是他的事了。而莫言却沉默不语，脸色凝重，旋即露出一抹苦笑，似乎明白自己为何争不到陈峰了。他不配，一开始不信预言的是他，到现在深信不疑的又是他，还真是可笑啊。好，我很期待陈峰的成长，希望他能成为那个意外吧。随后莫言看向李东兰，李校长，你怎么看？我同意，全力培养穆清望。如果真是世界末日，那么世界需要救世主，需要一个稳定军心的人。穆清望是穆青天的孙子，穆风野的儿子，他有这个资格。李东兰深思熟虑过后，重重点头。他同样相信预言，毕竟穆清望的身份以及职业和天赋摆在那里，还是全国高考的第2名。相对于陈峰来说，职业和天赋都是上等，两者真要比起来，毫无可比性。一个盗贼加未知天赋，一个神剑士加 SSS 级天赋，哪个更强？一目了然。好，此计划就名为造神计划，我们要打造出一位剑神，全力抵挡未来的灾难。莫言说道。闻言，众人点了点头，表示认同。如果预言是真的，那穆清望就要迅速成长起来，而这件事情同样要去跟穆清望以及穆家聊。为了华夏，三大学院算是豁出去了。至此，三大学院造神计划于秦都一中正式启动。穆清望，造神计划第1人，剑神。第122章，祁隆有危险。离开饭堂的陈峰来到了校门口，刚欲打车回家的他听到了有人在叫他。陈峰。陈峰回头一看，发现是左琳和李青，两人手牵着手，如胶似漆，看上去就像一对热恋中的小情侣，这不禁让陈峰嘴角微扬。哟，两位看上去就像热恋中的小情侣一样，李青你小子可以啊。陈峰打趣笑道，自从李青和他的误会解除之后，两人的关系就差不多是朋友了，没有之前那见面就对起来的架势了。闻言，左琳也意识到自己还在跟李青牵着手，脸颊一红，立马害羞的松开手，将头扭到一边，不敢看陈峰，就连李青也是耳朵微红，害羞的微微低头，挠头又摸鼻的，十分尴尬。我以为左琳害羞就算了，没想到你一个男子汉也会害羞啊，真是我以前认识的那个对天对地的小霸王李青吗？见状，陈峰不禁乐呵着走了过去。李青的害羞属实让他有些意外，本以为这样的富二代再加上嚣张跋扈的性格会谈过很多次恋爱，没想到谈恋爱的时候竟然还会害羞。切，至少我有女朋友，你没有。李青不再害羞，昂首挺胸回怼道。听到这话，陈峰耸了耸肩，微微一笑，哇哦，你好厉害。对于他来说，女朋友什么的现在还不在他考虑范围之内，正所谓心中无女人，拔剑自然神，他的目标可是未来的顶端，怎么会被情情爱爱绊倒？好了，你们两个别说了。左琳看到两人吵架，连忙开口，旋即看向陈峰，好奇开口，对了，陈峰，那些校长应该都找你了吧？
你打算进哪所大学？李青听完也看向了陈峰，眼神中闪烁着好奇的目光。龙腾大学。陈峰淡笑回答。果然，我没有猜错，你这样的天才肯定是去龙腾大学的，毕竟只有那里才有资格培养你。左琳一脸意料之内的表情，点头笑道。他早就想到陈峰会加入龙腾大学，毕竟只有那所大学才配得上陈峰。你们两个呢？我和小林去清华大学，我们的分数还算高，勉强能够录取线，也跟清华那边聊过了，他们同意了。李青看向左琳，两人相视一笑，又看向陈峰，淡笑开口：那就恭喜你们了。不过你去龙腾的话，小心点。李青忽然开口，脸色很是复杂。怎么了？见状，陈峰不禁感到疑惑，怎么就要小心点了？你今天早上没有上网吗？啊，还真没有。那你还是到网上看看吧，有几个天才似乎早就预料到你会加入龙腾，早上就在华夏网上给你发起了挑战书，让你开学当天到学校切磋，看看你的分数是不是造假的。闻言，陈峰挑了挑眉头，掏出手机便打开华夏网，果然在热搜上看到了一条有关他的热搜：众天才集体挑战陈峰，质疑陈峰的全国状元。标题很吸引人，让陈峰都不禁想要点开来看。点开一看，发现是几张图片，而那些图片都是某个人的华夏网账号，都是真实姓名，分别是王凯、李妍妍、王穗、莫云这4个人。他们都在自己的华夏网动态里面发出了挑战书，邀请陈峰在开学那天切磋，而且还都发了自己被龙腾大学录取的聊天记录。这4人似乎早就预料到陈峰会加入龙腾大学，所以早就发了，是早上7点发的，那时的他才刚刚起床呢。看完详细情况之后，陈峰耸了耸肩，无奈摇头笑了起来。这种挑战未免太过幼稚了吧？都什么年代了，竟然还有人发挑战书？这不就跟打游戏打输了，输不起然后加好友邀请对方 solo 一个样。看到这里，陈峰注册了一个华夏网，并且进行实名认证，来到那条热搜的评论区里面回复了2个字：没空。旋即就收起了手机，看向李青两人，看到了，这种小孩子过家家的事情，我没空跟他们玩。你们放假有什么打算吗？我们打算去京都，毕竟秦都的秘境几乎都毁了，还要4、5天才能恢复的差不多。我们打算去京都那边的秘境升级，原本是打算去海都的，可今天早上看新闻了，那边很不太平，所以就算了。李青想了想，沉声回答。这个事情，陈峰点了点头，他也是听李东兰校长说的，要不然都不知道海都出那么大的事情。你呢？左琳这时看向陈峰，好奇开口。我去海都，那边的秘境算得上很高级，有800级以上的。你去的话要小心点，你现在应该上异端会通缉榜了。异端会通缉榜。闻言，陈峰微微一惊。是啊，你昨天杀了那么多异端会的人，还破坏了他们的计划，甚至连他们2个得力干将都杀了，当时可是有不少异端会的人跑了，他们肯定会上报其他人的，说不准已经将你的样子拍下来，整个异端会都开始通缉你了。李青将自己知道的异端会信息都一五一十说了出来。陈峰听完，摸着下巴点了点头，然后看向李青，微微一笑，没事，他们奈何不了我什么，如果真想杀我，那就全都来吧，还省得我一个个去找。陈峰虽然表面很是冷静，但内心有些慌张，如果异端会那边已经开始盯上他的话，那所谓的邪神是不是也盯上他了？难不成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便不断利用时间穿梭研究他的？等等，时间系！猛然，陈峰似乎想到了什么，瞬间回头看向食堂，脸色忽然变得惊恐，二话不说便朝着食堂快速跑去。看到陈峰急匆匆离开，左琳和李青都愣住了，相视一眼之后，决定追上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急速狂奔中的陈峰此时心跳很快，因为他想到了一件事情。之前那个邪神说过，他不会看到任何时间系的职业，甚至连邪神都不会看见，这就是意味着到后面他都没法得到时间系的技能或者天赋。可这个奇龙是怎么回事啊？这就是时间系的职业啊，活生生出现在他面前。如果按照邪神所说的，他后面都看不到时间系职业，那这个奇龙要么被害，要么他就是邪神。真是那样，奇龙这次见完他，可能就是最后一次。第123章，你们不懂我。校长，请问奇龙老师他们离开了吗？跑到食堂的陈峰展开精神力观察了一圈，发现莫言校长等人都不在了，显然是离开了。于是便掏出手机想要打给叶龙和莫言校长，结果2人都不接电话，最后只能打给郑峰校长。走了，他们在5分钟前就给我发信息，说他们先回龙都一趟。好的，谢谢校长了。陈峰挂断电话，而在他刚挂断电话的那一刻，叶龙打回来了，他立马接了起来。喂，陈峰，叶龙校长，请问祁龙老师在您身边吗？他，刚刚还在的呀，怎么这回不见了？另一头传来叶龙疑惑的声音，仔细一听，好像还有莫言的声音，可能上厕所了吧。
叶龙校长，您听我说，请务必找到祁隆老师，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他说。陈峰的语气十分着急，恨不得现在就过去找祁隆。行，那我找到他就给你打电话。好，拜托了。叶龙挂断了电话，但陈峰依旧忧心忡忡，放不下心。他有种不好的预感，祁隆可能会死。怎么了，陈峰？这时，李青和左琳也走了过来，满眼担忧地看着陈峰。没什么，我先回家了。陈峰摇了摇头，没有多说什么，因为这件事情只有他知道，其他人知道没有好处。随后，陈峰离开了。陈峰他去海都，没问题吧？左琳看着陈峰离开的背影，口中喃喃。虽然表面上不担心，但海都那边的情况真的很严重，不担心都是假的，毕竟都是并肩战斗过的战友，后辈都互相托付过，那份情感早已不是普通的同学之情。没事的，他可是全国状元的陈峰。李青轻轻拍了拍左琳的手背，看着陈峰的眼神却闪过一丝担忧。陈峰，虽然不知道你为什么能拿走我的天赋，但我会永远为你保守这个秘密的，只因你给了我一个新的人生。但我仍然希望你别乱用天赋技能，那真的会死的。你来了。一处虚无的白色空间内，祁隆屹立在中间，浑浊的双眸打量着周围的环境，什么都没有，但却让他感到无比亲切温馨。因为这里是时间系独有的时间域界，在这里面时间会停止，即便是在这里住上1年再出去，外界仅仅是过去了1秒，而且还可以在这里学习、阅读各种书籍，练习各种技能，提升熟练度，增强自己的实力。可这里的代价同样很大，不仅要消耗自己的寿命，还会消耗庞大的精神力，待1年起码要损耗2年多的寿命，而且精神力不够会强行终止。祁隆同样有着这时间域界，所以他才会感到温馨亲切。看来你早就知道我会过来了。这时虚无空间中缓缓响起一道沧桑阴森的声音，回荡在空间内，令人猜不透方位。不过祁隆对此没有丝毫意外，依旧保持着笑容，但眼神中却有一股看淡生死的淡然从容。他似乎早就知道自己会死了。不一会，祁隆的面前一道模糊的黑影缓缓显露出来，过了几秒，黑影逐渐清晰，一件血红色的斗篷出现在祁隆面前，斗篷里逐渐显露出一具如枯骨般的身躯，身形佝偻，如100岁老人站在祁隆面前。看到斗篷的出现，祁隆那平静似水的眼眸终于是动了一下，眼神中闪过一丝惊惧，但很快又消散了。我不仅知道你会来，而且还知道我会死，但我没想到会这么快，你比我看到的时间提前了几天。祁隆面色平静地说出了普通人最为害怕的事情。不愧是时间观测者，比起我来，能够看到的更多啊。邪神缓慢抬起头，露出一张脸上遍布褶皱且苍老的脸庞，昏黑的眼球没有眼白，诡异地盯着祁隆，嘴角微微上扬，扬起一抹恐怖的笑容，那是一张没有牙齿的嘴。看来时间消耗的代价，你比我承受的还要多。祁隆面无表情地看着邪神，但下一刻瞳孔猛然收缩，身躯一震，后退了2步。竟然是你！海都孩子消失的原因，竟然是你造成的。早在昨天晚上，海都的海青兰就邀请他过去预言，而他预言则需要地方或者人物才能推演未来，自己必须要到海都才行。他答应今天会过去，但在秦都一中吃完饭的时候，他再次感到自己的命运轨迹出现了偏移，而这次的偏移是他的死期提前了。那一刻，他便知道自己要死了，于是便提议离开食堂，先回去了。他不想连累其他人，因为他知道面前这个人是他们无法解决的，可以说是现阶段无人能够解决的麻烦，无敌的存在。但叶龙和莫言还是跟了过来，他只好假装上厕所，找个地方躲起来，但没想到还是被拉入了时间域界。直到刚刚，他用寿命看了邪神的未来，看到了令他恐惧的一幕：某一处秘密房间，地上摆满了尸骨，而那些尸骨不大，全都是小孩和婴儿的尸骨，到最后尸骨化成了灰，消失在世间之中。联想到海都的失踪案，他便想到是眼前的邪神绑架了所有小孩，他到底想要干嘛？你都看到了。邪神露出一抹阴森诡异的笑容，枯骨般的右手猛然探出，一把掐住祁隆的脖子，将其轻轻提起。我就烦，就是别人看我的未来，我杀的时间系职业可多了，每次看到他们窥探我未来，露出那震惊的表情，我就厌恶。尤其是你们这些时间观测者，自认为看到了未来就可以做出改变，一副什么都知道的样子，最让我恶心了。未来是神秘且神圣的，要是知道了未来，人还有什么活着的意义？活下去不就是为了明天吗？你也会这么多道理？你不是为了毁灭世界才创立的异端会吗？祁隆艰难的低眸看着邪神，不做任何挣扎，任由邪神掐着。我可不是为了毁灭世界，而是为了创造更美好的世界。你们这些人怎么可能懂得了？第124章，穆青望就是个烟雾弹。祁隆没有言语，只是冷笑的看着邪神，慢慢闭上了眼睛，等待死亡。但下一秒，邪神松开了他，懵逼之时掉落在地。祁隆睁开双眼，茫然的看着邪神，
不知对方为何不杀了他。告诉我，你从未来都看到了什么？邪神没有急着杀了祁隆，虽然他厌恶别人随意窥探未来，但他同样对未来充满了好奇。闻言，祁隆没有说话，默不作声。我问你，穆青望不是预言之子吧？邪神居高临下的看着祁隆，嘴角扬起一抹诡异的笑容。听到这话，祁隆猛然抬起头，瞳孔剧烈收缩，双眸瞪大，惊恐地看着邪神，满眼不敢置信。不，穆青望是预言之子。祁隆摇头否认，但心跳却加快了几分。你以为我不能推演未来吗？邪神负手而立，摇了摇头。你大错特错，不只是你时间观测者可以，我这个掠食行者同样可以。闻言，祁隆内心更加震惊，掠食行者，异端会的邪神竟然是掠食行者，那个可以掠夺时间，甚至能够掠夺同系职业技能的恐怖时间系职业，竟然出现了。我记得100年前就诞生过一名掠食行者，可不过几年他就销声匿迹了，大家都以为他死了，没想到啊，你竟然还活着。祁隆想到了什么，无比震惊，你竟然活了上百年。一个从职业降临时代就成功觉醒的掠食行者，活了上百年，实力会有多恐怖，他简直不敢想象。你错了，我活了上万年，你知道吗？我发现了时间系的 bug， 它可以让我回到过去，并且等级装备属性都不会变，可以让我无限升级变强。祁隆被邪神的话吓到不知说些什么，无限回到过去，利用时间穿梭不断升级，而且属性等级都不会回溯，会一直增强，而且还活了上万年，那实力得多恐怖？怎么可能？上万年，你的寿命根本没法支撑你那么多次时间穿梭，而且时间掠夺是有代价的，你怎么可？忽然，祁隆猛地瞪大双眼，身体一僵，死死看着邪神。难不成这些年来那些失踪的时间系职业全是你一手造成的？哈哈，你猜的没错，全是我杀的。他们的寿命可真多啊，每个提供给我的时间太多了，而且还有那么多技能。你以为就你可以看到未来吗？我也可以。祁隆心如死灰，脸色都苍白了几分。我看过一次未来，跟你一样，看到了3年后的灾难，可那次的救世主根本就不是穆青望，而是另有其人。虽然我没看到，但我知道穆青望只是你用出来的烟雾弹，为的就是迷惑我们，保护那真正的救世主。这时祁隆才露出笑容，原来邪神也没有看到最终结果，那他就放心了。告诉我，真正的预言之子到底是谁？邪神再次掐住祁隆的脖颈，将其举起，他很不爽祁隆的笑容，好像在嘲讽他。做梦，我死都不会告诉你的。祁隆嘴角微扬，露出一抹视死如归的笑容。邪神猜对了，穆青望根本不是预言之子，因为在画面的最后，穆青望倒下了，一道背影出现在他身前，画面到那戛然而止。那一刻，他便知道穆青望不是预言之子，而是另有其人。同样，他也知道有人盯上他了，所以才故意向莫言他们说是穆青望，这是为了保护真正的预言之子。虽然有点害了穆青望，但穆家起码势力大，而且还有穆青天和穆风野，他们就能很好保护穆青望。异端会不敢那么猖狂去杀一个穆家长子，这个挡箭牌是最好的。那你便死吧。邪神也没打算能够问出来，他的目的就是让全世界的时间系都死，而现在就剩下祁隆了。只要祁隆一死，华夏内的所有时间系都死了，只剩下他一个。说完，邪神左手凭空变成一颗白色的宝珠，精神力不断涌入，唤醒了宝珠。刹那间，宝珠绽放耀眼光芒，包裹祁隆。时间宝珠竟然是这等邪物，没想到竟然落在你手。我记得是人皇拿去了，你对人皇干了什么？祁隆大惊失色。历史记载，人皇有一颗可以长寿的神器，就是时间宝珠，但现在为何会出现在邪神手里？人皇被我用时间牢笼控制住了，你没机会见到他了。话音刚落，祁隆的脸庞变得更加苍老，原本还有几根黑丝的头发迅速泛白，皮肤老化极快，不一会就变成一副皮包骨，看不出原来的模样。下一刻，祁隆生机彻底消逝，变成一副没有任何力气的骷髅架子，身体松弛，在邪神手里轻轻摇晃，慢慢化作一缕灰烟，消散在虚无空间内。而吸收了大量时间的时间宝珠，内部有一股白色的气雾在循环流动，捏住宝珠的邪神嘴巴开始蠕动，喃喃着一些奇怪的咒语。随着他口中喃喃，宝珠里面的气雾慢慢涌现，被他口鼻吸入。惊奇的一幕发生了，只见邪神原本苍老且毫无血色的脸庞慢慢恢复些许血色，就连那些褶皱都慢慢消失，皮肤渐渐变得精致细腻，样貌逐渐发生变化，似乎年轻俊朗了几分，就连那无齿之口都慢慢长出了牙齿。仅仅过了几秒，刚刚那年迈如100岁老人般的邪神变成了一个略有几分俊朗且邪魅的中年男子，身披斗篷的他气质更是邪异尊贵，简直就是大变活人。叔父，不愧是时间系职业的人，时间果然比普通人还要多，这一下子就让我多了几十年的寿命。邪神满意的看着时间宝珠，但眼里的贪婪证明他还未满足，还想要更多。不知道那些人为我准备的祭品准备好了没有？
邪神打开自己的个人面板，看着多出的那些技能，嘴角微微上扬。有了可以预测未来的技能，只要他有足够多的寿命，那就可以看到预言之子到底是谁。那个人他必须找出来，不能让他毁了计划。还有就是陈峰，这个毁了他侵占秦都计划的小子，同样得死。第125章，当你看到我已死。中午，蓝天小区一个房间内，陈峰坐在沙发上，弯着腰，双腿岔开，双手撑在两边大腿上，食指交叉支撑着下巴，皱着眉头，死死盯着放在茶几的手机，一动不动。他在等电话。如果他猜的没错，祁隆可能已经死了，而且还死在了那个邪神手里。回到家的时候，他就在网上翻找了大量资料，让他看到了令他无比吃惊的事情，那就是这100年来所觉醒的时间系职业少之又少，几乎是好几年才有一个。但这不是吃惊的地方，而是这些觉醒者在觉醒到时间系职业后的2到3天内都会非法死亡。是的，莫名其妙就死了，有的暴毙在家中，有的莫名其妙出现在河里被钓鱼人发现，有的被挂在森林里，有的被埋进了雪地里，而有的死在了秘境里。但这些人的死相都很恐怖，而且都一样，那就是皮肤收缩成了皮包骨，血肉全无，内脏全部老化，像是被吸干了血且活了上百年的老人一样。因此陈峰还特意打电话给夏晴，让他帮忙查一下这些人的尸检报告。得来的结果如他所料，这些人的内脏器官全部都老死了，明明是18岁的年龄，身体却已经100来岁。这不禁让他联想到那邪神所用的时间宝珠。当时他记得那个邪神说，那个宝珠可以让他拥有大量的时间，还可以掠夺别人的时间，只可惜那个宝贝碎了，要不然他就可以用了。本来这些不可怕的，可怕的是这些时间系职业的死期都很夸张。最早的一个是在96年前的觉醒了时间法师，结果在第3天晚上就发现死在了家里，那件事闹得沸沸扬扬。毕竟时间系的觉醒者每一个都无比珍贵，死一个都是极大的不幸。到后来一旦出现时间系的职业，那些人都会死，无论是谁都在觉醒后的2、3天死了。国家很快就注意到这个事情，并且在后面派人保护那些觉醒者，可没用。那个凶手可以在悄无声息的情况下将他们杀死，几乎是在一瞬间，上一秒还活生生在他们旁边，下一秒就变成一具没有生机的骷髅架子横在地上，一动不动。这太他妈诡异了。这些案件被国际定义为重大严重事件，名为时间消逝案。凶手至今没有被抓到，仍然逃之法外，搞得人心惶惶。而且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陈峰在100年前初次觉醒职业的那一批人当中，看到了一个时间系职业的觉醒者。他觉醒的职业很奇怪，名为掠食行者，顾名思义就是可以掠夺别人的时间。可不知道为什么，3年后忽然销声匿迹，再也不见他人了。可就在他销声匿迹的1年后，第2个时间系觉醒者诞生了，就是96年前的那个时间法师，然后就暴毙了。这不禁让陈峰怀疑，那个100年前的掠食行者会不会就是邪神？但让陈峰想不明白的是，祁隆为什么没死？18岁觉醒时间系职业，为何活到了25岁都没有死？他能想到的只有3个原因。第一个就是邪神那段时间没空，没有去找祁隆，要么就是邪神不知道祁隆的出现，要么就是邪神想要养猪。000。这时茶几上的手机忽然响起了电话铃声，吓得陈峰一个机灵，看到来电显示是叶龙打来的，迅速拿起手机并接通。喂，叶校长，怎么样？陈峰，祁隆不见了，我们打电话的时候打通了，发现他的手机掉在了地上，但人不见了，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闻言，陈峰双眸猛然放大，倒吸一口凉气，久久未言，任由电话里的叶龙呼喊他，都没有理会，脑子嗡嗡的。祁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那应该是……叶校长，请原谅我接下来的无礼，我觉得祁隆老师可能已经死了。陈峰，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闻言，叶龙有些恼怒，但还是忍住了，何出此言？只是我的猜测，我刚刚查阅了大量资料，时间系都死于非命。陈峰自然不会将自己被邪神威胁过，甚至还被未来的自己救下这些事情告诉叶龙的。不会的，我也知道那些事情。那些人虽然在觉醒后的3、4天内都死了，但祁隆却没有，意味着凶手可能已经死了，他应该是有什么事。你放心吧，我们会去找的。行，当然，我绝对没有咒祁隆老师，是我嘴笨，对不起了。没事，那就先这样，等我们找到祁隆，就给你打电话报平安。好。叶龙挂断了电话，陈峰慢慢放下手机，靠在沙发上，仰头长叹。哎，如果不出意外的话，祁隆老师现在估计已经成渣渣了吧。他见识过邪神的力量，他的停止时间不仅仅是动作，就连意识以及天赋都可以停止，在他技能范围里面，谁都没法动，什么天赋技能都没法用，简直就是 BOSS 级别的存在。这放在游戏里面都是最终 BOSS， 怎么可能打得过吗？祁隆凶多吉少啊。另一边，莫言和叶龙都在寻找祁隆，他们几乎将能够出动的人都出动了，
就连秦华大学的全体师生都加入到寻找奇龙的行动里面了。可无论如何，他们都找不到奇龙，就连一点蛛丝马迹都没看到，唯独只剩下一台手机在一块草坪上，似乎是奇龙故意留下来的。挂断电话的叶龙摸出兜里那属于奇龙的手机，按下了开机键，发现没有密码，便点进去看了。先是打开微信和短信这些软件，看看有没有奇龙留下来的什么信息，要不然他留一台手机干嘛？肯定是有什么想要告诉他们。看完了微信和短信以及电话，叶龙都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唯独记事本还没有打开。心存念想的叶龙打开了记事本，双眸猛然放大，瞳孔微缩，他在里面看到了奇龙留下来的信息。叶龙，当你看到这条信息，我已经死了，记住我的话，全力培养穆清望，他是我们的未来。还有就是我在房间的书桌第3个抽屉留有一个本子，你打开看，里面有你想要的答案。第126章700年的时间。晚上，陈峰依旧是失望了，他等到的还是祁隆的死讯。陈峰，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如果可以的话，麻烦告诉我。电话那头传来叶龙的声音。陈峰拿着手机没有说话。行吧，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话，尽管告诉我，我要为祁隆报仇。另一头的叶龙等了几分钟，见陈峰还没有说话，便再次开口。行，我会的，那就先这样吧。说完，叶龙挂断了电话。陈峰放下手机，慢慢握紧拳头，咬牙切齿地轻喝一声：妈的，该死的异端会！他如果早点想到的话，祁隆估计就不用死了吧。拯救华夏那么多次的英雄，不应该落到如此下场。怪他反应太迟钝了，给了邪神下手的机会。事不宜迟，他必须马上出发去海都。如果邪神真的是掠食行者，那么他就拥有盗取别人时间的能力。祁隆肯定已经被盗取了所有时间，现在的邪神估计恢复了不少寿命。而他拥有这个能力，那些孩子的失踪肯定跟他有关。他想要这些孩子的时间，因为人越年轻，他往后的时间就越多，这就是异端会一直抓走小孩和婴儿的原因。想到这，他觉得有必要跟罗成说一声，让他去跟海都那边的守护神聊。这事情事关重大，不能再让那个所谓的邪神到处掠夺时间。这样下去，不仅是他自己有危险，全国都有危险。要知道，他可是上了异端会通缉榜的，邪神强大起来，那肯定对他下手。活了那么久的老怪物，他现在可打不过。趁现在还有时间，陈峰直接将原先买好的高铁票取消，然后买了一张今晚最快的高铁票，便开始收拾行李。今晚睡觉就在高铁上睡吧。海都，深海中的异端会基地，阴暗的房间内到处都是铁做的牢笼，而牢笼里关押着成百上千的小孩，还有许多婴儿。令人诡异的是，这些孩子以及婴儿此时都不声不吭，静静昏睡在笼子里面。房间的中央却站着一个身披暗红色斗篷的神秘人，静静看守着这些孩子。忽然，神秘人身后的空间开始扭曲，缓缓形成一个虚无空洞。那神秘人也感知到了，立马转过头，神情紧张地看着黑洞，手中凭空多出一柄1米多长的大刀，做出战斗姿势。不多时，一个身披血红色斗篷的中年男人从里面走出，身姿挺拔，脚步踏实，面带微笑。看到来人之后，神秘人身躯一震，连忙丢下武器，单膝跪地，左手放在右胸口，低着头大喝一声：参见邪神大人，恭候邪神大人到来。同时，神秘人心中无比震撼，又带有一丝羡慕。邪神大人的样貌又变年轻了，时间系职业可真好啊，随时随地都可以变年轻，还能拥有极长的寿命，还那么强大。起来吧，交给你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邪神扫望周围，目光回到神秘人身上，淡淡开口：报告邪神大人，现在总共有673个5岁以下的小孩，还有380个婴儿，他们都是刚出生没多久，时间多得很。好，做得很好。邪神露出笑容，看到邪神笑了，神秘人内心狂喜，但邪神下一句话又让他心情跌落谷底。但这些还远远不够，我需要更多。你去跟其他城市的人联系，让他们也去抓。是，我明白了。那你先出去吧。闻言，神秘人立即站起身，急匆匆就跑了出去，一刻都不敢多逗留。邪神的话就是命令，不听从命令的唯有死路一条。待到神秘人出去后，邪神看着这成百上千个沉睡的孩子，嘴角微微上扬。这么多孩子，如果全都吸完，那起码得有个几百年的时间吧，又够挥霍了。说完，他的左手凭空出现一颗白色宝珠，正是时间宝珠，高举过头，口中喃喃，顿时绽放出耀眼的光芒，照耀整个房间。刹那间，所有孩子都被这道刺眼的光芒弄醒，醒来的第一时间便是嚎啕大哭。妈妈，爸爸，快来救我！爸爸妈妈，你们在哪里？我害怕，我想回家。叔叔，求求你放过我吧，我不好吃的。妈妈，好怕，这里好冷，我好饿，我好想回家。随着光芒照耀，孩子们身上莫名涌现出一缕缕白色的气雾，而孩子们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快速老化，皮肤从稚嫩润滑的状态迅速变成苍老且充满褶皱，
头发更是快速泛白，嘴巴变得皱巴巴，皮囊包裹着骨头，像是一具巨小的骷髅架子，无力地倒在地上，再也没有了哭的力气。更可怕的是，那些婴儿同样在快速老化，不一会就变成一个老年版的婴儿，哭喊慢慢停止，最终停下了呼吸，失去了生机。一缕缕气雾不断涌入时间宝珠里面，光芒越发耀眼。不多时，气雾停了下来，房间里的哭喊同样是停了下来。邪神欣喜地看着周围，所有孩子都成了一副皮包骨，没有血肉，皮肤像紧身衣一样贴紧骨头，蜷缩成一团，安静地离去。这般模样，恐怕连父母都认不出来了。邪神再次念叨咒语，时间宝珠里面的气雾开始涌出，被他张开口鼻不断吸取，涌入体内。同时，邪神的外貌在不断发生变化，从中年变到青年，又从青年变到了少年。待到所有气雾都被他吸入之后，外貌已经大变样，皮肤不再粗糙，嫩白且润滑，脸庞俊朗且年轻，剑眉星目，即便放在娱乐圈上都是妥妥的顶流爱豆，受尽女粉丝追捧的那种。扬起的嘴角更是添加了邪异的魅力，气质十分高贵，颇有富家贵公子的气质。不错，这一下子便让我有了700年的时间。可惜了，这些都是普通孩子，吸不了太多时间，要是换成觉醒者，早就破千了。即便这样，邪神都仍然不满足，上千个孩子才提供700年的寿命，太少了。第127章，我也不知道是谁。邪神收起时间宝珠，看着周围的尸骨，面无表情。接下来就看看未来是否跟祁隆说的一样，穆青望是预言之子。邪神满眼疑惑，他杀了祁隆，掠夺了祁隆的技能，那他就拥有观测未来的能力了。其实邪神对未来只有一个模糊的认知，他不及祁隆看得到，之前跟祁隆的对话全是诈的，目的就是套出祁隆的话。只可惜祁隆骨头硬得很，到死都不肯说出预言之子到底是谁。既然祁隆不说，那他就亲眼到未来去看，看看谁才是那个预言之子。想到这，邪神盘腿而坐，口中念叨不停，紧闭双眼。不过多时，停止呢喃，静静盘坐在那。忽然，邪神睁开双眸，瞳孔竟然幻化成时钟，里面的时针正以顺时针的方向快速旋转，1秒就转了几十圈。同时，邪神的身体在不断颤抖，竟然出现了虚影，似乎是多个时间线的邪神在挣扎，表情痛苦。而且他身体又开始发生了变化，从少年状态慢慢回到老年状态，回到最初的模样。很快，这种情况停了，邪神停了下来，额头冒着冷汗，支撑不住，躺了下去，瞳孔恢复正常，不停地喘着粗气，嘴角微微上扬，但眼神却有一丝震惊。穆青望竟然不是烟雾弹，而是真正的预言之子。邪神傻眼了，刚刚的他用了无数种方法观测未来，多条时间线都归于一个结局，那便是穆青望在拯救世界，神挡杀神的剑神，凭借9柄神剑大杀四方，到最后被人立了一尊雕像，称之为剑神。无论他怎么看，都是穆青望在战斗，别无他人。他甚至用了600年的时间为代价，看了无数条时间线，结果全都是穆青望带领人类走向胜利。但奇怪的是，画面每次都是到穆青望被偷袭倒下的那一刻就戛然而止了。看来祁隆用的不是烟雾弹，而是迷惑弹，想因此迷惑我，让我浪费时间去找出真正的预言之子。而穆青望就是真的预言之子，可惜他万万没想到我也可以使用预测未来的技能。邪神想到这，心中十分确信自己的想法。眼见为实，耳听为虚，何况还是他亲眼看了无数未来之后得到的结果。穆青望带领人类走向胜利，战场上就他杀得最欢，实力最强。不过让他奇怪的是，为何自己没有出现在画面里？难不成提前就死了？不可能的，我不死不灭，怎么可能死？邪神连连摇头，断绝了这个想法。自己可以穿梭时间，怎么可能死得那么快？一定是预测未来太过限制，导致无法看到他罢了。只可惜想要改变过去或者未来，则需要非常大的代价。因为时间系有个弊端，要想改变任何事情，必须承受其命运轨迹改动所带来的危害。就比如一头牛昨天死了，如果回到过去救下那头牛，那么它的命运轨迹就改变了，不过最终依旧会死，而你同样要承受很大的代价。邪神将其称之为因果，因从你起，果也要从你而受。穆青望的命运轨迹太多了，要想穿梭时间去杀他，那他要承受的代价太大了，即便如他现在这般强大，都无法承受那种诡异的因果之力。我需要更多的时间，若不然无法承受改变未来的代价。想到这，邪神走了出去，便看到站着门口的神秘人。而神秘人看到邪神大人出来之后，立马单膝跪地，以示尊敬。邪神大人，我让你做的做了吗？禀告大人，我已经安排好了，其他城市的人都开始为你抓捕祭品，到时候你就可以去查验了。干得不错，里面的那些祭品就帮我还给他们的家人吧。闻言，神秘人身躯一震，愣住了，但转念一想，额头瞬间冒出冷汗，身躯颤抖不止，头更低了。是，我知道了。话音刚落，
邪神原地消失，留下惊恐的神秘人慢慢抬起头颅，站起身，缓缓打开了房门。当他看到里面的场景后，虽然早已想到，但还是倒吸一口凉气，吞了口唾沫。邪神大人，真可怕。随后，他按照邪神的命令，让手下将这些孩子的尸骨都送回原来的地方，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晚上，秦都，陈峰顺利坐上了前往海都的高铁，预计半个小时内会抵达海都。而在清华大学里，叶龙回到了秦凤阁，祁隆的住宿一直在这里，自从被他安排之后，从未离开去过别的地方居住。来到8楼的802房间，叶龙看着房门上的密码锁，熟门熟路的按动密码，不一会就开了。进去之后，看着熟悉的环境，叶龙眼眶不禁微微红了起来。他到现在都没法接受祁隆死亡的事情，一个预言家怎么会死呢？他不是早就知道自己会死了吗？为何不叫他保护呢？清华大学那么多人，难道还保护不了他？就算这样，执法者、守护神这些都可以保护啊，为什么不说呢？这一切，叶龙都搞不明白，为何祁隆要自己面对？明明可以让大家一起来面对，共同改变未来的。思索途中，叶龙来到祁隆经常坐的书桌前，看着从上往下数的第3个抽屉，将其拉开，里面露出一本棕色的笔记本，那是祁隆经常会带着身上的记事本。叶龙看到笔记本的一瞬间，才想起来祁隆今天一整天都没有带这个本子，原来是放在了这里。叶龙取出本子，将其打开，第1页的内容便让他瞪大双眼，瞳孔微缩。叶龙，本子所记载的内容都是我通过观测未来所看到的内容，看完之后请销毁，千万不能落入其他人手里，后果不堪设想。叶龙吞了口唾沫，继续翻页往下看去。叶龙，我其实欺骗了你们，或者说我欺骗了所有人，真正的预言之子根本不是穆亲王，而是另有其人。这一句话让叶龙大惊失色，瞪大双眼，久久未回神。什么意思？不是穆亲王？那祁隆今天为什么说是穆亲王？而大家都说好了，造神计划就造穆亲王，怎么又不是了？迫切想要知道答案的叶龙继续翻页。我知道，你看到之后会很吃惊很诧异，为什么我会撒谎？因为我在保护那真正的预言之子。穆亲王的命格很强，他是最好的挡箭牌，而那预言之子不能被任何人知道。但有一点我没有撒谎，预言之子我也不知道是谁。第128章，我可以救活。叶龙无语了，这祁隆写了个急冒啊，啥都说了，但又好像啥都没说，半点重要信息都没说。无奈之下，叶龙继续翻页。我知道你很无语，但先别无语。根据我的猜测，预言之子的身份应该是穆亲王最熟悉的人，因为2人在战场并肩作战，我看到了穆亲王眼里的胜负欲，而且他最后倒下的时候，有一道身影帮他遮风挡雨，可以从这一点上去观察谁才是真正的预言之子。如果要为我报仇的话，那就不必了，那个人不是你们能够对付的，他是异端会的邪神。根据我的调查，他极有可能是历史上第1位时间系觉醒者，他还没有死。不过这只是我的个人看法，千万不要去报仇，他的实力很强很强。但时间系有个极大的弊端，想要更改历史以及未来，那就要付出非常大的代价，尤其是更改未来，代价是超乎想象的。就因为我的观测，华夏的未来或许被更改了，才导致我的死亡提前。这一切我觉得很值，所以你看完之后请烧毁了吧。叶龙继续翻页，却发现后面没有了，到这里就停止了。过了许久，一动不动的叶龙有了动作，从个人空间中取出一个打火机，点燃记事本，将其悬浮在半空中进行烧毁。看着它一点点化作灰烬，消散于半空中，他才放心离开。这个记事本记载的东西太重要了，不能让其他人看到，即便是莫言都不能。看来造神计划要照常进行，依旧是穆亲王。既然祁隆选中穆亲王当挡箭牌，那就有他的道理，为了保护真正的预言之子，只能委屈穆亲王了。不过这件事情还得去跟穆家商讨，毕竟造神计划这太过于害人，而且预言之子本身就是祁隆观测到的未来，很少有人能够相信那所谓的预言。海都高铁站，高铁缓缓抵达高铁站，陈峰漫步走了下来，不知是不是海都靠海的原因，刚下高铁，陈峰便闻到清风拂过时留下的腥腥海水味，跟秦都的空气很不一样，这里的更加舒畅。看着周围的人山人海，发现有很多背着行李带着孩子的人都乘坐高铁离开了高铁站，这不禁让他联想到是不是海都发生的失踪案导致这些人离开的。陈峰略微皱眉，朝着站口方向走去，他打算直接去海都2区，那里有800级的秘境，里面的魔物都是800级以上的，只属于强者的秘境，练级的话肯定能很快到达1000级，他要解锁第5条天赋效果。走出站口，他身躯猛然一僵，看着面前的环境紧紧皱眉。只见满大街都贴着寻人启事，而那些寻人启事上面都是昨天消失的孩子和婴儿，每一个看上去是多么的可爱，笑容灿烂，没想到就这样被异端会抓走了。而大街上有很多执法者在巡逻，这个他知道，自从昨晚出事之后，巡逻的执法者多了好几倍，
海都还特意开设了志愿者，以及从别的城市调配了执法者过来，为的就是尽快抓到异端会的人，找回失踪的孩子。陈峰朝着海都2区走去，反正距离很近，10来分钟就到了，还可以看看海都的景色。毕竟这是他这么大以来第一次出秦都，前往别的城市，很有新鲜感。就在这时，陈峰身体微微一愣，停了下来。他听到身后传来很多脚步声，回头一看，是数名执法者，他们表情严肃且慌张，与他擦肩而过，朝着前方奔跑，似乎很着急。难道出事了？想到这，陈峰抱着好奇心跟上了执法者们的脚步。不多时，他便看到远处有许多人聚集在一起，似乎还有一道女人的哭喊声。老天爷啊，你可真狠心啊！这么小的孩子，你就这样让他离开了，我也不活了呀！听到这声音，陈峰皱起了眉头，快速走过去，便听到那些群众的议论声。好可怜啊，那么小的一个孩子，竟然就这么没了！异端会的人真的太可恶了，好恐怖啊！竟然连血肉都不剩，就剩骨头，这也太离谱了吧！哎，小明他妈估计要想不开了，要是我家孩子变成这样，我估计也想不开，希望能够振作起来吧。这些人真是丧心病狂啊！残忍杀害了小明不说，竟然还将尸骨送了回来，杀人诛心也不过如此吧。听着这些群众路人的议论，陈峰心中有了几分猜测，感到吃惊。异端会的人杀害了小孩，又将其送回受害者家里了。陈峰不禁握紧双拳，紧咬牙关，心里恨不得将所有异端会的人挫骨扬灰。他们这种行为简直太恶劣了，不仅杀人，还诛心，连畜生都不如。陈峰快速挤进人群，很快就看到了现场的情况。只见众多执法者围在一起，地上还瘫坐着一个哭喊的女人，怀里竟然抱着一副如同骷髅的孩子。虽然血肉都没了，但是皮肤包着骨头，还是能够分辨出来样貌的。这怪不得女人会哭得这么惨，换作是谁，自己的孩子变成这个样子，都会伤心欲绝吧。孩子的血肉全部老化，就连内脏都是100岁老人该有的状态，早已没了呼吸，无力回天。蹲在女人旁边的医生检查着女人怀里的孩子，最终还是摇摇头叹息，身体的所有性能都无法运作，内脏如100岁状态，血肉都没了，骨头都变得脆生生，几个小时前就没了呼吸，已经彻底没救了。听到医生的话，女人哭得更加大声，连忙跪下祈求医生救她的孩子，不断磕头，吓得执法者们连忙扶起。可无论女人如何哀求，医生都无能为力，这本来不就是他能做的事情，或许只有神明才可以做到吧。那个，我或许可以救活他。这时，人群中忽然响起一道声音，令得在场所有人都为之一愣，看向人群，便看到人群中正有一位举着手的少年，看着年轻又帅气，应该是高中生。他可以救活。第129章起死回生。陈峰看着身旁那举起手的少年，微微一愣，又看向那妇人怀里的小孩，都死得不能再死了。这少年竟然说可以救活，拿什么来活？时间回溯吗？真的吗？你真的可以救活我儿子吗？听到少年声音的妇人脸色一喜，连忙站起身，便朝着少年跑去，再次跪在少年跟前，祈求少年能够救一下他儿子。此时的妇人完全不会想着少年是不是骗子，他只想自己的儿子复活。行不行啊？我怎么感觉是骗子呢？小明都这样了，该不会还有骗子想要骗钱吧？看着年纪轻轻的，医生都说没救了，这少年不会是吹牛逼的吧？对啊，你们看小明的尸骨都变成那样了，怎么都不可能复活了吧？要是能复活，我当场就吃。执法者们慢慢围住少年，他们也怕少年是来骗钱的，毕竟小明这状态，血肉全无，内脏老化衰竭而死，还死了数个小时，根本就无力回天了，怎么可能就得了？请问你要怎么救治？你是时间系职业吗？医生闻言皱着眉头走了过来，看着那少年沉声开口：你知道你要为你这句话付出责任的吗？这孩子死得这么惨，没想到竟然还有人出来行骗。他觉醒医生职业已经20多年，什么症状没看过，小明的情况已经根本没办法救活，死得不能再死了，这少年竟然敢这么胆大妄为。此时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少年，有恶意，有不屑，有乞求，有嘲笑，大部分都觉得少年无法救活小明，毕竟人死不能复生，除了时间系职业之外，我不是时间系职业，但是我的职业很特殊，我可以救活他。少年被这么多人看着，低下了头，支支吾吾，但说到救活却抬起头，坚定的眼神让人产生不了半点质疑，似乎很是认真。听闻少年的话，陈峰略有吃惊，难不成少年有复活的天赋或者技能？如果这样的话，那他的母亲是不是？想到这，陈峰开始对接下来的事情有所期待。如果少年真的可以复活，那他就去求少年复活母亲；如果少年不肯，那他就抢。忽然，陈峰身躯猛然一震，额头冒出细数冷汗。他被刚刚自己的想法给吓到了，不知道为何，一想到可以复活母亲，他就想着不惜一切代价，即便是乱杀无辜，抢夺别人天赋，这样做又跟异端会，又跟陈望有何区别呢？
为了自己一丝私欲，不顾其他人的想法和感受，这本身就跟异端会无区别了。很快，陈峰逐渐平复下来，而少年也开始了。他死的时间超过5个小时了吗？只见少年俯下身，扶起妇人，看向妇人怀中的小明尸骨，皱起了眉头，又看向医生。没有，死亡时间不超过2小时。那我可以试一试。说完，少年将手放在小明的尸骨上，口中念念有词，不知说些什么。而执法者以及陈峰都能听到，少年说的不是晦涩难懂的咒语，而是地地道道的华夏语。尊敬的生命之神，聆听我的呼唤，请您可怜可怜这个孩子，赐予他新生的命运吧。当少年说完这番话之后，只见少年放在小明尸骨上的手慢慢释放出一缕绿光，而这缕绿光逐渐刺眼，但同时能够感受到极致的温暖。这是什么技能？感觉好暖和啊，像春天的感觉，让我身心愉悦。不知道，虽然我看不懂，但是我大受震撼。不知为何，我从那绿色光芒中感受到非常磅礴有力的力量，非常渴望。原谅我之前的不屑，现在看来，这个少年似乎真的可以救活小明，我们可能要看到一个奇迹了。旁边的执法者们纷纷瞪大双眼，死死看着少年手上的绿光，那绿光缓缓渗透进小明的尸骨里面，在身躯里流动循环。令人震惊的一幕发生了，只见小明尸体的皮肤逐渐肿胀，似乎里面重新长出了血肉，而皮肤不再是先前那边干瘪，慢慢恢复到小孩该有的细嫩润滑，从苍老的状态逐渐恢复到原来的模样。这一切的变化都让众人大惊失色，医生更是目瞪口呆，张大嘴巴。这简直就是医学奇迹啊！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不需要时间回溯就可以复活一个人的技能。你到底是什么职业？医生看着少年，求知的眼神，渴望得到答案。这竟然真的可以起死回生，而且还不是时间回溯，像是一种生命灌溉。陈峰吃惊地看着这一幕，刚刚少年手上的绿光，他从里面感受到很浓郁的生命能量气息，而这种气息跟他死而复生的那次非常相似，就好像少年给了小明新的一条命。这是什么职业？看样子起码得跟光明神差不多强大的职业吧？难道也是牧师的隐藏职业？不多时，少年手上的绿光消散了，而他后退了2步，脸色有些虚弱，却勉强露出一抹微笑，看向妇人。好了，他活了。未等众人说话，便听到妇人怀里响起一道稚嫩怯弱的声音：“妈妈，这里是哪里？”闻言，众人大惊，纷纷看向妇人怀里的小明，看到对方睁开卡姿兰的大眼睛，顿时目瞪口呆，震惊当场。妇人看到自己的儿子复活了，泪如雨下，抱着小明不断安慰：“儿子，你回来了，妈妈在，妈妈在，这里是你家，你回来了。”卧槽，真的救活了！这是什么神术？真的可以让人类起死回生的技能？这可比时间系的职业还要强啊！我滴个乖乖，太牛逼了吧！起死回生，只在电影里看过，如果能够频繁使用，那世界是不是不会再有死人了？能不能救救我爸？前2年被车撞了，现在还在地下安眠，求求你了！亲眼见识到死而复生的奇迹，众人都惊喜万分，甚至有人开始央求少年复活他们的亲人。可当他们看向少年的时候，却发现那位置早已没有了人，就连妇人想要道谢都找不到机会了。而陈峰同样不见了。第130章，生命天使。距离现场100多米远的小巷里，原本无人安静的小巷，少年的身影忽然显露出来，脸色苍白的他扶着墙壁晃悠悠地瘫坐下去，依靠着墙壁休息。好痛！复活一个人果然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我又要休息1个月了。少年发自内心的露出一抹微笑，虽然很累，但是救了人，看到妇人脸上高兴的表情，值得了。少年慢慢闭上双眼，他好累，想睡觉了。看得出来，你很累。忽然，安静的小巷内响起一道声音，吓得少年连忙站了起来，神情紧张地看着走过来的陈峰，满眼吃惊。他明明用了隐形道具走到这边来的，怎么还会有人跟来？别怕，我不是来害你的，我只是想问你一个问题。陈峰嘴角上扬，露出一副人畜无害的笑容。不，我知道你想问什么，那是不可能的。少年一边后退，一边摇头。来问他问题的，无非就是问他能不能救活某个人，除了这个问题，他想不出其他问题。闻言，陈峰沉默了，一步步走到少年面前，眼神带着失落与期盼的看向少年。真的不可以吗？他想要的很简单，那就是能不能救活他的母亲。少年没有回答，而是看着面前的陈峰，感觉到害怕。他能感觉到陈峰的实力很强，强到他看不透，是个极度危险的人。那好吧，那我就亲自看看吧。见少年不语，陈峰无奈一笑，旋即身影一闪，来到少年身后，一记手刀将少年打晕。扑通！看着晕过去的少年，陈峰心念一动，盗取了少年的天赋以及职业和所有技能。盗取完之后，他打开了个人面板，看到新的职业和天赋以及技能的时候，瞬间瞪大双眼，略张大嘴。陈峰，等级
680集。职业：道神、死灵法师、火法师、风法师、战士、生命天使。生命天使属于牧师的隐藏职业，传闻是生命女神的天使仆从，拥有治愈伤势、起死回生、带来希望的能力，象征着活下去的希望。生命疗愈：主动，使用技能可以快速恢复所有伤势，无论任何伤势即可痊愈，根据伤势的严重程度消耗自己相对应的生命。生命链接：主动，使用技能可随意跟别人连接一条生命锁链，对方受到的伤害将会转移 30% 到你身上。伤势交换：主动，使用技能可以交换别人身上的伤势，无论多大的伤势都会转移到你身上，而你身上的伤势同样会转给对方，无则没有。生命补充：被动，你的生命恢复速度将会比所有人都要快5倍，能让你每时每刻都保持活力。看着这4条技能，陈峰可以说这是他见过最离谱的牧师职业，也是他从未见过的，老师没教过，图书馆的书籍都没有记载过。第1条就堪称离谱，无论任何伤势都可以快速恢复，虽然会消耗自己的生命，但有着被动的加持就变成了神技。第2条就跟他死灵法师被动技能一样，可以让召唤物承受伤害，而他这个是自己承受伤害，完美的辅助。这要是被其他人知道，恐怕得有不少人来抢他去组队吧，毕竟这样的职业和技能简直太稀有了。第3条就更加离谱了，在战场就是无敌的存在，自己或者队友身受重伤的时候，一个互换直接就满血满状态，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怪不得以前没见过这个职业，应该是太过于逆天了，可以说是天生的辅助。而最重要的就是第4条被动技能，如果没有第4条技能，前面的技能全部白搭，因为回复跟不上消耗，而有了被动技能就代表了续航能力强。一时强没用，一直强才有用，持久才是真道理。生生不息。等级 SS， 你的双手将拥有治愈所有生物的能力，包括起死回生，但只限于5个小时内死亡的生物，同时会消耗你1/3的生命，并且陷入虚弱状态。生命的传承生生不息，活下去才是最终的希望。看到天赋之后的陈峰沉默了，原来少年没有骗他，真的没有可能只限制5个小时之内死亡的人，而且会消耗1/3的生命为代价。陈峰不禁高看了一眼少年，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孩子，竟然可以消耗自己1/3的生命来复活对方。要知道他这样做可是有很多风险的，万一没能离开人群，就会被其他人抓住来复活他们的家人。人类的贪婪是永无止境的，如果被人知道他能复活，那他将会陷入万劫不复的水深火热之中。很不错，这职业落在你这样心灵善良的人手上，是他的荣幸，我倒是不配。陈峰自嘲一笑，他刚刚的行为就已经证明人类的贪婪是永无止境的，他为了母亲已经自私到了少年的天赋职业。还给你，希望你能够好好活下去。陈峰心念一动，将刚刚到来的职业、技能、天赋都取了出来，重新赋予到少年身上。他的天赋是盗取天下，要知道盗取不是一个词，而是2个词，一个盗，一个取，他可以倒过来，同样可以取出来给别人。这样的职业落在他手上就真的蒙尘了，毕竟他不是什么心地善良的人，他的一举一动都为了自己，为了报仇，为了存活。这样的职业适合圣母，而少年心有大善，他很适合，没人能比他更加适合。他觉得还给少年，这职业才能真正被发挥出来，少年可以靠着他去拯救更多人。将到来的一切还给少年之后，陈峰从个人空间里拿出一件斗篷，这是之前在秘境里面爆出来的，算得上很稀有的装备，可以隐匿自己的所有气息，只要等级不超过500级都很难被探查到，就连显形魔法都能免疫。当时爆了2件，一件被他到了词条后，这件想要卖掉的忘记卖了，刚刚看到少年用了隐匿身形的道具，才想起来，觉得少年应该很需要这种装备，毕竟自己刚刚平白无故就打晕人家，还盗了人家的所有，虽然还回去了，但还是感觉有一丝良心过意不去，就用这件装备补偿一下吧。陈峰将斗篷披在少年身上，随意设了一道保护屏障过后便离开了。少年，祝你好运。第131章绿林独蟒850集。海都。此时的海都可谓是彻底乱了，异端会的残忍操作将所有孩子的尸骨都物归原主，弄得人心惶惶。那些孩子的父母看到自己孩子变成一副皮包骨的模样，再也撑不住了，崩溃大哭。有的心脏受不了的当场抽搐，心跳停止，气绝身亡；有的提着刀现在满大街找异端会的人，只要看到戴着口罩或者穿着黑衣服看上去鬼鬼祟祟的，他们都不顾一切提刀就砍。事件变得如此严重，海都的人已经不敢出门了，执法者们的工作量又增多了。各地执法所的所长此时都暴跳如雷，痛骂着异端会的人简直没有人道，竟然将这些孩子全都杀了，杀了也就算了，还把尸骨送回受害人家里，杀人诛心，这就是赤裸裸的挑衅，这是向他们执法部门发起的挑战书。海清兰非常重视这次的事件，于是发布最高命令，让所有执法者们彻底搜查海都，无论哪里，
即便是居民家里，都要将异端会给揪出来。异端会一天不抓出来，海都一天都不会安宁。与此同时，海都也有一则消息以迅雷之势快速传遍海都。消息的内容是说，有一位少年拥有复活死人的能力，而且还是亲眼所见，复活了一个被异端会杀害的孩子，现在已经生龙活虎。小明的母亲，也就是那名妇人，现在已经在接受采访，并且海都有无数人都在寻找那个可以复活人的少年，有的富豪出了上千万以及上亿的高价，只求知道那个少年的行踪，希望花5亿让少年复活他刚刚离世的女儿。现在海都分为2部分的人，一部分是执法部门以及想要为孩子报仇的父母，他们在寻找异端会的踪迹，而另一部分的人在寻找那位少年，希望对方能够复活他们的孩子。秘境，陈峰来到秘境区域，或许是因为海都最近不太平，导致他进入秘境区域花费了蛮多的时间，尤其是身份认证那一方面，各种方式都用出来了，显形魔法、真化药剂什么的。不过这真化药剂倒是蛮有意思的，陈峰看到它出现的那一刻就到了词条，现在他多了一个主动技能，真化主动，可指定对人使用，对方精神力越高，持续时间越短，最快2秒，最慢10秒，期间对方说的所有话都会是真话，不会有半句谎话。冷却时间1分钟。不过破解这个技能很简单，那就是不说话就行了。当然了，秘境里的道具是千奇百怪的，有真化药剂，那必然有相对应的道具，那就是强制问题药剂。这个药剂是他当时从 BOSS 身上爆出来的，顾名思义，可以强制别人回答问题，只要你问，他就必须要回答，但回答的是不是真话，那就不一定了。本以为没有用，结果看到这真化药剂之后，他就知道该怎么用了，这2个完全就是绝配的呀。于是他到了强制问题药剂的词条，果然道出了一条非常有用的词条。我问你答，主动，指定一个人问问题，你所问的问题他必须回答，但可以是谎话，不回答问题将会承受无比痛苦的头痛，持续时间10分钟。冷却时间1分钟。这个技能很鸡肋，对方随便回答就可以了，但是搭配真话技能，那就是拷问的最佳技能，任何问题都躲不过这2个技能的搭配。守护者问的问题很简单，就是让他喝下真化药剂，然后问了名字以及是不是异端会的人，他非常快就回答了，对方见没有说谎，便放行了。这里的秘境跟秦都有些区别，就是他不管你什么等级的，你随便进那些秘境就可以了，但他们都会告诉你那是什么等级的秘境，如果你非要进去，他们也不会阻拦，毕竟死的又不是他们。于是陈峰很顺利就进入了一个800级以上的秘境，里面的魔物都是800级以上的，据说还有1000级的 BOSS， 但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只是听说罢了。久违的穿梭空间隧道感觉再次出现，但现在陈峰并不会感到头晕，甚至感到有些舒畅，就好像被清风拂过脸颊，有那么一丝凉爽。再次出现，他已然出现在一片森林里，由于现在是晚上，秘境里面也是晚上，森林安静的不像话，只有风吹动树叶发出的沙沙声，再也没有其他的声音。魔物是需要睡觉的，他们的体力不是无限的，但有些魔物是夜行的，他们只在晚上出来觅食，专门挑那些睡着的魔物下手，基本很容易就能捕捉到。晚上的秘境是最危险的，因为你不仅要提防那些沉睡的魔物，你会不小心惊醒他们，而他们可是要起床气的，一生气就吃了你，还要提防那些夜行魔物，他们的夜视能力非常强大，跟白天没区别，你看不见他们，他们却能将你看得清清楚楚。正所谓敌在暗，我在明，晚上的秘境必须要小心。不过陈峰除外，陈峰毫无顾忌，大摇大摆地走过森林，全然不顾身子擦过草丛而响起的沙沙声，还有沉重的脚步声。要是其他人早就弯着腰小心翼翼地穿梭森林，生怕惊动魔物。陈峰进来就是为了寻找魔物来升级的，鬼鬼祟祟可找不到魔物，必须要吸引他们。而就在陈峰走了没有3分钟的时候，他脚步一顿，停了下来，嘴角微微上扬，因为他听到了魔物的声音，似乎是一种蛇类魔物发出的嘶嘶声，而且这声音还在他脑袋上。瞬间，陈峰抬头看去，有着夜视能力的他能够看得一清二楚，丝毫不比那些夜行魔物的夜视差。果然，在他的注视下，他发现自己周围的那几棵通天大树正有一条无比粗大且长的巨蟒串联在一起，那条巨蟒盘踞在这些大树上，身躯连了好几颗，而且它表皮的花纹是绿色的，跟树叶长得几乎一模一样，如果不是细看的话，根本不会发现头上有一条足以将你整个吞下的巨蟒。陈峰抬头的时候，巨蟒同样在注视着他，蛇信子一吐一缩，树瞳紧紧看着陈峰，随时准备出击。绿林毒蟒850级，第132章。那是蓝星850级。陈峰对此很满意，于是他二话不说，一跃而起，先是心念一动，到了毒蟒的属性以及技能，旋即一巴掌拍在毒蟒身上。砰！巴掌落下，毒蟒瞬间而爆，简直不要太轻松。魔物死的瞬间，陈峰身上泛起大量金光，只见他的等级不断上升，足足持续了10几秒才缓慢下来，
最终停了下来。陈峰打开个人面板，发现自己在双倍经验的加持下，杀了一只850级的 BOSS 才升到747级，而后面升级所需要的经验更是翻了好几倍。看到这里，陈峰的小心脏不禁咯噔一下。虽然很早就知道后面升级很困难，要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强者每天去秘境，等级依旧卡了很久，但他没想到会要这么多。按这么下去的话，一旦他的等级超过了这个秘境魔物的等级，那他就没法享受越级经验的加成，所获得的经验将会越来越少，岂不是得在这里待上好几个月才能1000级？陈峰现在极其渴望获得3倍或者4倍经验卷轴，那样的话升级速度就大大提升了。现在想要获得这些道具，只能靠 BOSS 爆出来了。陈峰加快步伐继续搜索，希望能够碰到 BOSS。 阴暗的小巷内，2道神秘且诡异的身影抱着一副婴儿尸骨放到某家人的门前，并且贴心地留下了纸条：这是你的儿子，请签收。还顺手按响了门铃，随后就匆匆离开了。大哥，你说邪神大人是不是恋童癖啊？他怎么要那妖多孩子啊？这前脚刚抓完1000来个，他立马又召集全华夏的异端会去给他抓孩子，而且还让我们去抓觉醒者，抓到之后重重有赏。这时其中一道比较矮的身影发出了疑惑的声音。就在刚刚，上头又发布了新的命令，号召全国所有异端会，让他们在3天之内尽全力去抓人，主要目标就是孩子，越小越好。如果能够抓到那些觉醒职业的学生，那还会重重有赏。现在所有人都出动了，都要为邪神抓人，手头上所有任务都取消了，马不停蹄为邪神大人服务。嘘，别说那么大声，万一被邪神大人听到，咱们都得死。另一道比较高的声音连忙道，然后左看右看，确认没人之后才放下心来。可能邪神大人是为了海底计划吧，海洞里面的能量波动越来越强大了。老大说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2天之内可能要有发现，可能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现，海洋秘境要出现了。闻言，身旁那矮身影的身体一哆嗦，连忙小声开口：不会吧，海洋秘境那可是闻所未闻啊，100年来海底从未出现过秘境，这个消息可不可靠的呀？你的职位太低，不知道很正常，我可是老大身边的心腹，当然可靠。老大亲口说的，海洞那里的能量很强烈，而且跟地面那些秘境所散发的能量波动是一样的，只不过更为强大。我现在都能想起老大说这话时的表情，无比震惊。他说这个秘境很有可能是1000级以上，而且出生秘境是十分脆弱的，如果我们利用的话，完全可以一举摧毁海都。什么？闻言，矮的身影大惊失色，竟然是1000级以上的秘境，如果引爆能量潮汐，那海都肯定能够覆灭。别太惊讶了，毕竟这个能量波动出现很久了，不然你以为我们为什么要将基地设在海底，就是为了屏蔽它的能量气息，不让那些傻逼发现。这是一座随时都可能爆发的火山，我们如果不利用好，我们也会死的。海底的能量波动是好几年前就出现了，据说是邪神大人故意让他们将基地放在海底的，而且非常靠近那个能量波动的范围，还特意屏蔽了能量气息。不得不说，邪神大人真的厉害，竟然能将藏在海底的秘境给提前发现，不愧是邪神大人啊！原来如此，但我依旧想不明白，邪神大人要那么多孩子干嘛？矮身影挠了挠头，依旧懵逼。去你丫的，想那么多干嘛？赶紧去抓人吧，再晚点被其他人抓完了，咱们就没法领功了。龙背山某处阴暗的房间内，身披血红色斗篷的身影静静盘坐在房间中间，似乎在冥想，但他额头的汗水却越来越多。不，你是谁？这怎么可能？身影猛然抬头，蓬帽滑落，露出苍老且诡异的脸庞，正是邪神。只见他双瞳一会收缩，一会放大，表情挣扎不停，胸膛不断喘息。深呼吸几口，邪神慢慢躺下，眼里的惊恐未能消退，紧紧看着天花板，口中呢喃：怎么会这样？时间的轨迹怎么发生了改变？那些人到底是谁？又或者不是人？他们为什么能看到我？我可是藏在时间长河里的。邪神回想着刚刚所看到的一切，心惊胆战。先前他的时间又恢复了不少，他想着看看过去，看看100年前还没有魔物出现的世界，回忆一下那曾经的美好。可当他看回过去的时候，他却到了一个神秘地方，那里虚无一片，只有周围环绕的陨石和无穷的压抑和恐惧，让他感到窒息。就在他想要退出观测过去的时候，忽然出现几道神秘的身影。为何说他们神秘呢？因为他们没有身体，像是灵魂体飘荡在空中，散发着恐怖诡异的气息。本以为没有什么，但他们接下来议论的话题让邪神大为震撼。怎么样，这场游戏进行的怎么样了？还不错，罗马卫星那边现在已经差不多了，已经有好几个1000级以上的了，算得上蛮不错的，看得我口水都要流了。别着急，才1000级，等级越高才越好吃。我弄的美繁星也还行，不过那里基本全是女的，升级太慢了。是啊，不过这个游戏倒是蛮有趣的，让这些愚蠢的星球人知道自己是被圈养的食物，那该有多崩溃呢？哈哈，那下一个星球定在哪里？那就这个吧。
几道身影那虚无的目光缓缓看向一颗星球，而邪神看过去，双眸瞬间瞪大，露出惊恐的眼神。那是蓝星。第133章盗取词条的真正妙用。蔚蓝色的星球，邪神一眼便看出来那是他所在的蓝星，再联系这几道身影先前所说的，身躯猛然一震，无比惊恐。难道秘境、魔物、职业这些全都是这些外来生物的一场游戏？而他们制定这场游戏的原因，就是为了饲养他们人类，壮大等级，好让食物更加可口。想到这里，邪神吓得浑身发抖，而下一秒，那几道身影竟然全都同一时间转头看向他，吓得邪神立马退出观测过去，返回现实。而在邪神离开后，那几道身影依旧看着邪神刚刚所在的位置，慢慢露出邪笑，似乎有一只小蝼蚁看到了我们。不会吧？难不成又是那时间系的职业？妈的，都怪你个废物，非得弄什么时间系职业，还说那样能使得食物刺激，这样会更可口，真是一派胡言。已经有好几个时间系窥探到我们了，这有什么？让他们窥探，如果猎物在死之前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那多无趣啊！如果让他们提前就生活在恐惧当中，直到死去，那才有意思嘛！还得是你够变态。翌日，秘境内，森海林，终于让我爆出了3倍经验卷轴。陈峰看着手里的经验卷轴，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昨天晚上到现在，他不停歇打怪，等级来到了817级，后面所需要的经验更是翻了好10几倍，越来越多，快让他撑不住了。而就在刚刚，他杀了一只 BOSS， 爆出了数多战利品，在里面发现了他心心念念的3倍经验卷轴。二话不说，陈峰立即到了经验卷轴的词条，而3倍经验的被动技能很快替代了原先的2倍，让他有些失落。如果是叠加，那该多好啊！那自己就有5倍经验可以享用了，直接超越所有人。剩下的战利品大部分都是装备以及技能，按照惯例，装备就将属性、技能这些倒出来，技能就学习，学习不了的技能就到词条，100来个战利品，硬是耗费了10多分钟才到完。陈峰点开个人面板，他如今的体魄和智慧都达到了无比恐怖的阶段，体魄有259700多，而智慧同样有着258600多。这个秘境里面的所有魔物都扛不住他的一巴掌。不得不说，这秘境的魔物还是蛮丰富的，到一次就可以拿上千的属性，但后面就越来越少了。不过要论属性多，还得是那些异端会的人。就之前秦都爆发能量潮汐，他到的那2个流金斗篷的异端会成员，一次就到了上万属性。如果多来几个，那就更好了。尤其是法师，智慧多的离谱，根本不是这些蠢逼魔物能比的。继续杀怪，有了3倍经验，我有信心在3天之内达到900级。陈峰自信满满的朝着下一个地方走去，但如果能够爆出4倍甚至5倍，那就更好了。不一会，陈峰来到一处荒漠以及森林的交界处，看着一望无际的森林，陈峰大手一挥，召唤100来只乌金蚁，而这些乌金蚁的等级全都是817级，竟然都跟他同样的等级。要知道，乌金蚁是每24小时才诞生一只，而且诞生出来的都是按照当时陈峰的等级来算的。可现在这是什么情况呢？原来早在3个小时前，陈峰看着蚁巢略有所思，他开始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盗取词条，好像不只是能盗来给自己用，还可以消掉。就比如装备限制，他盗完就丢，那装备就能用了，那蚁巢是不是也可以？想到这个问题，陈峰恍然大悟，对自己天赋似乎多了更多的理解。于是他立马尝试将蚁巢那限制时间的词条给盗了出去，并且丢掉。而就在他丢掉之后，蚁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蚁后之巢，每秒诞生乌金蚁，等级与宿主相同，无上限。是的，没看错，就是无上限。他现在可以随时召唤上百只、上千只乃至上万只跟他同样等级的乌金蚁，但属性不同等，是这个等级的魔物该有的属性，但同样逆天。这个实验成功之后，陈峰才真正明白自己天赋的可怕性。他一直都荒废了自己的天赋，从来没有真正使用明白。他可以将技能的冷却时间限制倒出来，从而无冷却时间，可以随时随地释放，想放多少大招就放多少大招。他可以将死灵法师配备的那几个召唤技能的限制倒出来，他就可以想召唤多少就召唤多少骷髅兵，而且这些骷髅兵的属性都跟他一样。现在只要他想，那就可以一挥手便召唤千军万马，彻底踏平秘境。随后陈峰召唤骷髅兵，每种骷髅兵召唤1000个。刹那间，他所在的位置立马多出了上千个骷髅兵，手持各类武器，骷髅头更是多得数不过来。陈峰看着周围满满当当的骷髅兵，满意的点了点头，旋即在心中对骷髅兵以及乌金蚁都下达命令，让他们自行行动，看到魔物就杀，但看到人类不能下手。毕竟他不确保这个秘境会不会有其他人，但还是小心为妙，免得伤及无辜。很快，骷髅兵与乌金蚁结伴行，朝着四面八方走去。不过多时，陈峰便看到个人面板的经验在不断上涨，是召唤物们开始动手了。他们清理魔物，
他也有一部分经验加的，在3倍经验的加成下，这速度更快了。见状，陈峰朝着远处而去，他打算在每个地方都放置骷髅兵，然后自己再找一个有着更高等级魔物的地方刷怪。这样做的话，效率会快很多。毕竟他昨晚就已经开始这样做了，即便刷了一晚上的怪，他仅仅是来到817级。如果不是这样做的话，他恐怕连800级都没有突破吧，升级太难了呀。随后，陈峰每来到一个没有来过的地方，都会召唤一批骷髅兵，对着上千名骷髅兵下达命令，旋即离开。如此反复操作，他用了半天的时间，依旧只是走了秘境的1/4，还有3/4没有去过，可想而知面积大的吓人。第134章，海洋秘境。昏暗的深海里，轰隆隆，在深海的一处神秘基地内，此时正红光闪烁，人员慌张的跑动，指挥室与监控室内，各个身穿白大褂的研究人员更是神情紧张的操作着电脑。不好，能量波动越来越大，我们快压制不住了。还有3分钟，能量即将超过能量屏蔽器的范围，再这样下去，海都那些执法者们都会发现。快去禀报老大，基地即将失守。众研究人员看着屏幕上的一个深藏在海底里的洞穴，无一不是满脸惊恐。那是一个邪神大人发现的洞穴，前些年里面就有着微弱的能量波动，于是邪神让他们将基地设立在附近，每天用能量屏蔽器来屏蔽洞穴里面的能量气息，为的就是不给陆地上的海都执法者们发现。但现在能量波动越来越强烈，这个洞穴即将要出现秘境，秘境的初次诞生是最虚弱的，而且还是这种海底从未见过的秘境，没人知道会发生什么。他们现在只能撤退，放弃这个基地，要不然等执法者们下来探查，照样会发现他们。不用了，我过来了。这时，一道声音响起，众人回头看去，便看到身披暗红色斗篷的神秘人缓缓摘下篷帽，露出一张亮丽的俏脸，左眼还有一颗泪痣，年纪大概在30左右。老大！众人见状，连忙单膝跪下，异口同声：起来吧，收拾有用的东西离开，其他的一律销毁。吕红严肃地下达命令，众人听闻重重点头，立马开始收拾东西以及保存有用的资料。吕红将目光放到屏幕上，嘴角微微上扬，可算等到这一天了。海都准备好迎接你们的末日了吗？说完，吕红身影消失不见。海都执法指挥中心内部摆放着3块大屏幕，高高挂起，而底下基本坐满了人，每个人面前都有着一台电脑，正在敲打键盘，戴着耳机，平静地接通每一个报警电话。平静的氛围，大家都在平静工作，并没有出现什么紧急情况。而这种清闲的日子，才是他们乃至所有人都想过的日子，安安稳稳过每一天。不过最近出现了大量失踪案，导致越来越多人报警，他们的日子也不再平静了。警告！青海出现剧烈能量波动！警告！青海出现剧烈能量波动！忽然，指挥中心闪烁起红灯，警报声同时响起，所有人的屏幕以及挂起的3个大屏幕同时亮起红色警报，地图迅速打开，锁定了青海的能量波动范围。青海，也就是最靠近海都的那片海域。不好，能量波动很强烈，而且跟秘境的相符，极有可能是新的秘境。这个秘境竟然出现在海里，这可是第一个出现在海里的秘境啊！而且能量波动非常强，初步判断在1000级以上。海里的秘境真是稀奇啊！众人大惊失色，很快有人报告给指挥长邓伟。不多时，邓伟马不停蹄地来到指挥部，望着屏幕上闪烁的红点，眉头紧皱。这是什么情况？怎么会有海里的秘境？这前所未见啊！给我查一下，怎么回事？是不是错误显示了？邓伟迅速看向某个指挥执法者，疑惑开口。这种情况从未见过，不排除显示错误或者仪器故障的原因。现在正是最关键的时刻，大家都在为失踪案焦头烂额。如果又出现一个新的秘境，那就相当于雪上加霜，更难了。查过了，没有显示错误。青海里真的有很强烈的能量波动，初步判断是1000级以上的秘境，估计还有3分钟就要成型。那名指挥执法者连忙敲打电脑，然后汇报，立马派执法者过去看，让他们注意安全。海里的情况很不安全。收到。邓伟看着屏幕闪烁的红点，内心的担忧越发浓烈，还是得赶紧禀报守护神才可以。深海里，一处昏暗且深不见底的洞穴，吕红的身影忽然出现在洞穴前，碧水屏障将他体外的水都隔绝开来，居高临下的看着洞穴。只见在洞穴内部，正有一个逐渐形成的空间隧道，释放着强大的吸力，周围的水以及游动的鱼儿都被大量吸了进去，如同洗手盆的塞子被打开，海水不断涌入。看来这真的是一个海洋秘境，历史性的诞生。吕红嘴角微微上扬，不知道这个海洋秘境能够给他带来怎样的惊喜呢？他已经做好准备，只要秘境一形成，他就用尽全力去摧毁秘境，必须引发能量潮汐。多年以来，他们不离开就是为了这个，绝对不能失败。这同样是邪神大人交代下来的任务。半个小时后，深海里又来了一批人，同样是持有碧水珠、
但不是异端会的人，而是执法者。他们收到指挥中心的任务，让他们过来探查海底。如果真的是秘境，那后果将会不堪设想。而当他们朝着目的地游过去的时候，忽然停了下来，一个个都瞪大双眼地看着前方。只见他们面前正有一座无比庞大的建筑物，如同海底里的亚特兰蒂斯，静静躺在深海里面。这一刻，他们瞬间联想到异端会，怪不得找了那么久都没有找到这群败类。原来这些人将基地设立在海底深处，平时这里是不会有人过来探查的，已经好几年没有人下来看过了。结果倒好，被异端会的人有机可乘，趁机在这里弄了个秘密基地，一直躲在这里。报告指挥中心，在深海里发现疑似异端会的基地。为首的执法队长立马拿出对讲机禀报给指挥中心。而在另一头，现在正由邓伟在负责接听对讲机，听到派出去的执法者汇报，顿时大惊失色，迅速想到了什么。不好，快去秘境！邓伟迅速大喊，距离秘境形成还有2分钟，而异端会的基地竟然在这里，那他们肯定是为了新形成的秘境，没想到这盘棋异端会的人下了这么久。海都有危险！第135章遇水战士。秘境形成。吕红看着面前已经形成的完整秘境，笑了起来。而很快他就听到身后传来声音，回头一看，映入眼帘的是执法队。同样，执法队等人也看到了吕红，然后就是他身旁的完整秘境，顿时大惊。别冲动，乖乖束手就擒，我们会从轻发落的。执法队长连忙召唤出法杖，而其他执法者都纷纷召唤出武器，神情紧张地看着吕红。呵呵，你觉得我会信吗？吕红冷笑一声，谁不知道华夏法律至关重要的一条，那就是看到异端会的人格杀勿论，他怎么可能相信会从轻发落？话音落下，吕红右手凭空出现一柄淡蓝色的巨剑，其中有水波在游动，点点花纹雕刻其中。这里可是我的地盘！吕红猛地睁开双眼，瞳孔由黑慢慢转变到蓝色，周围的水流不断涌了过来，在他身旁旋转，竟然慢慢形成一道庞大的水龙卷，将他包围其中，周围的鱼儿和石头以及海洋植物都被卷入其中。不好，遇水战士！执法队长震惊大喊。遇水战士是战士职业的一个隐藏职业，可以操控水元素攻击和防御，甚至能够疗伤，可以说是战士里面的波塞冬，战士里面的水神，水里真正的战神。大家快分散，不要站一起。笑笑，你快去找支援，这个起码有500级以上，不是你们能对付的。执法队长连忙补充一句，然后分散站位，各自站开，严阵以待。好！那名被叫做笑笑的女生立马转身就游。想跑？太迟了！吕红挥舞巨剑，带动周围的水流，再次形成一个水龙卷，猛然剑指远方的执法队等人，水龙卷朝着他们呼啸而去。全力以赴，等待救援！执法队长大喝一声，挥舞法杖，召唤了冰系魔法，想要将水龙卷冻结，但威力不够，只能减慢速度。其中一个执法者同样挥舞魔杖，一个个金黄色的保护罩出现在众人身上，闪烁着金光。还有2名拿着盾牌的执法者冲上前，将盾牌放至身前，大喊一声，一道盾牌虚影出现在面前，死死抵挡着水龙卷。可即便大家同心协力，都依旧没法抵挡水龙卷的威力，被冲飞，一个个掉落到海底，掀起滚滚尘土才停下来。你们的末日来了！吕红大喝一声，双手握紧手中巨剑，将它狠狠插入新形成的秘境，如同玻璃破碎的声音响起，顿时爆发出一股无比精纯且恐怖的能量，向四面八方震荡而去。刚形成的秘境本身就非常脆弱，一碰就碎，何况吕红这种600多级的全力攻击，不碎才怪。完了，要引发能量潮汐了！执法队长颤颤巍巍地站起来，嘴角挂着一抹鲜血，看着远处被攻破的秘境，面如死灰，眼露绝望。这种前所未见的千级海洋秘境，如果引发能量潮汐，后果不堪设想啊！而且大家都没有应付过海洋秘境，谁知道里面会有怎样的魔物呢？秘境破碎，能量爆发，里面开始涌出魔物。一颗头颅猛然出现在空间隧道表面，那是一颗极其丑陋的头颅，像鲶鱼般肥大，却有着锋利且外凸的牙齿，像似食人鱼。只见那魔物不断涌动自己的身躯，很快便从里面出来，庞大的身躯足以3米多长，头部是鱼，但身体却是长有4肢，像是鳄鱼，还有一条长长的尾巴。这是什么魔物？执法队长惊恐地看着那从秘境里面出来的魔物，连连后退几步，为何有着鱼的象征，却还有4肢？难不成这魔物不仅能够在海里游，还能在陆地上跑？而看到魔物头顶上的信息矿时，在场的众人都被吓到了。魔鱼鳄1069级，1000多级的魔物，这是一场灾难，史无前例的灾难啊！海都要完了！众人顿时面如死灰，看着那魔物如遭大敌，心里再也没有了生的希望。要知道，守护神也才800多级，这1000多级的魔物让他们如何是好呢？不出半天，这些魔物就可以将海都攻下来，彻底覆灭海都。哈哈哈！天助我也！
等级竟然这么高，今天就是海都覆灭的日子。吕红仰头大笑，下一刻便化身水流，逃之夭夭。毕竟他可对付不了这些千级魔物，眼下最关键就是离开此地，让海都的人自己来解决这次的麻烦。他该做的都做了。就在吕红离开的那一刻，秘境再也承受不住，里面的魔物开始不断涌出，各式各样的魔物看得执法队等人头皮发麻，身体颤抖。而很快，魔物们都看到执法队等人了，看到他们的一瞬间便朝着他们冲了过去。所有人全力以赴，咱们下辈子再做队友，有你们真好。执法队长看着冲过来的魔物，嘴角微微上扬，转头看向其他人，同时其他人都看向彼此，露出了笑容，旋即同时看向魔物群，握紧手中的武器。上！执法队长大喝一声，释放技能，疯狂攻击着这些魔物。其他人同样大喝一声，使出浑身力气。但这一切都是无用功，他们的攻击对于千级以上的魔物来说，如同挠痒痒，不值一提，抵挡不住他们进攻的步伐。刹那间，无数魔物围在众人身旁，肆虐啃咬着他们的身躯，鲜血溅染海水，淡蓝的海水逐渐泛红。众人一声不吭，依旧用尽全力释放最后的输出。仅仅过去数秒，原本还在全力奋战的执法队，顿时就变成了一具具白骨，永沉昏暗海底，不见黎明光芒。不过他们做的一切是值得，起码还有一个女生回到了岸上。岸边，此时站在数名执法者担忧地看着海底，期盼自己的队友能够回来。不过很快，他们就看到一道身影慢慢游了上来，露出喜色。可这游上来的女生的第一句话，却让他们彻底震惊。不好，异端会攻破了秘境，能量潮汐爆发，魔物出来了，队长他们。第136章，是他救了你。笑笑的话让众人吃惊，不知所措。队长他们竟然死了，死在了海底。不可能的，队长怎么会死呢？先别说这些，赶紧联系指挥中心，秘境爆发，魔物出头，希望这些魔物没法冲出海洋，要不然我们都得死。笑笑并没有看到魔物是拥有4肢的，他在前面就已经离开那里了。就在一名执法者拨通指挥中心准备汇报情况的时候，瞬间瞪大双眼，令在场所有人震惊的一幕发生了。远处的海水里波浪荡漾，显得是那么的平静。可就在这时，一条身长5米、头部似老虎、身体却是鳄鱼的庞然巨物跃出海面，遮天蔽日，阴影覆盖在众人身上。不仅如此，更多的是那些头部像鱼却长有4肢的魔物不断涌出海面，朝着陆地不断游去。各式各样的魔物都朝着陆地不断游来，而且等级都在1000级以上，这吓得众人张大嘴巴，不知所措。快跑！不知是谁喊的一声，众人才反应过来，朝远处逃跑。可他们的速度哪是这些1000级魔物能比的，不一会就被追上了。等级的差距让他们和魔物之间的战斗毫无悬念，完全就到一边的虐杀。魔物肆虐啃咬着他们，不一会就化为一具具干净的白骨，连衣服都没有剩。大军横行，魔物军团开始朝着城市出发。海都大街小巷中正响着警报声，早在10分钟前，海青兰就得知此事，并且让人打开警报，让全城的人都去避难所避难。现在几乎走了一大半，还有一半的人在街上惊恐乱跑。而海青兰则是带着海都所有能够战斗的人都站在了距离海岸最近的一个路口，从这里就可以进去海岸，也是唯一的路口。来了！海青兰看着远方那密密麻麻乌漆麻黑的魔物大军，心已经落到了低谷，面如死灰。他才850级，再怎么样都不是这些1000级魔物的对手。而他也联系周围所有城市以及龙都那边的人，只求他们的救援能够快点，要不然半个小时之内海都将会灭城。所有人准备就绪！海青兰大喊一声，身旁的众人纷纷跟着大喊。海青兰点了点头，再次大喊：全力以赴，给我死守海都！下一刻，魔物大军攻入海都，海青兰带着众人迎战，可他们的实力太低，完全不是对手，不一会就败下阵来。5分钟后，海青兰身死道消，尸骨被啃得干干净净。10分钟后，死伤过半，尸骨遍地都是，全都被吃得干干净净。20分钟后，镇守海都的执法者以及飞海大学的校长以及师生都死得七七八八，只剩下一些等级低的被护送离开。李东兰战死。25分钟后，未能及时躲进避难所的市民都被吃干抹净，尸骨被吐出，满地都是，只有那些藏好的市民。28分钟后，避难所的市民被发现无力抵抗，魔物将他们当作畜生一样肆意虐杀，吞入腹中，大饱一顿。30分钟后，救援到来，看到满地尸骨以及那血流成河的海岸路口，大惊失色，开始拯救剩余的幸存者。该死，他妈的真该死！海青兰死了，他死了，去你妈的异端会！沐风也随手将几只魔物灭杀，来到海青兰的尸骨前，仰头怒吼。他们来得太晚了，30分钟，海都几乎完全覆灭，只剩下一些低等级以及普通人藏在避难所里面，没有被魔物发现。
而那些战斗在前线的执法者以及飞海大学的李东兰和师生死了2/3，就连守护神海清兰都死了，渣子都不剩。他妈的，该死的异端会！如果不是他们引发的能量潮汐，海清兰等人不会死。别说了，海清兰的事情待会再说，先把这些魔物解决掉。那个秘境还在源源不断的涌出魔物，到时候起码有上百万只，而且其他秘境都在遭受攻击，我们要维护好，要不然事情会更加麻烦。穆青天来到穆风野身旁，于心不忍地看了一眼海清兰的尸骨，拍了拍穆风野的肩膀：“妈的，等我解决完，一定要找异端会他们算账。”穆风野大喊一声，开始朝着那些魔物跑过去，不断挥舞手中利刃，每一剑挥出，就有一只魔物惨死在他剑下。而就在这时，穆青天忽然发现一道身影静悄悄地路过所有魔物，来到海清兰的尸骨旁，慢慢跪了下来。“你是？”穆青天疑惑地看着那道身影，是一个少年，披着一件神奇的装备，竟然可以隐匿气息，不让这些1000级以上的魔物发现。可他来海清兰尸骨干嘛？我可以救他。少年随口回答，便将双手放在海清兰的尸骨上，手心绽放耀眼的绿光。而周围战斗的众人都看了过来，虽然不知道少年在干嘛，但似乎能够感觉到少年要救人，于是便围了起来，给少年弄出一个安全的空间。而穆青天听完少年的话，大吃一惊，这海清兰现在就一副骨头，少年说他可以救，怎么救？拿命来救！少年口中呢喃着不知名的话语，绿光越来越耀眼，令人震惊的一幕发生了。只见海清兰那没有半点血肉的骨头，竟然慢慢长出内脏，长出血肉，长出毛发，心脏恢复跳动，强而有力的心跳声响彻全场，众人都傻眼了。这已经死透透的海清兰竟然还能复活！看到少年有着如此神奇的功能，穆青天眼睛都泛起了金光。噗！下一刻，少年口吐鲜血，脸色苍白的后倒在地上，无力地看着天空，慢慢闭上双眼。他这一次又耗费了1/3的生命，已经所剩不多，再消耗就真的死了。好累，好累。而此时，海清兰猛然瞪大双眼，从地上坐起，大口喘着粗气，懵逼地看着周围环境，一脸茫然。自己不是死了吗？怎么又活过来了？难不成他还有什么隐藏的天赋，可以让他起死回生？还是说哪个时间系大佬救了他？是他救了你。第137章，邪神出手。海清兰看着身旁躺着的少年，只见他紧闭双眼，气息微弱，似乎命不久矣。我明明死了，他竟然能够复活我！海清兰不敢置信，这世界真的有可以复活人的技能吗？除了时间系之外，还有其他职业可以。我也感到很吃惊，但这个少年不能死，他的职业很强，能够复活人的职业，我第一次见。穆青天缓缓走到少年身旁，从个人空间里掏出一瓶药剂，打开盖子放进少年口中，保住了他的性命。少年有着快速恢复生命的被动技能，再加上药剂的功效，脸色逐渐红润，慢慢睁开双眼。少年，你叫什么名字？海清兰看着自己的救命恩人，温柔问道。我叫陈明。少年看了看穆青天，又看了看海清兰，犹豫几分，还是决定说出了自己的名字。陈明，谢谢你，你很厉害，有能够复活的能力。如果这次的战斗能够活下去，我会邀请你加入龙战军团，不知道你愿不愿意？穆青天发出邀请，这样的天才，龙战军团非常需要。我妹妹可以进去吗？陈明看向穆青天，后者被他这话问得愣住了，但很快笑了笑点头，可以。哟，死到临头了，还在聊天啊？忽然，天空响起一道女声，正在杀魔物的众人猛然抬头，便看到一道身披暗红色斗篷的身影屹立在天空，身后还站着一名身披血红色斗篷的神秘人，其身上的斗篷颜色更加鲜艳。来者正是吕红与邪神。异端会。众人看到斗篷的那一刻，便知道是异端会的人，没想到这异端会竟然如此嚣张，大摇大摆地出现在他们面前，活得不耐烦了。风野，跟我一起上，杀了这两人！穆青天冷喝一声，提着手中巨剑便一跃而上。是。穆风野将魔物交给其他人，跟随父亲冲了上去。两人的速度很快，不一会便来到吕红和邪神面前，举起手中的巨剑便欲砍下，是要将两人砍成两半。蝼蚁！就在这时，吕红身后的邪神抬起头，骷髅般的面孔，猩红的双眸死死看着二人，令得二人毛骨悚然，心中警钟大响，顿感不妙。可撤退再也来不及了，只见邪神缓缓抬起手，瞬间将其二人定格在半空中，时间静止。地下众人见状都大吃一惊，穆青天和穆风野竟然被定住了。父亲，爷爷！穆青望猛然抬头看向自己的父亲和爷爷，担忧大喊，可眼下他却脱不开身，魔物太多。如果陈峰在这，就会发现穆青望的等级竟然达到了800多级，而且全身战力远超1000级，这恐怕就是 SSS 级天赋的强大之处。穆老爷，穆老大！曹虎震惊地看向穆青天二人，又看向吕红和邪神，彻底傻眼了。
对方竟然是时间系职业，出手就是时间静止，而且实力远超于他们。而在众人吃惊的目光下，邪神从怀里掏出一颗白色的珠子，缓缓飞到穆青天二人面前，露出贪婪的笑容。两位如此强大的强者，不知又有多少时间呢？邪神冷笑一声，旋即口中念道咒语，手中的时间宝珠绽放耀眼的光芒，一缕缕气雾从穆青天和沐风野的身躯里涌出，不断涌入时间宝珠里。而二人的身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变化，尤其是沐风野，原本茂密的黑发竟然缓缓变成白色，皱纹都多了许多，逐渐苍老。父亲！穆青望再也顾不及其他，握紧手中利剑，朝着天上的邪神一跃而起，连劈数道剑气。哼！邪神冷哼一声，随手一挥，那几道剑气瞬间消散，再朝着穆青望一指，一股磅礴的能量从指中迸发，击中穆青望。轰！穆青望直接倒飞而出，飞开数百米，撞破无数建筑物，才勉强停下来。烟尘滚滚中，穆青望不甘地看向邪神，口吐鲜血，胸口闪耀着金光，但很快暗淡，脑袋一歪便晕死过去。还有保命神器，不过没用，能杀你一次就能杀你第二次。邪神瞥了一眼远处的穆青望，有些惊讶，但又笑了笑，不放在心上。嘎吱！就在这时，一道骨骼松动的声音响起，邪神猛然转头看向穆青天，惊讶不已。下一刻，穆青天脱开时间静止的束缚，手中的巨剑朝着邪神劈砍而下，来不及反应的邪神被狠狠砍中肩膀，连忙后退。同时，沐风野的时间静止也解除了，手中的巨剑依旧砍下，不过邪神早已换了位置，所以砍空了。人皇的时间怀表竟然在你身上！邪神震惊不已地看着穆青天，这个时间被破解的感觉，他不会忘的。他当初和人皇交过手，曾经就被破解过时间静止，然后才得知人皇一直都有一个装备，名为时间怀表，可以破解时间静止，甚至能够静止别人的时间，限制性的回溯时间。可这装备不应该跟着人皇一起消失了吗？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没想到竟然认识人皇的时间怀表，你到底是谁？穆青天微微一愣，摸了摸胸口口袋里面的时间怀表，看着邪神询问道。人皇拥有时间怀表这个事情，并没有多少人知道，眼前这个人到底是谁？没想到人皇临走前竟然将这么贵重的神器留下了。邪神冷笑一声，朝着穆青天一指，不过即便拥有时间怀表，你们也不是我的对手。说完，一股磅礴精纯的能量从指尖迸发，朝着穆青天急射而去。穆青天连忙用手中的巨剑格挡在前，而沐风野则趁着邪神攻击的间隙用力劈砍一剑，但却被邪神轻易躲开，再次朝着沐风野一指。两人都被打得招架不住，后退数米，如临大敌地看着邪神。打不过他的实力好强，等级起码在3000级以上，要是人皇在这里就好了。穆青天握剑的手都在颤抖，刚刚抵挡那能量攻击，导致虎口发麻。他到底是谁？实力好恐怖，而且还是时间系，稍有不慎，我们两个都得交代在这里。沐风也气喘吁吁地看着邪神，勉强握住巨剑，不让他掉下去。海都，今日必亡！邪神高举右手，邪笑一声，猛然握拳。第138章，求求你救救我儿子！邪神举手的瞬间，整个海都的时间瞬间静止，所有魔物以及人类都一动不动，安静且死寂。啪嗒，邪神轻轻打响响指，刹那间，海都内无数魔物瞬间挣脱时间静止，朝着那些静止的人们冲去，疯狂撕咬着他们。而邪神的面容正以飞速的速度衰老，变得更加苍老吓人，连连咳嗽。这里就交给你了。邪神交代给吕红之后，便消失在原地。控制那么多人的时间静止，早已消耗他大量的精神力以及寿命，现在必须要去拿更多的时间，要不然会寿命到终而死的。是，邪神大人。吕红对着虚无丹膝下跪。而就在邪神离开之后，现场的时间静止瞬间解除，所有人都恢复了原样，但惨烈的呐喊声响彻天际。可恶，该死的魔物竟然咬断了我的一只手！该死啊，那个异端会的人展开了时间静止，要不然也不会被伤到。一群畜生也想伤我。时间静止解除过后，那些被攻击的人类都痛苦不已，他们多多少少都遭到了重创，甚至有些不明不白就死了，完全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穆青天和沐风野以及曹虎等人都受了重伤，尤其是龙战军团，沐风野这次带了足足10万人来帮忙，结果直接损耗1半人，全都因为邪神的出手，要不然这次的危机很好解决的。刚刚那个该不会是异端会的邪神吧？真是该死的混蛋，导致我们兵力损失惨重，我现在还身受重伤了。沐风野右手捂着受伤的左手，眉头紧皱，紧咬牙关。刚刚时间静止的那一刻，他被好几只魔物啃咬，没有防备的他直接被咬伤了，几乎全身上下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尤其是左臂被咬了一个大窟窿出来。这次恐怕真的要栽在这里了。穆青天咳出一口浓浓的鲜血，他早就被邪神打出了重伤，
现在又遭到魔物的啃咬，已经无力再战，现场那么多千级魔物，恐怕真的要死了。小望呢？沐风也忽然想起了什么，连忙看向周围，很快就看到奄奄一息躺在远处地上的穆清望，而莫言和叶龙以及柯庆都在那里保护着晕过去的穆清望。小望！沐风也着急大喊，连忙跑了过去。穆清望，你可千万不能死啊！你可是预言之子，你要是死了，华夏的希望就没了。柯庆一边清理周围的魔物，一边大声喊着，注意力全在昏迷的穆清望身上。别说穆清望了，我都快要死了。莫言面色苍白的捂着自己的腹部，那里正不断流血，时间静止导致太多人受伤，而他也是其中一个被魔物啃咬了腹部。穆清望，醒醒，快醒醒！叶龙蹲在穆清望身旁，不断摇晃他的肩膀，而穆清望的气息却越来越微弱，濒临死亡。虽然他知道穆清望不是预言之子，但在预言里面，他可是战斗到最后的，怎么可能在这里死？小望，怎么了？他怎么了？这时，沐风也冲了过来，抓着穆清望便检查起来，顿时身躯一震，震惊地看着自己的儿子，气息无比微弱，仿佛下一秒就会死去。不可能，他的儿子可是 SSS 级天赋，还拥有护命甲，怎么可能死？刚刚那异端会的攻击里面蕴含着极其强大的时间之力，虽然护命甲帮他承受了致命一击，可体内的时间之力依旧没有消除，再这样下去，3分钟之内必死。作为我穆家男儿，在战斗上牺牲是在所难免之事，我们应该为他感到自豪骄傲。这时，穆青天也走了过来，刚刚说的话全都听了进去，长叹一口气：“不，他不能死。”沐风也可不管那么多，这可是他唯一的儿子。忽然，沐风也想到了之前那个将海青兰复活的少年，死人都能救活，那没死的岂不是更加简单？他连忙扫向周围，一下子便看到那个少年正一脸茫然地站在战场中间，不知所措。看到少年，沐风也赶忙抱起穆清望，朝着少年冲去。其他人都不知所措，唯有穆青天知道，他身躯微微颤抖，想要伸出手去阻止，但想了想，还是没有伸手。人终究是自私的，他刚刚的那番话只是安慰，但谁又想自己的孙子死呢？拜托你救救我儿子！沐风也来到少年跟前，二话不说，当场跪下，恳求少年救救他的儿子。陈明见状，面色苍白地看着奄奄一息的穆清望，脸色有些为难。他的生命虽然恢复的差不多，但是就一个重伤之躯真的很困难，而且穆清望身上的伤势很复杂，搞不好真的会死。我求你了，无论要我做什么都可以，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你，只求你救救我的儿子。沐风也再次恳求，虽然他有无数道具，但那些道具都是用来杀人，用来保护，却没有救命的。穆清望体内的时间之力，唯有时间系职业，要不然就是眼前这个少年能够解开。好吧，陈明似乎不懂得拒绝，看到沐风也如此恳求的模样，于心不忍，还是坐了下去，手轻轻放在穆清望身上，使用了伤势交换的技能。刹那间，手心泛起绿光，而绿光慢慢渗透进穆清望体内，在体内游荡了一圈之后，又返回到陈明体内。而陈明的脸色变得更加苍白，而穆清望的脸色似乎回转了许多，但依旧苍白。总的来说，比先前那奄奄一息的模样好太多了。这就是伤势交换的代价。陈明的身体状况比穆清望的还要好，但也不是绝对健康，所以穆清望获得了陈明原有的生命状态，而陈明获得了穆清望的。此时，陈明体内的生命能量开始与时间之力相互对峙，双方不相上下。陈明的脸色也越来越差，但好在他的被动在，能够活下去。谢谢，谢谢。看到穆清望脸色好了许多，沐风也连连道谢。砰！忽然，陈明向后倒去，而与此同时，穆清望睁开了双眼。这是怎么了？第139章完结。儿子，你醒了。沐风也看到穆清望苏醒，激动的立马抱住他，但很快又松开，看向少年，脸上浮现出一丝慌乱，从个人空间里面迅速拿出许多可以恢复生命的药剂来给少年喝。但他知道这些生命药剂没有用，根本没法抵抗时间之力的残害，只能靠少年自己来。穆青天也来到少年身旁，将怀里的时间怀表偷偷塞入少年手心里面。这个怀表有着同样的时间之力，或许两者可以相对抗衡。而至于为什么不拿出来给穆清望用，因为穆清望根本没有那么强的生命恢复能力，必须要有强大的恢复能力与之配合，才能抵御时间之力，若不然一切都白费。所以现在给少年使用是最好的。果然，当少年握住时间怀表的那一刻，顿时就感觉体内的时间之力不是那么可怕了。有意思，没想到你们还有如此奇特的职业，不过现在是你们的死期了。就在这时，天空传来一道声音，那吕红还未离开，而他身后此时多了2名鎏金斗篷以及数千名异端会的人。看到这里，穆青天等人脸上都露出愤怒之色，异端会的人竟然还没有走，简直太猖狂了。异端会，
你们还真是胆大包天，竟然还敢出现！穆青天剑指苍天，厉声怒喝。可笑，几个重伤之人还想着杀我们！吕红仰头冷笑，旋即收起笑容，朝着底下的穆青天等人挥手：“上，给我杀了他们！”话音刚落，身后的异端会成员纷纷展开攻击，刺客就瞬息消失，来到地面与穆青天等人战斗，而法师则是在天上释放着魔法技能，无数能量在天空凝聚，形成强悍的魔法技能。而与此同时，海都大战的同时，秘境内的陈峰感受到了震动。怎么回事？难道海都也有异端会的人入侵了？陈峰感觉到不妙，连忙朝着秘境出口跑去。秘境内的魔物都开始躁动起来，一个个往出口的方向跑去。还真是到哪里是发生能量潮汐啊！陈峰一脚踏入出口，熟悉的传送后一阵过去之后，他回到了海都的秘境入口处，却发现这里有着10几个身披斗篷的异端会成员。那10几个斗篷人看到陈峰都是微微一愣，但很快目露杀意，杀了这小子。刹那间，10几个斗篷人朝陈峰冲了过去，一个个释放出自己最为强大的技能，想要一击秒杀了陈峰。见状，陈峰嘴角微扬，反手盗取这些人的技能，全部送了回去，同时释放自己的强大技能。刹那间，面前这10几个斗篷人灰飞烟灭，全部死在了陈峰手下。毕竟双方的等级和属性都不对等，怎么可能打得过呢？解决完这些斗篷人之后，陈峰注意到了远处的情况，发现吕红他们和穆青天在战斗，于是便飞了过去。你们都中了时间印记，随着时间的流逝，你们都会慢慢死去的。没发现你们的精神力已经在快速衰竭了吗？吕红看着穆青天等人冷笑道。闻言，穆青天等人都觉得自己体内的精神力确实在快速衰竭。这是什么时候上的时间印记？他们竟然毫无察觉。看来是之前那位邪神给他们上的。那位到底是什么等级？竟然可以悄无声息的给他们每人一个时间印记。随着战斗的进行，穆青天等人感觉自己越来越力不从心，非常虚弱。哈哈，看来你们都要死在这里了。华夏的最强战力全部死在这里，这非常不错，以后就是我们异端会统治的世界了。吕红哈哈大笑起来。穆青天等人的脸色变得无比阴沉，他们身上没有任何道具可以解除这个时间印记，难不成真的要死在这里了吗？异端会，看来你们还没有死够啊！就在这时，一道声音响起，令吕红微微一愣。只见他面前不知何时多了一个青年，可青年看上去平平无奇，吕红并没有放在心上。小子，你是谁？杀你的人！随着陈峰声音落下，他将穆青天等人体内的时间印记全部盗取出来，那相当于是一种技能，同样可以盗取。盗取出来的那一刻，穆青天等人便感觉自己身体在慢慢恢复，震惊不已。而陈峰将盗取出来的时间印记全部送给了吕红，多个时间印记加在一起，瞬间流逝，吕红的脸庞以及身体以极快的速度衰老，最后死去。秒杀！陈峰秒杀了吕红，这是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穆青天等人看到这一幕都傻眼了，这青年是谁？为何如此强大？同一时间，陈峰再度释放无数强大恐怖的技能，将剩余的那些异端会成员通通秒杀。本以为难打的战斗，竟然被陈峰随手就化解了。穆青天等人就好像没什么用途，走过来看了一场戏。就在众人以为事情解决了之后，一位身披红色斗篷、身形佝偻的斗篷人忽然出现在现场。你就是陈峰？邪神看着陈峰，淡淡开口。你是谁？陈峰皱眉问道。邪神。邪神如实回答。听到这个名字，陈峰目露惊讶，连穆青天等人都震惊到目瞪口呆。异端会的邪神竟然出来了！见到是邪神，陈峰二话不说，立即盗取了他的职业和技能以及天赋。刹那间，邪神猛然后退几步，惊恐喊道：你干了什么？你对我干了什么？没什么，就是借来玩玩而已。陈峰咧嘴一笑，他早就知道邪神是时间系职业，毕竟他们对过手，现在看到邪神肯定立马盗取。没有技能和天赋以及职业的邪神，现在就是一个只有属性的无职业者。该死！邪神大吼一声，冲上去就要用拳头轰死陈峰。而陈峰怎么会让他冲过来呢？大手一挥，时间暂停。在此期间，所有人都无法动弹，唯有陈峰能够为所欲为。既然如此，那便把你偷干！陈峰笑道，疯狂盗取邪神的属性，他的属性不断飙升，很快就来到一个无人可敌的面板，足足盗取了上千次，邪神终于被他盗干了。邪神已经没有了利用价值，陈峰便随手将他灭杀了。随着邪神被灭杀，时间恢复流动，众人恢复正常。可当他们看到邪神不见时，都懵了。发生了什么事？怎么邪神忽然就没了？有了时间系职业的陈峰看了一眼地下的众人，他脑海浮现出一个想法：如果他回到过去拯救母亲，会怎样呢？于是，在众人的眼皮底下，陈峰开启了时空穿梭，回到了过去，消失在原地。
可1秒钟都没有过去，陈峰却再度出现，他的脸色变得癫狂起来。为什么会变成那样？难道我拯救母亲都有错？为什么未来的事情发生了那么多的改变？陈峰喃喃自语。就在刚刚，他回到母亲死的那一天，阻止了那场意外，却发现时间线的未来彻底改变了。他没有杀死秦家等人，他们活得好好的，秦龙依旧为所欲为，母亲过了几年依旧是死了，而他没有觉醒到神天赋，无法再为母亲报仇，吓得他连忙修改回去，亲眼目睹了一次母亲的死亡。试了无数次，陈峰绝望了，因为都失败了。他试过将过去的母亲带到这个世界，可仅仅是穿梭时间，母亲在时空隧道里就快速老去并死掉，他无法承受。即便自己将属性给了母亲，他依旧无法承受时空带来的危害，因为他本该死在那个时空。难道就只有那个办法了吗？陈峰想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将陈旺杀死，将秦家那些人全部杀死，阻止他们认识母亲，这样母亲就不会死了。可这样的结局就是他会死，他会从未出现过在这个世上。想了想，陈峰笑了，他心中下定了某个决定，眼神泛起一抹坚定。既然如此，那便不出声，母亲能够快快乐乐活下去，倒也不错。想到这，陈峰再度穿梭时空回到过去，解决了还未觉醒的陈旺和秦家众人，阻止了陈旺和母亲相见，然后又解决了隐藏在下水道的异端会和邪神。做完这一切之后，他来到了一间小屋，看到了那未经人事还没有成年的母亲，母亲正在姥爷姥姥的陪伴下快乐玩耍着。看到母亲，陈峰笑了，笑得很开心。他内心此时还有一个更为胆大的想法，那就是将全身的属性以及职业和技能、天赋全部取出来，送给即将觉醒的母亲，让她能够在这个世界活下去。随着他将全部送给母亲之后，他的身体变得虚幻起来，好像即将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模糊不清。看来自己改变了，也该走了。陈峰没有后悔，而是用最后的时间多看了母亲几眼。老妈，我爱你。陈峰口中喃喃，当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他隐隐感觉旁边有人看着他，可当他看过去那个位置，却什么都没有。不过未等他细想，他的身体缓缓消散了。呼呼呼！蓝天小区，陈峰猛然睁开双眼，猛地坐起，看着眼前熟悉的环境，他惊讶到双眸放大，瞳孔微缩。我不是死了吗？难道这里是地狱？陈峰看着自家的环境，不敢相信，地狱现在长这样了吗？他明明将时间都改变了，为何没死，反而出现在自己家里？陈峰检查自身，发现没有任何改变，无论是属性和天赋以及职业技能，这些全都没有变化，都没有消失，完完全全在他体内。怎么回事？难道我又失败了？可我慢慢做到了啊，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可就在这时，门口被敲响，陈峰不知所措，但依旧走过去开了门。陈峰，你怎么还在家？今天不应该去报道了吗？敲门的人是杨家。去哪？陈峰疑惑地看向杨家。去龙腾大学报到入学啊，今天可是开学的大日子，你怎么还在家？杨家疑惑道。龙腾大学，他怎么会在家？而且今天就开学了，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对了，这里有一封信，是伯母交给我父母的，他说等你上大学那天就给你看，我父母今天才想起来，所以叫我赶紧给你送过来，没想到你还在家，那就好办了。杨家从怀里拿出一封信。闻言，陈峰愣住了，什么信？上大学的时候给他？母亲什么时候给他写信了？陈峰接过信封，杨家道别离开，我先走了，我得去清华大学报到了。拜拜。陈峰愣了愣，点头，他现在心思只在信上。待到杨家离开之后，陈峰立即关上门，跑回客厅打开了信，心跳极快，现在无比激动，母亲到底会给他写怎样的信呢？打开信封的那一刻，陈峰呆住了。小峰，我是妈妈，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可能已经离世，不过你所做的一切，妈妈都知道了。当妈妈拥有时间系职业的那一天起，妈妈的未来改变了，没有碰到陈旺，更没有死，活得很好，只是妈妈觉得自己少了些什么。于是妈妈找到了祁隆，他帮我看了过去，发现我的时间线很乱，存在着无数条时间线，在每一条时间线里我都死了，唯有我现在这条时间线还没死。于是我决定回到这条时间线的最开始，我看到了你。那时候我亲眼看着你笑，又亲眼看到你消散了，我就知道有很多事情是我不知道的了。于是等到我最强大的时候，我踏足了其他时间线，也就是所谓的平行时空，我才发现你是我的儿子，是你救了我。我才知道你为了我付出了多少，但每个母亲最不希望的就是自己孩子出事，请原谅妈妈的自私，就像你一样自私的用自己生命救妈妈，所以妈妈也做了跟你一样的方法，阻止了一切，让陈旺安全活下，让我依旧遇上陈旺，人事情如平常那样发生了。妈妈死了无所谓，但孩子你还有很大的未来，孩子，妈妈爱你，请你珍惜自己的生命，替妈妈活下去，好吗？水落成花，原本清晰可见的字
变得模糊不清。妈，你可真傻呀！陈峰瘫坐在沙发上，他完全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自己耗费全部拯救母亲，可到头来还是母亲救了他。他望着天花板，眼眶湿润，任凭眼泪滑落。过了许久许久，陈峰才擦了擦眼睛，嘴角微微上扬。老妈，我听你的，我会好好活下去的。恢复一下心情后，陈峰离开了家，前往龙腾，继续着他璀璨光芒的一生。